玉红高中高三3班教室内，此时一群学生正围坐在一起，讨论着关于今天转职仪式的事情。500年前，灵气复苏，全民转职降临。500年的时间让整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怪物横行，无数显地和副本出现，人类则可以通过转职仪式转职为一个个强大的职业者，拥有与怪物抗衡的力量。在斩杀怪物之后，可以获得升级经验，提升等级，甚至还有机会爆出强大的装备，使自身变得更加强大。而今天正是玉红高中高3学员进行转职的日子，好紧张啊！也不知道我能转职成什么职业。我妈是牧师，我爸是铁匠，你们说我会不会转职成主战职业？几率很低吧？据说职业有一定的继承性，我们转职的职业一定程度会受到父母又或是祖辈的影响。如果你转职成了主战职业，那我建议你去见见你家隔壁的王叔叔，看看你俩长得像不像。我像你爹，扯鸡巴蛋。3天前，罗刹高中刚刚完成了高3统一转职，听说他们学校出了一个史诗级职业爆裂射手。罗刹高中的院长吹牛逼，说那个爆裂射手一定是韩天成今年的大考状元。爆裂射手是叫莫莉儿吧？听说是个大美女来着，普通攻击都会触发爆炸分裂伤害，贼牛逼。职业者等级从低到高分为低级、中级、高级、稀有、史诗，在网上便是隐藏职业。能转职成史诗级职业的人已经是万中无一了，也难怪罗刹高中的院长敢说出这样的大话。玉红高中和罗刹高中都是在韩天城，也是这座城市仅有的2所高中。2所高中完成高3转职的时间不同，前后差了3天。今天玉红高中进行高3转职，据说罗刹高中的院长会带着一些学生前来观礼。说是观礼，可很多人都看出来了，那帮人就是来炫耀的。教室角落，段晨斜靠在椅子上，从体型来看，他明显比其他同学粗壮了一大圈，若是站起来的话，身高恐怕已经超过2米。现在还只是高3年级啊，学生基本都在17、18岁的样子，这样的年龄有这样的身高实在少之又少。而且高也就算了，他还长得膀大腰圆，短袖外露出的胳膊肌肉鼓起，肌肉甚至都呈现出拉丝状了。肌肉发达也就算了，关键还长得帅。此时段晨的表情虽然看起来平静，可内心却激动万分。转职啊！段晨深吸一口气，挪动了一下身子，让自己坐得更舒服一些。他的身材太过魁梧，以至于屁股下面的椅子显得是那么小。坐在椅子上，屁股两边有大半都是搭在椅子外面的。他很好奇自己会转职成什么职业，是生活职业，还是辅助职业，又或是主战职业？生活职业比如铁匠、厨师、附魔师、园丁等等；辅助职业，牧师、阵法师等等。主战职业就更容易理解了，常规的战士、法师、刺客都属于主战职业。段晨有些羡慕，爆裂射手莫里尔主战史诗级职业，如果我也能搞个史诗级职业就牛逼了。爆裂射手属于主战职业弓箭手的进阶职业，拥有比同级弓箭手更加可怕的攻击力，而且攻击还会附加特殊的爆裂效果。除此之外，还有机会修炼专属于爆裂射手的技能，强悍至极。在段晨看来，唯有成为主战职业，才有机会成为真正的强者。转职成生活职业，赚钱养家肯定是没问题的。可生活职业基本算是丧失杀怪能力了，连城市大门都不能出，一旦出城，搞不好一个低级小怪都能抓死他。一辈子只能窝在城市里，又有什么意思？至于辅助职业，别人前面杀怪，自己躲在后面喊加油，偶尔丢一些增幅技能出去，把自己的安危全都寄托在别人身上。出城杀怪要组队，进个副本也要组队，去个险地历练也得有主战职业帮忙开路。这样的日子，段晨自认过不下去。天灵灵，地灵灵，无论如何也要让我成为主战职业啊，不然实在对不起我这身材。段晨心中不断的祈祷着。就在这时，教室门被推开，一位身材高挑、戴着金丝眼镜的女人走了进来。女人30岁左右，穿着短裙和一件女士的低领西装，短裙收紧，包裹出一个完美的轮廓。正是段晨的班主任程佑薇。程佑薇双手按在讲台上，身子微微前倾。段晨虽然坐在后排，可因为身高的关系，刚好能看到程佑薇领口一抹风景。时间到了，所有同学排队去操场准备转职仪式。教室内，学生呼啦啦地站起身朝外跑去。段晨擦了擦嘴角，有些不舍地看了程佑薇一眼，便跟着大队伍一起来到了操场。玉红高中高3年级一共有3个班，段晨所在的班级是高3班。等来到操场之时，段晨下意识朝着操场旁边的一处看台望去，只见看台上正坐着一群人，最前排中央坐着2位老者，其中一位正是玉红高中的院长，另一位段晨没见过，不过也能猜得出来，应该就是那位罗刹高中的院长了。
除了这2位院长之外，还有玉红高中和罗刹高中的一些老师，以及几位罗刹高中的学生，包括那位转职成爆裂射手的莫里尔。操场正中央耸立着一个高台，转职阵法便布置在这座高台上。一位中年男子站在阵法旁，高声道：“从高3一班开始，按照学号顺序进行转职，最后3分钟准备时间，平息一下情绪，3分钟之后正式开始。”段晨静静站在人群中，朝着那位中年男子丢了一个探查术。姓名：毛宇，职业：阵法师，等级39级。对方没有隐藏自己的人物信息，否则段晨的低级探查术连这些基础信息都看不到。当然，如果能掌握顶级探查术的话，就算对方隐藏了自己的信息，也一样能查探到，而且查探的比这个更加全面。时间一点点过去，3分钟准备时间很快结束。第一位学生也踏上了转职阵法。第2章，我们罗刹出史诗。第一位学生紧张地走上法阵，一道光芒从法阵升起，将他的身躯笼罩起来。叮！提示：赵望成功转职为厨师，生活职业。厨师？这位同学苦笑一声，满脸无奈。厨师可以在制作食物的时候让食物产生特殊属性，比如临时增加力量的面包，拥有治疗效果的包子等等。这个职业倒也算不错，至少在众多生活职业当中算是靠前的。可再怎么靠前，也只是生活职业而已。除非有一个强大的团队肯带他，又或者某个势力或家族想要培养他，否则基本注定这辈子要躲在城市里，没办法去杀怪爆装备了。接下来，一个个学生按照顺序走上转职法阵。提示：李山成功转职为木匠，生活职业。提示：张成成功转职为铁匠，生活职业。提示：孙俪成功转职为矿工。一个女孩子却转职成了矿工。一个女孩子灰头土脸的扛着铁镐去挖矿，这让不少人都露出惋惜之色。人群中，段晨心中紧张。生活职业的转职比例非常高，高3一班已经有一大半的学生完成了转职仪式，其中接近60%都是生活职业。看台上，莫金红的眉头微皱，他是玉红高中的院长，整个高3一班都快转职完了，结果连一个高级职业都没出现，这让他感觉很没面子。尤其是罗刹高中的院长杜飞也在这里，这等于让人家看了笑话啊。嗨嗨，莫金红轻咳一声，掩饰一下自己的尴尬。高3一班有个好苗子，就是那个女孩，她叫陈若曦。一旁，罗刹院长杜飞哈哈一笑：“陈若曦，陈家的2女儿，我和陈家家主还算熟悉，确实是个好苗子。”此时，一个身材高挑的少女缓缓走上转职身法。少女的身材比例非常完美，纤细修长的双腿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段晨瞪大双眼，只感觉天都好像亮了不少，不由得让自己的身体站直了一些。他身材本就高大，站直腰板之后，就如同一座小山一般，直接把后面同学彻底挡住了。段晨，你往旁边挪挪，我啥都看不到了。就是，长这么大个干啥？你老爸生前只是个铁匠，我看你也好不到哪去，最多也只是个铁匠而已。个头这么高就站在最后面去，在前面碍什么眼？后面传来一阵嘲讽和抱怨。段晨脸色一冷，猛地转头向身后看去，谁在叫？给老子站出来，信不信把你的牙一颗颗掰下来？我操！后面的同学吓了一跳。段晨身材太魁梧了，虽然脸蛋长得帅，可一旦怒起来，表情也绝对吓人。大家都还没转职，这种情况下，基本是谁的身体素质高，谁就厉害，敢和段晨叫板的还真没几个。就他们这一个个的小身板，段晨一只手都能提起来。煞笔玩意！段晨啐了一口，就敢躲在后面瞎比比。说完，他懒得再去理会，转头再次看向转职阵法方向。后排的几个学生脸色一冷，恶狠狠地瞪了段晨的后背一眼。妈的，等老子完成转职的，非得好好揍你一顿！长得高，长得大，拳头大，有个屁用！还不是谁职业强谁牛逼？等你转职成铁匠之后，老子就算转职成低级战士，也能收拾你！叮！提示：陈若曦成功转职为德鲁伊，辅助职业。一道比之前所有人都更加耀眼的光芒笼罩在陈若曦的身上。德鲁伊！听到这3个字，全场哗然，所有学生都瞪大双眼，倒吸一口凉气。德鲁伊虽然被归类在辅助系职业，可实际上这个职业还有主战特性，拥有不弱于一般肉盾职业者的能力。职业者等级属于稀有级，仅次于史诗级。竟然是德鲁伊，厉害了！听说他的母亲是御兽师，父亲是盾战士，他怎么转职成了德鲁伊啊？这有什么好奇怪的？父母和祖辈的传承性又不是绝对的，而且谁知道他们家祖辈是不是也有德鲁伊出现？德鲁伊是战斧一体的职业，职业者甚至还能变身成特定的怪物模样。战斧一体，前途无量啊！一阵阵赞叹声中，
陈若曦也不由得笑了起来，笑得非常好看。显然他对自己的职业也非常满意，甚至可以说是惊喜。多谢毛前辈了。陈若曦很有礼貌地朝着主持阵法的毛宇前辈点点头，这才回到队伍中。看台上，莫金红院长感觉挽回了一些面子，不由得挺了挺腰杆。一旁，杜飞捋了捋胡须，缓缓道：“稀有职业，确实不错，不过和我们莫里尔还是有不小差距呢。莫里尔可是史诗级职业。”哈哈，终于有机会装逼了。杜飞偷偷扫了莫金红一眼，眼见对方蔫了，不由得笑得更开心了。3年前，玉红高中出了一个史诗级职业，莫金红带着一大群师生，竟然跑到罗刹高中的大门口拉了个横幅，横幅上写着“玉红出史诗”，就这简单的5个字，愣是让那一年玉红高中的招生人数暴涨50%。寒天城就这么大，玉红高中的招生人数暴涨，也就代表罗刹高中的招生人数下降，这可把杜飞给愁坏了。今天终于能报仇了。杜飞回头，丽儿，往前面坐坐，让咱们莫大院长看看你和莫大院长同姓，说不准500年前是一家呢。莫里尔看起来非常腼腆，身材不算太高，也就1.5米左右，脸蛋微圆，一副娃娃脸，萝莉样。莫里尔犹豫一下，最终还是很听话的坐到了前排。杜飞朝着莫金红说道：“看到没？莫里尔，史诗级，爆裂射手，我们罗刹出史诗。”莫金红脸色一下子黑了，我尼玛，3年前的事到现在还记仇呢，这老东西忒尼玛小心眼了。就在这时，一声闷响突然从操场传来，只见一个身高远超同龄人的少年踏上台阶，一步步走上高台。那巨响竟然是他踩踏台阶时发出的声响。杜飞愣了一下，那个是高3学生？这也太高了吧！老莫，介绍一下。莫金红随口回了一句：“段晨，父母早亡，父亲生前是铁匠，母亲也只是普通的战士。”听到这话，杜飞摇了摇头，只感觉索然无趣。轰！也就在这个时候，一道刺眼的光芒突然从转职阵法升起，将段晨的身体笼罩起来。几乎在同一时间，虚空中突然闪过一道雷霆，一个1000丈高的虚影从苍穹之上显露出来。第3章，那狰狞的模样简直是童年阴影。刺眼的光芒冲天起，那凝聚于虚空之上的虚影犹如远古巨人一般，一对怒目好似烈日，一双手臂好似山峦。虚影立于苍穹，俯视大地，让所有人的心头瞬间一紧，心也跟着提了起来。这是……莫金红院长瞪大双眼，猛地站起身来。刚才段晨踏上转职法阵的时候，无论是他这个院长，还是高3班的老师和学生，都对段晨没抱多大的希望。在他们眼中，段晨唯一与众不同的就是身材，太壮，太魁梧了，两眼一瞪的时候，看起来要比其他孩子凶一些。除此之外，实在没有其他值得注意的地方。家世，父亲是铁匠，母亲是低级战士，而且父母早亡。天赋也仅仅表现在力气和身高，再结合他的身世，这些许天赋不正符合铁匠职业吗？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段晨会转职成铁匠，可谁知他的转职仪式竟然引动了天象，天地异象，是隐藏职业。莫金红喃喃自语，犹如做梦。我们玉红高中竟然出隐藏职业了，史诗级职业已经是万中无一了，隐藏职业的稀有程度比史诗级更高，100万人甚至1000万人当中也未必出现一个。而且天地异象的宏伟程度也和隐藏职业的强弱有一定联系。在莫金红的记忆中，好像还从未听说过如此惊人的天地异象。立于苍穹之上的虚影到底是什么？段晨到底转职成了什么职业？叮！提示：段晨成功转职为背画师，主战职业。背画师，这是什么职业？职业典籍中好像没有记载，从未听说过啊。当听到背画师这3个字之后，全场哗然。那个人是段晨？这怎么可能？他竟然转职成了隐藏职业？恕我孤陋寡闻，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听说背画师。高3班队伍里，先前出口嘲讽段晨的几个人神色巨变，再次看向段晨的时候，他们的目光明显有了躲闪，甚至都不敢去直视段晨的身影。该死！还准备转职之后好好教训段晨一顿，没成想他竟然成了隐藏职业。背画师一听就不好惹，教训他，怕是要挨揍啊！妈的，凭什么？为什么他是隐藏职业，而我只是厨师？还说呢，我原本还准备转职之后收拾他一顿，这下好了，转职之后会获得初始技能，也不知道背画师的初始技能是什么。人家是隐藏职业，初始技能肯定弱不了。你们说罗刹高中的那个莫里尔厉害，还是段晨厉害？现在还不好说吧，大家都是刚刚转职而已，连装备都没有。此时段晨也有些懵了，他怔怔地抬起头，目光与苍穹之上的巨人虚影对视一眼。我 TM 成隐藏职业了。
原本他还想着只要能转职成主战职业就可以，无论品阶高低都无所谓，哪成想竟然成了隐藏职业。轰隆隆，那贯穿天地的光芒渐渐散去，苍穹之上的虚影猛地收缩，化作一抹洪流坠落。还未等段晨反应过来，那道洪流就已经钻入他的眉心。我擦，好疼！这一瞬间，段晨只觉得浑身剧痛无比，那种感觉就好像浑身骨头被拆开，血肉被撕碎一般。不是吧？我才刚刚转职就要挂了？段晨表情变得狰狞起来。不对，这股力量在改造我的身体。紧接着，在所有人的注视下，他的身躯突然膨胀起来，竟然在短短几个呼吸的功夫，整个身体长了一大圈。原本2米多的身高，竟然长到了3米。一身校服衣裤直接被撑破，铁胶铜柱一般的肌肉显露出来。啊！人群中传来一阵阵惊呼，一些女同学死死地盯着段晨，身子不由得颤抖起来。天哪，这是怪物吧？会死人的！一瞬间，一个个女同学倒吸一口凉气，就连看台上的一些女老师也忍不住用手捂住了眼睛，不过却偷偷留了一道指缝，目光透过指缝又多看了几眼。至于那些男同学，则一个个张大嘴巴，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阴影啊，我感觉这辈子都走不出这个阴影了。妈的，突然感觉我有点发育不良。天哪，这算不算童年阴影？男同学惊呼连连。段晨打了个冷战，也顾不得刚刚转职的欣喜，连忙双手捂住，3两步就跃下了转职祭坛。阳光下，鸟儿随风舞动，舞动翅膀时发出砰砰的敲击声，犹如鼓震雷击一般，让人的心跳都慢了半拍。同学，把你的围巾借我用一下。冲下祭坛之后，段晨也不管3七21，一伸手便将一位女同学的围巾扯了下来，然后直接围在了自己的腰上。虽然作用不大，但是聊胜于无啊。陈若曦表情僵硬，怔怔地摸了摸自己的脖子。我围巾呢？他猛地转头看向段晨。你坏蛋！段晨尴尬笑了笑，要不我把围巾还你？陈若曦气得小脸通红，却也不敢再去看段晨。至于围巾，这还能要吗？陈若曦气得咬牙切齿，送你了。段晨，抱歉啊，以后有机会还你个新的。一身衣衫破碎，除了从陈若曦那里拿来的围巾之外，就只剩下一些布条挂在身上。3米多高的身体，犹如一座大山般屹立在人群中。周围一双双眼睛看过来，段晨越发的尴尬了。他又向后挪了挪身子，站到了队伍的最后一排。你校服脱下来，还有你的校服也给我。段晨看着那几个先前嘲讽过他的学生，举起砂锅大的拳头，不给就揍你们。那几个同学浑身打了个冷战，这拳头是真砂锅大的拳头啊！给你就给你，谁怕谁？哼，拿去看你能把我怎样。段晨，你等着，等我们完成转职之后，你会把校服主动还给我们的。对于这几人的言语，段晨根本没放在心上。腰上又围了几个校服，段晨这才稍微松了口气，总算遮挡住了。在完成转职之后，每一个转职者都会获得一个物品空间，同时也会获得职业的初始技能。段晨开启人物界面，兴奋地查看起自己的初始技能。这难怪叫做背画师，这技能我擦！第4章，呜，我要打光棍了。段晨获得的初始技能共有4个。局部背画，主动技能，将自己身体局部器官变大倍数可自行调整，最大为10倍，技能持续1小时，冷却2小时。神级反伤，被动技能，当你遭受攻击时，会强制触发1000%的反伤效果，将受到的攻击10倍返还给攻击者。神级防御，被动技能，永久获得200%的防御属性增幅。野蛮生长，被动技能，你的等级每提升5级，你的身体便会完成一次跨越式生长，等级越高，你的身体将会越发庞大。一个主动技能，3个被动技能。不是说在完成转职之后会获得一个初始技能吗？一个，我 TM 一下子来了4个，而且每一个技能的介绍都如此恐怖。段晨倒吸一口凉气，这技能也太夸张了吧！局部背画，段晨下意识低头看了一眼，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现在已经像个旗杆了，比一般人的手臂都夸张，如果再变大10倍的话，应该能放风筝了吧？当个房梁都没问题。段晨摇了摇脑袋，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甩开。神级反伤，神级防御，难怪敢以神级命名。10倍反伤效果，双抗属性200%增幅，如果再能配上一身不错的装备，谁还敢对他龇牙咧嘴？谁敢攻击他，怕是还没把段晨打死呢，自己就被反伤死了，而且很可能还没能破开段晨的防御呢，自己就先被反死了。段晨自语道，只是这个野蛮生长还是有些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意思是随着等级提升，我的身体会变得越来越大吗？叮！提示：
检测到宿主转职成为唯一性隐藏职业被化师，职业辅助系统正式开启。提示：你在猎杀怪物时，被化师专属技能书爆率提升1000倍。提示：你获得特殊技能真实之眼，可提前查看敌人死后爆出的物品。机械般的声音突然出现，就那样诡异的出现在段琛的脑海中。我操，谁？妈的，谁和老子装神弄鬼？段琛吓了一跳，一把将身边的一位同学提了起来。这位同学也有1.8米左右的身高，在同龄人当中已经算非常强壮了，可是在段琛的面前却好似小鸡一般，就那样被轻轻松松的抓着衣领提了起来。段琛，我啥都没干，真啥都没干。那位同学都快哭了，求求你松手吧，下一个到我转职了。段琛狐疑的看了他2眼，然后把他轻轻放了下来，还不忘帮他整理了一下衣领。职业辅助系统，难道是我的金手指？段琛一下子就支棱了，他这才刚刚转职成了隐藏职业被化师，结果金手指也跟着到账了。我擦，我不会是天选之子吧？集天地气运于一身啊！段琛深吸一口气，强压下心中的激动。按照系统刚才所说，他在亲手猎杀怪物时，被化师专属技能数的爆率提升1000倍，而且还获得了真实之眼，能够提前查看敌人死后爆出的物品。段琛摸了摸下巴，感觉这2个技能的效果好像有些前后矛盾。我都有真实之眼，都已经知道怪物死后爆什么了，这种情况下，爆率是高是低又有什么影响？不对，不是这么回事。段琛好像想明白了，真实之眼针对的并非只是怪物，还能对人类职业者使用。想到这里，他下意识抬起头，看向远处的陈若曦。刚才从他那里借了围巾，围巾的尺寸勉强能给他兄弟打个包，再加上陈若曦刚才转职成了德鲁伊，所以段琛对他的印象极为深刻。于是真实之眼的第一个目标下意识就用在了他的身上。段琛的眼中闪过一道光芒，瞳孔在一瞬间收缩，浮现出一颗6芒星的纹路。目标：陈若曦。死亡掉落：普通衣物，该人物的物品空间为空置状态，且身上未佩戴装备。哎，这个厉害了！段琛嘿嘿一笑，3米的身高，扎实的肌肉，再配上这个笑容，怎么看都感觉有些狰狞吓人。他又转头朝着班主任程佑威看了一眼。目标：程佑威。死亡掉落：护垫一包，布林洛法杖，黄金级；精神增幅戒指，青铜级；法术裂变护腕，黄金级；地穴项链，白银级；诺曼法靴，青铜级；蔓藤蛇腰带，白银级。段琛眨了眨眼，护垫，这东西也给列出来了。死亡掉落这么多装备，其中应该包括他已经佩戴在身上的装备，应该只有极少数的几件是会从物品空间掉出来的吧。这个世界，职业者之间相互厮杀是极为常见的事情。杀人夺宝这种事并不奇怪，职业者陨落之后，已经穿戴在身上的装备便会成为战利品，被人搜刮。而除了身上原本穿戴的装备，物品空间也会随机掉落一些东西出来，但爆率并不高。时间一点点过去，转职也渐渐接近了尾声。段琛最初的兴奋劲也消散了许多，在盯着自己的身材看了几眼之后，反倒又感觉有些不自在了。他这才刚转职啊，身高就已经达到3米了，以后每提升5级，身高还会再次增长，那以后他得变得多大？想到这里，段琛第一个反应是，我要打光棍了，我这辈子都娶不了老婆了。不，段琛越想越糟糕，然后一把抓住身边的同学，问你个事，你有女朋友没？那个同学刚刚转职回来，转职的是高级职业强袭战士，还算不错，心里正高兴呢，结果又被段琛抓着衣领提了起来。那同学咽了口唾沫，段琛，我有没有女朋友关你啥事？段琛咧嘴道，我就问一下，你和你的女朋友有没有？嗨，我就直说了吧，你觉得我这样的有没有女孩子能扛得住？我擦，这是什么虎狼之词？那同学沉默了几秒，小心翼翼地回了一句，扛不扛得住我不知道，不过你可以让你的女朋友试着去抱住。第5章，今年大考就靠你们了。抱住？林黛玉倒拔炸鸡柳吗？画面一下子就出来了。段琛捂住脸，差点哭出来。苍天啊，大地啊，这道题我不会，太难了。心情全无，段琛也没心思继续看接下来的转职。他朝着不远处的班主任程佑威招了招手，老师，我想先回家换身衣服行吗？这有点太招摇了，浑身不自在。程佑威缓缓走了过来，当距离段琛还有几米的时候便停了下来。他推了推金丝眼镜，掩饰了一下眼眸中的炙热。天哪，这身材也太强壮了吧！嗨，程佑威轻咳一声，稍后还要给转职的学生发放新手装备，你再忍耐一下吧。在这个世界，怪物所爆出的装备是可以根据职业者的身材而改变大小的。比如一件铠甲，无论穿戴者的体型有多高，铠甲都可以自行调整。学校发放的新手装备实际上并不是怪物爆出来的，
而是寒天城的一些锻造师打造出来的，属性非常低，缩放的幅度也比较小。不过像段晨现在这3米的身高还是能穿戴的。新手装备吗？段晨只好点了点头，也好，那就听老师的。程佑威又盯着段晨看了几眼，悄悄咽了口唾沫，这才转身离开。天哪，我到底看到了什么？大恐怖！时间一点点过去，一个又一个学生走上转职法阵。看台上，玉红高中的院长莫金红兴奋地来回挪动屁股。老杜啊，看到没？我们玉红出隐藏职业。妈的，这老邓又来！杜飞一咬牙，我们罗刹出史诗。莫金红冷笑连连，你傻了吧？隐藏职业比史诗职业珍贵多了。你看段晨那身材，一看就是力量型的肉盾职业，攻防一体。我就问你，你听说过背画师吗？杜飞气恼，别和我装了，背画师绝对是首次出现的职业，我以前没听说过，好像你就听说过似的。旁边莫里尔有些无语，两位校长都老头子了，虚荣心咋就这么强呢？段晨吗？莫里尔眨着大眼睛，远远地望着人群中的段晨，心中将这个名字记了下来。也就在这个时候，一阵风突然吹过，直接把段晨下面的围巾给吹飞了出去。莫里尔瞪大双眼，倒吸一口凉气，目光触电一般挪开，然后又下意识地看向远处一棵参天大树。天哪，太吓人了！人群中，段晨手忙脚乱地捡起围巾，然后重新围在腰上。这可咋办？怪物爆装备可不爆裤头啊，以后岂不是得定制？段晨无奈地叹息一声，然后再次打开自己的人物界面。姓名：段晨，职业：背画师，等级：0级，力量300，敏捷20，精神11，防御500，技能：局部背画，神级反伤，神级防御，野蛮生长。真实之眼，隐藏属性，专属技能爆率增幅1000倍。还没穿戴装备，我的力量属性就达到300点，防御就达到500点了。段晨咽了口唾沫。像盾战士这类以防御著称的肉盾职业，转职之后的初始防御应该在20点到30点之间波动，段晨却一下子就是500点。力量属性也是如此，是普通主战类职业的10几倍。3班的转职终于结束了，段晨这位隐藏职业无疑成了全场焦点。除了他这个隐藏职业之外，职业等级最高的竟然是陈若曦，稀有职业德鲁伊。至于史诗级职业，一个都没有。仪式结束，发放新手装备。也许是今天心情太好的关系，院长莫金红竟然决定亲自为所有学生颁发新手装备，这让不少学生心中忍不住骂娘：妈蛋的，这二货院长又跑出来捣乱！一群老师一起发多好，一会就发完了，发完之后大家还能早点回去放假休息。你这老头倒好，直接自己一个人把所有老师的活给抢了，非得自己一个一个的发，这特么不得发到下午啊，中午饭都不用吃了。不过还好，院长莫金红好像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老人家大手一挥，我来为段晨和陈若曦发放装备，其他学生由各位班主任发放，好吗？原本一些同学还在抱怨，可听到这句话之后却又有点不平衡了，一双双眼睛也下意识地望向段晨和陈若曦。这一看不要紧，一些女同学的眼睛便移不开了。天哪，快看她的胸肌好大，还会动，这大腿，这胳膊，全是肌肉啊，都快拉丝了。我身高只有1.5米，这若是站在她的面前，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懂，我只是很好奇，不会拉嗓子吗？此时，段晨和陈若曦二人已经走上前来。陈若曦满脸通红，根本不敢去看段晨。段晨，等发了装备之后，围巾就还你啊！陈若曦，我才不要，扔了吧，明。段晨不干了，那咋行？你这围巾一看就值钱，必须还你，我还得亲手给你戴上。陈若曦打了个冷战，下意识地捏了捏鼻子。段晨恍然，也对，我洗干净之后再还你吧。莫金红轻咳一声，满目赞叹地看着段晨，然后又看了陈若曦一眼。这还没完呢，他竟然又转头朝着罗刹高中的院长杜飞招了招手。莫金红，老杜，你可是罗刹高中的院长，要不劳烦你和我一起给他们发放新手装备。滚！杜飞留下一句话，再也不愿意多待，连忙招呼几位罗刹高中的老师和莫里尔离开。临走之前，莫里尔又忍不住多看了段晨几眼。天哪，太高大了，也不知将来成长起来会拥有怎样的实力。莫金红嘿嘿一笑，老杜，杜院长，再见啊，回去帮我宣传一下，就说我们玉红出隐藏职业。杜飞，滚滚滚！两个老头虽然拌嘴，相互攀比，可实际上却是至交好友。年轻的时候还一起组队杀怪，下过副本，进过险地，那可是生死之交来着。别理会那个老东西，他就是羡慕。
莫惊鸿哈哈一笑，段晨，好样的，这是你的新手装备，还有历练指南，加把劲，今年大考就看你和若曦了。若曦，这是你的。段晨得到的是一件布甲，一把铁剑，都是最基础的新手装备，属性非常低。名称：新手布甲，品阶5，等级0，防御5，技能5。名称：新手铁剑，品阶5，等级0，力量3，技能5。而莫惊鸿所说的历练指南，实际上就是寒天城郊外的一些怪物分布信息以及低级副本的资料。第6章，我爸让我加的你。将新手装备发放给段晨和陈若曦之后，院长莫惊鸿想要鼓励一下自己的学生，想要拍一拍段晨的肩膀，结果他抬起手之后却有些尴尬了。段晨啊，要不你稍微弯一下腰。好嘞。段晨现在只想着尽快结束，然后放假回家，当然要连忙配合。弯腰，拍肩膀，二人配合的一气呵成，莫惊鸿也不由得哈哈笑了起来。段晨啊，在职业典籍当中并未出现过背画师，你小子算是载入史册了。莫惊鸿开口道，放心，学校不会要求你说出初始技能的内容，也不会让你展露初始属性，但作为你的院长，我有必要提醒你不要轻易对任何人暴露自己的属性和技能信息，尤其是你这种隐藏职业，一旦暴露便不再神秘，便会被敌人找出克制的办法，便可能让自己立于凶险之境。听到这些话，段晨的表情也严肃起来，谢谢院长提醒，学生谨记。莫惊鸿满意的点点头，然后又看向陈若曦，若曦啊，你也一样，德鲁伊是战斧一体的职业，独自杀怪的能力非常强，但很多时候也需要队友协助战斗。不过以你父亲的实力，想必对你早有安排，我就不再多言了。陈若曦连忙躬身行礼，老院长苦口婆心的勉励几句，段晨着实有些感动。接下来，院长莫惊鸿大声宣布放假，假期半个月。半个月之后，所有高3学生将要迎接职业者大考，能不能进入自己心仪的大学，就看这一次大考了。转职仪式算是彻底结束了。可就在段晨准备回教室收拾东西，然后回家的时候，却又被班主任程佑威给叫住。程佑威推了一下金丝眼镜，段晨，院长大人让我转告你，无论你是否能考上重点大学，咱们玉红高中都会对你接下来的学业全程资助。另外，还有这枚戒指是院长大人私人送给你的，还有这些恢复药剂，应该足够你这半个月历练使用了。说着，便将一枚戒指和药剂交给了段晨。作为玉红高中唯一的隐藏职业，得到一些特殊待遇，完全在意料之中。如果将来段晨真的能成长起来，成为一方强者，对玉红高中来说也是天大的好事。只不过这些事没必要表现得太明显，以免其他学生心生不满。因此，莫惊鸿才让程佑威私下来找段晨。这是钻石级的戒指。段晨双眼一亮，有些吃惊院长的大手笔。在这个世界，装备等级由低到高分别是黑铁、青铜、白银、黄金、铂金、钻石、传说、史诗、神器，共9个品阶。而在这9个品阶之外，还有专属装备，品阶越高，爆率也越低，也就越珍贵。段晨曾通过真实之眼查看程佑威死亡掉落，这也能间接的判断出他身上佩戴的装备，其中品阶最高的也才是黄金级。可莫惊鸿院长给的这枚戒指竟然是钻石品阶，而且是0级就可以佩戴的，绝对是新手的超极品装备，用来过渡新手期简直爽的不要不要的。名称：骆驼指环，品阶：钻石，等级0，力量+50，防御30。当然，相比于段晨自身的属性来看，这枚戒指所带来的属性增幅有些低了。段晨自身的力量值已经是300点，防御更是高达500点。这骆驼指环力量只有50点，防御只有30点，而且装备并未携带装备技能。可是别忘了，段晨拥有神级防御技能啊！神级防御被动技能，永久获得200%的防御属性增幅。也就是说，段晨一旦佩戴骆驼指环，获得的防御值将会是90点。段晨收下戒指，感激道：“谢谢程老师，也替我谢谢院长。”程佑威点了点头，然后也想像院长那样拍拍段晨的肩膀，可最终还是只拍了拍段晨的腰。这肌肉真硬。程佑威不着痕迹地咽了口唾沫，然后便背着手走开。段晨回到教室，收拾好东西，进入教室门的时候，费了好大的力气才进去。2.2米高的教室门，他愣是要弯着腰才进去。收拾完东西，又上了个厕所，同样是弯着腰进的厕所，然后一泡尿撒出去，差点把小便池子给突碎了。一旁几个男同学瞪大双眼，无地自容，看看自己，然后又看看段晨，
双手又无意识地比划了几下。这也太打击人了吧！这差距未免太大了吧，简直是童年阴影。这画面怕是一辈子都挥之不去了。寒天城城北，一间破旧的平房，这是父母去世后留给段晨的唯一遗产。房间中，段晨仔细地检查了一下程佑薇交给他的药剂：初级金疮药剂、初级精神药剂、初级净化药剂，数量很多，确实足够他半个月历练使用。就这些药剂，如果是在药店去购买的话，至少也得5000龙币起步，药品紧张的时候甚至会达到6000龙币以上。段晨转过头看了一眼裂开的房门，家里的房门是单开门，段晨这体型是硬生生挤进来的，结果还把门框给挤裂开了。半个月之后就大考了，大考之后我很可能就要离开寒天城去其他城市上学。段晨自语道，门就先这样吧，等大考结束之后再修。这里是他的家，即便将来他去别的城市上学，搬到其他城市去居住，也不会将这里卖掉。至于学费，段晨完全不用操心，玉红高中会一直资助，直到他毕业为止。叮！提示：职业者陈若曦，请求添加你为好友，是否通过？段晨微微一愣，在学校的时候他不加我好友，偏偏等我回家才加。心中疑惑，但段晨还是选择了通过。那条围巾已经洗干净，就晾在窗户旁，段晨还想找个机会还回去呢。结果这边好友加了，可陈若曦却一句话都不说。段晨只好打开好友栏，发了一条信息过去：围巾已经洗干净了，等大考的时候还给你。陈若曦回了消息：别误会，我不是要围巾，你也别还我了，是我老爸逼着我加你好友。他说你是隐藏职业，让我和你亲近，以后等你成长起来，说不准能帮上我们陈家一些忙。段晨眨了眨眼，这种事说得这么直白吗？第7章，他的新手剑有点不一样啊。陈若曦的直白让段晨有些错愕。陈若曦再次发来信息，说的直白一点好，免得你误会。还有，你不要删我好友，我老爸可能会查看我的好友栏的。就当你抢我围巾的补偿了。段晨无奈，只能回一句好的。然后陈若曦就好像销声匿迹一般，不再说话。这小姑娘有点意思。段晨咧嘴一笑，明明她的笑容很好看，可配上这魁梧的身材之后，却显得有些狰狞了。床有点小了，躺在床上，膝盖以下只能露在床外，被子也小，桌子也小。转职成被画师之后，在段晨的面前什么都变小了。这以后可咋办啊？我刚刚转职就已经这样了，以后再升级的话，体型还会越来越大，咋整？谁能告诉我咋整？段晨微微叹了口气，如果能自由收缩，想大就大，想小就小，想粗壮就粗壮，那就好了。次日一早，段晨便直接跑到了寒天城的郊区。在寒天城外有很多副本存在，当然郊区也会遇到游离的野怪，但在城池附近的话，野怪的数量并不多，很难会遇到。每一座城市都有驻扎的士兵，也有一些行会和家族势力，他们绝对不会允许有大量的野怪在城池附近徘徊，以免威胁到城市。所以每隔一段时间便会派出队伍对附近的野怪进行清理。想要在野外找到更多的野怪，就只能去远离城市的地方。除此之外就是副本。寒天城周围的新手副本基本都有城内的强者镇守，这些强者有的来自于城主府，有的来自于一些行会势力。所有新手副本都会对职业者免费开放一次，也就是说你第一次进入副本是不收费的，如果后续还想进入，则需要交纳一定的龙币。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驻守副本入口的人要开工资，副本入口法阵需要定期维护，定期更换金盒保证法阵运转，这都是需要钱的。段晨边走边翻看着手中的历练指南，很快他就找到了一处距离寒天城最近的新手副本，并赶了过去。今天刚好是玉红高中和罗刹高中放假的第一天，因为高三转职之后只有半个月的备考时间，所以两大学府的高三学生都会在这半个月疯狂的提升实力。在段晨前往新手副本的途中，便遇到了几个玉红高中的学生。快看，那个就是段晨，隐藏职业被画师，我们玉红出隐藏职业，就问你们罗刹高中羡慕不？操，这体型也太高了吧，至少有3米了。他身上穿的是新手布甲，手里拿的是新手长剑，看起来不像啊。同样是新手长剑，在其他职业者的手里，新手长剑的长度也就1米左右，可是在段晨的手里，因为装备会根据佩戴者的体型做出一定调整，新手长剑竟然超过了2米。新手布甲看起来也比其他人的更加厚重。妈的，你确定段晨手里的新手长剑和咱们手里的一样，攻击力都是3点？他手里的新手长剑给我的感觉攻击力好像30点都不止，和他手里的新手剑对轰的话，我担心我的新手剑会碎掉。
轰轰！段晨一步步向前走去，每跨出一步，地面都好像跟着晃动一下。没去理会沿途的行人，段晨很快就来到了新手副本的传送入口。这里有一位老者镇守，看他胸口佩戴的徽章，应该是寒天城城主府的人，属于官方的人。下意识的，段晨朝着这老者丢了一个真实之眼。目标：赵成刚。死亡掉落：龙币7600枚，终极金疮药剂3瓶，禅金战斧，黄金级，赤血战袍，铂金级，巨抗性指环，铂金级，仇恨护腕，黄金级，飓风项链，黄金级，骷髅战靴，黄金级，蛇王腰带，白银级。段晨绝不是想要杀人越货，只是下意识的用真实之眼查看一下而已。前辈，我申请进入副本。段晨拱手说道。老者回过神来，下意识说道：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段晨愣了一下，前辈，您说的是身材还是什么？老者哈哈一笑，废话，当然是身材，你就是段晨吧？玉红高中的那个。我擦，这才过去1天而已，我已经这么出名了吗？段晨微微一愣，正是晚辈。老者点了点头，不过却并未急着让段晨踏上副本入口，而是开口道：咱们寒天城出一个隐藏职业不容易，新手副本的怪物等级很低，算是转职新手的福利，但也有一定的危险性。老头子，给你个建议，去找个队伍，然后组队进副本，先熟悉一下战斗，等适应之后再独自进入也不迟。看样子这老前辈还是个热心肠。而这位前辈所说的话，在历练指南里也都有提到，段晨在学校也学习过。虽然心中感激，可段晨并不打算组队。多谢前辈提醒，但晚辈还是想独自进入。这样吗？老头子点了点头。我当然尊重你的决定。最后一个建议，副本难度从最低级开始，别冒险。正常情况下，副本难度由低到高，分别为普通、困难、噩梦、地狱、轮回，一共5个等级。不过新手副本的话，就只有普通和困难2个等级。多谢前辈。这一次段晨并没有拒绝，这是他第一次进入副本，即便他现在的属性已经很高了，而且又有一身保命技能，但还是小心一些为好。他现在所在的副本入口是通往巨蜥沼泽的入口，副本内的怪物为近战型怪物，倒也适合段晨。第一次进入副本免费。段晨深吸一口气，一步踏上了入口法阵。下一秒钟，一道光芒将他的身躯笼罩，光芒散去，段晨的身形也已经消失不见。刚刚那个是玉红高中的段晨吧？他自己进副本了，牛逼牛逼！我看是狂妄才对，第一次进副本，组队才是王道，小心把命搭在里面。本人牧师，求稳定队伍，4缺1，差一个远程输出，会群攻魔法的法师优先。本人美女，萝莉音，求哥哥带。第8章，走路都不带减速的。副本入口法阵附近越来越热闹，而此时的段晨已经出现在一片阴暗潮湿的湿地之中。叮！提示：您已经进入巨蜥沼泽，当前难度为普通，怪物经验1倍，爆率1倍。提示：你受到当前副本环境影响，移动速度降低 10%。连续2声提示出现，不过段晨并未放在心上。在进入这个副本之前，他就已经了解过巨蜥沼泽的情况，早就有所准备。段晨心中戒备，小心翼翼地朝着周围看了几眼。就我这身高，跨出1步的距离等于其他职业者的2步，在敏捷属性相同的情况下，我的移动速度应该比其他职业者更快吧？移动速度降低 10%， 完全没影响。段晨舔了舔嘴角，拖着新手长剑，缓缓向前探索出去。第一次进入副本，稳一点，虽然我的属性已经很牛逼了，但还是小心点好。好！远处突然传来一阵阵低吼，几只体型超过2米的巨蜥出现在段晨的视线中。刚一出现，便朝着段晨一阵龇牙咧嘴，然后疯狂地朝着段晨这边扑了过来。我擦！吓老子一跳！段晨一个机灵，他还没有实战厮杀的经验，乍一看到3只巨蜥扑来，着实将他吓了一跳。也来不及去探查巨蜥的属性，段晨连忙双手举起新手长剑，技能局部背化，二话不说便将局部背化施展了出来。咔嚓，一阵骨骼摩擦的声音响起，只是一瞬间，他的双臂肌肉暴涨。因为身高的关系，他的手臂长度本就远超普通人，此时局部背化一施展，手臂的长度瞬间变大10倍，就连他手中紧握的新手长剑竟然也跟着暴涨了10倍，竟然达到了20米。20米的巨剑啊，那森冷的寒光带起的狂风还未落下，便爆发出难以想象的压迫感。3只巨蜥刚刚冲过来，2米多长的身躯相比于人类职业者来说已经算是庞大了，可是在段晨的巨剑之下，他们却显得那般渺小。吼！巨蜥猛地停下身子，猩红的双眼露出惊恐之色，
然后掉头就跑。啊呀，巨蜥好吓人！段晨双眼紧闭，巨剑已经砸落下去。轰，轰隆隆，巨剑砸落，也许是太过庞大的关系，斩落之时竟然带起一阵狂风，呼啸之声刺耳。下一瞬间，巨剑已经轰击在了那3只巨蜥的身上。仅仅一下普通攻击而已，竟然爆发出群体攻击的效果，剑实在太大了。噗，鲜血横飞，血肉四溅，巨蜥直接被段晨的新手长剑砸成了肉泥，被秒杀当场。哎，这就死了！我擦，吓死我了！段晨咽了口唾沫，拍了拍自己的胸口，吓得我都没来得查看他们的属性。此时，段晨的局部倍化技能还没有解除。局部倍化，主动技能，将自己身体局部器官变大，变大倍数可自行调整，最大为10倍，技能持续1小时，冷却2小时。也就是说，他的这种状态可以维持1个小时。段晨眨了眨眼，3米多的身高，拖着一双10米长的手臂，握着一把20米长的巨剑，我真的要维持这种状态1个小时吗？这比例也太过怪异了吧！突然，段晨的视线再次落在巨剑之上。这只是一把新手长剑，可是因为他的关系，此时却变成了20米的巨剑。明明装备属性没有变化，可爆发出的威力绝对远超过其他职业者的新手长剑。这么大，拿去卖铁也能卖不少钱吧？段晨嘀咕一句。可惜，一旦装备从我手中脱离出去，就会瞬间变回成本来模样。说着，他将手中的巨剑放在地上。果然，就在新手巨剑从他手中脱离的一瞬间，便重新变回了1米多长。等段晨再次拿起来的时候，新手长剑又根据他的双臂进行调整，重新变成了20米长的巨剑。第一次杀怪，有点紧张，突然想嘘嘘。段晨打了个冷战，裤子解开，然后他有些迷茫地看着自己的双手。我尼玛，和我的双手一比，兄弟成牙签了。无奈，段晨只好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还不敢用力，生怕一不小心捏断了。先前斩杀3只巨蜥，啥都没爆。段晨也不着急，这里毕竟只是新手副本，而且只是简单级别的副本，爆率低很正常。有了第一次杀怪的经验，他对自己的实力也算有了一个清晰的认知。像这种普通的巨蜥，在他面前完全就是小卡拉比，一剑一只。好，片刻之后，段晨再次遇到了2只巨蜥，不过这一次他并没有急着攻击，先是丢了一个低级探查术，然后又丢了个真实之眼过去。低级探查术属于基础通用技能，即便没有转职的人也拥有这个技能。不过低级探查术在对怪物使用的时候，只能查看等级不高于自己5级的怪物。名称：沼泽蜥，等级1级，血量50，力量10，敏捷10，精神5，防御20，技能无。和人类职业者不同，怪物是有血条存在的，在通过探查术查看属性的时候，能够直接查看血量。目标：沼泽蜥，死亡掉落无。真实之眼可以查看死亡掉落，不过可惜1级的小卡拉比毛都不给一个。试试我的防御力。段晨咧嘴一笑，干脆收起巨剑，然后朝着那2只蜥蜴勾了勾手指。你过来啊！好，2只蜥蜴咆哮一声，直奔着段晨的双臂撕咬过来。咔嚓，锋利的牙齿狠狠地咬在段晨的手臂上，留下2道白印。别说伤口了，竟然连皮肤都没能划破。不但如此，他们在攻击段晨的时候还触发了神级反伤，竟然让自己的血条掉了1截。就我这防御，刷新手副本连药都省了。段晨咧嘴一笑，双手猛地张开，巨大的手掌竟然直接将那2只蜥蜴捏在了手里，然后手指猛地用力，噗，咔嚓，一阵阵骨骼破碎的声音响起。等他松开双手的时候，那2只蜥蜴早已被捏成了肉泥，死得不能再死了。叮！提示：你杀死沼泽蜥获得经验100点。提示：你杀死沼泽蜥获得经验100点。爽！段晨哈哈大笑，感受着体内强大的力量，段晨的心态也跟着发生了变化。狗，就这实力，在新手副本用得着狗吗？必须横推过去，走路都不带减速的。第9章吃骨蜥王。在灭杀了几只沼泽蜥之后，段晨对自己的实力也算有了一个初步的认知，至少这新手副本里应该不会有什么怪物能威胁到他。别说眼前这个普通级别的新手副本，即便是困难级别也一样。-50，-50，沿途一路推进，一只只沼泽蜥死在段晨的剑下，无一例外，全部都是秒杀。就连头顶飘起的伤害值也出奇的一致，清一色，全都是50。泥泞的沼泽中，段晨试探着向前踏出一步，在感受脚下的硬度之后，便再次向前走去。喂，我看到你了，快出来让我砍一下！
段晨粗壮的手臂抬起，手中的巨剑不断的挥动。前方一只沼泽蜥刚刚露头，就被段晨一剑斩杀当场。提示：你杀死沼泽蜥，获得经验100点。叮！提示：你的等级提升1级。提示：你的力量属性、防御属性各增加200点。提示：你的敏捷属性、精神属性各增加20点。连续3声提示出现，段晨的身上一道微弱的光芒闪过，升级了。段晨双眼一亮，可随后却又愣住了。不对啊！职业者在1级到10级之间，每提升1级会获取20点自由属性，可以根据自己的职业需求对这20点属性进行分配。力量、敏捷、精神、防御怎么适合自己就怎么来。可他这是咋回事？我操！我升1级，力量和防御直接涨了200点，敏捷和精神也涨了20点，这增长幅度未免太夸张了吧？还有，我好像没得到自由属性。段晨不断的咽着唾沫，不过转念一想，也就释然了。他刚完成转职的时候，自身属性就已经远超其他职业者了，升级获得如此多的属性也就不那么夸张了。又过了大约半个小时，段晨终于来到了沼泽的最深处，他也终于见到了一些不一样的怪物。名称：独甲巨蜥，等级3级，血量250，力量50，敏捷50，精神10，防御50。技能：毒液。毒液，独甲巨蜥可以通过喷射毒液攻击目标，毒液具有溅射效果，被毒液击中之后，防御属性降低 5%， 敏捷降低 10%， 毒液负面状态持续1分钟，技能冷却3分钟，此负面效果无法叠加。察觉到了段晨的身影，几只独甲巨蜥狂吼一声，直奔着段晨这边冲了过来。与他们一同冲过来的还有10几只普通的沼泽蜥。段晨咧嘴一笑，哎呦，看样子是要爆装备了呀，不容易，老子一路杀过来，终于见到东西了。目标：独甲巨蜥，死亡掉落：巨蜥铠甲，青铜级。目标：沼泽蜥，死亡掉落：泥沼靴，黑铁级。习惯性的对几只怪物施展真实之眼，这一次终于有一些惊喜了。2件装备虽然只是最普通的黑铁级和青铜级，但也足以让段晨高兴一阵子了。来，往我的剑上使劲撞！段晨迫不及待地向前跨出一步，手中巨剑已经砸落下去。爆装备啊，不积极怎么行？轰！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的技能，就是简简单单的一记斩击。长剑砸落，荡起一阵音爆之声，仅仅一击便将狂奔而来的独甲巨蜥轰杀当场。随后，段晨又补了2剑，将剩下几只怪物全部灭杀，一个不留。2道光芒落在地上，正是刚刚用真实之眼看到的巨蜥铠甲、沼泽靴。名称：巨蜥铠甲，品阶：青铜，等级2，防御15，技能无。名称：沼泽靴，品阶：黑铁，等级1，防御5，敏捷3，技能无。怪物爆率低的可怜，不只是新手副本，就连那些高等级的怪物也同样爆率极低。一些探索团队脸黑的话，可能2、3天都爆不到1件装备。当然，如果是精英怪物，又或者是 BOSS 的话，爆率就另说了。段晨查看了一下时间，新手副本是有时间限制的，从进入副本的那一刻便开始倒计时。在倒计时结束之后，职业者会被强行传送离开副本。巨蜥沼泽副本的时间限制是2个小时，现在才过去40多分钟，这里已经是沼泽深处，应该很快就能找到新手 BOSS 了，时间充足的很。段晨扭动一下脖子，刚刚换上了巨蜥铠甲，换下来的新手布甲被他随手丢在了泥浆里。沼泽鞋也一样换上，这双鞋子的属性是次要的，重点是让段晨终于有一双像样的鞋子了，而且是可以随着身体变大的鞋子。继续向前探索，随着不断的深入，一阵阵恶臭也随着微风扑面而来。渐渐的，普通的沼泽蜥已经看不到了，几乎清一色全都是3级的独甲巨蜥。对段晨来说，无论是普通的沼泽蜥，又或者是独甲巨蜥，全都是一件秒杀的货色。可独甲巨蜥给的经验高啊！叮！提示：你杀死独甲巨蜥，获得经验。提示：你杀死独甲巨蜥。提示之声不断闪过，一波波经验让段晨爽得飞起。哈哈，爽！轰隆隆，巨剑横扫，一只只独甲巨蜥被扫飞出去，泥浆迸射，鲜血横飞。也就在这个时候，一只赤红色的巨兽从兽群的后方出现。那只巨兽的体型比独甲巨蜥更加庞大，浑身上下覆盖着赤色鳞片，在脊背之上更是长出一根根尖锐的倒刺。当看到它的一瞬间，段晨双眼一亮。BOSS， 你妹的，终于出来了！你等我几秒钟啊，我先把这几个独甲巨蜥搞死，然后再陪你耍耍。段晨扯着脖子喊了一句。
吃骨蜥王，名称：吃骨蜥王，巨蜥沼泽 BOSS， 等级6级，血量5000，力量500，敏捷60，精神30，防御400，技能毒液、奔袭、隐匿。毒液，吃骨蜥王可以通过喷射毒液攻击目标。奔袭，移动速度提升 30%， 持续10秒钟，冷却30秒。隐匿，吃骨蜥王可以借助沼泽地形完全隐匿自己的身躯和气息，无法通过肉眼发现他的位置。第10章毒爪之剑。看到吃骨蜥王，段晨没有半点紧张。6级 BOSS， 单看属性的话，好像和他差不多。可段晨拥有神级防御和神级反伤，算上被动技能的防御加成，他的属性已经完全碾压吃骨蜥王。吼！吃骨蜥王咆哮一声，庞大的身躯直奔着段晨冲来，还未靠近，他就已经张开血盆大口，一口毒液喷洒而出，向段晨笼罩而来。老子都说了，让你等一会，等我把这几只小蜥蜴搞死的，你急个屁！就那么急着让我拿剑对你啊？痔疮犯了，想让我给你割掉？段晨骂骂咧咧的嘟囔一句，同时手中巨剑斩落，将眼前最后一只毒甲巨蜥的身躯斩碎。随后就见他猛地转身，手中巨剑横扫，随着剑锋扫出，一阵狂风也跟着荡起，竟然直接将吃骨蜥王喷来的毒液卷飞出去。然后巨剑去势不减，直接轰在了吃骨蜥王的身上。轰！一声巨响，吃骨蜥王那庞大的身躯直接被撞飞出去，随着一个恐怖的伤害值飘起，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也出现在他的脊背上。段晨这一剑竟然打出了超过3000的伤害值，吃骨蜥王的血量也才5000点而已。结果段晨一下子就给打掉了 60% 以上，这可是6级的副本 BOSS， 单看等级的话比他高出4级呢。吃骨蜥王的身躯摔在沼泽里，他被段晨打懵了。啥情况？我这是新手副本啊，而且只是普通级别。眼前这个人类职业者真的是新人吗？你不会是想施展隐匿躲起来吧？段晨咧嘴笑道：哎，小蜥蜴，再吃我一剑。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的技能，又是一击平砍。段晨局部被划的双手高举巨剑，再一次斩落下去。轰！吃骨蜥王还未等将隐匿施展出来，就被段晨打掉了剩余的血条。一声哀嚎过后，尸体已经软绵绵地瘫在了泥浆中，一大堆东西也跟着爆了出来。与此同时，段晨身上也有一道光芒闪过，升级了3级。段晨向前跨出几步，将战利品收集起来。看着眼前的装备，段晨没有感到惊喜，眼神也没有太大的波动。在第一眼看到吃骨蜥王的时候，他就已经施展了真实之眼，都已经提前知道吃骨蜥王会爆什么东西了，又咋会有什么惊喜？不愧是 BOSS 啊，一下子爆出3件装备。段晨自语道，属性都还不错，护腰能够把腰部下面遮挡起来，遮挡一点也好，免得太鼓了吓到人，像个散弹枪塞在裤子里似的。正好刚升到3级，能穿上。名称：腐蚀护腰，品阶：白银，等级3，力量40，防御60，技能无。除此之外，还有一把长剑以及一个护腕，全都是白银品阶的装备，都是3级佩戴。长剑名为毒爪之剑，护腕名为鳞甲护腕。鳞甲护腕的属性一般，就是一件普通的3级白银装备。可毒爪之剑的属性却让段晨双眼一亮。名称：毒爪之剑，品阶：白银，等级3，力量120，攻击速度+2，技能：毒液箭射。毒液箭射，被动技能，佩戴者在挥动毒爪之剑时会产生毒液箭射效果，使目标中毒，中毒后目标移动速度降低 10%， 治愈技能效果降低 50%， 效果无法叠加。这只是白银品阶的装备啊，竟然能自带一个技能。正常情况下，只有钻石品阶以上的装备才会出现技能，甚至一些钻石级的装备都可能没有技能。就比如院长莫金红送他的那枚骆驼指环，那就是一件钻石品阶的装备，可是却没有自带技能。段晨看了一眼手中的新手长剑，然后丢垃圾一般将新手长剑丢到了沼泽里，随后便将毒爪之剑握在了手中。剑锋之上，一抹墨绿色的光芒闪过，段晨哈哈一下，随手一剑斩出，嗖嗖！刹那间，墨绿色的毒液从剑锋上溅射而出，那溅射的毒液竟然将前方3米范围都给笼罩了。牛逼了，这毒液是从哪里甩出来的？难道这把剑有机关？机关里面储存了毒液？段晨抬起毒爪之剑，仔细的检查一番，却毛都没看出来。装备自带的技能属于全民规则的产物，别说是挥剑就能甩出毒液，就算挥剑甩出雷霆火焰都不足为奇。又在副本找到几只普通的毒甲巨蜥，杀完之后，段晨没有再浪费时间，
直接退出了巨蜥沼泽副本。副本法阵。当段晨从法阵中走出的那一刻，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此时，段晨的局部背化已经解除，身体已经恢复如初。可即便如此，那超过3米的狰狞体魄也让人震撼不已。那不是段晨吗？这么快就出来了？不会是遇到了危险，提前逃出副本的吧？开什么玩笑！听镇守副本的赵前辈说，段晨选择的只是普通级的副本，虽然不知道段晨的自身属性，但怎么看也不像是闯不过普通副本的人吧？你们猜他会不会是打通了副本，然后才离开的？打通？他才进去多久？有人在议论着，也有人朝着段晨靠近过来。兄弟，要组队不？新手副本，困难级别组队杀怪速度能更快一些。小弟弟，需要姐姐带你过副本吗？哎呀，你这胸肌！兄弟，需要奶吗？几个职业者围过来，段晨却只是摆了摆手，然后从人群中挤了出来。眼见还有人要跟着，段晨两眼一瞪，回头狠狠看了一眼明明长得很帅气的面孔，可配上那狰狞的肌肉和身材，愣是把所有人都吓住了，不敢再靠近搭讪。段晨没再理会他们，再次快步来到了镇守巨蜥沼泽副本的那位老前辈跟前，上下打量段晨几眼，老头子赞叹的点了点头，这么快就升到3级了。显然他是施展了探查术，查看了段晨的人物信息。3级？听到这话，不少新人职业者都露出吃惊之色。段晨从进入副本再到他出来，好像还没有1个小时的功夫吧。根据攻略，单人状态下，简单级别的新手副本只有完全打通，并且灭掉副本 BOSS 才能升到3级吧。打通新手副本并不算什么，尤其是简单级别，只要给出足够多的时间，大多数新转职的职业者都有机会打通关。可是在短短1个小时就完成，却少之又少。段晨没有浪费时间，他现在只想尽快升级，提升自己的实力。如果这一次选择困难级别的巨蜥沼泽，他应该就能升到5级了。野蛮生长，被动技能，你的等级每提升5级，你的身体便会完成一次跨越式生长，等级越高，你的身体将会越发庞大。段晨也很好奇，等升到5级之后，所谓的跨越式生长又会让他变成什么样？第11章寒龙殿少殿主。副本入口法阵旁，老者面带微笑，小子，还要再来一次巨蜥沼泽副本？再次进入的话，可是要收费了。段晨点点头，麻烦前辈了。说着，段晨便取出500龙币，双手对到了老者的面前。新手副本第一次进入免费，第2次开始便要收费，而不同等级的副本收费的价格也不同。500龙币刚好够困难级别的巨蜥沼泽副本，这可是段晨打工做零活半个月才赚来的钱。当然，在成为职业者之前，想要赚钱的话，确实有些困难。尤其是段晨这种没身份、没背景、父母双亡，总之苦逼就对了。500，老者微微一愣，你要进困难？还未等他说完，一阵脚步声便靠近过来。哟，你就是玉红高中的那个段晨啊！突然出现的声音引起段晨的注意力，不过这语调却让段晨眉头微微一皱。随着脚步声，一行10余人来到副本入口法阵跟前。为首之人看起来20岁左右，一身装备看起来颇为华丽，腰间挂着一把长剑。段晨下意识施展低级探查术，可惜对方隐藏了自己的信息，低级探查术无法直接查看。不过这难不住段晨，想知道对方的身份并不一定要探查术。技能真实之眼，目标宁远州，死亡掉落蛇性长剑黄金级，赤红甲黄金级，陀螺腰带黄金级，铁罗之靴黄金级，罗素指环钻石级，孤竹护腕钻石级，怒唐项链黄金级。这一看让段晨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我擦，这一身装备有点牛逼啊。此时宁远州也在上下打量着段晨，他的眉毛微挑，下巴微微抬起，你如果能稍微弯下腰和本少爷说话，本少爷会很开心，不过也没关系，今天本少爷心情好，便不计较这些小事。段晨，听说你转职成了唯一性隐藏职业背画师，加入我们寒龙殿如何？寒龙殿，寒天城最大的行会，其势力比陈家有过之。说完这些，宁远州又拍了拍腰间的一块腰牌，这是寒龙殿行会成员的特制腰牌。自我介绍一下，本少爷是寒龙殿的少殿主段晨，本少爷亲自来收你入会，已经很给你面子了。据本少爷了解，你父母双亡，现在居住在寒天城城北的贫民区。你若是肯加入寒龙殿，不说别的，本少爷先赏你。此时段晨的脸色已经有些难看。前辈，多谢了。段晨没再理会这位宁远州，再次看向守护副本法阵的老者。老者哈哈一笑，一切小心，请吧。一道光芒过后，段晨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哎，你妹啊！
宁远舟气恼，指着入口法阵叫道：“他敢无视本少爷！看到没？你们看到没？他敢无视我 TM 可是寒龙殿的少殿主。”在他身后，一位白发老者满脸无奈：“少爷，殿主大人让您来招揽这个背画师，但您也不能这么招揽啊！还好对方只是一个新手，如果换成是一个等级高、实力强的人物，说不准就一巴掌扇死你了。”哎，宁远舟怒了：“任老头，你说什么呢？信不信本少爷把你踢出寒龙殿？”老者名叫任飞，只见他捋着胡须不以为意：“您都念叨好几年了，您倒是真踢啊！”先不说这个，宁远舟竖起大拇指，指了指自己的鼻子：“老家伙，你就评评理，本少爷是什么身份？亲自来招揽他，连条件都没说完呢，他就给本少爷甩脸色，你就说他欠揍不？”任飞缓缓道：“我感觉您更欠揍，行了，就在这里找个地方待着吧，等他从副本出来，再好好聊聊。”宁远舟，让本少爷在这里等。他算老几？本少爷给你个面子，就在这里等他一会，就等一会啊。提示：您已经进入巨蜥沼泽，当前难度为困难，怪物经验 1.2 倍，爆率 1.2 倍。提示：你受到当前副本环境影响，移动速度降低 10%， 药剂效果降低 15%。不同难度的副本，怪物的经验和爆率并不相同，副本难度越高，杀怪经验越高，爆率也越高。当然，杀怪难度也有很大差异，环境影响也发生了变化。段晨小心翼翼地查看一下周围，普通难度只是降低 10% 的移动速度，可这困难难度却又额外降低了 15% 的药剂效果。不过对我应该没什么影响，以我的防御来说，新手副本还没必要使用药剂。他的局部背化技能还在冷却，暂时无法使用，但这并不影响他杀怪。就算没有局部背化技能相助，靠着神级反伤和神级防御，段晨也能轻易横扫。提示：你杀死沼泽蜥获得经验120点。提示：你杀死毒甲巨蜥。提示：你杀死叮。提示：你的等级提升至4级。段晨提着毒爪之剑看了一眼刚刚斩杀的怪物尸体，然后继续朝着沼泽深处走去。困难级的怪物确实更强了，可依旧没办法威胁到他，甚至连防御都破不堪。再加上有过一次探索的经验，这一次再次寻找 BOSS 明显顺利了不少。时间一点点过去，终于段晨再一次见到了大 BOSS 吃骨蜥王。只不过困难级的吃骨蜥王体型变得更加庞大了，而且拥有3颗头颅，就连怪物等级也变成了8级。真实之眼，段晨的眼中光芒闪烁。目标：吃骨蜥王，巨蜥沼泽 BOSS。死亡掉落：蜥王项链，钻石级，巨人践踏。技能：吃骨之精，宝石，回城11块。第12章巨人践踏，吃骨之精。一个真实之眼丢下去，段晨的眼光瞬间就亮堂了。一件钻石级装备，还有一本技能巨人践踏。巨人，不会是背画师的专属技能吧？段晨心中大喜。唯一性隐藏职业的技能书爆率极低，远远低于其他品阶的职业。可是段晨猎杀怪物，背画师专属技能书爆率会提升1000倍。对他来说，背画师的专属技能爆率比低级职业者的技能书还高。除此之外，还有一块名为吃骨之精的宝石，以及一块回城石。回城石这种东西比较常见，很多职业者都会随身佩戴一块像这种怪物直接爆出的回城石，需要绑定城内的回城法阵才能使用。至于吃骨之精到底有什么用，段晨暂时也不清楚，只能等搞死这个吃骨蜥王之后，把东西爆出来才知道。好，此时吃骨蜥王已经朝着段晨扑了过来。虽然困难级的体型更加庞大，属性也更高，而且还有3颗头颅，看着都比普通级的吃骨蜥王吓人，可这都不是事儿。乖乖趴在地上别动啊，就是砍几剑的事，不疼的。操，老子让你趴着别动，敢咬老子？你咬得动吗？轰隆隆，段晨手中的毒爪之剑不断的挥动，短短片刻的功夫，吃骨蜥王的血条就已经被清空，伴随一声哀鸣，几样物品掉落在泥沼之中。与此同时，段晨的身上再次闪过一道光芒，升级5级。叮！提示：你成功达到5级，技能野蛮生长触发，你的身体会在30秒内完成一次跨越式生长，请注意。咔嚓！一声提示过后，还未等段晨有所准备，一股难以想象的剧痛便席卷全身，骨骼摩擦的声音响起。段晨只觉得全身上下每一寸肌肤和血肉都爆出撕裂般的疼痛，一身骨骼也好似被人拆碎重组一般。我尼玛，疼死我了！段晨咬紧牙关，整个身子佝偻起来，肌肤上浮现出一条条青筋，膨胀、充血、变大，不断的变大。原本段晨的身体就足足有3米多高，可是在完成一次野蛮生长之后，他的身体竟然暴涨到了5米。这 TM 也太大了吧！
段晨打量着自己的身体，啧舌不已。体型增长，他身上佩戴的装备也跟着变大，身上的铠甲就不用说了，手里的独爪之剑已经长到了4米左右的长度，长剑横在身前，就如同一面巨盾一般。3米已经够吓人了，现在长到了5米，家门都进不去了。以后可怎么办？我睡哪啊？这饭量也得跟着长不少吧。转职之前，段晨的体型就比同龄人要高大许多，吃的饭量也是其他同学的2、3倍。转职之后，他的体型暴涨到3米多高，饭量也跟着暴涨，几乎又翻了1倍，现在长到5米，还不知道要吃多少才能饱。以后得想办法多赚钱了，不然连饭都吃不起了。嘴里嘀咕着，段晨已经把吃谷西王爆出的物品全部收了起来。一块回城石，等返回寒天城之后，将回城石绑定在寒天城的回城传送阵，以后外出再回寒天城的话，便可以直接使用回城石传送回去，不用再靠2条腿跑了。巨人践踏果然和我想的一样，真是背画师的专属技能。段晨大喜过望。技能名称：巨人践踏。技能介绍：背画师专属技能，对范围内目标造成巨大伤害，并使目标陷入眩晕状态，眩晕持续1秒到3秒，持续时间受到目标属性影响，技能冷却1分钟。段晨将技能书合在双手之间，下1秒钟，书籍已经化作星星点点的光芒，融入到他的身体之中。叮！提示：恭喜你学会专属技能巨人践踏。段晨哈哈大笑，猛地抬脚，狠狠朝着前方踏了下去。一道浑厚的能量包裹住他的脚掌，瞬间轰击在地面上。轰！碎石崩飞，一道肉眼可见的冲击向着周围扩散出去，竟然将方圆20余米全部笼罩在了其中。这技能范围牛逼啊！段晨啧舌，巨人践踏的覆盖范围应该和我的体型有关，我现在身高5米，技能覆盖就有20余米，那我的身体达到10米、20米呢？又过了片刻，段晨才去查看另外2件物品，也就是西王项链、吃骨之精。名称：西王项链，品阶：钻石，等级5，力量250，精神80，技能：致命，技能增幅。致命，被动技能，佩戴者的任何攻击都有10%的几率触发2倍暴击。技能增幅，被动技能，佩戴者所有攻击技能威力提升10%。装备属性还不错，而且还自带2个技能，唯一可惜的是2个技能都是被动技能。段晨随手将西王项链佩戴在身上。职业者想要获得技能，一般只有2种办法，第一个就是修炼技能书，第二个就是佩戴带有技能的装备。虽然他刚刚修炼了巨人践踏，可段晨的攻击手段还是太少了。自身技能列表：局部背化、神级反伤、神级防御、野蛮生长、真实之眼、低级探查术、巨人践踏专属。这些技能当中，真正能称得上攻击技能的就只有一个巨人践踏。局部背化虽然能极大的提升他的攻击威力，可说到底并不算是攻击类技能。然后就是独爪之剑自带的毒液箭射，再无其他。所以段晨更希望爆出的装备能出现一些攻击类的技能。等出了巨蜥沼泽副本之后，就去寻找更高级的副本吧。新手副本还能爆什么好东西不成？段晨举起手中的一颗色彩斑斓的宝石，端详起来。这枚宝石正是吃骨之精。这是……段晨瞪大双眼，看完吃骨之精的介绍之后，倒吸一口凉气。第13章昭和小世界国战。名称：吃骨之精。介绍：特殊镶嵌物，可镶嵌在10级以下的装备之上，并使该装备品阶提升1阶，仅限传说级以下的装备使用，最高可提升至史诗级。镶嵌之后，可以直接将装备品阶提升1阶。段晨自语：如果对钻石装备使用，便可以直接提升到传说级；对传说级使用，便可以将其提升至史诗级。想要将吃骨之精的价值发挥到最大，选择10级的传说装备是最好的。可现在他身上品阶最高的只是钻石级，也就是刚刚爆出的西王项链，而且佩戴等级还只有5级。将吃骨之精用在西王项链上太浪费了。先不急着镶嵌，接下来几天继续历练杀怪，碰碰运气，看能否爆出一件传说级装备吧。如果实在爆不出来再说。可惜最高只能提升到史诗级，如果能再进一步提升成神器就好了。外界，巨蜥沼泽的副本入口附近，宁远舟等人还在百无聊赖地等待着。宁远舟蹲在一块石头上，目光在来往的人身上游走，是因为玉红高中和罗刹高中刚刚完成转职吗？这2天来，新手副本历练的人很多呀。老头子任飞站在旁边，2周之后就是龙国大考，这些学生都卯足了劲提升自己。少爷，再见到段晨一定要客气一点。背画师是唯一性的隐藏职业，虽然从未出现过，没人知道背画师能成长到什么程度，可唯一性隐藏职业有弱的吗？趁着他还是新人，早点拉拢，早点投资，就算他不肯加入寒龙殿，咱们也可以付出一些代价，
结交一份善缘。就算这个段辰没能成长起来，哪天死在了怪物爪下，咱们也不会有多大损失。任飞捋须道：这一波再怎么算，咱们都不亏。宁远舟翻了个白眼：算，你们这些老家伙就会算来算去的。任飞呵呵一笑，继续道：还有啊，和段辰长话短说，别说太多废话，人家这2周时间要备考，时间宝贵着呢。少爷，你在听老夫说话吗？说了半天，任飞才发现宁远舟根本没听，这鳖孙子正瞪着眼睛在看美女。老头，快看美女，这家伙真漂亮！哎呦我去，有人调戏美女！宁远舟一下子就怒了，猛地站起身，大手一挥：小的们，跟上本少爷，本少爷带你们去装逼。远处，一位身材娇小却异常饱满的女孩被一个历练小队拦住去路。女孩背着一把赤金色的长弓，竟然是莫里尔，史诗级职业者，爆裂射手。围着他的那个历练小队有6个人，小队的职业配置比较齐全，为首之人手握法杖，是一位法师。除此之外，还有2位战士，一位刺客，一位牧师，以及一位弓箭手。哎，小妞，你这是要去哪啊？是要进巨蜥沼泽副本啊？为首的法师双目放光，一只手朝着莫里尔的下巴摸去。和哥哥组队怎么样？哥哥带你杀怪练级，保证爽的你嗷嗷叫！哈哈！其他几人忍不住大笑起来。老大，我使用顶级探查术查看了这小妞的属性界面，这小妞才5级，还是个新手。你竟然使用了顶级探查术，好卑鄙！嘿嘿，可惜探查术不是透视眼，不然就能看到衣服下面这尺寸。稀溜！这几人说话的时候口音有些怪异，好像并不是龙国人，再加上他们的嘴唇上方留着的小胡子，很容易便能猜出他们的身份，是昭和国的职业者。怎么回事？昭和国的人怎么会跑到龙国来？国家和国家之间是存在结界壁垒的，唯有大世界国战开启的时候，结界壁垒才会打开，否则2国的职业者是没办法进入对面国家的。在认出这一对职业者的身份之后，周围所有人都愣住了，然后四面八方成群的职业者朝着这边靠近过来，将那6个昭和国的职业者围得水泄不通。4年前，龙国和昭和国在赤龙山小世界展开了长达6个月的国战。所谓的小世界也可以理解为特殊的副本空间。国战分为小世界国战、大世界国战。小世界国战每5年开启一次，而且是自动开启。小世界国战开启之后，国战双方将会触发国战奖惩机制，国战胜利的一方将会获得奖励，失败的一方将会获得惩罚。而且小世界国战每一次开启，对参加国战的职业者都会有等级要求，而且每一次都不一样。就比如4年前的赤龙山小世界，要求只有50级到70级之间的职业者才能参战，否则战斗肯定会波及得更广，怕是2国所有职业者无论等级高低都会加入进去。那一场大战打得昏天暗地，2国几乎所有符合等级要求的职业者都参战了，整个赤龙山都化为了一片炼狱，生生变成了一处绞肉场。6个月的大战，龙国已然对昭和国形成了极大的优势。可就在决战的最后关头，竟然有另一个国家使用特殊物品强行开启了国战战场，并加入到了昭和国的阵营。最终龙国惨败。惨败的代价，接下来5年时间，龙国所有职业者的杀怪经验降低 10%， 爆率降低 10%。同时，稀有职业、史诗职业以及隐藏职业出现的几率也受到影响。这个代价将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下一次小世界国战开启，而且只有龙国在下一次小世界国战中战胜昭和国，这个惩罚才会消失。至于所谓的大世界国战，那就更好理解了。就比如龙国和昭和国，正常情况下，2个国家之间是存在结界壁垒的。在大世界国战开启之后，2国之间的结界壁垒会崩塌，2国所有职业者甚至普通人都会迎来一场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大战。大世界国战每100年才会开启一次，每一次开启会持续3年，在这3年之中，2国职业者可以疯狂的相互杀伐，攻城略地。3年之后，结界壁垒再次生成的时候，会直接将那些被攻打下来的城市和领土隔离出去，划给胜利国。昭和狗来我们龙国干什么？还 TM 敢调戏小姑娘，是活得不耐烦了吧？第14章，咄咄逼人。巨蜥沼泽副本是新手副本，再加上副本入口就在寒天城附近，这片区域的野怪也已经被清理干净，根本不可能出现高级野怪，所以跑到这里来历练的都是等级极低的职业者，基本看不到10级往上的。只不过今天比较特殊，宁远舟带着一群寒龙殿的职业者跑到这里，想要招揽段辰，其中倒是有几个等级20级左右的，任飞更是达到了39级。此时6个昭和国的职业者被团团围住，可他们的脸上却看不到半点慌张，甚至还充满了挑衅和戏谑。怎么，龙国的职业者都是以多欺少吗？为首的法师名叫山田次郎，只见他冷笑道：
看清楚我们胸前的徽章，我们可是昭和国使团的随行人员，你们惹得起吗？我只是看这位小妞像是一位故人，感觉非常亲切，所以想和她好好亲近一番。龙国不是礼仪之邦吗？我和她亲近，是在表示我的友好，她应该好好迎合一下才对。使团？什么使团？在场的龙国职业者均是一愣。龙国和昭和国那可是世仇，两个国家根本没有半点交情，有的只是血雨腥风，国仇家恨。他们派使团来龙国干什么？而且使团又是如何穿过结界壁垒进入龙国的？眼见这些人愣神，山田次郎的笑声更加放肆。使团的官员会通过寒天城的传送阵直接前往龙国京都。4年前赤龙山小世界国战，我们昭和国小胜一场小世界国战，每5年开启一次，眼看下一次就要开启了。我们昭和国只是想问问龙国有没有胆量下一些赌注而已。不过在我看来，这一趟可能是白来了。龙国职业者都是胆小鬼，病夫而已。明知道小世界国战肯定会败，又怎么敢增加赌注？人群外，任飞眉头紧皱，连忙打开好友栏，给寒龙殿的店主发了一条信息：昭和国的使团进入龙国，而且还要通过寒天城的传送阵前往龙国京都，这么大的事情，为何事先没有半点消息？很快，任飞就收到了消息：少爷，刚刚店主大人传来消息，昭和国使团于20分钟之前出现在寒天城的城门口，结果被守卫城门的士兵拦了下来。据说城主府已经准备接洽，而且除了巨溪沼泽这边，寒天城其他几个新手副本也有昭和国职业者出现。宁远州啐了一口：什么使团？和本少爷没有关系，本少爷就是一个纨绔，管不了那么大的事。现在本少爷只想揍眼前这几个杂碎，前面的全都给本少爷让一让，退后，本少爷要装逼了。家父寒龙殿店主，别急我，别急，我要装。操，让一下！费劲巴拉的，宁远州一行人终于挤到了前面。宁远州大手一挥：小的们，别废话，给我揍这几个昭和狗，打死算本少爷的。任飞连忙拉住宁远州：少爷，这可是国家层面的事情，不要冲动，除非城主府默许，否则不能轻易出手。嗖！也就在这个时候，一道尖锐的破空声突然响起，只见莫里尔不知何时抽出了一根利剑，剑矢脱弓而出，瞬间射向山田次郎的脊背。谁都没动手，这个身材娇小的小姑娘却一言不发，直接偷袭，着实让人意外。这个变故来得太过突然，很多新人职业者都没反应过来，可包括山田次郎，还有另外5位昭和国的职业者却早已警觉。但山田次郎的同伴却并没有出手相助的意思，一个个满脸戏谑的站在原地。小妞，火气还挺大。山田次郎没有回头，一层厚重的魔法盾瞬间升起，轰！一声巨响，剑矢爆裂，发生一阵剧烈的爆炸。技能爆裂剑，这一剑的威力已经远超同等级的新人弓箭手，可是却无法撼动魔法盾分毫，仅仅在魔法盾上荡起了一丝涟漪，然后便消散于无形。哟，爆裂剑！山田次郎有些意外，没想到竟然是史诗级职业爆裂射手。顶级探查术竟然没看破你的职业，不打招呼就出手，你很淘气啊。不过你若是让我摸一下，我倒是可以不计较。妈的，昭和狗，你说什么？信不信老子把你的嘴撕了？这里可是龙国！周围的龙国职业者怒骂连连。就在这时，昭和国的一位战士猛地踏前一步，将自己的人物属性界面亮了出来。轰！地面猛地震动，一股强大的气流朝着四面八方扩散出去，将围在周围的龙国职业者震得连连后退。就连任飞这位39级的战士，还有守护副本法阵的那位33级的老头，也被震得向后退了几步。姓名：清河怒风，职业：盛唐战士，等级44级。任飞瞳孔一缩，44级稀有职业，盛唐战士。少爷小心，老夫可能不是他的对手。宁远州气道：那你还废什么话？赶紧摇人啊，摇人过来干他们，干死算我的。任飞已经摇人了。这时山田次郎再次开口了，他拍拍手挑衅道：我们昭和国使团来龙国，除了谈小世界国战的赌注之事，还想和龙国的民间职业者切磋一下，只是寻常的切磋，倒也没必要上什么擂台。人多打人少不是本事，级别高的碾压级别低的也不算本事。当然你们也大可以找来一些帮手，将我们6个兄弟围殴按死在这里。这里是龙国，你们确实有这个能耐，可这要是传出去，那也是龙国的职业者没有气量。山田次郎张开双臂，各位觉得我说的对吗？宁远州怒道：操，老子管你那么多！呜，任老头，你别拉我。任飞小声道：少爷先冷静。宁远州，我冷你妹啊，昭和狗，你到底想说什么？山田次郎哈哈大笑：我不是说了吗，稍微切磋一下，这里大多都是新人职业者吧。刚好我身边这个晚辈刚刚达到10级，你们当中所有15级以下的职业者，有谁愿意来试试？输的
跪地磕3个响头，大声说3句：“我们龙国都是废物，怎么样？”放心，我们昭和国是文明之邦，说切磋就切磋，就算你们上场的是个弱鸡，我们也不会下死手的，哈哈。第15章史诗职业鬼剑士，龙国都是废物，这几个昭和狗简直欺人太甚。宁远舟咬牙道：“那如果你们输了呢？”山田次郎耸耸肩，不屑道：“我们昭和国的职业者不会输，上一次赤龙山小世界国战，你们龙国被打得屁滚尿流，你们不会这么快就忘了吧？当然，既然要下注，我们多少也得表个态，如果我这位晚辈输了，他剖腹自尽，如何？”宁远舟双眼眯起，剖腹自尽，死哪里有那么容易？他要跪地先磕3个响头，然后大声说：“昭和狗都是废物。”话音落下，宁远舟猛地向前踏出几步。寒龙殿，宁远舟稀有职业剑豪。宁远舟冷声道：“等级15级，本少爷的等级比你高，别说我欺负你，本少爷卸掉2件装备。”说着，直接把身上的铠甲和一枚指环卸了下来，收回到物品空间。他的铠甲名为赤红甲，是黄金级装备；指环名为罗素指环，是钻石级装备。在卸下这2件装备之后，宁远舟还特意将装备属性共享了出来，惹来一阵哗然。他是寒龙殿的少殿主啊，卸掉1件黄金铠甲，1件钻石指环，属性得掉一大截呀。他15级，对手只有10级，如果不这么做的话，这几个昭和狗会说咱们龙国人没有气量。都别说话，不要打扰到他。一瞬间，场中安静下来，所有人都向后退开，将副本入口法阵周围让出一块空地。一直跟在山田次郎身边的昭和国少年此时也上前几步。那少年面容苍白，双目阴沉，辉夜古寺10级史诗职业鬼剑士。你叫宁远舟？看你的模样，年龄应该比我大吧？才15级，龙国的职业者都像你这么废物吗？宁远舟脸色凝重。史诗职业鬼剑士，职业品阶比他高，虽然对方只有10级，可那双目中闪烁的寒光却让宁远舟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就好似被恶鬼盯上一般。少废话，来战！战！你已经输了。辉夜古寺咧嘴一笑，手中的阔剑猛地抬起，手臂之上在一瞬间血光鼓动，血管犹如蚯蚓一般蔓延整条手臂。技能鬼斩，技能鬼手困杀。嗷！一阵鬼哭之声响起，宁远舟心中一颤，只觉得一股寒意从地面升起，警觉之下便要纵身跃开。可一切都晚了。只见一双猩红的利爪突然破开土层，一把抓住了他的双脚，而辉夜古寺的阔剑也从另一个方向斩了下来。噗！鲜血横飞，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出现在宁远舟的胸口。哎呀，好像用力过猛了。辉夜古寺满脸歉意，我以为你很强呢，所以就用了7、8成的实力，没想到你竟然是个垃圾，不好意思啊。宁远舟瘫在地上，一口口鲜血喷了出来。少爷！任飞大惊失色，连忙上前将药剂给宁远舟灌下。几个随行也靠近过来，其中一位牧师职业者抬起法杖，连续几个治愈术丢在宁远舟身上。任飞双目通红，昭和狗，你们是不想活着离开了？山田次郎眉毛一挑，公平切磋，你们可是同意了的，怎么现在输了就恼羞成怒了？龙国的职业者就这点气魄，果然我们是高估龙国了。辉夜干得不错，不过下次别下这么重的手，只需要用上4、5成的实力就行了。辉夜古寺撇撇嘴，嘲讽道：“明明很垃圾，竟然还卸掉2件装备，可笑你叫宁远舟对吧？”赶紧跪下磕头，然后大声说3句：“龙国职业者都是废物。”莫里尔眉心紧锁，死死地抓着长弓。他只有5级，虽然也是史诗级职业，但绝不可能是这个辉夜古寺的对手。如果对上的话，恐怕连箭矢都来不及射出，就得被秒掉。不过他已经想好了，如果没有人能治得了这个辉夜古寺，他也一样会出手。一死而已，总不能让别人把脚踩在脊梁上不做理会吧？脊梁都被踩弯了，活着也没什么尊严。宁远舟的伤势已经稳定下来，这多亏了牧师的治愈术，还有药剂相助。他捂着胸口，缓缓站起身，用长剑撑在地上。嗨嗨，又是一口鲜血喷出。我确实是废物，明明背靠寒龙殿有个店主老爹，结果却不思进取，被人家越级挑战不说，还被一招秒掉。说着，宁远舟突然抬起长剑，剑锋搭在了自己的脖子上。不过很抱歉，我代表不了其他人，我龙国人人如龙，就我这个废物，老子认了，命给你，莫要再说其他废话。任老头，等那个段晨出来，你替我招揽一下。妈的，我可是寒龙殿少殿主，亲自招揽他，他竟然不给我面子。任飞大惊，一众寒龙殿的随从神色巨变，周围其他龙国职业者也都震惊不已。少爷！任飞距离宁远舟最近，速度也最快。宁远舟本就重伤，
虽然已经决心自杀，可动作还是慢了一些。剑锋刚刚划破脖颈的肌肤，便被任飞一把抓住了胳膊。哎呀呀！山田次郎拍拍手，夸张的叫道：“有骨气，龙国人人如龙。真亏你能说得出口，如果真的人人如龙，赤龙山小世界国战也就不会输得那么惨了。不过你这么想死，那就成全你自杀吧。下一位准备了啊？还是我的这个晚辈辉夜古寺，刚才和这个宁远州交手，连一滴汗都没出，实在不尽兴啊！有没有哪个如龙的人出来一下，让我们辉夜古寺能使出全力的？赌注和刚才一样，一直打到你们这些人肯跪地磕头，大声喊龙国的职业者都是废物为止。”宁远州脑门青筋暴起，用力想要挣脱任飞的手，可无论如何都做不到。宁远州，任老头，你他妈松手！任飞少爷，你的脸皮一向厚，就在后一回吧，你可不能死啊！你若是死了，店主大人非得疯掉不可。宁远州这次不一样。山田次郎等人似笑非笑地看着他，好像就等着下一刻那把长剑能划开他的喉咙一般。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巨大的阴影突然出现，那阴影将阳光挡住，让山田次郎等人的眼前猛地一黑。第16章，昭和狗加大赌注。怎么回事？天怎么突然暗下来了？还有，为什么感觉阴森森的，好冷？山田次郎、辉夜古寺等人瞳孔一缩，猛地转身看向后方，他们的身后便是巨蜥沼泽的副本法阵。此时法阵之上不知何时多了一个人，不对，那根本就不是人，更像是一个高达5米的巨兽。当看到那个身影之后，山田次郎等人的表情明显愣了一下。天哪，怎么会有这么高大的人？5米，这到底是人还是怪物？强烈的压迫感扑面而来，让山田次郎等人下意识后退几步，就连那个名叫清河怒风的44级盛唐武士也同样后退了几步。该死，好强烈的压迫感！这个人必然是一位强者，等级很可能超过我，这体型一看就不好惹。清河怒风心中想着，其中一个队员也在此时丢了一个顶级探查术在段晨的身上。姓名：段晨，职业：背画师，等级5级。背画师，这是什么职业？等一下，他的等级才5级，这怎么可能？山田次郎等人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他们这一群人竟然被一个只有5级的新手吓到了，而且还吓得后退了几步。他的身材难道和职业有关？山田次郎脑海中迅速回忆，却完全想不起来关于背画师的信息。他十分确定自己根本没听过这个职业，没听过，很可能是一个从未出现过的隐藏职业，甚至是唯一性的隐藏职业。想到这里，山田次郎的眼中杀机一闪而过。隐藏职业已经极为稀少珍贵了，唯一性的隐藏职业更是如此。这样的人物一旦成长起来，将来很可能会成为一个极为强大的职业者。单看这体型就知道背画师这个职业不简单。如果是出现在昭和国，那自然是好的，可若是出现龙国，还好他现在只有5级，算他倒霉。想到这里，山田次郎朝着一旁的辉夜古寺使了个眼色。辉夜古寺心领神会，直接踏前一步：“小子，看你很强的样子，怎么样？来切磋一下。你只有5级，我10级，也别说我欺负你，我会卸掉身上1件，不2件装备。你若是还不敢的话，那我用1只手也可以。”啊，他在说啥？段晨站在法阵上，有些迷茫。他刚刚从困难级的巨蜥副本出来，根本不知道这边发生的事情。段晨先是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况，能够感受到气氛有些不对。他看到了身受重伤的宁远州，同时也注意到了莫里儿。昨天玉红高中转职仪式的时候，段晨曾远远的看到过莫里儿，还盯着他看了几眼。叮！提示：职业者莫里儿，请求添加你为好友，是否通过？莫里儿，他加我好友，通过。通过的一瞬间，莫里儿就给他发了一条消息：你真是段晨？天呐！不过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答应这些昭和国的杂碎，你不是他的对手。他刚刚和15级的宁远州交手，仅仅一招就秒了宁远州。昨天段晨刚刚完成转职的时候，莫里儿便一直注意着他。在段晨登上转职法阵完成转职之前，虽然体型也远超其他同龄人，但也只是2米多。完成转职之后，身材暴涨，直接长到了3米多。结果这才过去1天，竟然又涨了5米！天呐！莫里儿心中震撼无比。段晨，昭和国，怎么回事？莫里儿连忙又发了一条消息，简短的说了一下情况。段晨眉头紧皱，再次看向辉夜古寺的时候，眼神也彻底变了。怎么不说话？是害怕了？辉夜古寺啐了一口，嘲讽道：可以理解，你的体型虽然夸张，可看你的等级，
再加上刚从新手副本出来，应该是刚转职没多久吧。一个新人，等级低，又没什么战斗经验，再加上龙国职业者都是软骨头，怕死也正常。龙国职业者向来都怕死的。哈哈！一瞬间，山田次郎等一众昭和国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一个15级的寒龙殿少主输了就哭鼻子，想自杀？你倒是死啊！寒龙殿一看就是不入流的势力，养的人也是废物。还有这个段晨，你若是怕死，我就再让你1件装备，卸掉3件装备，只用1只手。辉夜古寺不断的挑衅，你若还是不敢，那就跪地磕几个响头，说自己是个废物，那本大爷就饶过你。山田次郎拿出一把纸扇，煽风道：哎呀，要不咱们还是和使团会合吧，然后去劝劝主使大人，小世界国战赌注还是算了吧，龙国人不敢赌的，龙国已经废了，骨子里已经废了，我们在这里感觉是欺负人。妈的！周围的职业者暴怒不已。操，我来，你叫辉夜古寺是吧？有种来战！妈的，让我来！我一个个少年踏步向前，莫里尔也握着长弓上前一步。可就在这个时候，一声巨响突然爆起，地面猛烈地震动了一下。只见段晨跨出一步，从副本法阵走了下来。可就是这简单的一步，那庞大的体型竟让地面震动了一下。轰轰！段晨一步步向前走来，明明只是5级，可那恐怖的身材每走出一步都给人带来极度的震撼。他两手空空，独爪之剑在离开副本的时候就已经被收到物品空间。你想和我打？段晨一步步来到辉夜古寺的跟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两人站在一处，辉夜古寺的身高竟然连段晨的腰都不到，脑袋刚过段晨的膝盖。段晨嘴巴一咧，露出森白的牙齿。那不如咱们的赌注再玩大一点，如何？山田次郎双眼一亮。辉夜古寺不断的言语挑衅，就是想逼迫段晨出手，然后正大光明的将段晨灭杀，将这个从未听说过的背画师职业彻底扼杀在摇篮里。在他看来，眼前这个背画师虽然看着吓人，但却只是一个5级的小垃圾。就算因为职业的关系，这个背画师拥有越级挑战的能力，但也绝不可能是他的对手。辉夜古寺朝着山田次郎看了一眼，山田次郎哈哈大笑：小子，你想玩大一点？笑了2声之后，他又不笑了。他发现自己和这个背画师说话的时候，只能尽量的昂着头，这让他感觉自己像个小丑，滑稽无比。说吧，你想怎么玩？如果这位辉夜古寺输了，他向宁远州磕3个响头，之前和宁远州的赌注全部作废，然后还要大声说昭和国都是狗杂种。段晨缓缓道：不止如此，我还要他的命。除此之外，你们所有人都要在脸上刻下刺青，放心，也就昭和狗这3个字而已。你们觉得如何？山田次郎眉心一皱，这小子只是5级，哪来的自信？哼，必然是在虚张声势。好，山田次郎冷笑道：那若是你输了呢？段晨反之亦然。第17章50米的大剑，见过没？无论是山田次郎还是清河怒风，都不认为辉夜古寺会输。辉夜古寺再怎么说也是史诗级职业，等级高出这个段晨5级。至于身上的装备，这一次为了龙国一行，他们每一个人身上的装备都是由昭和国官方提供的。为了保证他们的战斗力，他们身上的装备品阶最低的也是铂金级，而且属性也与他们的职业高度契合。辉夜古寺的身上甚至还佩戴了一件神器。实际上，段晨也早就注意到了他们身上的装备，在他决定出手的那一刻，便已经对辉夜古寺等人使用了真实之眼。目标：辉夜古寺。死亡掉落：落魂剑，铂金；遗落铠甲，史诗；极速发带，铂金；涟漪指环，钻石；怒涛护腕，铂金；红莲项链，神器；斜斜护腰，传说；秋风短靴，铂金。在查看了辉夜古寺身上的装备之后，段晨瞬间觉得自己身上的所有装备都不香了，就连被他当成宝贝的吃骨之精好像也没那么重要了。吃骨之精可以将10级以下的传说级装备进阶成史诗级，哪有直接爆出一件史诗级来的爽？而且辉夜古寺的身上竟然还有一件神器，这让段晨忍不住咽了口唾沫。果然，杀人爆装备比杀怪爆装备要爽多了，难怪经常会出现职业者杀人越货的事情。辉夜古寺眼中寒光闪烁，手中长剑已经抬起。小子，你提的要求我们都答应了，战吧。放心，我会直接砍掉你的脑袋，不疼的。段晨咧嘴一笑，你又没死过，怎么知道不疼？另外，死的人尸体将成为胜者的战利品，你觉得呢？辉夜古寺自当如此。远处莫里尔紧张的脑门汗珠直落，其他人也都屏住呼吸，大气都不敢喘一下，生怕打扰到段晨。5级对10级，等级就差了一大截，他真的有胜算吗？
轰！就在这时，地面微微一荡，一只猩红的鬼手从地面钻出，抓向段晨的脚踝。辉夜古寺的身形也犹如鬼魅般出现在段晨的身后，手中长剑带起鬼哭之声，直奔着段晨斩了过去。这一幕和先前秒掉宁远舟时如出一辙。小心！宁远舟忍不住惊呼一声。也就在这一瞬间，段晨猛地抬起一只脚，轰！他的脚掌狠狠地踏在地面之上，一道肉眼可见的冲击朝着周围扩散出去，地面被踩踏出一道道裂痕，刹那间飞沙走石。技能巨人践踏。刚刚钻出地面的鬼手被震得粉碎，靠近过来的辉夜古寺直接被能量冲击笼罩，一阵天旋地转的感觉袭来，这让辉夜古寺大惊失色。还未等他纵身后退，整个身子直接僵立在当场。巨人践踏，眩晕效果触发。小心！山田次郎大惊失色，根本没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那个段晨到底施展了什么技能，竟然将方圆20米范围都笼罩在了其中？如此巨大的威力，真是一个5级新人能够拥有的吗？这还没完呢！在辉夜古寺陷入眩晕的同时，段晨的双臂暴涨，局部背化。他的体型本就巨大，即便不施展局部背化，手臂的长度也达到2米。此时，局部背化的10倍效果发动，手臂在一瞬间竟然暴涨到了20米，单单手掌就达到了5米。巨大的手掌朝着辉夜古寺当头砸落下去，带起一阵狂风。住手！我们认输！山田次郎怒吼一声，清河怒风和其他昭和国的职业者便要出手相助。你们可千万别乱动，不然全都得死！一个冰冷的声音突然出现，远处一队骑兵急速而来，为首之人骑着一只魔宠，手拿长弓，此时弓弦已经拉成了满月，一根能量凝聚而成的箭矢出现，遥遥地锁定了清河怒风。清河怒风被锁定，一股森冷的寒意从脚底升起，让他不寒而栗。也就是这一瞬间的耽搁，段晨的手掌已经狠狠地拍在了辉夜古寺的身上。轰！咔嚓！骨骼崩裂的声音响起，鲜血横飞，碎肉四溅。辉夜古寺甚至都没来得及惨叫，便硬生生被拍爆了身体。段晨，我要杀你！辉夜古寺的声音再次响起。只见地上的血肉升起，被一朵能量凝聚的红莲托起。那朵红莲拖着残破的血肉急速后退，只见血肉扭曲凝聚，竟然再次汇聚出辉夜古寺的身体。还好我有红莲项链，可惜红莲项链自带的复活技能只能用一次，一旦使用就会封禁。辉夜古寺的面容狰狞，恶狠狠地盯着段晨。战斗还没完呢，这一次我一定……还未等他说完，便见段晨的手掌一翻，一把50米的长剑出现在他手中，正是独爪之剑。双手局部背化，武器的尺寸也暴涨。废话那么多！段晨嘴巴一咧，巨剑狠狠斩落下来。50米的巨剑，宽度也达到了2米，这 TM 哪里是剑啊？等一下！辉夜古寺面若死灰，原以为靠着红莲项链复活一次便可以绝地翻盘，哪曾想段晨反手就拿出50米巨剑，这 TM 还怎么打？狂风呼啸，碎石横飞，那巨剑当空砸落，就好像擎天巨柱坍塌一般，让人避无可避。此时在场所有人都傻眼了。天哪，那到底是什么？是背化师的专属技能吗？双臂从2米暴涨到20米，随手拿出的长剑也有50米长。你 TM 和我说这是5级新手？轰！辉夜古寺的身体再一次被轰杀当场，秒杀！哎呀，好像用力过猛了。段晨满脸歉意，我以为他很强呢，所以就用了7、8成的实力，没想到他竟然是个垃圾，一招就给秒了，不好意思啊。山田次郎眼中杀意暴起，你，段晨，你什么你？公平切磋，你们可是同意了的，怎么现在输了就恼羞成怒了？昭和国的职业者就这点气魄，果然我们是高估昭和国了。段晨此时说的这些话，简直和先前山田次郎说过的一些话如出一辙，这让山田次郎等人感觉脸上火辣辣的。段晨咧嘴一笑，直接抓住辉夜古寺残破的尸体，除了尸体上自带的装备之外，还有几样物品从他的物品空间里爆了出来，虽然不是啥好东西，但段晨也没放过，手长一伸手就把东西抓过来了。说好的啊，尸体是胜利者的战利品，你们同意了的。段晨嘴里说着，然后当着所有人的面直接把尸体上的装备一件件扒了下来，然后丢进了物品空间。做完这些之后，段晨还不忘把辉夜古寺的尸体丢到山田次郎的脚下。尸体是战利品，但段晨要的只是尸体上穿戴的装备。那么接下来麻烦几位自己动手，在脸上刻下昭和狗3个字，就3个字而已，不疼的。还有，你们谁帮死了的辉夜古寺说一下，昭和国都是狗杂种。刚才不小心把他拍死了，没能让他跪在地上高呼昭和国都是狗杂种。你们不会输了就不认账吧？不过一想也是，就算你们不认账也正常，
毕竟昭和国原本就没什么信誉可言，狗哪有什么信誉？第18章，杀人爆装备才是真的爽。说话的同时，段晨还不忘向后退了几步，与山田次郎等人拉开一段距离。他虽然能秒杀10级的辉夜古寺，可若是对上山田次郎等人，尤其是那个清河怒风，搞不好一个照面就得被人家干掉。现在他毕竟还只有5级，这体型看起来吓人，还有局部背化、神级反伤等强大的技能傍身，可越级挑战的能力依旧有限，能打个10几级的对手已经顶天了。清河怒风那可是44级的盛唐战士。此时周围观战的龙国职业者惊醒过来，一个个不可置信地看向段晨。赢了！5级还只是个新手，就已经能越级秒杀10级职业者了，还是先后2次秒杀。山田次郎怨恨地看着段晨，小子，你莫要逼人太甚，让我们在脸上刻下刺青，那就先让宁远州跪地磕头，高喊龙国职业者都是废物，然后再让宁远州自杀。段晨，你现在已经赢了，不如各退一步，如何？显然他是想揪着宁远州不放，你逼我们在脸上刺青，那我们就逼宁远州履行赌约。段晨耸耸肩，你们刚刚输了，宁远州先前的赌注已经接过去了，这一条在刚才的赌注里，你们若是不服气，大可以找个人出来再和我比一场。此时那些骑兵已经围了过来，将山田次郎等人团团围住。是城主府的骑兵团，为首的那个弓箭手不就是骑兵团的团长罗素吗？听说他已经49级了，其他骑兵也都是精英，等级都在30级左右，强的一逼。有他们在，看这些昭和狗还敢不敢猖狂？议论之声响起，可山田次郎却丝毫不以为意。他挑衅地看向周围的骑兵，最终目光锁定在罗素的身上。山田次郎49级弓箭手罗素，这边已经玩够了，请诸位让个路，我们要去和使团会合。竟然不再理会段晨，不再理会刚才的赌注，想要直接离开这里。罗素冷笑一声，会合？你们说的真是轻巧，履行赌注，立刻，现在履行了赌约，我再考虑是否让你们离开。当然，你们若是不履行的话，我不介意帮你们一把。罗素眼中杀意沸腾，缓缓抬起一只手，履行赌约，或者死。轰！骑兵团所有成员坐下的奇宠咆哮，所有人的气势汇聚在一处，直奔着山田次郎压迫过去。另一边，任飞也踏前一步，请吧，否则我们寒龙殿也不会让你们离开。山田次郎的脸色阴沉不定，事关国家的荣誉，一旦他真的说出昭和国都是狗杂种，然后在脸上刻下昭和狗3个字，等回了昭和国，恐怕也得性命不保。八嘎！一个昭和国职业者怒吼道：“山田前辈，还犹豫什么？大不了一死，和他们拼了！”山田次郎，先忍耐一下，我已经给使团的主使大人发了信息，他会带人来救我们的。显然，山田次郎他们是不打算履行赌约了，想要拖延时间，等使团前来解围。至于和段晨再来一场，山田次郎倒是想过，可他身边已经没有10级左右的人了，若是让等级更高的人和段晨交手，段晨和在场其他龙国职业者也未必会同意。另一边，莫里尔快步来到段晨身边，关心道：“你没事吧？”段晨安了，我能有什么事？说话的时候，他已经在查看物品空间里的战利品，战利品的数量名称和真实之眼所查看到的一模一样。杀人爆装备就是爽。名称：红莲项链，品阶：神器，等级10，力量1800，精神500，技能：红莲重生，无视防御，技能增幅，力量强化，运势。红莲重生，被动技能，当佩戴者陨落之后，可在20秒内的任意时间选择复活，复活之后，此技能进入封禁状态，无法再次触发。无视防御，被动技能，在攻击目标时有 30% 几率无视目标所有防御。技能增幅，被动技能，佩戴者所有攻击技能威力提升 30%。力量强化，被动技能，佩戴者获得 10% 的力量属性增幅。运势，被动技能，猎杀怪物之后，有更大的几率爆出特殊物品及钻石以上的装备。就是这个项链让辉夜谷寺死而复生，10级的神器，属性爆炸，还自带5个技能。段晨微微叹息一声，暗道可惜红莲重生这个技能已经进入封禁状态，也不知道将来有没有机会解封。若是能重新解封的话，也能让我多一个保命的手段。10级的装备穿不了，段晨只能暂时收在物品空间。不只是这条红莲项链，从辉夜谷寺身上爆出的其他装备也都在8级到10级之间。段晨现在还只有5级，都没办法佩戴。等这边的事情结束之后，还得抓紧时间继续升级才行。段晨心里嘀咕一句，再次看向山田次郎等人。现场的气氛紧张无比，罗素团长的态度非常强硬，昭和狗不作声，想要等人来救你们。哼，我没那么大的耐心，
最后3息时间，要么履行赌约，要么死。副本入口附近聚集的人越来越多，除了罗素和一众城主府骑士团成员，还有特意跑过来的其他职业者。所有人都死地地盯着山田次郎等人。该死！山田次郎的脸色铁青。龙国人，你们就是这样对待客人的？罗素哈哈大笑。你们也配当客人？寒天城周围的新手副本，你们都有派人前去挑衅，想要以切磋的方式来羞辱我龙国职业者。客人来了有没酒？可你们这些畜生来了只有刀剑。3息时间已过。轰！罗素的气势暴涨，手中长弓瞬间拉成满月，包括段晨在内，所有龙国职业者无论等级高低，无论实力强弱，全都握紧手中武器，便要动手。等一下！山田次郎大惊失色。我们认，我们履行赌约。扑通！山田次郎竟然真的在众目睽睽之下跪倒在地。我们昭和国都是狗杂种！清河怒风，山田，你……山田次郎咬牙道：“主使大人那边出了一些状况，我们必须尽快和使团会合，不能和他们纠缠了。这次咱们认栽，早晚会还回来的。”清河怒风脸色铁青，只能跪了下来。其他人见状，也一个个怨恨无比的跪倒在地。昭和狗都是狗杂种！昭和狗都是狗杂种！人群中，段晨叫道：“还有刺青！”刺青！罗素转头看了他一眼，善意的点了点头：“小子，我知道你罗刹出史诗，玉红出隐藏，咱们寒天城都传开了。只是没想到你长得这么大。”段晨表情有些尴尬。不用想，什么玉红出隐藏这种话，肯定是院长莫金红传出去的。老不休啊！这时，罗素再次开口：“段晨，你敢不敢亲自给他们刻下刺青？”山田次郎怒道：“我们自己来50米的大剑，怎么刻？”第19章，我来给他们刻刺青，让我来给这些昭和狗的脸上刻刺青。段晨咧嘴一笑，接近3米的一双大长腿迈开，庞大的身躯犹如一座小山一般，朝着这边走了过来。轰！轰！每跨出一步，地面都跟着震动一下。明明只有5级，可如此恐怖的身高，犹如钢铁一般的肌肉，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压迫。就连49级的罗素都感觉心中一颤，尤其是那一双因为局部背化而变大的双臂，长达20米啊！那特么是人能拥有的吗？还有那50米的大剑，罗素咽了口唾沫，50米的大剑，如果直接竖在身前的话，就和一面城墙差不多了吧？山田次郎惊呼一声，下意识向后挪动身子：“你不要过来啊！”罗素双眼一眯，长弓再次锁定山田次郎，戒备若有反抗，杀无赦。他刚才只是随口一说，倒也没想到段晨真的应承下来，给昭和狗脸上刻刺青，看起来很刺激。可一旦这些昭和国的职业者趁机反扑，和段晨来一个以命换命，恐怕就麻烦了。不过罗素倒是多虑了，段晨并没有太过靠近，而是在距离山田次郎等人数十米的地方停了下来。都别乱动啊，我这剑可大了，一不小心再把你们的脑袋给割下来。段晨抬起50米长剑，眯着眼，剑尖直奔着山田次郎的脸靠近过去。山田次郎怨恨无比，可他现在急着离开这里去和使团会合，而且罗素在一旁虎视眈眈，一旦他们反抗，罗素那帮人真的会杀人的。他虽然嘴上叫着不怕死，可内心深处谁又愿意死？你稳一点，哎，别对到我的眼睛，你插到我嘴里了啊！片刻之后，山田次郎的脸已经鲜血淋漓。山田次郎咆哮道：“你毁了我整张脸！”段晨，昭和狗3个字，一个字都不多，我又没说字要写多大。此时，山田次郎的左脸被刻了一个昭字，右脸刻了一个和，脑门上刻下了一个狗字，3个字几乎把整张面孔都给盖住了。而且段晨的力道有点没够，把控好，脸颊上的2个字刻得太深了，连牙都从伤口处露出来了。可惜了，只是皮外伤，如果有牧师相助的话，伤口很快就会愈合，疤痕都不会留下，甚至刺青的字都会消掉。段晨心中无奈叹息一声。就在这时，远处莫里尔朝着段晨招招手，提醒段晨看一下好友栏的对话信息。段晨疑惑打开好友栏，是莫里尔给他发来的消息。这姑娘有话不直接动嘴说，非得发消息。段晨打开一看，明白了，金枝抹在伤口上可以留疤，治疗术都消不掉。段晨双眼一亮，然后嘿嘿笑着看了山田次郎等人一眼。稍等一下，我马上回来。段晨转身大踏步冲出人群，很快又折返了回来。什么味？好臭！我操！段晨的剑尖上怎么黄乎乎的？啥玩意啊？难道是……哦，你们都没有注意到吗？段晨在走路的时候，裤裆下面有点吓人，至少40吧。40？我老婆的腰围都没有40，这一下能打个对穿啊！喂，现在是讨论这个的时候吗？都严肃点行不？此时，段晨已经穿过人群，
刚刚站定，巨剑便朝着山田次郎的身上一甩，一大滩黄乎乎的东西直接呼在了山田次郎的脸上。啊！山田次郎只觉得一股恶臭扑面而来，双手在脸上一抹，一下子傻眼了。段晨没再理会山田次郎，目光锁定在了清河怒风的身上。下一个你叫清河怒风是吧？来来，把脖子挺直了，脸伸过来，脑门上的头发稍微撩起来一点，对，就这样，真乖。片刻之后，一群昭和国职业者的脸上都被刻下了昭和狗3个字。段晨捏了捏鼻子，犹豫地看了一眼手中的巨剑，3级的独爪之剑，白银品阶。沙灰夜古寺虽然爆出了一把铂金品阶的落魂剑，可那是8级的装备，段晨现在还佩戴不了。擦一擦，先凑合用吧。好臭！段晨无奈，剑尖在灰夜古寺的身上擦了2下。山田次郎咬牙道：“我们可以走了吗？”罗素突然泛起一丝莫名的笑意，是想要和你们所谓的使团会合吗？当然可以，不过需要在我们的监视下离开。我建议你们加快一些速度，否则可能见不到你们的使团了。罗素这2句话有着莫名的意味，让山田次郎没来由心中一颤。难道主使大人要丢下我们，带着使团返回昭和国？他们能打破空间壁垒进入龙国，是因为动用了一件特殊物品，一件能强行破开2国空间壁垒的物品。想要离开龙国，返回昭和国，也同样需要用上那件东西。如果主使大人使用那件物品先行离开，那其他人恐怕要一辈子被困在龙国了。哼！山田次郎冷哼一声，灰夜古寺的尸体不要再理会了，走。黑崎君，请施展一下治疗术。昭和国小队一共有6个人，灰夜古寺已经死了，还剩下5个，其中刚好有一个牧师。那个牧师抬起权杖，一道绿色光芒笼罩在山田次郎的脸上。治疗术的效果非常好，伤口很快就愈合了。可惜，牧师瞳孔一颤，伤口愈合了，可是疤却消不掉，刺青还在脸上。果然，山田次郎脸上的昭和狗3个字还在，而且变成了黄乎乎的字，就好像疤长在肉里了似的。山田次郎咬牙切齿地看向段晨，龙国职业者，你叫段晨对吧？我会记住你的。见其还要威胁，罗素冷笑一声，那你可记好了他，免得一会就忘了。走吧。山田次郎眉心一跳，总感觉要有不好的事情发生，脚下的速度也不由得快了许多。罗素看向段晨，段晨小兄弟，这次干得漂亮，我很看好你哦。怎么样？没有兴趣去寒天城的城门口看一场好戏？好戏？有什么好戏？段晨若有所思地看向山田次郎等人的背影。罗素哈哈大笑，走吧，从京都来了的大人物，你这么引人注目，没准能得到一场机缘呢。留下这句话，罗素气着魔宠，几个起落便朝着山田次郎等人追了上去，和骑兵团其他成员会合，然后监视着山田次郎等人前往寒天城。大人物？京都来的？段晨看着罗素离去的背影，什么大人物？还有，罗素离开的时候，眼中煞气凛然，搞不好山田次郎那帮狗杂种凶多吉少啊。很有可能。第20章圣兽剑豪。此时已经有人拿出了回城时。听罗素刚才所说的话，寒天城那边肯定有热闹看，不去凑个热闹太可惜了。而且还和昭和国使团有关，就更不能错过了。一道道光芒闪过，副本入口附近的职业者很快就少了很多。莫里尔、段晨，你去吗？如果想去看看，直接使用回城时返回寒天城，然后再去城门口会方便很多。段晨有些犹豫，相比于凑热闹，他更想去杀怪升级。刚从灰夜古寺身上搜刮了一堆装备，段晨心里痒痒的很，只恨不得尽快把等级提升到10级，然后给身上的装备来个更新换代。就在这时，宁远舟靠近过来。宁远舟满脸惭愧，看起来这一次受到了不小的打击。不过很快，他的表情就恢复过来，再次换上那一副玩世不恭的模样。哥们，谢了。宁远舟昂着脖子，以后在寒天城谁敢找你麻烦，兄弟我都给你摆平，嗨嗨。段晨实在太高了，5米的身高，宁远舟只能费力的昂着头才能看到段晨的脸。可是宁远舟表情突然一僵，下意识后退几步，和段晨拉开一段距离。离你太近，总感觉要被你裤裆里的东西对到。宁远舟用手从自己的脑门比划一下。一旁任飞老头突然说道：少爷，你多虑了，以你的身高还够不到段晨的裤裆呢。宁远舟草名草。段晨兄弟，有没有兴趣加入寒龙殿？你放心，只要你肯加入，寒龙殿会调动全部力量来帮助你提升实力。段晨对宁远舟的第一印象并不好，在他眼中，宁远舟就是一个仗势欺人、飞扬跋扈、目中无人的纨绔子弟。只是没想到，这样一个纨绔子弟在面对昭和国职业者的时候，竟然敢直接以命相搏。在战败之后，宁愿自杀也不说龙国都是废物这几个字。好在有人飞拦着他，再加上段晨及时出现，否则宁远舟可能真就死了。段晨看了宁远舟一眼，
暂时没兴趣。还有，刚才的事情不用放在心上。宁远周手一挥，这都不是事儿，不加入寒龙殿也没关系，反正以后我都拿你当兄弟。我刚刚收到消息，京都确实来了大人物，据说是13镇国神将之一。镇国神将？段晨瞳孔一缩，莫里儿也是倒吸一口凉气。龙国官方设立了13位镇国神将，每一位都是龙国职业者中巅峰级的人物。据说这13位镇国神将的位置已经传承了500年，从灵气复苏、全民转职降临的第5年设立，一直延续传承到现在。13位镇国神将，每一位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封号，镇守一方。宁远舟拍了拍段晨的手腕，走吧，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见不到镇国神将，这个机会不能错过。他原本想拍段晨的肩膀，可惜够不着，能拍到段晨的手腕已经很勉强了。真他娘的高啊，真他娘的！宁远舟下意识看了一眼段晨的裤裆，然后又看了一眼自己的胳膊，我的妈啊，感觉快赶上我的胳膊了，这也太吓人了。此时段晨已经有些异动，镇国神将啊，每一位都是龙国的英雄人物，确实难得一见，若是不去看看，太可惜了。杀怪升级倒也不差这1-2个小时，就回去看看吧。段晨心想，然后便开口道：你先回去吧，我稍后赶过去就好了。莫里儿眨了眨眼，你没带回城石是吗？我这有。段晨的表情有些尴尬，他在斩杀困难级尸骨西王的时候抱了一块回城石，这也是他身上唯一的一块回城石。可惜这块回城石还没有进行阵法绑定，属于空白的回城石，无法使用。宁远舟心领神会，直接拿出自己的回城石塞到了段晨的手里。还是用我的吧，兄弟，你先回去。那你呢？段晨问道。宁远舟嘿嘿一笑，朝着身后的一个小弟勾了勾手指，还愣着干什么？你家少爷需要一块回城石，看不到吗？一点眼力见都没有。那个小弟连忙陪笑，跑过来将自己的回城石给了宁远舟。给完之后还不忘说一句，少爷，我这块回城石是祖传的。看着小弟的模样，明显不怕他这个少爷。宁远舟，放你妈的屁，回城石还特么祖传的？行吧，就当你是祖传的，回去领赏。你家少爷有钱有身份，从来不讲价。那小弟连忙道，谢谢少爷，谢谢少爷。听到这话，段晨只觉得有些好笑，对宁远舟的为人也再次改观。这个纨绔有点意思啊。寒天城东城门，此时城门外已经人满为患，不只是职业者，还有很多寻常的百姓也都聚在这里。段晨等人从回城法阵上走出来，然后毫不停留直奔着东城门而来。我操，好大！这家伙怕是有5米高吧？别急，你那里对到我后脑勺了，兄弟，你小心点，别把人踩死了。城门处的人实在太多了，段晨向前挤了一段距离，便停下了脚步。以他的身材，原本还能继续往前挤的，可在他看来完全没必要，就他这身高站在这里就已经能看得很清楚了。段晨，我再往前走走。莫里儿挤在人群里，想要继续往前，却实在是挤不动了。1.5米的萝莉身材让他站在人群里直接被淹没，连脑袋都看不到。别挤我，呜！段晨，快把我拉出去！莫里儿被挤得东倒西歪，段晨一伸手直接捏住了莫里儿的脑袋。莫里儿，脑袋，这是脑袋！他挣脱开来，双手抱住段晨的一根手指，被段晨提了起来。段晨朝着周围看了几眼，一时间不知把莫里儿放在哪里，最后干脆放在了自己的肩膀上。哎呀，这不好吧？莫里儿脸色一红，感受到屁股下面坚硬如铁的肩膀，一时间有些慌神。凑合待一会吧。段晨没心思理会莫里儿，一双眼睛直直盯着城门。此时昭和国的使团就在那里，而在他们的前方还有城主府的骑兵团以及2位老者。其中一位老者身披铠甲，手握一把战斧，正是寒天城主陆天豪。另一位老者须发皆白，腰间挎着一把沉重的阔剑，阔剑的剑鞘雕刻着一只栩栩如生的麒麟，剑未出鞘，却能让人感受到一阵炙热的气息扑面而来。13镇国神将之一，唯一性隐藏职业，圣兽剑豪，屠苏无敌。第21章，这便是我龙国的气量。莫里儿双眼放光，小声道：段晨，那位老者便是13镇国神将之一的圣兽剑豪，屠苏无敌前辈，我听家中常被提起过。段晨点点头，那可是龙国最为巅峰的人物之一，他当然也听说过。圣兽剑豪，唯一性隐藏职业。据说屠苏无敌在完成转职之后，便获得了一只半生圣兽，圣兽名为墨麒麟。墨麒麟可以融入体内，化身铠甲、武器，给屠苏无敌带来巨大的属性加成，也可以召唤出来，像魔宠一样协助战斗，恐怖至极。可到底有多恐怖，就不得而知了。对于这种实力强大、
又一辈子为龙国镇守一方的人物，段晨还是打心眼里钦佩的。只是没想到，这次龙国官方竟然会派出这样的人来接洽昭和国使团。这群昭和狗配吗？一群昭和狗而已，管他们是来干什么的。只要敢踏入龙国境内，根本不用询问缘由，询问目的，直接一巴掌拍死就得了。还迎接？接洽？接洽个屁！段晨兄弟，我也看不到，让我也坐你肩膀上呗。宁远舟站在段晨身边，翘着脚向前看去。大家都是兄弟，帮个忙，我的屁股也很软的，就当给你按摩肩膀了。段晨翻了个白眼，滚！屁股很软，按摩肩膀。莫莲眨了眨眼睛，脸蛋瞬间变得通红，不由自主地扭动了一下屁股。结果这一扭，轻轻摩擦之间，让他瞬间产生一阵触电般的感觉。别乱动，线头在我肩膀上滑来滑去的，痒痒。线头？莫莲有些没反应过来，怎么可能有线头？突然，莫莲好像想到了什么，脸蛋也变得更红了。要不还是让我下去吧。下去？你站在地上都没我膝盖高，能看到啥？你这姑娘一言不合就敢对昭和狗射箭，还会不好意思咋地？段晨随口回了一句，便没再理会莫莲。此时昭和国使团按耐不住了。使团为首的是一位手拿团扇的中年人，面白无须，眼眸中偶尔闪过一道阴冷。龙国13镇国神将之一的圣兽剑豪，你这样的身份来迎接我们昭和国的使团，哈哈，不错不错。本使已经看到龙国的诚意了。昭和国主使微微昂起下巴，圣兽剑豪的实力毋庸置疑，不过龙国年轻一代却实在差强人意啊。圣兽剑豪觉得呢？屠苏无敌面色冰冷，表情没有任何波动。有心算无心，没什么好猖狂的，几处新手副本入口的切磋，代表不了我们龙国年轻一代的实力。昭和国主使也不在意，虽然只是几场切磋，但对整个龙国年轻一代还是可见一斑的。圣兽剑豪又何必自欺欺人呢？屠苏无敌依旧面无表情，也并未搭话。昭和国主使，稍后就麻烦圣兽剑豪带路了。等到了你们龙国的京都之后，咱们再好好谈谈小世界国战赌约之事。屠苏无敌饱含深意地回了一句，不急，等你们所有人都到齐之后再说吧。踏踏，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远处几个队伍从城外不同的方向靠近过来，正是从各处新手副本入口赶过来的昭和国职业者队伍，其中也包括山田次郎一行人。同时段晨也看到了罗素等人，他们是从巨溪沼泽副本一路赶回来的，自然没有段晨等人使用回城时来的快。昭和国主是注意到山田次郎等人脸上的刺青，脸色瞬间变了颜色。山田次郎双腿一颤，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主使大人！清河怒风等人也吓得跪了下来。昭和国主石咬牙道：一群废物，等回了昭和国之后，你们便自裁吧。山田次郎脸色苍白，吓得说不出话来。他们来龙国可是有备而来，不但挑选了年轻一代的数位天才，还特意给他们配置了一身强大的装备，结果竟然败了一场。突然，山田次郎的余光注意到了人群后方的段晨，瞳孔微微一缩，森冷的杀意一闪而过。昭和国主时也顺着他的目光看了过去，当看到段晨那高达5米，在人群中犹如山峦一般的身躯，整个人都傻了。那是个什么玩意？怎么长得这么大？哼！屠苏无敌的掌心在剑柄之上轻轻划过，表情也终于有了变化。他的嘴角泛起一丝冷笑：行了，你们昭和国使团的人应该都到齐了吧？昭和国主是压下心中的怒气，都到齐了，圣兽剑豪，请吧。从这座城市的传送阵是否能直接前往龙国京都？屠苏无敌摆摆手，前往京都？本座从未说过要带你们去京都，你们也没资格踏足京都。昭和国主使，哼，龙国只有这等气量吗？气量？哈哈！屠苏无敌狂笑连连，你们这群昭和狗可听过我龙国的几句诗词？昭和国主使，什么诗词？说多了你们也不懂，本座便随便摘出2句。屠苏无敌的声音变得低沉无比。待到来年9月8，马踏东京赏樱花，富士山上扬龙旗，不斩天皇不归家。这便是我龙国百姓的气量，便是我龙国职业者的气量。一字一句掷地有声，瞬间燃起所有龙国职业者的热血。即便是段晨，也不由得让脊背更加笔直，紧了紧拳头。500年前，灵气复苏，全民转职降临，而在全民转职降临之前，龙国和昭和国就已经是血海深仇，仇恨刻在骨髓，刻在灵魂。即便吾等已老，即便吾等已坠入轮回，也绝不敢忘。屠苏无敌的手掌搭在剑柄之上，下一瞬间，一道黑色的火焰从他身上爆发，火光冲天而起，整个寒天城的上空转眼便被黑色的火云笼罩。吼！火云之中响起震耳欲聋的咆哮声，
一只浑身缠绕黑岩的墨麒麟从火云中探出头来，刹那间，恐怖至极的压迫直落而下。国仇家恨，血海深仇。屠苏无敌的声音越来越冷。到底是谁给了你们胆量，竟然敢踏足我龙国疆土？以为所谓的两国交锋不斩来使，便能保住你们的狗命？第22章，杀！破戒时，屠苏无敌一字一句，声音震耳欲聋，响彻天地。苍穹之上，体型庞大、黑岩缭绕的墨麒麟直落而下，他的利爪之下踩着火云，稳稳地落在了屠苏无敌的身边。刚一落地，便朝着昭和国使团发出一声怒吼。吼！狂风激荡，沙石纷飞，刹那间便将使团众人吹得东倒西歪。那扑面而来的热浪，让所有人都生出窒息的感觉。昭和国主使的脸色苍白，这一刻，他终于明白了，难怪屠苏无敌一直等着他们的人到齐。原来并非打算带他们去龙国京都，而是想等他们的人到齐之后，来一个一网打尽。屠苏无敌说：“你们是靠着什么手段打破的空间壁垒，进入到我龙国的？”远处，段晨正不断地施展真实之眼，目光在一个个昭和狗的身上扫来扫去。突然，他双眼一亮，目光直接锁定在了一个昭和国中年牧师的身上。目标：春野一夜。死亡掉落：破戒石1/2，酒鬼短靴，钻石；赤蝎腰带，钻石；急暴护腿，钻石。对于这个春野一夜死亡会掉落的装备，段晨并没有多看，反正春野一夜死了之后，这些战利品也不可能是他的。引起段晨兴趣的是那个名为破戒石的特殊物品。破戒石，昭和国的人不会是靠着这东西打破的空间壁垒吧？这时，屠苏无敌再次开口，不说，本座也能猜出一二，你们当中等级最高也不过50级，说明你们手中的特殊物品是有使用条件的，在开启空间壁垒之后，只有等级低于50级的职业者才能穿过，而且还有人数限制，使用次数限制，对不对？段晨听得频频点头。昭和国主使紧咬牙关，屠苏无敌，你到底想怎样？屠苏无敌哈哈大笑，你说呢？屠苏无敌，两国交锋不斩来使。昭和国主使咬牙道，况且我们是带着诚意来的，莫非龙国不敢与我们昭和国赌一场？赌？小世界国战打的是人命，打的是国运，增加赌注，有什么赌注比国运更重要？这一刻，屠苏无敌已经彻底爆发了，而且我龙国每次国战都已经赌上一切，又何须再加赌注？今日你们必死无疑！你且问我身后的龙国百姓，他们可愿意让你们踏入龙国京都？你再问问他们，可愿让你们活着离开？杀！杀！这一刻，寒天城的城门口喊杀声震耳欲聋，短短一瞬间，声浪便席卷整个寒天城。即便是段晨也忍不住咆哮起来：杀！轰！墨麒麟猛地踏前一步，也就是这一步，却让前方地面猛烈地震动起来。咔嚓！地面爆开一道道裂痕，炙热的黑色火焰从地缝中钻出。不好！住手！昭和国主使大惊失色，想踩我龙国脊梁？该死！想辱我龙国儿郎？该死！想触我龙国龙威？该死！屠苏无敌的声音响彻天地，每一句话过后，都有数位昭和国职业者被烧成灰烬，凄厉的哀嚎声此起彼伏。短短几个呼吸，包括等级最高的昭和国主使在内，所有昭和国使臣全部化为飞灰，尸骨无存。一阵狂风刮过，将那一抹洒落在大地上的灰烬吹散，只剩下一堆爆出的物品。屠苏无敌深吸一口气，抬头望向苍穹，沉声自语：3个月后的小世界国战，乌龙国已经准备好，无论等级限制如何，吾等都义无反顾，即便明知是赴死，也会昂首前行。天时对西龙魂怒，炎杀尽西气荒野，出不入西不复返，平原呼吸路遥远。昭和国使团全部陨落，别说是京都了，就连寒天城都没能进入。屠苏无敌的强大超出段晨的想象，而且这还是屠苏无敌有所收敛的情况下，毕竟周围还有许多龙国职业者，距离城门也不远，若是屠苏无敌全力一击的话，没准方圆1000米都会化为炼狱，城墙都得干塌掉。人群中，段晨咧嘴一笑，也不知是昭和国哪个傻缺下的决定，完全是送人头来了。莫里儿，那倒也未必。段晨展开了说，莫里儿，小世界国战在即，无论是龙国还是昭和国，国内的气氛都会变得尤为紧张。无论是昭和国还是龙国，都没把握赢下这一场国战。如果我猜的不错，昭和国高层派出使团只是单纯的想要振奋士气，同时也摸一摸咱们龙国的虚实。若是运气好的话，没准还能打击一下咱们龙国的信心，否则他们为什么会跑到副本入口挑衅？若是他们能活着回去，昭和国高层便会大力的在他们国内宣扬，说龙国是东亚病夫，
被他们的使团如何羞辱。若是他们死了，昭和国高层便会以此来燃起国内百姓的愤怒和怨恨。总之，这些人的生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昭和国高层如何去引动百姓的情绪。我操！段晨眨了眨眼，诧异地看向莫里儿，没想到啊，这个身高只有1.5米的小萝莉竟然能想到这么多。此时，莫里儿还坐在他的肩膀上，段晨一转头，脸刚好贴在了莫里儿的胸口，弹了一下，段晨的脑袋微微后仰。哎呀，触发反伤了！段晨怪叫一声，莫里儿脸色一红，你混蛋！宁远舟昂起头，啥？咋了？啥反伤？莫里儿，闭嘴，关你屁事！宁远舟怪叫一声，哎呦，小丫头片子，你如果不是骑在我兄弟身上，我今天抽你丫的！我韩龙殿少主韩天成一霸，知道不？莫里儿气得浑身一颤，是坐在肩膀上，不是骑在身上啊！也许是被打击到了，莫里儿感觉又气愤又羞涩，连忙顺着段晨的手臂滑了下来，双脚刚一落地，手中便多了一根剑矢，剑尖直接朝着宁远舟的脚面刺去。哎呀，我去！宁远舟吓了一跳，连忙后退，躲到了段晨的身后。任飞老头，给我揍他！不远处，任飞别过头，不去理会自家少爷。此时战场已经打扫完毕，昭和国使团留下了一大堆装备物品，都被城主府骑士团收了起来。寒天城主陆天豪从里面拿出一块赤色的石头，他眉头微微一皱，然后恭敬地将石头对到了屠苏无敌的面前。屠苏无敌破戒石，果然和本座猜的一样，这块石头只能使用2次，可以强行开启两国之间的空间壁垒。他们已经用了1次，还剩下1次使用机会。这块石头本座收起来了，其他的东西你们寒天城自己处理。寒天城主，是神将大人。屠苏无敌点了点头，缓缓转身朝着段晨所在的方向看去。他早就注意到了段晨的存在，没办法，5米的身高都快赶上寒天城的城门高了，站在人群里不引人注意才怪。第23章龙之魂护国者。此时段晨也正好朝着屠苏无敌看过来，四目相对，段晨瞬间感受到一股难以想象的威压，那一瞬间他感觉到灵魂都在站立起来。好在那威压只是一闪而过，便隐没无形。屠苏无敌朝着一旁的寒天城主问道，那个少年是谁？寒天城主，神将，他叫段晨，唯一性隐藏职业背画师，玉红高中的高3学生。据悉沼泽副本那边就是他赢了昭和国的职业者，仅仅一招便秒掉了对方10级的史诗级职业鬼剑士。屠苏无敌点了点头，他可以通过顶级探查术来查看段晨的一些基本信息，但史诗级以上的职业在显示信息的时候是无法查看职业一栏的。先前在据悉沼泽副本，山田次郎曾对莫里尔使用顶级探查术，同样也无法查看莫里尔的职业爆裂射手便是史诗级职业。屠苏无敌，把他的资料整理一份发给我。另外，他胜过了昭和国的职业者，奖励是要有的，他刚刚5级，正好可以用得上。说罢，屠苏无敌手掌一翻，从物品空间取出一颗黑色水晶，递给寒天城主。说是黑色水晶，可仔细一看的话，却发现水晶之中还有着一颗血色的眼珠，看起来颇为诡异。这是……寒天城主双眼一亮，在下替段晨谢过神将。屠苏无敌摆摆手，脚下浮现出一个回城法阵，好好培养吧。若是在大考有个好成绩，你这个城主脸上也有光，毕竟是寒天城出去的。寒天城主，是神将大人。5秒钟引导时间过后，屠苏无敌已经消失不见。最为普通的回城时，引导时间是10秒，屠苏无敌使用的这块引导时间只有5秒，已经是最为珍贵的神级回城时了。寒天城主微微一笑，虽然屠苏无敌没有亲自将东西交给段晨，但这位镇国神将也已经关注到了段晨，甚至还让他整理关于段晨的资料交上去。这说明屠苏无敌在接下来一段时间还会继续关注段晨。若是段晨的成长能让他满意的话，说不准还会有其他的机缘落在段晨的头上。寒天城主捏了捏手中的水晶，缓步朝着段晨走了过去。周围的人见状，连忙让出一条通道。宁远舟表情一僵，下意识后退2步。段晨，宁远舟，你好像很怕他。宁远舟，我舅舅经常揍我。舅舅，原来寒龙殿和寒天城主还有这层关系啊。宁远舟的父亲是寒龙殿的殿主，舅舅是寒天城主，难怪他一直说自己是寒天城一霸，横着走的那种，这样的身份还真能在寒天城横着走。此时寒天城主已经来到了段晨的近前，他瞪了宁远舟一眼，等回去再收拾你。宁远舟一缩脖子，吓得不敢说话。他不怕自己老子，但是怕这个舅舅。他老子最多吓唬一下他，不会真打他，可这个舅舅那是真下狠手啊。
宁远舟咽了口唾沫：“舅舅，这我兄弟段晨，别看才5级，贼猛。”寒天城主，段晨，这颗水晶是圣兽剑豪让我交给你的，算是给你的奖励。这次表现不错，莫给龙国丢脸。段晨恭敬地接过水晶，多谢城主，多谢神江大人，晚辈流的是龙国的血，这都是晚辈应该做的。寒天城主一把揪住宁远舟的耳朵：“你看看人家，再看看你，整天游手好闲，除了鬼混还会什么？”宁远舟，舅舅，你说回去才揍我的，这还在城门口呢，您注意身份啊！哼！寒天城主冷哼一声：“任飞，将他带到城主府，等我揍爽了，再把他送回家。”任飞低着头：“是，城主大人，少爷，走吧。”宁远舟尴尬地朝着段晨笑了笑，又看了莫里儿一眼，无奈地跟在任飞身后离开。走了几步之后，他又停了下来：“段晨，莫里儿，加个好友啊，以后咱们是朋友啊，找个机会请你们去喝花酒。”莫里儿满头黑线，别过头不搭理他。段晨倒是双眼一亮：“喝花酒？是去妓院吗？可我这身材，谁敢来伺候我啊？我现在才5级，身体就已经5米高了，随随便便挺腰来一下，都能把人对个对穿了。等我的级别达到10级，身高再次暴涨，这特么一榔头对下去，不得是嘴里进，脚后跟出啊！”寒天城主上下打量着段晨，越看越是喜欢，只是这身高有点太高了，说话的时候得昂着头，想要像长辈一样拍一拍段晨的肩膀都做不到，很尴尬。段晨，你知道圣兽剑豪为什么如此恨昭和国吗？寒天城主突然问了一句。段晨：“国仇家恨。”寒天城主：“太笼统了，再具体一点。”段晨摇摇头。寒天城主微微叹息一声：“这些我也是听说的，据说圣兽剑豪的祖上3代都是护国者，而且都死在了国战的战场上。”轰！在听到护国者这3个字之后，段晨浑身一颤，只觉得心跳都慢了半拍，那种被一只无形的手抓住心脏难以呼吸的感觉让他脸色变得涨红。他没见过护国者，但却听说过，据说龙国有那样一群人，他们在成为职业者之后，并不会和其他人一样努力的去杀怪升级，努力的去提升自己的实力，而是在自己的等级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便完全停止杀怪，不再通过任何手段获得经验。小世界国战每5年开启一次，每次持续6个月，而每一次开启都会随机设定一个进入小世界的等级限制，也就是说，并非所有人都有资格进入小世界参加国战。就比如4年前的赤龙山小世界，要求只有50级到70级之间的职业者才能参战，无论是等级低于50级，又或者是高于70级，都无法进入。而所谓的护国者，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是隶属于国家的护国军团。他们会将自己的等级控制在一个范围，当达到这个范围之后，便不再提升，而是专心的打磨战斗意识以及团队配合。小世界国战开启之后，护国者当中必然会有一部分人符合进入条件，他们进入战场，或是主持大局，或是冲锋陷阵，他们是一辈子为了小世界国战而存在的人。据说有一些护国者直到80岁了，等级还停留在10级，就是为了应对国战，一旦进入小世界的限制在10级左右，他们便可以第一时间投入战场，挥洒热血，将自己最后的余热、最后的鲜血留在战场之上。我只是在和昭和狗赌斗的时候赢了一场，和护国者比起来屁都不是。段晨紧了紧拳头，他自认自己没有护国者那样伟大，可若是真的有机会进入小世界国战，他也绝对会死战到底，扬我龙国之魂。寒天城主抬起手想要拍段晨的肩膀，可最后却只是尴尬地拍了拍段晨的大腿。护国者的存在也让我们每时每刻都不会忘记国仇家恨。寒天城主，段晨，以后若是再遇到昭和国的职业者，只要条件允许，便不要有半点犹豫，就像今天一样。这几块定点传送石你也拿着，算我的一份心意，高3大考在即，这些定点传送石能为你节约很多时间。说罢，又将3块定点传送石交到了段晨的手里。第24章赤鬼黑破，骸骨地穴。将东西交给段晨之后，寒天城主再次拍了拍段晨的大腿，然后提交了好友申请，便转身离去。远处罗素也朝着段晨点了点头。眼见着城主府所有人离开，段晨才回过神来。护国者！段晨微微叹息一声，自语道：3个月后小世界国战开启，也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参加，有没有机会见到传说中的护国者。脚边莫里尔昂着头说是3个月，可具体什么时候谁都不知道。小世界国战每5年开启一次，按照时间来看，确实是在3个月后，可实际上小世界国战每一次开启时间并不是整数的5年，有可能提前，也有可能滞后。总之，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可能收到提示，没准哪天小世界国战就开启了。段晨点了点头，先是通过了寒天城主、宁远舟、
还有罗素的好友申请，然后才仔细的查看寒天城主交给他的东西。3颗定点传送石，每一块传送石都锁定记录了一个坐标，只要使用传送石，便会直接传送到相应的坐标区域。这种东西非常珍贵，但是已经记录了坐标的传送石是没有办法更换其他坐标的。就比如其中一块定点传送石绑定的坐标是骸骨地穴副本入口附近，如果段辰将来不需要再去骸骨地穴副本历练，那这块定点传送石也就没用了。段辰打开小地图，查看了一下定点传送石绑定的坐标，骸骨地穴副本、蛮兽荒原副本，还有一处野外险地，可以直接传送过去，倒是省了我赶路的时间。随后段辰又看向那颗黑色的水晶，水晶之中一颗赤色的眼珠有些骇人，透着一丝诡异和邪恶。镇国神将给的东西应该不会差吧？段辰心中想着。名称：赤鬼黑破。介绍：特殊镶嵌物，仅可对10级以下的史诗级装备进行使用，使用之后该装备品阶提升1阶，进阶为神器。这时莫里尔踢了一下段辰的脚踝，我先走了，大考在即，得抓紧时间升级才行，你也不要怠慢。回想起段辰和昭和国那个辉夜谷寺的战斗，莫里尔心中依旧忍不住惊叹，大家同为5级，段辰却能以5级来秒掉10级的史诗级职业者，而且那个辉夜谷寺身上还佩戴了一件神器，这其中的实力差距让莫里尔感觉有些无力。如果换成他和段辰对上的话，恐怕一巴掌就得被拍死吧。段辰点点头，后会有期。莫里尔刚要离开，却又回头道，对了，段辰你能变小吗？段辰嘿嘿一笑，暂时还没有这个能力，至于以后能不能变小就不知道了，你怎么突然问这个？莫里尔撇撇嘴，怕你没地方住，就你这身高，以后进城都费劲，哪个屋子能装得下你？这也是段辰苦恼的地方，就他这样的，以前的家肯定是住不下了，连门都进不去。莫里尔又说道，还有怕你以后找不到老婆。说完，莫里尔便朝着城外而去，留下段辰一个人呆呆的站在原地。以后找不到老婆，找不到老婆，老婆，啊呀！段辰抓了抓头发，然后用手比划了一下，就这尺码，吓都把人吓死了。哪个女孩敢当我女朋友？都喜欢大的，可这太大了也不行啊。骸骨地穴副本位于寒天城东部，这里已经脱离了新手副本的范畴，被列为初级副本。按照历练指南所说，这个副本适合10级到15级的职业者历练。副本入口法阵也没有各大行会或城主府的人镇守，想要进入副本需要自行准备灵石，然后投入到副本入口法阵，才可以开启入口。如果单看等级的话，段辰这样5级的职业者是绝对没资格进入的，并不是低级的职业者进不去，而是进去之后无法自保，别说打怪了，连副本里的负面状态都扛不住。不过段辰却来了，别人不行，不代表他不行，而且还是直接使用了定点传送时出现在骸骨地穴入口附近。段辰的出现让副本入口附近瞬间安静了下来，成群的职业者转过头，一双双眼睛看向他。我操，好大，这小子长得也太吓人了吧！一张脸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可这肌肉，这身材，真的是人类能拥有的吗？怪物，小心！也不知道是谁突然惊呼一声，一些不明所以的职业者连忙戒备起来，小心翼翼地盯着段辰。不过很快他们也察觉这是个误会，你 TM 才是怪物，你们没听说吗？先前寒天城门口出现一个5米巨人，我一个朋友给我发的信息告诉我的，应该就是这小子吧。我知道他叫段辰吧，据说在巨溪沼泽那边干翻了一个昭和国的鬼剑士，你们知道吗？昭和国使团全部被杀，圣兽剑豪一击就把他们都秒了，只恨当时没有在场。一瞬间全场哗然，无论等级高低，就算是等级达到20级以上的职业者，此时在看向段辰的时候也透出敬佩之色。喂，兄弟，你要进骸骨地穴副本，你的等级应该不高吧？自己进去挺危险的，要不组个队，哥几个带你。放心，绝不坑你。你干翻了昭和狗，哥几个虽然没亲眼见到，但也钦佩得很。小弟弟，要奶吗？姐姐奶你。眼见这群人如此热情，反倒让段辰有些不知所措了。职业者之间为了利益冲突经常发生，往往因为一件装备就会打得头破血流，甚至殒命当场，尤其是在一些副本入口附近，还有一些特殊的野外险地，厮杀争斗更是经常发生。现在只因为他侥幸胜了昭和国职业者一场，这群平日里刀口舔血，手上还可能沾染人命的家伙便对他如此热情。多谢了，诸位不用管我，我自己可以的。段辰拱了拱手，一个男子靠近几步，将一本册子递给段辰。嗨，大兄弟，这是骸骨地穴副本的攻略，你收着。
又有一个人直接跑到了入口法阵旁边，手里拿出一块灵石。大老弟，你进副本的灵石我出了。第25章，人太高，剑太大。高达5米的身躯站在人群中，怎么看都显得格格不入。关键这帮人还贼热情，搞得段晨尴尬无比。谢谢，多谢。段晨朝着周围拱拱手，偶尔有美女职业者靠近过来拍一下他的大腿，他也忍了。以这些人的身高，也就能拍一下他的大腿了，稍微翘个脚才能碰到他的屁股。片刻之后，段晨才挤到副本入口法阵，早已经有人准备好，就等着替他投入开启副本的灵石呢。副本：骸骨地穴。副本难度：普通、困难、噩梦、地狱、轮回。等级要求：5级15级。组队人数限制1人5人。段晨一向谨慎，第一次进入骸骨地穴副本，他还是决定先来一次普通副本。叮！提示：您已经进入骸骨地穴，当前难度为普通，怪物经验1倍，爆率1倍。一道光芒过后，段晨已经出现在一处潮湿昏暗的地穴之中。我擦！刚刚站定，段晨便感觉脑门一疼，脑袋直接撞在了洞穴上方的洞壁上。骸骨地穴是一处四通八达的地下洞穴，洞穴高5、6米的样子，以段晨的身高，洞壁上方一些比较矮的刚好能碰到他的脑袋。我若是再高一点，都进不来了，进来都得爬着走才行。段晨扭动一下脖子，大致的看了一下刚刚得到的骸骨地穴副本攻略。他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地穴的入口，也就是副本初始的位置。终极 BOSS 是一只骸骨将军。副本攻略里写的比较详细，普通级别的骸骨将军等级只有12级，在战斗的时候能够召唤出骷髅战士协助战斗，所以在面对骸骨将军的时候，往往需要3人甚至5人的小队配合作战才行。除了终极 BOSS 骸骨将军之外，还有名为骷髅精灵的精英怪物，实力同样不弱。抓紧时间，尽快提升到10级，然后把一身装备换掉。段晨深吸一口气，沿着地穴大踏步向前走去。沙灰夜古寺爆了一堆装备，基本都在8级到10级之间才能穿戴，而且他手里还有2个特殊镶嵌物：赤骨之精和赤鬼黑魄。赤骨之精可以将10级以下的传说级装备进阶成史诗级，而赤鬼黑魄则可以将10级以下的史诗级装备直接进化成神器。神器啊！只是想一想，都让段晨感觉浑身是劲。叮！提示：你受到当前副本环境影响，攻击力降低 5%， 移动速度降低 5%。提示：你的等级低于10级，在遭受怪物攻击时，额外受到 50% 的伤害增幅，小心。我遭受攻击会受到额外伤害吗？段晨咧嘴一笑，那本骸骨地穴的攻略里也有提到，只不过他并未放在心上。他现在进行的只是普通级别的副本，以他这一身恐怖的防御力，即便会受到额外伤害，又能如何？杀！段晨手握独爪之剑，眼见着一只森白的骷髅怪物出现，当即便挥动巨剑朝着那怪物斩了下去。名称：骷髅兵，等级7级，血量4000，力量400，敏捷40，精神10，防御300，技能5。段晨嘴角露出狰狞的笑容，伴随着一声巨响，巨剑狠狠地砸在了骷髅兵的肩膀上。咔嚓，一阵骨骼崩裂的声音响起，骷髅兵的血条瞬间见底，随后又是一剑斩下，将最后一丝血皮清空。那只骷髅兵哀嚎一声，身体散落成一堆破碎的骸骨。爽！段晨狂笑一声，脚下的速度也加快了许多。这还是没有施展局部倍化所造成的威力，若是将局部倍化施展出来，随便一剑砸下去，成片的7级骷髅兵都得被秒杀掉。吼吼！也许是这边的动静太大，很快就引来了一群骷髅兵的注意。10数只骷髅兵从各个方向靠近过来，他们眼眶中灵魂之火跳动，手中紧握着一把骸骨打磨的斧头，直奔着段晨冲了过来。来得好！段晨双眼一眯，面对10几只骷髅兵毫不退缩。只见他的双臂猛地膨胀开来，手中的独爪之剑也跟着迅速变化。20米的双臂，50米的巨剑，一瞬间就将前方的空间堵死。巨剑横扫，刹那间飞沙走石，100米范围的洞穴猛烈的晃动起来。那一只骷髅兵直接被轰成了渣渣，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一声。秒杀！没有任何悬念，将掉落的一件黑铁护腕捡起来。段晨的表情有些尴尬了，手臂太大了，剑太大了，这样的体型在这有些狭窄的地穴里实在有些施展不开。当然，地穴实际上并不狭窄，高度5、6米，地穴的宽度则是在10几米的样子，任何一个5人的历练小队都足够在里面折腾了。可偏偏来的是段晨，长得太大了，好难啊！
段晨无奈，只能直挺挺地平举双臂，手里的50米巨剑挺在前面，然后一步步向着地穴深处走去。轰隆隆，地面震动，每一步跨出都将周围的洞壁震得碎石滚落。偶尔转身的时候，长剑不小心撞击在洞壁上，又是一阵烟尘滚滚。我尼玛，洞穴不会塌掉吧？这如果塌了，我不是要被活埋在里面？段晨骂骂咧咧的，耳畔偶尔传来一声提示：提示，你杀死骷髅兵获得经验700点。提示，你杀死骷髅兵。手臂和巨剑将前方的视线遮挡，有好几次段晨连怪物的影子都没看到呢，怪物就已经被直挺挺的大剑给对死了。莫招！洞穴的空间有限，前面的怪物在看到段晨之后，连躲都没地方躲。不过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渐渐的，前方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宽阔。好，一只体型庞大、手握狼牙棒、浑身骸骨缠绕血雾的怪物出现。10级精英怪物骷髅精灵。段晨歪着脑袋朝着远处的怪物瞄了一眼，习惯性的丢了一个真实之眼。目标：骷髅精灵。死亡掉落：骷髅头饰青铜。果然不能指望普通级副本的怪物爆好东西啊。等这一次结束，直接跳过普通和困难，去噩梦以上的级别看看。困难之上便是噩梦、地狱、轮回。噩梦级别以上的副本经常会出现探索小队被团灭的情况，即便是职业配置再如何齐全，准备再如何充分，也可能在顷刻间全员陨落。第26章骸骨将军。前方体型庞大的骷髅精灵有些懵逼，他眼眶中灵魂之火猛烈的跳动，以他低下的智商，一时间有些反应不过来。那是啥？一把大剑直挺挺的就对过来了。那个家伙是人类职业者吗？怎么能长得这么大？比我都大。还有，那把剑也太大了吧。骷髅精灵下意识看了自己手中的狼牙棒一眼，和那巨剑相比，他手里这根狼牙棒就和牙签一样的。哎，小骷髅，你愣着干啥呢？段晨挺着的长剑已经到了近前，他双臂挺在腰间，巨剑直挺挺的延伸出去，剑再加上手臂，长度已经达到了70米。段晨担心骷髅精灵听不到他的话，还特意扯脖子喊了一声：喂，听到我说啥了没？骷髅精灵，这只精英怪物浑身一颤，竟然二话不说掉头就跑，跑的同时还不忘发出一声声嘶吼，催促着周围的普通骷髅兵去围攻段晨。好，好！四面八方密密麻麻的骷髅兵靠近过来，有的手握破败斧头，有的手握残破的战刀。放眼望去，怪物的数量已经达到了100余只。有点小聪明啊，竟然知道跑，还知道让炮灰来拖延时间。段晨咧嘴一笑，独爪之剑毫不客气，直接带起一阵狂风横扫出去。噗噗，毒液箭射触发，50米大剑爆发的毒液箭射几乎将周围100米范围全部笼罩。那墨绿色的毒液四散开来，铺天盖地朝着成群的骷髅兵笼罩过去。一些距离近的骷髅兵直接被巨剑的蛮力轰得4分5裂，那些超出常见物理攻击范围的骷髅兵也没能逃过毒液箭射，森白的骷髅之躯转眼就被腐蚀得千疮百孔。提示：你杀死骷髅兵获得经验700点。提示：你杀死骷髅兵。提示：你的等级提升1级。杀！杀！段晨狂笑之中，挺着巨剑大踏步向前冲去。几个呼吸的功夫，前方100余只骷髅兵已经被清理干净，然后毫不停留，直奔着骷髅精灵逃走的方向追了过去。按照副本攻略所说，再往前便是骷髅地穴的最深处，应该很快就能看到副本终极 BOSS 骸骨将军了。前方的怪物越来越密集，但段晨前进的速度却并未降下来，挺着巨剑一路横冲直撞，管你前面有多少怪物，通通被挑飞出去。轰！轰隆隆，地面炸裂，一个个巨大的裂痕被长剑展开，洞壁上、地面上到处都是毒液腐蚀的坑洼。独爪之剑明明只是一把3级的白银装备，可此时在段晨手里爆发的威力，却比那些30级的钻石级、传说级装备武器还要恐怖，说是神器也不会有人怀疑。时间一点点过去，等到段晨来到骸骨地穴最深处的时候，已经过去了近50分钟，时间刚刚好。段晨扭动一下脖子，技能局部倍化现在的持续时间只有1小时，也就是说他现在这种状态还能持续10几分钟的样子。灭掉一个普通副本的骸骨将军，还有一群骷髅精灵，足够了。骸骨地穴最深处要比其他地方宽敞很多，犹如一座破败的地下宫殿。地面上一颗颗森白的头骨散落，到处都充斥着腐蚀和血腥的气息。段晨手中巨剑拖在地上，将地上的一颗颗头骨碾得粉碎，偶尔撞击在坚硬的石头上，爆出一团火星。好！一阵阵嘶吼之声传来，段晨停下脚步。只见远处一座高高在上的骸骨王座耸立在那里，
一层层台阶延伸而上，一直延伸到王座跟前。此时，一只手握巨剑、浑身披着灰色铠甲的骸骨怪物正坐在王座之上，正是副本终极 BOSS 骸骨将军。名称：骸骨将军，骸骨地穴 BOSS。等级：12级。血量3万，力量1200，敏捷100，精神80，防御800。技能：骸骨召唤，灵魂灼烧，骸骨之刺。骸骨召唤，在与敌人交锋之前，骸骨将军会召唤出100只骷髅战士协助战斗，此技能仅触发一次。灵魂灼烧，目标在遭受骸骨将军的攻击之后，灵魂深处会爆发难以抗拒的疼痛，并使目标出现短暂的失明，负面效果持续3秒，技能冷却1分钟。骸骨之刺，骸骨将军可召唤埋藏在战场的骨刺，对范围内的目标造成巨额伤害，技能冷却1分钟。在台阶下方还聚集着20余只精英怪物骷髅精灵，先前从段晨眼前逃走的那只骷髅精灵也在其中。若是其他历练小队面对这样的阵容，只能选择游走拉扯，然后找机会一个一个的去清理。可段晨却完全不理会这些，赶紧从王座下来，我要赶时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懂不懂？段晨怪叫一声，大踏步向前冲去。吼吼！王座之上，骸骨将军咆哮一声，猛地站起身来，手中巨剑朝着前方狠狠挥下。说是巨剑，可若是和段晨手里的独爪之剑比起来，却显得小得可怜。咔嚓！随着骸骨将军的长剑落下，王座下方的地面突然浮现出一个个灰蒙蒙的法阵，一阵阵骨骼摩擦的声音从法阵中传出。随后，一只体型超过2米的骷髅战士从法阵中冲了出来。骷髅战士的等级只有8级，属性比骷髅兵略高一些。数量100只，这样一群小怪对段晨来说完全就是送菜的。轰！段晨猛地踏前一步，巨大的脚掌狠狠地踏在地面之上。技能：巨人践踏，碎石纷飞，一道肉眼可见的冲击朝着四面八方扩散出去，将刚刚靠近的一群骷髅战士震得呆立当场。全都给老子去死！段晨狂叫一声，双手握紧长剑，整个身子原地猛地转动起来。独爪之剑好似风车一般，带起一阵狂风，直接将四面八方的一切搅得4分5裂。咔嚓！轰隆隆！无数碎骨迸射而出，一群群骷髅战士被轰得崩碎开来。只是一转眼的功夫，方圆100余米范围已经被段晨清理得一干二净。别说骸骨将军刚刚召唤出来的骷髅战士了，就连那20多只精英级的骷髅精灵也全部被轰得只剩渣渣。王座之上，骸骨将军手里的巨剑还保持着挥动的姿势，他眼眶中灵魂之火跳动，狰狞的身躯猛地晃动了几下，一屁股坐在了王座之上。啥情况？我的手下呢？我召唤出来的骷髅战士呢？没了。第27章骸骨将军变身卡。段晨拖着长剑，一步步朝着骸骨将军靠近过去。骸骨将军愤怒咆哮，猛地站起身来，手中巨剑再次挥下。轰！地面崩裂，一根根尖锐的骨刺迸射而出。段晨早就查看了骸骨将军的属性技能，在对方施展骸骨之刺的前一瞬间，段晨已经一跃而起，那犹如山峦一般的身躯瞬间出现在骸骨将军的头顶上方。去死！巨剑带着飓风砸落而下，一击便将骸骨将军轰飞出去。-12988，仅仅一击便打掉了骸骨将军超过40%的血条。轰！独爪之剑顺势而下，狠狠轰击在了王座上，竟然将王座轰了个4分5裂。段晨没有半点停留，在双脚落地的同时，已经将巨人践踏施展出来。-14112，眩晕效果触发，骸骨将军还没来得及站起身，便呆滞在当场，无法动弹。随后被段晨紧接而来的一剑轰得碎骨横飞。提示：你的等级提升1级。一道光芒从段晨身上闪过，再升1级，他的等级也达到了8级。终于爆出一点像样的东西了。此时局部倍化的技能效果结束，段晨的双臂恢复如初，手中的独爪之剑也恢复到了5米长。战场一片狼藉，骸骨将军召唤出的100只骷髅战士没有爆出任何东西。不过那些骷髅精灵倒是爆了一些，对段晨有用的只有几块灵石。名称：法阵灵石。介绍：开启副本入口法阵的消耗品，不同等级的副本所需要的法阵灵石数量存在差异，这些灵石正是段晨缺少的东西。随后段晨又看向骸骨将军爆出的几件物品，毕竟是普通级的 BOSS， 虽然爆出了3件装备，但比昭和国的那个辉夜古寺爆得差远了。段晨只是随意看了一眼，就丢进了物品空间，等回寒天城的时候一并处理掉。手里也只剩下了一张卡片，也是骸骨将军爆的。名称：骸骨将军变身卡。
介绍：特殊卡片使用之后可变化成骸骨将军，并获得 3% 的全属性加成，变身持续时间24小时。提示：变身卡使用之后消失。变身卡，这可是好东西啊！段晨双眼一亮，据说这玩意就连轮回级的 BOSS 都很难爆出来，我搞死一个普通级 BOSS 竟然爆了一张。不过这张变身卡的属性加成着实低了一点，只有 3% 的加成，对实力提升没有太大的帮助。先留着吧，以后说不准能用得上。再次检查一下战场，确认没有遗漏的战利品，段晨便又一次打开了物品空间。他现在等级已经达到了8级，辉夜谷4爆出的装备里有几件已经可以换上了。还是杀人好啊，杀人的爆率比杀怪爽多了。段晨嘀咕一句，将其中几件8级穿戴的装备取了出来，其中包括8级铂金品质的落魂剑。段晨对于自己的毒爪之剑还是非常喜欢的，尤其是自带的毒液溅射能力，能让他的攻击范围变得更大。可毒爪之剑毕竟只有3级，而且还只是白银品质，比起眼前这把铂金品质的落魂剑还是差得远了。无论是基础属性还是自带的技能，都相差太多。名称：落魂剑，品阶：铂金，等级8，力量680，攻击速度+2，技能：灵魂尖啸，力量强化。灵魂尖啸，被动技能，佩戴者在挥动落魂剑时，剑锋会爆发出震慑灵魂的尖锐嘶鸣，对范围内目标造成巨大伤害。力量强化，被动技能，佩戴者获得 8% 的力量属性增幅。段晨对手中的落魂剑爱不释手，毒液溅射可以让目标移动速度降低 10%， 治愈技能效果降低 50%。说到底，毒液溅射这个技能更侧重于削弱目标，并不会给毒爪之剑提供额外的攻击力。可这落魂剑自带的灵魂尖啸和力量强化，却都是实打实的增幅手段。换上！除此之外，还有一枚钻石品阶的涟漪指环，铂金品阶的极速发带都是8级穿戴的。名称：涟漪指环，品阶：铂金，等级8级，力量450，精神120，技能：致命。致命，被动技能，佩戴者的任何攻击都有 5% 的几率触发2倍暴击。名称：极速发带，品阶：铂金，等级8级，力量300，防御420，技能：极速。极速，主动技能，佩戴者移动速度额外获得 30% 增幅，技能持续20秒，冷却5分钟。将几件装备换上，段晨查看了一下装备栏。装备：骆驼指环、钻石、涟漪指环、铂金、巨蜥铠甲、青铜、沼泽靴、黑铁、极速发带、铂金、腐蚀护腰、白银、鳞甲护腕、白银、落魂剑、铂金、西王项链、钻石级。这都只是暂时的。辉夜谷4还给他留了一堆装备，其中还包括神器、红莲项链，等他的级别达到10级之后全都换上。还有手里的赤骨之晶和赤鬼黑魄，段晨也已经选定了目标，准备用在一件10级传说装备身上，直接将其提升到神器级别。一道光芒过后，段晨的身形消失不见。等再次出现的时候，人已经回到了骸骨地穴的副本法阵之上。哎呦，大老弟，你回来了！一个男子乐呵呵地朝着段晨招了招手。先前就是他送给段晨的那本骸骨地穴副本攻略，这家伙名叫于如龙，名字很霸气，只是长得稍微有些猥琐。段晨打了个招呼：“于大哥。”于如龙嘿嘿一笑，靠近几步，小声道：“大老弟，你和我说说杀招和狗是啥感觉？”啥感觉？段晨抿了抿嘴，爽，痛快。于如龙用力点了点头，对滴，对滴，爽，痛快。哈哈，你忙，你忙。说着便不再理会段晨，转身离开。走出几步之后，竟然还取出一壶酒，狠狠灌了一口，爽。段晨疑惑地看着于如龙的背影，有些不明所以。一旁一个男子笑道：“别搭理他，那家伙就是个神经病，胆子小得很，整天往骸骨地穴副本这边跑，却连副本都不敢下，也不知道他从哪捡来的那本副本攻略。”第28章，漏网之鱼。神经病。段晨摇了摇头，又朝着于如龙离开的方向看了一眼，然后取出几块法阵灵石，再一次踏上了副本法阵。叮！提示：您已经进入骸骨地穴，当前难度为噩梦，怪物经验 1.5 倍，爆率 1.5 倍。提示：你受到当前副本环境影响，攻击力降低 5%， 移动速度降低 5%。提示：你的等级低于10级，在遭受怪物攻击时，额外受到 50% 的伤害增幅，小心。寒天城城主府书房中，寒天城主眉头紧皱，正听着罗素的汇报。罗素，寒天城附近
城内都已经派人搜索，暂时还没有找到。寒天城主沉声道：“这么大的范围，想要找到4个人，确实不容易。若是对方不进城，而是选择隐藏在野外怪物区域，就更难找到了。不过那几条昭和狗肯定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他们躲不了多久的。”在屠苏无敌离开之时，给寒天城主发了一条消息，是关于破戒石的信息。当时在城外，昭和国使团的人数一共有76个人，这76个人全部被屠苏无敌灭杀，飞灰烟灭。可是破戒石穿过空间壁垒的人数上限却是80人，也就是说，昭和国进入龙国的人数上限是80人。这种情况下，对方怎么可能只来76个人？另外4个名额呢？总不可能浪费掉吧？罗素说道：“城主大人，我们排查了当时在城门附近的所有人，没有可疑的人物。寒天城主，破戒石穿戒的等级上限是50级，那4个昭和国的职业者很可能都是50级的强者。最近有很多即将参加大考的学生在历练，若是那几个人隐藏在暗处猎杀新人，不知会死多少人。调动全城的力量，所有新手副本还有初级副本全都要把守，我会让寒龙殿相助。另外，通知断山城、风力城，让他们也都小心戒备。还有圣兽剑豪也会派人来相助。断山城、风力城是距离寒天城最近的2座城市。”罗素：“是，城主大人。”等到罗素离开之后，寒天城主给自己的妹夫发了个消息，他的妹夫正是寒龙殿的店主，也就是宁远舟的父亲。片刻之后，寒天城主的脑海中冒出一个身影，犹豫一下之后，便又发了个消息过去。此时，段晨正在噩梦级的骸骨地穴里横冲直撞，副本难度增加，里面的怪物实力也提升了许多，远非普通级副本的怪物可比。可是依旧阻挡不了段晨的步伐，只不过因为局部背化技能冷却的关系，段晨向前推进的速度要慢了许多。轰！一声巨响，段晨将一只骷髅精灵撞飞出去，脚下不停，踢着落魂剑猛地跃起，又是一剑斩在了骷髅精灵的头上，一个恐怖的伤害爆发。这一击竟然触发了暴击效果，直接将骷髅精灵的血条清空。还是高品阶的副本爽，经验足足的。段晨舔了舔嘴角，查看了一下自己的属性界面，当前升级经验为 87%， 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升到9级了。等把整个副本打穿，搞死噩梦级的骸骨将军，能升到10级也说不准。就在这时，好友栏跳动了一下。寒天城主。段晨有些疑惑，随手打开了好友信息。寒天城主，段晨现在怀疑有4个昭和国的职业者在寒天城附近出没，你小心一些。在之前和昭和国职业者赌斗中，你是唯一一个赢了的人，如果我是昭和国的职业者，肯定会找机会刺杀你。对方的等级很可能在50级。你现在在哪里？城主府会安排人手去保护你一段时间。轰！段晨眉心一跳，竟然还有漏网之鱼。寒天城主，当然这些都只是推测，还没有办法真正确认下来，总之还是小心一点好。段晨，多谢城主提醒，派人保护就不用了，若是有危险的话，我会跑的，大不了回城躲起来。寒天城主，不要胡闹，告诉我你在哪里历练。语气毋庸置疑，不容拒绝。段晨沉默片刻，只好将骸骨地穴告诉了对方。说实话，他实在不想欠寒天城主这个人情债最难还。可段晨也知道，自己若是拒绝的话，寒天城主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而且以寒天城主的身份，很快也会通过其他渠道打探到他在骸骨地穴历练。到那时，城主府依旧会派人前来。既然如此，段晨还不如痛快一点，直接告诉对方。结束对话，段晨关掉了好友栏。昭和狗，段晨咬了咬牙，我的实力还是太弱了，若是对方真有50级，别说是刺杀，就算正面交锋，我也不可能是他们的对手。他抬起头，看向远处冲过来的怪物，当即咆哮一声，朝着怪物迎了过去。变强，变得更强。看样子局部背化暂时不能轻易施展了，万一真的遇到昭和国职业者，局部背化关键时刻可以保命也说不准。就算没有局部背化相助，我也一样能灭掉噩梦级的骸骨将军。轰隆隆，一声声巨响，段晨手中落魂剑疯狂地斩击出去，一只只怪物被灭杀。时间一点点过去，终于他再次来到了骸骨地穴的最深处。相比于普通级的骸骨地穴，噩梦级的地穴空间更大，里面的地形也更加的复杂，怪物等级、属性甚至体型也都有着很大的变化。王座之上，噩梦级的骸骨将军披着华丽的战甲，猩红的披风在身后无风自动。吼！骸骨将军狂吼一声，一道无形的声浪扑面而来，让段晨感觉一阵来自灵魂深处的刺痛，着实把段晨惊得一愣。等级更高，属性更强，在预料之中，可是噩梦级的骸骨将军竟然还多了2个技能。
第29章飓风短靴。普通级的骸骨将军拥有3个技能，分别是骸骨召唤、灵魂灼烧、骸骨之刺。而眼前这个骸骨将军却拥有5个技能，除了原本的3个技能之外，还拥有亡灵坐骑、黑夜之灵2个技能。亡灵坐骑被动技能，当骸骨将军的血条掉落到 50% 以下，将会召唤出一头亡灵坐骑，亡灵坐骑辅助战斗，可使骸骨将军的移动速度提高 50%， 并且普通攻击会触发分裂效果。黑夜之灵使战场陷入极度黑暗，范围内所有骸骨怪物获得 10% 全属性加成。段晨没有急着靠近过去，而是先朝着骸骨将军对了一个真实之眼。目标：骸骨将军。死亡掉落：飓风短靴、传说、骷髅法杖，白银；森白指环，白银；法阵灵石 X10，骸骨替身。3件装备，其中有1件是传说品质。段晨舔了舔嘴角，不愧是噩梦级的 BOSS， 在噩梦之上还有地狱、轮回。等我的实力再提升一些，就卯足了劲猛干轮回级副本。据说只有轮回级的副本才有几率爆出神器。至于传说中的上古神器、骸骨地穴这样的副本是不可能爆出来的，专属倒是有可能。不过那个骸骨替身是什么东西？好，此时密密麻麻的骷髅战士已经被召唤出来，连同所有的骷髅精灵从4面8方朝着段晨狂冲而来。这还没完呢，只见骸骨将军高举手中长剑，一股诡异的气息从他的身上爆发开来。刹那间，一道黑色的光芒从剑锋涌出，犹如黑云一般，朝着整个骸骨地穴扩散出去。技能：黑夜之灵。该死！段晨暗骂一声，不敢再耽搁，连忙提着长剑朝着扑过来的怪物轰击过去。他得在黑夜之灵覆盖整个战场之前，尽可能的多杀一些怪物，减少怪物的数量。否则地穴之中一旦陷入黑暗，他的视线将会受到影响，所有怪物的属性也会提升 10%， 到那时他会变得非常被动。落魂剑横扫而出，装备自带的被动技能灵魂尖啸触发，在长剑扫出的同时，一阵阵尖锐的嘶鸣声也跟着出现，声音传入段晨的耳中。只是寻常的剑鸣，段晨本人并不会受到影响，可周围的怪物就不行了。嗷嗷！尖锐的嘶鸣将他们的灵魂之火震得猛烈跳动，一个个恐怖的伤害从他们头顶飘出。随后段晨再次踏前一步，技能巨人践踏。轰！地面开裂，一块块碎石迸射而出。短短1-2个呼吸的功夫，扑过来的骷髅战士就已经被斩杀30%以上，那些精英级的骷髅精灵也有4只死在了段晨的手上。黑幕降临，战场之上终于被黑暗完全笼罩。段晨双眼眯起，连忙纵身后退。黑夜之灵这个技能极为诡异，一旦黑幕降临，整个地穴都会陷入黑暗，即便是燃烧的火把所散发的火光也没办法将周围照亮。这也是导致一些历练队伍团灭的主要原因。很多团队在遇到这个技能的时候都会陷入恐慌，不知所措。还好能看到他们眼眶中的灵魂之火，不然就更麻烦了。段晨稍微松了口气，在后退的同时，手中的长剑却没有停下。只要看到有漂浮的灵魂之火靠近，段晨就毫不犹豫一剑斩落下去。且战且退。段晨由始至终都没有施展局部背化技能，在转职成为背化师之后，他每一次战斗都依赖局部背化这个技能，在段晨看来这绝非好事。他必须适应没有局部背化时的战斗方式，毕竟这个技能是存在冷却时间的，而且冷却时间高达2个小时。一旦这个技能正好在冷却中，他又遭遇强敌的话，难免会陷入被动。噗！一阵疼痛从段晨的大腿传来，一只骷髅精灵手中的斧头砍在段晨的大腿上，留下一道血痕。若是换成其他职业者，这一斧头下去，恐怕连腿都得砍断。可落在段晨的身上，却只是将他的皮肤划开一层，连筋骨都伤不到。非但如此，在神级反伤的作用下，那只骷髅精灵的血条还被反掉了一大截。神级反伤被动技能，当你遭受攻击时，会强制触发 1000% 的反伤效果，将受到的攻击10倍返还给攻击者。妈的，让你砍我！段晨一拳头轰在了骷髅精灵的脑袋上，直接将他的血条清空，猩红的枯骨散落在地上，陨落当场。妈的，老子受不了了！段晨一脚将另一只骷髅精灵踹飞出去，然后竟然顶着成群的怪物，犹如移动的山峦一般，朝着骸骨将军的方向冲撞过去。一只只怪物被撞飞，段晨的身上也多了一道道伤口。可这点伤势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看起来鲜血淋漓，好像很吓人的样子，可实际上每一道伤口都只是破开了皮肤而已。等战斗结束之后，随便用一些治疗药剂就能恢复。全他妈给老子去死！一路冲撞，段晨一只手突然探出，直接抓住了一只骷髅战士的脑袋，然后猛地抡起，朝着王座之上的骸骨将军砸了过去。轰！骸骨将军手中巨剑斩落，
将那只骷髅战士挑飞。给老子下来！伴随着一阵狂风，段晨那庞大的身躯已经冲到了骸骨将军的跟前，手中长剑横扫，硬生生将骸骨将军拍飞了出去，狠狠砸在峭壁之上。整个洞穴猛烈震动，一块块碎石从洞壁上滚落下来。骸骨将军狼狈不堪地站稳身子，朝着段晨嘶吼一声，然后提着长剑向段晨冲杀过来。战！许久之后，战场归于平静，黑夜之灵的效果消失，黑幕散去，骸骨地穴再次恢复。骸骨将军的尸体瘫在地上，已经化为一堆枯骨。在旁边还有一只骷髅猛犸的尸体，这只骷髅猛犸便是骸骨将军触发亡灵坐骑所召唤出的坐骑。不过坐骑虽然召唤出来了，却没能改变战局，最终还是被段晨斩了个粉碎。段晨的等级也在灭杀骸骨将军的那一刻提升到了10级。段晨长出一口气，取出几瓶治疗药剂，一股脑灌进嘴里。擦，有种奥尼尔喝小蓝瓶的感觉。段晨嘀咕一句，对自己的皮外伤不再理会，弯腰将刚刚爆出的东西收集起来。这件传说级的飓风短靴比辉夜谷寺留下的那件铂金级秋风短靴好多了呀，而且也是10级装备，刚好可以换上。段晨双眼一亮，露出兴奋之色。名称：飓风短靴，品阶：传说，等级10，防御720，敏捷200，技能：飓风之速，飓风抗拒。飓风之速，被动技能，佩戴者的敏捷属性额外获得 10% 增幅。飓风抗拒，被动技能，佩戴者在遭受致命伤害时会强制触发一股强大的斥力，将周围的敌人逼退，技能冷却1小时。第30章10级，实力暴涨一波。也就在段晨查看飓风短靴属性的时候，一声提示突然出现了。叮！提示：你成功达到10级，技能野蛮生长触发，你的身体会在30秒内完成一次跨越式生长，请注意。来了来了，那种充血然后迅速变大的感觉又要来了。段晨屏住呼吸，让自己的身体尽量的放松下来。每一次野蛮生长，他的骨骼和血肉都会迅速变大，那种肌肉撕裂、骨头破碎般的疼痛让段晨痛不欲生。啊！突然，段晨口中嘶吼一声，撕心裂肺的疼痛瞬间席卷全身。虽然已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可这一次野蛮生长所带来的疼痛明显比之前更加猛烈，就如同爆发的火山不断冲击着他体内每一个细胞一般，痛不欲生。段晨的脸色苍白，脑门上冷汗滴滴答答的掉落下来。只见他的肌肤出现一道道裂痕，整个身体迅速膨胀开来。6米、7米、8米，我操，这次是要长多大啊？都已经8米了，还在长。段晨有些懵了。还好这里是骸骨地穴的最深处，噩梦级副本的地形也比普通级宽阔了许多，可即便如此，头顶的洞壁也只有不到10米高。段晨的身躯还在膨胀。砰！一声闷响，他的脑袋撞在了上方的洞壁上，吓得他连忙弯下腰，让自己的身体稍微佝偻一些。又过了片刻，他的身体终于停止了生长，那剧烈的疼痛也如同潮水般退去。呼！段晨一屁股坐在地上，擦了擦脑门的汗珠。我这是长了多高啊？段晨查看了一下身体，又看了一眼上方的洞壁。10米！我竟然从5米直接长到了10米！我尼玛这么高，以后连寒天城的城门都进不去了吧？如果想从城门走，我他妈是不是得爬进去？段晨拍了拍脑门，翻了个大大的白眼。此时他的身体已经暴涨到10米，坐在地上就如同一座小山一般，胸口起伏，呼吸出的热气都会带起一阵微风。段晨又看了看自己的双臂，还有身体其他部件，还特意撩开了裤腰，朝着里面看了一眼。我尼玛至少80厘米，这还是自然下垂的状态，如果再稍微激动一些，搞不好就1.5米了。这和莫里尔的身高差不多了呀。真被莫里尔说中了，就我这样的，以后怕是一辈子都碰不了女人了。段晨的表情一僵，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一个画面。画面中，莫里尔站在他的身边，双臂张开，艰难地抱住。哎呀我去，好吓人！下意识的，段晨看了看自己的双手。兄弟，以后就只能和你们相依为命了。段晨甩了甩脑袋，将这乱七八糟的念头甩开，随后再次整理物品空间的装备。辉夜谷寺是帮了大忙了，还剩下4件10级的装备。段晨双眼放光，这条红莲项链也终于能戴上了。红莲项链，神器，一落铠甲，史诗，怒涛护腕，铂金，斜蝎护腰，传说。段晨将红莲项链、怒涛护腕穿戴上，却留下了一落铠甲和斜蝎护腰。他打算将吃骨之精用在传说级的斜蝎护腰上，将品质从传说级提升到史诗级，然后把赤鬼黑魄用在一落铠甲上，将这件装备的品质从史诗级进阶为神器。
在众多装备中，铠甲和武器的属性最高。如果不考虑自带技能，只看基础属性的话，铠甲和武器对职业者无疑是最重要的。也正因为这个关系，段晨才决定给遗落铠甲进阶。叮！提示：你成功使用吃骨之技。提示：你成功使用赤鬼黑破。一道道光划将遗落铠甲和邪蝎护腰笼罩其中，两件装备的属性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名称：遗落铠甲赤鬼黑破。品阶：神器。等级10。防御3000，力量1000。技能：技能增幅，防御强化，精神免疫，伤害转移，灼热领域。技能增幅，被动技能，佩戴者所有攻击技能威力提升 20%。防御强化，被动技能，佩戴者的防御属性额外获得 35% 的强化。精神免疫，被动技能，对蛊惑、魅惑、混乱等精神操控类技能完全免疫。伤害转移，主动技能，佩戴者在遭受攻击之时，可将接下来5秒之内遭受的攻击伤害进行储存，并在5秒之后反伤给指定目标，技能冷却30分钟。灼热领域，主动技能，佩戴者可使周围形成一个大范围的灼烧领域，对范围内的目标造成持续灼烧伤害，技能持续10秒钟，冷却3分钟。和同为神器的红莲项链一样，此时的遗落铠甲也自带了5个技能，属性就不用说了，高达3000点的防御简直爆炸。如果再配合段晨的神级防御技能，防御值会再次翻倍。更让段晨兴奋的是装备自带的技能伤害转移，可以储存5秒之内的所有伤害，然后将5秒内所有伤害转移到指定目标身上，这等于让我拥有了5秒的无敌时间啊！还有精神免疫、灼热领域，这特么才是神器，比红莲项链还要猛啊！名称：邪蝎护腰吃骨之精。品阶：史诗。等级10。防御1100，力量300，精神300。技能：邪蝎之毒，伤害减免，技能增幅。邪蝎之毒，被动技能，佩戴者的攻击有 30% 几率触发剧毒，对中毒者造成持续伤害。伤害减免，被动技能，佩戴者遭受攻击时将会减免 20% 的伤害。技能增幅，被动技能，佩戴者所有攻击技能威力提升 10%。不错不错，段晨已经笑得合不拢嘴。这一身装备换上之后，属性直接暴涨一波。片刻之后，段晨让自己的心情稍微平复一些，然后又看向最后一样物品，正是骸骨将军爆出的骸骨替身。第31章，兄弟，你咋又大了？特殊物品，这介绍有点意思啊。段晨自语道。名称：骸骨替身。介绍：一次性特殊物品，使用之后可召唤一具拥有嘲讽效果的骸骨替身。在骸骨替身持续的时间内，替身将会对范围内的敌人强制嘲讽，为使用者吸引火力。提示：骸骨替身无视任何伤害，持续时间为3秒钟。这东西关键时刻能够保命啊！可惜只能使用一次，而且持续时间只有短短3秒钟。段晨叹息一声，但还是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这一轮更换装备，段晨的实力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件神器傍身，再加上背话术的专属技能，就算是面对20级的职业者，段晨也丝毫不在话下。是时候离开这里了，寒天城主派来的人应该也到骸骨地穴副本的入口附近了吧？段晨整理一下装备，在治疗药剂的作用下，他的皮外伤早已止血结痂，用不了多久就会完全愈合。一道光芒过后，段晨的身影消失不见。骸骨地穴入口法阵，段晨刚刚站定，便看到了不远处的一队城主府士兵，为首的竟然是罗素，他可是城主府骑兵团的团长，寒天城主竟然把他给派到了这里。段晨愣了一下，心中感激无比，不用想也知道是因为他，所以才把罗素安排了过来。我擦！罗素瞪大双眼，第一眼看到段晨之后，直接就懵逼了，竟然吓得一个踉跄，险些坐在地上。不只是罗素，跟在他身后的城主府职业者也都吓得倒吸一口凉气，而那些原本就在入口法阵附近的人也都傻眼了。段晨，你真的是段晨？罗素的声音有些发颤，你咋又变大了？这得有10米了吧？轰！一声巨响，段晨从法阵中走了出来，地面剧烈晃动，就连身后的副本法阵也跟着震动几下，法阵散发的蓝色光芒竟然猛地一暗。我的天哪，我怎么感觉副本法阵差点被踩崩溃啊？这应该不至于吧？还从未听说过副本法阵会崩溃的。这是段晨，他不是5米高吗？进入副本之前还5米呢，怎么出来就变成10米了？你们看他身上的铠甲，哪里是什么铠甲啊？感觉好像把城墙穿在身上了，太厚了。他脚上的鞋子
那哪里是什么鞋子啊，根本就是2艘船啊！议论之声此起彼伏。段晨朝着周围看了2眼，然后一步步朝着罗素走了过去。轰！轰隆隆，每一步跨出，地面都猛烈地震动一下。明明只是普通的走路，却给人一种触发群体攻击的错觉。那震荡的地面，走路带起的狂风，把周围的人惊得连连后退。罗素怪叫一声：“段晨，小心点，别踩到我，小心点！”我操，太吓人了！等到段晨停下来之后，罗素忍不住擦了擦脑门的冷汗。段晨有些尴尬，背化师的被动技能升级就变大，我这也没办法呀。而且从目前看来，这种变化还是不可逆的，至少现在我还没办法缩小，让身体恢复本来的模样。听到这话，罗素忍不住惊叹连连：“段晨，你这是几级了？10级？啥？你这么快就10级了？”罗素倒吸一口凉气，10级就已经是这个身高，那以后的变成啥样？我感觉你这一拳头砸下来，能把我砸成肉泥。怎么可能？咕噜！段晨眨了眨眼，只觉得一阵饥饿席卷而来，肚子里也跟着发出咕噜噜的响声。罗素愣了一下，饿了。段晨点了点头，然后取出一包干粮，然后又尴尬了，就他手里这包干粮，普通人倒是够吃几顿了，可对于现在的段晨来说，却连塞牙缝都不够。罗素回头看了一眼，你们都愣着干什么？都谁带吃的了？快拿出来！我的天哪，小老弟，就你这身材，一顿饭不得干掉我1个月的口粮啊！很快，一大堆食物堆在了段晨的面前。罗素，别客气，吃吧。段晨，多谢。砰！一声巨响，段晨一屁股坐在地上，地面再次震动一下，随之还有一大片的灰尘四散开来。段晨心里苦啊，罗素刚才说的还是有些保守了，1个月的口粮，段晨要想填饱肚子，恐怕得普通人1个半月的口粮才行。这以后吃饭都是个问题，这可咋整？段晨将一大堆吃的塞进嘴里，短短片刻就把所有食物都吃了个一干二净。谢了，罗素团长。段晨感激道。罗素，太客气了，你也别叫我团长了，若是不嫌弃的话，以后直接叫我罗大哥好了。段晨嘿嘿一笑，罗大哥。罗素昂着头，段晨笑的时候，刚好几滴唾沫星子掉落下来，差点糊在罗素的脸上，还好他躲得快。大，太大了，身体大，唾沫星子也大。罗素，你以后外出历练一定要做好充分准备，尤其是去远离城市的区域更是如此，还有一些怪物烤起来很好吃的。段晨点点头。罗素的话倒是提醒了他，普通的食物不够他填肚子，那怪物的尸体呢？抓来一些烤着吃倒也不错，尤其是那些体型庞大的怪物，不是刚好适合他吗？罗素坐在段晨身边，严肃道：“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们会跟着你，直到你历练结束，顺利参加高3大考。”听到这话，段晨苦笑一声：“罗大哥，实在没有必要。”还未等他说完，罗素就抬手打断道：“这是城主大人的命令，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段晨，昭和国的那几条狗还没有消息吗？罗素摇摇头，暂时没有。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们肯定还停留在寒天城附近，只是不知道到底躲在哪里而已。第32章，刺杀如坠冰窖。段晨犹豫一下，问道：“罗大哥，你觉得那几个昭和狗的目的是什么？”罗素摇摇头：“谁知道呢？按照城主大人的分析，昭和国的使团进入龙国，他们真正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什么赌注，只是想通过这种手段来提升昭和国国内的情绪。无论使团是生还是死，只要昭和国高层操作得当，都可以让他们国内的情绪暴涨，有利于即将到来的小世界国战。至于从使团脱离出去的4个人，谁知道他们到底要干啥？”哦，段晨微微点头。罗素所说的这些话，竟然和莫里尔判断的一模一样。莫里尔和他一样，只是刚刚完成转职的高3学生而已，竟然能有这样的见识。段晨心里不禁有些佩服。此时天色已晚，段晨经过持续的战斗，也感觉有些疲惫。唉，段晨微微叹息一声。罗素，怎么了？段晨无奈，我现在这模样，以后连家门都进不去了，我那张单人小床，怕是连我一条腿都放不下了。听到这话，罗素也无能为力，以后说不准还能变小的，也许背画师的某个专属技能可以让你变回原来的模样，总不可能一直无休止的变大下去吧。段晨耸耸肩，希望如此吧。罗素，要不你和我回城，我带你去咱们寒天城的军营休息，军营的练兵场很宽敞，总比在这里好。而且你有定点传送时，休息好了直接再传送过来就是了。段晨双眼微微一亮，去军营休息倒也不错，虽然一样没有床没有被褥，但也总好过在这荒郊野外的。此时距离骸骨地穴副本入口千米开外，一行4人正小心翼翼地隐藏在密林之中。
看到了，是那个段晨，他的身体变大了1倍，其中一人背着一把长弓，双目死死盯着远方，瞳孔中倒映着段晨的身影。变大了？你没有认错吧？确定是段晨吗？不是说他只有5级吗？这模样乃像是5级的样子。另一人问道。这人腰间挂着2把匕首，应该是一位刺客。弓箭手冷声道：我虽然没亲眼见过段晨，但山田次郎给我私信里有详细的描述，肯定是他。他先前进了骸骨地穴副本，应该是又升级了。又升级了？就算又升级了，也不可能从5米变成这么大吧？那特么得有10米了吧？旁边另外2个职业者分别是盾战士，还有一位拿着双手剑的剑士。盾战士，哥几个，咱们是回不了昭和国了，所有人都死了，破戒石也不在我们手上。咱们现在能做的，只是尽可能的猎杀龙国年轻一代的天才。这个段晨赢了辉夜谷寺，据说还是唯一性的隐藏职业，他必须死，这也是主使大人临死前留下的任务之一。4人相互对视一眼，然后身形一晃，便消失在了原地。短短片刻之后，密林之中便传出一阵阵咆哮之声，地面微微震动起来，一只只怪物好似受到惊吓一般，一路狂奔而出，发疯似的冲出密林。短短片刻，怪物就已经达到了1000余只，其中等级最高的怪物已经是30级左右。轰轰，地面震动，成群的怪物犹如潮水一般涌出，直奔着骸骨地穴副本入口的方向狂奔而去。如此巨大的声响，当即就引起了段晨等人的注意。段晨猛地站起身，朝着远方看去。兽潮！罗素眉头紧锁，怎么会有兽潮出现？所有人立刻使用回城石。因为已经入夜的关系，副本入口周围的人要比白天少了很多，但也一样有一些历练小队在此搭着帐篷休息。听到罗素的话，又看到远处急速而来的兽潮，一些人二话不说，直接拿出了回城石。那可是兽潮啊，而且至少有1000余只，就副本入口附近这几十号人，就算能挡下这个小型兽潮，恐怕也有不少人把命丢在这里。这个时候使用回城石，又或者登上骸骨地穴的副本法阵，直接进入副本躲避才是最好的选择。一道道光芒从一个个职业者的脚下升起。回城石引导开始。罗素、段晨，快使用回城石。段晨点点头，倒也没有婆婆妈妈，没有耽搁，直接拿出一块回城石。可就在回城法阵的光芒出现在他脚下，回城引导时间开始的时候，一道尖锐的破空声突然响起。罗素见状，惊呼一声：段晨，小心！说话的同时，他也拉开手中长弓，一根箭矢激射而出，直接朝着飞来的箭矢迎了过去。轰！一声巨响，2根箭矢在空中碰撞，瞬间炸裂成无数碎片。原本罗素也已经开始了回城引导，可这一根箭矢却生生将他的引导打断。这还没完呢，一个犹如鬼魅般的身影出现在了段晨的身后，森冷是寒意瞬间让段晨如坠冰窖，死亡的感觉席卷全身，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就好像下一刻便会被刺穿心脏，撕碎灵魂一般。罗素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城主府骑兵团其他职业者见状，也都大惊失色。那是一个极为恐怖的刺客，竟然逃过了所有人的视线，直接摸到了段晨的近前，连罗素这个49级的弓箭手都没有察觉到。对方明显是奔着段晨来的，而且是趁着大家都在使用回城时，正在回城引导的时候出手，先用一个箭矢吸引注意力，然后由一位刺客从另一个方向偷袭。如此配合，如此娴熟的手段，绝非寻常职业者能做到的。完了！罗素心若死灰，在他眼中，段晨虽然天资强悍，背画师的一些手段也极为强大，可说到底也只是一个10级的职业者。就算拥有越级挑战的实力，在罗素看来，能越级打得过15级甚至20级的职业者就不错了。可眼前这个犹如鬼魅般的刺客，是一位50级的刺客啊！此时此刻，那刺客的身形高高跃起，双手各握着一把匕首，直奔着段晨的后颈狠狠刺了下去。如此近的距离，如此快的速度，无论是罗素还是其他人，都已经来不及救援。即便是段晨，也完全没有躲避的机会。段晨，小心！是昭和国的刺客。第33章，我这还没出手，咋就死了？昭和国的刺客。听到这几个字，原本正在引导回城的职业者全都停止了动作。这一刻，在场所有龙国职业者全部取消了回城，无论等级高低，无论男女，即便是只有10级左右，即便实力低微，脚下的回城法阵也都在瞬间消失。哪怕所有人都知道几秒钟之后兽潮就会迎面来，可能会将他们踏成肉泥，他们也没有半点犹豫。是昭和狗！妈的！一声声怒吼。可此时此刻也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个刺客的匕首刺中段晨，刺入段晨后颈的血肉之中。段晨双眼圆瞪，在那2把匕首刺入血肉的一瞬间，一阵麻痹的感觉袭来，整个脖子出现一瞬间的僵直，不过下一瞬间便恢复了。
什么情况？段晨微微一怔，后颈可是要害，对方一个50级的刺客全力一击，竟然没有触发我的飓风抗拒。飓风抗拒，被动技能，佩戴者在遭受致命伤害时，会强制触发一股强大的斥力，将周围的敌人逼退，技能冷却1小时。也就是说，这个刺客的攻击对我根本无法造成致命伤害，所以没能触发。而且刚刚那一瞬间的麻痹，说明对方的攻击带有麻痹效果，可为何一瞬间麻痹感就消失了？段晨来不及多想，电光火石之间连忙开启了伤害转移。这是遗落铠甲进阶成神器之后获得的技能，也是段晨第一次施展出来。伤害转移，主动技能，佩戴者在遭受攻击之时，可将接下来5秒之内遭受的攻击伤害进行储存，并在5秒之后反伤给指定目标，技能冷却30分钟。此时，那个昭和国刺客已经懵逼了。先前在远处观察段晨的时候，虽然感觉段晨的身躯庞大无比，可是远没有如此近的距离来的震撼。这就是背画师吗？只是脑袋就接近1.5米，我在他面前连侏儒都算不上。我的匕首在他的面前就 TM 和牙签似的，如此坚硬的肌肉，匕首刺入之后险些被肌肉夹住拔不出来。还有我的匕首自带的麻痹效果呢？明明持续3秒钟的麻痹，为什么没有触发？是因为它太大了？不过更可怕的还在后面呢。噗！昭和国刺客在匕首拔出的一瞬间，只觉得一股撕心裂肺般的剧痛席卷全身，一口鲜血便喷了出来。我操，反伤！这他妈的反伤比例到底是多少？他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在身形向下跌落的同时，手中匕首艰难的再次刺出。噗！匕首在段晨的脊背上留下一道深深的血痕，在恐怖的神级反伤之下，昭和国刺客只觉得浑身骨头都像被碾碎一般，一道道鲜血从他的身上飙出，一瞬间便将他染成了一个血人，身体如同破布袋一般狠狠摔在地上。死了，死不瞑目！一个50级的刺客2次爆发全力一击轰击在段晨的身上，结果硬生生把自己给反伤死了。罗素傻眼了，隐藏在远处手中弓弦拉满，正准备出手偷袭的昭和国射手也傻眼了，就连段晨这个始作俑者一时间也没反应过来。啥情况？我都没动好吗？不是不想动，对方的攻击速度太快，我根本都来不及反应，只能在关键时刻施展了一下伤害转移，而且还只是触发了吸收伤害，还没有将吸收的伤害真正的转移出去，结果对方就嘎了。这可是50级的刺客啊！段晨猛然惊醒，此时兽潮已经冲击到了骸骨地穴副本入口附近，那一只只狰狞的怪物密密麻麻，犹如潮水一般，地面猛烈震动，嘶吼声震天动地。罗素怒喝一声，一根箭矢瞬间射出，箭矢在半空中分裂开来，化作一片箭雨朝着兽群轰击下去。分裂箭矢，其他职业者见状也第一时间发动攻击。防御，火墙术，盾击，肉盾职业上前护住脆皮职业。兽潮当前，昭和狗在侧，放下仇怨，战！杀！吼吼！最前方的怪物血条巨降，但却并未阻拦住他们的冲击，只是一转眼，前方几个盾战士就被撞飞出去。段晨瞳孔一缩，视线瞬间锁定在一只体型最为庞大的怪物身上，名称狂暴西王巨蜥之灵 BOSS， 等级33级，血量50万，力量6000，敏捷300，精神300，防御4500，技能狂暴冲击、践踏、铁甲、同族强化。狂暴冲击，主动技能，狂暴西王在施展狂暴冲击之时会进入霸体状态，无视一切控制技能，对前方目标造成恐怖冲击，持续时间30秒，冷却5分钟。践踏，主动技能，对周围范围目标造成巨大伤害，并使目标陷入眩晕状态，眩晕持续1秒，技能冷却2分钟。铁甲，主动技能，铁甲持续时间内，狂暴西王获得 30% 的减伤效果，持续30秒，技能冷却3分钟。同族强化，被动技能，当狂暴西王身在战场之时，巨蜥之灵其他怪物将会获得 5% 的额外属性加成。33级的大 BOSS， 好强！段晨瞳孔一缩，先前他硬生生承受昭和国刺客2次攻击，伤害转移所吸收的所有伤害都已经储存，没有半点犹豫，段晨手中巨剑猛地向前挥动，轰！伤害爆发！50级刺客2次全力一击爆发的伤害，在这一刻全都锁定在了那只狂暴西王的身上。-231241， -251158。轰！狂暴西王浑身剧颤，一身厚重的皮甲崩裂开来，一道道鲜血狂飙而出。我擦，这么狠！我刚才竟然硬生生承受住了这样的攻击。段晨倒吸一口凉气，伤害转移所爆发的恐怖威力，
让他真正认识到了一位50级刺客全力出手的恐怖。可就是这样的攻击，他刚才却完完全全的受住了。轰！狂暴西王的身躯摔在地上，向前滑出10余米，直接撞到了段晨的脚边。还未等他起身，就被段晨一脚踩在了脑袋上。第34章100米大剑横扫一切。嗷！狂暴西王愤怒的咆哮。此时他已经浑身染血，鲜血从皮甲上汩汩流出。33级的大 boss 体型已经非常的庞大，只是四肢站在地上便已经有4米多高。不过这样的体型在段晨的面前还是小了许多。还想起来，段晨双眼一凝，手中的落魂剑已经高高举起，局部背化。轰！狂风涌动，本就巨大的双臂猛地伸展开来，落魂剑也随之暴涨。刹那间，双臂和长剑已经变得犹如擎天柱一般。双臂暴涨到接近50米，落魂剑的长度竟然暴涨到100米。去死！段晨狂吼一声，剑几下压而去，带起一阵恐怖的音爆，狠狠轰击在了狂暴西王的脑袋上。轰！头骨炸裂，鲜血混杂着脑浆迸射而出，狂暴西王的脑袋瞬间4分5裂，陨落当场。几件装备还有一本书籍爆出，段晨随手收入物品空间。下一瞬间，他手中的巨剑再次甩动，100米巨剑就如同一座倒塌的城墙一般，直奔着前方的兽群砸落下去。狂风激荡，刺耳的剑鸣响彻天地，剑锋斩落带起的恐怖威势笼罩数百米，竟将整个战场囊括其中。落魂剑被动技能灵魂尖啸触发，来自灵魂深处的刺痛让战场上所有怪物哀嚎不已，一些等级低的怪物直接在狂奔之中瘫倒在地，血条见底，一个个巨大的伤害从他们头顶飘起。轰！巨剑砸落，剑锋之下数十只怪物被瞬间秒杀，还有100余只怪物直接被强大的冲击力撞飞出去。再加上灵魂尖啸爆发的范围伤害，段晨竟凭着一击改变了整个战局，将一往无前的兽潮硬生生的逼停了下来。这他妈真的只有10级？罗素咽了口唾沫。不过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趁着一众职业者士气大增，罗素暴喝一声反击。李秀、张衡，给我把那几个老鼠揪出来，不惜一切代价。是。吼吼！2个弓箭手策马而出，直接迂回到了兽巢之外。2人双目如电，死死地盯着周围的风吹草动。在众多职业当中，弓箭手相关的职业视力往往是最好的，而且大多都拥有感知和探测类的技能，在大规模作战的时候往往会和刺客配合成为斥候小队。李秀、昭和狗，老子就站在这里，你的箭矢呢？难道不锋利了？张衡，不敢射箭，怕我们锁定你的位置。来啊，你应该能一箭秒掉我，怎么不出手？怒喝之时，张衡朝着最初箭矢射来的方向瞄了一眼，但那边早已没了动静，明显对方在射出一箭之后便转移了位置。他们2人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用自己的命把招和国的刺客引出来，他们死没关系。可若是让那几个昭和狗继续活着，那才是后患无穷。战场之上，战局已经转变。只见段晨双手握住巨剑，整个身体朝着前方疯狂地转动起来。呼呼！长剑扫出，犹如一个收割生命的巨大轮盘，每一次转动都带起一道道鲜血，一阵阵哀鸣。鲜血横飞，碎肉四溅，一个个怪物的身体被轰击得4分5裂，内脏洒落一地。狂风席卷整个战场，明明施展的不是技能攻击，可爆发出的效果却堪比大范围群体技能。那犹如山峦般的身躯，那100米长的巨剑就如同降临的天神一般，让所有人都震撼无比。这也太夸张了吧！10级？听说他前几天才刚刚完成转职，在50级刺客的全力刺杀下活了下来，还把刺客给反伤死了。我原以为这已经够夸张了，可当看到他轰击兽巢的时候，我他妈才知道夸张的还在后面。难怪昭和国的刺客会刺杀他这样的人物，如果投入到小世界国战，必然会让昭和国损失惨重。小世界国战的进入等级要求是随机的，谁知道这次国战的进入条件是什么？段晨未必有这个机会的。一些职业者已经停下了手中的动作，不再去攻击怪物，他们小心翼翼地弯着腰，朝着战场外退去，生怕一不小心被段晨的100米巨剑波及到。还好段晨在出手的时候兼顾整个战场，长剑挥动避开了每一个职业者，否则没准真有人会被波及到。另一边，罗素手中长弓不断地拉成满月，一根根箭矢飞射而出，锁定那些侥幸躲过段晨巨剑的怪物。噗噗，箭矢击射带起一道道尖锐的破空声。同时，罗素还不忘把这边的消息禀报到城主府。全民转职的世界，消息传递往往是最为方便的，除非有传递壁垒，又或者是身在2个不同的空间，否则完全可以通过好友栏对话来传递信息。妈的，你们躲那么远干什么？
罗素咆哮道：“远程职业者，给我收割！难道段晨还能怪你们抢经验？远程技能，速战速决！”已经退出战场的一众职业者不敢反驳，几位法师、弓箭手等远程职业者连忙抬起手中武器，轰轰！一道道冰锥击射，一颗颗火球坠落，一根根箭矢呼啸而来，怪物成片的陨落。千余指怪物组成的兽潮，此时已经被轰杀了80%，整个战场散落着碎肉和鲜血，充斥着刺鼻的血腥味，犹如炼狱一般。远方矮树丛之中，3位昭和国职业者低沉着身子，目光颤抖地望着战场上那庞大的巨人，他们的瞳孔收缩，只感觉一只手死死握住他们的心脏一般，让他们感觉呼吸都困难了许多。怎么会这样？唯一性的隐藏职业，我们也见识过几位，可无论是哪一位，在10级左右的时候都不可能如此强大吧？他根本就不是人，更像是怪物。不但是段晨让他们感觉到震撼，那些龙国的职业者也同样让他们心神震颤。在面对兽潮的时候，他们明明已经选择使用回城时逃走，可在听到昭和2字之后，所有龙国职业者无论等级高低，无论男女，无论实力强大与否，竟然全都在第一时间切断了回城引导。就因为昭和，他们放弃了逃走的机会，选择留下了，即便会被兽潮践踏的尸骨无存，他们也在所不惜，毫不退缩。远处，李秀、张衡这2位城主府的弓箭手还在谩骂着，搜寻着。昭和狗，有种出来，我他妈看到你们了！狗就是狗，只敢躲在暗处偷袭那个弓箭手，你应该有50级吧？来，秒掉我！该死，该死！龙国的职业者在面对昭和国职业者的时候都不怕死吗？他们是疯子吗？3个昭和国职业者脸色苍白，这一刻他们怕了。即便他们能轻易将那2个龙国弓箭手秒杀，他们也怕了。昭和国射手不敢攻击，他知道自己一旦射出这一箭，必然会被对方瞬间锁定方向，到那时恐怕连逃走的机会都没了。第35章寒龙殿主。3个昭和国职业者相互对视一眼，走，先离开这里，再找机会。这个段晨总有落单的时候，我们肯定还有机会。昭和国射手的脸色阴沉无比，脑海中回想起同伴被反伤致死的画面，心里一阵突突。有机会？我若是一箭射中段晨，会不会也被反伤死？他的反伤比例到底是多少？反伤效果是来自于身上的装备，还是他自己本身的技能？没人知道。现在他们也不想去尝试。此时此刻，他们最好的选择就是暂时离开，然后寻找下一次机会。踏踏，一阵阵急促的马蹄声响起，夜色中一团团火光急速而来，数千人的队伍从寒天城的方向举着火把一路狂奔，其中有城主府的军人，也有寒龙殿的行会成员，甚至还有很多散修职业者。这还只是寒天城方向来的，其他几个方向也同样有成群的职业者出现。妈的，昭和狗在哪里？小卡拉比敢在我们龙国地盘撒野，地毯式搜索，一个角落都不要放过。兽潮肯定是他们引来的，人应该就躲在这周围。轰隆隆，密密麻麻的职业者出现。看到这一幕，3个昭和国职业者的心都凉了半截。逃，快逃！3人不敢有半点停留，身形在树丛和夜色的掩护下转身就走。这里是龙国，因为空间壁垒的关系，他们手里的回城石无法使用，只能拼命地将敏捷和速度爆发到极致。跑！嗖嗖！连续几道尖锐的破空声，已经有弓箭手发现了他们的存在，当即拉开弓弦和战弩，一根根箭矢飞射而来。快，我看到他们了！投掷火把，将那边照亮，别让他们跑了。包围，骑马的、有魔宠坐骑的，全他们给我绕过去。小心一点，那3个家伙应该都是50级的职业者。50级咋了？只要能拖住他们，老子的命不要都可以。一声声咆哮在夜色中传开。此时，寒天城主也在队伍之中，他的身边还跟着一个身披战甲的中年人。中年人的面容和宁远州有几分相似，正是寒龙殿的殿主。为了围剿几个昭和国的职业者，寒天城已经是不遗余力，几乎把能调动的力量都给调动了。如果不是搬不动，寒天城主没准把城墙上的城防炮都得搬来。妹夫，还愣着干什么？走吧。在寒天城外的时候，圣兽剑豪一击把所有昭和国的人都灭了，害得本城主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我手中的战斧已经很久没引昭和狗的血了。寒天城主狂笑一声，坐下的魔宠荒原狼王狂奔而出，带起一阵飓风，直奔着3个昭和国职业者冲了过去。寒龙殿主嘴角翘起，也策马跟了过去。寒天城主，妹夫，我如果是你，就趁早把那只暴雪皇换掉，然后搞一个能当坐骑的魔宠，看我这荒原狼王骑着多霸气。寒龙殿主，适合的，
才是最好的，我的暴雪皇很好，这辈子都不可能换掉。全都让开，这3个狗杂种交给我们！一声暴喝，追击的龙国职业者朝着两旁让开。地裂，寒霜，二人同时出手。寒天城主手中战斧斩落，刹那间漫天浮影轰然落下，铺天盖地朝着那3个昭和国职业者斩下去。寒龙店主手中的长剑搅动，一层层寒霜从剑锋之上挥洒而出，前方近100米的地面顷刻间被冻结。不好，快躲开！井上君，快施展防御技能挡住！3个昭和国职业者，其中一个是射手，另一人是盾战士，最后一人是主攻的大剑士。3人都是50级的职业者，可是，在面对寒天城主和寒龙店主的攻击时，3人却连招架的余地都没有。即便是那个盾战士，也只是勉强举起盾牌，然后便被迎面而来的巨斧斩飞出去。另一边，兽巢早已被屠戮一空，战场之上一片狼藉。段晨气喘吁吁地望着远方，眼中尽是震撼。寒龙店主，寒天城主，他们2人的实力竟如此恐怖。3位50级的昭和国职业者在他们面前连一招都扛不住，别说是2人联手了，就算拉出其中一个人，应该也能顷刻间将这3个昭和狗解决掉吧。罗素哈哈一笑，来到段晨的跟前，我们城主大人是不是很猛？61级稀有职业狂战士，当年还参加过小世界国战呢，在战场上一路横推，只恨当时没能和他一起上战场。不过那个宁店主更厉害一些，已经65级了，而且还是史诗级职业冰霜剑士，天资强悍无比，可惜养了一个纨绔儿子。不过宁远舟虽然纨绔了一点，飞扬跋扈了一点，废物了一点，可骨子里倒是不坏。段晨眨了眨眼，你这是夸宁远舟呢，还是损宁远舟呢？这时一阵怪叫从远处传来，喂，看这里，我宁远舟啊，段晨兄弟，你咋又变大了？我操，你这得有1米长了吧？宁远舟一路怪叫着跑过来，咋样，没事吧？一听说你有危险，我直接从青楼爬出来，连衣服都没穿好就来了。哪天带你去一趟青楼，非得把那几个小娘皮吓得两眼翻白，他们竟然敢嘲笑我是小豆芽，这口气你得给我出了。段晨拍了拍脑门，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让我去青楼？你是嫌他们活得太久吗？宁远舟嘿嘿一笑，抬手指向远处的人群，陈家的人来了，家主陈元峰亲自带队，听说那个陈若曦还是你的同学呢，他是德鲁伊对吧？这个职业可不多见。你们玉红高中的院长、老师都来了，连罗刹高中的人也来了。段晨转头看去，当看到那一个个熟悉的身影，心中感激无比。庞大的身躯一步步靠近过去，他尽量让自己的脚步轻一点，免得地面震动太厉害，吓到别人。院长好，陈老师好。段晨停下脚步，说完又觉得自己站着太高，于是干脆蹲了下来。玉红高中院长莫惊鸿看着自己的学生，张大嘴巴，一时间有些说不出话来。一旁班主任程佑威也是瞪大双眼，金丝眼镜都差点掉下来。程佑威有些不确定，段晨。段晨嘿嘿一笑，没认错，就是我。程佑威咽了口唾沫，余光下意识地瞄了段晨的腰下，我的天哪！下一秒钟，程佑威两眼一翻，莫惊鸿，程老师，你怎么了？陈若曦将程佑威扶住，老师，你还好吗？嗨嗨。程佑威咳嗽几声，掩饰一下自己的尴尬，没事没事，就是看到自己的学生如此优秀，太过激动而已，让我喘一会就好了。段晨眨了眨眼，你确定是因为这个？我刚才怎么看你在瞄我的裤裆？我怎么总感觉你在缠我的身子？第36章，大人物们。院长和几位老师赶到这里，段晨心中感激无比。莫惊鸿介绍道，段晨，这位是陈家的家主，也是陈若曦的父亲，和我可是生死之交，以后有什么需要大可以找他帮忙。这时陈家家主陈元峰已经走到近前，我听若曦提过你很多次，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啊。在此之前，他让自己的女儿陈若曦主动添加段晨为好友，原本也是看中段晨是唯一隐藏职业的身份，想要在段晨的身上投资一下。可他万万没想到，段晨的成长竟然如此夸张，5级的时候便以强势之姿秒杀了10级的昭和国鬼剑士，现在才10级，竟然硬扛住一位50级刺客全力袭杀，然后靠着反伤的能力硬生生将对方反死。据说那只狂暴西王也是被段晨灭掉的。陈元峰没有亲眼目睹刚才的战斗，但从战场上的痕迹来看，其中应该有超过一半的怪物是直接死在段晨手上的，另一半怪物也是在段晨攻击下遭受重创，然后被其他职业者收割的性命。10级就已经如此恐怖，那20级、30级呢？又会成长到怎样的程度？可惜长得太大了，不然想办法让女儿和他拉拉关系，说不准有机会成为我陈家的女婿呢。可现在
陈元峰看着眼前10米高的巨人，只觉得心跳都慢了半拍。就这身材，若是把女儿嫁给了他，搞不好第2天就得亲手给女儿收尸了，太 TM 吓人了。不过女婿当不成，当朋友倒也不错。陈元峰抬起手拍了拍段晨的小腿，以后有机会来我陈家坐坐。段晨，多谢陈前辈。陈元峰点了点头，看了看自己的手，又看了看段晨的小腿，只觉得有些尴尬。长辈够不着晚辈的肩膀，只能拍小腿，好尴尬啊！眼见寒天城主等人朝这边走来，陈元峰又与段晨寒暄2句，便转身离去。段晨长出一口气，在完成转职之前，他还从未想过有一天会被这么多大人物关注。结果这才转职没几天，几乎寒天城最顶层的人物都认识个遍了，甚至连13镇国神将之一的圣兽剑豪都在关注他。你小子好样的！寒天城主哈哈大笑，然后回头朝着罗素说道：明天安排人手，直接把城门加高，上面的横梁直接拆掉。段晨是咱们寒天城的人，总不能让他过个城门都费劲吧？罗素连忙道：是，城主大人只是段晨的住处。您看，住处？寒天城主摸了摸下巴，单单身体就10米高，想让他宽敞的躺下，并且能在屋子里活动自如，这房子可不好找啊。而且这10米高还未必是段晨的极限，以后很可能会长得更高更大，难办啊！别说是城主府，整个寒天城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除非是在军营的练兵场给段晨搞一个大一点的帐篷。一旁宁远舟不断的给自己老爸使眼色，想让这位店主给想想办法安排一下。韩龙店主的表情有些尴尬，不是不想安排，是真不知道往哪里安排。段晨，要不就暂时住在我韩龙店的大殿吧。韩龙店主开口道，大殿内部的空间倒是够了，我会让人把门拆掉，重新加高。听到这话，段晨心中感激，却也有些无奈。哪有跑到人家行会大殿打地铺的？这若是传出去，以后韩龙店起不是被人家笑死？哎，太大了，难啊！2位前辈无需在意，晚辈现在只想抓紧时间提升实力。接下来一段时间，晚辈很可能会在副本里度过，在大考开始之前，应该不会回寒天城了。这样吗？寒天城主点了点头。昭和国职业者的威胁已经解除，你大可以放心去历练。补给的话，城主府会负责的。韩龙店主，补给还是交给我韩龙店的好。远处，陈元峰抬起一只手，交给我们陈家也没问题。所谓的补给，无非就是食物、药剂等等。以段晨的防御力，除非自己作死，否则很难会受到致命伤，所以基本用不上什么昂贵的治疗药剂。至于食物，段晨的饭量确实大，不过他已经打定主意，以后就认准烤肉了。带到一只体型差不多的怪物，直接往火堆上一架，往肚子里造就完了。所以补给什么的倒也不需要其他人帮忙。段晨拱拱手，拒绝了众人的好意。此时战场的战利品已经打扫完毕，兽潮爆出了一些装备物品，不过段晨并未理会，狂暴西王爆出的东西都已经被他收了，最好的都在他这里，就没必要再去和别人争其他东西了。除此之外，还有那个50级昭和国刺客爆出的装备也被段晨收了起来。寒天城主拍了拍院长莫金红的胳膊，将老院长叫到一旁，然后低声和老院长说了几句。莫金红点点头，折返回来。段晨，你和我过来，我和你聊几句。段晨心中疑惑，也不知道寒天城主和院长说了啥，竟然让院长如此严肃。疑惑之下，段晨跟着莫金红来到了旁边无人之处。莫金红上下打量着自己的学生，认真道：城主大人原本想亲自和你说，可他毕竟不是你的老师，担心自己说了太过逾越，于是想借我之口转达一下。实际上他要转达的也是我想说的。段晨连忙低下头，院长您请说。莫金红点了点头，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及，志不可满。段晨，你在同龄人当中已经强悍无比，在我的认知中，没有任何人在10级的时候能达到你这样的程度。你的成长太快，进步太快，再加上亲手灭掉一位50级的昭和国刺客，挥手之间震慑兽潮，我担心你会骄傲自大，天之骄子万千，可真正能成长起来的又有多少？因骄傲自负而中途夭折之人举不胜举，你定要谨记。轰！段晨瞳孔一缩，只觉得呼吸一紧。是啊，经过几次副本厮杀，几次和昭和国职业者的争斗，我确实渐渐变得自负了。见段晨听进去了，莫金红满意的点点头。你别觉得我们倚老卖老，上以谦虚为贤，下以傲淡为高，我们只会希望你变得越来越强，将来越来越好。无论是我，又或者是城主大人，都不希望哪天突然听到噩耗，听到你夭折的消息。莫金红的这些话总结成4个字，便是骄兵必败。别说他只是刚刚转职没多久的新人，即便龙国高高在上的13镇国神，将也深知这个道理。
段晨心中感激，连忙躬身：“院长放心，学生谨记教诲。”城主大人有心了，劳烦院长替学生表达谢意。第37章巨人头制专属徽章。又过了许久，人群渐渐散去，城主府、寒龙殿还有学校的人也都离开。临走之前，陈若曦特意上前和段晨打了个招呼。段晨礼貌性地说了2句，然后便在骸骨地穴副本的入口附近找了个空旷的地方休息。这一场大战让段晨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50级刺客爆出的装备里面有一件传说级短靴，不过等级太高，对现在的段晨来说完全没用。狂暴西王爆出的装备也同样如此。真正让段晨惊喜的是，狂暴西王竟然给他报了一件专属技能。技能名称：巨人头制。技能介绍：被化师专属被动技能，可以将身边的非生命单位当作投掷物，进行超远距离投掷攻击。你在施展被化类技能之时，所投掷出去的任何东西，在接触下一个目标之前都会维持被化状态，并强制触发暴击。暴击倍率将在2倍至5倍之间随机浮动。看着巨人头制的技能介绍，段晨倒吸一口凉气。他朝周围看了几眼，随手拿起一块大石头。如果他施展局部被化技能，然后再使用巨人头制的话，这块石头就会在脱手的那一刻瞬间变大，就和他的落魂剑一样，会变大10倍。而在击中目标并爆发出暴击伤害之后，这块石头失去攻击力，就会重新变回原来的大小。而且这还是超远距离的攻击技能，这个有点牛逼啊！我如果举起一块10米大小的石头丢出去，石头不是瞬间就变成100米大小？这等同于一座大山砸下去啊！试问哪一个城市能受得住这样的攻击？无论是城墙还是城门，恐怕没几下就得被轰得4分5裂吧。还有在战场上，我这一块石头丢在敌方人群里，先不说爆发的威力如何，单单那视觉画面就让人震撼无比。段晨咽了口唾沫，连忙选择学习。这可是神器啊，对他来说比一件神器比10件神器都要珍贵。昭和国职业者的威胁解除，那些守护新手副本的城主府军人也都撤离。昏暗的骸骨地穴中，段晨挺着巨剑一步步向前横推出去。这已经是轮回级的骸骨地穴，里面的终极 BOSS 骸骨将军等级已经达到了20级，而且属性也远超寻常的20级 BOSS。不过对段晨来说完全不是问题。片刻之后，段晨再一次来到骸骨地穴深处，又看到了高坐在王座之上的骸骨将军。嘿嘿，小骷髅，咱们又见面了。段晨咧嘴一笑，然后竟然把手中的落魂剑收了起来，随手捡起旁边的一块巨石。此时他已经维持着局部被化，双臂长度接近50米。那块巨石实际上并不算大，只有10余米的样子。喂，全雷打接球！眼见着成群的骷髅战士扑过来，段晨二话不说，直接把手里的巨石丢了出去。技能巨人头制。在巨石脱手而出的一瞬间，石头猛地变大，轰轰隆隆，仅仅一击，前面成群的怪物就被撞得崩溃开来。随后段晨又捡起一块石头，我丢，轰轰隆隆。片刻之后，整个地穴已经一片狼藉，地穴深处已经坍塌，王座破碎，轮回级的骸骨将军也已经尸骨无存。由始至终，段晨都没有靠近骸骨将军一步，就那样硬生生用石头把人家给砸死了。一道光芒从段晨身上闪过，提示你的等级提升1级，等级14级。段晨看着眼前爆出的物品，双眼一亮。他刚才没有对骸骨将军使用真实之眼，没有提前查看骸骨将军死亡会爆出什么，此时看着眼前的东西，顿感惊喜。这是一枚只有硬币大小的徽章，掉落在废墟中，如果不是段晨眼睛尖，都差点错过了。名称：骸骨之灵徽章，品阶：专属，等级0，全属性正 20%， 技能：黑夜之灵，卡牌继承。黑夜之灵使战场陷入极度黑暗，范围内所有敌人全属性降低 10%， 黑夜之灵持续时间10分钟，冷却1小时。卡牌继承可融合骸骨将军变身卡，使该装备继承骸骨将军变身能力，并将变身能力转化为永久性的技能。介绍：段晨斩杀轮回击骸骨地穴终极 BOSS 骸骨将军所得，该装备为段晨的专属装备，其他职业者无法使用，且死亡不掉落。专属竟然是一件专属装备，段晨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牛逼！沙轮回击 BOSS 没爆到神器，反倒爆出了一件专属装备，而且还是全属性增幅 20%， 不出意外的话，这件装备是绝对能佩戴一辈子的。和其他装备不同，专属徽章是没有佩戴限制的，也就是说，只要你能爆出专属徽章，无论是1件还是2件都可以佩戴，并不像铠甲、
护腕等装备一样，只能佩戴一件。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专属装备的珍贵程度比神器还要高上许多。黑夜之灵，这不是骸骨将军的技能吗？还有这个变身继承。段晨手掌一翻，掌心中多了一张卡片，名称：骸骨将军变身卡。介绍：特殊卡片，使用之后可变化成骸骨将军，并获得 3% 的全属性加成，变身持续时间24小时。提示：变身卡使用之后消失。这张变身卡一直丢在物品空间没有使用，主要是因为全属性增幅太低，段晨在杀怪的时候没有什么帮助，所以就一直留着没用。没想到这骸骨之灵徽章竟然能用上这张变身卡。原本是一次性的变身卡，再融合到骸骨之灵徽章，可以转化为永久性的变身技能。厉害了！段晨咽了口唾沫，二话不说，直接选择了融合。叮！提示：你的专属装备骸骨之灵徽章成功使用卡牌继承，获得技能骸骨将军变身。第38章极南之地麒麟城。随着一声提示，段晨手中的变身卡牌消失，化作星星点点的光芒融入到了骸骨之灵徽章中。同时，骸骨之灵徽章自带的技能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多了一个骸骨将军变身技能。骸骨将军变身使用之后可变化成骸骨将军，并获得 3% 的全属性加成，变身持续时间24小时，技能冷却时间5天。还不错，只是不知道变身之后身体是不是还和现在一样大。段晨稍作休整，然后取出一枚定点传送石。骸骨地穴副本已经打通，他的等级也已经达到14级，是时候去蛮兽荒原转转了。相比于骸骨地穴，蛮兽荒原副本的等级更高，杀怪获得的经验也更多。而且段晨已经打定主意，这次前往蛮兽荒原直接就选择轮回级副本。以他现在的实力，只要小心谨慎一些，一点点向前推进的话，应该还是能推到蛮兽荒原最深处的。只是不知道轮回级蛮兽荒原的终极 BOSS 实力如何。如果搞不定，大不了退出副本。就我这大长腿，一旦甩开了跑，啥怪物能追得上我？段晨心中想着。下一秒钟，他手中的定点传送石闪过一道光亮，一个传送法阵也跟着出现在了段晨的脚下。等再次出现的时候，人已经到了蛮兽荒原副本入口附近。不得不说，寒天城主给的这3块定点传送石是真的方便，极大程度的节省了段晨赶路的时间。投之以桃，报之以李，谁帮过自己，段晨都不会忘记。将来若有机会的话，定然要想办法回报才行。有点饿了，据说蛮兽荒原有很多赤甲蛮牛，肉质不错。段晨念叨一句，没去理会周围人的目光，一步步朝着副本入口法阵走了过去。周围一个个职业者朝着段晨望过来。我知道他就是段晨吧？废话，除了段晨还能是谁？前几天围剿昭和狗的时候，我也去了，段晨那叫一个牛逼啊！快别说了，我感觉他一脚能把我踩死。你们注意到他的裤裆了吗？我的妈呀！擦，你还有这个癖好？大家都是男的，你盯他那里干啥？情不自禁啊，这也不能怪我，主要是太引人注目了。他这么快就跑到这里了？我认识几个高3刚转职的学生，好像还在新手副本转悠呢。这可是段晨，背画师，别人能和他比？搞笑吧？一阵阵议论声传来，有人想要尝试去和段晨组队，一起探索蛮兽荒原，不过都被段晨拒绝了。眼见如此，大家也就不再理会段晨。组队，4缺1，缺一个奶，男女不限，要求20级以上。刚爆的15级黄金武器，适合刺客想换一面战盾。求组，本人魔法师，专修冰元素技能。谁有法阵灵石，用装备换一些，没灵石下副本了。此时段晨已经站在了法阵之上，将法阵灵石丢进去之后，一道光芒便笼罩在了段晨的身上。副本蛮兽荒原，副本难度普通、困难、噩梦、地狱、轮回。等级要求10级、25级。组队人数限制1人、5人。段晨迟疑一下，可最终还是选择了轮回级。一道光芒过后，段晨的身影消失不见。与此同时，龙国极南之地，这里耸立着一座巍峨的城池。城池的城墙高耸，在那城墙之上有着无数坑洼、利爪轰击的痕迹，干涸的鲜血在阳光下散发着腥臭，一些角落甚至还挂着怪物的碎肉。这座城市名为麒麟城，是以圣兽剑豪的半生圣兽来命名的。麒麟城继续向南，则是龙国最为恐怖的险地之一——黑烟之域，里面怪物无数，实力强横至极，80级以上的怪物成群出没，甚至还有90级以上的 BOSS 存在。传说中，黑烟之域的最深处可能存在100级魔物，只不过一直没有被证实，也没人敢去证实。除了怪物之外，沼泽、毒虫、
毒草等无处不在的危险也随时可能要人性命，乃是所有职业者闻风丧胆的禁区之一。而镇守麒麟城的正是圣兽剑豪屠苏无敌，他已经在这里镇守30年，在这30年中，唯一离开的一次便是去灭杀昭和国的使团。麒麟城城主府最深处，屠苏无敌手中捏着3根香，朝着前方的一排排祖宗灵位拜下。在这些灵位的最前方是3个独立出来的灵位，正是屠苏无敌祖上的3位护国者。孩儿不孝，虽纵横30年，却屡屡错过小世界国战，未能在战场上杀尽昭和狗，唯有以命镇守麒麟城，将黑烟之狱的兽潮抵御在麒麟城下，以报国恩。屠苏无敌将香插到香炉里，缓缓向先祖诉说着，前几日孩儿亲手灭杀了70余位昭和国职业者，也算尝到了昭和狗的血。在寒天城，孩儿遇到了一个有趣的小子，若是能成长起来，等到孩儿老去入土的那一天，说不准能替孩儿镇守这麒麟城。若是孩儿能侥幸再多活个10几年，说不准能有机会参与到100年才开启的大世界国战。就在这时，一阵脚步声传来，是一位20岁左右的少女。少女穿着一身皮甲，眉宇之间英姿飒爽，明明是一位女孩，却有着男孩一般的英气。少女走进灵堂，恭敬地拿起3根香，点燃之后插进香炉之中，然后缓缓拜倒，磕了3个响头。做完这一切之后，少女便转身向外走去，由始至终看都没看屠苏无敌一眼。屠苏晴雪，你给我站住！屠苏无敌怒喝一声，上前一步，一巴掌扇在了少女的脸上。你什么时候升到31级的？谁允许你升到31级的？啪！屠苏晴雪的脸颊瞬间红肿，她倔强地看着自己的父亲，凭什么？你自己都没有当护国者，凭什么让我当护国者？我就要升级，我就要变得更强。屠苏无敌表情一僵，颤声道：我屠苏无敌乃是唯一性隐藏职业圣兽剑豪，问鼎巅峰，为龙国镇守一方，这才是我该做的。屠苏晴雪冷笑一声，然后呢？我只是一个低级职业者，最普通的战士，只因为我出生在屠苏家，就该去当护国者，物尽其用是吗？一辈子让自己的等级停留在20级、30级，只等着小世界国战降临。运气好的话，我的等级可能刚好符合进入要求，可运气不好的话，我一辈子都进不去。屠苏无敌眼见说不通，干脆怒喝一声：来人，将小姐带下去，关入书房，把我整理的兵法和战阵送过去，什么时候能学会，什么时候让她出来。屠苏晴雪，你不可理喻！第39章荒原狼王。片刻之后，灵堂里只剩下了屠苏无敌一人。他微微叹息一声，手掌一翻，一个破旧的册子出现在手里。屠苏无敌一页页地翻看着，每一页都停留许久。这上面记录了500年来每一次小世界国战的进入条件，里面的环境、出现过的怪物等等一切信息，没有半点遗漏，没有半点规律。进入条件完全随机，也不知这一次小世界国战的进入等级要求是多少。希望晴雪能有机会参与其中，为国参战吧。将册子收起，屠苏无敌打开好友栏，给寒天城主发了一条信息。很快，寒天城主就回了消息，段晨已经进入蛮兽荒原历练，等级应该已经超过了15级。屠苏无敌满意的点点头，多照顾一下，我很看好他。寒天城主，是神将大人。屠苏无敌，心性还需继续磨练，太嫩了。蛮兽荒原，荒原面积广阔，朝着远方望去，隐隐有一层迷雾笼罩在远方。迷雾深处是高耸入云的峭壁，也是蛮兽荒原的尽头。整个荒原便是在这峭壁的合拢之中。轰隆隆，地面猛烈晃动，一个个体型接近3米的巨兽狂冲而来。他们身披厚重的铠甲，头顶一双尖锐的利角，正是段晨心心念念的赤甲蛮牛。名称：赤甲蛮牛，等级20级，血量22万，力量5200，敏捷280，精神200，防御4100，技能狂暴冲击。狂暴冲击主动技能，赤甲蛮牛在施展狂暴冲击之时会进入霸体状态，无视一切控制技能，对前方目标造成恐怖冲击，持续时间3秒，冷却3分钟。轮回级副本，这20级的赤甲蛮牛从属性来看，已经相当于外界28、9级的普通 BOSS， 甚至还自带了一个技能。段晨还是第一次见到普通怪物自带技能的。同样是轮回级的骸骨地穴副本里，普通怪物可是没有技能的。段晨咧嘴一笑，眼见一群赤甲蛮牛冲过来，他竟然弯下身子，双手用力在地面一挖，一大块土疙瘩被他挖了出来。因为没有施展局部背化腿的关系，虽然双手并用，但这土疙瘩也只有7、8米大小。技能巨人投掷，段晨怪叫一声，直接将土疙瘩狠狠砸了出去。轰！
最前方2只赤甲蛮牛首当其冲，庞大的身躯直接被轰得倒飞出去，连带着后面的几只赤甲蛮牛也狼狈地摔倒在地。段晨觉得有些不过瘾，果然不使用局部背化丢出去的东西是没有灵魂的，土疙瘩也完全比不过石头来的过瘾。咔嚓，他的身子微微佝偻，双臂猛地张开，伴随着一阵骨骼爆裂的声响，段晨的双臂瞬间暴涨到接近50米。为了能快点刷穿蛮兽荒原，段晨在离开骸骨地穴的时候还特意装了一大堆石头在物品空间，现在刚好用上。一块石头出现在手中，在背化的作用下，原本10米左右的石头直接暴涨到了100米。段晨将其高举过头顶，就如同举着一座山峰一般。下一秒钟，巨石带着一阵飓风，朝着远方的兽群狠狠砸落下去。这一刻，天好像都要塌了。原本正在向前狂奔的赤甲蛮牛瞳孔猛缩，一个个庞大的身躯跌跌撞撞的想要停下，然后躲避。不过可惜，石头的速度实在太快了。轰！轰隆隆，巨石砸落，一大群赤甲蛮牛瞬间被砸得倒飞出去，血条掉了一大截。地面上一个巨大的深坑出现，犹如山峦的巨石镶嵌在深坑之中。不过下一瞬间，这块巨石便迅速缩小，恢复到了10米大小的样子。爽！段晨只觉得浑身都舒畅了。小东西们，快来让我收割一下！长剑入手，段晨迈开大长腿，一路狂奔出去。刚一靠近，100米巨剑便狠狠砸落。1只、2只、3只，短短片刻的功夫，所有赤甲蛮牛全部被屠戮一空。留几头，等饿了的时候搞出来烤了吃。继续，段晨认准一个方向，一手握着巨剑，一只手托举着大石头，一路向前而去。看到怪物，先是大石头丢过去，然后100米大剑紧随其后。石头、巨剑配合的那叫一个默契。轰！整个蛮兽荒原被一阵阵剧烈的轰击声笼罩。段晨所过之处，凡是战斗过的地方，地面都被轰击得千疮百孔，碎肉横飞。蛮兽荒原深处，成群的荒原狼聚集在一起，在他们之后耸立着一个巨大的身影，正是蛮兽荒原的终极 BOSS 荒原狼王。段晨一路横冲直撞，远远便看到了这群怪物。在第一眼看到荒原狼王的时候，段晨还愣了一下，这玩意好像和寒天城主的魔宠做齐长的一样，寒天城主的那个坐骑好像就是荒原狼王。城主的魔宠蛋不会是在蛮兽荒原爆的吧？段晨眼中光芒闪烁，也不知道我啥时候能搞到一只魔宠。不过话说回来，就我这体型，恐怕这辈子就告别骑宠了吧。就算能搞到魔宠，也没办法当坐骑才对。这我要是一屁股坐下去，全民转职降临有史以来第一个被主人坐死的骑宠就出现了。此时，远方的荒原狼王正死死地盯着段晨，猩红的双眼中透着残暴嗜血。在他的周围聚集着密密麻麻的荒原狼，其中还有数十只精英级的荒原护卫。名称：荒原狼王，蛮兽荒原 BOSS， 等级30级，血量65万，力量6000，敏捷500，精神7500，防御6000，技能同族强化，飓风之刃，剧毒之爪，急速。同族强化，被动技能，当荒原狼王身在战场之时，所有荒原狼、荒原护卫将会获得 8% 的额外属性加成。飓风之刃，大范围攻击技能，凝聚飓风利刃，对范围内目标造成恐怖伤害以及持续流血伤害。飓风之刃持续时间10秒钟，技能冷却3分钟。剧毒之爪，荒原狼王的利爪携带强烈毒素，在击中目标之后将会使目标陷入中毒状态，移动速度降低 50%， 攻击速度降低 20%， 中毒状态持续10秒钟，技能冷却3分钟，效果无法叠加。急速，主动技能，荒原狼王的移动速度额外获得 30% 增幅，技能持续20秒，冷却3分钟。段晨舔了舔嘴角，还是顶级探查术好用，可以无视等级差距，直接查看高级怪物的属性。他现在用顶级探查术还是在骸骨地穴爆出来的。在此之前，段晨所使用的是低级探查术，属于基础通用技能，即便没有转职的人也拥有这个技能。不过低级探查术在对怪物使用的时候，只能查看等级不高于自己5级的怪物，可顶级探查术却没有这个限制。荒原狼王这属性很牛逼啊，比33级的狂暴西王还要强上很多，厉害了。紧接着，段晨又是一个真实之眼丢了过去。当看到荒原狼王死亡会爆出的东西之后，段晨倒吸一口凉气。我擦，运气这么好吗？念到什么就来什么啊！第40章，怪物啊！目标：荒原狼王，死亡掉落：魔宠蛋、狼王护腿，史诗：荒原指环，传说集，法阵灵石 X25。咕噜，段晨眼里唾沫，竟然真的出魔宠蛋了。
而且还有一件史诗级装备，一件传说级装备。至于法阵灵石，还有几件青铜、白银级装备，段晨连看都没看一眼。仅仅这一枚魔宠蛋，这一趟轮回级副本就值了。很难想象，这荒原狼王看起来明明是哺乳动物，竟然会爆出蛋。狼是从蛋里面孵出来的吗？吼吼！就在这时，一声高亢的狼嚎响彻天地，狂风激荡，四面八方高耸的荒草被吹得摇曳摆动，无数草屑被刮起。吼吼！荒原狼群好像在回应狼王一般，随之又是一阵阵的狼嚎。下一瞬间，密密麻麻的荒原狼已经狂奔而出，还未等靠近，一道道锋刃就已经从他们口中迸射出来，在半空中划过一道道弧度，直奔着段晨扫来。技能锋刃，普通荒原狼所施展的锋刃看起来应该是荒原狼王飓风之刃的阉割版，但如此众多的荒原狼同时施展，也同样威力惊人。段晨没有躲避，他看着手中的百米巨剑，然后又看了一眼巨大的石头。被话术变大的石头应该不止能砸死怪物吧？在海谷地穴的时候，段晨曾用百米巨剑当过盾牌来使用。巨剑往前面一横，就如同一面城墙拦在前方一般，除非是大范围的攻击技能，否则很难越过巨剑的防御攻击到段晨的身上。眼见那铺天盖地的锋刃席卷而来，段晨直接把手里那如同山峦一般的巨石挡在了前面。轰隆隆，一声声巨响，那一道道锋刃全部轰击在了巨石之上。巨石实在太大了，将段晨的身体遮挡得严严实实。刹那间，碎石横飞，一道道深深的裂痕出现在巨石之上。段晨的双臂猛烈晃动，一阵阵冲击从巨石之上蔓延而来，但这么一点震动对他根本没有半点影响，甚至还有一种酥麻的爽感。牛逼，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来，继续。段晨的身子躲在巨石后面，几秒钟之后，锋刃攻击平息下来。该轮到我了吧？段晨二话不说，将巨石猛地举起，狠狠地甩了出去。1块、2块、3块，短短10秒钟的功夫，7、8块犹如小山般的石头被丢了出去。有远程攻击，还要什么进展？老子丢石子都能丢死你们！轰！一阵阵轰鸣声响起，整个蛮兽荒原都在震动着。地面开裂，一个个巨大的深坑随之出现。那些轮回级的荒原狼在巨石的砸击之下，左右难支，就算侥幸躲掉了第1块巨石，也会被第2块、第3块砸中。此时，精英级的荒原护卫也已经加入战场，他们的属性要比荒原狼高出一大截，但依旧没鸟用。在巨石之下，全都是送菜罢了。远处，荒原狼王已经懵逼了，这真的是人类职业者吗？啥人类职业者随手一丢就是1块百米巨石？闹呢？这他妈还怎么打？我上，我也得死啊！眼见一个个手下被砸得身躯崩裂，惨死当场，荒原狼王的身子微微颤抖起来。好！突然，他调转方向，庞大的身躯一路狂奔，竟然朝着战场之外逃窜出去。段晨愣了一下，啥情况？跑了？荒原狼群老大虽然跑了，但剩下的这些荒原狼和荒原护卫却依旧疯狂地冲向段晨，连工资都没有，你们拼什么命啊？段晨嘴角一咧，落魂剑带起一阵尖锐的呼啸声，横扫而出。时间一点点过去，很快，段晨的眼前已经没有站着的怪物了，所有荒原狼和荒原护卫全部被灭杀，连一具完整的尸体都没能留下。一道光芒闪过，15级了，不愧是轮回级的副本，这杀怪经验杠杠的。叮！提示：你成功达到15级，技能野蛮生长触发，你可以自行选择跨越式生长的时间，是否现在开始生长？竟然可以自己选择变大的时间了。段晨愣了一下，不禁有些惊喜，这对他来说倒是一件好事。不着急，先等等。段晨打扫一下战场。竟然爆了一件15级的头盔，还是钻10级的，应该是哪只荒原护卫爆的吧？因为要应对的怪物太多，段晨往往只会对其中等级最高的怪物或者 BOSS 使用真实之眼，还真不知道这件头盔是哪个怪物爆的。段晨查看了一下装备属性，比他现在穿戴的8级铂金品质的极速发带属性高了一大截。名称：狼啸之盔，品阶：钻石，等级15级，力量750，防御700，技能：伤害减免。伤害减免，被动技能，佩戴者遭受攻击时将会减免 15% 的伤害。刚好升到15级，换上。下一秒钟，一个刻有狼头的头盔出现在段晨的脑袋上，脑袋大，头盔也跟着变大。就这头盔怎么看也不像是15级的钻石装备，就那铁皮的厚度，戴在段晨的脑袋上说是神器也不为过。小狼狼，你跑到哪里去了？快出来哟！把你的蛋蛋交给我，然后再帮我生火，把你的肉烤了给我吃哦。段晨提着巨剑
嘴里哼哼着小调，一路朝着荒原狼王逃走的方向追了过去。因为等级限制的关系，进入蛮兽荒原的职业者等级不能超过25级。这种情况下，即便是一个精英小队闯入进来，也得小心翼翼地探索。尤其是这轮回级别的副本，简直是举步维艰，处处杀机，稍有不慎就会被怪物撕成碎片，连一具完整的尸首都留不住。可到了段晨这里，2级反转，别藏了，我看到你了哦，小狼狼，快出来！段晨捏着嗓子，巨人般的身躯缓缓前行，每迈出一步，大地都跟着震动一下。远处，荒原狼王的身子蜷缩在一片石林之中，石林崎岖，一块块巨石交错，将他的身体遮挡起来。看不到我，看不到我，就算看到我，你也进不来。荒原狼王听到外面越来越近的声音，吓得不敢动弹，心里祈祷着这个怪物快点离开。怪物，简直就是怪物！就在这时，脚步声突然停下，一颗巨大的眼睛出现在石头缝隙旁，透过缝隙向里面看来。小狼狼，我找到你了哟！第41章，我15米的巨人。此时，段晨的身躯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在刚刚，他完成了15级的野蛮生长。那熟悉的剧痛席卷全身，一块块骨头好似被拆开一般，一身肌肉也爆发出难以承受的疼痛。不过，段晨都忍了下来。而在这一次完成野蛮生长之后，他的身躯已经暴涨到了15米。现在段晨算是明白了，5级的时候5米，10级的时候10米，现在15级了，直接暴涨到15米，原来多少级就是多少米啊！当然，目前看来是这个情况，可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没准等到20级野蛮生长的时候，一下子就搞到30米也说不准。15米高的身躯让段晨更具压迫感，他弯着腰，脑袋贴在石头缝隙上，盯着躲在里面的荒原狼王，不禁有些无语。你可是荒原狼王，蛮兽荒原的终极 BOSS 啊，而且还是轮回级的 BOSS， 咋就被吓成这样了？你的尊严呢？段晨勾了勾手指，你出来！荒原狼王浑身一颤，庞大的身子向后挪了挪，让身体死死地贴在后面的角落，尽可能的离这个人类职业者远一些。妈呀，这个人类职业者咋又变大了？这也太大了吧，太吓人了！我操，还挺倔的。段晨怒了，只见他后退一步，直接挺起150米巨剑，剑锋顺着石林的缝隙狠狠地插了进去。嗷嗷！荒原狼王哀嚎一声，在硬生生挨了2剑之后，他终于躲不住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咆哮响起，狂暴的飓风从他口中爆发，刹那间石林震动，无数碎石被卷飞出去，硬生生将周围的石林撑开。那飓风高达数十米，一道道锋刃在其中搅动，刚一出现就朝着段晨卷了过去。这才有点狼王的样子嘛！段晨纵身后退，几个起落就躲开了飓风之刃的覆盖范围。换成其他职业者的话，如此近的距离是绝对躲不掉的。飓风之刃不但速度快，而且笼罩的范围非常之大。可段晨的腿实在太长了，手脚并用，一下子就跃出100米，轻而易举就躲开了飓风之刃。荒原狼王知道自己避无可避，逃无可逃，只能咬着牙朝着段晨扑了过来。锋利的爪子之上闪烁着墨绿色的光芒，技能剧毒之爪已经覆盖每一根利爪之上，一旦击中目标，毒素就会瞬间爆发。好，在向前狂冲几步之后，荒原狼王的速度突然暴涨，竟然绕开了段晨手中的巨剑，直接冲到了段晨的近前。有点小聪明啊，用速度来迷惑我，然后突然爆发，急速让自己的速度暴涨，从而靠近我。段晨赞叹一句，说话的同时，段晨的一只脚已经高高抬起。轰！一声巨响，他的脚掌狠狠踏在地面之上。技能巨人践踏，肉眼可见的冲击扩散开来，狂冲而来的荒原狼王瞬间呆立当场，眩晕效果成功触发。此时此刻，段晨所施展的巨人践踏覆盖范围已经恐怖无比，方圆100余米范围全部被笼罩其中，只要身在其中，无论在哪个方向都会瞬间触发眩晕，同时遭受一次巨大的冲击伤害。老子让你躲，老子让你逃，让你浪费老子的时间！段晨手里的巨剑狠狠地斩落下来，每一剑都不离荒原狼王的脑袋。什么铜皮铁骨豆腐妖，段晨就认准脑袋了。轰！咔嚓！许久之后，荒原狼王的血条终于被清空，伴随着一声哀嚎，庞大的尸体摔倒在地，身子完好，可这荒原狼王的脑袋已经被砸烂了，同时一堆东西也跟着爆了出来，其中便有那一颗魔宠蛋。段晨双眼一亮，连忙将魔宠蛋捡了起来。什么叫精血？这就叫精血。名称：荒原狼王魔宠蛋。介绍：此物品为轮回级副本《蛮兽荒原》中的荒原狼王爆出，滴血认主之后，将会孵化出荒原狼王魔宠。魔宠初始等级为0级，
主人可通过猎杀怪物来获得经验，提升魔宠等级。提示：魔宠的等级无法高于主人的等级，召唤魔宠之后，主人将会获得固定百分比的属性加成。段晨抚摸着魔宠蛋，嘀咕道：也不知道魔宠的体型会不会根据主人的体型而变化。荒原狼王四肢着地的时候也不过4米左右，别说以后了，就我现在这体型好像都骑不了啊。先把装备换上，然后再给魔宠滴血认主，如果这魔宠实在没啥用的话，就解除契约，然后烤了吃掉算球。说着，段晨看向荒原狼王爆出的装备，黑铁级的、青铜级的，段晨看都没看，随手就丢进了物品空间。面前也只剩下了一个史诗级护腿和传说级指环，名称：狼王护腿，品阶：史诗，等级15级，力量1200，防御2000，技能：飓风之刃。飓风之刃大范围攻击技能，凝聚飓风利刃对范围内目标造成恐怖伤害以及持续流血伤害。飓风之刃持续时间10秒钟，技能冷却5分钟。名称：荒原指环，品阶：传说，等级15级，力量1000，精神680，技能：荒原神域。荒原神域佩戴者在进入任意等级的蛮兽荒原副本之后，将会额外获得10%的杀怪经验增幅。史诗级的护腿竟然只带了一个技能，有些配不上史诗这个品阶呀。段晨自语道，不过这个技能倒是有点牛逼，这不是荒原狼王的技能吗？段晨亲眼见识过飓风之刃的强大，如果这个技能是他来施展的话，威力肯定比荒原狼王施展的更加恐怖。至于这件15级荒原指环，如果放在其他地方只能算是普通，可如果是在蛮兽荒原副本的话，简直就是杀怪升级的神器。10%的额外经验增幅可以让段晨的升级速度再进一步。不错，段晨打开装备栏看了一眼，赞叹的点了点头。装备：荒原指环，传说涟漪指环，铂金，一落铠甲，神器，飓风短靴，传说狼啸之盔，钻石，斜斜护腰，史诗狼王护腿，史诗怒涛护腕，铂金，落魂剑，铂金，红莲项链，神器，骸骨之灵徽章，专属。第42章，这魔宠要逆天了。关闭装备栏，段晨再次看向面前的魔宠蛋，滴血认主，小东西，你可别让我失望啊！段晨心里有些忐忑，相比于他的身体，眼前这个魔宠蛋简直和鸡蛋差不多大小。这玩意孵出来的荒原狼王魔宠有啥用？先不管了。段晨轻轻咬了一下舌尖，一口鲜血喷在了魔宠蛋之上。轰！下一瞬间，魔宠蛋光芒四射，一股浑厚无比的生命气息从蛋壳之中爆发出来。在段晨震惊的目光中，魔宠蛋猛地膨胀开来，迅速的变大。这是……段晨向后退了几步，让开一段距离。魔宠蛋越来越大，只是短短几个呼吸的功夫，竟然长到了10米左右。咔嚓！一阵清脆的响声出现，蛋壳破碎开来。那厚重的蛋壳掉落在地上，发出巨大的响声，就好像砖石从城墙上脱落一般。嗷！下一瞬间，一声震天动地的狼嚎声出现，一只巨狼从蛋壳中显露出来。原本蜷缩的身躯缓缓伸展开来，四肢着地，竟然有8米多高。这他妈是荒原狼王？假的吧？段晨瞪大双眼，啧舌不已。说是荒原狼王的祖宗还差不多，寒天城主的魔宠也是荒原狼王。他如果看到我这个，不得惊得睡不着觉啊！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震惊过后，段晨惊喜万分。原以为这个魔宠没办法当坐骑了，没成想竟然给了这么大的惊喜，而且还不止于此。当段晨查看了荒原狼王的属性信息之后，更是忍不住狂笑起来。这玩意竟然可以根据主人的体型而变化，将来它的体型越来越大，这只荒原狼王也一样会跟着变大。100米高的狼王见过没？只不过现在这只狼王才0级，属性还太低，只是看起来威风而已，实际上就是个水货。魔宠荒原狼王，可重命名，等级0级，血量3000，力量200，敏捷20，精神150，防御300，技能反哺，飓风之刃，剧毒之爪，急速。反哺被动技能，魔宠所有属性将会有10%反馈给主人，魔宠等级越高，属性越强，主人获得的反馈越高。飓风之刃大范围攻击技能，凝聚飓风利刃对范围内目标造成恐怖伤害以及持续流血伤害。飓风之刃持续时间10秒钟，技能冷却3分钟。剧毒之爪，荒原狼王的利爪携带强烈毒素，在击中目标之后将会使目标陷入中毒状态，移动速度降低50%，攻击速度降低20%，中毒状态持续10秒钟，技能冷却3分钟，效果无法叠加。急速主动技能，
荒原狼王的移动速度额外获得 30% 增幅，技能持续20秒，冷却3分钟。提示：魔宠的体型将会根据主人的体型而变化。不愧是轮回级 BOSS 的魔宠蛋，这初始属性简直爆炸了！自带的4个技能，其中有3个是直接从 BOSS 荒原狼王那里继承的，还有一个反哺，可以给断尘带来属性加成，这无疑让断尘的实力再进一步。荒原狼王的属性界面在名称后面显示着可重命名。断尘眉毛一挑，小家伙，给你改个名字咋样？你想叫啥？荒原狼王？断尘傻乎乎的，算了，以后就叫你荒神吧，听着比狼王霸气多了。虽然你和神差得远呢，可谁知道我以后又会成长到什么程度？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以后搞不好你真就成神了。断尘嘀咕着，只觉得自己有些异想天开。成神？全民转职降临500年，就没听过有哪个职业者成神的。神根本就不存在。吼吼！荒神仰头长啸，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听懂了，反正看起来好像挺喜欢这个名字的。断尘站起身来，拍了拍荒神的脑袋。接下来一段时间就刷蛮兽荒原，不然就太浪费了。荒原指环在蛮兽荒原可是自带杀怪经验加成的。断尘咧嘴一笑，露出一排门板大小的森白牙齿，然后转头看向大 boss 荒原狼王的尸体。荒神，饿了没？来，火堆架起来，烤肉吃起。没事啊，别有心理负担。你虽然是他抱出来的，但他不是你妈。看到他下面没？这是一头公狼，信我。没错。时间一天天过去，距离龙国高3大考的时间越来越近。高3大考属于全国统一考试，所有城市、所有高3考生都在同一天参加。考试的内容并不复杂，只是分为3项。第一项理论，第2项与怪物的实战考试，第3项小组争夺战。前2项顾名思义，很容易理解。而第3项在考试进行之后，所有考生会以小组的形式被传送到一个特殊副本之中，小组成员随机生成，在进入副本之前，没人知道谁会成为自己的队友。在副本之中，猎杀怪物可以爆出积分腰牌，而猎杀副本终极 BOSS 则会爆出积分皇冠。小组成员在获得皇冠之后，需要在接下来的2个小时之内保护皇冠不被其他小组抢走，保护成功便可以得到皇冠对应的积分数量。今天便是高3大考正式开始的日子，玉红高中的高3学生此时正聚集在学校的操场中，等待着发放考场传送时。人群中议论之声不断响起。你多少级了？这半个月我都没怎么休息，天天混在副本里，终于突破到12级了。才12级？我昨晚突破的14级。快别说了，丢死人了！你们看陈若曦，她已经突破到16级了，和她比不了。据说陈家为了让她快点升级，专门花了大价钱请了一个历练小队带她刷的副本都是噩梦级，甚至地狱级的。段晨呢？你们看到了吗？听到段晨这个名字，所有人都屏住呼吸，表情也跟着严肃起来。第43章，天哪，这也太大了吧！操场上，院长莫惊鸿在人群中看了几眼，然后打开好友栏，给段晨发了个信息：莫惊鸿，小子，你跑哪去了？不是说已经使用回城时了吗？怎么到现在还没回到学校？段晨秒回：院长，堵车呀，不是堵人啊。堵人？啥意思啊？莫惊鸿一时间有些没反应过来。段晨又回了一句：您放心，马上就赶过来。此时寒天城中央广场，广场的最中央便是一个巨大的回城法阵。前面的兄弟，让一下，小心踩到你。这谁家的孩子啊？视觉盲区，万一被踩到怎么办？我擦，前面摆摊的兄弟，能把你的摊位往里面挪挪吗？路就这么窄，我真的过不去。15米的巨人在广场上举步维艰，好不容易走出广场，前面大街上就更费劲了。快看，是段晨，好大呀，他又大了，他更大了，也更硬了，不愧是我看中的男人。快看，城主府骑兵团来了！大街上，一群群行人连忙让开。罗素带着几个骑兵团的职业者冲到段晨面前：我们给你开路，你在后面跟着。罗素惊叹地看了段晨几眼，然后调转方向，将大街上的人群驱散开来。有了城主府骑兵团的帮助，段晨终于松了口气。这他妈的，这路简直不是人走的，每迈出一步都生怕踩到人，每一次转身都生怕把旁边的房子撞倒。段晨心中万分无奈，背画师这个职业让他拥有了强横至极的实力。先前院长莫惊鸿还提过，他的实力绝对是同级无敌的存在，任何一个职业者在他这个等级的情况下都不可能是他的对手。可背画师给他带来好处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不便。食物就不用说了，除了一身装备之外，段晨没有办法像其他人一样穿戴一些普通的衣衫，睡觉也没有被褥，
过个城门得弯着腰。现在他在大街上走路，说多了都是泪啊，这万一不小心把人踩死了，岂不是罪过？轰！轰隆隆！段晨一步步向前走去，尽可能让自己的脚步轻一些，以免将脚下的青石地面踩碎。可即便他已经很小心了，还是有一块块青石被踩了个粉碎。罗素，段晨，你别管这些，快点和我们走，大考快要开始了，莫金红院长还等着给你发放考场传送时呢。段晨，那我放开了跑。罗素吓了一跳，不至于就跟在我们身后好了。玉红高中，一阵阵轰鸣声由远及近，15米的巨人从远处街道而来，周围的建筑在他的面前是那般的渺小，一些房屋的高度甚至都够不着他的膝盖。操场上所有学生都转头看去，当看到段晨的身形之后，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即便是院长莫金红此时也是张大嘴巴，差点一口气喘不上了。我的天哪，这也太大了吧！刚刚转职的时候他的体型已经3米，听说后来又长到了5米、10米，这不止10米了吧？这你们就孤陋寡闻了吧？我有个大哥经常出没在蛮兽荒原副本附近，曾见过段晨，据说几天前就已经长到15米左右了。15米！咕噜！同学们忍不住咽了口唾沫。陈若曦站在人群中，抬头怔怔地望着越来越近的巨人，回想起父亲最初对他说过的话，心中不禁一阵后怕。若曦啊，段晨是唯一性的隐藏职业，你爹我翻找了所有典籍，都没有关于背画师的记载，也就是说背画师很可能是500年来第一次出现的职业。你和他是同学，近水楼台先得月，若是能把他追到手，让他成为你的男朋友，对咱们陈家便是天大的好事。想到自己父亲说过的这些话，陈若曦又觉得有些好笑。记得上一次父亲亲眼见到段晨的时候，段晨的身形已经长到了10米，就是那一次，父亲的态度和口风彻底变了。女儿啊，交朋友可以，可千万不能是男女朋友那种啊，我还指望你给我送终呢。噗呲！陈若曦抿着嘴，突然笑了一声。也就在这个时候，段晨已经从学校的大门挤了进来。也许早料到这一幕，在2天前莫金红就把学校大门的门框给拆掉了，不然段晨就不是走进来了，得跳进来才行。院长，段晨朝着莫金红打了个招呼，然后又向着班主任程佑薇点了点头。程佑薇推了一下金丝眼镜，看着段晨的身材，忍不住咽了口唾沫。一旁，莫金红先是朝着段晨使用了一个顶级探查术，当看到段晨的等级之后，心中惊叹万分，随后大声道：人已经到齐了，接下来会给大家发放考场传送时，使用考场传送时会直接传送到指定的考场。第一场是理论考试，此时已经有老师走上前来，将一颗颗传送石交到每一个考生的手里。程佑薇来到段晨的跟前，努力昂着头，结果连段晨的脑袋都看不到，只能看到段晨的裤裆。你蹲下一点。眼见段晨听话的蹲下身子，还将巨大的手掌摊到了他的面前，程佑薇这才将一块考场传送石放在了段晨的手心里。传送石在段晨的手里显得那样的渺小，甚至都没有段晨的指甲盖大。老师，考场是在教室里吗？段晨有些担心地问道。不是，参加大考的学生太多，而国家设立的考场又只有那么几个，所以便将理论考试放在了考场的广场上。程佑薇笑道，不用担心把教室撑爆，没事的。段晨稍微松口气，那就好。片刻之后，所有传送石全部发放完毕。在院长莫金红一声令下，所有学生同时开启了传送。一道道光芒闪过，10秒钟的引导时间之后，原本有些拥挤的操场瞬间变得空旷起来。莫金红朝着一众老师看了一眼，理论考试我们没办法现场观看，大家静候佳音就是了。等到实战考核，还有小组积分争夺考核的时候，我们再去观战。程佑薇等一众老师点点头。第44章，乱套了，彻底乱套了。操场上，程佑薇有些不好意思，院长，我刚才有点激动，忘记查看段晨的等级了，他现在多少级？莫金红淡淡看了他一眼，为人师表，你那是激动吗？不是激动还能是啥？我才不是发春呢。段晨那么大，我也就是想想，可不敢真的去尝试。乱七八糟的想法一闪而过，程佑薇连忙说道，院长，他到底多少级吗？其他老师也都非常好奇。莫金红19级。轰，19级，这也太快了吧！半个月的时间，从一个刚转职的新手提升到19级，而且还是独自一人的情况下，完全没有人带，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莫金红缓缓道，如果你们亲眼看到他挥剑灭掉兽巢的画面，就知道他刷副本的速度已经有所收敛了。程佑薇，收敛？您的意思是他故意放缓了升级速度？莫金红点点头，当然，这只是我猜的，他很可能担心自己达到20级之后，
体型会再次变大，以至于无法进入大考的考场，所以才将等级暂时控制在19级。如果我猜的没错，他现在的经验条很可能已经达到 95% 以上，甚至 98%， 只需要再杀一些怪物就可以升到20级了。程佑威咽了口唾沫。莫惊鸿，等着京都大学给他发入学证书吧，就算段晨的理论考试成绩为0，京都大学也一样会收。程佑威眨了眨眼，上面有人打招呼了。莫惊鸿，你说呢？莫惊鸿猜的没错，段晨确实故意放缓了速度，他现在的经验条也确实达到了 98%， 这也是为了顺利参加大考被逼的呀。先前升到15级的时候，野蛮生长发生了一些变化，可以让段晨自行选择时间来进行生长。可在此之前，无论是5级的时候还是10级的时候，在等级到了之后，野蛮生长都会自动触发，直接就身躯爆长。现在眼看就20级了，谁知道野蛮生长还会不会让他自行选择生长的时间？所以还是等大考结束之后再升级比较稳妥的。再者，就算他不去压制等级，现在也最多是20级出头，不可能达到21级，又何须急于一时？特级城市瀚海城，所谓的特级城市是仅次于京都的次一级主城，其巍峨恢宏的程度远非寒天城可比。此时，考场的广场之上已经摆放了一排排的桌椅，每一把椅子上都刻画了传送法阵。为了能顺利举办大考，龙国每年都会投入大量的炼金材料，耗费惊人。而在考试正式开始之前，任何参加考试的学生都不知道自己会被传送到哪一个考场。整个龙国100个考场，完全随机，而瀚海城只是100个考场中的一个。此时，瀚海考场的会议室中，会议室的墙壁上浮现着一层光幕，光幕之上显示的正是考场的画面。主考官聂傲云站在光幕之前，目光不断地扫视着考场。突然，考场之上一道道光芒闪过，一个个考生的身影随之出现，直接通过传送时出现在座椅之上。聂傲云捋着胡须，喝了一口茶水。你们说，这次大考咱们瀚海城考场能不能出几个天资卓绝的人物？一位考官笑道。大考的考生有100万人，咱们瀚海城能分到1万人，这么大的基数，里面肯定会有几个不错的。聂傲云点了点头，拭目以待。我噗！话还没说完，他刚咽下去的茶水就反了上来，直接喷了出去。咋了？会议厅所有考官都愣了一下，纷纷朝着光幕看了过去。当看到光幕上显示的画面之后，所有人都傻眼了。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哪里冒出来的怪物？不是怪物，应该是考生。别扯淡了，你家考生能长这么大？此时考场上已经乱作一团，段晨有些无辜地站在考场上，屁股下面好像模型一样的椅子早已被屁股压得4分5裂，周围其他考生的座椅也都被挤飞出去，数十个考生被挤得东倒西歪。这些考生原本在那里坐着好好的，结果在段晨传送过来之后，场面瞬间乱套了。这是谁啊？怪物吧？戒备，有怪物闯入考场了！一些反应快的考生直接拿出了武器，几个魔法师的精神力也直接锁定在了段晨的身上。胆小的人此时已经被吓得四散逃开，尖叫连连。段晨连忙摆手：“等一下，我考生来着，别误会。”啥玩意？考生？你闹呢？听到段晨的话，所有人都懵逼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包括主考官聂傲云在内，所有监考人员全都冲到了考场。聂傲云当即就是一个顶级探查术丢了出去。段晨？聂傲云眉头一皱，然后又查看了一下段晨所使用的传送时信息，是寒天城玉红高中的学生。聂傲云连忙朝着旁边一位监考官点了点头。监考官打开好友栏，一条条消息传递出去，很快就有了回复，已经确定是玉红高中的学生，唯一性隐藏职业背画师段晨。监考官小声说道。一瞬间，聂傲云好像想起了什么，连忙再次打开好友栏，查看了一下前几天收到的信息。信息是官方高层直接传达下来的，好像是某位镇国神将的意思，里面提到的就是段晨这个名字。聂傲云深吸一口气，赶紧把考场整理一下，理论考试马上就要开始了。一群监考人员手忙脚乱，在考生的配合下，把现场稍微整理了一下。可到了段晨那里，所有人又难住了，太大了，这一屁股下去占了太大的地方，以至于周围几个考生都没地方坐了。这还不是最离谱的，理论考试准备的卷子怎么办？笔怎么办？就段晨这体型，卷子在他面前还没有巴掌大，不对，是还没有手指大。笔连牙签都算不上，段晨眼神不好的话，搞不好都看不到笔在哪里，就更别提拿着笔在卷子上写字了。咋整？所有监考人员全都看向主考官聂傲云。还能咋整？随便整整就行了。聂傲云有些无语，
大手一挥，转身便离开了考场。咋整？人家神将大人都给他铺好路了，就算理论考试0分又能咋样？第45章，这玩意绝对是来捣乱的。考场上，段晨蹲在地上，屁股下面没有椅子，面前一张小的可怜的桌子。很快，监考官就把卷子发放完毕。这是让我绣花呀！段晨眨了眨眼，有些懵逼地看着卷子。实际上，对于现在的窘境，他也有所预料，这还是压制了等级，将自己的级别控制在19级。如果是达到20级的话，恐怕就更不好搞了。还好眼神好使，还能看清卷子上的字。可这笔我怎么拿？段晨伸出食指和大拇指，小心翼翼地把笔夹了起来。咔嚓！结果力气没把握好，一下子就把笔给夹碎了。段晨举手报告老师。考场里本就安静，再加上段晨的嗓门确实大了一些，一下子就传遍了每一个角落，把所有考生都吓了一跳。那个人到底是谁啊？我哪知道？别看他，一看就不好惹，别给自己找麻烦。我感觉自己在他面前连豆芽菜都算不上，太恐怖了，这身高得有15米吧，都赶得上一些小城市的城墙了。看他拿笔的样子，好傻呀！一些考生在震惊的同时，也忍不住抿嘴嘲笑起来。但同时他们也都清楚，拥有如此恐怖身材的人绝不可能是普通职业者，很可能是某个隐藏职业，甚至是唯一性的隐藏职业。至于史诗级以下，别闹了，高中理论课早就学过了，大家对所有已知的史诗级以下的职业者都已经很熟悉了，绝不可能有这样的存在。这样的人物，理论考试虽然看着有些窘迫，可一旦到了实战考核，甚至是小组积分争夺考核，很可能会大杀四方。不准交头接耳，否则取消考试资格。一位监考官大声呵斥，随后拿着一堆笔来到了段晨的跟前，几十支笔一股脑全都放在了段晨面前的桌子上，然后一句话不说，转身离开。啥意思啊？给我这么多笔？段晨再次小心翼翼地捏住一支，咔嚓咔嚓，连续折断了10几支之后，终于稳稳地抓住了一个，然后小心再小心地朝着卷子上的试题写了下去。再然后，我操，写个屁啊！一张卷子还不够我写7、8个字的，力气稍微把握不好，卷子就戳破了。段晨彻底无语了，毁灭吧，全都毁灭吧！这一刻，段晨彻底放弃了。他很想把监考官叫过来，然后一道题一道题的口述给他，可最终还是忍住了。考场上，段晨不动如山，即便是坐在那里，也有近10米高，这样的高度几乎可以俯视整个考场了。周围一些学生写的答案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哥们，你那道题错了，不该这么写。还有你，海洋怪物的数量要远超过陆地上的怪物数量，怎么可能会比陆地上少？你是学渣吧？我操，那道题选 C， 你不会就直接选 C， 肯定没错。以下职业，哪个职业更适合当斥候？当然是弓箭手啊！刺客虽然有隐身技能，但目力却比同级别的射手差。斥候只需要远距离探查就可以，又不是潜入敌方军营。周围的学生捂住耳朵，远处几个监考官耷拉着死鱼眼，遥遥地注视着段晨。这小子是把我们当傻子了？那么大的个头，稍微动弹一下，我们都看得一清二楚。你在那里告诉别人答案，真当我们是瞎的？自己嗓门多大不清楚吗？请示一下主考官，咱们直接把这个段晨逐出考场，取消考试资格算了。一个监考官说着，便给主考官聂奥云发了个消息，结果只等到了3个字：别管他。擦，这家伙什么来头？连铁面无私的聂主考都给买通了。可你不考的话，能不能坐在那里不说话，非得给别人传答案吗？时间在段晨艰难的等待中一点点过去，一阵铃声响起，段晨长出一口气，我擦，终于熬到头了。很快，卷子全部被收走，段晨的卷子也被夹在了里面一并收走，只不过段晨的卷子已经被戳出了一个个窟窿，只写了个名字，试题的答案一个都没写，是真写不了啊。所有考生原地休息，自行补充食物。半个小时之后，所有考生传送至实战场地，进行实战考核。考场上巨大的声音传递开来，很快，所有考生便把准备好的食物拿了出来。段晨眨了眨眼，有些迟疑地朝着周围看了一眼，然后他有些不确定地问不远处的考官：“这位老师真的可以吃饭吗？”监考官无奈：“别人都在吃了，你说呢？”吃饭，补充体力，应对接下来的实战考核。每年大考都是这个流程。咕噜，段晨的肚子叫了2声：“这可是你说的啊？那我真吃了，正好也饿了。”轰！一声巨响，一头已经烤熟的赤甲蛮牛出现在段晨的手中。蛮牛的体长接近7米，烤肉的香味散发的同时，也把周围的人吓了一跳。监考老师咽了口唾沫：“
你平时就吃这个？段晨点了点头，是啊，别的没办法填饱肚子，只能吃这玩意了。我心里苦啊。苦？你捧着6、7米的巨兽在那里啃，你说你心里苦？段晨被监考老师盯得有些不自在，于是撕下了一条肉递给了监考老师，你也吃点。监考老师咽了口唾沫，反正考试已经结束，吃点倒也没什么，于是从段晨手里接过了肉丝，多谢，还别说你这烤肉挺香的。结果下一秒钟，段晨好像是塞牙了，又从牙缝里扣出了一条更大的肉丝，随手丢在了一旁。我擦！那监考老师傻眼了，感情我这一顿饭还没有他牙缝掉出来肉丝多啊。第46章实战一骑绝尘。整个广场上都能听到段晨咀嚼烤肉的声音，那声音最初的时候有些刺耳，可听着听着却感觉越听越馋，有些上头。一些人频频朝着段晨的方向看去，忍不住咽着唾沫，这也太能吃了吧，感觉他吃的真香。以前有人和我吹牛逼，说自己一顿饭能吃掉1头牛，我以前不相信，今天才知道真有人能做到。看着他挺壮的，实力未必有我强啊，肯定是外强中干。此时也有一些考生打探到了关于段晨的消息，是韩天成那边过来的，我在韩天成有朋友，他叫段晨，是背画师，唯一性的隐藏职业，这还不是最牛逼的，他敢死过昭和国的职业者，你们知道不？什么？昭和国的职业者？听到这句话的人全都双眼放光，再次看向段晨的时候也充满了钦佩。在这个全民转职的世界里，龙国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崇洋媚外，各大行会、各大势力，无论平日里有多大的仇恨，打得有多么激烈，可一旦涉及到昭和国，所有人都会放下仇恨，放下成见，全力以赴奔杀而去。上到官方军人，下到普通百姓，均是如此。这是埋在骨子里的东西，在500年前全民转职降临之前就已经是如此。500年来，小世界国战每5年进行一次，已经开启了100余次；大世界国战每100年进行一次。龙国和昭和国之间的大战就从未间断过，国仇家恨，谁敢忘记？一遇昭和，全民皆兵。现在听说自己同场的考生里，竟然有人灭杀过昭和国的职业者，不管这人来历如何，身份背景如何，都让人钦佩无比。喂，段晨兄弟，分点肉吃呗。我叫陆若飞，来自澄海城。我叫侯磊，是南疆城的。你和我们说说呗，昭和国的职业者厉害吗？你杀的那个昭和狗是什么职业？大哥，我这里有酒，不对，咱们在考试呢，不让喝酒。渐渐的，有人忍不住围了过来。段晨有些懵了，我出名了，这些人是怎么知道我的？几个监考官大声呼喊着，不要喧哗，时间快要到了。段晨，加一个好友呗。有时间的话，和我讲一讲斩杀昭和狗的事情。一个监考官忍不住说道，小世界国战马上就要开启了，也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进入战场。小世界国战吗？段晨深吸一口气，倒是没有拒绝这位监考老师的好友申请。时间很快过去，倒计时10秒钟之后，考场传送时自动触发，所有人将会传送到实战考核地点。届时将会有考场外的人员前来观摩，其中可能有你们的亲人、老师、朋友，请大家再接再厉。理论考试的成绩将会以积分的形式进行统计，最终会和实战考核、小组积分争夺考核一起合并计算最终成绩。倒计时很快结束，一道道光芒闪过，引导自动触发。巨大的广场周围，看台上已经坐满了人，而在这一处广场的正中央，则是一个巨大的光幕。此时光幕之上空白一片，一旦实战考核开启，光幕上就会出现一个排行榜，按照积分排列，所有在瀚海城参与大考的学生名字会以积分排行的方式出现在上面。主考官也可以指定某一场实战考试，并将该场考试通过光幕直播出来。在看台的一处角落，一位20岁出头的少女坐在那里，她面无表情，静静地望着光幕。这少女正是屠苏无敌的女儿屠苏晴雪。段晨，我倒要看看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竟然让那个老东西天天念叨。屠苏晴雪捏了捏拳头，朝着周围的看台看了几眼，突然微微叹息一声。她也参加过大考，虽然只是一个低级职业者，是最为普通的见识，可她却考出了比绝大多数中级职业者甚至高级职业者还要好的实战成绩。可结果呢？屠苏晴雪查看了一下自己的属性界面，31级，可笑啊，已经6年了，只因那个老头子一句话，就让我的等级死死地卡在这里。就在这时，一阵惊呼声传来，快看，光幕上的排行榜出现了。段晨，段晨是谁？哪个学校的？他的实战积分怎么可能如此高？这也太夸张了吧，是不是统计错了？广场正中央，巨大的光幕之上已经出现了一个榜单，段晨的名字高高在上，一骑绝尘，
将其他所有参加考核的学生全部甩开。第一名段晨积分3621，第二名江阳积分311，第三名李洛水积分307，第四名，一个个名字排列出来，段晨的积分竟然是第二名的10倍还多。屠苏晴雪瞪大双眼，长长的睫毛微微颤抖，他是怎么做到的？考场宽敞的会议室中，主考官聂傲云所看到的比看台上的人更多，他在这里可以直接查看每一个实战场地的情况。此时他在观看的正是段晨的实战考核。这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地下洞穴，从周围的洞壁来看，明显是由人工开辟出来。段晨正站在一处角落，静静地注视着前方的法阵。洞穴非常宽敞，方圆有100余米，高也有20余米。当然，所谓的宽敞也只是在段晨未使用局部背化的情况下。一旦将局部背化施展出来，这里会瞬间变得拥挤。在洞穴的4个方向分别有4个法阵，这是投放怪物的法阵。从考生进入这里的那一刻，第一只怪物就会投放进来，而且投放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待到最后，4个法阵会同时开启，一只怪物会接连不断的涌进来，直到考生坚持不住，完全没有办法应付，考试才会强行终止。再快点，还是太慢了。而且怪物的等级也太低，连我的防御都破不开的。段晨嘴角咧开，露出森白的牙齿。吼吼！法阵闪烁，密密麻麻的怪物接连不断的涌了出来，刚一出现便朝着段晨的方向扑了过去。第47章，不使出全力行不行？轰隆隆！实战场地中，段晨手握着10数米的巨剑，眼见越来越多的怪物靠近过来，当即以双脚为中心，巨剑盘旋，整个身子猛烈的转动起来。封闭的场地中，一阵阵狂风瞬间卷起，随着巨剑转动，无数风刃盘旋而出，化作一道道直通上方洞壁的飓风，朝着4面8方席卷而出。技能飓风之刃，史诗级装备狼王护腿得自带技能。呼！风刃横扫，那些侥幸没被巨剑斩碎的怪物，一瞬间就被扑面而来的飓风卷起，锋刃绞杀，刹那间身躯4分5裂，血肉横飞，碎肉洒落，整个场中已经变得犹如炼狱一般。这是高3学生的实战考核，为了确保考核的安全性，投放的怪物等级只在8级到15级之间，而且几乎都是普通怪物，只是偶尔才会出现一只精英级，但也绝不会超过15级。可即便是如此，绝大多数的考生也得小心翼翼，一旦同时面对5只以上，甚至更多的时候，便会手忙脚乱，险象环生。然而到了段晨这里，2级反转。嗷嗷！一只怪物被巨剑逼迫的连连后退，最外围的怪物干脆蜷缩着身体，死死地缩在洞壁的角落，不敢动弹。还有一些怪物更夸张，只见其中几只调转方向，踉踉跄跄地逃回投放法阵的旁边。然后在段晨懵逼的目光中，那几只怪物竟然手脚并用去捶打投放法阵，就好像要钻回去似的。那模样就差大喊一声让我回去，我要出去，谁他妈把我丢进来的了？你不要过来啊！只可惜这些怪物不会说话，只能惊恐地望着那个提着巨剑的怪物。那个人不对，那家伙绝对不是人，简直比怪物还要怪物。他那血盆大口，感觉一口能把我吞下去。呼！段晨长出一口气，扭动一下脖子，都别挤在那里啊！还有新的怪物要从法阵出来，你们别挡路，我的大剑已经饥渴难耐。说话的同时，段晨还特意查看了一下自己的人物界面。得，我已经很努力的控制等级了，特意将自己的等级压制在19级，结果这一波实战考核，这是逼着我升级啊！观战的会议室中，主考官聂傲云已经彻底懵逼了，所有人都瞪大双眼，张大嘴巴，整个会议室陷入诡异的安静。许久之后，一位监考官打了个寒战：“主考官，咋办？”聂傲云：“啥咋办？把段晨的实战考核画面同步出去进行光幕显现。这么震撼的画面，应该足以写入龙国大考的史册了。”此时此刻，广场正中央的那张巨大光幕上，段晨的名字一骑绝尘，积分的数量疯狂的上涨。原本还只是第2名的10倍，可现在却已经甩开第2名20倍。这个榜单只是瀚海城的考核榜单，整个龙国有100个考场，可即便如此，一旦所有考场的排行合并之后，段晨的名字也必然高高在上，无人能比。屠苏晴雪死死地盯着排行榜上的名字，段晨到底是怎样的存在？屠苏晴雪深吸一口气，强行让自己稍微平静一些。就在这时，看台上一片哗然，几乎所有人都同时站起身来，不可置信地望向广场中央。那是……屠苏晴雪瞳孔一缩，也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只见光幕之上浮现出一个画面，画面显现的正是段晨的那一处实战场地。战场之上，成群的怪物蜷缩在角落瑟瑟发抖，他们的脸上写满了惊恐，相互抱在一起，好像只有抱住同伴才能让自己不那么害怕似的。
一些怪物拼命地捶打着投放法阵，想要钻回去。远处，段晨提着巨剑，百无聊赖地站在那里，他没有出手，手中的长剑虽然偶尔挥动一下，但看起来也只是在吓唬怪物。而积分排行榜上，段晨的积分也停止了变化。天哪，到底发生了什么？战场上怎么没有人？全是怪物！你他妈瞎了！那个15米的巨人不就是人吗？他就是段晨。那是人，我没读过书，你别骗我。可他为什么不动手了？此时此刻，所有人都瞪大双眼，满目震撼，想要知道段晨的实战考场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又是什么职业？为什么身躯会如此庞大？简直就是一座移动的小山啊！会议室中，聂傲云有些焦急，他也没想到段晨会突然停手。明明在追着怪物打，明明随手一剑就能横扫一大片，咋就突然停手了？我这全场直播呢，你认真点行不？别让观众看得寂寞呀！不行，现在段晨的考核正在直播，不能让他这样下去。聂傲云一咬牙，直接来到会议室内的一个法阵跟前，将双手搭在了法阵的晶石之上。段晨也苦啊，他现在的升级经验已经达到 99.99% 了，虽然眼前这些怪物最高不过15级，提供的经验不多，但随便再搞死几只也一样能让他升级了。他现在15米，在理论考试的时候就把考场搞得乱成一片，万一升到20级之后，野蛮生长直接触发他的身体，说不准会变成多大呢？据说小组积分争夺的考场很广阔，要不然我等到进入小组积分争夺的时候再升级也行。段晨心中想着，他还不知道自己这边的画面被直播了。看了一下时间，段晨眼见那些怪物不敢过来，干脆一屁股坐在地上，随手拿出一头牛。没错，一头牛。广场上所有观战的人都懵了，段晨在干啥？他竟然拿出了一头牛，他在啃一头牛。别人考核的时候都拼命的和怪物周旋，使出全力斩杀更多的怪物，获得更多的积分。你在干啥？还有那些怪物，他们到底在干啥？咋都被吓成那样了？冲过去啊！你们身为怪物的尊严呢？就在这时，身在实战考场的段晨突然听到一个声音：考生段晨，请立刻恢复实战考核，请立刻恢复实战考核，否则将被取消本次考核成绩，请使出全力。谁在说话？是监考老师吗？段晨眨了眨眼，立马就感觉手里的烤牛不香了。老师，您确定吗？让我使出全力？不使出全力行不行？我都杀了那么多怪物了，实战积分应该没人能比得过我吧。第48章，考场崩了，所有人都懵了。段晨心中有些不明所以，监考老师要干啥？我已经杀得够多了，为啥还让我全力出手？会议室中，主考官聂傲云沉默了。这个段晨是什么语气？确定吗？这不是废话吗？聂傲云沉声道：段晨，请认真对待大考。广场之上，观众席上渐渐安静下来，所有人都死死地盯着光幕中的巨人，想要看看这个怪物全力出手到底是怎样的画面。屠苏晴雪屏住呼吸，紧了紧拳头。段晨，你到底是没将大考放在眼里，还是心中有所顾忌？轰！也就在这个时候，画面中段晨突然站起身来，刚刚啃了几口的烤全牛也被他收了起来。庞大的身躯在战场上投下巨大的阴影，给了那些怪物巨大的压力。一些怪物已经忍不住惊恐地嘶吼起来。段晨又问了一句：监考老师能不能再商量一下？聂傲云也有些骑虎难下，你这边直播呢兄弟，大考这么严肃的事情，一群观众看你吃烤全牛，像话吗？全力，必须使出全力。聂傲云，我再说一遍，请认真对待大考。听着耳畔传来的声音，段晨无奈了。行吧，不过咱们提前说好啊，如果在接下来的考核中我不小心碰坏了什么东西，你可不能让我赔啊。话音落下，段晨的身躯猛地弓起，刹那间一股狂暴的气息从他的身上爆发开来。咔嚓咔，一阵阵骨骼爆裂的声响出现，段晨的双臂猛地延伸出去，手中的落魂剑也瞬间变化，暴涨成了一把接近150米长的巨剑。整个考场才多大？段晨的局部背化一施展出来，他的身躯几乎将整个考场都给填满了。那一只只怪物根本来不及反应，就被巨剑挤压在了洞壁之上，一个个身体硬生生被挤爆，炸成了肉泥。段晨真没攻击，他只是施展了一下局部背化而已，结果就把怪物一下子挤死了几百只。叮！提示：你的等级提升1级，等级20级。广场上所有观众都死死地盯着光幕上的画面，满目震撼。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不过更让他们震撼的还在后面呢。画面中，段晨已经把巨剑收回了物品空间，不收不行啊！剑太长了，考场根本放不下。要知道，
这个实战考场的宽度也才100多米而已，结果被背化的巨舰就达到了150米。刚才那么一瞬间，剑尖都已经插入墙壁小半截了，才勉强装下。提示：你成功达到20级，技能野蛮生长触发，你的身体会在30秒内完成一次跨越式生长，请注意。听到耳畔的提示，段晨无奈地翻了个白眼，不让我自行选择跨越式生长的时间了。会议室中，一个监考老师焦急地跑到聂傲云身边。主考官段晨所在的实战考场占用了太多用来考核的怪物，继续下去的话会影响到其他考生的。现在其他考场怪物的投放速度已经减慢了。啊！聂傲云愣了一下。整个龙国100个主考场，每一个主考场都会容纳1万以上的考生，这些考场都会针对实战考核准备足够的怪物，然后进行投放。也就是说，主考场的怪物总数是不变的。段晨这边杀怪的速度太快，消耗的怪物数量远超其他考生，确实有可能会影响到其他人。聂傲云思索一下，沉声道：先别急，再观察一下。轰隆隆！就在这时，段晨所在的考场又一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段晨的身子佝偻着，一根根青筋从脑门上鼓起，整个身躯的肌肉紧绷，一层层热气从毛孔中喷洒而出。啊呀！我操！段晨口中发出撕心裂肺的嘶吼。这一次野蛮生长所带来的疼痛远非前几次可比。如果说15级时身体暴涨时爆发的疼痛是1，那这一次的疼痛至少是10。那种感觉就好像整个身躯都被一双大手撕碎，然后再揉捏融合重组一般。那些怪物双目猩红，眼中的恐惧渐渐消散，一个个开始跃跃欲试。他们不知道这个人类到底怎么了，但却能感受到这个人类正在经历一场超乎想象的痛苦。趁你病要你命，现在不反击，更待何时？好！一只怪物低吼一声，朝着段晨狂冲而去。他的举动就好像一个信号一般，其他怪物猛然惊醒，开始从四面八方猛扑上去。广场上，段晨的嘶吼通过光幕传递而出，响彻整个广场。那吼声摄人心魄，震撼灵魂。即便隔着一层光幕，观战之人也能感受到那股超乎想象的疼痛。段晨怎么了？看起来很痛苦的样子。快看，那些怪物反击了！考官，快点终止考试！你们都瞎吗？段晨在考场明显出现了变故。可就在这时，超乎所有人想象的事情发生了。考场上，段晨猛地抬起头，充满血丝的双眼暴虐地看向那些冲来的怪物。好！刹那间，他的身体膨胀开来，整个考场猛烈震动，四面八方的洞壁碎石滚落，脚下的地面被巨力震出一道道裂痕。16米、17米、18米、20米，砰！一声闷响，段晨的脑袋撞在了考场的穹顶之上，直接将上方的石壁撞出一个大坑。全都给我去死！段晨张开血盆大口，露出一排排森白的牙齿，擎天柱一般的大腿猛地抬起，轰的一声踩踏在地面之上。轰！轰隆隆！地面崩碎，无数碎石纷飞，恐怖的冲击朝着四面八方狂冲而去。整个考场，所有的怪物全部在一瞬间四分五裂，一个个身躯直接炸成了血雾。技能巨人践踏。可是，在施展这个技能之后，那些怪物连巨人践踏造成的冲击都承受不住，直接当场秒杀，根本没机会触发巨人践踏的眩晕效果。这还没完呢！轰！冲击不断的撞击着四面八方的洞壁，布置在4个方向的投放法阵最先承受不住，法阵之上光芒暗淡，紧接着轰然崩溃，洞壁也出现了一道道巨大的裂痕，上方无数碎石滚落而下。不好，考场要塌了！快，终止考试，强制传送出来。第49章，想上厕所咋办？此时此刻，所有人都懵逼了。主考官聂傲云浑身一颤，大喝道：终止段晨的考核，立刻，马上！考场上，段晨也懵了，他才不会傻乎乎的在这里等考官强行终止，二话不说，直接就拿出了考场传送石。引导时间开始。一道光芒从段晨的脚下升起，用身体硬生生扛住几块坠落的石头之后，段晨的身形便消失不见。正常情况下，职业者在使用传送石的时候，一旦遭受攻击，引导过程就会被打断，传送会被强行终止。不过，这种情况的前提是被攻击的职业者受到了伤害。那一块块巨石砸在段晨的身上，连段晨的防御都破不开，毛都没掉一根，比普通职业者被蚊子咬一口还轻。这种情况下，传送引导当然不会被打断。轰！也就在他传送出去之后，没过几秒钟的功夫，他所在的实战考场便轰然倒塌，化成了一片废墟。看到这一幕，聂傲云长长松了口气。这绝对是龙国大考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事故，
也是唯一一次把考场给干崩溃的事故。全民转职降临500年，还从未有过这样的情况。聂傲云擦了擦脑门的冷汗，竟然有考生把实战考场给干报废了。要知道，实战考场的洞壁可是特殊加固的，还有投放怪物的法阵，竟然也一并给冲碎了。后悔啊！早知如此，刚才就不逼着段晨施展全力了。不就是在考场吃烤全牛吗？给大家直播吃烤全牛有啥不好的？分享美食那是美德。这一刻，聂傲云也终于明白了，难怪有神将大人特殊关照，这个段晨是真猛啊！这样的职业者，即便理论考核的成绩是0分，整个龙国所有大学也一样任他挑选，而且是抢破头的那种。广场之上陷入一片安静，光幕的直播已经停止，只剩下实战考核的排行榜还挂在上面。段晨的名字排在榜首，也许是心理作用，那名字竟让所有人都感觉有些刺眼。刚才发生了什么？段晨好像把考场给干崩溃了，请把好像去掉。我打听到了，段晨是寒天城玉红高中的学生，职业绘画师。寒天城，据说前一段时间有昭和国的使团出现在那里，最后被团灭了。你们肯定不知道，其中2个昭和国职业者就是死在了段晨的手上，一个是10级的史诗级职业者鬼剑士，另一个是50级的刺客。据说那个刺客当时要刺杀段晨，结果被反杀了。我操！这个消息以极快的速度传遍整个看台，全场哗然。50级的刺客被反杀了，那是50级啊，不是5级，不是15级。段晨这么个刚完成转职没多久，还未进行大考的新手，竟然干死了一个50级的刺客。你一个高端玩家跑到新手区参加考核，不带这么欺负人的行不？瀚海城的主考场分为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用来进行理论考试的广场，被称之为1号广场，那里没有看台，没有观众。同时，理论考试的广场也是考生的传送中转站，他们会从这里直接传送到实战考场。等实战考试结束之后，又会返回这里，然后再进入小组积分争夺的副本。第2部分，也就是实战考核，还有小组积分争夺考核的观战广场，也就是设立光幕的这一处广场，那里被称之为2号广场。此时已经有很多考生结束了实战考核，传送回了1号广场。该死，我刚才太大意了，如果再小心一点的话，至少还能杀10几只怪物。说实话，实战考核对辅助职业太不友好了，我一个牧师提着法杖上去打怪物，心里苦啊。这有什么？每一所大学对辅助职业的招收积分要求要远低于主战职业。我今天刚好大姨妈来了，没发挥好。你们知道积分排行吗？咱们1号广场没有光幕，看不到。我有一位前辈就在2号广场，你们猜排在第一的是谁？多少积分？一群群的考生聚在一起，议论纷纷。很快，段晨的名字也传开了。回想起那个10几米高的巨人，在场的考生心中骇然。轰！也就是这个时候，一道光芒突然出现在1号广场。下一瞬间，一个高达20米的山峦轰然出现，咔嚓，地面震动，一道倒裂痕荡开，周围的考生吓得惊呼连连，慌乱地向后退去。整个1号广场一下子就乱了。我操，是段晨？他怎么又变大了？还有，他的手臂，那是手臂吗？是城墙吧？此时，段晨的局部背化还没有解除，一双长达100米的手臂骇人至极，好似2面城墙横在广场之上。抱歉啊，抱歉，麻烦大家稍微让开一点，别被我踩到。当段晨的身躯长到20米高的时候，这些普通的职业者在他面前就好像一个个小豆丁，站在他身边只比他的脚踝高那么一丢丢。说一句更夸张一点的话，段晨裤裆里的东西都比普通人要高出一大截。段晨小心翼翼地解除了局部背化，双臂恢复正常，以他的双脚为中心，方圆10米范围已经没有人了。段晨怕踩到其他人，这些考生也同样怕被段晨踩到，这他妈要是被段晨不小心踩死在这里，找谁说理去？咕噜，段晨的肚子响了一下，一阵尿意传来，他的表情一僵。我擦，尴尬了。段晨尴尬地朝着远处一位老师举起手，请问一下，有没有稍微大一点的厕所？第50章，混乱草原，终于解脱了。厕所。听到这2个字，不只是监考的老师表情僵了，周围的考生表情也僵了。1号广场上，偶尔有一道光芒闪过，一些刚刚结束实战考核的学生传送回来。这些刚回来的学生还未站稳，就被段晨那犹如山峦般的身躯吓到了。我操，什么玩意？此时，监考老师惊醒过来，想上厕所。段晨尴尬道，文雅一点也可以说解手。我的妈呀！监考老师只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厕所肯定有啊，但你也得进得去才行啊。你这脑袋都快赶上房门大了。
还有啊，你那玩意得有2米吧？万一不小心甩到别人身上，会不会把人拍死？监考老师咽了口唾沫，要不你再忍忍，等所有人的实战考核结束之后，就可以进入小组积分争夺的副本了。你到那里随便找个没人的地方凑合一下，行不？凑合？我也想凑合呀，可我憋不住了呀。尿急呀！段晨朝着周围看了几眼，实在也想不到合适的地方，只好一咬牙忍耐了下来。快点，快点啊！还有谁的实战考核没有结束啊？也太磨叽了吧！时间一点点过去，段晨的双腿夹得越来越紧，1号广场上的考生越来越多，但段晨身边却依旧空旷，所有考生都离他远远的，生怕段晨一个不小心抬脚踩到他们。终于，最后一个考生结束了实战考核。快看，是李洛水，听说他的积分已经排到了第2，追上了江阳。据说李洛水也是隐藏职业，好像是傀儡师，是一个非常烧钱的职业，背后还必须有阵法师、锻造师等一众生活职业支撑才行，否则连傀儡都造不出来。如果没有段晨的话，瀚海城主考场的第1名很可能就是这个李洛水了。此时，段晨也朝着那个身影看去。李洛水的身材高挑，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一头大波浪披在肩上，让其他的女同学都有些黯然失色，自惭形秽。着实是个大美人坯子，极沉若曦的美艳，还有成幼微的妖娆于一身，着实让段晨忍不住多看了几眼。不过仅仅看了几眼，段晨就用力甩了甩脑袋。不行，就我这样的以后也就告别女人了。李洛水的身高至少得1.78米，可就算这身高，我感觉我兄弟也能一下子拍死他。我兄弟比他都高，双手环抱好像都抱不住的那种。远处李洛水正在盯着段晨发呆，好像想不明白这个段晨怎么更大了。所有学生做好准备，原地休息半个小时，倒计时结束，所有人将会传送至小组积分争夺副本。本次龙国大考共开启了100个副本，每一个主考场将会随机匹配一个副本，考生进入副本之后会进行随机组队，队伍人数为10人，所有队员将会被传送至同一范围。副本普通怪物等级在15级至25级之间，精英怪物等级28级，副本终极 BOSS 的等级为30级。主考官聂奥云的声音传递而出，落入每个学生的耳中。不同的怪物会爆出不同的积分腰牌，每个积分腰牌都有对应的积分数。猎杀终极 BOSS 之后，会爆出积分皇冠考核的队伍，在获得皇冠之后，必须在接下来的2小时之内保护皇冠不被抢夺，才能获得皇冠积分。队伍之间也可以进行积分腰牌抢夺，请保护好你的腰牌。进入副本之后，终极 BOSS 的坐标会直接显示在小地图上，请注意。考场上所有考生都屏住呼吸，一些人下意识朝着段晨看去，心中不断的祈祷起来。也不知道我们会传送到哪个副本，天灵灵，地灵灵，求求老天让我和段晨组成一队吧。我不是在乎他有多强，我只是担心他在副本迷路。天哪，段晨如果在副本里抢我的腰牌，我能保得住吗？这不是摆明了吗？积分皇冠铁定是段晨的，还玩个屁！毁灭吧！真倒霉，竟然分到了瀚海城考场啊！我要投诉，不公平！段晨死死地夹着双腿，身子已经忍不住颤抖起来，尿快要憋不住了。至于周围学生的议论声，他早就没心思理会，只要稍一放松，他都担心自己的尿会甩出去。妈的，怎么还有30分钟倒计时啊？坑吧！时间一点点过去，段晨的脸色越来越白，好几次他都差点一咬牙，直接在原地来上一抛，可最后还是咬牙忍了下来。终于倒计时结束了，一道道光芒从他们手中的传送石绽放出来，段晨大喜过望。引导时间结束，整个1号广场瞬间清空，所有考生全部消失不见。主考官聂奥云，所有监考人员各就各位，准备对副本内进行监控，并将画面同步到2号广场的光幕上。是，主考官。混乱草原，这是龙国耗费极大的人力物力，耗费数十年的时间才掌控的一个副本。像这样的副本，龙国官方掌控了100个以上，每一个都珍贵无比。每年龙国大考小组积分争夺战的副本，就是从这100多个副本中挑选出来的。当然，这些副本可并不只是为了大考准备的，主要还是用于龙国军方练兵。有的时候，各大行会、各大家族也会花费一定的龙币和材料来换取进入这些副本练兵的机会。可以说，这些副本对龙国来说非常的重要。一道道光芒闪过，段晨的身影出现在了混乱草原外围的一个角落，在他身边还同时出现了9个人，每个人的身形都渺小无比，只比他的脚踝高出一丢丢。让人吃惊的是，目前积分榜第2的李洛水竟然也被分到了这个小组。此时此刻，在场10个人都大喜过望。哈哈，段晨，竟然是段晨！
我的祈祷实现了，我好像看到死去的祖爷爷在对我笑。李洛水也在我们小组，我突然感觉我好像成了天选之子。谢天谢地啊！一群人看着段晨的眼睛都亮了，只恨不得冲过去抱住段晨的脚踝亲上一口。只要和段晨组成一队，基本就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这一场小组积分争夺，想输都难。李洛水也是长长松了口气，就连段晨本人此时也是大喜过望，只不过他喜的是终于进入副本了，终于他妈的可以撒一泡了。至于谁是队友，对他来说都无所谓，现在啥都没有撒尿重要。转过去，都转过去，不许看啊，辣眼睛！段晨低吼一声，然后不再理会李洛水等人，3、2步便冲出100米之外。李洛水，他要干什么？为什么让我们转过去？一旁其他考生也疑惑不已。不知道，不会是要解手吧？先前在1号广场的时候，他好像就憋不住了，他还找监考老师问哪里有厕所来着。你们都不说是吧？那我也不说，反正我是不会转头的，我就看他还能吃了我咋地。第51章，他的水元素魔法有点强啊。相比于混乱草原的面积来说，一次性涌入1万多名考生根本算不得什么。此时其他10人小队已经开始动作起来，仔细地寻找着怪物的踪迹。混乱草原的怪物并不密集，想要收集到更多的积分腰牌，就必须要比其他队伍更快一步。至于副本终极 BOSS 所在的坐标，也在大家进入副本的那一刻，在小地图上显示了出来。荒草丛中，一个10人小队正小心翼翼地向前探索着。大家小心一点，一旦碰到段晨所在的队伍，务必远离，不要去招惹。咱们在段晨面前啥也不是，小心被抢了腰牌。该死，我怎么就没和段晨分到一队？队伍分配完全是随机的，在进入混乱草原之前，谁都不知道自己的队友是谁。你们说段晨和李洛水应该不会分到同一组吧？这不是废话吗？积分排行榜第1名和第2名分到一组，怎么可能？几个人说到这里，突然同一时间闭上了嘴巴，就连前进的脚步都停了下来。天哪，那是段晨！只见数百米开外，一个犹如小山一般的身躯耸立在那里，相隔数百米便让他们感受到了强大的压迫。不是段晨还能是谁？一行人瞪大双眼，屏住呼吸，便要调转方向离开，生怕被段晨注意到。可就在这时，哗啦啦，一道粗壮的水柱冲天而起，那水柱散发着热气，瞬间冲出100米。水元素魔法，段晨的职业不是背画师吗？怎么还会水元素魔法？难道是他身上某件装备自带的技能？天呐，段晨的这个水元素魔法威力太强了，好强的冲击力！我要是被正面击中，怕是被水冲的瞬间重伤。看那升起的热气，好像这水还有温度，看起来挺热的。咦，你们快看，他手里握着的是什么武器？法杖吗？黑黑的，上面还盘旋着一根根青筋似的东西。青筋？是游龙吧？一行人面面相觑，然后连忙调转方向，从另一个方向绕开，同时心里也长出一口气。还好提前发现段晨了，没有过于靠近，否则刚刚得到的2块积分腰牌没准就交代在这里了。可就在他们即将离开的时候，他们突然发现段晨所施展的水元素魔法停了下来。只见段晨单手紧握法杖，犹如山峦的身躯猛地颤抖几下，然后法杖猛烈的上下甩动，好像要甩掉法杖上粘着的水珠。一行人眨了眨眼，哎，那是啥？他手里的不是法杖吗？我擦，我到底看了个啥？另一边，段晨打了个冷战，将衣衫和身上的装备好好的整理了一下。爽，真他妈爽！此时的段晨只觉得浑身舒畅，他前方100米范围荒草被冲开，地面上多了一道长达100米的坑洼。让诸位久等了。段晨转过头看向李洛水等一众队友，此时李洛水等人将眼睛瞪得溜圆，好像见鬼似的望着段晨。你，李洛水指着段晨，只觉得一口气憋在胸口，随后竟两眼一翻昏了过去。其他队友一下子就慌了。李洛水，你怎么了？喂，这一场考试才刚刚开始，咱们到现在还一只怪物都没杀，一个积分腰牌都没拿到呢，你可别吓我啊！一行人手忙脚乱。段晨也迈着大长腿靠近了过来，然后一张大脸缓缓贴近，想要看看李洛水到底咋了。这时李洛水的眼皮微动了一下，然后睁开了双眼，正巧看到段晨靠近过来的那张大脸。李洛水惊叫一声，啊，你不要过来啊！段晨，我操，你吓我一跳。吓你一跳？是你吓到我了好吗？李洛水翻了个白眼。赶紧的，咱们赶时间。不再理会李洛水，段晨打开小地图，直接查看了一下终极 BOSS 的坐标，位置就在混乱草原的最中心区域。段晨开口道，
我建议直接走直线，直奔着大 boss 杀过去，路上遇到小怪和精英怪物就顺手解决掉。等把 boss 搞死，拿了积分皇冠之后，再抽出时间去找更多的小怪和精英怪物。听到这话，其他人迟疑了一下。李洛水，可一旦拿到皇冠，本次考核就会进入结束倒计时，2个小时之后就会强行结束。也就是说，在我们拿到皇冠的时候，就只剩下2个小时去寻找更多的小怪和精英怪物了。其他人也都点了点头。是啊，如此一来，他们会少杀很多小怪，会错过很多积分腰牌。段晨眨了眨眼，我知道啊。李洛水，你既然知道，又为何？段晨，我的意思是，我自己走直线去找终极 BOSS， 沿途顺便解决掉路上的小怪。你们9个这小短腿去其他地方猎杀小怪，兵分2路，2步单个。小短腿，李洛水表情一僵，行吧，你是大哥，你说了算。段晨点点头，然后转身就走。段晨，我叫一峰剑士，我叫冯九阳牧师哦。李大壮盾战士，木瑶弓箭手。几个队友朝着段晨的背影喊了几句，都成队友了，还没自我介绍呢。段晨哈哈一笑，放心，记住你们了，我叫段晨，背画师，来自寒天城，龙国极南之地麒麟城。此时屠苏无敌正站在府邸的院落中，他眉心微微跳动，昂头望着虚空。咔嚓，苍穹之上一道惊雷闪过，整片天地不知何时已经陷入一片昏暗。高挂的烈日被渲染了一层血色，让整片天地都变得压抑起来，让人只觉得胸口发闷，连喘息都觉得困难。天地异象，屠苏无敌连忙打开好友栏，看着好友栏一众好友发来的消息，屠苏无敌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天地异象不只是出现在极南之地，而是笼罩了整个龙国。屠苏无敌双手颤抖着拿出一本小册子，迅速的翻看起来。小册子上记载的非常清楚，每一次小世界国战开启，都会有席卷全国的天地异象出现。小世界国战要开启了，屠苏无敌瞳孔猛地一缩。第52章，天地异象，大考终止。此时此刻，整个龙国都被一层血色笼罩，无数人跑到大街上，抬起头，怔怔地望向虚空。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天地异变，是有大事要发生吗？这是小世界国战即将开启的征兆。轰隆隆，苍穹之上惊雷滚滚，倾盆大雨轰然而下，陆地之上刮起一阵阵的狂风，沙石飞起，阴霾滚滚。大海之上，海浪一层层的叠起，巨浪卷动，整个龙国气氛瞬间紧张起来，无数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一座座城市之中，百姓奔走，军人聚集，无论等级高低，无论职业强弱，在这一刻全民皆兵。寒天城城主府，寒天城主大喝道：“城主府上下所有职业者，立刻检查装备和应急物品，所有药剂配备齐全，随时准备。一旦确定小世界国战的进入条件符合等级限制的人员，即刻进入。记住，小世界国战的进入时间是有限制的，没有太多时间耽搁。”另一边，寒龙殿行会大殿之中，包括宁远州在内，所有寒龙殿高层都已经聚集。寒龙殿主的目光扫视一圈，诸位可愿为国赴死？国战当前，龙国上下所有行会都要放下一切利益，寒龙殿亦要全力以赴。在场众人除了宁远州之外，所有人都站直身子，高声道：“愿赴死！”寒龙殿主眉头一皱，猛地看向自己的儿子：“远州，没听到我在问话吗？”宁远州浑身一颤：“老爸，别动不动就赴死，咱们是奔着赢去的，让昭和国的人赴死就好了。”眼见自己老爸的表情沉了下来，宁远州连忙改口：“愿意，我愿意还不行吗？真是的！”寒龙殿主一拍椅子扶手：“逆子，整天不学无术，游手好闲，老子还不想让你去呢，去了也是给老子丢脸，连当炮灰的资格都没有。滚，别在这里丢人现眼！”宁远州撇撇嘴，二话不说，转身就离开了大殿。瀚海城主考官聂傲云眉头紧皱，竟然在这个时候出现天地异象，这让大考如何继续进行？看台上，屠苏晴雪站起身来，掌心死死地按在剑柄上。此时此刻，所有参加大考的学生都在副本之中，根本看不到外面的天地异象。不过，这并不代表他们不知道外界发生的事情。一个个学生打开好友栏，看着家人、老师，又或者是朋友发来的消息，所有人都震惊无比。段晨停下脚步：“莫院长这个时候给我发消息有什么事吗？”心中疑惑，他抬脚将一只扑过来的怪物踩死，然后打开好友栏，查看莫惊鸿发来的消息。段晨瞳孔一缩，天地异象，小世界国战。没有任何犹豫，段晨直接给莫惊鸿回了信息：“院长放心，只要符合进入要求，
学生一定不会退缩。副本之中，所有学生都停止了杀怪。一些队伍之间原本正在战斗，为了争夺几块积分，腰牌不断的碰撞着，见血重伤之人也不在少数。但此时所有争斗全都停了下来。妈的，全都住手！小世界国战要开了，想打架抢积分腰牌的，等一会再说。怎么在这个时候？也不知道进入的等级要求是多少，我才14级，应该没机会吧。全民转职降临500年，只有寥寥几次是要求20级以下的职业者进入，咱们大概率没机会。叮！提示：龙国 vs 昭和国，小世界国战将在5分钟之后开启。轰！一声提示突然出现在所有人的耳畔，让所有人的呼吸都微微一滞。等级限制呢？到底多少级的职业者能进去？段晨双手握拳，心中也有些紧张。提示：本次小世界国战进入等级限制为10级到35级。国战正式开始之后，所有符合等级要求的职业者将会收到国战地图传送石。提示：在10分钟内使用该传送石，可以直接传送到小世界国战地图，若超出10分钟还未使用，则视作放弃参加，传送石将会消失。提示：5分钟倒计时开始。几乎在同一时间，整个混乱荒原响起了主考官聂奥云的声音。聂奥云，所有考生大考终止，立刻离开混乱荒原。再说一遍，所有考生大考终止，立刻离开混乱荒原。轰！段晨眼中寒光闪烁，下一秒钟，一道光芒出现在脚下。第53章混乱，直接开干。高中3年，龙国所有学生都学习过关于小世界国战的内容。灵气复苏500年，每一场小世界国战发生的时间、国战地图状况、战局分析等等都有涉猎。500年来，100多场小世界国战地图副本竟然从未重复过。每一次小世界国战的地图都完全不一样，而且国战的胜负判定标准和国战任务也或多或少有所差异。在国战正式开始之前，谁都不知道会面对怎样的凶险。瀚海城1号广场，一道道光芒闪过，所有考生全部离开了混乱草原，相继出现在广场之上，气氛紧张无比。一些考生刚刚站定，便直接拿出了回城传送石。我先回家了，和父母告别，顺便整理一下物资。我也先回去了。食物、药品等进了国战地图之后，这些东西至关重要。5分钟之后正式开启，同时发放国战地图的传送石。诸位保重。也不知道国战任务是什么，我们进入国战地图之后，又将会有怎样的危机？随着考生们拿出回城时，伴随着一道道光芒，很快1号广场上的考生就离开了一大半。段晨呆呆地站在原地，朝着周围看了几眼。他孤家寡人一个，告别亲友，回家准备物资，好像都和他没啥关系了。就在这时，段晨的好友栏跳动起来，连续几条消息发了过来，有程佑威的、莫里儿的，还有陈若曦的。就连陈若曦的父亲陈家家主陈元丰也发来了消息。陈元丰，段晨，你的所有药剂、战备粮食，陈家都给你准备好了。段晨微微一笑，谢绝了陈元丰的好意。他的物品空间里存了数百头赤甲蛮牛，就算一顿饭吃2头牛，也够他吃1-2个月了。至于药剂，这次小世界国战的进入等级是10级到35级，段晨实在不认为自己需要什么药剂，即便真的需要疗伤，杀招和狗爆出来就好了。程佑威，段晨，万事小心。莫里儿，段晨，战场见。宁远舟，段晨见宁远舟也发来信息，于是便点了开。宁远舟，段晨，大哥，亲大哥，快来搭把手，我老爸把我关起来了。一群人在我身边，防止我使用国战传送石，只要我一使用传送石，他们就会攻击我，打断传送引导。死老头子，还说让韩龙殿上下为国赴死，一到我这里又不让我去了。段晨微微一笑，直接关掉了消息，没有搭理宁远舟。在这个时候把儿子关起来，还特意安排人盯着他，不让他使用传送石。段晨并不觉得韩龙殿主有什么错，为人父母，在国和儿子之间，有时候逼他们做出选择，比让他们死还要痛苦。他们自己愿意为国赴死，却未必舍得让自己的儿子去为国赴死。倒计时一点点的过去，所有人的心也都提到了嗓子眼，越来越紧张。2号广场，屠苏晴雪紧紧地握着剑柄，眼中透着无比的坚定。我屠苏晴雪家中3代护国者均已为国尽忠，今日我以女儿之身踏入国战，愿血染长河，杀尽敌寇。嗡！一声嗡鸣声，屠苏晴雪猛地拔出腰间长剑，一道剑光直冲云霄，刹那间光辉涌动。快看那个女孩手里的武器，虽然不知道武器的属性，但只是这威势就绝非凡品，好像是神器吧。我用顶级探查术看了一下，它叫屠苏晴雪，31级，
职业剑士。剑士，低阶职业者。这样品阶的职业者手里竟然有神器。看台上一些人的眼中露出贪婪之色，可很快他们眼中的贪婪便生生压制了下去。妈的，你们都瞎了眼啊！他明显是要进入小世界国战的，谁敢在这个时候打他武器的主意，老子和他拼命！不用你提醒，我们知道分寸。草，如果不是国战在即，老子说什么也要抢了他。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终于提示声再次出现了。叮！提示：5分钟倒计时结束，国战地图传送时发放完毕。提示：请在10分钟之内使用传送时进入小世界国战地图，否则将视为放弃。提示：进入小世界国战地图之后，所有人将会随机传送至战场之上，进行持续24小时的两国混战。什么？段晨眉心一跳，随机传送至战场上，直接开打。也就是说，在我传送进去之后，出现在我身边的未必是龙国职业者，也可能是昭和国职业者。提示：24小时两国混战之后，死亡人数较少的国家将有优先选择地图的权利。提示：小世界国战地图之中，两国职业者的头顶将会显示国家标识，请认准你的敌人。提示：本国参战者自动开启国战群聊频道。提示：本国参战者无法与外界联系。提示：10分钟之后，小世界国战直播开启，国战画面将会同步到本世界。小世界国战地图广阔无比，24小时混战赢了的国家可以优先在国战地图上选择一个区域作为本国职业者的聚集地。段晨，以前的小世界国战好像没出现过这种设定啊。咔嚓，虚空中一道惊雷闪过，云层翻滚，迅速汇聚，然后化作一张巨大的光幕横在虚空，光幕之上灰蒙蒙一片。10分钟之后，小世界国战的画面便会同步到这个光幕之上。段晨低头看了看手中的传送时，眼中寒光闪烁。昭和狗，我来了！我参战将会是你们的悲哀。光芒从段晨脚下升起，传送引导开始。10秒钟之后，段晨的身形消失不见。第54章圣兽之地。小世界国战地图，圣兽之地。这个世界广阔无边，一眼望不到尽头。荒原、群山、河流、戈壁，甚至是黑烟滚滚，随时可能爆发的火山，各样的地形汇聚在这个世界之中。此时，整个圣兽之地安静一片，就好像时间完全静止一般，听不到半点声音，也看不到任何移动的东西。突然，密密麻麻的光芒从地面升起，成千上万、百万、千万的人影降临到了这个世界。这些突然出现的人影，瞬间打破了圣兽之地的宁静。这一场龙国和昭和国的小世界国战，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参战，但看那数之不尽的身影，两国的人数总和恐怕不下于1000万人。1000万人级别的战斗啊！即便不考虑小世界国战的奖惩机制，这一场大战下来，输的国家也一样会元气大伤。别忘了，这一次国战的进入等级可是10级到35级这样的级别，已经把一个国家新生代的职业者都给囊括其中了。新生代代表一个国家的未来，若是死伤太多，必然会让国家元气大伤。在两国职业者降临的同时，大战也瞬间开启。所有人都是随机传送，也许在你降临的下一秒，身后就会有一把刀斩向你。此时，战场之上已经混乱不堪，魔法宣泄，箭矢击射，一阵阵喊叫声、厮杀声响彻天地。八嘎，龙国的杂碎，去死吧！一个昭和国武士挥动武士刀，一刀斩在龙国的一名牧师身上。但紧接着，一根箭矢又射穿了那位昭和国武士的眼眶。在战场的一个角落，伴随着一声巨大的轰鸣声，高达20米的段晨出现在了战场之中。他的双脚踏在地面上，瞬间将地面踩出一道道裂痕。恐怖的威势从段晨的身上爆发开来，让周围正在厮杀的两国职业者猛地一顿，不可置信地朝着段晨看了过来。这是什么怪物？24小时混战期间，小世界国战地图应该不会有怪物出现吧？不对，是龙国职业者，是他妈职业者！一个昭和国的射手惊醒过来，眼中透出无尽的惊恐。这到底是什么人？明明看着比怪物还像怪物，结果却是一个职业者。还有，进入等级不是要求10级到35级吗？眼前这个龙国职业者怎么看也不像是35级吧？相比于昭和国职业者的惊恐和震撼，周围一众龙国职业者则兴奋万分。兄弟，快帮忙，一起杀光这帮昭和狗！杀！段晨双眼眯起，从踏入战场的那一刻，他就没想过要保留什么。在面对昭和狗的时候，要出手便一定全力以赴。荒神，给我出来！段晨口中发出一声狂吼，手掌猛地抬起，狠狠地轰击在地面之上。轰！地面崩裂，一个巨大的法阵跟着出现。
是魔宠，小心！公鸡，杀了他！他只有20级，他只是长得大，看着吓人而已。我可是35级的大剑士，我已经是这次国战的等级上限了，何惧之有？八嘎呀洛！伴随着一声声怪叫，周围近百位招和国职业者同时出手，一道道尖锐的冰锥，一团团炙热的火球，密密麻麻的箭矢。刹那间，各种各样绚丽的攻击从四面八方轰击而来。段晨咧嘴一笑，不屑地朝着周围看了一眼。下一秒钟，落魂剑已经出现在了手中。局部背化，咔嚓咔嚓，一阵阵骨骼崩裂的声音响起。就在所有攻击即将轰击在段晨身上的时候，他的双臂和手中的长剑猛然暴涨，轰隆隆，接近200米长的巨剑犹如城墙一般横在段晨的身前，随后猛然抡起，狂风涌动，随着长剑甩动，刹那间一个个身躯被拍成了肉泥，无数锋刃同时从剑锋上席卷而出，将四面八方所有的攻击全部拦截了下来。技能飓风之刃！啊呀！远处那些侥幸没在攻击范围内的昭和国职业者全都吓傻了，一些人双腿发颤，一股热流直接从裤裆流淌下去，竟然被段晨直接给吓尿了。操！这也太吓人了吧！只是随手抡起长剑，单靠长剑的物理冲击便将方圆接近300米的敌人全部清理得一干二净。无论是10几级的，还是20几级，甚至是35级等级上限的肉盾战士，在他的攻击之下，全都犹如蝼蚁一般，变得脆弱不堪。躲不掉，防御，抵挡，更是痴心妄想。一个35级的肉盾，在施展了防御技能的同时，依旧被段晨手中的巨剑直接砸成了肉泥。好！也就在这个时候，魔宠召唤法阵的光芒也散去了，一声响彻云霄的狼嚎出现，高达8米的荒神出现在了段晨的脚边。没错，就是8米。在段晨的身躯暴涨到20米之后，荒原狼王的身体也同样跟着发生了变化。那个魔宠竟然也如此庞大，快后退，不能和他硬碰硬。远程牵制负面状态技能往他身上丢，射手想办法试探出他的防御力。千万级别的战场，个人的勇武根本算不了什么，他能杀几十人，能杀几百人，难道还能杀几万、几十万？牵制周围的其他龙国人，利用其他龙国人来牵制这个怪物，让他施展不开手脚。段晨所在的战场上，局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昭和国职业者的反应速度非常之快，在察觉到段晨的恐怖之后，他们做出了出人意料的举动。原本很多昭和国职业者已经聚集到了一起，展开小型团队作战，将所有职业的特性发挥到最大。可是，在面对段晨的时候，这些刚刚聚集完毕的队伍竟然再次四散开来。切！段晨冷笑一声，不以为意，想让我放不开手脚，自作聪明。第55章6年磨一剑。昭和国职业者不是傻子，他们应对段晨的战术非常正确，那就是想尽办法的牵制段晨，而不是和段晨硬碰硬。24小时混战，比的是哪个国家死的人更少。死亡人数少的国家可以优先在圣兽之地选择一块地图，作为本国职业者的聚集之地。整个国战很可能持续3个月，甚至6个月。这其中牵扯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比如粮食，比如适合防御的地形，比如用来搭建城墙的矿石木材等等。参战的职业者虽多，但消耗的粮食也同样多，所准备的粮食未必能够坚持到最后。这种情况下，24小时混战的胜负就非常重要了。胜者可以选择能够采摘到食物的地图，也可以选择能开采矿石和伐木的区域，甚至易守难攻的地方进行建成。毫不夸张地说，这一场24小时混战的结局很可能影响整个国战的走向。荒神，给我盯准了昭和国的狗杂碎，全力以赴，给我杀！段晨一声令下，荒神那庞大的身躯已经一跃而出。他的身形虽然庞大，却异常的灵活，巨大的爪子每一次踩踏地面都能躲过龙国职业者，而他的每一次攻击都必然能带走一个甚至更多昭和国职业者的性命。至于段晨就更不用说了，在局部背化的作用下，他的双臂已经暴涨到了100米，再加上手中200米的巨剑所过之处，方圆300米之内绝不会有昭和国职业者的存在。一个个昭和国的职业者被拍成碎片，只是短短片刻，就已经有数百人死在了段晨的手里。见到这一幕，1000米之内所有的昭和国职业者都惊恐万分，吓得浑身颤抖。妈的，这到底是什么怪物？他手里的巨剑太大了，我们的剑士和魔法根本无法靠近，全都被巨剑挡住了。200多米的巨剑，剑宽也有20米，刚好把他的身躯完全遮挡起来。那哪里是剑啊，简直就是城墙啊！退，快退！不要靠近他的攻击范围，想办法将他和他的魔宠牵制住，
不能让他这么肆无忌惮地杀下去。先赢下24小时混战再说，等到军团级的战斗开始之后，他必死无疑。四面八方的龙国职业者狂吼连连，在断层达到20米之后，大部分职业者的身高连他的脚踝都够不着了。此时，成群的龙国职业者跟在段晨的身边。兄弟，牛逼！杀！不要留手，第一场24小时混战一定能赢！杀！此时，整个圣兽之地都在发生着混战。段晨所在的战场只是微不足道的一个角落，和整个战场相比，实在太过渺小。另一处战场上，屠苏晴雪身上沾满鲜血，手中的长剑挥动，将一个敌人的脑袋斩落。31级剑士，一位35级的昭和国男子露出残忍的笑容，他的双眼死死地盯着屠苏晴雪，就如同一只择人而噬的野兽一般，眼中泛起嗜血的光芒。你只是低级职业者，虽然有31级，但也不应该一招秒掉一位30级的盾战士。这个昭和国的男子舔了舔嘴角，除非你身上有极为强大的装备，史诗级，甚至是神器，交出来，给你留个全尸。别想着从我手里逃走，我可是35级稀有职业影刺客。这边的战场上，每一个龙国职业者都在疯狂地厮杀着，根本无人注意到屠苏晴雪，即便注意到了，也没办法分心去助他一臂之力。屠苏晴雪面无表情，他轻轻甩动长剑，将剑锋之上的血珠甩掉。突然，他嘴角翘了起来，玩味道：强大的装备？你是说我手中的这把寒血魂杀剑？昭和国影刺客双眼一亮，听着龙国女人的语气，那把长剑绝非凡品啊！屠苏晴雪嘴唇微张，眼中闪过一丝回忆。6年前，我刚刚30级，父亲便送了这把神器给我。神器？哈哈，竟然是神器，而且是30级的神器。没想到，才刚刚进入小世界国战地图，就遇到一把神器。昭和国影刺客舔了舔嘴角。6年前，我用顶级探查术查看了你的等级，你现在也不过31级而已。你6年才升了1级，简直是废物！屠苏晴雪，是啊，6年才升了1级，而且是几天前才刚刚升的。我用了6年时间，不断的打磨自身，不断的去体会自己的技能，揣摩如何将每一点属性都发挥到极致。你35级对吧？而且是稀有职业。说到这里，屠苏晴雪手里的寒血魂杀剑缓缓抬起。昭和国影刺客不屑道：怎么，还想反抗吗？一个区剑士，低级职业者。嗖！也就在这个时候，屠苏晴雪的身形突然模糊起来，一道血光闪过，那昭和国影刺客突然感觉右臂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下一瞬间，他握着匕首的右臂已经齐根断。龙国护国者屠苏晴雪，6年磨一剑，只为这一战。杀！一片森林之中，一个个身影正在林间奔腾厮杀。宁远舟踉踉跄跄地躲在一棵大树后面，他的身上沾满了鲜血，一道狭长的伤口从肩膀滑到腹部，肋骨都露了出来。妈的，疼死老子了！宁远舟脸色苍白，连忙取出药剂吞了下去。也他妈没有个牧师，给老子丢个治疗术也行啊！嗖嗖，连续2根箭矢射中树干，其中一根箭矢直接穿破了树干，从宁远舟的肩膀划过，带起一片碎肉。我尼玛！段晨大哥，你在哪啊？再不来，我就死定了！宁远舟一咬牙，身形化作一道黑影，瞬间闪出数米，将再次射来的箭矢躲开。还好这个时候出现了几个龙国职业者，将火力吸引了过去，让宁远舟稍微松了口气。那边的几个兄弟，谢了呀！我叫宁远舟，如果能活着出去，就到寒天城找我。寒天城一霸，请你们去逛青楼。宁远舟蹑手蹑脚地跑开。我15级咋就碰不到级别比我低的呢？刚才那几个昭和狗至少得20级了，我能活下来真他妈命大。第56章，狂杀，血腥战场。圣兽之地早已血流成河，短短10数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死伤无数。大地之上尸横遍野，一具具残缺不全的尸体散落，断臂、内脏、人头，整个战场已经犹如炼狱一般。此时此刻，整个龙国的气氛都沉闷无比。龙国上下所有未参战的人全都仰望着苍穹，双目布满血丝，死死地盯着铺在天穹的巨大光幕。这些未参战的人基本都是等级无法满足进入条件的。光幕之上，一幅幅惨烈的画面接连不断地浮现出来。这些画面正是圣兽之地战场的画面。小世界国战已经通过这个光幕同步了出来。不单单是龙国这边，此时昭和国的上空也同样出现一层光幕，所有人也在紧张无比地盯着光幕。寒天城玉红高中，包括莫金红院长在内，所有人全都聚集在操场上。程佑威双手紧紧地握在胸前，不断地祈祷着。莫金红，光幕直播的画面无法将整个战场展露出来，
你们可注意到段晨的身影？程佑威摇了摇头。圣兽之地太过广阔，光幕直播的画面只是战场的一部分，不过直播的画面每隔一段时间便会切换一次。突然，程佑威瞳孔一缩，惊呼道：“院长，快看，是陈若曦，还有莫里儿！”画面中，陈若曦和莫里儿背靠着背，在他们的身周还有数十位龙国职业者聚集着。莫里儿将弓弦拉成满月，轻喝道：“前排肉盾职业，死战不退，保护好身后的远程职业。治愈系覆盖治疗，管好前排。魔法师负面技能丢出去无法锁定到敌人的话，就直接往肉盾前面丢。射手注意刺客，将感知类技能扩散出去，找出昭和国的刺客。”嗖嗖，一道道命令传达出去，莫里尔的弓弦也松开，箭矢破空而出，在半空中瞬间分裂。技能爆裂箭雨，只见那箭矢一分为二，二分为四，转眼就分裂成数十支箭矢，铺天盖地朝着外围战场射去。每一根箭矢都被一股狂暴的能量包裹，刚刚射中敌人，便发出震耳欲聋的爆炸。陈若曦、莫里尔，你自己照顾好自己，我去前排杀敌。莫里尔咬牙，小心点。陈若曦点点头，只见他的身躯猛地弓起，原本苗条妖娆的身影迅速变化。好！一声咆哮，陈若曦竟然变身成了一只体型庞大的猎豹。韩天成、德鲁伊、陈若曦，杀！一层墨绿色的光芒包裹全身，陈若曦一个纵身便从前排肉盾的头顶越过，冲杀了出去。莫里尔的身材相比于周围的其他龙国职业者实在太过矮小，不到1.6米的身高，可此时所爆发的威势以及统御能力却让人频频侧目。就连周围一群20多级甚至30级左右的龙国职业者也甘愿聚集在他的身边，听从他的指挥。莫里尔的目光转动，朝着数百米开外的一处山丘看去。环形阵，目标300米外的山丘，占据高地。移动，占据高地可以将远程的威力发挥到最大，同时其他同伴也更容易发现我们，向我们聚集。山丘之上有岩石，远程职业可以利用岩石遮挡攻击，可以缓解一下肉盾的压力。莫里尔的声音传递开来，杀！没有任何犹豫，数十位龙国职业者组成的临时队伍缓缓挪动，在战场上稳步向着山丘方向而去。此时，韩天成、陈家、陈元峰看着光幕中陈若曦的身影，忍不住双手颤抖。16级德鲁伊如何能在这样的战场上生存？那个叫莫里尔是罗刹高中的学生吧？陈元峰颤声自语，还好我这女儿遇到了莫里尔，不然怕是已经陨落在战场上了。只不过莫里尔自身的实力还是太弱了。段晨在哪里？女儿能跟在段晨的身边，才有更大的机会活到最后。光幕中画面突然切换，陈若曦、莫里尔等人的身影消失，画面已经换到了另一处战场上。寒龙殿，寒龙殿主愤怒地咆哮，一群废物竟然让那个孽子进了小世界国战，我们宁家一代单传，莫非想让我宁浩云绝后不成？周围一群寒龙殿高层低着头不敢搭话。苍穹之上，一片丛林战场出现在光幕中。寒龙殿主惊呼一声，指着战场上的一个身影，说不出话来。儿子，那是我儿子。丛林中，宁远舟的脸色苍白，手中长剑从一个昭和国牧师的心口拔出。他朝着周围看了一眼，然后扑通一声躺在了那个牧师的尸体旁边，两眼一翻，屏住呼吸，同时还不忘将几件装备丢在身边。寒龙殿主看到这一幕，表情微微一僵，装死。那个逆子要干什么？其他人也疑惑不解。片刻之后，一位17级的昭和国刺客小心翼翼地靠近过来。那刺客看到尸体和掉在地上的装备，双眼微微一亮，然后便冲上前来，弯腰要将装备捡起来。去你妈的，我敢丢，你真敢捡啊！宁远舟猛然睁开双眼，身形暴起，长剑瞬间在那个刺客的大腿留下一道深深的伤口。还他妈的刺客呢，我感觉我比你更像刺客。宁远舟手中长剑转动，第二剑直接斩在了对方的胯下，将一大块血肉斩飞出去。那个昭和国刺客哀嚎一声，身形踉跄后退，却被宁远舟的剑魂突刺给刺穿了脖子。双方只有2级的差距，对方的等级虽然比宁远舟高了2级，但只是中级职业者在被宁远舟偷袭得手之后，直接就失去了先手，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又搞定一个，包爷！宁远舟贼兮兮的一笑，将爆出来的战利品捡起来，然后朝着另一个方向跑去。寒龙店主眨了眨眼，在松了口气的同时，也忍不住骂道：“这不是我儿子！”极南之地，麒麟城，屠苏无敌面无表情，但从他的瞳孔中却感受到他的紧张，甚至是焦急。秦雪，你在哪里？可还活着？突然，屠苏无敌双眼一亮，段晨！
战场之上，段晨那犹如山峦般的身躯一路冲杀，所过之处血流成河。距离他数百米开外，荒神的利爪挥动，一道道锋刃奔腾而出，将阻挡在前方的职业者撕成碎片。一人一兽如同绞肉机一般，浑身染血，已经化身成了战场上收割昭和狗性命的杀神。明明只有20级，明明前方的敌人成百上千，可是在段晨狂暴的冲击之下，前方的所有昭和国职业者都被打得溃不成军，只能惊恐地四散开来，避开段晨的锋芒。第57章立龙旗，龙魂震天地。战场之上，人的性命是最不值钱的，一个个职业者如同割麦子一般倒下，鲜血从他们的身上喷洒，运气好的能留个全尸，运气不好的身首异处，腰斩当场。此时整个战场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绞肉盘，那凄厉的哀嚎和惨叫不绝于耳。人活着的时候是有温度的，你能听到他的呼吸，能感受到他的脉搏，死了就变成了一块肉，在战场上被一双双脚掌不断的踩踏。即便刚死的时候还尸体完整，可随着战斗的进行，原本完整的尸体也被踩踏得不成模样，血肉模糊，面目全非。此时在段晨的身后已经聚集了上千个龙国职业者，他们并不是因为害怕战斗而躲在段晨的身后，如果真的害怕，他们也不会使用国战传送时进入这圣兽之地。快点跟在段晨的身后，弓箭手向2翼攻击，增幅技能，给段晨增加防御和攻击速度。治疗跟上。段晨在收割敌人性命的同时，身体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移动堡垒。聚集而来的龙国职业者借助堡垒的庇护，通过各种技能在支援段晨。一道光芒从天而降，落在段晨的身上，让他浑身一阵酥爽。这是一个牧师丢过来的净化术，刚好为他清除了一个减速效果。另一边又有几个治疗术丢在了他的身上，脚踝几道浅浅的伤口片刻便愈合如初。此时昭和国的人已经吓得不知所措，他们惊恐地望着段晨，一个个跌跌撞撞地向后退去。该死，怎么会有这样的怪物？他的魔宠也强悍无比，我的剑矢竟然没办法破开他的皮毛。我查看了一下那个魔宠的等级，只有18级，怎会如此强大？负面技能，给我往段晨的身上狠狠地丢，削弱他的防御，别被他攻击到。想办法绕后，将跟在段晨身后的那些龙国职业者清理掉。战场之上乱成一片，段晨手中巨剑横扫而出，又将10几个昭和国职业者斩杀。突然他猛地向远方看去，只见数千米开外，一杆龙旗不知何时插在了山峰之上。龙旗？段晨愣了一下，是谁插的龙旗？他的双眼眯起，可是因为太远的关系，只能模糊地看到旗杆旁边有一个身影，但却看不清到底是谁。心中略一思索，段晨怒喝一声：所有人跟紧我，杀过去！另一边山峰之上，一杆龙旗随风飘荡，栩栩如生的龙纹散发着淡淡的光芒，在出现的一瞬间，便将方圆数千米战场的所有目光吸引了过去。尤其是龙国职业者，在看到那一杆龙旗之后，均感觉心中一震，热血沸腾。是龙旗！快向龙旗聚集，冲杀过去！一声声咆哮，四面八方的龙国职业者调转方向，就好像找到了主心骨一般，疯狂地朝着龙旗的方向聚集过去。龙旗旁边，屠苏晴雪单手握紧旗杆，将旗杆狠狠地插在岩石之上。护国者屠苏晴雪立龙旗，圣兽之地，小世界国战，龙国必胜！屠苏晴雪猛然抬头，眼中光芒闪烁，声音震撼而出，响彻战场。他的声音高亢，甚至喊得有些撕心裂肺。可就是这一声怒喝，却在一瞬间让所有龙国职业者热血沸腾。龙旗是整个龙国的象征，是龙魂，是龙之脊梁。在这狂暴混乱的战场之上，一杆龙旗立起，虽然会吸引昭和国职业者的火力，很可能会有无数昭和国职业者靠近过去，疯狂地扑杀立旗之人，但同时对所有龙国职业者来说也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情。这一杆龙旗让所有龙国人战意滔天，即便身上已经伤痕累累，此时也感觉一股无形的能量从体内升起，佝偻的脊梁也直了许多。看着一个个聚集而来的龙国职业者，屠苏晴雪的嘴角微微一翘。父亲，你瞪大眼睛看着吧，你女儿以女子之身，此生定让百世龙魂侧目。屠苏晴雪深吸一口气，昭和狗来战！山峰之下，密密麻麻的昭和国职业者聚集过来。八嘎！砍掉那一杆旗帜，旗帜在，士气在，灭掉龙国的士气，斩断龙旗。嗖嗖，几根箭矢飞射而来，却被屠苏晴雪的长剑挡了下来。就在这时，又有一根箭矢从后方激射而来，瞬间到了屠苏晴雪的身后。射出这根箭矢的是一位昭和国的中年男子，35级史诗级职业者月光射手。
一个小娘们也想搞这一套？中年男子冷笑连连，去死吧！噗，鲜血飙出，屠苏晴雪感受到危机，在最后关头微微侧身，躲过了要害，肩膀却还是被那剑矢带起了一团血雾，留下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混蛋！屠苏晴雪猛地转头，看向那个昭和国月光射手。第二剑，必要你的命！月光射手露出残忍的笑容，弓弦再一次拉满。你若是躲，我便射断旗杆。你不是龙国的护国者吗？我倒是要看看你是护着龙旗，还是护着你自己的性命。嗡！一道刺眼的光芒凝聚在剑矢之上，强大的感知锁定在屠苏晴雪的身上，让他只觉得一股寒意席卷全身。好强！屠苏晴雪瞳孔猛缩，对方手里的长弓绝非凡品，很可能是史诗级的武器，而且这剑矢之上应该携带着某种特殊效果，一旦被击中，就算不死也得重伤。屠苏晴雪咬紧牙关，看了一眼身边的龙旗，此时已经有龙国职业者奔上山峰，但离他都还有段距离，根本没办法相助。刚刚插上山峰的龙旗，难道又要拔出来？就在这时，一阵呼啸之声突然出现，一阵阵狂风卷起，吹起的沙石盘旋四散，一个巨大的阴影也出现在了天上。那阴影从半空中划过一个弧线，只是一转眼就到了那个光明射手的头顶。石头！光明射手瞳孔猛缩，不可置信地看着头顶出现的巨石，整个人都懵了。第58章300米的狼牙棒，见过没？突然出现的巨石让所有人都震撼无比。这是谁施展的土元素魔法，竟然能凝聚出如此庞大的巨石？巨石高达200余米，从天而降，就如同一座砸下来的大山一般。不，光明射手哪里还顾得去攻击屠苏晴雪？眼见那巨石砸落下来，二话不说，瞬间将自己的移动速度发挥到极致，想要躲开巨石的攻击范围。他的等级已经是35级，再加上射手的敏捷本就高于大部分职业者，在同级别之间，也只有刺客职业的敏捷能压过射手一头。然而很可惜，那巨石的笼罩范围实在太大了，即便他将速度爆发到极致，也绝对无法逃出巨石的笼罩范围。轰！巨石落下，好似天塌了一般，只是一瞬间便将光明射手的身形淹没，连带着他身边另外一群昭和国职业者也被压成了肉泥。烟尘卷起，巨石砸在地面之上，留下一个巨大的深坑。这还没完呢，只见那原本200余米高的巨石竟然迅速缩小，只是一转眼就缩小到了20余米。附近的龙国职业者瞪大双眼，咋回事？200多米的大石头怎么变成20几米了？你们看清楚了吗？是谁施展的土元素魔法？管他是谁，反正是咱们龙国人就行了。就在这时，又有一块石头从远方而来，这下所有人都看清了。他们怔怔地转过头，朝着巨石飞来的方向看去，一眼就看到了段晨那庞大的身躯，还有跟在他身边的魔宠荒神。天哪，那是什么鬼东西？是职业者？不可能吧？什么职业？怎么可能拥有这么大的身体？刚才那颗石头是他丢过来的？他这体型怎么看也不像是一个魔法师啊？难道那根本不是什么土元素魔法，就是那个家伙随手丢出来的一块石头？还好是我们龙国阵营的，如果是昭和国的人那就惨了。轰隆隆，地面震动，段晨迈开大步，一路横冲直撞，阻挡在他前方的一切，无论是昭和国的职业者，还是一棵棵参天大树，又或者是巨大的岩石，全都被他撞得四分五裂。昭和狗，谁敢碰我龙国龙旗？段晨的声音震天动地，犹如神灵的咆哮，让战场上所有人心神震颤。我操，太恐怖了！一瞬间，所有龙国职业者惊醒过来，他们振奋的高呼，发疯似的向着深州的昭和国职业者发起冲击。昭和狗，谁敢碰我龙国龙旗？昭和狗，谁敢碰我龙国龙旗？所有龙国职业者的声音汇聚在一处，直冲云霄。轰轰！段晨的身形急速移动，只是短短片刻就冲到了山脚下。他身高20米，双臂在局部背化的作用下已经长达100米，即便他只是站在山脚下，双手用力抬起的话，也能够碰触到屠苏晴雪所在的山峰。小姑娘，牛逼！段晨哈哈大笑，我叫段晨，交个朋友咋样？放心，不是男女朋友，就是战友那种。也许是担心吓到对方，段晨还补充了一句。屠苏晴雪神色复杂地看向段晨，这个被父亲多次夸赞的少年，明明才高3参加大考，明明才不到17岁，却已经成长到很多人无法企及的高度。背画师这个职业为何如此强大？在骸骨地穴副本入口，段晨遭遇昭和国职业者刺杀，竟然硬生生扛住了一位50级昭和国刺客的偷袭，然后单靠反伤属性便将那个昭和国刺客给反伤死了，这是让人完全无法理解的。直到现在，
屠苏晴雪也想不明白，但这一切却确确实实的发生了。屠苏晴雪深吸一口气，吐出几个字：护国者屠苏晴雪。护国者，段晨心中一紧，眼前这个姑娘看起来很年轻，最多20岁出头，这样的年龄变成了护国者。我叫段晨，背画师。段晨突然反应过来，圣兽剑豪，神将屠苏无敌是你什么人？屠苏晴雪，我老子！吼吼！四面八方密密麻麻的昭和国职业者攀爬上山，近战职业想方设法的朝着龙旗靠近过去，想要折断龙旗，斩杀屠苏晴雪。远程职业则发疯的施展技能。屠苏晴雪深吸一口气，护龙旗，竟然是屠苏无敌的女儿。段晨心中吃惊，随后哈哈一笑：兄弟们，燃起来！昭和狗，靠近龙旗者杀无赦！轰！话音落下，他手中的巨剑已经高高扬起。嗡！一阵阵刺耳的尖啸之声从剑锋上涌出，直入灵魂。段晨已经20级了，可此时佩戴的却依旧是那把8级的铂金落魂剑，并非他手里没有等级更高的武器，完全是因为落魂剑拥有一个群体攻击技能灵魂尖啸，而且还是一个被动技能。灵魂尖啸被动技能，佩戴者在挥动落魂剑时，剑锋会爆发出震慑灵魂的尖锐嘶鸣，对范围内目标造成巨大伤害。有这个技能存在，落魂剑对于段晨的价值要比一些等级更高的武器还要高。不过这只是暂时的，毕竟这件装备等级太低，而且只是铂金品质。轰！巨剑砸落，一大片昭和国职业者被轰杀。段晨咧嘴一笑，另一只手瞬间探出，张开的大手从战场上扫过，将一大堆爆出的物品和装备收入到了物品空间。紧接着他的手掌一翻，那把用了很久的落魂剑被他收了起来，然后一把猩红色的狼牙棒出现在了他的手中。狼牙棒比长剑威势更重，即便不看属性，单单这脉象和体积就比变大的落魂剑更加吓人。呼！一阵狂风卷起，狼牙棒已经被段晨高高举过头顶。段晨狂笑一声，哈哈，小八嘎们，300米的狼牙棒你们见过没？第59章赤炎狼牙棒。段晨手中的狼牙棒名为赤焰狼牙棒。在这混乱的战场上，段晨每时每刻都在面对数十甚至上百个敌人，根本没办法分心去施展真实之眼，去一个个查看周围敌人死亡会爆出什么。当然，一些实力比较强的昭和国职业者还是会引起段晨的关注，偶尔也会丢出一个真实之眼查看一番。而他现在这把赤炎狼牙棒正是一位昭和国战士爆出来的，段晨已经注意他好半天了。名称：赤炎狼牙棒，品阶：传说，等级20，力量4800，攻击速度+4，技能：技能增幅，箭射伤害，赤焰滔天。技能增幅，被动技能，佩戴者所有攻击技能威力提升 15%。箭射伤害，被动技能，佩戴者每次施展攻击都将触发箭射伤害。赤焰滔天，挥动赤炎狼牙棒可爆发小范围火焰喷袭，对覆盖范围内的敌人造成巨大伤害，并触发灼烧效果。灼烧效果持续3秒，效果无法叠加技能冷却1分钟。20级传说级装备，而且自带了3个技能。单看力量这一项属性就已经甩开落魂剑10几条街了。要知道落魂剑得力量属性才120点。不过更让段晨惊喜的还是赤炎狼牙棒自带的箭射伤害，以及赤焰滔天这个技能。还有就是被化之后狼牙棒的尺寸，300米的狼牙棒啊，犹如擎天柱一般直挺挺地握在段晨的手里，上面一根根尖刺寒光闪烁，犹如刀山一般骇人至极。呼！随着狼牙棒砸落而下，一阵狂风被带起，伴随着尖锐的呼啸声，那狼牙棒犹如倒塌的山峦一般，直接砸在了一队昭和国职业者身上。轰！轰隆隆，碎石纷飞，大地震颤。在狼牙棒落在地上的一瞬间，箭射效果触发，四散而出的碎石携带着强大的贯穿力，刹那间将周围的昭和国职业者轰击的血肉模糊。这还没完呢，炽热的火焰喷洒而出，将段晨前方300余米的战场全部点燃。如果这把赤炎狼牙棒在其他职业者的手里，这一招赤焰滔天最多只能笼罩3-4米的距离，可是到了段晨的手里，威力瞬间爆发100倍。火海滔天，那些侥幸逃过赤炎狼牙棒正面攻击又躲过箭射伤害的昭和狗，这一次终于躲不开了。不！啊呀！救命啊！怪物！这个龙国职业者是怪物！惨叫声此起彼伏，那一个个昭和国职业者的身躯被点燃，只是转眼就被烧成了灰烬。爽！段晨狂笑连连。在一众龙国职业者的眼中，此时的段晨犹如一位远古战神，只是站在那里便给人带来无尽的信心，让方圆万米战场上的龙国职业者士气暴涨。
可是，在昭和国职业者的眼中，段晨比那些轮回副本地图的终极 BOSS 还要恐怖。无论是敏捷见长的刺客，还是防御力夸张的肉盾职业，只要踏入段晨的攻击范围，便会顷刻间被轰得身躯炸裂，惨死当场。段晨，屠苏晴雪的声音传来：“龙骑，我来护着你，杀出去！”在这混乱的战场上，你一个人的杀伤力很可能超过一个100人团队，甚至更多。敌人最密集的地方，才是你该去的。段晨点点头，眼中寒光闪烁，正有此意。即便屠苏晴雪不说，他也会这么做。只见他猛地向前踏出一步，冲天的气势从他身上爆发开来。下一瞬间，他那庞大的身躯已经一跃而起，稳稳地落在了荒神的脊背上。荒神杀！好！这是段晨第一次骑着荒神进行战斗。荒神的身躯虽然没有段晨庞大，可是在背化的作用下，脊背也超过8米。伴随着一声狂吼，荒神一跃而出，直接带着段晨冲入人群之中。狂风呼啸，一道道锋刃从荒神的口中狂喷而出。刚刚步入战场，荒神便将飓风之刃施展了出来。而在他施展这个技能的同时，段晨也同样施展出飓风之刃。飓风汇聚，方圆数百米的战场已经被狂暴的锋刃笼罩。噗噗，一道道鲜血飙出，一个个躲闪不及的职业者被撕开了身躯。那些侥幸躲过一劫的人，却也被紧随而来的狼牙棒轰了个4分5裂。昭和国幕府，这里是昭和国的首都，是整个昭和国最为巍峨、最为繁华的城市。此时此刻，一个个昭和国的百姓聚集在大街上，抬头仰望着虚空中的光幕。光幕中播放的正是段晨屠杀昭和国职业者的画面。不可能，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如此恐怖的职业者，等级绝不可能低于35级。难道龙国得到了什么特殊物品，能让职业者无视小世界国战的等级限制，强行进入那圣兽之地？无视等级限制，还能有这种操作？全民转职降临500余年，可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可如果不是这样，那个巨人又该如何解释？整个幕府议论纷纷。幕府最高的建筑之中，一众昭和国高层也同样在关注着这一场屠杀，死死地盯着光幕中的段晨。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位白发老者，老者的脊背微微佝偻，虽然看起来矮小瘦弱，可身上所散发的气势却让人不敢直视，那是一位高高在上的掌权者才能拥有的气势。这老者正是昭和国当代的国主丰臣秀吉，也被称之为天皇。此时丰臣秀吉的神色凝重，眼中闪烁着冰冷的杀意。他就是段晨吧？前些日子使团所传回的消息有提到这么一个人。隔着光幕，他们虽然能看到战场上的画面，却没有办法对画面中的人施展探查术，没有办法查看战场上的人物信息。可这并不影响丰臣秀吉认出段晨的身份。段晨曾以5级的实力越级斩杀了10级的鬼剑士辉夜谷寺，又通过反伤反死了咱们一位50级的刺客。根据传来的信息，段晨的职业应该是一种从未出现过的隐藏职业，又或者是唯一性的隐藏职业。可这个职业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到现在还不得而知。在施展探查术查看人物信息的时候，是没办法查看史诗级以上的职业信息的。所以当初昭和国使团传回的信息中，并未说明段晨到底是什么职业。丰臣秀吉双拳紧握，无论这一次小世界国战胜利与否，这个段晨都必须死，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的杀了他。现在就已经有这样的实力了，若是再让他继续成长下去，那还了得？再有10数年的时间，大世界国战就要开启了，像段晨这样的人物必须提前除掉。听到这话，在场众人都点了点头。第60章青鸾真雀，飞行魔宠。战场上，段晨和荒神疯狂地屠杀着。在段晨的冲击之下，这一处战场的昭和国职业者已经被冲击得溃不成军，落荒而逃。段晨牛逼，杀光这些昭和狗，不是很牛逼吗？怎么就逃了？密密麻麻的龙国职业者一阵狂吼，眼见着那些昭和狗向远处逃走，便疯狂地追杀了过去。龙旗之下，屠苏晴雪并没有因为这边战场的大胜而露出半点喜悦。圣兽之地的战场广阔无比，两国进入圣兽之地战场的职业者总数至少超过1000万。这样规模的战场，段晨个人的强大位必能改变整个战局的走向。屠苏晴雪深吸一口气，连忙打开国战频道。此时国战频道已经乱翻天了。在小世界国战开启之时，好友栏的国战频道便自动建立，所有龙国职业者都可以进入国战频道，时刻关注整个战局，并在国战频道进行发言。屠苏晴雪，我是屠苏晴雪，13镇国神将之一的圣兽剑豪，是我的父亲。简简单单一句话，即便提到了圣兽剑豪4个字，也没有溅起什么水花。圣兽剑豪，我听说过他的女儿，好像只是一个低级职业者。别管他，兄弟们，谁在独藤森林这一带，
快来支援一下，我正被4个昭和狗追着跑。火焰山这边咱们已经死了数百人，有人来支援一下吗？我叫冯九阳，我不行了，认识我的人帮我向我的父母转达一下，孩儿回不去了。我也回不去了，我被3个昭和狗堵在了山洞里，我现在要冲出去，临死也要搞个垫背的。妈的！国战频道乱成一片。屠苏晴雪眉头紧锁，他原本想要搬出父亲屠苏无敌的身份，想要让所有人都注意到他，只有这样才能进行接下来的部署。然而很可惜，在这样的战场上，官二代这样的身份好像并不好使，不但没人搭理他，甚至还让人心生鄙夷。屠苏晴雪苦笑一声，父亲，你这镇国神将的身份也有不好用的时候啊。如果是你亲临战场，自然是万众瞩目，轻而易举就能掌控全局，可我却没办法仗着你的名头啊。不过屠苏晴雪并未停下来，而是再次在国战频道发了一条信息：我屠苏晴雪，龙国护国者，有话说。轰！这一次国战频道里的反应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有人都在同一时间停止了发言。屠苏晴雪稍微松了口气，看样子还是护国者这个身份好用，比屠苏无敌之女好用多了。屠苏晴雪继续道：接下来由我来统一指挥，所有人听着，避免一切个人战斗。但凡能看到本国的同伴，都务必想办法聚集行动。24小时混战是以杀敌数量来定胜负，杀敌更多的一方会被判定胜利，然后优先选择地图。现在我需要确认圣兽之地的地图状况。所有职业者都有小地图，但是通过小地图只能查看附近的地理环境，若是太远的距离并且是自己从未探索过的区域，小地图上只会显示灰蒙蒙一片，没办法直接查看。屠苏晴雪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在频道中说出各自战场的名称、坐标、环境状况。很快国战频道就有了回应：毒藤森林坐标某某，火焰山坐标某某，千潭湖坐标某某，一个个地图名称出现。屠苏晴雪迅速地记录下来：森林、木材、湖泊、水源。就在这时，又有一个地图名字让屠苏晴雪双眼一亮。说话的正是莫脸儿。枫林草原，屠苏晴雪，我刚刚注意到这片草原上有野生的麦子，另一个方向是翠绿之森，应该有果树。屠苏晴雪大喜，详细坐标。所有人注意，一旦咱们赢下24小时混战，我们会选择一处易守难攻，并且能够获取食物、木材等资源的地方。请大家相信我，将这个选择权交给我。许久之后，屠苏晴雪关闭了国战频道，他一只手握着神器寒血魂杀剑，另一只手缓缓抬起。下一秒钟，一个召唤法阵出现，来人护旗！屠苏晴雪轻喝一声，很快他便得到了回应。一行数十位职业者狂奔上山峰，死死地护在龙旗周围。屠苏姑娘，这里交给我们。屠苏晴雪点点头。也就在此时，一只飞鸟从召唤法阵中飞了出来。魔宠青鸾真雀，这是父亲屠苏无敌耗费了3年时间才为他搞到的魔宠，据说是在黑烟之地的一处高级副本获得的，一旦成长起来，实力恐怖至极。鸣！一阵啼鸣响起，屠苏晴雪纵身一跃，便已经落在了青鸾真雀的脊背上。下一瞬间，青鸾真雀冲天起，转眼就飞出数百米。战场之上，段晨抬起头望向半空，露出惊异之色。飞行七宠，这玩意可少见啊！据说连寒天城主、寒龙殿主这样的大人物都未曾拥有。屠苏晴雪竟然有一只！有一位镇国神将父亲，就是不一样，牛逼！就在刚刚，段晨也注意到了国战频道的对话。在看到屠苏晴雪骑着青鸾真雀离开之后，他已经猜到屠苏晴雪要干什么了，无非是想在混战胜利之后，能够选择一处最为合适，能将优势发挥到最大的聚集之地。还真是自信啊！他就这么笃定我们能赢，竟然在这个时候去探查圣兽世界的地图分布了。24小时混战过后，到底会给胜利方预留多久的选择时间还不知道，屠苏晴雪提前布局无疑是正确的。段晨咧嘴一笑，这个姑娘我喜欢，可惜了，等我长得再大一点，她的身子都没我兄弟的嘴大了。唉，段晨只觉得自己太惨了，被画师给了他同级别难以企及的实力，却也让他这辈子告别了男女之事。等他再长一些，随便对出去一下都容易被人家堵了尿道。第61章大天狗。此时段晨突然回想起国战频道里出现的一个名字，那人临死之前在国战频道留下最后一句话，冯九阳。这个名字为何如此耳熟？段晨瞳孔微微一缩，终于想起来了，那不是大考小组积分争夺战时他的队友之一吗？虽然只相处了很短的时间，段晨却清晰地记得那个少年的面容。我叫冯九阳，牧师哦。段晨苦笑一声，手中的狼牙棒也挥动得更加猛烈了。
在这战场之上，每时每刻都在死人，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在顷刻间尸骨无存。即便是天之骄子，即便是一身神器，也无法保证自己的安危。冯九阳只是几万，甚至几十万惨死的同胞之一。昭和狗，死！段晨双目狰狞，灼热的气息以他的双脚为中心，朝着四面八方扩散出去。这一招是神器遗落铠甲自带的技能，名为灼热领域。灼热领域主动技能，佩戴者可使周围形成一个大范围的灼烧领域，对范围内的目标造成持续灼烧伤害。技能持续10秒钟，冷却3分钟，方圆数百米范围热气升腾，温度暴涨。这个技能的效果和狼牙棒自带的赤焰滔天有着一些重叠。赤焰滔天在爆发火焰之后，也同样会产生灼烧伤害，但灼烧的持续时间却没有灼热领域长。突然，苍穹之上一道黑影闪过，段晨的余光注意到了那道黑影，手中狼牙棒横扫，又将一群昭和狗轰飞出去，然后猛地抬头朝着虚空中望去。苍穹之上，屠苏晴雪已经骑着青鸾真雀飞向远方，而那个刚刚出现的黑影则是从另一个方向来的，明显是奔着屠苏晴雪去的。不好！段晨大惊失色，连忙在国战频道叫道：“屠苏晴雪，有人在追你！”屠苏晴雪看到了，他的速度太快了，他没有骑飞行魔宠，而是靠着技能在飞行，很可能是一位史诗级职业者，甚至是隐藏职业。我逃不掉了！屠苏晴雪的语气透着决绝。该死！段晨关闭国战频道，根本没心思去看他接下来说的话。下一秒钟，段晨已经迈开大长腿，庞大的身躯狂奔而出，全给老子让开，挡我者死！段晨狂吼之声响彻战场，前方的龙国职业者纷纷让开，一些昭和国职业者也不敢硬抗段晨的锋芒，但却有一些昭和国职业者想要趁机攻击段晨，却都被轰落下来的狼牙棒直接砸成了血雾。轰！轰隆隆！段晨每一步迈出都能跨出数十米的距离，而且速度奇快无比，很难想象如此庞大的身躯，双腿迈开的频率竟然比大部分职业者都要快出一些。只是短短片刻功夫，段晨就已经追出1000米。虚空之中，一位背生双翼、手拿团扇的中年男子急速飞行，双翅每一次扇动都能带起一道道肉眼可见的气流，将他的速度爆发到极致。龙国的小娘们，这虚空之上可是我的领地！男子嘴角翘起，露出森冷的邪笑。远处，屠苏晴雪猛地转头，一个顶级探查术丢在了对方的身上。不过很可惜，探查术只是看到了对方的姓名和等级，并未查看到职业信息。姓名：千岛川，等级35级，无法查看职业信息。果然是史诗级以上的职业者。背生双翅，难道是大天狗？屠苏晴雪瞳孔猛地一缩，心中升起一丝绝望。大天狗，昭和国特有的隐藏职业，专属技能强悍至极，对方的等级还高达35级。屠苏晴雪手中虽然有一把30级的神器寒血魂杀剑，却也未必能弥补上两人的实力差距，而且对方的装备也未必比他差。10日，千岛川怒喝一声，眼见那龙国小娘们已经进入了他的技能范围，于是毫不犹豫地挥动手中的团扇。呼！刹那间，一团团乌云凝聚在他的头顶，然后在飓风的吹动下，朝着屠苏晴雪笼罩过去。召唤天狗术士，千岛川的第二个技能紧随其后。嗡！一阵阵嗡鸣声，两个和他一模一样的分身出现在他的旁边，这两个分身便是他口中的天狗术士。从天狗术士身上散发的气息来看，至少拥有本体50%的属性。只见那两个天狗术士刚一出现，便纵身而出，从另外两个方向围向屠苏晴雪。鸣！青鸾真雀发出一声啼鸣，向主人预警。屠苏晴雪神色凝重，他能够感受到笼罩而来的黑云散发的腐蚀气息，一旦被黑云碰触，生死难料，即便不会死，身体也必然会受到严重腐蚀，最终还是难逃一死。青鸾，临死之前，咱们拉上那个大天狗怎样？屠苏晴雪突然露出一丝淡然，这一刻他将一切死亡和危机都抛之一旁，甚至连两侧攻来的天狗术士他都没去理会。杀！青鸾青雀双翅收拢，庞大的身躯犹如出弦的利剑，带起破空声，直接划过一个弧度，竟然在最后关头将笼罩来的黑云绕开，直接扑向了千岛川。不自量力！千岛川冷笑一声，双手一张，一面由飓风凝聚的防御墙出现在身周。小娘们，我这个防御技能就算45级的职业者也无法轻易破开，你更不可能。即便你真的有本事破开，在击中飓风之墙的一瞬间也会出现短暂的停滞，那就是你的死期。千岛川满目不屑。也就在这个时候，屠苏晴雪的长剑也站在了飓风之墙上。轰！一声巨响，飓风之墙爆发出一阵恐怖的反震之力，不但挡住了屠苏晴雪的攻击，
甚至还将他撞得向后倒飞出去。第62章，把大天狗当苍蝇拍。昭和国无数双眼睛都在盯着苍穹之上的光幕，这也是圣兽之地小世界国战第一次出现在天空之上的厮杀。哈哈，那个人是千岛川，不愧是大天狗，单靠一个防御技能就把那个龙国娘们震飞了。杀了他！妈的，刚才就是他在战场上竖起了龙旗，让龙国职业者士气大振。天空之上的战斗最引人注目，现在战场上肯定也有很多人在关注，只要能将这个女人弄死，必然会打击到龙国职业者的士气。千岛川，杀了他！昭和国上下响起一阵阵的嘶吼声，在他们看来，那个骑着飞行魔宠的龙国女子已经成了砧板上的鱼肉，只等着千岛川收割掉她的性命。此时，龙国之中也同样有无数人在死死地盯着光幕中的战斗。麒麟城屠苏无敌的嘴唇微微颤抖，可以看出他心中的紧张。晴雪，不要有事啊！突然，屠苏无敌的双眼睁大，忍不住轻呼一声，眼中写满了震惊。战场之上，屠苏晴雪的身形被飓风之墙震得飞退出去。几乎在同一时间，那两个天狗术士分身也出现在了屠苏晴雪的身后。漆黑的翅膀猛烈扇动，两个天狗术士的利爪直奔着屠苏晴雪的脊背轰击过去。这两个分身拥有着和千岛川一模一样的样貌，但攻击的方式却是靠着一双锋利的爪子。屠苏晴雪心中大惊，他想要驱使青鸾真雀躲避，可刚才飓风之墙产生的反震之力竟然让他产生了一瞬间的眩晕感，就连坐下的青鸾真雀也好像失去了方向一般。不好，躲不开了！屠苏晴雪的心沉入谷底，难道今天真要死在这里了？我的价值还没有发挥出来，我不甘心！轰隆隆！突然间，苍穹之上狂风大作，一个巨大的黑影带着恐怖的冲击轰击而来，仅仅一瞬间便轰击在了那两只天狗术士的身上。砰！伴随着剧烈的轰鸣声，在无数人的注视下，两只天狗术士分身直接崩裂开来。那黑影产生的狂风将屠苏晴雪和坐下的青鸾真雀卷飞出去，那青鸾真雀直接飞出100余米，才勉强稳住身形。屠苏晴雪瞪大双眼，不可置信地看向先前的位置，只见那里不知何时竟然多了一根狼牙棒。那狼牙棒犹如一根漆黑的擎天柱一般，从地面升起，直挺挺地竖在他刚才所在的位置。尖锐的倒刺，寒光闪烁，漆黑、森冷、粗壮、坚硬至极，而且长得超乎想象。地面上，段晨气喘吁吁地站在那里，他手中的狼牙棒高高举起，说中狼牙棒直入苍穹。20米的身高，100余米的双臂，还有300米的狼牙棒，这直挺挺地向上砸去，已经能对到400多米的空中。更何况，段晨刚才还拼尽全力高高跃起，也就是这一下，便将那两只天狗术士轰了个4分5裂，在危急时刻救下了屠苏晴雪的性命。段晨咧嘴一笑，屠苏姑娘说谢谢。屠苏晴雪回过神来，谢谢。远处，千岛川脸色苍白，整个人都懵了。这个龙国职业者也太夸张了吧！这么高的空中，他就那么一跳，然后随手一砸，就把我的2个分身给砸废了。就在这时，段晨的声音响起：“那只小苍蝇吓傻了呀！”呼！话音落下的同时，那狰狞的狼牙棒再次甩动起来，狂风呼啸，音爆之声震耳欲聋，狼牙棒已经狠狠地朝着千岛川砸了过去。该死！千岛川大惊失色，连忙扇动翅膀，疯狂地向更高的地方飞去，想要躲开狼牙棒的攻击范围。他的速度很快，再加上占据空中的优势，竟然真的被他躲开了狼牙棒的轰击。躲开了！段晨眼中光芒一闪，以为飞得更高，我就拿你没办法了。千岛川的身形停下，居高临下俯视着段晨。此时他距离地面已经有800余米，这样的高度，段晨靠着手里的狼牙棒还真就够不到。可狼牙棒够不到，不代表其他东西够不到。千岛川满目杀意，他自认为已经逃开了段晨的攻击范围，而且占据了绝对的空中优势。龙国人，我可和那些废物不一样。千岛川抬起手中的团扇，现在的我已经立于不败之地，如果我在这个地方对你施展远程攻击，阁下该如何应对？说话的功夫，风元素能量已经在他的团扇之上汇聚，仅仅一瞬间，一道道风元素化作的箭矢便形成，直奔着段晨轰击过去。我该如何应对？段晨狂笑一声，那我也想问问，如果我拿出一块石头，你这个昭和狗又该如何应对？狼牙棒收起，段晨的掌心中已经多了2块石头，石头原本只有10数米大小，可是在段晨的手臂抬起的一瞬间，石头便已经膨胀开来，直接变成了2座超过150米的小山。段晨深吸一口气，狂暴的力量涌入双臂之中，随后以双脚为中心，他的双臂猛地抡动起来，整个身躯甩了半圈，手里的2座小山已经冲天起。轰！激射而来的风元素箭矢
直接被小山撞击得四分五裂，随后两座小山去势不减，狠狠地轰向千岛川。看到这一幕，屠苏晴雪二话不说，连忙催动青鸾真雀飞退。太吓人了，他担心自己逃得慢了，就会被段晨的攻击波及。而在飞退的同时，屠苏晴雪还不忘高声大喊：“注意石头的落点，退！”战场之上，一双双眼睛仰望着虚空。不好，快逃！小心别被那两座山砸到！战场之上乱成一片。千岛川已经麻了，他的脸色惨白，疯狂地扇动着翅膀，想要躲开那两座小山。然而很可惜，那两座小山飞来的速度实在太快了。更可怕的是，段晨在扔出两座小山之后，竟然又拿出两块巨石，然后又随手扔上了空中。啊！千岛川惊恐的躲避，可一切都是徒劳的。轰！伴随着一声闷响，千岛川的身体被其中一座小山砸中。恐怖的力量之下，千岛川狂喷一口鲜血，身子犹如破布袋一般从空中坠落下来。在千岛川的身体距离地面还有100余米的时候，一双巨手直接拍了过来。我拍！双手的掌心狠狠地撞击到一起，就好像拍苍蝇一般，直接把千岛川的身体拍在掌心之中。砰！血雾爆裂，千岛川的身体直接被拍了个四分五裂，内脏和血浆将段晨的双手染得鲜血淋漓，骇人至极。第63章，只能我打你们，太残暴了。段晨甩了甩双手，将残破的尸体甩掉，可粘在手上的血浆和碎肉却没能甩掉。他厌恶地撇撇嘴，干脆将双手在地上蹭了几下，这才让手掌干爽了许多。呼！4座小山从空中坠落，直接朝着战场人群中砸了过去。落点的范围有昭和国职业者，但也同样有龙国职业者。啊！我操！天塌了！快逃！一声声惊呼响起。一旦这4座小山砸在战场上，必然会造成很大的死伤，不单单昭和国的职业者会死，就连一些龙国职业者也会被波及。不过段晨早有准备，他刚才丢出石头的时候锁定的是千岛川，现在千岛川已死，4座小山失去了目标，在坠落的过程中，4座小山便迅速缩小，作用在石头上的背化效果消失不见。原本超过150米的小山，转眼就恢复成了10数米的大小。随后被狂奔过来的段晨一一接在手中，然后又顺势一甩，直接丢向远处一群昭和国职业者的聚集之处。轰！大地震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四散开来，仅仅这一击，便又有数百名昭和国职业者死在了段晨的手上。战场上出现了一瞬间的安静，所有人都忍不住咽了口唾沫。不过很快，喊杀之声便再次响起，双方的职业者又一次厮杀在了一起。只不过再次交锋的时候，龙国职业者的气势明显攀升到了巅峰。哈哈，昭和狗被我们的超巨吓到了吧？知道那是谁吗？我有幸和他一起参加的瀚海城大考理论考试的时候，我就坐在他身边，他还指点了我几道考题。他叫段晨，段晨威武，牛逼！苍穹之上，屠苏晴雪让自己的心情平复下来，他朝着段晨的方向看了一眼，然后摆了摆手，便再次朝着远方飞去。现在不是感谢和寒暄的时候，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处理。这姑娘还没说谢谢呢。段晨咧嘴一笑，那狰狞的狼牙棒再次出现在手里。小八嘎们准备好迎接爷爷的黑棒子了吗？带刺的哦。昭和国幕府，包括丰臣秀吉在内的一众高层全都沉默了。刚才段晨轰杀大天狗千岛川的画面实在太过震撼了，即便在场的人当中有数位昭和国顶尖的强者，此时也免不了面露震惊。其中一位老者更是忍不住咆哮连连：段晨，你杀我孙儿性命，老夫要将你碎尸万段！这老者正是千岛川的爷爷，同时他也是昭和国的8岐神将之一千岛流。8岐大蛇是昭和国神话传说中的神兽，早在全民转职降临之前，8岐大蛇的传说就已经存在。在全民转职降临的500年间，8岐大蛇更是以终极 BOSS 的身份降临到了某一处神秘的特殊副本之中。而8岐神将在昭和国的地位就如同13镇国神将在龙国的地位一样。丰臣秀吉眼中杀意闪烁，他的存在已经影响到了胜利的天平，只怕这一场24小时混战，我们昭和国凶多吉少啊！段晨的强大已经不单单是个体的强大，他存在于战场之上，足以起到一个稳定军心、提升士气的作用。此时段晨所在的那一处战场，龙国职业者气势如虹，一些人的体力原本已经消耗殆尽，可现在却有一个个咬紧牙关，爆发出强大的力量，不断攀升的士气影响下，一个个龙国职业者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威势。杀光他们！时间一点点过去，正在疯狂屠杀中的段晨突然感觉双臂一阵酥麻，紧接着100余米长的双臂迅速收缩，连手中那超过300米的狼牙棒也跟着变短，就好像萎了一样。变短了，
也变细了。局部背化再一次进入冷却，技能效果也在此时解除。看到这一幕，一些昭和国职业者大喜过望，还以为自己有机会了。八嘎，他变大的那个技能进入冷却了，快抓住这个机会！段晨软了，杀呀！技能锁定火球术，轰隆隆，四面八方密密麻麻的技能朝着段晨轰击过来，同时竟然还有刺客隐身摸到了段晨的身后。段晨怒了，我的手和狼牙棒是变短了，但却没软，想杀老子？你们还不够格！技能巨人践踏，段晨的脚掌猛地踏在大地之上，肉眼可见的冲击爆发开来，直接将那几个突然出现的刺客震飞了出去，身体还未等落在地上，就被紧追而来的狼牙棒砸得血肉模糊。轰！一声闷响，一团火球轰在了段晨的身上。火球炙热无比，如果是其他职业者，被这火球正面击中，绝对会受伤。可是，在段晨的面前，这颗火球轰击在他身上所产生的效果，还没有被一颗烟头烫到来的严重。关键是，这火球虽然对段晨没事，可触发的反伤效果却让那个施法者惨了。远处，一位魔法师喷出一口鲜血，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好恐怖的反伤！牧师，快救我！魔法师的身体一软，踉跄着瘫在地上。我的内脏好像被烧焦了，疼死我了。也是他命好，旁边还真有2个昭和国的牧师，那2人出手倒也迅速，2团墨绿色的光芒直接落在了他的身上。同时，他自己也没忘拿出一瓶治疗药剂，一口灌入了腹中。另一边，还有10几位弓箭手和魔法师也遭受了反伤，他们刚刚的攻击也同样击中了段晨。段晨的身体实在太过庞大，身体大，目标也就大。即便段晨的实力远超战场上其他的职业者，可是在面对远程技能攻击的时候，段晨也远比其他职业者更容易被锁定，更容易被击中。不怕被反死的，就尽管攻击。记住了，昭和狗，只有我段晨打你们的份，你们想打我，可是要付出代价的。第64章混战结束。恐怖的反伤，强悍的防御力，远超所有人的攻击力。此时的段晨即便已经解除了局部背化，可在昭和国职业者的眼中，依旧犹如恶魔一般，手中狼牙棒每一次挥动都会带走一大片的生命。唯一的区别也只是他的攻击范围变小了一些而已。战场之上，喊杀之声此起彼伏，每时每刻都有人被斩掉头颅，内脏、鲜血洒满大地，整个圣兽之地早已被鲜血染红，化作一片炼狱。段晨那庞大的身躯立于大地之上，每跨出一步，巨大的脚掌都会溅起一大片的血浆，脚下的残尸被踩得细碎，碎肉挂在靴子之上，他却完全不去理会，看都不看一眼。龙国、昭和国2国所有未参加小世界国战的人，全都在全神贯注地看着光幕，生怕会错过一些战场上的细节。屠苏无敌仰望虚空，自语道：段晨所在的战场已经大胜，所有人的士气都已经攀升到了巅峰，希望其他几处战场也能顺利吧。光幕中画面一闪，段晨的身影消失，直播画面已经切换到了另外一处战场。千潭湖，此时清澈的湖水早已被鲜血染红，一些破碎的内脏漂浮在湖面之上。以千潭湖为中心，四面八方正有数万职业者在疯狂地厮杀着。战场之上，一个女孩浑身染血，少女手握着权杖，在她的身周聚集着3只体型庞大的傀儡，每一只傀儡都有2米多高，有着类似人类的4肢，他们手握双刀，浑身散发着森冷的光芒，好似一台毫无感情的杀戮机器。这少女正是李洛水。哈哈，我竟然看到一个龙国的傀儡师！一个森冷的声音出现，瞬间吸引了李洛水的注意。李洛水猛地转头，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一位手握巨盾，另一只手拿着漆黑战斧的高大男子正站在那里，满目阴狠地注视着李洛水。哟，那男子眉毛一挑，竟然只有16级，让我想想该怎么弄死你呢？是先将你的傀儡全部砸碎，然后把你拖进树林，找个没人的地方，嘿嘿，还是直接在这里把你摁倒在地？虽然周围有很多人，可越多人在旁边围观，我就越兴奋，冲击的也越猛烈。李洛水的脸色一白，下意识地后退一步。几乎在同一时间，那个昭和国的盾战士动了。轰！一声巨响，盾战士脚下的地面崩开，他那高大的身体犹如出膛炮弹一般，朝着李洛水冲撞过去。李洛水大惊失色，连忙挥动权杖。下一瞬间，3只傀儡同时挡在身前，6把长刀朝着那位盾战士迎了过去。小姑娘，你的等级太低了，想伤我？下辈子吧。那位昭和国盾战士表情狰狞，巨盾之上爆发出一道赤色光芒，整个人的身躯也跟着膨胀了一圈。同时，他的脚下也出现了一个光环，技能巨盾冲击，技能抗拒之环。轰！巨盾狠狠地撞击在一只傀儡的身上，恐怖的力量爆发，竟然直接将那傀儡
撞得四分五裂。另外2个傀儡虽然没被正面撞击，但他们的长刀也没能击中那位盾战士，反倒被盾战士的抗拒之环推得连连后退。开！盾战士狂笑一声，整个身躯犹如螺旋一般转动，手中的战斧已经狠狠地砸在那2只傀儡的身上，一击破碎。3只傀儡顷刻间毁灭，让李洛水的心沉入谷底。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地面之上有一道道雷光涌动浮现。雷！那位盾战士瞳孔一缩，死亡的气息瞬间席卷而来，让他浑身汗毛炸起。只见他的脚下突然雷光涌动，一道刺眼的雷柱破开土层，一瞬间便将他的身躯淹没。这还没完呢，在这道雷柱出现的同时，半空中也有3道雷霆直落而下，狠狠地轰击在了他的身上。啊！昭和国盾战士哀嚎一声，浑身上下被轰击得焦黑一片。待到雷光消散之后，他的尸体轰然倒地，早已没了声息。李洛水打了个冷战，从震撼中回过神来，连忙转头朝着远处望去。只见2个少女正站在那边，2人拥有一模一样的脸蛋，身高体型完全复刻一般，气质也完全相同，20岁出头的样子，竟然是一对双胞胎。唯一的区别也只是她们身上的装备有所差别罢了。双胞胎姐妹有着圆圆的脸蛋，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长发扎成丸子头盘在脑后。李洛水连忙道：“多谢了。”双胞胎姐妹对视一眼：“小姑娘，跟在我们身后，别走散了。”李洛水急忙点头，驱使着仅剩的2只傀儡跟了上去。时间一点点过去，段晨的局部背化一次次冷却结束，一次次被施展出来。凡是他所经过的战场，都被折腾得一片狼藉。大地因为巨力践踏，踩出了一个个巨大的深坑，每一处深坑之中都可以看到一具具残缺不全的尸体。国战频道，屠苏晴雪，诸位，我已经选定了聚集之地，时间快要结束了。从目前的局势来看，我们应该占据了不小的优势，坚持到最后便赢了。保护好身边的辅助职业，还有受伤的同伴，不抛弃，不放弃。第2场大战的内容还有持续时间，目前都不明确，可即便前路是刀山火海，九死一生，我龙国也必将胜利。战场之上，段晨再一次施展局部背化，那300米的狼牙棒横扫战场，转眼就将前方一群敌人清理干净。四面八方，一个个昭和国职业者绝望地望着段晨。逃！就他们这小短腿，一旦被段晨盯上，根本逃不掉。打！几百人联手都无法伤到段晨分毫，稍有不慎还可能直接被反伤致死。更何况在段晨的身边还聚集着成群的龙国职业者，随时随刻都有增幅和治愈技能丢在段晨的身上。该死，别说杀了他，就连伤他一根头发都做不到。他真的只有20级吗？此时此刻，这片战场上的昭和国职业者只恨不得24小时混战快点结束。他们已经受够了，宁愿输掉这一场大战，也不想再去面对眼前的怪物。这时段晨再一次举起手中的狼牙棒。完了，又来了，快退！所有昭和国职业者大惊失色，死亡的气息扑面而来。叮！提示：24小时混战结束。第65章和平模式。那挖个坑埋了吧！一声提示突然传遍整个圣兽之地，不但圣兽之地所有人都听到，就连身在外界的人也都听得一清二楚。24小时混战结束了，结果呢？到底哪一方赢了？这一刻，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提示：24小时混战结束，战场之上，所有人强制和平模式。和平模式状态下，职业者遭受攻击，无法受到伤害。提示：胜利方龙国。提示：接下来的10分钟之内，圣兽之地的大地图将对所有参战的龙国职业者开启，所有龙国职业者可参与聚集之地的选择，可通过投票数量来决定最终的聚集之地。提示：24小时混战胜利，龙国获得持续3个月的杀怪经验增幅和爆率增幅，杀怪经验提升10%，爆率提升10%。提示：昭和国遭受持续3个月的国战惩罚，杀怪经验降低10%，爆率降低10%，持续时间内所有转职法阵强行封闭，任何人无法进行转职。什么？连续几声提示，无论是龙国还是昭和国，所有人都愣了一下。第一场，我们龙国赢了！哈哈，牛逼！有点不对劲啊，在此之前的每一次小世界国战，都是在国战彻底完结之后才会发放奖励和惩罚，怎么这一次却不一样？第一场混战结束就有奖励了？妈的，想那么多干什么？反正是咱们龙国赢了，只不过奖励持续的时间有点短，3个月。难道第2场国战的时间限制是3个月？可昭和国的战败惩罚又是怎么回事？经验和爆率可以理解，可3个月无法进行转职，这个太狠了吧！操，狠！我还觉得轻呢。此时此刻，龙国举国沸腾，无数人振臂欢呼。
大街上，激动的情侣甚至忍不住抱在一起，疯狂地啃向对方。与龙国截然相反，昭和国那边却气氛凝重，所有人都脸色铁青。对于24小时混战战败，一些人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尤其是回想起战场上那恐怖的龙国巨人，好像战败也并不奇怪。可让他们无法接受的是战败的惩罚，3个月无法进行转职。目的，丰臣秀吉忍不住破口大骂：这个惩罚砸下来，咱们昭和国接下来3个月将不会有新的职业者出现，等于断了咱们的根。虽然只有3个月，但这个打击无疑是巨大的。相比于无法转职的惩罚，降低10%杀怪经验和爆率也就算不得什么了。此时，昭和国举国上下哀嚎一片。还有第2场，只要我们能赢，我们失去的一切就都会夺回来，杀光那些龙国杂碎，东亚病夫。圣兽之地。在第一声提示出现的同时，所有参战者就已经强行进入和平模式。此时，段晨的狼牙棒早已高高举起，即便听到了耳畔的提示，他的动作也没有停下，依旧朝着前方一群昭和国职业者狠狠地砸了下去。看到那直落而下的狼牙棒，那些昭和国职业者大惊失色，只觉得好像天都塌下来似的，躲不掉，根本躲不掉。轰！一声震耳欲聋的响声，段晨的狼牙棒已经砸在了他们的身上，恐怖的力量蔓延而下，直接将他们脚下的地面震碎，他们的身体也被狠狠地砸在了破碎的深坑之中。可是因为强制和平模式的关系，他们所遭受的任何攻击都不会对他们造成伤害。在段晨的狼牙棒抬起之后，那些昭和国职业者一个个倒在深坑之中，完全没有受伤，身上连半点灰尘都没有沾上。没死，我们没死。哈哈，段晨，现在是强制和平，你能把我们怎么样？24小时混战，你们是赢了没错，可这第2场，我们一定能反败为胜。段晨，今天的仇，我们记住了，早晚会将你碎尸万段。一群昭和国职业者从深坑里爬出来，和平模式给了他们极大的信心，反正也死不了，还怕个毛。于是，一群人朝着段晨破口大骂。刚才打不过，现在就要骂回来，好像骂得越大声，越能掩盖他们先前面对段晨时的恐惧一般。他们这一骂，段晨身边的一群小弟不高兴了。这些龙国职业者一直跟在段晨的身后战斗，早就将段晨奉若神明。敢骂我们老大？操！你们找死啊！装什么装？刚才吓得一个个跟狗似的。眼见双方骂起来，段晨手中的狼牙棒猛地在地上一砸，发出一声巨响。下一秒，场面已经安静下来。和平模式，你们就以为自己死不了了？段晨眼中寒光闪烁，视线从那一群昭和国职业者的身上扫过，然后又看向先前被狼牙棒砸出来的那个深坑。哼，和平模式，遭遇攻击不会受到伤害。那如果我再砸出几个深坑，然后把他们全都埋了，他们该如何应对？想到这里，段晨笑了。轰！狼牙棒横扫而出，将一群昭和国职业者再次砸进深坑。段晨，你杀不了我们的，我没说要杀你们啊，只是想埋了你们。说着，段晨随手几块石头丢进了深坑，然后狼牙棒挥动，大片的土壤洒落进去，直接把那一群昭和国职业者给埋了。做完这一切之后，他又转头看向远处另一群昭和国的人。段晨咧嘴一笑，都别怕呀，反正埋在里面也死不了，和平模式嘛，怕啥？那些昭和国职业者大惊，你不要过来啊！此时，圣兽之地的大地图已经完全显示给所有参战的龙国职业者。国战频道，屠苏晴雪，定位聚集中心为龙腾山谷。在我选定位置之后，诸位跟进投票。第66章，圣兽降临，国战之旗，龙腾山谷，那是什么地方？段晨连忙打开大地图，仔细地查看起来。很快，他就根据屠苏晴雪给出的坐标，找到了龙腾山谷的位置。这时，屠苏晴雪再次开口了：龙腾山谷背靠毒藤森林和火焰山这2个方向属于险地，等到第2场大战开启之后，这2个地方会成为我们的屏障，可以确保敌人不会从这2个方向靠近。除此之外，距离千潭湖、翠绿之森、枫林草原也很近，这些地方可以为我们提供水源和粮食。而且龙腾山谷本身的资源也非常丰富。段晨双眼一亮，已经明白了屠苏晴雪的意思。屠苏晴雪，现在投票聚集地龙腾山谷。段晨点点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龙腾山谷的坐标。战场上，大部分龙国职业者也跟进了选择，但还是有一小部分面露犹豫。据说屠苏晴雪只有20岁出头，如此重要的决策让一个女娃娃决定，未免太儿戏了吧？应该没问题，她是护国者，而且还是圣兽剑豪的女儿，从小就跟在圣兽剑豪身边学习。你们再想想，圣兽剑豪镇守的是什么地方？极南之地，麒麟城。没错，麒麟城是抵挡黑烟之域的第一屏障，
每隔一段时间都会遭遇受潮冲击。屠苏晴雪在这种环境下长大，在御敌这种事情上，很多老一辈的职业者都未必比得过他。又过了2分钟，终于所有人全都投票完毕。叮！提示：龙国选择聚集地为龙腾山谷。提示：聚集地传送开始，倒计时10秒钟之后，所有龙国职业者将会传送至龙腾山谷。提示：请昭和国职业者进行投票选择，确定昭和国聚集地。这时，段晨的脚下出现了一道光芒，不只是他，整个圣兽之地所有龙国职业者的脚下都出现了同样的光芒。这是传送引导的光芒。光芒消散，段晨的身影消失。等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降临到了一片广阔的山谷之中。在他的身边，密密麻麻成千上万的人随之出现。24小时混战，两国投入的职业者总数达到1000万级别，各自的参战人数均在500万上下。当然，两国的人数还是有一些差异的，但相差的数量绝对不会太大。一场大战结束，昭和国陨落的职业者至少有20%，超过100万人死在了战场上。至于龙国这边，虽然没有死那么多人，但也绝对不少。龙腾山谷之中，存活下来的龙国职业者脸上并没有太多的喜悦，他们的眼神中充斥着怒火和仇恨，只等着第2场战争打响之后，给予昭和国雷霆一击，将他们彻底按死在圣兽之地。果然和屠苏晴雪说的一样，这龙腾山谷确实资源丰厚，而且地理位置相比其他地方也有很大的优势。段晨朝着周围看了几眼，他那庞大的身躯犹如山峦一般，立在人群之中，瞬间引来无数人的目光。快看，他就是段晨！国战频道里总是出现他的名字。听说他所在的战场，昭和国职业者被打得溃不成军，狼狈犹如丧家之犬。他这身躯至少20米高，站在那里就算不出手都让人害怕。看到他手里的狼牙棒了吗？咱们手里的武器和那狼牙棒相比，和牙签有什么区别？叮！提示：昭和国选择聚集地为怒荒之地。提示：聚集地传送开始，倒计时10秒钟之后，所有昭和国职业者将会传送至怒荒之地。叮！提示：10分钟之后，圣兽之地刷新国战野怪，职业者斩杀野怪，额外获得10%经验加成及爆率加成。提示：龙国4圣兽分身即将降临，降临之后，坐标将显示在所有参战者的小地图之上。提示：昭和国4圣兽分身即将降临，降临之后，坐标将显示在所有参战者的小地图之上。提示：国战旗帜即将降临到聚集之地，请守护好本国的旗帜。提示之声不断的出现，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段晨此时正在查看大地图，很快便找到了怒荒之地。聚集之地的选择时间只有10分钟，昭和国那边明显没有龙国这边准备的充分，10分钟的时间让他们显得非常仓促。从地理位置还有周围的资源来看，怒荒之地应该比不过龙腾山谷。可这4圣兽分身又是什么意思？而且龙国和昭和国都有，算起来就是8只，是国战战场的终极 BOSS 吗？圣兽之地这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吧？段晨眉头微皱。国战提示还没有结束。叮！提示：每击杀敌对国的一只圣兽分身，己方所有参战职业者将会获得神秘特殊增幅 buff， 并增加一定国运，同时最终击杀者将会获得额外奖励。提示：己方的圣兽分身死亡，每死亡一只，国运都将受到一定惩罚，且所有参战职业者会受到特殊负面 buff 影响。提示：无法攻击己方的圣兽分身，请注意。提示：在成功斩杀敌方1只以上的圣兽分身之后，敌方的国战旗帜将会解除无敌状态，成功斩断敌方的国战旗帜，则直接赢得圣兽之地小世界国战的胜利，胜利方获得国战奖励，失败方获得对应惩罚。提示：倒计时90天，如果在90天之内无法斩断敌对国的国战旗帜，则圣兽之地小世界国战强制结束，双方国家将承受双倍的国战失败惩罚。随着最后一声提示结束，所有参战者的小地图旁边都出现了一个倒计时：89天23小时59分钟。此时国战频道已经乱套了，这一次的国战好像和以往的小世界国战不一样啊，竟然能多次触发国战奖励。如果我们不管昭和国的4大圣兽分身，而是直接全员出击去拔掉他们的旗帜，他们该如何应对？你他妈的不仔细听提示吗？两国的国战旗帜最初都是处于无敌状态的，这种情况下国战旗帜遭受攻击是不会损坏的，只有成功斩杀昭和国的一只圣兽分身，我们才能去攻击昭和国的高耀旗。段晨眼中光芒闪烁，他并没有理会国战频道，而是仔细地盯着大地图。现在他只想知道昭和国的4大圣兽分身会降临到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昭和国4圣兽分身的实力如何，以我一人之力能不能和一只圣兽分身硬刚一下。第67章取圣兽占先机。段晨有些跃跃欲试，连续24小时的混战，
虽然很多人还在亢奋状态，但更多的人却已经感觉疲惫不堪。即便知道接下来还有更激烈的战斗等着，一些人也忍不住瘫在地上。很快便有鼾声响起，段晨的好友栏连续跳动。屠苏晴雪，段晨，你在哪里？宁远舟，哥，我嫡亲哥呀，你在哪呀？我想死你了。莫里儿、陈若曦也都给他发来了信息。段晨直接把自己的坐标共享给了他们。屠苏晴雪，稍等一下，我有些事情要和你商量。段晨，好的，屠苏小姐姐。屠苏晴雪，10分钟倒计时很快就结束，国战提示也再一次出现。叮！提示：10分钟倒计时结束，圣兽之地野怪刷新，龙国及昭和国的职业者聚集地之内不会刷新野怪。轰！轰隆隆！在提示出现的同时，整个圣兽之地猛然震动起来。原本有些安静的国战世界突然变得混乱，到处都充满了残暴嗜血的气息。龙腾山谷之外，一只至20级左右的怪物出现，它们体态狰狞，一双双猩红的眼睛择人而视。一旦有人类职业者出现在他们的面前，无论是龙国职业者，又或者是昭和国职业者，他们都会给予雷霆一击。而且野怪刷新并不限于陆地之上，就连平静的湖泊还有云层之上也有怪物的身影出现。这还没完呢！叮！提示：圣兽分身正式降临，分身降临坐标已经出现在所有职业者的小地图上。这时，一道黑影从天空落下，直接来到了段晨身边，正是骑着青鸾真雀赶过来的屠苏晴雪。屠苏晴雪，段晨打了个招呼，他还没等段晨说话，便直接拿出2件装备交给了段晨。段晨疑惑地看着手里的装备，啥情况？屠苏晴雪，接下来的战斗，你是主力，这2件装备你也许能用得上。段晨查看了一下装备属性，是一件20级的传说戒指，还拥有一件18级的传说短靴，名称烟云指环，品阶传说，等级20级，力量2000，精神1200，技能毒雾环绕。毒雾环绕主动技能，佩戴者可以在身周凝聚拥有腐蚀之力的毒物，敌人进入毒物范围将会遭受持续伤害，并且降低20%攻击速度和移动速度。技能持续5分钟，冷却10分钟。名称云中靴，品阶传说，等级18，防御1720，敏捷400，技能踏云致命躲避。踏云主动技能，佩戴者可以获得持续10秒钟的100%移动速度增幅，技能冷却3分钟。致命躲避被动技能，佩戴者在遭受致命伤害时，有50%几率强制躲避一次致命攻击，5分钟之内仅有几率触发一次。这2件装备确实很适合段晨。段晨咧嘴一笑，倒也没和屠苏晴雪客气，多谢了。说起来，他和屠苏晴雪认识也才24小时而已，可这种时候也不是客气推让的时候。段晨打开装备栏，直接将自己的飓风短靴和涟漪指环换了下来。涟漪指环只是8级铂金装备，飓风短靴虽然是传说装备，但只有10级，属性完全没办法和云中靴相提并论。这时又有几个身影出现，正是循着坐标赶过来的宁远舟、莫里尔、陈若曦，就连李洛水也跑过来了。在李洛水的身边还跟着2个姑娘，是一对双胞胎。李洛水朝着莫里尔等人点了点头，这2位是秦隐月、秦云心双胞胎小姐姐。思思，段晨低着头仔细地打量那一对双胞胎几眼，不得不说这对姐妹是真养眼啊。但段晨也只能看看，啥都干不了，而且还得特意提醒一下这对双胞胎，让他们不要靠得太近，免得被他不小心踩到。这要是一脚踩下去，就他们那小身板不被踩死才怪。如果体内有什么硅胶的话，硅胶都得给踩爆出来。秦隐月和秦云心这对双胞胎昂着头，眨着大眼睛盯着段晨，眼中充满了好奇。天哪，这也太大了吧！咦？秦隐月突然双眼一亮，然后用肩膀撞了一下自己的妹妹。秦云心疑惑道：怎么了？秦隐月靠近他的耳朵，小声道：我们站在这里，抬起头的话，好像能从段晨的内衬缝隙看到上面。啊！秦云心愣了一下，然后又朝着段晨一眼，咦，好像真能看到一点。段晨实在太高了，短靴、护腿，再往上便是微微敞开的护腰，还有护腰内衬，从他们所在的角度抬头向上看，刚好能看到一些风景。我的天哪！秦云心连忙捂住眼睛，别过头，不敢再看。段晨，屠苏小姐姐，你有什么打算？段晨对于自己的实力极为自信，整个战场之上都不可能拿出一个和他抗衡的。可如果说对整个战局的把控，段晨可不敢冲大半算。屠苏晴雪家世渊博，身为护国者，6年磨一剑，当仁不让。屠苏晴雪沉默片刻，突然说道：
段晨，我想知道你的魔宠是怎么回事？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的魔宠应该是荒原狼王吧？但为何会如此巨大？段晨没有隐瞒，和我的体型有关，魔宠会根据我的体型而变化。听到这话，屠苏晴雪眼中光芒大盛，绝美的面容明艳了许多。那如果我将青鸾真雀给你，你可敢跨越千里，直奔昭和国的圣兽分身而去？你放心，我们可以挑选最为强大的辅助职业跟着你。听到这话，段晨只觉得浑身一震，一股热流席卷全身，跨越千里，直接杀过去。先取了昭和国的一只圣兽分身，段晨哈哈大笑，浑身上下气势攀升，有何不可？第68章，龙旗不倒，国战不败。即便屠苏晴雪不开口，段晨也有去猎杀昭和国圣兽的打算。只不过昭和国4大圣兽距离龙腾山谷实在太远，即便距离最近的那只慈木童子，也需要连续穿过10几个地图才能抵达。每一个地图都有密密麻麻的野怪游荡。虽说这些野怪无法威胁到段晨，但想要横穿过去，恐怕也得耗费不少时间。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他的身体实在太大了，一旦靠近昭和国圣兽的坐标范围，很快就会引起昭和国职业者的注意。到那时，他在面对慈木童子分身的同时，很可能还要同时面对数万甚至数十万昭和国职业者。就算他的实力再如何强大，也扛不住啊，怕是分分钟就得被秒成渣渣。可现在就不一样了，屠苏晴雪的青鸾真雀速度极快，能从空中直接飞过去。空中虽然也有怪物存在，但远没有地面的怪物密集。段晨有把握在昭和国职业者反应过来之前接近慈木童子，至于能不能杀死，得真正见到才知道。见段晨同意，屠苏晴雪严肃道：“你想要什么样的辅助职业跟随？”段晨思索一下，摇了摇头。有辅助职业跟在身边的话，虽然能给他带来一些增幅状态，可一旦厮杀起来，还得分心照顾他们，会让段晨放不开手脚。就不用辅助职业跟随了。段晨沉声道：“事不宜迟，我现在就过去，先灭杀距离龙腾山谷最近的慈木童子分身。”一旁，宁远舟等人满是担忧。屠苏晴雪转头朝着远处的火焰山看了过去。在龙腾山谷的后方，有一座火焰山，火山口黑烟滚滚，即便相隔很远，也依稀能感受到一股热流。根据大地图显示，龙国的4圣兽之一朱雀便刷新在那个地方。当然，这一次小世界国战刷新出来的圣兽并非本体，仅仅是圣兽分身，实力自然没办法和真正的圣兽相提并论。可即便只是分身，实力也必然强横至极，绝非一人之力可以灭杀。屠苏晴雪开口道：“不出意外的话，两国的圣兽分身属性应该不相上下。段晨，不如先去一趟火焰山，确认一下朱雀分身的属性，也好心里有个底。”两国刚刚经历了一场持续24小时的混战，现在两国的职业者刚刚选择了聚集之地，正是状态最为疲惫放松的时候，警觉性也是最差的时候。这个时候出手，无疑是最好的。段晨，没那么多时间，我先骑着青鸾真雀过去。你们如果能靠近火焰山找到朱雀的话，就把探查的属性共享给我。屠苏晴雪点了点头，如此也好。秦隐月、秦云星突然靠近一步，两姐妹手拉着手，有些紧张地望着段晨。段晨哥哥，我们有一个辅助技能名为雷光盾，可以为指定目标提供一个持续4小时的雷元素护盾。我们可不是寻常的元素法师哦，而是史诗级职业雷霆使徒。哦，段晨双眼一亮，仔细地打量了这对双胞胎几眼。两姐妹都是史诗级职业雷霆使徒，这种情况可不多见啊。那就有劳了。段晨点了点头。秦隐月、秦云星对视一眼，二人同时抬起了手中的法杖。强大的雷元素能量在法杖的末端凝聚，化作一道道雷蛇笼罩在了段晨的身上。刹那间，段晨的身躯被雷光缠绕，一个雷光盾随之形成。叮！提示：你获得雷光盾增幅，攻击速度提升 15%， 在遭受敌人攻击时，有 10% 的几率使敌人陷入麻痹状态，麻痹持续1秒，雷光盾持续时间4小时。提升攻击速度，在遭受攻击的时候，还有几率让敌人陷入麻痹。还不错。段晨笑道：“谢了，两位小姐姐。”秦云星脸色一红：“你这么大，叫我们小姐姐不合适吧？要叫也得叫小妹妹才行。”大。段晨眨了眨眼，总感觉这个双胞胎说的不是他的身材。轰！龙腾峡谷中心区域地面猛烈晃动起来，一个巨大的高台破开土层，缓缓升起。这突然发生的一幕，引来周围所有龙国职业者的注目。也就在这时，苍穹之上一道光芒坠落下来，一根100米高的龙旗插在了高台之上。龙旗随风飘扬，旗帜之上的神龙栩栩如生，好像随时要从旗帜上奔腾而出一般。龙旗出现了！龙旗！段晨转过身，
神色严肃地看向那飘荡的龙旗。龙旗不倒，国战不败。此时，屠苏秦雪已经将青鸾真雀的拥有权暂时转到了段晨身上，因为每个职业者只能拥有一只魔宠的关系，段晨便把荒神暂时给了屠苏秦雪，算是临时交换。等国战结束之后再换回来。一个巨大的召唤阵法出现在段晨的前方。宁！被化之后的青鸾真雀身形浮现而出，此时的青鸾真雀犹如一只远古神鸟，那庞大的身躯闪烁着青色的光芒，一双翅膀伸展开来，竟然延伸出50余米。与现在的青鸾真雀相比，之前它的身躯简直和麻雀没啥区别。天哪！屠苏秦雪瞪大双眼，倒吸一口凉气。走了。段晨摆摆手，一个纵身便落在了青鸾真雀的脊背上。下一秒钟，狂风涌动，青鸾真雀已经扇动翅膀，带着段晨狂冲而起，直入云霄。宁远舟，段晨老大，小心！莫里儿双手握在胸前，满目紧张和担忧。陈若曦等人也好不到哪去。孤身猎杀昭和国圣兽分身，如此气魄是任何人都不敢想象的。段晨圣兽之地国战之后，无论输赢，你的名字都将载入龙国史册。屠苏秦雪深吸一口气，打开国战频道。朱雀分身、玄武分身、青龙分身、白虎分身4大圣兽之地需要队伍守护，但青龙和白虎分身所在的区域距离昭和国的8岐荒野最远，即便他们要猎杀我龙国的圣兽分身，也只会将精力集中在朱雀和玄武身上。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直接选择朱雀分身，因为朱雀分身距离龙腾之地最近，只要能灭掉朱雀分身，便可以一鼓作气冲击龙腾山谷，毁我龙国龙旗。分出2成的职业者前往青龙、白虎之地，2成职业者守护玄武分身，剩余6成的职业者驻守龙腾山谷和朱雀火焰山。什么？看到屠苏秦雪的这些话，不少人都愣了一下。屠苏姑娘，你的意思是我们只防守，不攻击？所有职业者全都放在了防守上？难道我们等着昭和狗来打？那昭和国的国战旗帜怎么办？昭和国的圣兽分身怎么办？果然还是太年轻，我们对你抱太大希望了。吼吼！就在此时，苍穹之上，一声提名传递开来。快看，是段晨，他要干什么？那个方向是……当注意到段晨的身影之后，所有人都瞪大双眼。而在看清段晨前往的方向之后，众人更是倒吸一口凉气。屠苏秦雪之所以决定全力防御，难道是因为段晨他要孤身一人去猎杀昭和国的圣兽分身？第69章慈木童子分身。苍穹之上，云层之间，青鸾真雀庞大的身躯急速而行，每一次翅膀扇动都会带起一阵狂风。此时的段晨心思全都在慈木童子分身的身上，已经没心思去理会屠苏秦雪接下来的举动。按照屠苏秦雪在国战频道所说，一场24小时混战让所有人都疲惫不堪。屠苏秦雪虽然连续下达了几个决定，但也得让所有人稍作休息才能行动起来。当然，为了能更快地给段晨提供朱雀分身的属性信息，屠苏秦雪还是先组织了一个小队，现在已经朝着火焰山靠近过去。好！一声咆哮，前方近100只赤翼蝙蝠铺天盖地地朝着段晨围了过来。实际上，段晨是可以驱使青鸾真雀绕开他们的，只不过绕开太过费事，还不如以蛮横的力量直接冲过去，顺手还能搞死几只，拿一些升级经验。名称：赤翼蝙蝠，等级20级，血量22万，力量5200，敏捷800，精神200，防御4100。技能：声波震荡。声波震荡，主动技能，远距离单体攻击，可通过声波对目标造成伤害，并使目标陷入混乱状态，混乱状态持续1秒，混乱效果无法叠加，且目标从混乱中清醒之后30秒之内无法再次触发混乱效果。目标：赤翼蝙蝠。死亡掉落无。段晨先后丢了一个顶级探查术和一个真实之眼出去，然后便拿出了狼牙棒。这种强度的怪物在他面前都是小趴菜，全他妈给老子让开！一声怒喝，手中狰狞的狼牙棒已经横扫出去。在雷光盾的攻速增幅之下，段晨明显感觉手臂挥动的速度快了许多，狼牙棒砸出去直接带起了一阵音爆之声。轰！鲜血横飞，碎肉洒落，仅仅一击便有10几只赤翼蝙蝠被砸得身躯崩裂，破碎的尸体直接朝着地面坠落下去。短短片刻，成群的赤翼蝙蝠就被段晨冲击得七零八落。这经验可以啊，不愧是小世界国战地图里的怪物。段晨查看一下属性界面，等赢了这一场小世界国战之后，如果还能继续留在圣兽之地杀怪练级就完美了。也不知道国战结束之后，我们会不会被强制传送出圣兽之地。此时此刻，外界
龙国和昭和国的人都在死死地盯着虚空中的光幕。龙国这一边，光幕中显示的画面是龙腾山谷附近的画面，而昭和国那边，光幕显示的是八岐荒野附近的画面。寒天城主眉头紧锁，刚才看到段晨飞出了龙腾山谷，他要去干什么？不只是寒天城主疑惑，龙国上下也都在猜测着。外界没有办法查看到圣兽之地的国战地图，没有办法直观地看到圣兽之地的区域分布，甚至都不知道两国的圣兽分身到底降临到了什么地方。所以他们虽然看到段晨飞走了，却并不知道段晨要去哪里。突然，寒天城主瞳孔一缩，惊呼道：“他不会是去猎杀昭和国的圣兽吧？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在这一次国战中，段晨的实力无疑是最为顶尖的，即便是那些35级等级上限的人都无法与他相提并论。可即便如此，他也没办法凭借一己之力去灭掉一只圣兽分身。每一个圣兽分身都是圣兽之地的终极 BOSS 啊！至于昭和国那边，暂时还没有在光幕上看到段晨的身影。幕府，丰臣秀吉双拳紧握，八嘎，第二场必须赢！不但要赢，还要先将龙国的4个圣兽分身全部灭杀才行，否则难解我心头之恨。第一场24小时混战战败，给昭和国带来的损失超乎想象。持续3个月，所有转职阵法无法使用，任何人无法进行转职，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3个月内，昭和国不会有任何一个新的职业者出现。这种程度的惩罚，足以让昭和国上下大伤元气了。八嘎，都不准休息，全都给我动起来，动起来！丰臣秀吉咆哮连连。只可惜，圣兽之地的昭和国职业者根本听不到他的话，甚至他连通过好友栏向圣兽之地里的人发消息都做不到。无奈，只能看着成群的昭和国职业者瘫在地上休息。混战过后，实在太累了。当然，也有极少数还在亢奋的人，竟然有人跑到巨石的后面，狠狠地来了一发，以此来舒缓自己紧张亢奋的情绪。苍穹之上，段晨一直注意着自己所在的坐标以及和八岐荒野的距离。八岐荒野不但是昭和国职业者的聚集地，是昭和国国战旗帜耸立的地方，同时也是圣兽八岐大蛇降临的地方。又过了许久，段晨突然驱使青鸾真雀停了下来，庞大的身躯直接隐没在了云层之间。再往前10里就是雌血戈壁，也就是慈木童子的降临之地。段晨摸了摸下巴，然后打开自己的装备栏，查看了一下骸骨之灵徽章的装备信息。骸骨之灵徽章自带2个技能，分别是黑夜之灵、骸骨将军变身。黑夜之灵使战场陷入极度黑暗，范围内所有敌人全属性降低 10%， 黑夜之灵持续时间10分钟，冷却1小时。骸骨将军变身使用之后可变化成骸骨将军，并获得 3% 的全属性加成，变身持续时间24小时，技能冷却时间5天。段晨咧嘴笑了，也不知道那些昭和狗在看到一只骸骨将军在和慈木童子分身厮杀的话，又会是怎样的反应。第70章，骸骨降临。早在动身离开龙腾山谷的时候，段晨就已经做好了打算。化身骸骨将军虽然给他带来的属性增幅只有 3%， 少得可怜，但聊胜于无，多少都能将段晨的实力提一提。除此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可以混淆昭和国职业者的判断。一只体型巨大的骷髅将军和他们的慈木童子分身打起来了，任谁看到这个画面都得先挠头琢磨一下。随后，段晨又查看了一下自己的物品空间，石头一大堆，这可都是好东西，足够用了。段晨咧嘴一笑，下一秒钟，一层层黑色的烟雾涌现而出，将他的身躯笼罩在了其中。叮！提示：你使用骸骨将军变身，全属性增幅 3%， 变身持续24小时。提示：你的魔宠受到影响，转化为亡灵生物，属性无变化。连续2声提示出现，段晨的气息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肉身迅速的干瘪下去，皮肉消失，2团灵魂之火从眼眶中浮现出来。待到黑烟散去，他已经化身成了骸骨将军的模样，那森白的骸骨，狰狞的头骨，浑身上下每一个地方都散发着阴冷邪恶的气息，在雷光盾的作用下，让这具身躯霸气非凡。不过和骸骨地穴副本里的骸骨将军 BOSS 不同，即便段晨施展了变身能力，他的身躯依旧维持在20米的高度，完完全全是一个放大版的骸骨将军。而他坐下的青鸾真雀竟然也发生了变化，变成了一只枯骨鸾鸟，连名字都发生了变化，只是属性没变而已。这倒是有些出乎段晨的意料。施展变身技能之后，即便有人将顶级探查术丢在段晨的身上，也只能查看到骸骨将军这个名字，根本无法看到其他的信息。第一次变身骸骨将军，感觉还不错。就在这时，段晨的好友栏跳动了几下，是屠苏晴雪发过来的信息，将朱雀分身的属性信息共享了过来。屠苏晴雪，段晨，圣兽分身的实力很强，万事小心。
若是势不可为，便及时收手。段晨，放心。名称：朱雀分身，圣兽之帝国战 BOSS， 等级60级，血量950万，力量12万，敏捷5000，精神75000，防御8万。技能：火山喷发、赤炎之翼、流星火雨、岩浆之处、国战 buff、国运惩罚。火山喷发，大范围技能，朱雀分身调动火元素之力，使火焰山的岩浆喷发，对范围内目标造成无差别攻击，仅可在火焰山地图施展。火山喷发持续10分钟，技能冷却30分钟。赤炎之翼，被动技能，朱雀分身每一次扇动翅膀都会形成炙热气流，对前方范围内的敌人造成灼烧伤害，并且使敌人移动速度降低10%，技能效果无法叠加。流星火雨，大范围技能，岩浆之处，在范围内凝聚出岩浆触手，对附近目标进行攻击，岩浆触手有30%几率触发缠绕效果，缠绕持续3秒钟，技能冷却3分钟。国战 buff， 朱雀分身陨落之后，昭和国将会获得随机增幅 buff。国运惩罚，朱雀分身陨落之后，龙国将会遭受国运惩罚。很强，这个朱雀分身绝对是段晨至今为止见过的最为恐怖的 BOSS。60级，单单血量就高达950万，力量属性已经飙到12万了。要知道，段晨现在的力量属性也还不到3万。当然，这只是段晨属性界面上显示的数值。段晨在施展局部倍化之后，能够明显感觉自己的力量和防御属性暴涨，只是这种变化并没有通过数值的方式显示出来罢了。两国圣兽分身的属性应该差不多，慈木童子分身的属性即便和朱雀分身有些差异，但差异也绝对不大。段晨一双骨爪握成拳头，青鸾走了。鸣一声啼鸣，青鸾真雀猛地扇动翅膀，庞大的身躯直奔着雌血戈壁俯冲下去。八岐荒野，有人昂起头，看到了天边掠过的黑影。快看，那是什么？好像是奔着慈木戈壁去的，只是距离太远，实在看不清是什么。好像是一个亡灵大鸟，还有一个骷髅。一些人站起身来，怔怔地望向慈木戈壁的方向。亡灵大鸟，骷髅，难道是什么怪物？在圣兽之帝国战战场，并非只有圣兽分身这样的终极 BOSS， 同样也有一些野怪 BOSS， 这些野怪 BOSS 会在一些野怪区域出没。所以第一眼看到变身骸骨将军的段晨，还有他坐下枯骨鸾鸟的时候，昭和国的人最先想到的便是野怪 BOSS。 慈木戈壁不是慈木童子的降临之地吗？那里可是慈木童子的领地，怎么会有其他野怪 BOSS 闯进去呢？而且那到底是什么野怪 BOSS？ 怎么还有飞行坐骑？突然，这些昭和国的职业者依稀看到那个亡灵 BOSS 竟然在慈木戈壁的上空停了下来。此时的段晨正居高临下，俯视着整个慈木戈壁。一片广阔的戈壁之上，一只只体态狰狞的怪物游荡着。这些怪物有着类似人类的身躯，头颅却极为巨大，五官扭曲，还拥有锋利的獠牙和爪子。等级都在20级和50级之间，放眼望去，密密麻麻，竟然有数万只。如此多的怪物，如果不是拥有青鸾真雀，便只能一点点的杀进去，能不能杀到最深处，见到慈木童子分身都不好说。段晨眼眶中灵魂之火跳动，至于现在，嘿嘿。此时他的视线已经锁定在了慈木戈壁的最深处，他的目标唯有慈木童子，其他的东西都不能在这个时候影响到他。只见怪物群的中心区域站立着一只体型庞大的人形怪物。慈木童子拥有着类似人类的身躯，单单身高竟然便有20余米，已经达到了段晨的高度，不，应该比段晨还要高出一截。和段晨猜测的一样，慈木童子的属性值和朱雀分身大差不差，只是技能有着巨大差异。准备好了吗？小石头要丢下来喽！段晨的视线死死地锁在慈木童子的身上，在这个名字出现的同时，段晨便已经将局部倍化施展出来。只见他的双臂瞬间暴涨，直接暴涨到了100米。随后，一块石头出现在了他的手中。第71章，我丢你雷姆。巨人投掷，倍化师专属被动技能，可以将身边的非生命单位当作投掷物，进行超远距离投掷攻击。在施展倍化类技能之时，所投掷出去的非生命单位在接触下一个目标之前都会维持倍化状态，并强制触发暴击，暴击倍率将在2倍至5倍之间随机浮动。巨人投掷这个技能属于被动技能，不存在冷却时间一说。也就是说，只要段晨手里的投掷物足够，并且占据了环境优势，完全可以把敌人硬生生的砸死。显然，段晨就是想用这个手段来对付慈木童子。谁叫这个 BOSS 不会飞呢？名称：慈木童子分身，圣兽之帝国战 BOSS， 等级60级，血量900万，力量11万，敏捷5000，精神85000，防御9万。技能：地狱之手、鬼焰吞噬、灵魂嘶鸣、
国战 buff 国运惩罚。地狱之手大范围技能，从地狱召唤恶魔之手钻出地表，对范围内目标造成恐怖伤害，并有 10% 的几率使目标防御降低 30%， 技能冷却3分钟。鬼焰吞噬被动技能，慈木童子分身的血条掉落到 30% 以下时，可以发动一次鬼焰吞噬，通过吞噬慈木戈壁的怪物来恢复自身血量，随机获得 10% 至 30% 的血量值，技能冷却时间3小时。灵魂嘶鸣大范围技能，对范围内目标造成巨大伤害，并使目标陷入混乱状态持续3秒，技能冷却10分钟。昭和强化被动技能，昭和国职业者在慈木戈壁地图时将会获得 10% 的全属性加成。国战 buff 慈木童子分身陨落之后，龙国将会获得随机增幅 buff。国运惩罚慈木童子分身陨落之后，昭和国将会遭受国运惩罚。段晨的顶级探查术丢在慈木童子的身上，瞄了一眼这个大 boss 的属性和技能。从技能效果来看，好像只有灵魂嘶鸣这个技能能威胁到他。地狱之手虽然是大范围技能，但从技能介绍来看，应该只能对地表的目标进行攻击。至于鬼焰吞噬则属于恢复类的技能，其他的技能更不用说了，完全不具备攻击性。只要不进入灵魂嘶鸣的攻击范围，我完全能天克慈木童子分身。段晨又施展了一个真实之眼，我擦！段晨双眼一亮，眼中露出兴奋之色，牛逼！不愧是小世界国战的终极 BOSS 之一，这爆率太狠了。先拿他练练手，如果能顺利搞死的话，就再去找昭和国另外3只圣兽分身，一并全都处理掉。此时，怪物大军之中的慈木童子也注意到了段晨的存在，他猛地抬起头，猩红的眼眸锁定在了段晨的身上。慈木童子露出尖锐的牙齿，竟然开口说话了：“亡灵，是谁给了你胆量，竟然敢立于苍穹之上，让神灵仰望？”哎，段晨愣了一下，他转职到现在，还是第一次遇到能够说话的怪物。在这全民转职的世界，一些高等级且拥有强大智慧的怪物是可以说话的。让神仰望，段晨的声音沙哑，眼眶中的灵魂之火摄人心魄。一个分身而已，竟然也敢自称为神灵，而且就算是真正的慈木童子在这里，也没资格在本座的面前自称神灵，也只配趴在地上仰望本座。说话的功夫，段晨手中的巨石猛地变大，轰隆隆。在巨石变大的同时，段晨明显感觉到坐下的青鸾真雀身体颤抖，好像有些承受不住巨石的重量。段晨不敢耽搁，巨石瞬间脱手而出，巨石带着狂风直奔着慈木童子轰击下去。这还没完呢，在第一块石头砸下去的同时，段晨已经将第2块、第3块石头丢下去。他的攻击速度奇快无比，双手连续挥动，一块块巨石密密麻麻地砸落下去。转眼间，竟然形成了一片陨石雨。巨石铺天盖地，每一块巨石都犹如山峦一般，有200余米大小。如此多的巨石聚集在一处，竟然将1000余米的范围全部笼罩。亡灵，你找死！慈木童子口中发出尖锐的嘶鸣。技能灵魂嘶鸣，一道道肉眼可见的冲击扩散开来，最先落下的几块巨石竟然被那冲击轰得碎裂开来，化作碎石向4面8方迸射出去。可是段晨丢下的石头实在太多了，灵魂嘶鸣的冲击在轰击到第4块、第5块巨石的时候，威力明显降了很多，竟然只是在巨石上留下了几道裂痕。轰！轰隆隆！紧接着，密密麻麻的巨石便接二连三地轰击在了慈木童子的身上，就连周围数以千计的小怪也被巨石彻底淹没。哎，段晨眨了眨眼睛，他刚才是施展了灵魂嘶鸣吧？这种大范围的攻击技能，竟然被我丢出的巨石完全挡了下来。原本段晨还准备在慈木童子分身施展灵魂嘶鸣的时候，让青鸾真雀再飞高一些，只要能躲到技能的覆盖范围，灵魂嘶鸣自然也就伤不到他。可让段晨没想到的是，他还没来得及躲呢，那一块块巨石就已经把灵魂嘶鸣的冲击给挡了下来。叮！提示：你杀死戈壁鬼蜥，获得经验。提示：你杀死慈木侍从，获得经验。提示：你杀死。第72章，这么点人也想拦我？全都轰死！那些被巨石淹没的小怪，仅仅一击便被彻底秒杀，整个慈木戈壁乱成一片。连续不断的提示声响起，段晨的经验条也在迅速增加。叮！提示：昭和国4圣兽分身之一慈木童子分身正在遭受攻击，请所有昭和国职业者前往防御。提示：昭和国4圣兽分身之一慈木童子分身正在遭受攻击。与此同时，几声提示也出现在所有人的耳畔，不只是身在圣兽之地的两国职业者，就连所有未参战在外界观看光幕直播的人也全都听得一清二楚。瞬间一片哗然，八岐荒野原本疲惫不堪瘫在地上休息的昭和国职业者
全都猛地睁开双眼，他们惊慌失措地爬起来，朝着慈木戈壁的方向望去。怎么回事？24小时混战才结束没多久，怎么敌人就打到慈木戈壁了？4大圣兽降临之地，慈木戈壁距离龙腾山谷最近，可即便如此，中间也相隔10数个地图。龙国职业者想要抵达慈木戈壁，怎么也得3、5天的时间吧？若是这么容易就能摸到圣兽分身的降临之地，这一场小世界国战也就不会给出90天的时间了。龙国人不可能这么快吧？是那个骑着大鸟的骷髅，他在向慈木戈壁丢石头。丢石头？我操！不知为何，我怎么感觉这个画面有些眼熟啊？让我想起了龙国的那个断尘。断尘？不可能吧？那明明是一个亡灵骷髅，而且断尘的魔宠坐骑是一只巨狼，而这个是一只亡灵大鸟。震惊过后，昭和国职业者也很快就反应过来。就在这时，一道光芒从人群中冲天而起，只见一个背身光翼的男子飞到半空，手中巨剑抬起。怪物不可能会攻击慈木童子分身，必然是龙国职业者伪装而成。第9团，随我前往慈木戈壁。在24小时混战结束之后，昭和国这边的部署也颇为迅速，剩下的人已经被分为了10个团，每个团的人数都在40万左右。这个背身光翼的男子正是第9团的团长樱木景风，35级隐藏职业圣羽骑士。按照他们的想法，龙国大军绝不可能这么快抵达慈木戈壁，很可能只有少数几个人通过飞行魔宠摸到了慈木戈壁，想要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轰！急促的脚步声响起，密密麻麻的昭和国职业者冲出八岐荒野，朝着慈木戈壁的方向靠近过去。然而很可惜，八岐荒野距离慈木戈壁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中间还有野怪阻拦，想要快速抵达根本不可能。该死！樱木景风愤怒不已，连忙打开国战频道，所有拥有飞行魔宠或者飞行技能的人立刻集合。另一边，段晨已经砸嗨了，哈哈，爽！段晨狂笑连连，青鸾，你可给我飞稳一点，别摔下去了。轰隆隆，一块块巨石出现在他的手中，然后化作100米甚至200米的小山砸落下去。慈木戈壁成片的野怪被砸成了肉泥。慈木戈壁的普通野怪等级在20级到50级之间，除了普通野怪之外，还有数百只精英怪物，等级在55级左右。在一块块巨石的轰击下，那些20级、30级甚至40级的怪物转眼就被轰杀当场。至于那些接近50级的普通怪物，还有那些精英怪物，也最多能抗住5、6下而已。嘶吼声、哀嚎声此起彼伏，一只怪物被轰杀，很快战场上就散落了一大堆的装备和特殊物品。亡灵，我要杀了你啊！慈木童子用力将砸在身上的一块巨石掀飞出去，庞大的身躯高高跃起，企图接近段晨。可他刚跳起来，迎面又落下了2座小山。段晨哈哈大笑，小老弟，你叫得越大声，我越兴奋。慈木童子怨恨不已，再一次被巨石砸落下去，狠狠地摔在深坑中。叮！提示：你杀死慈木侍卫，获得经验。提示：你的等级提升1级。又有几只怪物被巨石砸死，一道光芒从段晨的身上闪过，升级了21级。时间一点点过去，慈木童子的血条不断的掉落，75%、67%、41%。段晨朝着远方看去，注意到八岐荒野方向飞来的几道黑影。在他攻击慈木童子的时候，便一直注意着八岐荒野那边的反应。这么快就来了？段晨冷笑一声，50人左右能聚集这么多拥有飞行魔宠和飞行技能的职业者，已经不容易了。可是这么点人就想拦住我，未免太天真了吧？眼见着那群人越来越近，段晨也没打算给他们靠近的机会。住手！八嘎，找死！以为伪装成一只亡灵怪物，我们就认不出你的身份了。龙国人，今天你必须死在这里！一声声咆哮从远方传来。为首的圣羽骑士樱木景风手中的巨剑抬起，一道刺眼的光芒在剑锋之上凝聚。其他拥有远程攻击手段的昭和国职业者也都做好了准备，只要一旦进入技能攻击范围，他们便会第一时间将技能轰向段晨。然而很可惜，段晨的巨人投掷攻击距离比他们远太多了，甚至远了10倍都不止。他们的技能还未进入攻击范围，段晨的石头就已经先到了。100余米的小山在虚空中划过一道弧度，瞬间就到了他们的头顶。阳光被巨石遮挡，他们视线中的光线变得暗淡下来，死亡的气息席卷全身，让所有人都不寒而栗。快躲开！樱木景风惊呼一声。昭和国能够临时组成这个50人左右的飞行队伍，已经是调用了全部的力量。能够飞行的魔宠非常稀少，而能够当坐骑的飞行魔兽就更珍贵了。至于天生就拥有飞行技能的职业者，那就更珍贵了。
比如之前死在段晨手里的大天狗，又或者是这个圣羽骑士，可都是隐藏职业。呼！狂风涌动，几个人躲避不及，直接被巨石正面击中，当场就阴狠西北，尸体从半空中坠落下去。第73章，想回血，够不着，气不气？巨石随着一具巨碎尸一同坠落，将地面砸出一个巨大的深坑。那几具碎尸散落在深坑里，被周围滑落的尘土掩埋。苍穹之上，樱木景风脸色惨白，瞳孔猛烈收缩。这位圣羽骑士已经彻底吓傻了，一时间停在半空，竟然不敢再动弹分毫。其他人也好不到哪去。这也太恐怖了吧！这么远的攻击距离，我们还没靠近呢，就已经损失惨重。怎么办？他丢石头的这个技能好像没有冷却时间，从他用石头砸慈木童子的过程来看，很可能是一个被动技能。被动技能，也就是说他可以连续不断的丢出巨石。天呐！樱木景风咽了口唾沫，散开，从不同的方向吸引他的注意力，然后伺机靠近，如果能打得过最好，若是打不过的话，我们就想尽一切办法拖住他。拖延时间，等第9团抵达之后，我就不信第9团40万职业者还弄不死他。就在刚刚，樱木景风已经对段晨使用了顶级探查术，但也只看到了骸骨将军这4个字，并没有查看到其他信息。虽然如此，樱木景风依然可以确认眼前这个怪物一定是龙国职业者，肯定是施展了某种变身类的技能，才变成了骸骨将军的模样。随着樱木景风一声令下，剩下的人全部散开。段晨乐了，一群小苍蝇。段晨的余光扫了他们一眼，又朝着慈木童子丢了几块石头。慈木童子，你儿子来救你了。这一轮巨人投掷下去，慈木童子的血条直接掉到了 30%。段晨双眼微微眯起，慈木童子的血条掉到 30% 以下，可以发动一次鬼焰吞噬，通过吞噬慈木戈壁的小怪随机恢复 10%至 30% 的血量。可现在以慈木童子为中心，方圆1000米范围已经没有其他怪物存在，都已经被巨石轰击一空。慈木童子哪来的小怪吞噬？好！慈木童子凄厉的哀嚎一声，他的表情显得有些慌张，显然是被段晨的石头砸怕了。只见他朝着四面八方看了一眼，吼：“一群废物，快点过来，过来！”1000米开外，成千上万的怪物狂奔而起，朝着慈木童子这边聚集过来。慈木童子想要施展鬼焰吞噬，不过他的这个技能明显有范围限制，一旦那些小怪超出了这个范围，慈木童子便无法去吞噬。于是愤怒之下，他只能驱使远处的怪物靠近过来。这正是段晨想要的。来得好，慈木宝宝，谢谢啊！快点，让你下面的兄弟好好配合一下，全都靠近过来，预备，我砸！段晨咧嘴一笑，眼见越来越多的怪物再次聚集过来，只是转眼的功夫就涌入到了巨人投掷的攻击范围，于是毫不犹豫，一块块巨石犹如天外流星从天而降。轰！轰隆隆！巨石天降，大地震动，整个慈木戈壁在巨大的轰鸣声中猛烈地晃动起来。大地开裂，一个个巨大的深坑，一条条巨大的裂痕，只是转眼的功夫，又有数百只怪物被轰杀当场。怪物没办法靠近慈木童子，慈木童子自然也就没办法去施展鬼焰吞噬。这个终极 BOSS 的血条不但无法恢复，还在继续不断的掉落着。此时，樱木景风等一众招和国职业者已经散开，他们的脑门冷汗直流。那一块块巨石每一次砸在地面，轰鸣声都让他们的灵魂颤了一下。天哪，我们面对的到底是什么怪物？这个家伙真的是一个龙国职业者伪装的吗？圣兽之地小世界国战的进入等级上限是35级，就算是那些强大的唯一性隐藏职业，而且踩着35级等级上限，也不可能拥有如此恐怖的攻击力吧？喂，你们几个不是要分散我的注意力，然后拖延时间吗？段晨突然转头看向樱木景风的方向，别愣着啊，赶紧靠近些，然后攻击我，不然怎么分散我的注意力？没看到我快把慈木童子搞死了吗？你们跑过来不会是看热闹的吧？难道不是来保护慈木童子的？慈木童子，你的那几个废物儿子不孝顺。听到这话，樱木景风双眼圆瞪，果然是龙国职业者，否则绝对不会说出这些话。段晨眼眶中灵魂之火跳动，没有继续理会这帮昭和狗。如果对方真的想阻止他杀慈木童子，肯定会自己主动靠近过来。在此之前，段晨不打算再分心施展巨人投掷去攻击他们，有那个功夫，还不如多朝着慈木童子扔几下呢。喂，慈木童子的血条掉到 24% 了，你们还不靠近过来？我擦 20% 喽， 18% 了。段晨怪叫连连，下方小怪已经尸横遍野。段晨身上也又一次闪过一道光芒，又升级了22级。樱木景风眼见慈木童子的血条越来越低，一咬牙，身后的光翼猛地扇动，
身形已经化作一道流光，朝着段晨飞射而来。其他昭和国职业者见状，也只能咬牙从不同的方向靠近过来。再不出手的话，慈木童子就要挂了。他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保护慈木童子吗？一旦慈木童子陨落，昭和国的国运受损是其一，那些身在圣兽之地的龙国职业者还会得到增幅 buff。那时龙国大军变得更强，他们昭和国想要赢得这一场小世界国战也就更难了。近了，更近了！樱木景风等人的速度极快，一些远程职业者已经调动技能，眼见即将进入技能覆盖范围，他们的双眼也亮了起来。可就在他们将要发起攻击的时候，一层黑幕突然毫无征兆的出现。那黑幕笼罩千米，只是一瞬间，就让天地间陷入无尽的黑暗，千米范围内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技能黑夜之灵，妖怪吃我一棒！一阵狂风袭来，樱木景风还没反应过来，便感觉一股巨力轰击在他的身上。一瞬间，他的身躯被撕碎，碎肉内脏溅射而出，残破的尸体直接被砸出千米开外，径直飞出了黑幕笼罩的区域。第74章爆大爆！黑幕笼罩之下，所有昭和国职业者全都失去了方向，他们紧张地停下身子。突然，前方两团湛蓝色的光芒一闪而过，是那个亡灵眼眶中的灵魂之火，他在那里！一声惊呼传来，灵魂之火也是黑幕范围内唯一能看到的光亮。所有人好似找到了方向一般，发疯似的朝着那个方向攻了过去。然而，这一切在段晨的眼里都是那么可笑。他骑在青鸾真雀的脊背上，就好像在看几个蝼蚁溺死之前的挣扎一般。刚才那个长着光翼的杂碎，竟然给我报了一件史诗级装备，我现在心情很 happy， 所以决定给你们留一句全尸。段晨森冷的声音出现，手中的狼牙棒又一次扫了出去。刹那间，火焰滔天，赤炎狼牙棒自带的技能赤炎滔天在这一刻被段晨施展了出来。一棒子，两棒子，仅仅几个呼吸的功夫，剩下的一众昭和国职业者全部被轰杀当场，一具具尸体从空中坠落下去，连带着他们爆出的装备和物品也都散落到了地面上。段晨没有急着去捡装备，而是将注意力再次集中到了慈木童子的身上。没了昭和国职业者捣乱，慈木童子的血条也掉落得更快了。四面八方的小怪环在想方设法的靠近过来，可每一次他们即将靠近慈木童子的时候，都会被从天而降的巨石砸得脑浆崩裂，陨落当场。慈木童子发疯的嘶吼着：“啊啊！我要杀了你！”可惜这只是无能的犬吠罢了，根本打不到段晨。每一次纵身而起，都会被段晨的巨石砸落下来。想要靠着鬼焰吞噬来恢复血量，同样做不到。段晨的石头一块块落下，他几次想要向外冲去，靠近那些小怪，却根本无能为力。四面八方的小怪想要靠近，也同样做不到。距离太远，鬼焰吞噬没办法发动，让慈木童子彻底失去了回血的机会。终于，伴随着一声尖锐的哀鸣，慈木童子的尸体不甘的倒地，彻底没了声息。一大堆装备和物品散落在了地上。几乎在同一时间，一声提示传到了所有人的耳中。无论是身在圣兽之地，还是在外界的两国职业者，全都听得一清二楚。叮！提示：龙国职业者段晨成功斩杀昭和国慈木童子分身。提示：圣兽之地所有参战的龙国职业者获得 20% 杀怪经验加成， 10% 全属性加成，持续90天。提示：龙国未参加圣兽之地小世界国战的职业者获得 10% 杀怪经验加成， 5% 全属性加成，持续90天。提示：圣兽之地所有参战的昭和国职业者防御力降低 10%， 持续90天。提示：昭和国国运受到影响，昭和国境内杀怪经验降低 8%， 爆率降低 8%， 持续90天。这还没完呢。提示：击杀者段晨额外获得增幅全属性额外增加 10%， 持续90天。轰！听着这一声声提示，圣兽之地两国的职业者一片哗然。龙国这边所有人振臂高呼，满目震撼。是段晨，那个背画师，他竟然真的去猎杀昭和国的圣兽分身了，而且还成功了。他是孤身一人自己去的吧？这也太夸张了吧！那可是国战 BOSS， 至少也要集合成千上万的人才有机会将其灭杀吧？我刚才有幸看到了朱雀分身的属性技能，国战大 BOSS 都是有大范围魔法的，而且攻击力极为恐怖，只要被他的魔法波及，距多少人都得被秒杀。秒杀？那么狠吗？可不是嘛，可他们狠，段晨更狠，太他妈牛逼了！段晨牛逼！火焰山的山脚下，屠苏晴雪骑着荒神，遥遥地望着慈木戈壁的方向。成功了！屠苏晴雪轻轻拍了拍荒神的脑袋，能成为他的魔宠，你还真是幸运啊！
荒神晃了晃脖子，吼！和龙国这边不一样，此时昭和国那边已经彻底麻了，所有人都惊恐万分，只觉得不可置信。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我们不是派出飞行部队去拦截了吗？慈木童子怎么还是死了？那个亡灵怪物果然是龙国职业者段晨，就是国战频道里提到的背画师吧？他真的这么狠？妈的，现在不是讨论他狠不狠的时候吧？他既然有本事杀了慈木童子，就有本事杀了另外3个圣兽分身，我们该怎么办？怎么办？昭和国的国战频道场面一瞬间陷入安静。是啊，该怎么办？国战频道里有人不断的喊着圣女骑士，喊着樱木景风的名字，可哪里还有人回应？樱木景风早就被段晨轰成了碎肉，残破的尸体已经被慈木戈壁的怪物吞噬得一干二净。至于段晨，现在慈木童子死了，整个慈木戈壁再也没有能威胁到他的怪物。看着地面上慈木童子分身留下的一件件装备，还有斩杀招和国职业者和怪物大军爆出的东西，段晨哪里还能忍得住？当即就驱使青鸾真雀从天而降，转眼就落在了战场上。吼吼！在段晨双脚踏在地面上的那一刻，四面八方的怪物好像找到了宣泄的目标，一只只怪物嘶吼着咆哮着，发疯似的朝着段晨扑了过来。打个商量，能让我先把战利品收集一下不？段晨的声音传开。可那些怪物根本不理会这个，还让他捡装备，恨不得现在就将他碎尸万段才对。段晨冷笑一声，死了一个慈木童子分身，我累计获得了 20% 的全属性增幅，还有 20% 的杀怪经验增幅，正好拿你们这些小垃圾练手。说话的功夫，段晨还不忘伸出一只大长手，不断的在战场上扒拉，将一件件装备和物品收集起来。局部背画的作用下，他的手臂长达100米，只是短短片刻就把战场上一大半的战利品全都收到了物品空间。段晨一只手握着狼牙棒，好像拍苍蝇似的朝着四面八方不断的甩动，同时还不忘打开物品空间，查看刚刚慈木童子爆出的战利品。作为小世界的国战 BOSS， 不爆好东西才不正常。这个东西，段晨拿出一颗红色的晶石，双眼微微一亮，名字越怪，价值越高。这东西，这不是诱惑我去昭和国吗？第75章慈木金河鬼焰烈剑，名称慈木金河。介绍：特殊物品，在昭和国境内可凭借此物品打开慈木童子秘境，并且在攻击慈木童子本体的时候，会额外获得 100% 的攻击力加成。提示：该物品使用一次后将会消失，请注意。段晨舔了舔嘴角，小心翼翼地将慈木金河收好。这玩意只能使用一次，也就是说，他只有一次开启慈木童子秘境的机会。可惜只能在昭和国使用，如果有机会的话，必须去一趟。段晨自语道：不过我得变得更强才行。慈木童子可是昭和国的4圣兽之一，我刚刚灭杀的只是一个小分身，可进入慈木秘境之后，要面对的却是本体，实力不可同日而语。而且想进入昭和国可不容易，先前昭和国的人进入龙国，好像是使用了破戒石吧，也不知道去哪里能搞到。我记得屠苏无敌好像有一块是从昭和狗手里抢的。轰！段晨的狼牙棒又一次横扫出去，一大片的怪物直接被轰得连连后退，又补了2下子，便惨死在了狼牙棒下。吼吼！怪物的数量虽然减少了很多，可依旧剩下几万只。段晨没打算继续留在这里杀小怪和精英怪物，即便他刚刚获得了 20% 的杀怪经验加成，他也没心思在这个时候杀怪练级。还有3个昭和国圣兽分身在等着他呢，段晨可一个都没打算放过。只不过在此之前，他还有另一件事要去做。他要先彻底灭了昭和国的士气，让所有昭和国职业者失去对小世界国战胜利的希望。这时好友栏跳动了，是屠苏晴雪发来的。段晨一鼓作气距离慈木戈壁最近的昭和国圣兽分身时，还未等屠苏晴雪说完，段晨便将他打断了。剩下的3个昭和国圣兽分身先不急。段晨的声音冰冷无比，我打算先去八岐荒野转转，从400万昭和国职业者的头顶上溜一溜。什么？屠苏晴雪愣了。段晨，太危险了。段晨哈哈一笑，危险？我比那些昭和狗更加危险，要怕也是他们怕我才对。关掉对话框，段晨继续查看其他战利品。慈木金河虽然珍贵，但对现在的段晨来说却没什么用。可接下来几样东西就不一样了。名称：修复神油。介绍：特殊物品，可对损坏的装备或者被封印了技能的装备直接使用，使用之后可以直接修复装备或解除装备被封禁的技能。段晨咧嘴一笑，这不就是给红莲项链准备的吗？神器红莲项链虽然只是10级的神器，
自身的属性并不算太高，可这件装备却有一个保命的技能——红莲重生。只是可惜，当初断尘灭杀昭和国鬼剑士辉夜古寺的时候，辉夜古寺使用了红莲重生，让这个技能进入封禁状态。没了这个保命技能，红莲项链虽然还挂着神器的名头，可价值却掉了数倍。用了，断尘将红莲项链摘下来。他现在最缺的就是保命技能，虽说他的防御力已经非常夸张了，可若是遇到真正的强者，还是难逃被灭杀的命运。可若是有了红莲重生，那就不一样了。使用，没有半点犹豫，断尘直接对红莲项链使用阿三神油，不对，是修复神油。叮！提示：你对红莲项链使用修复神油，该装备存在一个封禁技能，已经解除封禁，请注意。一道光芒从红莲项链上闪过，红莲重生技能直接解除封禁。牛逼！断尘连忙将项链戴上，心里也踏实了很多。有保命技能在手，那种感觉简直不要太爽。还没完呢，重头戏还在后面。名称：鬼焰烈剑，品阶：神器，等级：30级，力量10000，精神8000，攻击速度加10，技能：灵魂嘶鸣，地狱之手，技能增幅，攻击强化，鬼焰吞噬。灵魂嘶鸣，大范围技能，对范围内目标造成巨大伤害，并使目标陷入混乱状态持续3秒，技能冷却10分钟。地狱之手，大范围技能，从地狱召唤恶魔之手，对范围内目标造成恐怖伤害，并有10%的几率使目标防御降低30%，技能冷却3分钟。技能增幅，被动技能，佩戴者所有攻击技能威力提升30%。攻击强化，被动技能，佩戴者的攻击属性额外获得30%的强化。鬼焰吞噬，佩戴者在遭受重伤的情况下，可通过消耗魔宠的血量来强行恢复伤势，消耗魔宠的血量越多，恢复的越快。30级的神器，自带5个技能，其中有2个大范围技能，全都是从慈木童子分身继承过来的。还有鬼焰吞噬也一样来自于慈木童子，只不过技能效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慈木童子分身使用鬼焰吞噬的时候，可以通过吞噬慈木戈壁的小怪来恢复血量，可到了断尘身上，却可以直接消耗魔宠的血量来恢复自身伤势，这也算是一个保命技能，关键时刻也可以保命。只是苦了魔宠兄弟，唯一可惜的是鬼焰烈剑要30级才能佩戴，难受。断尘无奈，只好暂时将这件神器放回了物品空间。在斩杀了慈木童子分身之后，他的等级已经提升到了23级。如果他狠下心升级的话，也许用不了多久就能达到30级了。还有那个昭和国樱木警风暴的一件史诗级护腕也不错，22级，不过属性更适合精神类的职业。断尘朝着周围看了几眼，眼见又有一大群怪物扑上来，于是一拍青鸾真雀的脑袋，走，去八岐荒野转转。一会过去之后，你朝着那些昭和狗的头顶拉一炮，拉不出来就揍你，知道不？第76章第9团，我呸！龙国。此时全国上下所有人都在仰望着虚空，死死地盯着光幕中的画面。他们没有参战，可心中的紧张却丝毫不差。很多人从24小时混战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休息，一直紧张无比地观看着光幕直播。可惜光幕直播的画面在几分钟之前才切换到慈木戈壁战场，所有观看直播的人也只是看到了慈木童子陨落的画面，以及断尘落到战场收集战利品的画面，并没有看到战斗的过程。那个骷髅难道就是断尘？这不是废话吗？没看到他刚刚捡装备吗？哎，你们不觉得这个骷髅有一点眼熟吗？好像是骸骨地穴副本的终极 BOSS 骸骨将军。操，我知道了，断尘肯定是拥有变身骸骨将军的技能。快看，他骑着大鸟飞起来了，他要去干什么？眼见断尘骑着青鸾真雀再次飞入虚空，所有人的心也都提到了嗓子眼。此时已经有一些人离开了城市，去野怪区猎杀怪物，还有一些人已经开始准备下副本断尘灭杀慈木童子，让龙国的国运增加，不但获得了属性加成，还获得了杀怪经验增幅。这些增幅可是有时间限制的，绝不能浪费。与龙国这边截然相反，昭和国境内此时哀嚎一片。那个断尘他又要干什么？难道是去猎杀另外3只圣兽分身？他能灭掉慈木童子，想要灭杀另外3只圣兽分身应该也能做到吧。光幕中，断尘骑着青鸾真雀在云层中穿梭。很快昭和国这边就发现不对劲了，他是奔着八岐荒野去的。哈哈，简直是找死！妈的，我还担心他会绕过八岐荒野去猎杀九尾妖狐和山轮石龟呢。我们昭和国数百万职业者都聚集在八岐荒野，他若是敢靠近过来，必将他碎尸万段。即便他占据空中优势，
也休想活着离开。昭和国幕府，丰臣秀吉的表情阴沉无比，恨不得能亲自进入圣兽之地国战地图，亲手将段成捏死。杀了他，一定要杀了他！圣兽之地战场，八岐荒野，接近400万昭和国职业者仰望着虚空，死死地盯着慈木戈壁的方向。眼见着一个黑影从空中越来越近，一些人已经忍不住嘶吼起来。全员戒备，那不是亡灵怪物，是龙国的段成，护住昭和太阳旗，保护八岐大蛇。八岐荒野不但是昭和国职业者的聚集地，同样也是八岐大蛇分身的降临之地。在八岐荒野的中心，100余米高的旗杆耸立在那里，旗杆的顶部，昭和国的太阳旗随风飘荡。说是太阳，可在段成的眼中，那就是一块膏药，好像昭和国女人的姨妈血直接糊在了一块白布上，然后形成的一滩血渍，结果被昭和国拿来当了国旗。昭和国第9团的30万职业者早已离开了八岐荒野，他们原本是要去支援慈木童子的，在离开了八岐荒野之后，便打算横穿几个野怪地图前往慈木戈壁。可他们万万没想到，慈木童子竟然这么快就挂掉了。他们第9团的团长圣羽骑士樱木景风也死了，这让所有第9团的职业者有些不知所措。苍穹之上，青鸾真确的速度极快，倍化术让他的身躯变大了10倍，飞行速度也暴涨到了极其夸张的程度。只见他双翅猛烈扇动，庞大的身躯在空中移动，只是短短片刻便靠近了第9团所在的区域。八嘎远程技能覆盖攻击，简直狂妄，竟然敢无视我们第9团，想要越过我们踏足八岐荒野。分裂剑、火雨、风刃连击，30万职业者无数技能同时升空而起，朝着段成飞来的方向迎了过去。哎呀我去！段成肆意的大笑一声，小八嘎，你们这个欢迎仪式很热烈，可是段爷不喜欢。大笑声中，一颗颗100余米高的石头被他甩了出去，巨大的石头从天而降，密密麻麻，几乎将段成脚下的天空全部遮挡起来。而那些昭和国职业者轰击而来的技能，绝大多数因为超出攻击范围的关系，还未等靠近段成就已经消散了。还有一些技能虽然攻击范围足够，却也被那一座座100余米的巨石给挡住，根本无法威胁段成分毫。啊！快逃啊！天塌了！看着那一块快从天而降的巨石，第9团的昭和国职业者全都神色大变。这是天塌了吗？每一块巨石都超过100米，一些更大的甚至超过了200米，密密麻麻，几十块上百块砸落下来，这谁受得了？轰！伴随着一声声巨响，巨石砸落，刹那间大地震动，天崩地裂般的威势席卷整个战场，一道道肉眼可见的气流四散开来，飞沙走石，整个战场都被烟尘弥漫起来。救命！救命啊！快拉我一把，我的腿被砸断了！苍井妹妹，谁来帮我搬开石头，救救我的苍井妹妹！此时战场之上一片狼藉，一个个巨大的深坑中，数千具尸体散落在那里，大部分尸体都被砸得不成人形，好像一滩滩肉泥，还有一些也都是缺胳膊少腿，只是勉强能看清他生前的模样罢了。战场之上哀嚎一片，30万的昭和国大军仅仅一个照面而已，便陨落了数千人。关键是整个过程他们竟然没能伤到段成分毫，这还怎么打？下面的昭和狗，再给你们来一波，说谢谢！段成的声音再次传来，随后又是一大堆石头被丢了下来。爽！占据绝对的空中优势，单靠一个巨人投掷就可以在昭和国大军的头上肆虐，简直不要太爽。不过段成也知道，他之所以占据这样的优势，并对这些昭和国职业者形成碾压的姿态，说白了还是因为小世界国战等级限制的关系。如果没有等级限制，段成是万万不敢如此肆虐猖狂，尤其是面对那些顶尖的强者，就比如13镇国神将那样的强者，搞不好一个超远距离的技能就直接把他给秒了。又丢了几块石头之后，段成没再理会第9团的昭和国职业者，而是调转方向，继续朝着八岐荒野靠近了过去。第77章燃血射手强制锁定。此时昭和国的国战频道已经乱翻天了，段成有超远距离技能，他拿出的石头能在一瞬间变大。我明明看到他拿出的是一块10余米大小的石头，可在他将石头举起的一瞬间，那块石头的体积竟然暴涨，涨了至少10倍。在巨石砸在地上之后，巨石又再一次变小。第9团死伤惨重，仅仅3轮攻击，我们就死了近万人。什么？近万人？他的石头挡住了我们所有的攻击。我刚刚对他使用了顶级探查术，他的等级才23级而已。八岐荒野的昭和国职业者们全都傻眼了，这未免也太恐怖了吧！才23级就能以一己之力灭掉慈木童子分身，然后又以一己之力横穿第9团，短短片刻功夫就轰杀了近万人。绝对的空中优势，再加上超远距离技能，
以及那一块块100余米甚至200多米的巨石，天啊！除非有城防炮，或者是足够的空中部队，以及攻击距离足够的远程技能，否则根本没办法应对段晨的攻击，简直无解。眼看着苍穹之上越来越近的段晨，一时间数百万昭和国职业者竟然不知该如何应对。散开！所有人之间拉开距离！远程职业者，锁定目标！状态技能给我往上面丢，打不中段晨就打他的飞行魔宠，只要能让他的飞行魔宠触发眩晕、麻痹等效果，飞行魔宠就会坠落下来。昭和国10个兵团，除了第9团之外，此时在八岐荒野还有9个兵团，360余万人，所有人的视线全都死死地盯着段晨。不好！突然一阵阵惊呼传来，只见段晨还未踏入八岐荒野的范围，就已经拿出了2块巨石，随手甩了出来。小心，石头！是他的超远距离技能，快躲开！一瞬间，靠近段晨方向的外围战场乱成一片。苍穹之上，2块200余米的巨石划过一个弧度，带着狂风砸落下来。哎呀！剧烈的轰鸣声中，一阵阵哀嚎和惨叫响起。那巨大的石头砸落在地，然后又向前滚了几圈，所过之处，一个个昭和国职业者就好像面团一般，被生生的碾成了饺子皮。碾碎的血肉混杂在泥土中，仅仅是随手丢出的2块石头而已，便带走了数百个昭和国职业者的性命。无论是脆皮的法师、射手，又或者是以防御见长的肉盾战士，在面对砸落的小山之时，众生平等，全都是被秒杀的命运，无一例外。段晨，把我们昭和国的职业者当成白菜砸，未免太不将我们昭和国放在眼里了。一声咆哮响彻天地，只见数百万大军之中，一个身影纵身而起，身形犹如飘絮一般轻灵，几个起落就停在了一棵数十米高的树梢之上。昭和国唯一性隐藏职业，燃血射手秋道丁次。在看到秋道丁次的那一刻，战场之上的昭和国职业者大喜过望。是燃血射手！快把史诗级以上的装备交易给他，据说燃血射手有一个献祭技能。献祭技能？没错，可以献祭任意一件史诗级以上的装备，强制爆发超远距离箭矢，并且在击中目标之后强制触发暴击，而且是100%锁定，无法躲避。此时秋道丁次已经将手中的长弓拉成了满月，剑锋闪烁着猩红的光芒，瞬间锁定段晨的身形。段晨眉头一皱，在这一瞬间，他竟然感受到了一股森冷的寒意，有一种浑身汗毛炸起的感觉，就好像被一头嗜血的恶魔盯上一般。下意识的，段晨一个顶级探查术加上一个真实之眼丢在了秋道丁次的身上。姓名：秋道丁次，职业：未知，史诗级以上无法探查，等级35，目标：秋道丁次，死亡掉落：暗魔碑、血魔魂弓、神器：寒冰蛇之皮甲，史诗：神机之戒，传说：怒雷护腕，钻石；瘟疫项链，钻石；风落短靴，钻石；极暴之护腰，传说。这个秋道丁次有点牛逼啊，身上竟然有一件神器，一件史诗。可那个暗魔碑又是什么鬼？不愧是昭和狗，走到哪都带着这种东西，狗草的玩意。段晨冷笑一声，我就是把昭和狗当白菜砸，你能把我怎么样？说话的功夫，段晨又丢出几块石头。去死！献祭！燃血击杀剑！秋道丁次一声暴喝，刹那间剑矢光芒大盛，物品空间一件没用的史诗级装备化作光芒消失，剑矢也脱弦而出。嗖！尖锐的破空声在苍穹之上划过，所过之处，整片天空好似被割开一般。切！段晨随手一挥，又是一块石头丢了出去，企图用石头直接挡住剑矢。可接下来的一幕却让他愣了一下。就在巨石和剑矢即将相撞的那一刻，剑矢突然扭曲一下，竟然消失不见了。下一瞬间，竟然直接到了段晨的近前。看到这一幕，战场上所有昭和国职业者惊喜万分。哈，段晨死定了，就算不死，这一剑也能让他受伤。秋道丁次，威武，还是有些草率了。如果我是秋道丁次的话，我不会直接攻击段晨，而是会锁定他坐下的那只飞行魔宠。此时，段晨在面对那根剑矢的时候，脖子微微一歪，露出好奇之色。难怪如此自信。段晨笑了，面对这样的攻击，他完全可以再次丢出一块巨石，又或者直接拿出狼牙棒。城墙一般大小的狼牙棒，有极大的机会将剑矢挡下。不过，段晨并没有这么做，应该有强制锁定的效果吧？既然如此，我就让你射中一箭，又能如何？段晨的手臂猛地抬起，噗！第78章，还是段晨射的猛。下一刻，赤血缠绕的箭矢便狠狠地射入段晨的手臂，一抹飞屑飙出，整根箭矢直接轰击在了森白的骨头之上，竟然爆发出一阵金铁交鸣的声音。
在局部倍化的作用下，段晨的手臂已经达到100米长，双臂横在身前，犹如山峦一般厚重。此时的段晨还是骸骨将军的形态，全身骸骨化，一双手臂也森白无比。那剑矢轰击在臂骨之上，剑身猛地扭曲变形，却无论如何也无法破开段晨的臂骨，仅仅在骨头上留下了一道白印而已。这还是触发了暴击的结果，如果没有触发暴击的话，恐怕剑尖连一道印记都没办法留下。死！段晨倒吸一口凉气，疼，好疼，和被蜜蜂蛰了一下似的。听到这话，无论是战场上的昭和国职业者，还是所有通过光幕观看直播的人，全都懵了。你这么大的反应，还以为你受了多重的伤呢，结果就这，和蜜蜂蛰了一下似的，杀人诛心啊！段晨扭动一下胳膊，随手一探，将坠落的剑矢抓在了手中。剑矢在他的大手中就好似一根牙签一般。段晨咧嘴一笑，随意的把玩了一下。剑矢不知道什么材质打造的，握在手中有些冰冷。不过因为刚才和骨骼碰撞的关系，剑矢已经扭曲的不成样子。这还没完呢。树梢之上，秋道丁次的脸色惨白，双臂猛烈的晃动着，豆大的汗珠从脑门滴落。突然，他一大口鲜血喷出，身子软软的从树梢上坠落下去。秋道君，你怎么了？快，牧师！他被反噬了！一声声惊呼传来，几个牧师冲过去，连忙将一个个治愈术丢在了秋道丁次的身上，同时也不忘给他灌下几瓶治疗药剂。可秋道丁次的伤势实在太重了，即便有治愈技能和治疗药剂相助，也只能帮他吊住一口气。他浑身的骨头全碎了，内脏遭受重创，也不知被震碎了多少，怕是就不活了。听到这话，所有人都满目惊恐。天哪，那个段晨到底是什么怪物？只是射中他一箭，竟然把秋道丁次反伤成了这副模样。他的反伤技能到底是被动技能，还是主动技能？如果是主动技能的话，技能是有冷却时间的，倒是还能应付一下。可如果他的反伤是被动技能，那就完蛋了，谁还敢打他？秋道丁次可是唯一性的隐藏职业，连他都被搞成这样，谁碰段晨，谁死啊！苍穹之上，段晨俯视着下方，眼眶中的灵魂之火锁定在奄奄一息的秋道丁次身上，然后又看了一眼围在秋道丁次身周的那些昭和国职业者。不要离我的战利品太近哦，否则我会误以为你们要抢我的装备。段晨突然咧嘴一笑，轰隆隆，在真实之眼之下，段晨早已知道秋道丁次死后会爆出什么，万一不小心被那些昭和国职业者捡去，岂不是亏死？下一刻，他已经将那根箭矢举了起来。秋道丁次用这根箭矢射他，来而不往非礼也。段晨准备将这根箭矢原封不动地抬回去。呼！随着段晨的手臂抬起，那根箭矢猛地变大。段晨的手臂就有100米长了，可现在这根箭矢竟然变得比段晨的手臂还要长。坐下的青鸾真雀也在此时震动双翅，带着段晨真正的进入到了八岐荒野的正上方。轰！箭矢携带着难以想象的威势，被段晨猛地甩了出去。狂风涌动，箭矢在空中划过一道痕迹，好像要将苍穹撕裂一般，直奔着战场之上坠落下去。快躲开！哎呀！该死！是秋道丁次射出的那根箭矢，怎么会变得这么大？凄厉的哀嚎声此起彼伏，同时密密麻麻的技能也从地面升起，直奔着段晨的方向轰击过来。300多万招和国职业者，其中远程职业至少占了30%。不过战场上远程职业者虽多，但拥有超远距离技能的人却极为稀少，近100人当中都未必能出来一个。当然，人数的基数大，即便拥有超远距离技能的职业者比例很少，但整体的数量也足够惊人了。各样的技能从不同的方向袭来，不过绝大部分技能都是奔着青鸾真雀去的，真正锁定段晨的却少之又少。还有一些技能则是迎向了坠落而来的100米剑士。没办法，他们实在是被段晨的反伤能力给吓怕了。秋道丁次就是前车之鉴，他们可不想在击中段晨之后，自己反倒被反伤致死。轰！轰隆隆，剑矢狠狠地轰击在了战场之上，刹那间大地崩裂，恐怖的物理冲击带起肉眼可见的余波，朝着四面八方扩散出去。仅仅一转眼的功夫，剑矢所波及的范围之内再也没有一个站立的人影存在，数百人被撕成碎片，尸横遍野，就连大地也被生生地贯穿了一个深达100余米的巨大孔洞。这威力比石头还猛啊，只是攻击面积比石头小了一些。段晨的余光扫了一眼自己的物品空间，石头好像有点不够用了呀。不过无所谓，我的物品空间里又不是只有石头，那些破烂的黑铁级装备又不值钱，尤其是长剑、斧头啥的都可以往下丢，大不了等战斗结束之后打扫战场再收回来就是了。青鸾真雀低鸣一声，双翅猛烈扇动，一阵阵飓风随之卷起，
紧接着，他那庞大的身躯直接向上拔高，将绝大部分轰击而来的技能躲开，其余的技能也都被段晨挥动的狼牙棒挡了下来。一群小卡拉比，还敢还手是吧？段晨哈哈大笑，随后又是一大片石头砸落下去。八岐荒野最深处，昭和国的高耀旗随风而动，在那旗帜的旁边，一头体型庞大的巨兽立在那里。这巨兽正是昭和国的圣兽之一八岐大蛇。当然，这只是一个分身，相比于另外3只圣兽分身，眼前这个八岐大蛇分身给人的压迫感无疑是最大的，属性也明显要高出一阶。而在昭和国，八岐大蛇也是作为最顶尖的 BOSS 存在的，本体的实力也要远远超过慈木童子、九尾妖狐和山轮、石龟这3只圣兽。因为同一阵营的关系，在这圣兽之地，本国的圣兽分身并不会攻击本国的职业者。不过这个规则好像只在国战中有效，如果是在外界，有昭和国职业者闯入八岐大蛇的领地，恐怕顷刻间就会被轰杀的尸骨无存。好，八岐大蛇那8颗头颅抬起，一双双猩红的眼睛死死地盯着空中的断尘。从体型来看，八岐大蛇分身比慈木童子分身庞大太多了。慈木童子分身只有20余米，可八岐大蛇分身却有100余米。他那庞大的身体力在昭和国的高耀旗旁边，比那100米的旗杆还要高出一大截。这个 BOSS 看起来很凶啊，不过爆的东西却也着实让人兴奋。段晨眼眶中灵魂之火跳动。第79章，砸的那叫一个神清气爽。名称：八岐大蛇分身，圣兽之地国战 BOSS， 等级65级，血量2000万，力量19万，敏捷8000，精神12000，防御12万。技能：魂魄碎裂、不竭之力、八岐之影、神分之炎、国战 buff、国运惩罚。魂魄碎裂，被动技能，八岐大蛇分身所有攻击都附带群体伤害，对建设范围内的目标造成恐怖创伤，并有10%几率触发2倍暴击。不竭之力，被动技能，八岐大蛇分身的血条掉落到30%以下，将会无差别对周围的生命进行吞噬，并在接下来的30分钟之内获得恐怖的生命恢复效果，技能冷却时间12小时。八岐之影，被动技能，在八岐大蛇分身的血量掉落到5%以下时，身躯将会分裂成8个个体，每一个个体拥有八岐大蛇分身50%的全属性，以及400万血量。若在12小时之内无法将分裂个体全部击杀，则八岐大蛇分身复活。此技能仅可触发1次。神分之炎，大范围攻击技能，喷出八岐之息，对大范围目标造成恐怖伤害，技能冷却10分钟。国战 buff， 八岐大蛇分身陨落之后，龙国将会获得随机增幅 buff。国运惩罚，八岐大蛇分身陨落之后，昭和国将会遭受国运惩罚。八岐大蛇分身的属性就不用说了，远非慈木童子分身可比的。他的技能也同样强横，所有的攻击全都自带群体效果，而且拥有2项保命技能：不竭之力和八岐之影。除此之外，还有神分之炎这个大范围技能。段晨嘿嘿一笑，不竭之力，无差别吞噬，这个技能有意思，不让小八大们体验一下太可惜了。至于将八岐大蛇分身彻底灭杀，段晨反倒不着急。随后，段晨的视线又扫向八岐荒野中央耸立的昭和国高耀旗，名称：昭和国国战旗帜，血量2000万，防御15万。国战旗帜的属性信息非常简单，只有血量和防御2个属性。段晨跑来八岐荒野的目的，并不只是单纯的灭杀八岐大蛇分身，毁掉国战旗帜那么简单。他要让昭和国感觉到恐惧，来自灵魂深处不可磨灭的恐惧。即便圣兽之地的小世界国战结束，每当昭和国的人想起这一场战争，都会彻夜难眠，噩梦惊起。现在小世界国战的走向已经完全被段晨所掌控，什么时候结束这一场国战，段晨说了算。他现在唯一担心的是，一旦昭和国的国战旗帜被毁掉，国战结束，那圣兽之德是否会强行关闭，里面所有人是否会被强制传送出去。暂时不能毁掉昭和国的国战旗帜，至少也得留下一丝血才行。等我把所有圣兽分身杀光，然后再好好探索一下圣兽之地战场之后，再来毁掉昭和国的国战旗帜也不迟。段晨心中想着，那么游戏就正式开始吧。好，一阵阵震天动地的嘶吼响起，八岐大蛇那庞大的身躯突然动了，只见那8颗狰狞的头颅扭动，一张张血盆大口凝聚出刺眼的光芒。下一瞬间，8道光柱从他的口中爆发而出，每一道光柱都蕴含着恐怖无比的能量。刹那间天地变色，苍穹撕裂，光柱直奔着段晨的方向扫了过去。我操！段晨吓了一跳，一上来就放大招，这个应该就是神分之炎吧。来不及多想，
段晨随手一挥，一块块石头100余米的巨石砸落下去。同时，青鸾真雀再次向上攀升，想要躲开八岐大蛇的技能范围。轰！轰隆隆！一块块巨石被光柱扫中，瞬间崩裂，无数碎石散落开来，砸在下方招和国大军之中，引来一阵阵哀嚎。段晨心脏一紧，八岐大蛇的技能威力和速度超乎他的想象，他投掷出的巨石犹如小山一般，竟然被轻易击碎。老子就不信了！段晨也怒了，他的双手连续挥动，石头、鞋子、腰带、铠甲、头盔、物品空间里没用的东西，一股脑被他丢了下去。轰！密密麻麻的物品砸落下去，所有东西在背化的作用下都变得巨大无比。虚空之上遮云蔽日，抬头望去，就好像天都塌了一般。伴随着轰轰巨响，八岐大蛇喷出的神愤之炎终于被挡住，而那些砸落下来的东西也狠狠地轰击在了战场上，其中大部分都直接砸在了八岐大蛇分身的身上，还有一小部分则散落到了战场的其他地方。啊呀！该死，这个段晨根本就不是人！怎么办？八岐荒野，所有昭和国职业者全都慌了。青鸾真雀在空中盘旋，控制着自己和八岐大蛇分身的距离。段晨则连续不断的施展巨人投掷，砸的那叫一个神清气爽。所有黑铁级的装备，只要是不值钱的，全都被他一股脑丢了下去。刚才有点惊险，差点就被八岐大蛇的技能击中，虽然未必能把我轰死，但皮开肉绽是肯定的。如果能搞到一个好点的盾牌就好了，有个像样的盾牌挡在前面，也能让我心里踏实一些。第80章，真的都不怕死对吧？段晨丢出的巨物将战场清空了一大片，只是短短片刻，以八岐大蛇分身为中心，方圆1000米的范围已经没有站着的昭和国职业者存在。段晨嘴角一咧，二话不说便驱使青鸾真雀俯冲而下。我海底捞月，在距离地面还有100米左右的时候，段晨的一只手向下猛地一捞，将一大堆爆出的装备捡了起来，其中也包括那位染血射手秋道丁次所爆出的装备，比如他用来攻击段晨的那一把神器长弓，还有一壶剑矢，里面差不多有40多根。长弓虽然是神器，可段晨用不上，只是瞄了一眼属性就直接丢进了物品空间，等有机会直接卖掉，或者用来换一些对他有用的装备。至于那一壶剑矢，走你！段晨捏住一根剑矢，下一秒钟，剑矢在他的掌心中暴涨开来，10米、20米、100米，又是一根100米剑矢。看到这一幕，所有昭和国职业者都倒吸一口凉气。我们逃吧，根本没法打。逃？我们几百万人在这里，岂能被一个龙国人吓住？这是国战，不是寻常的战斗。就算是用命堆，也要把这个段晨给堆死。杀呀！我们昭和国的人不怕死。外面8方，一个个昭和国职业者发疯地嘶吼着。渐渐的，几乎所有人都被带动起来，想方设法地对段晨发起攻击。然而很可惜，近战职业只能干瞪眼，对天空中的段晨毫无办法。远程职业也只有一些拥有超远距离技能的人才能发挥一些作用，但对段晨也没有什么威胁，甚至偶尔段晨还用身体硬抗几下攻击，随便触发几次反伤就让这些废物死伤惨重。快，派出自杀小队，谁有反伤装备赶紧换上，我们以命换命。段晨能靠着反伤来杀我们的人，我们也一样能靠着反伤来灭了他。哪怕每个人的反伤只能让他轻伤我们几百万人，还反不死他。可如果他不攻击我们怎么办？触发反伤的前提条件是遭受段晨的攻击。不得不说，很多昭和国的职业者确实不怕死，他们明知道自己会死，却还是换上了自带反伤效果的装备，然后朝着八岐大蛇的方向靠近过去。哪怕反伤效果只有 5% 或者 10%， 可这么多人加在一起，只要能承受段晨一轮攻击，多少也会让他受一些伤吧。苍穹之上，段晨手握着一根剑矢，又粗又长又坚硬无比的黑色巨剑轰然而出，直挺挺地朝着八岐大蛇轰击过去。轰隆隆，一道道鲜血飙出，八岐大蛇的身躯也才100余米，段晨随手丢出的剑矢也同样有100余米的样子。在那一根根剑矢的轰击下，即便八岐大蛇再如何强大，也被轰得七荤八素，血条迅速地掉落下去。哈哈，论起攻击力，丢出的剑矢要比巨石高出很多，而且更具穿透力。段晨眼眶中灵魂之火跳动，他不是弓箭手职业，可每一根箭矢飞出所爆发的效果，却是绝大部分射手职业无法企及的。吼吼！八岐大蛇凄厉的嘶吼，可在段晨连续不断的轰击之下，根本没办法对段晨做出有效的反击。87%、65%、42%血条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掉落。外界，龙国无数人仰望着虚空，死死地盯着光幕中的直播。
直播的画面正是段辰肆虐八岐荒野，以一己之力硬抗招和国数100万大军轰杀八岐大蛇分身的一幕。我操，这个段辰也太猛了吧！一战成名啊！这一次圣兽之地的小世界国战之后，段辰这个名字将会载入史册，甚至被无数学校写入教科书。听说他是今年高3毕业的学生，大考还未完成就进入圣兽之地了。就这样的，哪一个大学不想要？等国战结束，段辰都不用再参加什么大考了，不知会有多少录取通知书送到他手上。整个龙国所有大学，他随便挑。你们猜猜，昭和国那边正在看光幕直播的人都是什么表情？昭和国、幕府、丰臣秀吉等一众昭和国高层双眼圆瞪，一个个紧张的脑门直冒汗珠。八岐大蛇分身也要死了吗？段辰怎会如此强大？丰臣秀吉死死地握着拳头。这一次小世界国战，怕是凶多吉少了，有段辰这样的人存在，恐怕……说到这里，他眼中的恨意更甚。全国收集破戒石，等国战结束，我要段辰死！死！死！突然有人轻呼一声，抬手指向光幕。哈哈，果然都是我们昭和国的勇士，他们好像更换了装备。更换装备？听到这话，在场之人都双眼一亮，好像想到了什么。更换反伤装备。丰臣秀吉咽了口唾沫，一定要成功反死段辰。圣兽之地，八岐荒野，密密麻麻的昭和国之业者涌入段辰的攻击范围，他们谩骂、叫嚣，想方设法的引起段辰的注意。龙国的狗杂碎，有种来杀我呀！我们昭和国没有怕死的，来啊！听到脚下的叫嚣，段辰只是用余光扫了一眼。哎，真的不怕死吗？段辰乐了，都别着急啊，稍等一下啊！此时段辰的攻击全都锁定着八岐大蛇，物品空间里的石头已经所剩无几，剑石也用得差不多了。他可不想在这个时候把这些东西浪费在昭和国之业者的身上。想死？行，老子让你们死个痛快！轰！又是一根剑矢轰下，这一击直接贯穿了八岐大蛇的一颗头颅，将那颗头颅轰得四分五裂，血条 29%。好！几乎是同一时间，八岐大蛇的气息突然变得诡异起来。剩下的7颗头颅仰天嘶吼，一双双眼睛变得残暴无比，整个战场都被一股疯狂的压迫笼罩。直到这一刻，一些昭和国职业者才猛然惊醒。不好，快远离八岐大蛇，他的不竭之力技能触发了。第81章不就吃你们几个吗？看你们小气的！不竭之力。听到这4个字，方圆1000米之内，所有昭和国职业者全都脸色苍白。对于八岐大蛇分身的属性和技能，早就有人使用顶级探查术查看，然后共享到了国战频道。现在八岐大蛇分身的血量掉落到了 29%， 正好达到了不竭之力的触发条件。不竭之力被动技能，八岐大蛇分身的血条掉落到 30% 以下，将会无差别对周围的生命进行吞噬，并在接下来的30分钟之内获得恐怖的生命恢复效果，技能冷却时间12小时。逃！所有人发疯似的向着远离八岐大蛇的方向逃去。前一刻他们还想方设法的吸引段辰出手，想要靠着反伤技能和段辰硬刚一波，甚至还一个个叫嚣着自己不怕死。可这一刻他们却生怕自己跑得慢，那狼狈不堪的模样着实让段辰有些赞叹。都跑啥呀？不是不怕死吗？不就是被八岐大蛇吞噬吗？他可是关乎你们国战胜负的圣兽分身，用你们的命给他回血怎么了？看你们小气样，我就问你们怎么了？难道你们不爱国吗？不想赢下这一场国战吗？喂，都别跑啊！段辰的声音传入一个个昭和国职业者的耳中，声音是那样的刺耳。吼！吼吼！此时的八岐大蛇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仅剩的7颗头颅凄厉的嘶吼，一张张血盆大口张开，疯狂地朝着周围的昭和国职业者撕咬过去。相比于其他国家的人，昭和国的人要矮小一些，只是几个呼吸，便有数十人被八岐大蛇生生吞下。无视昭和国国战胜利的关键，你们这些昭和国职业者不该献祭自己来恢复无的伤势。八岐大蛇开口说话了，这也是段辰和他交手到现在第一次开口说出人类语言。在此之前，段辰还有些纳闷呢，人家慈木童子分身都能说人类语言，这八岐大蛇咋就只知道吼呢？现在看来，这家伙还是会说话的。哎呀，不要吃我！那些昭和国职业者哪里肯停下？让你吃？开什么玩笑！一些昭和国职业者惊恐之下，甚至还将武器对准了八岐大蛇，随手就是几个技能轰在了八岐大蛇的身上。不过他们的攻击对八岐大蛇完全无效。在圣兽之地小世界国战的规则中，龙国的职业者没有办法去伤害龙国的圣兽分身，
昭和国这边也同样如此。他们面对八岐大蛇的攻击，唯一能做的就是逃命。八岐大蛇将一具具尸体撕碎，然后吞入腹中。31%、37%、47%，直到血条恢复到48%的时候，才彻底停了下来。这些昭和国之业者都佩戴着反伤效果的装备，结果这一波连续吞噬，虽然让八岐大蛇的血条恢复了许多，但恢复的效果却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原本还可以恢复的更多一些的。这一波变故让昭和国大军士气暴跌，一时间竟然在无人敢靠近段晨和八岐大蛇所在的区域，只能瞪着双眼，眼巴巴地望着段晨和八岐大蛇。他们怕了，真的被打怕了。刚才换上反伤装备，本来就是一腔热血想要以命换命，可八岐大蛇的不竭之力就好像一盆冷水一般，将他们好不容易升起的热血浇灭了。都别怂啊！段晨哈哈大笑，就这样眼巴巴地看着我杀你们的国战 BOSS， 咋地？你们倒是阻止啊，倒是反抗啊，你们不是不怕死吗？可无论他怎么说，几百万昭和国之业者就是不过来，竟然被他一个人给彻底打怕了。一群废物！段晨没再理会。好，八岐大蛇又是一个神分之炎轰击而来，被段晨艰难地躲开。眼见自己物品空间里能投掷的东西没多少了，段晨干脆一咬牙，直接提着狼牙棒俯冲而下。他要和八岐大蛇分身近战，我要杀了你！八岐大蛇分身看到段晨靠近，杀意沸腾，一张张血盆大口直奔着段晨撕咬过去。在经过刚才一波不竭之力的吞噬，八岐大蛇那一颗破碎的头颅也已经重新生长出来，现在又是拥有了8颗头颅。血条都快被我干光了，还叫唤个屁！段晨不屑地说道。赤炎狼牙棒横扫而出，炙热的气息从末端爆发，刹那间火浪滔天。技能赤焰滔天，技能灼热领域。轰！漫天火焰狠狠地轰击在了八岐大蛇分身的身上。叮！提示：本次攻击触发红莲项链的无视防御效果。提示：本次攻击触发暴击。300多米的狼牙棒比八岐大蛇的身体还要长了3倍。这一击轰在八岐大蛇分身的身上，竟然给人一种用筷子夹小泥鳅的错觉。在近战交锋之前，八岐大蛇的血条就已经再次掉到30%以下。现在双方近战，八岐大蛇分身非但没占到便宜，甚至血量掉落的速度还更快了。只见段晨右手握着狼牙棒，左手从地上捡起一块块石头。我狼牙棒砸，我石头砸，砸！轰隆隆，剧烈的爆炸声此起彼伏，八岐大蛇分身的身躯短短片刻就被轰击的血肉模糊。叮！提示：八岐大蛇血条掉落到5%，触发八岐之影。八岐之影被动技能，在八岐大蛇分身的血量掉落到5%以下时，身躯将会分裂成8个个体，每一个个体拥有八岐大蛇分身50%的全属性，以及400万血量。若在12小时之内无法将分裂个体全部击杀，则八岐大蛇分身复活。此技能仅可触发1次。听到这声提示，段晨忍不住啐了一口：我尼玛，就不能痛快点？咔嚓！八岐大蛇分身的身体猛烈的颤抖，整个身躯出现了一道道巨大的血痕。好！凄厉的嘶鸣响彻天地，那一道道血痕突然崩裂开来，八岐大蛇的身躯竟然在这一刻彻底分割开来，变成了8条有着独立身躯的巨蟒。第82章，不是吧？他要拔旗？技能八岐之影成功触发，八岐大蛇分身成功分裂，化作了8条70余米的巨蟒。名称八岐之影，等级65级，血量400万，力量85000，敏捷4000，精神6000，防御6万。技能魂魄碎裂，神分之炎，八岐复生。八岐之影的等级和八岐大蛇分身一样，都是65级，但所有属性只有八岐大蛇分身的50%。至于技能，其中魂魄碎裂和神分之炎都来自于八岐大蛇分身，技能介绍也一模一样。不过因为基础属性的关系，八岐之影所施展的技能威力远没有八岐大蛇分身恐怖。至于八岐复生，则是一个被动技能，如果没能在接下来的12个小时之内将所有八岐之影灭杀，则八岐大蛇会复活。吼吼！8条巨蟒刚刚分裂开来，便朝着段晨疯狂的嘶吼，血盆大口散发出刺鼻的血腥和恶臭。下一秒钟，所有巨蟒同时将神分之炎施展了出来。好！刺眼的光芒在他们的口中凝聚，光芒之中爆发出让人心惊的能量。能量扭曲之下，就连周围的空气都变得浑浊起来。又是这一招！段晨咧嘴一笑，庞大的身躯猛地调转方向，直奔着远处的昭和国高耀旗狂奔去。不好，段晨要靠近国战旗帜！
快拦住他！控制技能，操！我的技能攻击距离不够，距离不够，那你倒是靠近过去啊！一阵阵惊呼传来，可明明所有昭和国职业者都在怒吼咆哮，眼中充满了紧张和愤怒，可愣是没有一个人敢靠近过去。轰！一道道光柱从八旗之影的口中喷洒而出，光柱撕开苍穹，将整片天地照亮。刹那间，8道光柱不分先后，同时到达了段晨的近前。来了！段晨狂笑一声，猛地转身，手中的狼牙棒带着呼啸之声，好似倾倒坍塌的擎天之柱，直接朝着8道光柱砸了下去。下一瞬间，震天动地的爆炸声响起，一道道肉眼可见的冲击四散开来，大地被掀起，一块块巨石被掀飞出去。八旗之影同时施展出的神分之炎威力恐怖至极，可是和八岐大蛇分身相比，还是差得远呢。若非如此，段晨也不敢如此狂妄的与之硬刚。8道光柱撞击在狼牙棒上，狼牙棒上一根根尖刺碎裂，被崩飞出去。恐怖的力量沿着狼牙棒涌入段晨的双臂，硬生生的将段晨推着向后暴退。1步、2步、3步，轰！连续退了100余米，段晨的身形才勉强稳了下来。此时，他手中的赤炎狼牙棒已经布满了裂痕，这件20级的传说装备在刚才的硬拼之下，已经到了破碎的边缘。叮！提示：你的赤炎狼牙棒耐久过低，请注意耐久清零之后将彻底破碎，无法使用。一声提示出现，可段晨却丝毫不以为意。不就是一件20级的传说装备吗？洒洒水，损失得起。段晨咬紧牙关，在狼牙棒破碎的最后一刻，终于将神分之炎给挡了下来。光芒消散，光柱泯灭，在段晨和那些八旗之影中间，地面上多了一道道巨大的裂痕，这些裂痕都是神分之炎的能量冲击造成的。好险！段晨咧嘴一笑，随意的看了一眼手中的赤炎狼牙棒。在这个世界，每一件装备都是有耐久值的，只不过耐久值并不会以数值的方式体现出来，唯有在遭受破坏之后才会得到一些相关的提示。这种情况下，大多数职业者都会把装备收回物品空间，等到返回城市之后再去找锻造师修复，又或者直接使用类似修复神油的东西来恢复装备的耐久。段晨没想过去修复这把狼牙棒，坏了就坏了，反正也只是一个过渡的装备。刚才杀了那么多人，物品空间里的武器有很多，而且还有一把30级的神器鬼焰烈剑等着他，怕啥？段晨举起狼牙棒，300多米的狼牙棒带起一阵狂风，竟然从他的手中脱离出去。小飞棍来喽！巨大的狼牙棒狠狠地轰击在一只八旗之影的身上，恐怖的撞击之下，蛇鳞崩裂，一道道鲜血喷洒而出。被击中的八旗之影血条直接掉了一截。随着这一击结束，耐久已经见底的赤炎狼牙棒直接崩裂开来，一块块碎片四溅，又带走了周围几只八旗之影的一丝血条。眼见段晨的武器破碎，所有昭和国职业者大喜过望。快，他的武器碎了，机会来了！我操，他又拿出一把200米的巨剑。此时，段晨手里的这把巨剑是一把23级的钻石品阶长剑，名为冰蛇骨剑。虽然只是钻石品阶，可从卖相来看，却比狼牙棒更加骇人。剑身由一块块白骨拼接而成，看起来像是蛇类的脊椎，也不知道是从哪个昭和狗身上爆出来的。属性一般，自带一个寒冰光环的被动技能，可以在身周凝聚出一个寒冰光环，敌人进入光环范围内之后，攻击速度和移动速度会降低 10%， 技能冷却时间增加 20%， 是一个辅助类的光环。来啊，继续！段晨朝着那几只八旗之影勾了勾手指，然后又挑衅地朝着周围的昭和国职业者看了一眼。下一秒钟，他另一只手猛地探出，竟然直接抓在了昭和国国战旗帜的旗杆上。旗杆长达100米，深深地插在地面之中。对于其他职业者来说，这旗杆的长度已经非常高了，即便和段晨的身体相比，也高出5倍不止。段晨现在的身高也才20米。可是别忘了，因为局部倍化的关系，段晨的双臂已经长达100米，单手掌的长度就有20余米。此时他单手抓在旗杆上，就和抓一根短棍没什么区别。他要干什么？他没有直接攻击我们的国战旗帜，而是抓住了旗杆。不是吧？难道他想直接把我们的国战旗帜拔出来？第83章100万军中斩八旗。他们猜对了，段晨就是要把昭和国的国战旗帜给拔下来。在手掌抓住旗杆的一瞬间，一股森冷的寒意席卷而来，让段晨打了个冷战。叮！提示：昭和国国战旗帜正在遭受攻击，请所有昭和国职业者注意。一声提示传遍整个圣兽之地。下一刻，段晨牙关一咬，手臂猛地用力，轰！轰隆隆，大地震动，100余米高的旗杆猛烈地晃动起来，下方的地面出现一道道裂痕，
随后，在所有昭和国职业者惊恐的目光中，100米旗帜被生生地拔了出来。国战旗帜是没有攻击力的，只有血条和防御这2个属性。段晨紧紧握着旗杆，咧嘴一笑，转头朝着周围的昭和国职业者看去。小卡拉比，你们的国战旗帜借我用用啊，我用它把这几个8旗之影砸死，你们不会介意吧？国战旗帜虽然有血条和防御力，但却并不属于生命体，而是属于非生命体。握在手中，实际上和武器没有太大区别，只是不附加任何攻击力。于是，在段晨的手臂抬起的一刹那，国战旗帜也随之暴涨。我操，有点拿不动啊！这旗帜原本就有100余米，暴涨之后直接变大了10倍，竟然达到了1000米大小。段晨只感觉手臂一僵，连忙将另一只手握着的冰蛇古剑收回了物品空间，然后用2条手臂同时抱住，才勉强没让昭和国的国战旗帜掉在地上。这东西的体积够大，只可惜自身没有攻击力。段晨眼眶中火光闪烁，随后整个身子猛地盘旋起来，将手中的旗杆横扫而出。哎呀，他的力量怎么能这么大？竟然把我们的太阳旗拔出来了！该死，他用的到底是什么技能？100米旗帜竟然暴涨了10倍！快逃！狂风暴起，旗杆扫动之下，刹那间飞沙走石，成百上千的昭和国职业者被扫飞出去，就连那8只8旗之影也一样被掀飞在地，血条迅速地掉落下去。不止如此，段晨手中的昭和国旗帜血条也在掉落，战场变得混乱不堪。好在段晨连续轰击几次之后，好像没了力气，直接解除了昭和国旗帜的背化效果，让那1000米长的旗杆再次缩小到了100余米正常的模样。累死老子了！这玩意背化之后太大了，也太重了，简直不是人玩的。段晨露出森白的牙齿，随手将旗帜丢给了半空中的青鸾真雀。只见青鸾真雀利爪猛地探出，直接将旗杆牢牢抓住，然后双翅一展，径直飞入虚空之中。而段晨则再次将冰蛇古剑取了出来，直奔着一只8旗之影冲了过去。此时，正在通过光幕观战的人也全都傻眼了。龙国、昭和国，无数人昂起头望着虚空，所有人都张大嘴巴，怔怔的说不出话来。什么情况？段晨直接把人家昭和国的国战旗帜给拔了。在每5年一次的小世界国战中，每一次国战交手的双方都会有国战旗帜出现。可全民转职降临都500多年了，经历的小世界国战也有100多次了，还从未有人想过把敌对国家的旗连根拔走的。昭和国、幕府，八嘎八嘎！丰臣秀吉不断的咆哮着，这简直是屈辱，是我们昭和国数百年来最大的屈辱。一旁几位昭和国高层也都愤怒不已。在将国战旗帜拔起的那一刻，昭和国的颜面已经彻底扫地了，这等于将他们昭和国的尊严按在地上踩啊！踩几脚还不够，还要摩擦几下。突然，一个高层开口道：“可惜我们没有圣界石碑了。”圣界石碑？听到这4个字，在场众人都是瞳孔一缩。5年前，昭和国和龙国的赤龙山小世界国战，原本昭和国已经处于劣势，被龙国打的已经趋于崩溃，最后就是靠着圣界石碑的相助才扭转乾坤，最终才导致龙国在赤龙山战败。可惜圣界石碑只有1块，一旦使用就会彻底毁掉，而且昭和国这500年来也只得到了那1块。圣界石碑可以在小世界国战期间使用，可以请求某个非参战国对己方进行国战支援，支援的人数为己方参战人数的25%。但使用圣界石碑却有一个极为苛刻的条件，那就是血祭。请到了多少增援，就要献祭多少本国职业者的性命。5年前，昭和国一座沿海城市遭遇前所未有的灾难，所有百姓都以为那是一场天灾，又或者是某个神秘强大的 BOSS 降临，导致整座城市被血洗，几乎所有人全部陨落。只有昭和国一些高层才知道，那根本不是什么天灾，也没有什么 BOSS 降临，而是血祭。丰臣秀吉亲自主持并下达的命令，血祭一座城市的人命，成功请到了自由国的增援。而在赢下了赤龙山小世界国战之后，国战所带来的国运奖励也要分给自由国1半。可惜我们已经没有圣界石碑了。丰臣秀吉紧了紧拳头，怨恨无比地看着光幕上那个庞大的身影。圣兽之地8旗荒野战场上，段晨那巨大的脚掌猛地向前踏去，伴随着一声巨响，技能巨人践踏已经施展出来。刹那间，方圆100米范围内一切目标全部陷入眩晕状态。给老子去死！段晨手中巨剑斩落，漫天毒雾从剑锋上直接肆虐开来，转眼就笼罩100米。这是20级传说戒指烟云指环自带的技能毒雾环绕，随后又有无数锋刃朝着四面八方扫了出去。15级史诗护腿狼王护腿的自带技能飓风之刃，轰轰隆隆，剧烈的爆炸声此起彼伏，伴随着几声哀嚎，
一只八旗之影血条被清空，70余米的庞大身躯轰然倒地。在第8只八旗之影被灭杀的同时，他们的尸体也迅速变化，然后重新汇聚在一起，变成了八旗大蛇分身的尸体。同时，一大堆装备也散落在了段晨的面前。第84章，这个人是个恶魔。看着眼前的一堆物品，段晨眼中光芒闪烁。早在灭杀八旗大蛇分身之前，他就已经提前使用了真实之眼，提前知道了八旗大蛇分身会爆出什么。可当这些东西真正爆出来的时候，还是让人兴奋至极。尤其是其中的一本技能书，还有一面盾牌。段晨咧嘴一笑，没有急着伸手去捡，而是转头看向周围的昭和国职业者。喂，昭和国的小卡拉比们，你们家的圣兽分身爆率是真的高啊！先前那个慈木童子分身给我爆了一把神器，还有一件很牛逼的特殊金盒，想知道那个金盒有啥作用不？再看看这八旗大蛇分身，哎呦喂，一件神器级的盾牌！我勒个去，还有一本专属技能书，我要捡起来了哦！我真的要捡起来了哦！就没有人上前阻止我吗？段晨的声音传遍整个八旗荒野，语气中充满了挑衅和轻蔑。在场几百万昭和国职业者，一个个脸色苍白，双拳紧握，指甲都把掌心划开了。可愣是没有一个人敢冲过去抢八旗大蛇分身爆出的东西。屈辱，前所未有的屈辱！可即便再如何屈辱，再如何不甘，他们也不敢靠近段晨分毫。段晨给他们带来的恐惧已经深入骨髓，刻入灵魂，已经将所有人的战意都打崩了。一群废物！段晨冷笑一声，随手把所有战利品全都收了起来。5年前赤龙山之战，如果不是在最后关头有自由国的职业者支援，你们昭和国早就被打崩了。没记错的话，赤龙山小世界国战的进入条件是50级到70级吧？这个等级阶段，你们昭和国不是我们龙国的对手。现在15级到35级，你们一样被我们踩在脚下摩擦。说到这里，段晨突然停顿一下，表情变得狰狞起来。从今以后，龙国会成为你们无法入眠的梦魇，成为你们一生都无法逾越的高山。今日我一人站在这里，你们已经瑟瑟发抖，不敢直视，简直可笑至极。昭和国的蝼蚁们，逃吧！接下来3个月的时间里，我陪你们好好玩一场猫和老鼠的游戏。好！最后一句话落下，段晨手中的冰蛇古剑猛地举起，200米的巨剑带着破空声，直接脱手而出，被当作了投掷物丢了出去。一剑出，鬼神经！数百万昭和国职业者唯有抱头鼠窜，竟无一人敢硬抗其锋芒。明明只是一把钻石品阶的武器，装备等级也只有23级，可从段晨的手里施展出来爆发的威力却比同级别的神器还要恐怖100倍。那如果段晨手里拿着的是一把神器呢？想到这一点，无数人的表情都变得僵硬起来。轰！城墙一般的巨剑带起破空的气流，横穿了整个八旗荒野的战场，硬生生将昭和国数百万大军从中分割开来。而巨剑所划过的地方早已尸横遍野，数以千计的昭和国职业者倒在血泊之中，被碾压得粉身碎骨。哎呀，逃啊！这个龙国职业者根本不是人，他是魔鬼！快逃！该死，谁能来救救我？我们昭和国的高层呢？他们应该在通过光幕观看直播吧？他们怎么不想办法支援？就好像5年前的赤龙山小世界国战，当年不是有自由国的人支援吗？哀嚎之声响彻整个战场。段晨这最后一剑，就好像压在他们灵魂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彻底将他们的战意泯灭。此时，他们望着段晨那犹如山峦一般的身躯，就如同看着一位来自上古的神灵，提不起半点反抗的念头。逃！快逃！整个八旗荒野一片混乱，外围的人已经开始慌不择路地向八旗荒野之外逃去。一些人惊慌之下，甚至不惜将挡在前面的同伴推倒，然后一脚踩在同伴的身上向前狂冲。转眼的功夫，那同伴就已经被后面一群人踩踏得不成人形。滚啊！别挡我的路！妈的，我不想死！乱了，彻底的乱了！哭喊声、惨叫声、踩踏声此起彼伏。昭和国幕府！丰臣秀吉愤怒地咆哮着。这一次的圣兽之地国战已经彻底的脱离了他的预期，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几百万人啊，竟然被一个龙国背画师给吓崩了，不敢反抗，被吓得狼狈鼠窜。今日过后，我昭和国全国上下必然士气大跌。丰臣秀吉咬牙切齿，如果只是败了一场小世界国战，我们还会有翻盘的机会，可若是没了士气，没了战意，被打得没了胆气，那就真的完了。听到这话，周围其他高层也都忧心忡忡。妈的，那个段晨明显是把咱们的人当猴子耍，竟然在2国直播之下把几百万昭和国职业者当老鼠，他是故意的。猫捉老鼠，他就是想让我们的人在接下来90天内每一天都活在恐惧之中，
直到把所有人都折磨死，他才会满意。这个人是个恶魔。丰臣秀吉眼中恨意滔天，死死地盯着光幕中那个巨大的身影。死！段辰必须死！等这一次小世界国战结束，我昭和国无论付出任何代价，也一定要杀了段辰。给我继续收集破戒石，我需要高等级的破戒石。是，国主大人。圣兽之地八岐荒野战场上，段辰静静地站在原地，偶尔朝着溃败逃窜的昭和国大军丢出几块石头。他的表情戏谑，就好像在戏耍一群老鼠一般。丰臣秀吉猜得没错，段辰就是要把这几百万昭和国职业者折磨死。赤龙山国战，龙国损失惨重，死伤无数，无数前辈的血染红战场。段辰作为后来者，作为龙国人，他没有机会参与当年的战争。现在有了圣兽之地国战，这个仇岂能不报？可若只是将这群昭和国职业者直接轰杀，未免太便宜他们了，对昭和国国内的打击也无法达到最大。昭和国的杂碎们，你们应该都在看光幕吧？段辰突然抬头望向虚空，我不知道现在光幕上的画面是否对着八岐荒野，如果对着的话，那你们就给我听清楚。第85章，你们只配跪着。他要说什么？一瞬间，正在观看光幕直播的人心全都提到了嗓子眼。昭和国这边，丰臣秀吉等一众高层表情扭曲，心中升起不好的预感。而龙国这边则截然相反，龙国上下欢呼声一片。牛逼！段辰威武！操！我和段辰可是校友，我也是玉红高中出来的，我和他住一条街，他简直太强壮了，我想和他。麒麟城作为13镇国神将之一的屠苏无敌，此时正坐在院子里，手里端着一碗烈酒。战局已定，这位镇国神将早已没了先前那般紧张，此时反倒像是在观看一部旷世杰作一般，双眼放光地看着光幕，痛快！屠苏无敌一口将整碗的烈酒干掉，生子当如段辰，如果他再小一点就好了，我便把晴雪嫁给他。可惜他太大了。屠苏无敌说的是身高。战场上，段辰那高耸的身躯立于大地之上，他抬起头，好像在寻找着光幕，又好像在与无数观看直播的昭和国职业者对视一般。森冷的灵魂之火不断闪烁，摄人心魄，让所有昭和国职业者都不寒而栗。几秒钟之后，他的声音响彻天地：龙国之魂，国若有难，亿万龙魂列于国门前，死战不退，战亦燃万里。即便燃尽最后一滴血，也无一人后退。再看看你们昭和国，段辰的剑锋直指数百万狼狈鼠窜的昭和国职业者，一群蝼蚁鼠辈，畏战怕死，这是刻在骨子里的卑微。你们昭和国在龙国面前只配跪着，你们天生就是贱种！段辰猛地踏前一步，巨大的脚掌犹如擎天巨柱，狠狠轰击在地面上。跪下！轰！一声巨响，与跪下二字融合在一处，传遍整个八岐荒野。那些正在逃窜的昭和国职业者浑身一颤，无数人惊得跪倒在地。这一幕通过光幕直播被龙国和昭和国所有人看得一清二楚，一时间哗然一片。哈哈哈哈哈！段辰狂笑连连，纵身一跃，直接骑在了青鸾真雀的脊背上。青鸾真雀利爪还抓着昭和国的国战旗帜，庞大的翅膀猛地扇动几下，直接带着段辰向九尾妖狐降临的地方飞去。现在我要去猎杀你们昭和国的九尾妖狐，有胆量的就来阻止我。不过我料定你们也没这个胆量，一群废物！你们这些蝼蚁，赶紧找一个无人的洞穴躲起来瑟瑟发抖吧。等我弄死九尾妖狐和山峦石龟之后，再去把你们从老鼠洞里揪出来。眼见着段辰升入虚空，朝着远方而去，那些正在鼠窜的昭和国职业者大喜过望，一个个瘫在地上，劫后余生的感觉让所有人都松了口气。那个恶魔终于走了。该死，我刚才怎么跪了？我只是被绊倒了，刚巧在这个时候跪下了。段辰，有种你别走！妈的，下次见面一定要弄死他！一些昭和国职业者恼羞成怒，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来。就在这时，苍穹之上已经远去的段辰突然回头看了一眼，仅仅一眼，那些刚刚站起来的昭和国职业者只觉得双腿一软，竟然又跪了下去。直到段辰的身影变成一个黑点消失不见，他们才真正松了口气。八岐荒野战场上一片狼藉，到处都是残尸和鲜血。他们朝着周围看了几眼，突然感觉一阵无力，怎么办？距离国战结束还有89天，我们该怎么熬过去？有人咬了咬牙，然后拿出一块回城石，想要尝试使用回城石传送离开。也有人拿出了可以强行传送的特殊物品，可无一例外，此类传送物品都无法使用，除非国战倒计时结束，否则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强行离开圣兽之地。躲起来吧，老子就不信了，圣兽之地这么大，老子找个漆黑的角落藏起来，他还能找到我？要不然我们去杀怪升级吧。我生你妈！藏起来，藏起来！一些人反应过来，
已经朝着周围的密林钻了进去。很快，更多的人也都动作起来。而在这些人当中，也有一些聪明的，他们竟然选择留在了八岐荒野，找了一个被巨石砸出来的深坑藏了起来。那个恶魔刚从八岐荒野离开，应该不会再回来才对，相比于其他地方，这里应该是最安全的吧。这些人心中想着。苍穹之上，段晨稳坐在青鸾真雀的脊背上，打开国战频道，在里面发了一条消息，大概的把八岐荒野这边的情况讲了一遍。一瞬间，国战频道哗然一片。此时，龙国大军还聚集在龙腾山谷。屠苏秦雪担心有昭和国的人去靠近龙国四圣兽分身，于是还分出了4个40万人的队伍，去分别守护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圣兽分身。不止如此，屠苏秦雪已经做好了长时间拉锯战的准备，已经开始着手收集木材、粮食、野果，甚至还利用地形在龙腾山谷的周围开始建造简易的护城河，并且还对如何保护龙国的龙旗做了完美的布置。然后没了。前线段晨凭着一己之力，先是搞死了慈木童子分身，然后又搞死了八岐大蛇分身，把400多万昭和国职业者打得狼狈鼠窜，死伤无数。现在干脆把人家昭和国的国战旗帜都给拔走了。只要国战旗帜一毁，这一场圣兽之地便会彻底结束。也就是说，现在国战什么时候结束，完全是段晨说了算，只要他愿意，随时都可以毁掉昭和国的高耀旗。现在的龙国已经立于不败之地。山谷中，屠苏秦雪久久没能回过神来，段晨已经强大到这种程度了。他才20多级，如果他达到30级、50级、80级，他又会成长到怎样的程度？末了，秦雪姐，昭和国战役已崩，既然段晨想要玩这一场猫捉老鼠，那咱们便好好配合一下，将昭和国的气势彻底碾压，让他们的恐惧蔓延全国，战意泯灭。此战过后，昭和国便再也直不起腰了。第86章神级硬化八岐怒灵盾。屠苏秦雪仔细的思索一下，然后一个个消息发到了国战频道里。很快，数百万龙国职业者纷纷响应。宁远州，段晨老大牛逼牛逼！秦隐月，大哥哥厉害！500人对招队员猎杀昭和国职业者。牧师职业，求猎杀组队，奶族量大。本人盾战士，求组不怕死，敢冲敢抗，猎杀昭和狗必须去。龙腾山谷，一声声吆喝不断响起。在八岐大蛇分身被段晨斩杀之后，国战奖惩再一次出现。圣兽之地所有参战的龙国职业者获得 20% 杀怪经验以及 20% 的减伤属性，而那些未参战的龙国职业者则获得 8% 杀怪经验加成和 10% 的减伤属性。这个增幅效果会一直持续到圣兽之地小世界国战结束。至于昭和国那边，则受到了不小的惩罚。圣兽之地所有参战的昭和国职业者攻击力降低 10%， 昭和国国运也受到影响，昭和国境内杀怪经验降低 5%， 爆率降低 5%， 此消彼长。现在圣兽之地战场两国之间的实力差距更大了。屠苏秦雪的想法很简单，不是要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吗？那就玩个痛快，没有必要再严阵以待的守在龙腾山谷和四圣兽降临之地。而且除了去猎杀昭和国职业者之外，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还可以杀怪升级，在圣兽之地各处险地好好的历练一番。慈木童子分身和八岐大蛇分身陨落，给龙国这边带来的累计奖励已经非常夸张了，单单杀怪经验增幅就已经达到了 40%， 不能浪费。国战频道，屠苏秦雪，所有人注意，大家可以自行组队，但每一个队伍的人数绝不能少于500人，避免单独行动。另外，我会亲自带一部分人继续驻扎龙腾山谷，以免意外发生。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圣兽降临之地，我会另外安排队伍警戒。那么就把昭和狗当作人形怪物猎杀开始，所有昭和狗一个不留，我们要把他们全部按死在圣兽之地战场。3个月后，吾等凯旋回国。苍穹之上，段晨骑着青鸾真雀，正在整理这一场大战的收获。此时，他的骸骨将军变身和局部背化效果已经结束，身体也恢复了本来的模样。坐下的青鸾真雀也不再是亡灵形态。八岐大蛇分身报了一本专属技能，还有一面神器盾牌。先前斩杀那个燃血射手秋道丁次，报了一把神器长弓。其他的几件史诗级、传说级装备，也不知道是怪物报的还是杀招和国职业者报的。除了报的东西之外，段晨的等级也突破了24级，经验值停留在 89%， 用不了多久就应该能突破到25级了。技能名称：神级硬化。技能介绍：背化师专属被动技能，当你遭受攻击时，将会获得 50% 的减伤效果，同时敌人的武器耐久将会迅速掉落，耐久掉落速度10000倍。
段晨仔细地查看技能书的介绍，频频咽着唾沫。又是一个被动技能，这效果我操！50%减伤，使敌人的武器耐久迅速掉落。段晨越看越是心惊，50%减伤就不用说了，再配合他的神级防御和神级反伤，直接把他的肉身强度拉满。一些原本能伤到他的技能，已经可以完全无视了。神级这2个字着实不是盖的。至于使敌人武器耐久迅速掉落这个属性，就更有意思了。每一件装备都有耐久值，只不过这个耐久值是隐藏属性，没有办法直观的查看。但说起来却也很好理解，就比如段晨先前使用的赤炎狼牙棒，如果那把武器的耐久值是10000点，在耐久只剩下几百点，甚至更少的时候，武器可能会出现裂痕，这个时候就需要对武器的耐久进行修复。如果不修复的话，那耐久清零之后，武器就会崩溃。而这10000点耐久，也许能杀10000只怪物才会把耐久耗光，可是攻击段晨的话，可能只需要1下，武器就会破碎。牛逼！段晨连忙选择修炼，这可是神技啊，保命还能坑人，看谁不爽就直接来一句有种打我，先把对方的武器坑碎再说。叮！提示：你成功修炼专属技能神技硬化，当前技能如下：局部背化、神级反伤、神级防御、野蛮生长、巨人践踏、巨人投掷、神级硬化、真实之眼、顶级探查术。当然，技能栏显示的只是段晨本身的技能，并不包含装备自带的技能。随后，段晨又查看了一下盾牌的属性介绍，名称：八旗怒灵盾，品阶：神器，等级30，防御20000，技能：技能增幅、防御强化、反伤增幅、魂魄碎裂、八旗之威、神愤之炎。技能增幅：被动技能，佩戴者所有攻击技能威力提升30%。防御强化，被动技能，佩戴者的防御属性额外获得40%的强化。反伤增幅，被动技能，佩戴者在遭受攻击后，额外触发20%的反伤效果。魂魄碎裂，被动技能，佩戴者所有攻击都附带群体伤害，对箭射范围内的目标造成恐怖创伤，并有10%几率触发2倍暴击。八旗之威，被动技能，佩戴者斩杀蛇类怪物时将会额外获得20%升级经验。神愤之炎，大范围攻击技能，可通过盾牌触发八旗之息，对大范围目标造成恐怖伤害，技能冷却10分钟。自带6个技能，其中5个是被动技能，还有一个神愤之炎是从八旗大蛇那里继承过来的，和鬼焰烈剑一样，需要30级才可以佩戴。看来我得抓紧时间了，等把九尾妖狐和山轮石龟分身斩杀之后，就开始疯狂升级。段晨又看了一眼那把神器长弓的属性，长弓叫做血魔魂弓，20级射手职业可以佩戴。这件装备来自于燃血射手秋道丁次，当初秋道丁次献祭一件史诗级装备，触发了血魔魂弓自带的献祭技能，一剑击中了段晨。可惜那一剑非但没伤到段晨，反倒把他自己给反伤挂了。留着卖前20级神器，怎么也能卖个大价钱。如果能换到适合我的装备也可以。段晨嘀咕一句，便将这把长弓丢回了物品空间。第87章九喇嘛之秋。段晨继续翻找物品空间，片刻之后，他拿出了一个水杯。不对，这可不是什么水杯，而是秋道丁次爆出来的按摩杯。操，我怎么把这玩意捡起来了？昭和狗，参加小世界国战竟然还随身带着这破玩意。段晨只觉得有些恶心，眼见下方地面上有一群怪物出现，干脆施展巨人投掷，直接把这个按摩杯丢了下去。轰隆隆，按摩杯随风而长，等轰击在怪物群里的时候，已经变成20米大小。几只怪物来不及躲避，直接被轰杀当场。随后，按摩杯迅速缩小，变回了原本的模样，地面上则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深坑。20级的寒冰蛇之皮甲，史诗品阶自带的技能，没有我的10级神器遗落铠甲好，没啥用。这件24级的传说神机戒指倒是不错，可以把荒原指环换掉了。23级的钻石怒雷护腕，我现在戴的还是10级铂金护腕呢，换上。段晨一阵鼓刀，属性又涨了1小节。23级的怒雷护腕属性一般，自带了一个被动麻痹技能，在击中目标的时候有3%的几率使目标陷入3秒麻痹，没啥大用，只是临时凑合的。不过那件神机戒指倒是不错，名称神机戒指，品阶传说，等级24级，力量2000，精神1200，技能神机奇袭抗拒。神机被动技能，佩戴者所有形式的攻击都有10%的几率触发2倍暴击。奇袭抗拒被动技能，佩戴者在遭受视线以外的偷袭时，会强行触发强大的斥力，
将周围的敌人逼退，技能冷却1小时，此技能仅对刺客和射手类职业有效。这个奇袭抗拒还是不错的，虽然我未必怕什么偷袭。所有装备整理完毕，段晨朝着前方看了几眼，然后又打开小地图，再往前便是九尾妖狐的降临之地，地图名为九喇嘛之丘。从这里俯视下去，已经能看到九喇嘛之丘的一些小怪，都是狐妖一类的怪物，怪物非常密集。到了，段晨咧嘴一笑，目光转动，看向脚下的一座山峰。青鸾，下去，咱们先挖一些石头备用。一挥打起来，直接丢石头，嘎嘎乱杀。刚才杀昭和狗的时候，倒是收集了一些剑矢，可论起攻击范围的话，剑矢还是没有石头攻击的面积大。等这次小世界国战结束，我收集一些铁矿石在物品空间。找炼金师，再搞一些剧毒药剂，感觉会很爽。说到这里，段晨好像解锁了一个巨人投掷的新用法，就感觉有一扇新的大门打开了一般。青鸾真确得到吩咐，双翅一震，俯冲而下，很快便带着段晨落在了一座山峰下。吼吼！双脚刚刚落地，一群怪物便朝着他冲了过来。九喇嘛之丘这普通野怪等级在20级到50级之间，除了普通野怪之外，还有一些精英怪物，等级在55级左右。段晨斜着眼扫向那些冲过来的怪物，嘴角泛起一丝冷笑。名称：赤红火狐，等级38级，血量50万，力量6000，敏捷300，精神300，防御4500，技能撕裂毒素。撕裂毒素被动技能，赤红火狐在击中目标之后，有 30% 几率使目标中毒，中毒状态下目标攻击速度降低 10%， 移动速度降低 20%， 持续10秒，且目标在中毒之后的1分钟之内无法再次触发撕裂毒素。这种怪物全身覆盖着犹如钢针一般的红毛，虽然有着狐狸的样子，却体态狰狞，处处都透着残暴和邪气。这些狐狸长得真难看啊，着实毁掉了我心中对狐狸精的所有幻想。说话的同时，冰蛇古剑已经出现在他的手中，二话不说，直接朝着扑过来的赤红火狐迎面斩了下去。轰！一声巨响，一只赤红火狐直接被砸倒在地，巨大的力量硬生生将他的身体砸入土层，在地面留下一个深坑。即便没有局部倍化的增幅，段晨手里的冰蛇古剑也有20余米，每一剑轰出所爆发的威力依旧恐怖无比。只是短短片刻，所有怪物已经被清理一空，距离25级更进一步了。段晨摸了摸下巴，嘀咕道：要不先升到25级，然后再去找九尾妖狐，反正也耽搁不了多少时间。也不知道25级之后，我的身体会变成什么样子。低头打量一下自己的身体，段晨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每一次野蛮生长触发，他脑海中第一个念头就是妈的，我越来越大了，越来越硬了，距离女人也越来越远了。转头看向山脚下的岩石，段晨甩膀子一顿挖，在小小的山脚下，我挖呀挖呀挖，到大大的怪物群里，我砸呀砸呀砸。此时此刻，以龙腾山谷为起点，一群群龙国猎杀小队正在向前横推，500人为一队，每一队的职业配置都极为齐全。所有队伍全都开启着国战频道，时时刻刻汇报着队伍所在的坐标和周围的状况。报告，编号991小队找到一个昭和国队伍，大概80人左右，已经全部灭杀。第88章，我又大了，干翻九尾妖狐。圣兽之地的面积非常广阔，想要在短时间将几百万个昭和国职业者找出来，全部灭杀，根本不可能。不过这并不着急，距离这一场小世界国战结束还早呢。现在的昭和国已经没有办法再组织起来，没有办法对接下来的屠杀形成半点抵抗。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躲在阴暗的角落瑟瑟发抖，每时每刻都祈祷着自己不被发现，祈祷着自己能躲到小世界国战结束，然后如同丧家之犬一般离开圣兽之地。报告，编号724小队在一个山洞里找到一群躲在里面瑟瑟发抖的昭和狗，运气不错，爆了几件好装备。昭和狗的爆率比怪物高多了，大家注意，越往外遭遇昭和国职业者的几率越高，仔细寻找每一处可能藏身的地方。这些昭和狗鬼得很，小心被偷袭。以刺客和射手为斥候，提前探索，肉盾注意保护辅助职业。山洞、草丛、树梢缝隙、树洞、泥坑，不要放过每一个地方。只要看到昭和狗，直接覆盖攻击，一堆远程技能砸过去就行。记住，我们杀的是畜生，不是人，他们连怪物都不如，直接杀死，不要和对方多说半句废话。无论男女，杀无赦。屠苏晴雪不断的在国战频道说着。在灵气复苏全民转职降临之前，龙国和昭和国就有过100余年的厮杀，几百年的仇恨传承至今，仇恨的种子已经在每一个龙国人的心中根深蒂固，
即便这些昭和国职业者已经失去了战意，已经没了反抗的力量，只要见到也照杀不误。搜山，搜寻每一处角落，找到，杀死，爆出装备。在猎杀昭和国职业者的时候，每一个小队还在清剿着沿途的小怪，并不会耽误杀怪升级。这时，屠苏晴雪突然在国战频道问了一句：“段晨，你那边怎么样？”看到这句话，所有人都双眼放光。这一场小世界国战，段晨已经成了所有人的精神支柱。毫不夸张地说，段晨是凭借一己之力奠定了现在的局面，让龙国在这一场大战中立于不败之地。不久前，我们就听到了提示，昭和国的九尾妖狐分身正在遭受攻击，肯定是段晨大佬在猎杀九尾妖狐分身。已经过去有一会了，应该快搞死了吧？以段晨大佬的实力，灭杀九尾妖狐分身简直手到擒来。昭和国的国战旗帜还在段晨大佬的手里呢。片刻之后，段晨终于在国战频道给了回复，马上就把九尾妖狐分身搞死了，大家不用挂念我。屠苏晴雪点点头，小心一些。段晨，放心，诸位也小心，别被昭和狗临死反扑了。一场单方面的屠杀正在进行着，一队队龙国职业者向前横推，将那些躲藏起来的昭和国职业者找到，然后轰杀当场。此时此刻，昭和国境内的光幕也将这一幕幕直播了出去。看到光幕中屠杀的画面，所有观战的昭和国职业者全都脸色苍白，惊得浑身颤抖，就连昭和国的一众高层也忍不住嘴唇发颤。最初的时候，他们的眼中还充满了怨恨，口中不断的咆哮怒骂，可到了后来，怨恨渐渐变成了恐惧。看着那一个个被找到然后轰杀的同族，竟让他们有了一种身临其境，有了一种自己正引颈待宰的错觉，就好像有一把来自龙国的利刃正悬挂在他们的脖颈之上，随时都会将他们的脑袋斩掉一般。噗！丰臣秀吉只觉得胸口发闷，突然一口鲜血喷了出来，身子也踉跄向后退了几步。如果不是身边的人将他扶住，恐怕就要一屁股摔倒在地了。国主大人，天皇大人，一声声惊呼传来，所有人都惊恐不已。很快便有牧师跑过来，连续几个治愈术释放到了丰臣秀吉的身上。这次小世界国战，我们已经无力翻盘。丰臣秀吉面色惨淡，杀人诛心啊！这一战，我们昭和国举国上下将会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只怕会从此一蹶不振。也不知这次小世界国战失败，我们会遭受怎样的国运惩罚。听到这话，所有人都沉默不语。这次小世界国战过后，昭和国的国运只怕会一落千丈，而且会越来越衰败。此消彼长，龙国则会变得越来越强。5年之后，下一次小世界国战开启，昭和国拿什么去打？拿什么去和龙国斗？恐怕到那个时候，昭和国上下连进入小世界国战参战的勇气都没了。除非能杀掉段晨，用他的头颅和鲜血来唤醒昭和国上下的战意。要知道，这一次圣兽之地小世界国战的失败，就是段晨一手造成的。段晨就是根源，将根源灭杀是唤醒昭和国战意的唯一方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破戒石，所有人脑海里再次浮现出破戒石3个字。可是想要灭杀段晨，低等级的破戒石无疑是没有用的。先前昭和国使团使用破戒石进入龙国，那一块破戒石的等级限制是50级以下。就算再搞到这么一块破戒石，丰臣秀吉也不敢用啊！派一群50级的职业者去龙国刺杀段晨，妈的，那和送死有什么区别？我们需要更高等级的破戒石，使用等级上限70级，甚至80级。丰臣秀吉咬紧牙关，段晨，我必杀他！一位高层小声道：“天皇大人，破戒石珍贵无比，我们几十年才搞到那么一块，而且使用等级上限还是50级的。”丰臣秀吉怒骂道：“少和我废话！举国上下，不惜一切代价，给我找！”另一边，圣兽之地九喇嘛之丘，一个高达25米的巨人正在怪物群中一路横冲直撞，远处还有一只已经残血的大 boss 的身躯庞大，比之八岐大蛇分身也小不了太多，正是昭和国4圣兽分身之一九尾妖狐分身。老狐狸，别再垂死挣扎了，就算你换来再多的小怪相助，也仅仅是让你多活几秒钟而已。段晨咧嘴狂笑，露出森白的牙齿，没想到啊，在你身上竟然能爆出破戒石，我还寻思着等离开圣兽之地就去找屠苏无敌前辈看看能不能把他手里那块要过来，实在不行就托屠苏晴雪的关系。结果你身上竟然有，看在你这么给力的份上，我会给你留个全尸的。第89章，这膏药旗还是很好用的嘛。九喇嘛之丘所有的狐狸怪物一样，眼前这只九尾妖狐分身同样长得狰狞无比。在龙国的传说中，九尾妖狐往往会和妖媚这个词联系在一起，可眼前这个昭和国的圣兽分身却长得邪恶狰狞，那扭动在身后的9条尾巴竟然是9根长满倒钩的触手。
触手的末端还张开血盆大口，一颗颗锋利的獠牙不断地发出刺耳的嘶鸣。从属性来看，九尾妖狐分身的属性和慈木童子差不多，可技能却更加的诡异。名称：九尾妖狐分身，圣兽之地国战 BOSS， 等级60级，血量900万，力量11万，敏捷5000，精神85000，防御9万。技能：缠绕之阵、魅惑混乱、吞噬之尾、昭和强化、国战 buff、国运惩罚。缠绕之阵大范围技能，召唤具有麻痹效果的触手，对大范围目标造成恐怖伤害，并触发2秒钟的缠绕效果，技能冷却3分钟。魅惑混乱小范围技能，使范围内目标的精神陷入混乱状态下，目标无法分辨敌人和伙伴，混乱持续10秒钟，技能冷却5分钟。吞噬之尾被动技能，九尾妖狐分身的尾巴具有强大的攻击力，当尾巴末端的利齿撕咬目标的时候，会吞噬目标的血液来恢复九尾妖狐的血条。昭和强化被动技能，昭和国职业者在九喇嘛之丘地图时将会获得 10% 的移动速度加成。国战 buff， 九尾妖狐分身陨落之后，龙国将会获得随机增幅 buff。国运惩罚，九尾妖狐分身陨落之后，昭和国将会遭受国运惩罚。技能极为强悍，尤其是缠绕之阵这个技能，一旦施展出来，直接就是大范围控制。即便是面对几千人围攻，九尾妖狐在这缠绕之阵的帮助下，也可能在顷刻间将所有人灭杀。只可惜他遇到了断尘，此时的断尘局部背化技能早已冷却结束，并且已经施展了出来。在他的等级达到25级时，野蛮生长再次触发，他的身躯便长成了现在的模样，25米。和他的猜测一样，每提升5级，他的身高便会增长5米，至少目前是这种情况。也因为身躯再次暴涨的关系，他现在施展局部背化，一双手臂也变得更加庞大，一把冰蛇古剑也达到了250多米的样子。怪物群中，断尘手中冰蛇古剑横扫，仅仅一击就将方圆数百米范围清空，所有怪物全部被掀飞出去。与此同时，断尘另一只手也甩出了一块巨石，轰隆隆，巨石横飞，转眼化作接近300米大小的山峦，朝着九尾妖狐狠狠砸落下去。该死的人类啊呀！九尾妖狐眼中满是惊恐，那迎面而来的山峦就如同天塌了一般。他现在早已伤痕累累，血条也已经见底了，如果再被这块巨石砸中，必死无疑。九尾妖狐连滚带爬，在最后一刻躲开了这块巨石的攻击范围。下一秒钟，他的眼中闪过一道光芒，狠狠地盯向断尘。技能魅惑混乱，他的缠绕之阵还在冷却，惊慌之下便将一个魅惑混乱朝着断尘施展过去，想要通过这个办法暂时操控断尘，让他能有机会反扑。然而很可惜，断尘在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精神力攻击后，只是轻蔑地笑了一声，然后指了指身上套着的一落铠甲。神器，一落铠甲自带精神免疫，你说气不气？说话的功夫，断尘又是2块石头砸了过去。精神免疫被动技能，对蛊惑、魅惑、混乱等精神操控类技能完全免疫。这个被动技能平时一点用都没有，可关键时刻却能帮上大忙。再次面对轰击过来的巨石，九尾妖狐彻底没了躲避的机会。轰！伴随着2声巨响，九尾妖狐庞大的身躯直接被巨石淹没。在一阵刺耳的哀鸣声中，九尾妖狐的血条也全部清零，身躯崩碎，一大堆物品爆了出来。第3只昭和国圣兽分身就此陨落。叮！提示：龙国职业者断尘成功斩杀昭和国九尾妖狐分身。提示：圣兽之地所有参战的龙国职业者获得 20% 杀怪经验加成，技能威力提升 20%， 持续至圣兽之地国战结束。提示：龙国未参加圣兽之地小世界国战的职业者获得 5% 杀怪经验加成， 5% 技能威力加成，持续至圣兽之地国战结束。提示：圣兽之地所有参战的昭和国职业者技能威力降低 10%。提示：昭和国国运受到影响，昭和国境内杀怪经验降低 5%， 技能威力降低 5%， 持续90天。叮！提示：击杀者断尘额外获得增幅，技能威力额外增加 10%， 持续至小世界国战结束。与此同时，一道光芒在断尘身上闪过，再次升级了，等级26级。爽！断尘狂笑一声，将周围一些怪物清理干净，然后把所有爆出的装备和物品全都收了起来。青鸾，把那个膏药旗丢下来，你老大有点累了，坐着休息一会。断尘招了招手，轰！一声闷响，100余米的旗杆被丢到了他的面前，巨大的膏药旗摊在了地上。断尘随手一扯，
把昭和国的高耀旗拽到旁边的石头上，然后垫在屁股底下坐了下来。第90章月下拉翔，经典画面。段晨将高耀旗垫在屁股下面，他扭动一下屁股，感觉还是有些不舒服，于是又将高耀旗胡乱的叠了几层，重新垫在屁股下，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昭和国也并非一无是处，这国旗垫屁股还是很舒服的嘛。就是旗子上的红膏药看着有些难受，垫在屁股下面好像年大姨妈似的。这一幕刚好被光幕直播出去，引来无数昭和国百姓的哭喊和哀嚎。那可是昭和国的太阳旗啊，是一个国家威严的象征，代表着整个昭和国的威严。现在竟然被人拿来垫屁股，这是在将他们昭和国的尊严按在地上踩呀，踩完还吐一口浓痰的那种。此时此刻，昭和国所有百姓都感觉脸上火辣辣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更恨不得段晨能直接当场暴毙。说我们太阳旗上的太阳是膏药也就算了，现在竟然还说像是大姨妈。咕噜。这时段晨突然感觉肚子咕噜噜响了几声，这声音不止段晨听到了，观看直播的人也都听到了。昭和国的人们脸色一变，心中升起不好的预感。下一秒钟，他们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预感了。来大的了，也不知道光幕现在有没有播放我这边的状况，不会把我蹲坑的画面直播出去吧？段晨揉了揉肚子，纸好像不够了，屁股太大，上厕所就是废纸。还好有昭和国的膏药旗，昭和国还是很好的嘛。国旗上那一块大膏药，看一眼都有一种拿来擦屁股的冲动。段晨嘴里嘀咕着，然后又将膏药旗在屁股上比划了几下，感觉用起来应该挺顺手的。他贼兮兮地朝着周围看了几眼，然后又看了看天空，找个能挡住身子的地方吧，万一真被直播出去也不好看。段晨站起身，朝着远处一片丛林走去。可那一棵棵大树虽然看起来很高，却也遮挡不住段晨的身体，甚至因为身体太大的关系，钻进树林的时候还不小心撞断了几棵大树。不管了，就这里吧，就算没办法挡住整个身子，至少也把屁股挡上。说着，段晨已经把护腰摘下，然后撩起裤子。轰！接下来的画面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我尼玛，这就是25米身躯所拥有的武器吗？常态下已经比一个正常成年男子的身体都要长高了吧？如果是非正常，也就是战斗状态下，一个成年人至少要高举双臂，然后再翘个脚，才能达到那样的高度吧。龙国寒天城玉红高中，程佑微昂着头看着光幕。当看到那恐怖的画面之后，他下意识地张了张嘴，尽可能的让自己的嘴张大一些。也不知道他是被震惊到了，还是想到了什么画面，想要试验一下。几秒钟之后，程佑微放弃了，他揉了揉有些脱臼的下巴，然后推了一下金丝眼镜，太可怕了，我会死的。远处院长莫惊鸿转过头，程老师，你在干什么？程佑微吓了一跳，啊，没事。莫惊鸿狐疑，真的没事。程佑微连忙点了点头。莫惊鸿没再多问，自语道，昭和国惨败已经铁板钉钉了，现在唯一不确定的是昭和国能活下来多少人。从光幕上的两国人数显示，昭和国的参战者剩余已经不足250万，而且数量还在迅速减少。噗！光幕上传来一声巨响，段晨放屁了，一股气流肆虐开来，把周围的树木吹得来回摇摆，好像树干随时会崩断一般。紧接着，接近2米高的奥利给被光幕直播了出来。两个国家，无数人在观看圣兽之地的小世界国战直播。段晨月下拉翔就这样被直播了出来。虽然他已经很努力地找到了一片树林，很努力地用树干遮挡身子，然而没鸟用。2米高的奥利给还散发着热气，即便不在一个空间，即便只是光幕直播，也让人有一种恶臭扑面的错觉。所有人在这一刻都瞪大双眼，全都呆住了。一些人惊醒过来，连忙低下头，捂住眼睛。Sigma， 太他妈辣眼睛了！整个圣兽之地小世界国战，到处都充满热血。我还等着看段晨去找山轮石龟呢，结果就给我看这个，终身难忘。我敢说，这个画面会成为无数人一辈子都抹除不掉的心理阴影。段晨肯定还心存侥幸，以为自己不会被直播，哈哈！快看，他完事了，正在用昭和国的膏药旗。哎呀，我去，好恶心！段晨牛逼，昭和国的国战旗帜擦屁股。全民转职降临500多年，还是头一次看到这么燃的画面。从今天开始，我就是段晨小兄弟的无脑吹。希望你说的是段晨，不是他的小兄弟。昭和国幕府，他怎么敢？他怎么敢啊！丰臣秀吉再次一口老血喷了出去。哎呀，气煞我也！国主大人，天皇大人，要不您先回去休息吧。接下来的战斗也确实，现在大局已定，他们已经无力翻盘。
继续看下去也只会让人越来越气。光幕中，段晨已经站起身来，他整理一下裤子，重新穿戴好护腰装备。卧槽，这奥利给！段晨低头看了一眼，也被吓了一跳。不过他的脑回路反应很快，我如果使用巨人投掷，把这玩意丢出去会咋样？这个念头出现，段晨忍不住打了个冷战，还是算了吧，这玩意容易误伤友军，而且对战场破坏太大，搞不好还会卷到我自己身上。上了个厕所，段晨感觉舒坦不少，这才打开物品空间，查看起九尾妖狐爆出的战利品。第91章破戒石。早在对九尾妖狐出手之前，段晨就已经先施展了真实之眼，先一步查看了九尾妖狐死后爆出的物品。这一次，段晨的运气看起来不是太好。九尾妖狐没爆神器，也没爆被画师的专属技能，爆出最好的一件装备也不过是一件史诗级的短靴，而且只有25级，属性也不适合他。不过这都无所谓，单单一块破戒石的价值就已经能弥补所有，能配得上九尾妖狐分身的 BOSS 身份了。段晨手掌一翻，取出一块赤红色的水晶。当初在寒天城外，段晨曾见过一次破戒石，也就是昭和国使团的那块，之后落在了屠苏无敌的手里。在斩杀慈木童子分身时，段晨获得了一块慈木晶核，名称慈木晶核。介绍：特殊物品，在昭和国境内可凭借此物品打开慈木童子秘境，并且在攻击慈木童子本体的时候，会额外获得100%的攻击力加成。提示：该物品使用一次后将会消失，请注意。有这玩意在手，将来不去一趟昭和国，段晨都睡不着觉。再说了，难道就只能昭和国的人破开空间壁垒进入龙国？段晨咧嘴一笑，心中嘀咕着：好东西，等这次小世界国战结束，找机会去昭和国转转。名称：破戒石。介绍：使用等级50级以下，可强行破开两国之间的空间壁垒，每次传送上限不超过80人。提示：可使用2次，当前次数02。片刻之后，段晨将破戒石小心翼翼地收起。青鸾，把昭和国的旗子带着，咱们去把山轮石龟分身搞死。青鸾真却很人性化的露出不满的表情，犹豫着看向丢在地上的旗杆，还有挂在上面那块黄乎乎的膏药旗。段晨干笑一声，旗子和旗杆是一体的，忍，先带着，等搞死山轮石龟分身，然后把那些躲起来的昭和狗杀光，咱们再清掉膏药旗的血条。说着，段晨也忍不住捏了捏鼻子，好臭。片刻之后，青鸾真雀才再次抓起旗杆，然后带着段晨摇摇晃晃地朝着山轮石龟分身刷新的地方飞去。在这种广阔的地图，一只可骑乘的飞行魔宠作用实在太大了。段晨能如此轻松地解决掉昭和国的圣兽分身，能够闯入昭和国数百万大军之中如入无人之境，青鸾真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段晨拍了拍青鸾真雀的脑袋，嘀咕一句：如果可以的话，将来一定要弄一只属于我自己的飞行魔宠才行。昭和国幕府，丰臣秀吉脸色苍白，旁边有一位高层在搀扶着他。天皇大人，您还是先回去休息吧。那位高层劝说道。休息？我能安心去休息吗？丰臣秀吉狠狠瞪了他一眼。此时光幕直播的画面已经切换，画面中段晨的身影消失了。现在正在直播的是龙国猎杀小队在捕杀昭和国职业者的画面，一个个昭和国的职业者被揪出来，然后被撕成碎片。可丰臣秀吉却没心思看这些，他脑海里全是段晨拿出破戒石的那个画面。虽然在段晨拿出破戒石之后，光幕直播画面就切换了，丰臣秀吉没能更仔细的去查看，可他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刚才段晨拿出来的那块石头是破戒石，该死，该死！丰臣秀吉气火攻心，又是一口鲜血喷了出来。现在昭和国正在举全国之力收集破戒石，想要在将来派人潜入龙国刺杀段晨。结果他们连破戒石的影子都没看到呢，人家段晨竟然爆出来一个，还他妈是从他们昭和国的一个圣兽分身身上爆绿出来的。一个高层很不开眼的回了一句：天皇大人，从外观来看那确实是破戒石，只是不知道使用条件是什么。不过九尾妖狐分身只有65级，想来那块破戒石的等级不会太高，很可能和我们先前那块一样。噗！丰臣秀吉又是一口老血，啊呀，气煞我也！圣兽之地，段晨并不知道昭和国政在举全国之力收集破戒石，更不知道自己已经连续几次把丰臣秀吉气吐血。如果知道的话，肯定会大吼一声：请再多吐几口吧。此时段晨正骑着青鸾真雀从一个个怪物刷新地图的上空掠过。吼吼！连续的嘶鸣声中，数百只飞行怪物迎面而来。怪物名称飞天羽蛇，等级50级。虽然数量只有几百只，可形成的威压却不容小视，即便是千人探索小队遇到，也只能避其锋芒。
然后再想办法一点点的清理。可是到了段晨的面前，别耽搁老子时间，全他妈给老子滚开！段晨怒喝一声，手里的巨剑连续横扫，将一只只飞天羽蛇轰飞出去。青鸾真雀双翅震动，顺势而上。段晨又连续挥动几剑，把几只残血的斩杀当场。至于那些四散而逃的飞天羽蛇，段晨并未去理会。这些怪物只能给他带来升级经验，并不会爆出什么好东西。杀怪升级不着急，等把山轮石龟分身灭掉之后，再沉下心去升级也不迟。山轮石龟分身刷新的地图名为龟兽石林，这片地图到处都林立着高耸的石林，在那一块块石林之间，能看到许许多多模样诡异的怪物。刚刚靠近这个地图，段晨就已经看到那只体型庞大的山轮石龟分身。从属性来看，山轮石龟分身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整体和慈木童子分身、九尾妖狐分身差不多，攻击属性略低，但防御却更高，血条也更厚。技能方面，有2个技能颇为有趣，是增加防御和反伤的技能。石林防御被动技能，山轮石龟周围100米范围，每增加一个敌人，则山轮石龟的防御力提升 0.1%。山轮反伤被动技能，山轮石龟在遭受物理攻击时会触发 20% 的反伤效果。至于其他的技能，段晨只是瞄了一眼便没再理会。敌人就我一个，他的石林防御基本没用。反伤有点麻烦，虽然只有 20%， 但反在我身上也很疼的。不过段晨嘴里虽然这么说，手上的动作却不慢，连续几根箭矢已经丢了出去。箭矢破空，刹那间爆发出震耳的音爆声，狂暴的气流卷起，接近250米长的箭矢直奔着山轮石龟轰了过去。刹那间，恐怖的威压笼罩整个龟兽石林地图，引来无数怪物嘶吼。第92章，有昭和狗躲到了响里，你敢信？龟兽石林的小怪和精英怪物也都是以防御见长，攻击属性要比其他圣兽之地的怪物弱上一些。可就算防御再高，在段晨的巨人投掷面前也都是弟弟。一根根箭矢轰然落下，只是一转眼的功夫，第一根箭矢就已经轰击在了山轮石龟分身的身上。轰！便随着连续的巨响，山轮石龟分身那厚重的甲壳便被轰出了一道道裂痕。人类！山轮石龟分身咆哮怒吼，他的前肢猛地抬起，狠狠地踩踏在地面之上。刹那间，石林之中便飞起密密麻麻的土刺，直奔着段晨的方向卷了过去。正是山轮石龟分身的大范围远程技能山石损雨。半空中，段晨的身子微微颤抖几下，脸上涌现出一片青红，不过很快又恢复了正常。刚才在击中山轮石龟分身的一瞬间，便触发了山轮石龟分身的山轮反伤，虽然只反伤 20%， 却也让段晨疼得龇牙咧嘴。妈的，和老子比反伤是吧？段晨怒了，行，老子今天就和你杠上了。神级反伤 1000% 的反伤效果见过没？这一次，段晨打算通过另一种方法来灭掉这只昭和国的圣兽分身。眼见那一根根土刺袭来，段晨手中的冰蛇古剑已经收起，双臂猛地向前甩动，如同大风车一般迎向那一根根土刺。在局部倍化的作用下，段晨的双臂已经超过了120米，双臂转动之间，几根土刺直接轰在了他的手臂上。噗！一道道鲜血飙出，土刺破开段晨的肌肤，在他的双臂上留下了几个不深不浅的血洞。死！段晨疼得倒吸一口凉气。也就在段晨被击中的一瞬间，山轮石龟分身也跟着哀嚎一声，血条直接掉了一截。这还没完呢，在接下来的5秒钟时间，段晨面对山轮石龟分身的攻击根本不做任何躲避，任由着那一根根土刺轰在他的双臂上。山轮石龟分身哀嚎连连，人类，你卑鄙无耻！段晨咧嘴一笑，这就无耻了？那接下来这一招，你又该如何形容？一瞬间，段晨的身上涌动一股诡异无比的气息。只见他双手猛地向前推出，一股无形的力量直接锁定在了山轮石龟的身上。技能伤害转移，伤害转移，主动技能，佩戴者在遭受攻击之时，可将接下来5秒之内遭受的攻击伤害进行储存，并在5秒之后反伤给指定目标，技能冷却30分钟。这是10级神器遗落铠甲自带的技能之一。单从技能效果来看，绝对是一个极为强悍的技能，尤其是放在段晨的身上，更是能将这个技能的效果发挥到最大。刚才5秒钟段晨所遭受的全部伤害，同时返还给了山轮石龟分身，血条又掉了一大截。来啊，互相伤害，谁怕谁？段晨这边的战斗没有任何悬念，山轮石龟分身陨落也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另一边，针对昭和国参赛者的猎杀还在继续着。一片散发着恶臭的沼泽之中，宁远舟、莫里尔等人正缓缓前行。他们所在的500人小队已经横穿了7个地图，灭杀的昭和国职业者已经不下1000人。现在的昭和国已经无法形成任何有效的抵抗，
战意全无，一个个拼命地寻找能够藏身的地方，祈祷自己能躲过龙国的猎杀，能活着离开圣兽之地。但是很可惜，龙国这边铁了心要将昭和国所有参赛者赶尽杀绝，一路上搜寻的那叫一个仔细，即便只是一个老鼠洞，龙国这边都恨不得挖开看看。再往前就是九喇嘛之丘。宁远舟嘿嘿笑道：“可惜没能亲眼看到段辰老大灭杀那些圣兽分身。”莫里儿，别说废话，赶紧跟上！宁远舟，段辰老大不久前刚刚来过这里，昭和国的人又怎么会躲到这个地方？莫里儿冷冷地扫了他一眼，万一有一些昭和狗自作聪明，以为所有龙国人都是你这种想法呢？哎，宁远舟眨了眨眼，总感觉莫里儿说的不是什么好话，可又说不上来。突然，宁远舟停下脚步，捏了捏鼻子：“我操，好臭！是那些狐狸怪物散发出来的狐臭吗？可就算狐臭，也不可能这么臭吧？”光幕直播是给两国所有未参加小世界国战的人看的，而圣兽之地内，大家只能通过国战频道来了解战况，来进行沟通。段辰当然不会把自己拉翔这种事在国战频道里说出来。此时，500人的探索小队都停了下来，所有人都看向同一个方向，怔怔地望着远处2米多高的奥利给。那是88，奥利给！我擦，什么怪物啊！拉出这么大的翔，肯定不可能是那些小怪九喇嘛之丘的精英怪物，也不可能。难道是九尾妖狐分身？可这驼翔的形状看起来更像是人留下的。人？我操！一瞬间，所有人都反应过来了，这 TM 是段辰留下的一坨翔。宁远舟眨了眨眼，突然说道：“你们说会不会有昭和狗躲在段辰老大的翔里面？”莫里尔捂着脑门：“咱们能不说翔吗？怎么可能有人躲在翔里面？”听到这话，宁远舟直接就来劲了，哈哈！宁远舟双手叉腰，大笑道：“万一有一些昭和狗自作聪明，以为所有龙国人都是你这种想法呢？”莫里尔，宁远舟的这句话和莫里尔刚才所说的如出一辙，着实是一副纨绔子弟从不吃亏的作态。眼见莫里尔吃瘪，宁远舟微微昂起头，然后捡起一块石头，直接朝着翔砸了过去。砰！一声闷响，金枝四散。八嘎！该死的龙国杂碎，老子都躲到这里了，竟然还不肯放过老子！4个昭和狗从崩坏的翔里面钻了出来，他们浑身沾染着污秽之物，眼中尽是怨恨和惊恐。宁远舟，我操，里面真有人，而且还不止一个，难怪叫昭和狗，狗改不了吃屎嘛！哈哈。第93章圣兽魔宠蛋，昭和克星。那几个昭和狗看起来狼狈不堪，浑身上下沾染着段氏之翔，散发着刺鼻的恶臭。宁远舟怪叫道：“这几个昭和狗必须留个全尸，本少爷就欣赏你们这样的贱种。” So， 他的话音刚落，莫里尔已经拉开弓弦，一根爆裂箭轰了出去。就你废话多！哎，别炸没了，给他们留个全尸吧！我擦，我是担心他们身上的翔溅到我身上。啊呀，好臭！莫里尔想甩到我身上了。转眼的功夫，那4个昭和狗已经被500人小队轰了个尸骨无存，而刚刚的画面正好被光幕直播出去。昭和国幕府，噗！丰臣秀吉又是一口老血喷了出去。天皇大人，您又喷血了。国主大人，您又……丰臣秀吉一把将围过来的几个高层推开，咆哮道：“给我查出那4个混蛋的身份！诛九族！诛九族！辱没我们昭和国的尊严，不可饶恕！辱没尊严？这场小世界国战，我们昭和国还有尊严吗？”一众昭和国高层面面相觑，却没人敢反驳半句。叮！提示：龙国职业者段辰成功斩杀昭和国山轮石龟分身。我操！山轮石龟分身也死了。噗！丰臣秀吉一口老血，旁边几个昭和国高层已经懒得看他了。提示：圣兽之地所有参战的龙国职业者获得 20% 杀怪爆率加成。提示：龙国未参加圣兽之地小世界国战的职业者获得 10% 杀怪爆率加成。提示：圣兽之地所有参战的昭和国职业者杀怪爆率降低 20%。提示：昭和国国运受到影响，昭和国境内杀怪经验降低 5%， 爆率降低 5%。一个个提示声接踵而至。在国运惩罚的提示结束之后，所有昭和国的人都感觉一阵头晕目眩。然而提示还没完呢。叮！提示：龙国职业者段辰以一己之力灭杀昭和国4圣兽分身，触发圣兽之地小世界国战隐藏奖励。什么？小世界国战竟然还有隐藏奖励？我们怎么从未听说过？这一刻，别说昭和国这边，就连龙国那边观战的人也都愣住了。500多年啊，小世界国战进行了超过100次，还从未听说过什么隐藏奖励。龙国麒麟城，屠苏无敌仰望着光幕，
自语道：“这一次段晨参战，还真是惊喜连连啊！也不知道会是什么隐藏奖励。这可是国战隐藏奖励，肯定不会差吧？”圣兽之地，龟兽石林。段晨站在残破不堪的战场上，挥剑将周围冲过来的一群小怪击飞出去。他双眼放光，什么叫惊喜？这 TM 就叫惊喜！独自灭杀4圣兽分身，竟然有隐藏奖励！叮！提示：恭喜段晨获得特殊物品圣兽魔宠弹1枚。提示：恭喜段晨获得专属装备昭和克星徽章。又是连续2声提示。段晨手中的巨剑猛地一顿，整个人都嗨了。他猜到隐藏奖励不会差，可是却没想到会这么夸张。圣兽魔宠弹。段晨咽了口唾沫，连忙打开物品空间。下一秒钟，一颗散发着七彩光芒的魔宠弹出现在他的手中。名称：圣兽魔宠弹。介绍：此魔宠弹为段晨在圣兽之地国战战场获得，为段晨专属魔宠弹，孵化出的魔宠仅限段晨使用，无法交易，且不占用魔宠栏的数量限制。提示：滴血认主之后，将会随机孵化出一只龙国圣兽。我操！段晨的手微微一抖，魔宠弹险些掉在地上。随机获得一个龙国圣兽，朱雀、玄武、青龙、白虎，4个里的一个，而且还不占用魔宠数量。也就是说，我在获得一个圣兽之后，还能拥有另一只魔宠。牛逼！这次小世界国战真是值了。激动之下，段晨已经迫不及待地咬破了自己的指尖，一滴鲜血掉落，直接滴在了圣兽魔宠弹上。轰！下一秒钟，魔宠弹上光芒大盛，刺眼的光芒冲天起，将整个圣兽之地照亮。这边的变故引起圣兽之地所有人的注意。龙国职业者、昭和国职业者一双双眼睛看向虚空，尽是震撼。天地异象，那边发生了什么？你傻呀？那边是龟兽石林的方向，段晨就在那边。你是说，刚才那道光芒和段晨有关？是提示说到的那个圣兽魔宠弹？可惜不知道他到底孵化出了什么圣兽。此时，贯穿天地的光芒已经消失。段晨怔怔地看着身前的一个龟壳蛇头怪物，整个人都不好了。玄武。段晨抓了抓头发，龙国4圣兽当中有3个拥有飞行骑乘的能力，你偏偏给我搞了一只玄武魔宠。青龙、朱雀、白虎可都是能遨游9天的。这一场国战，段晨彻底尝到了飞行魔宠的甜头，可青鸾真却是屠苏晴雪的，等这场国战结束还得还回去。段晨便想着等国战结束，自己无论如何也要搞到一只飞行魔宠。可惜了。段晨无奈地叹息一声，然后伸手敲了敲玄武的龟壳。因为是刚孵化的关系，玄武的等级只有0级，不过初始属性却非常恐怖，比荒神强了不止100倍。技能方面，除了玄武分身自己的技能之外，竟然还拥有山轮石龟分身的所有技能，当然并不包括国战 buff 和国运惩罚这2个技能。而且这只是暂时的，随着玄武的成长，将来也可能会领悟出其他的技能，这也是不得而知的。一会再好好查看一下玄武魔宠的所有属性信息。段晨嘀咕一句，然后迫不及待地拿出另外一件奖励，也就是那件专属装备昭和克星徽章。只是从这装备的名字来看，恐怕对昭和国的职业者并不友好。事实也是如此。第94章玄帝。名称：昭和克星徽章。品阶：专属。等级0。全属性正 30%。技能：昭和职业克星、昭和怪物克星、昭和副本克星。昭和职业克星被动技能：在与昭和国职业者交手时，所有攻击均可无视对方的防御，并且在遭受昭和国职业者攻击时减伤 30%， 且反伤效果翻倍。昭和怪物克星被动技能：在昭和国境内猎杀怪物，将会额外获得 20% 杀怪经验和爆率，并且在遭受昭和国境内怪物攻击时减伤 30%， 且反伤效果翻倍。昭和副本克星在昭和国境内可无视任何副本的等级限制，强行进入该副本冷却24小时。介绍：段晨触发圣兽之地小世界国战隐藏奖励所得，该装备为段晨的专属装备，其他职业者无法使用，且死亡不掉落。段晨看得非常仔细，这个昭和克星徽章的基础属性非常强悍，全属性增加 30%， 单单这一条属性，这件装备基本就能跟着段晨一辈子了。不过相比于这个，段晨更在意的还是装备自带的3个技能。难怪叫昭和克星，这是真克啊！段晨咽了口唾沫，克制昭和国职业者，克制昭和国怪物，连 TM 进入昭和国副本的等级限制都可以无视。不行，昭和国太香了，必须找个机会去一次。一说到去昭和国，段晨下意识看了看自己的身体，在灭杀了山轮石龟分身之后，他的等级已经达到了27级，距离28级也不远了。现在
他的身体已经是25米大小，等升到30级之后，身体还会暴涨一波。这么大的身体闯入昭和国，恐怕第一天就得被发现，连隐藏身份都做不到。段晨摸了摸下巴，他的身躯特征实在太过夸张，无论出现在什么地方，都会引来无数人注意。再加上这一场圣兽之地小世界国战，整个昭和国上下都已对他恨之入骨，恐怕化成灰都能认出他。不过畏首畏尾不是段晨的性格，就算被昭和国的职业者认出来又能怎样？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呗，跑都跑不掉，那就找机会使用破戒石，大不了先离开昭和国，以后有机会再去就好了。将昭和克星徽章佩戴上，段晨的属性又暴涨了一大截。随后他才再次查看起魔宠玄武的属性信息。魔宠玄武可重命名，吸收伤害 0%， 等级0级，血量30万，力量6000，敏捷300，精神300，防御4500。技能玄龟之甲，噬身之蛇，伤害吸收，蛇龟乱舞，山石损羽，石灵防御，山轮反伤，圣兽顿悟。玄龟之甲主动技能凝聚玄龟铠甲，使玄武获得持续5秒钟的无视伤害能力，技能冷却10分钟。噬身之蛇小范围控制技能，可凝聚蛇影对范围内目标造成缠绕效果，缠绕持续时间3秒钟，技能冷却3分钟。伤害吸收玄武拥有特殊能量槽，在主人遭受攻击时，玄武会强行帮助吸收 30% 的伤害，并将所有伤害储存在能量槽中。当能量槽达到 100% 时，主人可将所有储存的伤害一瞬间爆发出去。蛇龟乱舞大范围技能，调动土元素之力，幻化出10只玄武虚影，并对前方大范围目标造成恐怖撞击。玄武虚影持续10秒钟，技能冷却5分钟。山石损羽大范围技能，调动土元素之力，凝聚土刺，对大范围目标造成恐怖伤害，土刺持续时间5秒钟，技能冷却5分钟。石灵防御被动技能，玄武周围范围每增加一个敌人，则自身的防御力提升 0.1%， 石灵防御所带来的增幅将会同步反馈到主人身上，使主人获得同样的防御增幅效果。山轮反伤被动技能，玄武在遭受物理攻击时会触发 20% 的反伤效果。圣兽顿悟被动技能，玄武每提升20级将会自动领悟一项天赋技能。介绍1：段晨触发圣兽之地小世界国战隐藏奖励所得，该魔宠为段晨得专属魔宠，无法交易。介绍2：段晨在获得玄武魔宠之后，玄武魔宠强行吞噬同特征的昭和国圣兽山轮石龟分身，并获得一部分山轮石龟分身的技能。玄武魔宠一共拥有8个技能，前4个应该是来自玄武分身，剩下的4个除了圣兽顿悟之外，都来自于山轮石龟。每一个技能都极为强悍，而且非常契合段晨。可以很确定的说，无论是青龙、白虎还是朱雀，从技能和属性方面都没有玄武适合段晨。段晨拍了拍玄武的大龟头，给你起个什么名字呢？玄武这2个字已经很霸气了。小龟，小龟头。玄武低吼一声，很人性化的晃了晃脑袋。段晨突然问了一句，不过话说回来，圣兽分身都能口吐人言，你会不会说话？玄武又低吼一声，先是点了点头，然后又摇了摇头。相比于荒神、青鸾真雀，玄武的智慧更高，看他刚才的动作，他将来应该是能说话的，只不过现在等级太低，还不行。段晨摸着下巴思索片刻，荒原狼王都有个荒神的名字，这样吧，以后你叫玄帝怎么样？玄武眼睛一亮，用力点了点头。完美。段晨打开自己的属性界面，当前等级27级，经验 68%， 先升到30级再说，顺便再和那些小八嘎玩一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段晨咧嘴一笑，随便选了一个方向，便大踏步向前而去。结果还没走出几步，好友栏就跳动了几下，是屠苏晴雪发来的信息。第95章圣兽之地国战结束，35级再次暴涨。段晨打开好友栏，屠苏晴雪，段晨先不要急着毁掉昭和国的国战旗帜，一旦旗帜毁掉，这一次小世界国战就会彻底结束，所有人都会被强制传送出圣兽之地，不能让昭和国职业者活着离开这里。两国的人都在通过光幕观看这场大战，我们要彻底捏灭昭和国的气焰，趁着这个机会直接把昭和国杀断层。看到屠苏晴雪发来的消息，段晨嘴角微微一翘，杀断层，这个姑娘我喜欢，可惜了，她容不下我兄弟。段晨低头看了一眼，常态下接近2米，这世上哪还有他的容身之地？晃了晃脑袋，段晨将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甩开。就算不考虑昭和国职业者，段晨也打算尽可能的在圣兽之地多停留一段时间。这里的杀怪经验爆率可不是外界能比的。段晨回道，等到最后实现，
再毁掉昭和国的国战旗帜吧。屠苏秦雪正有此意。圣兽之地小世界国战从正式开始一直到结束，一共会持续90天。现在才过去不到10天，距离最后的实现还早呢。关闭好友栏，段晨转头看向远处的一群怪物，大手一挥，玄帝搞起来！好！玄帝咆哮一声，一道道虚影在他的身前凝聚。技能蛇龟乱舞，转眼之间10个玄武虚影凝聚成型，然后咆哮狂奔，直奔着前方的怪物群冲撞过去。因为段晨的关系，玄帝的身躯也已经倍化，体型甚至比段晨还要高出一大截，已经达到了40米高。如果他的主人不是段晨，而是其他职业者，恐怕他的体型最多也就是3米多高。可现在那40米的恐怖身躯爆发的压迫简直难以想象，而蛇龟乱舞所凝聚的10个玄武虚影，体型也和玄帝本体一般无二，完全就是10座向前狂奔的山峦。轰隆隆，大地震动，几秒钟之后，10只玄武虚影已经与怪物群撞击在了一处。眼前这群怪物的等级并不高，只有20级出头，单从属性来看，还没有0级的玄帝属性高。轰！伴随着轰轰巨响，一只怪物直接被撞飞出去。天空中，青鸾真雀俯冲而下，口中发出一声声低鸣，一道道锋刃从他的双翅之间奔涌而出。短短片刻，一群小怪就被清理一空，整个过程都没用段晨亲自出手。就在这时，段晨突然转头朝着远处的矮树丛看去，只见那里树丛晃动，依稀能看到几个人影。我去，昭和狗！段晨双眼一亮，随手捡起一块石头丢了出去。轰！矮树丛被石头烫过去，留下一道深深的沟壑。那几个昭和国职业者也被轰杀当场，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就被碾成了肉泥。爽！时间一天天过去，对昭和国职业者来说，每一天都是折磨。无论是身在圣兽之地东躲西藏、苟延残喘的，还是在昭和国内没有参战的，全都饱受着灵魂的折磨。光幕上显示的人数不断的变化，每一天都会有成千上万，甚至10数万个昭和国职业者被灭杀，剩余的昭和国职业者也越来越少。100万、70万、40万，难道龙国真的要赶尽杀绝？圣兽之地广阔无比，再怎么也不可能全都被找到吧？完了，只剩下不到20万人了。段晨那个王八蛋，整天拖着我们昭和国的国战旗帜到处跑，他就不能给个痛快，直接把我们的国战旗帜毁掉？渐渐的，昭和国境内已经无人再抬头去看光幕，实在是光幕上的画面太过折磨人，多看上一眼都会让他们浑身战栗。不过虽然不去看光幕，他们的心里却依旧在倒数着时间。终于，那期盼已久的提示出现了。叮！提示：圣兽之地小世界国战昭和国国战旗帜破坏，本次小世界国战龙国胜利。提示：昭和国剩余人数0，本次国战国运惩罚翻倍。提示：昭和国所有职业者杀怪经验降低 20%， 爆率降低 40%， 自身属性降低 5%。提示：昭和国所有副本进入等级限制提高5级，稀有职业、史诗职业及隐藏职业的转职几率降低。提示：龙国国运增强，所有职业者杀怪经验提升 20%， 爆率提升 40%， 自身属性提升 5%。提示：龙国所有副本进入等级限制降低5级，稀有职业、史诗职业及隐藏职业的转职几率提高。提示：本次小世界国战的国运奖惩持续时间为5年。提示：段晨额外获得特殊奖励，等级提升2级，杀怪经验永久提高 20%， 爆率提升 20%， 自身属性提升 10%。这一声声提示过后，整个昭和国哀嚎一片，无数人跪在地上，掩面痛哭。圣兽之地，段晨脚踩着破碎的昭和国高耀旗，他的身上连续闪过2道光芒，等级直接从33级突破到了35级。叮！提示：你成功达到35级，技能野蛮生长触发，你可以自行选择跨越式生长的时间，是否现在开始生长？段晨眼中光芒闪烁，忍不住大笑起来。原以为会止步在33级，没成想亲手毁掉昭和国的国战旗帜，还有这么大的惊喜，直接让我提升了2级，杀怪经验、爆率，甚至自身属性也都得到了永久提升。牛逼！这些天，段晨一直在疯狂的猎杀怪物，收割着杀怪经验。早在1个多月之前，他的等级就已经突破到了30级，体型也跟着暴涨到了30米。他也想继续杀下去，可惜小世界国战倒计时快要结束了，段晨只好毁掉了昭和国的高耀旗，彻底结束这一场持续90天的国战。至于先前猎杀昭和国圣兽分身爆出的神器八岐怒灵盾和鬼焰烈剑，段晨也早已换上。除此之外，
身上原本的一些传说品阶装备也都进行了更换，要么换成更高级的传说，要么替换成了史诗品阶。当前装备栏如下：装备鬼焰烈剑30级神器，八旗怒灵盾30级神器，一落铠甲10级神器，红莲项链10级神器，暴虐戒指32级传说，石山指环30级传说，西龙护腕31级传说，魂纱护手29级传说，入山神盔31级史诗，死鬼狐妖25级史诗，炎魔护腿30级传说，狐妖鞋子29级传说，骸骨之灵徽章专属，昭和克星徽章专属。第96章，回不了家，那就继续浪起来。关闭装备栏，段晨再次看了一眼手中的鬼焰烈剑和八旗怒灵盾。鬼焰烈剑就不用说了，虽然是30级的神器，但剑身的长度却并不比其他常见类的武器大多少。段晨现在的身躯是30米高，在不使用局部倍化的情况下，鬼焰烈剑的长度和他的身体差不多，也有30米左右。若是双手倍化，鬼焰烈剑会瞬间暴涨到300米。虽然你是神器，可我还是不得不说一句，我更喜欢狼牙棒带刺的那种。就我现在这体型，如果武器换成狼牙棒的话，至少有500米长。500米带刺的，直勾勾的，黑黝黝的，硬邦邦的，对谁不迷糊？段晨嘀咕一句。至于八旗怒灵盾，这可就更大了。这是一面比人身躯还要高大的巨盾，立在身前可以将佩戴者的身体完全遮挡起来。若是施展局部倍化，八旗怒灵盾直接就会化作一面高达400米、宽度达到80米的城墙。就这么一面巨盾往身前一顶，除非实力远超过段晨，又或者拥有无视防御的技能，否则连段晨的毛都伤不到。叮！提示：10秒钟倒计时之后，所有人传送离开圣兽之地，离开后将会回到进入圣兽之地前的地图坐标。一声提示出现，段晨伸了个懒腰，最后朝着周围看了几眼，随后一道光芒出现在他的脚下。瀚海城大考考场1号广场，一道道光芒闪过，所有参加圣兽之地国战的学生一个又一个的出现，只是人数相比于进入国战之前却少了很多。我们赢了！5等少年血染惊鸿，直斩昭和，当虚训忠义，生死报国恩。爸妈，我们活着回来了！龙国万岁！有人欢呼，但同样也有人悲伤。这一场小世界国战，龙国大胜，可依旧有数十万人死在了圣兽之地战场。段晨那庞大的身躯出现在广场上，将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是段晨！一声惊呼，那些人看向段晨的目光中充满了钦佩。所有人都知道，如果不是段晨的话，即便这一场小世界国战能赢，也一定会赢得非常辛苦，到那时死的可能就不是几十万龙国职业者了。这时一个声音响彻广场：我是瀚海城主考官聂傲云。聂傲云的声音出现：诸位辛苦了。远处包括聂傲云在内，所有考官都出现在广场的一角。不只是他们，就连瀚海城的一众高层也都来了。他们神色严肃，目光从一众考生的脸上扫过，然后同一时间弯下腰，竟然朝着所有考生深深的鞠了一躬。今年的高三大考历经坎坷，因为圣兽之地小世界国战的关系，高三大考被迫停止。几乎所有考生都做出了同样的选择，义无反顾地进入圣兽之地。这些都只是17、18岁的少年啊！聂傲云直起身子，高声道：今年所有高三考生将会全部被各大院校录取。至于最终会被哪所学校录取，会参考诸位本次高三大考的成绩以及在圣兽之地的表现。所有考生的录取通知书将会在7天内送到你们所在的高中。大考全员通过，所有人都会被大学录取。广场上所有学生都有些愕然。在此之前，每年大考都会有接近30%的学生会落榜，无法考上大学，是属于连最差的大学都上不了的那种。今年竟然全员录取了！聂傲云在这时又微微叹息一声。7天后，龙国各大城市同时举行追悼会，追悼会的地点就在各大城市的阴魂碑。诸位若是有空，便去追悼一下战友吧。阴魂碑追悼会，广场上伤感的气氛蔓延，所有人都沉默不语。聂傲云高声道：诸位，昭和国这一次元气大伤，几乎被杀到断层，诸位皆有功劳。一场小世界国战，几乎将昭和国15级到35级之间的职业者给杀到断层。这还不算，昭和国还遭受了持续90天的转职封禁，整整90天，没有任何一个新的职业者出现。这些加在一起，昭和国已经不是元气大伤那么简单了。许久之后，1号广场上的人渐渐散去。段晨拿着韩天城的回城时，心中有些迟疑。他的家在韩天城，可是现在他这体型，别说回家了，连横穿韩天城的街道都困难无比。他打开好友栏，
几条信息不断的闪烁着。宁远州段晨老大韩龙殿的大殿已经收拾出来了，你若是没其他去处，不如就住进韩龙殿吧。住到人家的工会大殿？段晨摇了摇头，多谢了，暂时不用。末里儿、陈若曦等人也先后给他发来的消息，都在关心他的住处，就连屠苏晴雪也发来信息，段晨，不如来麒麟城吧。唉，段晨微微叹息一声，他能感受到这些朋友的关心。没想到啊，我在国战战场上纵横无双，竟然会为了住处而发愁，我实在太大了。段晨打量一下自己的身体，等级达到35级之后，他还没有进行野蛮生长，等完成野蛮生长之后，体型会再次暴涨一大截，以后也会越来越大，50米、100米。段晨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将来会变成多大。夹，段晨苦笑一声，不知为何突然感觉心里空洞洞的，竟然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孤单感。直接去寒天城的郊外副本吧，等参加了追悼会之后便去昭和国。段晨打定主意，手掌一翻便拿出了一块传送石。当初寒天城主送给他3块郊外定点传送石，其中2块传送石绑定的坐标分别在骸骨地穴和蛮兽荒原这2个副本入口附近。第3块传送石便是段晨手里这一块绑定的坐标，是寒天城郊外的一处野怪区。刷新怪物等级在20级到30级之间，地图名叫罗素之地。第97章昭和国，我来了。一场小世界国战，段晨的名字已经家喻户晓。从离开圣兽之地开始，段晨的好友申请就不断的闪烁着，成千上万的人想要添加他为好友。段晨被扰得不厌其烦，干脆直接关闭了好友申请。罗素之地，一道光芒闪过，段晨的身影随之出现。圣兽之地国战胜利，让龙国的国运大涨，杀怪经验爆率都提升了一截。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将会有更多的职业者出现在郊外猎杀野怪，或是频繁的进入副本历练，来提升自己的实力。此时罗素之地便有许多职业者正在历练，这些人大多都是寒天城的职业者。段晨的身影出现，庞大的身躯犹如山峦一般，直接横在了一群职业者的前面。我操，吓我一跳！是段晨。那几个职业者打了个激灵，差点被吓尿了。段晨干笑一声，路过，你们继续。留下一句话，转头就走。我尼玛，好险，差点把那几个人踩死。段晨心中吐槽一句。很快他便来到了一处比较偏僻的地方，在随手轰杀了几只怪物之后，段晨便开启了野蛮生长。轰！一阵骨骼崩裂的声音出现，段晨全身上下毛孔张开，一层层热气从毛孔中喷出。操！疼死老子了！段晨低吼一声，整个身体不由得佝偻起来。虽然已经经历过数次野蛮生长，可那种浑身被撕碎又揉捏重组般的剧痛，段晨到现在还无法适应，太 TM 疼了。远处先前那几个职业者并没有离开，而是怔怔地站在那里，望着段晨这边。快看，段晨好像变大了，这得有35米了吧？据说他刚完成转职的时候，体型才3米，后来长到5米、10米。小世界国战刚开始的时候也才20多米，现在又长，这也太夸张了吧？你们说段晨的身体极限在哪里？眼见着段晨的身体不断变大，最终停留在35米的高度，几个人忍不住擦了擦脑门上的冷汗。妈呀，太吓人了！35米啊，只是站在那里都让人不敢生出对抗的念头。他给人带来的压迫感恐怕比60级甚至70级的职业者更加恐怖。呼，终于结束了。段晨长长松了口气，然后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荒神、玄帝，给我守夜。你家主人要以天为被，以地为床，在这里先好好休息一下。说话的功夫，段晨已经将荒神和玄帝2只魔宠召唤了出来。早在圣兽之地的时候，段晨就已经和屠苏晴雪换回了魔宠，将青鸾真雀归还了屠苏晴雪，并换回了荒神。虽然他很想拥有一只属于自己的飞行魔宠，但也不会霸着青鸾真雀不还给屠苏晴雪。好！荒神、玄帝同时转身朝着远处几个职业者咆哮一声。天哪，那只就是圣兽玄武，是段晨在圣兽之地获得的那只魔宠。那几个人吓得脸色一白，连忙掉头就跑。我操，太吓人了，这魔宠长得也太大了吧！接下来几天时间，段晨并没有跑得太远，一直都在寒天城周围的野怪区和副本转悠。困了就在副本里睡上一觉，醒了就继续杀怪练级。而他的录取通知书也早已送到了玉红高中，是京都大学的录取通知。在整个龙国，京都大学无疑是最好的大学。在录取通知书中，京都大学非常明确地表示，学校会专门划给段晨一处广场，并为他建造独立的别墅。
不管段晨的体型是30米，甚至50米的房子，京都大学都会给安排。除此之外，学费全免，每个月还给50万龙币的补助。学院所有的政策都会优先给予段晨。毫不夸张地说，京都大学已经将自己的姿态放到最低了，给出了学院前所未有的政策。总之一句话，来我们京都大学吧，衣食住行全满足，在我们学院，你以后就是主角。对此，段晨自然没有拒绝的道理。只是报道的时间，段晨往后推迟了一段日子。至于具体什么时候报道，段晨并没有给出准确的时间。对此，京都大学并没有任何不满，只要你肯来我们学校，晚个1年半载来报道都没问题。1天后，寒天城阴魂碑前，在龙国，每一座城市都有着属于自己的阴魂碑。阴魂碑上刻着一个个英雄的名字，这些人或是保卫城市、抵抗冲击城池的受潮，又或是在国战中英勇战死，死后名字将会被刻在阴魂碑上，一直流传下去。此时，阴魂碑前已经聚集了很多人，寒龙殿、城主府，还有寒天城几大家族的人也都在。段晨站在人群后方，看着阴魂碑上一个个名字，沉默不语。突然，他看到了一个有些熟悉的名字，于如龙。段晨愣了一下，这个名字好熟悉啊，我好像认得他。努力回想片刻，段晨终于想起了这个人。记得他第一次进入骸骨地学副本的时候，有一位中年人送给他一份骸骨地学的副本攻略，那个人好像就叫于如龙。阴魂碑上于如龙的名字之后，竟然还刻着护国者3个字，没想到他还是一位护国者。段晨心中苦涩，努力地回想着这个有着一面之缘的中年人，可无论如何也想不起对方的具体模样。阴魂，安息吧。段晨紧了紧拳头，手掌一翻，已经将破戒石取了出来。可是，只是一场小世界国战的胜利，真的足以让阴魂安息吗？富士山下扬龙旗，樱花树下醉胡骑，一招破成樱木诀，回首故人千万甲，这才能让阴魂安息。段晨最后看了阴魂碑一眼，转身朝着城外走去。宁远州，段晨老大，你去哪？莫里儿，段晨。段晨没有回头，只是摆了摆手，去外面转转，能回来的话，咱们一起喝酒。宁远州请客。宁远州怪叫一声，我擦，老大，你这体格子不得把我给喝破产啊！段晨，哈哈。第98章，降临，我直接砸在城里了。寒天城外，段晨仔细地整理着物品空间，原本堆积的一些装备已经交给宁远州去处理。这些装备大多是在圣兽之地猎杀昭和国职业者爆的，也有一部分是杀怪爆的，段晨都用不上。宁远州是寒龙殿的少店主，通过他把这些装备贩卖掉，倒也方便。除此之外，段晨的物品空间里还多了一捆捆剑矢、剧毒药剂、铁矿石，这些都是为了施展巨人投掷准备的。剑矢就不用说了，铁矿石则是用来替代石头的，不过这玩意数量有限，等全部消耗之后，再想施展巨人投掷的话，还是得用石头。不过最让段晨在意的还是那一瓶瓶剧毒药剂。这些药剂是通过寒龙殿和寒天城主府拿到的，按照寒天城主所说，为了搞定这些药剂，已经调动了寒天城所有的药剂师，甚至还从其他城市找人帮忙。在不使用局部倍化的情况下，段晨的手掌已经接近4米，一旦施展局部倍化，他的手臂便会暴涨到160多米，手掌已经有40米大小。而原本在普通职业者手里只有一个巴掌大小的药剂瓶子，到了段晨这里却直接变成了40米。40米的剧毒瓶子里面装满了剧毒药剂，这 TM 一下子砸出去，毒液溅射的范围至少能达到数百米。段晨已经打定主意，等到了昭和国之后，见到城市就往里丢，见面礼先丢为敬。对昭和国主打一个毒光、杀光、抢光。段晨咧嘴一笑，毫不犹豫地使用了破戒石。赤红色的破戒石在他手中光芒大盛。叮！提示：你正在使用破戒石，可强行打通一处空间壁垒，前往与龙国空间比邻的国家。提示：你所使用的破戒石通过人数上限为80人，等级上限50级，无停留时间限制。提示：破戒石使用次数1，剩余次数1。咔嚓！一阵玻璃破碎般的响声出现在段晨的跟前。下一秒钟，前方的空间好似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撕开一般，一个巨大的空间裂缝出现在段晨的面前。数十米高的空间裂缝出现在寒天城外，已经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城墙上，一个个士兵瞪大双眼，朝着这边望来。那个空间裂缝是传送阵吗？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这样的传送阵。段晨是真大啊！你最好说的是他的身高。对于普通的职业者来说，能接触到的传送物品非常少，基本也就是回城时一些特殊的传送石而已。
像破戒石所强行开启的空间裂缝，大部分职业者一辈子都没见过。昭和国，我来了！段晨眼中光芒闪烁，一步便跨入空间裂缝。昭和国，圣兽之地小世界国战已经结束7天，此时的昭和国气氛依旧沉闷，所有人都好像霜打的茄子一般，全国上下死气沉沉，500多万人全都死在了圣兽之地，无一生还。这样的损失对一个国家的打击无疑是恐怖的，恐怕没个10几年甚至几十年都缓不过来。而今天也同样是昭和国祭拜英灵的日子，和龙国一样，昭和国的每一座城市也有着属于自己的阴魂碑，只不过在昭和国并不叫做阴魂碑，而是叫做敬神国碑。早稻城，昭和国沿海的一座小城。此时早稻城的敬神国碑前聚集着许许多多职业者，所有人低着头，正对着敬神国碑行礼，神态虔诚。陆明俊实在太可惜了，他可是史诗级职业者，前途无量啊，没想到就这么死了。这一次小世界国战，咱们早稻城一共有7000多个职业者参加，全都死了。咱们早稻城只是小城，有的大城市死了几万人呢。小世界国战结束，咱们昭和国的转职仪式已经解除封禁，可这几天下来，新转职的人却非常少，据说全国上下连一个史诗职业者都没出现。说到这里，在场所有人都叹息一声，这一切都是龙国的错，都是那个段晨的错。龙国该死，段晨更该死。一些人眼中涌现出恨意，可一想起段晨那恐怖的身影，还有龙国职业者对他们的态度，不少人的心中瞬间升起无尽的恐惧。轰！就在这时，前方敬神国碑地的旁边突然空间扭曲一下。怎么回事？这突然的变故让所有人微微一怔，还未等众人回过神来，一道数十米高的空间裂缝已经出现在他们的眼前。那空间裂缝漆黑无比，好似一条通往地狱深处的入口，让人不寒而栗。就在所有人愣神的时候，一双森白狰狞的利爪从空间裂缝中伸了出来，利爪抓在裂缝的两边，然后猛地一撑，下一秒钟，一只体型高达35米的骸骨将军已经一步跨出了空间裂缝。我操，怪物！八嘎，怎么会有怪物出现在这里？难道要发生兽潮了？一声声惊呼响起，在场所有人都大惊失色。随后便有人抬起手中的武器，朝着那骸骨将军发起了攻击。这骸骨将军正是段晨，他在使用破戒石打破空间壁垒之后，便已经使用了骸骨将军变身。虽说他这个变身的能力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可相比于他的本体，骸骨将军变身还是能一定程度迷惑敌人的。当然，这不是重点。段晨之所以变身成骸骨将军，更多的是为了变身后可怜的3%全属性增幅。使用破戒石通过空间裂缝之后，会随机降临到昭和国的某个坐标。按照段晨的判断，自己大概率会被传送到昭和国的郊外野怪区，结果竟然直接传送到了一座城市内。现在看来，提前使用骸骨将军变身无疑是明智的，直接传送到城市里了。这么倒霉吗？段晨刚刚站定，便看到那一道道迎面而来的远程技能，其中几个技能带来的威势让他浑身毛孔炸起。于是二话不说，双手一翻，鬼焰烈剑和八旗怒灵盾已经出现在了手中。轰！一声巨响，八旗怒灵盾狠狠地砸在地上，将他的身躯牢牢地遮挡起来。下一秒钟，一道道远程技能已经轰击在了巨盾之上。第99章，既然如此，就先屠一座城吧。40余米高的八旗怒灵盾轰击在地面上，即便段晨没有施展任何技能，巨盾撞击地面所造成的冲击也将前方一群人掀飞出去。而一众昭和国职业者所施展的远程技能轰击在八旗怒灵盾之后，仅仅发出几声巨响，然后便消散于无形。别说伤到段晨了，就连让他后退一步都做不到，甚至那40米高的八旗怒灵盾连晃都没晃动一下。要知道，刚才出手的人当中，可是有2位60多级的职业者，竟然也没能撼动段晨分毫。该死，这是什么怪物？等一下，你们不觉得这个怪物眼熟吗？骸骨将军，这副模样我想起来了，是段晨。圣兽之地小世界国战的时候，段晨就曾变化成骸骨将军的模样，可是不对啊，眼前这个骸骨将军比段晨变的那个大了很多啊。刚进入圣兽之地的时候，段晨的身躯才20米高，即便在小世界国战结束之后，他的身高也才30米，而眼前这个却已经是35米，这让一众昭和国职业者有些懵了。真的是段晨吗？可为什么他又变大了？还有，他怎么跑到我们昭和国了？这还没完呢，更让他们震撼的还在后面。噗噗，那些对段晨发起攻击的人一瞬间脸色变得苍白，一些人直接喷出一口鲜血，一屁股瘫在了地上。还有一些人虽然站着，但也感觉内腹翻滚，嘴角流血。无论实力强弱，等级高低，全部被反伤。神级反伤，被动技能，
当你遭受攻击时，会强制触发1000%的反伤效果，将受到的攻击10倍返还给攻击者。这些人还没有从恐怖的反伤中回过神来，又一件超出他们想象的事情发生了。咔嚓，一阵阵破碎的声音也在这时出现。那些对段晨发起攻击的人全都惊愕地看向手中的武器，无论是法杖、弓箭，又或者是其他的武器，在这一刻竟然全都布满了裂痕。一些武器甚至直接崩裂开来，化作碎片散落在了地上。怎么回事？我们的武器全都碎了？不可能，我的魔法杖是前几天刚换的，还没怎么使用，耐久不可能这么快就清零。妈的，我的史诗级弓箭啊，就这么没了！好恐怖的反伤！我仅仅对他施展了一个技能，竟然被反伤成这副模样。所有人惊骇无比，不可置信地望向远处那35米的巨兽，到底是什么技能，竟然能触发如此恐怖的反伤？还有，武器破碎又是怎么回事？难道段晨拥有强制消耗敌人耐久的特殊神技？段晨的出现让整个早稻城哗然一片。警报！警报！全城戒备！有外敌入侵，疑似龙国背话术。段晨，有外敌入侵！早稻城四面八方响起尖锐的警报声。这种警报声往往是在城市面临受潮的时候才会响起。一个个身影冲到街道上，惊愕地看向镜神国碑的方向。那犹如山峦一般的身躯耸立在那里，即便相隔很远，也能让人感觉到难以想象的压迫感。快，赶紧过去！妈的，难道真的是段晨？如果真是他，今天一定让他有来无回。快看城墙方向，城防炮已经动了。早稻城只是昭和国的一座小城，其规模甚至还不如龙国的寒天城。整座城市也只有4座城防炮，而且耸立在城市的4个方向。镜神国碑所在的位置是在早稻城的东门方向，只有东门城墙上的那一座城防炮能够攻击到这个范围。此时，那座城防炮已经对准了段晨，一块块灵石被填装上去，炮口之上已经绽放出一道刺眼的光芒，随时都会给予段晨雷霆一击。镜神国碑旁，段晨竖着盾牌，另一只手已经拿出一罐子剧毒药剂，孤身降临一座城市之中，让段晨也难免有些紧张。虽然他的盾牌挡住了这些昭和国职业者的一轮攻击，可段晨却没敢有半点大意。他的目光迅速地向着周围扫视一番，确认了一下这座城市的大致情况。35米高的身躯，即便只是站在那里，也足以将这座城市看了个大概。一座小城吗？段晨稍微松了口气，这样级别的小城，应该不会有太强的职业者坐镇吧？寒天城看起来都比这座城市还大一些，等级最高的寒龙殿主也才65级左右。段晨的视线越过一座座建筑，锁定在了早稻城中央广场的方向。那里有一座法阵，正是早稻城的回城法阵。段晨眼眶中灵魂之火微微跳动，口中发出森冷的笑声。只要先将这座城市的回城法阵毁掉，便可以暂时断绝外界的支援，让外面的人没办法通过回城时直接传送到早稻城进行支援。到那时，这座城市孤立无援，如果又没有强者坐镇的话，只要操作得当，说不准他真能凭着一己之力将这座城市给夷为平地。段晨斜着脑袋，眼眶中灵魂之火猛烈跳动。小八嘎们，该轮到我了吧？做好被屠城的准备了吗？镜神国碑附近原本聚集着数百人，早稻城主以及城主府的其他高层，还有早稻城各大势力的高层都在这里。其中等级最高的便是早稻城主64级，稀有职业巨盾战士。早稻城主表情僵硬，手中举着2米高的战盾，另一只手拿着战斧。你是段晨？早稻城主咬牙道。你猜？段晨咧嘴一笑，下一秒钟，他的双臂已经暴涨开来，技能局部倍化，轰隆隆，双臂暴涨50米、100米、160米，手中的盾牌也跟着延伸出去，直接变成了400余米高、80余米宽，而被他捏在手里的那瓶剧毒药剂也变成了40多米大小。走你！段晨狂笑一声，直接将剧毒药剂投向早稻城广场的方向。这还没完呢，在丢出这瓶剧毒药剂之后，段晨紧接着又连续丢出了几块巨大的铁矿石，每一块铁矿石都有300多米大小，全部砸向中央广场回城法阵的位置。第100章屠杀开始。早稻城中央广场，密密麻麻的人群正经过这里，朝着镜神国碑的方向赶去。回城法阵不断的闪烁着光芒，一些在郊外历练的职业者已经收到消息，第一时间使用了回城石，通过回城法阵返回了早稻城。此时在中央广场范围至少聚集了1000余人。嗖！一道破空声响起，40余米大的剧毒药剂在空中划过一个弧度，转眼就到了中央广场的上空。那巨大的玻璃瓶在阳光之下闪烁着光泽，里面装满的墨绿色液体，只是看上一眼都让人心惊胆战。不好，快逃！
是段晨的投掷技能，先前通过光幕直播看圣兽之地大战的时候见到过。这不会是剧毒药剂吧？一瞬间，所有人都慌了，逃！一个个身影疯狂的逃窜，有的人眼见来不及躲避了，于是连忙朝着距离自己最近的牧师靠近过去。快，准备解毒技能！轰！一声巨响，巨大的玻璃瓶狠狠地撞击在广场的青石板上，几个躲避不及的职业者直接被玻璃瓶砸成了肉泥，玻璃崩裂四溅，犹如一片片利刃一般朝着周围击射出去，里面的毒液也随之爆散开来，惊涛骇浪一般朝着四面八方涌去，将方圆数百米范围全部笼罩。啊！救命！天哪，怎么会有这么恐怖的剧毒药剂？毒液溅射到他们的肌肤之上，强大的腐蚀之力疯狂地侵染着他们的肌肤。转眼的功夫，一个又一个身影已经瘫在地上，口中发出撕心裂肺的哀嚎。血腥腐蚀的气息蔓延开来，地面也被剧毒侵袭得坑坑洼洼。这才刚刚开始，紧随其后，几块数百米大小的铁矿石也跟着坠落下来。回城法阵连续闪过几道光芒，几个刚从郊外返回的职业者刚刚站定，下一瞬间，一块铁矿石已经将他们的身躯砸成了肉泥，连带着那高耸的回城法阵也被砸得四分五裂，直接被砸得报废坍塌。回城法阵成功破坏，镜神国碑大战也已经开启。先前那些昭和国职业者虽然被反伤，武器也破坏了七七八八，可这并不会影响其余昭和国职业者的攻击。快，控制系技能往他的身上砸！减速、减防、混乱、魅惑，不管是什么控制技能，只管给我砸！肉盾职业顶在前面，早稻城主咆哮连连。刹那间，铺天盖地的技能直奔着段晨砸了过去。城墙之上，那座蓄力已久的城防炮也在这个时候发动了，炮口之中光芒大盛。刹那间，一道直径接近2米的光柱迸射而出，转眼就到了段晨的近前，火力还挺猛。段晨眼眶中灵魂之火闪烁，手中巨盾转动，直接挡在了城防炮光柱的轨迹前方。寒天城也有城防炮，虽然结构和早稻城的有很大差异，但威力都差不多。段晨没有亲自尝试过，但却有幸见过几次城防炮轰击怪物，不但威力强大，而且攻击距离非常远，但想要破开他的盾牌应该还差得远。这可是400米高、80米宽、厚度超过10米的盾牌啊！与此同时，神器鬼焰烈剑也出现在另一只手中，剑身横扫而出，那些轰击过来的远程技能直接被巨大的剑身挡住。轰隆隆，城防炮的光柱轰击在八旗怒灵盾上，爆发出震天动地的响声，肉眼可见的爆炸冲击扩散开来，将一群距离比较近的昭和国职业者卷飞出去。与此同时，段晨的鬼焰烈剑也爆发出了恐怖至极的威势，350多米的剑身横扫，就犹如远古神灵手中的收割神器，所过之处，无论是建筑还是人，全部被撕成了碎片。小心！快退！肉盾挡住！最前方几个肉盾职业脸色苍白，他们是肉盾没错，可这样的攻击真的能挡得住吗？身为肉盾职业者，他们的身形已经非常高大，看起来比其他的职业者要强壮许多。可是，在段晨的面前，他们引以为傲的身躯、引以为傲的防御属性和纸糊的又有什么区别？噗！还未等他们骂娘，段晨的巨剑已经从他们的身上碾了过去。那一个个肉盾职业者身躯就如同气球一般崩裂，转眼就变成了一滩肉泥。哎呀！惨叫声接连不断的响起，段晨仅仅一击，便将方圆数百米范围搅动得天翻地覆，1000余人被轰杀当场，地面开裂，镜神国碑耸立的巨大石碑也被轰得崩裂开来。城墙上刚刚完成一轮攻击的城防炮猛烈地震动几下，发出吱嘎嘎的响声。在城防炮的旁边，4个阵法师还在迅速地填装着灵石，准备对段晨进行第2轮攻击。然而，轰！城防炮轰的一声炸了，几个阵法师来不及躲避，直接被爆炸淹没，撕成了渣渣。该死，城防炮炸了！咱们早稻城的城防炮还是2年前更换的，已经用了2年了，怎么突然就坏了？战场之上，段晨的脚掌踏在破碎的镜神国碑之上，这些昭和狗也配成为阴魂？他们死后只配下地狱，根本不配立碑祭拜。你们这些昭和国的杂碎也一样，死后当永世不得轮回。段晨的视线从战场上扫过，此时整个战场已经一片狼藉，方圆数百米被清理一空，建筑坍塌，大地破碎。可是在这破碎的战场上，竟然还有3个昭和国的职业者站立在那里，他们也是段晨那恐怖的攻击下仅剩的3个人，其中1人正是早稻城主，另外2人，一个是早稻城第1家族的族长怒涛风雪，另一位则是早稻城一个大行会的会长。这3人已经是早稻城最为顶尖的3位强者了，等级都在60级出头。
其中早稻城主实力最高，等级也已经是64级，竟然还有人活着。段晨森白的牙齿骇人至极，眼眶中灵魂之火死死地盯着早稻城主三人。随后，一个真实之眼丢了过去。段晨没有使用顶级探查术，因为他根本不在乎眼前这3个人的姓名、职业。段晨只想知道这3个人死后会报什么好东西。第101章，我昭和克星，目标井上龙飞，死亡掉落地龙角盾，史诗级野蛮战斧，史诗级重怒骑铠甲，传说级巨力手环，传说级一个肉盾职业，2个近战强攻职业，而这个井上龙飞便是早稻城主。段晨连续查看了一下3个人的死亡掉落，不禁有些失望。没有神器啊，品阶最高的装备便是史诗级了。一群穷鬼！段晨冷笑一声，猛地抬脚，狠狠地向前踏出一步。技能巨人践踏，轰隆隆！伴随着剧烈的爆炸声，大地猛烈地震动起来。一道道巨大的裂痕以段晨的脚掌为中心，朝着四面八方扩散出去。恐怖的冲击四散而出，转眼就冲撞到了早稻城主3人的身上。段晨所施展的巨人践踏笼罩范围极为恐怖，在那恐怖的冲击之下，本就残破不堪的战场硬生生地下陷开来，变成了一个面积数百米的深坑。城主大人，你是巨盾战士，快顶上去啊！该死！早稻城主3人脸色苍白，3人当中防御力最高的便是早稻城主。他顶着巨盾，想要挡住巨人践踏的冲击，然而很可惜，他的防御连1秒钟都没能维持住，身体就被掀飞了出去。另外2人更加不堪，他们原本还想靠着早稻城主的防御技能坚持一下，可连早稻城主都被掀飞了，他们又能好到哪去？砰砰！3人的身躯飞起，浑身肌肤崩裂，等身体摔倒地上之时，已经浑身染血，犹如血人一般。段晨没有耽搁，手中的鬼焰烈剑再次斩落，将已经奄奄一息的3人彻底带走。远处，成群的职业者冲杀过来，有城主府的军队，有各大行会的成员，也有几大家族的族人、散修等等。他们怔怔地停在战场之外，不可置信地看着被碾压的早稻城主3人，前冲的气势猛地一滞。城主死了！怒涛家族的族长也死了！一声声惊呼，所有人都惊骇莫名。那3人可是早稻城最强的3位职业者，在段晨的面前竟然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轻而易举就被碾成了渣渣。他们可都是超过60级的职业者呀，而段晨等级应该才30级出头吧？妈的，和他拼了！想办法拖住他，其他城市的支援马上就到。支援？咱们早稻城的回城法阵已经被毁掉，就算有支援，也不知要多久才能赶来啊！先别管这么多，一个龙国人敢跑到咱们昭和国撒野，若是不将他的命留在这里，以后咱们昭和国还如何立足？杀！此时此刻，整个早稻城的力量都已经调动起来，辅助职业、主战职业，所有人都在朝着段晨所在的位置聚集，而那些生活职业还有未转职的人则迅速撤离。四面八方密密麻麻的人群靠近，和段晨那恐怖的身形相比，这些冲杀过来的昭和国职业者实在太过渺小，即便是那些身材高大之人，也最多达到段晨脚踝的位置。段晨的身高足有35米，10几层楼的高度，这一个个人影在他面前就和一只老鼠差不多大。段晨露出森白的牙齿，咧嘴道：“那么屠杀正式开始。”呼！狂风涌动，一层层黑雾以段晨的双脚为中心，黑烟滚滚，朝着四面八方扩散出去。技能黑夜之灵，黑夜之灵使战场陷入极度黑暗，范围内所有敌人全属性降低 10%， 黑夜之灵持续时间10分钟，冷却1小时。这是骸骨之灵徽章的自带技能。黑夜扩散，笼罩范围竟然达到1000米距离。刹那间，无数人陷入黑暗，视线中所有光亮消失，伸手不见五指。该死，这是什么技能？我看不到路了，周围有人吗？我操，谁撞我一下？还没完呢。黑夜之灵只是改变了一下战场的环境，并不具备杀伤力。灼热领域，段晨口中吐出4个字，刹那间，炙热的气浪喷涌而出，笼罩1000米。灼热领域是神器遗落铠甲的自带技能，可以在深州形成一个大范围的灼烧领域，对范围内的目标造成持续伤害。啊，烫死我了！快退出去！妈的，老子看不到路，往哪里退？一声声惨叫响起，方圆1000米范围一片混乱。神分之言，段晨的声音再次出现，他手中的巨盾也缓缓抬了起来。下一秒钟，巨盾再次砸落在地面上。神分之言，大范围攻击技能，可通过盾牌触发8旗之息，对大范围目标造成恐怖伤害，技能冷却10分钟。轰隆隆，一道道光柱朝着四面八方激射而去，
每一道光柱的直径都有近100米。不得不说，昭和克星徽章实在是太过强大，其中自带的昭和职业克星，让段晨可以完全无视昭和国职业者的防御，并且在遭受昭和国职业者攻击时，还会触发30%的减伤效果。在神分之炎的横扫之下，成群的昭和国职业者如同麦子一般，一片片的倒下。一些运气好的人还能留个全尸，运气不好的身体直接被神分之炎蒸发掉，连块碎肉都没能留下，只留下一堆爆出的装备物品。几秒钟之后，黑夜之灵覆盖的范围之内已经变得安静无比，所有昭和国职业者全部被屠戮干净，整个战场血流成河，已经变成一片炼狱。黑夜之灵的范围外，那些靠近过来的昭和国职业者吓得不敢靠近，不敢踏进前方的黑夜半步。那方圆1000余米范围的黑幕笼罩，让外界完全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只是依稀能够听到剧烈的爆炸，还有惨叫。现在声音全都消失了，也让外面的人更加不安了。里面怎么没动静了？不会所有人都死了吧？妈的，说什么丧气话！刚才至少冲进去1000余人，这才几秒钟的功夫，怎么可能都死了？第102章，我天皇要亲自出手。黑暗之中，安静一片。段晨的手掌向前探出，迅速将所有战利品全都收入物品空间。虽说早稻城的回城法阵已经毁掉，暂时切断了外界的支援，可段晨也不敢在这里待得太长时间。他要用最快速度将这座城市夷为平地，然后离开这里。不过以他的体型，想要完全躲开昭和国职业者的追杀根本不可能。接下来他面对的很可能是无休止的追杀，一直到他离开昭和国为止。后面的事情走一步算一步吧，至于现在先杀爽了再说。段晨哈哈一笑，下一秒钟他的双腿猛地弯曲，庞大的身躯飞射而出，一跃数百米，他身周的黑幕也跟着他一同前移，转眼就向外屏推了1000米距离。玄帝，荒神，给老子杀！段晨随手一挥，2个巨大的召唤法阵随之出现，高达40多米的圣兽玄武降临，大地震动，浑厚无比的土元素气息瞬间笼罩整个早稻城。相比于玄帝，荒神的身躯要小上很多，4肢着地的情况下仅有30米高，而且属性和技能，荒神也比不过玄帝，但对付早稻城的这些职业者却也足够了。吼吼！狂吼之声阵阵，2个魔宠刚一出现，便将自己最强的技能施展了出来。技能蛇龟乱舞，玄帝脚踏大地，10个玄武虚影出现在他的身周，然后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奔腾而出，所过之处一切建筑全部被夷为平地。噬身之蛇、山石损雨2个大范围技能紧随其后，成片的昭和国职业者被轰杀当场。另一边，荒神低吼一声，狂暴的风元素在他身周凝聚，然后化作漫天飓风席卷而出。技能飓风之刃，哀嚎声、惨叫声此起彼伏，一个个昭和国职业者被碾压成渣渣。段晨带着2只魔宠，所过之处，所有的一切都被轰成废墟。民居、城主府，一个个家族的族地、行会的大殿，全部在顷刻间毁灭。支援呢？我们的支援在哪里？他根本就是一个怪物，谁能来救救我们？城主大人64级，而且还是防御舰长的巨盾战士，竟然被段晨轻易碾死。数十位50多级的职业者，也只是几个呼吸就被轰杀一空。想要挡住段晨，恐怕得70级的职业者才行。等级低的人根本没办法近身，远程攻击虽然能碰到他，可他的反伤太恐怖了。而且所有对他出手的人，手中武器的耐久转眼就清零，武器崩碎，根本打不了。时间一点点过去，早稻城成片的区域沦陷。最初的时候，昭和国的职业者还能组织在一起，然后想方设法的去攻击段晨，攻击荒神和玄帝。可现在整个早稻城的人都被打怕了，他们发现自己根本无法伤到段晨，即便有攻击轰在段晨的身上，也伤不到段晨半根毫毛，反倒因为反伤的关系，不少人直接被反死了。逃！不少人开始生出逃走的念头。当第一个人向城门外冲去之后，就好像一个信号一般，越来越多的人转身向城外逃去。快逃啊！我不想死在这里。我们在段晨的面前就和蝼蚁没什么区别，近战无法靠近，远程攻击触发反伤。他太大了，即便近战能靠近又能怎样？不也一样会触发反伤？而且就算近战职业拼命跳起来，也未必能够到段晨的膝盖吧？近战拼命跳起来才能够到段晨的膝盖。听到这句话，所有人都表情一僵。这他妈的太伤人了吧！此时此刻，早稻城遭遇敌袭的事情已经传到了昭和国高层的耳中。幕府，丰臣秀吉的脸色阴沉无比。身为昭和国的天皇，国主丰臣秀吉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挑衅。龙国在圣兽之地小世界国战已经胜利，这才过去7天啊，那个段晨竟然又跑到我们昭和国来撒野。
真当我们昭和国无人？一瞬间，丰臣秀吉想到了破戒石。当初段臣灭杀九尾妖狐分身的时候，爆出了一块疑似破戒石的物品。现在看来，那个果然是破戒石。段臣实在狂妄至极，这里可是昭和国的本土，不是圣兽之地。圣兽之地参战的职业者等级最高不过35级，他能够在那样的战场上纵横无敌，可在昭和国本土，我们有无数强者，他怎敢？丰臣秀吉愤怒地咆哮。一位高层沉声道：“天皇大人，早稻城的回城法阵无法使用，支援没办法通过回城时直接传送过去。不过，我们已经调动了距离早稻城较近的几座城市，支援正在向早稻城赶去。”丰臣秀吉点了点头，不过他还是觉得不够。他对段臣恨意滔天，在他看来，圣兽之地国战的失败完全是因为段臣。现在，整个昭和国的士气已经跌入谷底，如果能在所有百姓的关注下将段臣碎尸万段的话，必然能让士气提升一波。我要亲自出手！丰臣秀吉站起身来，吩咐下去，调动幕府飞行部队，使用回城时先前往距离早稻城最近的城市，然后直接飞去早稻城。我亲自带队。什么？听到这话，在场的一众高层都愣了一下。丰臣秀吉可是昭和国的天皇，至高无上的掌权者，他竟然要亲自出手。天皇大人，段臣没有这个资格让您亲自出手。目前看来，段臣的实力虽然强大，但也只是针对65级以下或者70级以下的职业者，我们只需要派出几位70级以上甚至80级的职业者，必然能将段臣灭杀。是啊，天皇大人，您的身份至高无上，段臣蝼蚁一般的东西，哪用得着您亲自出手？丰臣秀吉摆摆手，打断一众高层的劝说。我要以天皇的身份，亲自将昭和国跌落的士气捡起来。我要让昭和国所有职业者都知道，龙国并不可怕，一次圣兽之地的失利只是暂时的。5年后下一次小世界国战，我们一定能将龙国按在地上碾压。大昭和帝国万岁！第103章，妖怪吃我一降。在一众高层之中，还有一位老者，正是8岐神将之一千岛流。他的孙子千岛川，隐藏职业大天狗，在圣兽之地小世界国战被段臣斩杀。在光幕直播中，千岛流亲眼目睹了孙子被拍死画面，是被段臣用双手像拍蚊子一样拍死的，整个身子直接被拍成了肉泥，脑浆和内脏蹦得到处都是。虽然已经过去很多天，可那惨烈的画面到现在还历历在目。千岛流咬牙道：“天皇大人，老夫陪您一起去吧，老夫要为我那死去的孙子报仇。”丰臣秀吉点了点头，今天必杀段臣，我要将他碎尸万段，挫骨扬灰。很快，幕府飞行部队就已经集合完毕。这个飞行部队还有一个非常霸气的名字——幕府云骑团。此时，大半个早稻城都已经化为了废墟，城墙坍塌，另外几座城防炮也已经被巨石砸得粉碎。35米高的巨人在城中一路横推，左右两侧分别是玄帝和荒神。大地崩裂，建筑坍塌，无论是建筑还是职业者，所有挡在前方的事物全部被碾压成了渣渣。技能灵魂嘶鸣，段臣那犹如恶魔一般的声音再次出现，数百米的鬼焰烈箭从天而降，直直地向着前方斩落下去。灵魂嘶鸣大范围技能，对范围内目标造成巨大伤害，并使目标陷入混乱状态持续3秒，技能冷却10分钟。这个技能正是鬼焰烈箭自带的攻击技能之一。不过前方的那些昭和狗根本没机会触发灵魂嘶鸣的混乱效果，在这个技能刚刚落在他们身上的一瞬间，他们的身躯就已经被撕成了碎片。又过了片刻，段臣视线中已经没有了昭和国职业者的身影，入目所及只剩下一片废墟，硝烟滚滚，整个早稻城都已经被鲜血染红，化作一片炼狱。搞定！段臣拍了拍手，已经在这座城市耽搁半个多小时了，再不走的话，恐怕就走不了了。说话的功夫，段臣举目朝着城外看去，天边几个黑影正在急速靠近，应该是来支援早稻城的。为了尽快抵达早稻城，一些拥有飞行坐骑的人打算先行抵达，然后想办法将他拖住。段臣冷笑一声，随后撩起护腰蹲了下来。噗！一个连环屁崩出，刹那间臭气熏天。屠了城还不算，临走之前还给人家留下一泡小山一般的粑粑，也就段臣能干出这种事。早稻城郊外，一队队的职业者正急速而行，这些人都是从最近的几个城市赶过来的，放眼望去，竟然有数万人之多，而且数量还在增加。快，抓紧时间，别被那个段臣跑了！4座城市的顶尖强者全部出动，其中有2位70级以上的职业者，这一次定要段臣死无葬身之地。据说幕府那边都发话了，好像幕府云骑团也出动了，是天皇大人亲自带队。什么？天皇大人？这会不会太小题大做了？何止是天皇大人，
八旗神将之一的千岛流大人也出手了。千岛流，那可是90级的职业者啊！天皇大人是92级啊！从时间来看，幕府云骑团最迟半个小时就能到。咱们已经有几个拥有飞行魔宠的人先过去了，希望他们能暂时拖延一下断尘。只要能拖到咱们抵达，便可以将断尘困在早稻城。这些人的速度很快，可毕竟是在地面赶路，远没有那几个骑着飞行魔宠的职业者快。一共6个人，此时他们已经抵达了早稻城的城门外，转眼之间便到了断尘的头顶上方。断尘，你一个区35级的职业者，竟然敢跑到我们昭和国来撒野！屠了早稻城，竟然还如此明目张胆地蹲在城中拉翔！连续几声暴喝，6个人已经齐招魔宠，从不同的方向将断尘的退路全部封死。此时，断尘已经收拾好站起身来，他的脚边一坨2米多高的翔还散发着热气。断尘抬起头，咧嘴一笑。早在这几个昭和国职业者靠近的时候，断尘就已经施展了顶级探查术，确认了一下对方的等级。这6个人当中，等级最高的也不过是一个60级的魔法师，其他几人都在40多级的样子。若非如此，断尘也不会如此淡定，恐怕早就提着裤子跑了。几位这么急匆匆地赶过来，难道是为了我这一坨翔？要不诸位趁热？断尘伸手猛地一挖，将那一坨翔连带着下面一大块土壤全部挖了出来。技能巨人投掷，妖怪吃我一翔！刹那间，翔和土块猛地变大，原本只有2米大小的翔一下子就变成了20余米。看到这一幕，半空中那6个昭和国职业者瞬间傻眼了。等一下，有种把翔放下！我操，你这个龙国职业者不讲武德，竟然拿翔砸人！快躲开！轰！一阵音爆声响起，断尘直接将20多米高的翔狠狠地砸了出去。丢完之后，断尘二话不说，抱着脑袋就向一旁狂奔出去，生怕被坠落下来的翔波击到。这是一波臭气熏天的攻击，而且还自带扩散。砰！一位42级的昭和狗来不及躲避，直接被翔砸了个正着。恐怖的力量将他和坐下的飞行魔宠直接从半空中砸了下来，狠狠地摔在地面上。还未等他起身，又有一块大石头从天而降，瞬间将他和那只飞行魔宠淹没，砸成了肉泥。该死！为首的那位60级魔法师暴怒，手中法杖瞬间爆发出刺眼的光芒。诸位，拖住他，不要和他硬碰硬。我们只要将他暂时困在早稻城，便可以让他成为瓮中之鳖。天皇大人亲自带着幕府云骑团正在来的路上，还有8旗神将之一的千岛流大人随行，他死定了！一声声暴喝，魔法师手中的法杖狠狠挥下，强大的魔力涌动，断尘脚下坚硬的地面瞬间变成一片沼泽。第104章，被攻击距离支配的恐惧。叮！提示：你身处特殊环境，移动速度受到微乎其微的影响。一声提示出现，断尘咧嘴一笑，沼泽术，想用这个拖住我？他低头看了一眼，沼泽的深度刚刚没过他的脚趾，连脚踝都没能碰到。如果是其他职业者身处在这片沼泽里，恐怕大腿以下都要陷进去了，移动速度至少会降低30%以上。可对断尘来说，这算是吗？断尘没心思和这几个人耽搁，他猛地抬头，玄帝、荒神大范围远程魔法，给我轰！以为飞在天上，老子就打不到你们？老子是懒得跳，否则一巴掌一个，把你们全都当苍蝇拍死！断尘的话音落下，玄帝和荒神也跟着咆哮起来。吼吼！玄帝身周涌动着浑厚的土元素，方圆1000米范围的地面猛地晃动起来。刹那间，一根根尖锐的土刺从地面飞射而出，直奔着高空击射而去。技能山石损羽。当初断尘斩杀山轮石龟分身的时候，山轮石龟就曾对断尘施展过这个技能，是属于超远距离的攻击技能。另一边，荒神的飓风之刃也跟着施展开来，无数风刃卷动，笼罩半边天。断尘则手掌一翻，一根剑矢被捏在了手中。技能巨人投掷，剑矢猛地变大，直接变成300多米的巨剑。剧烈的轰鸣声响起，恐怖的剑矢冲天而起，好似要将天地撕裂一般，狠狠地轰向那几个昭和国职业者。妈的，快躲开！那2个魔宠的技能范围竟然这么远。半空中，5位昭和国职业者被逼得狼狈不堪，连忙驱使坐下的飞行魔宠向上空升起，以此来躲避玄帝和荒神的技能。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然而很可惜，他们虽然成功躲开了玄帝和荒神的攻击，却没办法躲过断尘的剑矢。相比于2大魔宠的超远距离技能，断尘的巨人投掷攻击范围更广。160多米的手臂，350多米的剑矢一旦全力轰出，10几公里的距离还是能做到的，甚至可能达到20公里范围。这是何等恐怖的攻击距离！轰！天地被撕裂，
为首的那位60级魔法师躲避不及，直接被剑锋轰碎了身躯，连带着他的坐骑也被撞成了渣渣。还有2位昭和国之业者也没能幸免，被剑矢的边缘波及，身子直接在半空中炸开。原本来了6个人，这才短短片刻的功夫就先后死了4个。仅剩的2个昭和国之业者骑着飞行魔宠，脸色苍白的飞在半空中，他们的眼中写满了惊恐。原本他们是想要拖住段晨的，这还怎么拖？妈的，老子不管了，打不了！这根本就是个恶魔，老子不知见过多少大 boss， 就没有比他还恐怖的。他根本就不是人类职业者。2个人对视一眼，二话不说，驱使飞行魔宠掉头就跑。没办法拖，这根本不是人干的活。反正大部队快要到了，大不了让段晨先跑几十里，让大部队在后面追就好了。而且幕府云骑团据说也在来的途中，他们个个都有飞行魔宠，想要追上段晨应该不难吧？嗖，不只是他们2个吓傻了，连他们坐下的飞行魔宠也惊恐万分，翅膀疯狂扇动，想要逃出早稻城。来都来了，这么急着走干什么？段晨阴冷的声音传来。随后，一座大山在半空中划过一道弧度，直接出现在了他们的头顶。我操！轰！还未等2人做出躲避动作，那大山就狠狠地砸在了他们的身上，直接将他们轰落到了地上。秒杀！搞定！开始跑路！段晨一挥手，将爆出的东西捡起，然后一跃骑在了玄武的脊背上。昭和国的支援部队速度很快，当段晨骑着玄武冲出早稻城的时候，数万人的支援部队距离早稻城也只剩下10几里地。段晨的体型实在太大了，即便相隔10几里，那些昭和国之业者也轻易就看到了他。快看，是龙国4圣兽之一的玄武。果然是段晨没错，他在圣兽之地获得的魔宠就是玄武。玄武坐骑已经成了段晨的标志，再加上那庞大的体型，不是段晨还能是谁？妈的，他要逃，快追！冲啊，别让他跑了！今天段晨必须死！一声声咆哮，数万人的队伍再次加快速度，直奔着段晨逃离的方向追去。另一边，丰臣秀吉、千岛流还有幕府骑士团也在赶过来。他们是在幕府通过传送阵来到了距离早稻城最近的一座城市，然后再从那里出发赶过来的。丰臣秀吉的坐骑是一只暗翼羽蛇王，据说是猎杀80级轮回副本爆出来的。千岛流没有飞行坐骑，但他自己拥有飞行技能。他单手拿着一把金色的团扇，金色的光翼出现在他的身后，全力爆发的速度竟然比丰臣秀吉的暗翼羽蛇王还快上一些。千岛流，天皇大人，老夫先行一步！丰臣秀吉眉头微皱，千岛神将，段晨逃不掉的，不急于一时。千岛流牙关紧咬，太多人追过去，段晨一旦以为自己凶多吉少，十死无生，很可能会再次使用破戒石打破空间壁垒，然后逃离咱们昭和国，老夫绝不允许他活着离开。听到这话，丰臣秀吉只好点了点头。千岛流眼中寒光一闪，金色的羽翼猛地扇动，身形已经化作一道流光飞入云层。另一边，段晨正骑着玄武一路狂奔，他的局部背化技能效果还未结束。他转头朝着10数里外看去，已经注意到那数万人的支援队伍。10几里的距离，嘿嘿。段晨咧嘴一笑，先让你们感受一下被攻击距离支配的恐惧吧。说着，他再次拿出一根箭矢，趁着局部背化的效果还在，先好好的射你们一轮。技能巨人投掷。第105章8旗神将和90级强者交手。支援部队追得正嗨呢，突然天边出现一道黑影，飓风呼啸，云层被撕裂，那黑影越来越大，转眼就到了昭和国大军的头顶。那是箭矢！天呐，几百米长的箭矢！是段晨的投掷技能，当初国战直播的时候我见过。妈的，他的攻击距离怎么这么远？快躲开！远程距离轰击那根箭矢，尝试减缓箭矢的冲击。面对那从天而降的箭矢，没有那个傻乎乎的肉盾职业敢提着盾牌顶上去。想要最大程度的削弱箭矢的破坏，唯有通过远程技能来抵消箭矢的冲击，甚至是将箭矢轰碎。一声令下，刹那间密密麻麻的技能从他们手中飞出，箭矢、火球、冰锥、土刺，各种各样的技能冲天而起，朝着段晨丢过来的箭矢轰去。轰！轰隆隆！伴随着剧烈的爆炸声，一个个技能撞击在300多米的箭矢之上，但也仅仅将箭矢的边缘轰掉几块铁线，根本没办法将箭矢破坏，甚至都没办法减缓箭矢的坠落速度。挡不住，根本挡不住！即便为首的2位70级职业者，也只能不断的怒吼，让附近的昭和国职业者后退。大地被撕裂，箭矢狠狠地轰击在大军之中，地面上一道道巨大的裂痕崩开，恐怖的冲击四散开来，将方圆100米范围的人冲得人仰马翻。
而距离剑使最近的百余位招和国职业者更是直接当场殒命，连完整的尸体都没能留下。这一幕让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他们是来支援早稻城的，是来围剿段晨的呀，可结果离着还有10几里地呢，人家段晨就直接出手了。如此恐怖的攻击范围，恐怕只有90级以上的远程职业才能做到吧。可段晨好像才35级啊！喂，后面追着的昭和狗，能听到老子说话吗？老子来昭和国别的没带，就带了剑使、铁矿石，还有这种瓶瓶罐罐。段晨的声音传来，相隔10几里却也听得一清二楚。剑使、铁矿石，这些很好理解，可瓶瓶罐罐是啥意思？一些人露出疑惑之色，不过他们很快就知道了。嗖，一个40多米的瓶子从天而降，不对，不只是一个，连续的破空声响起，至少有70、80个瓶子出现在空中，犹如流星一般砸向昭和国大军之中。轰！玻璃破碎，四散而出的碎片好似利刃一般，划开了周围昭和国职业者的身躯。不过更恐怖的还是那一团团四散的毒物和毒液。啊呀！是剧毒药剂！救命啊！快，牧师解毒术！40多米大小的剧毒药剂在碎裂之后，剧毒笼罩的范围几百米，甚至上千米。这70、80瓶剧毒药剂砸下来，几乎将数万人的大军全部笼罩其中。地面上成片的植物被腐蚀，化作恶臭的液体。战场之上，哀嚎之声遍野，密密麻麻的昭和国职业者瘫在地上，剧烈的疼痛让他们在地上来回打滚，可地面都已经被剧毒侵染，越是打滚，剧毒发作的越是迅速。这个时候，有解毒药剂的人以及身边有牧师的人最为幸运。快喝解毒药剂！妈的，谁给老子一瓶，老子高价收！老子用一件史诗级装备换一瓶解毒剂，救命啊！数万人的大军在这一刻已经彻底崩溃了。短短片刻的功夫，超过一半的人惨死在了荒野之中，剩下的人或是逃出了剧毒笼罩范围，正在哭喊着等待救助，又或者是侥幸带了解毒剂，或者身边有牧师相助。时间一点点过去，等到毒物完全散开之后，整个战场已经犹如一片炼狱，数万人大军死了至少60%以上，而段晨此时也早已没影了。嗖！一道破空声响起，虚空中千岛流眼中寒芒闪烁，他的身影从那片战场上方掠过，下方的惨状他看都没看一眼。支援部队死多少人，千岛流根本不在乎，他现在只想追上段晨，将他碎尸万段，为自己死去的孙子报仇。在千岛流后面，丰臣秀吉带着幕府云骑团一路跟随，不过他们的速度略慢一些，但比段晨还是要快上许多，追上段晨也只是早晚的事。段晨，看你往哪跑！千岛流怒喝一声，此时他距离段晨也只剩下10几里的距离。只见他手中的团扇抬起，一片乌云随之出现。以为就你的攻击距离远？千岛流冷笑连连，雷霆狂怒。嗖！乌云迅速移动，仅仅一转眼便出现在了段晨的头顶上方。这竟然是一个有着追踪能力的技能。乌云之中，雷光涌动，一道道雷霆从天而降，直奔着段晨轰击过去。千岛流，等级90级，职业阴阳师。不过他刚刚施展的技能并不是阴阳师的职业技能，而是装备自带的一个技能雷霆狂怒。段晨脸色一变，刚刚他已经发现了千岛流，可对方的速度实在太快了，还未等他施展巨人投掷，那老家伙的魔法技能就已经丢了出来。我丢你雷姆！段晨二话不说，一个个石头直接甩了出去，一块块数百米的巨石将段晨头顶完全覆盖，直接挡住那一道道雷霆的坠落轨迹。轰隆隆，雷霆携带着毁天灭地般的力量，仅仅一瞬间便将所有巨石全部轰碎。几百米大小的石头和小山一样，竟然被轻易轰开，这着实让段晨倒吸一口凉气。这就是90级职业者的手段。我尼玛！段晨心中震撼，我如果硬抗对方这个技能，也不知道能不能扛得住。虽说段晨有昭和克星徽章，还拥有神级反伤、神级防御、神级硬化等等一系列手段，可是在面对一位90级职业者全力一击的时候，心里还是没底。第106章极限一换一。那一道道雷霆犹如神罚一般，在将那一块块数百米大小的巨石轰碎之后，来势不减，继续朝着段晨轰击下来。这绝对是段晨至今为止所见过的最强一击，那恐怖的威势让段晨浑身汗毛炸起，不寒而栗。段晨，你的天赋再如何强大，职业潜力再如何巨大，在老夫的面前依旧是蝼蚁一般。千岛流冰冷的声音再次响起，当日你将我孙儿拍成肉泥，今天老夫便将你轰成飞灰，让你给我孙儿殉葬。孙儿！
段晨没心思想谁是这个老东西的孙子，死在他手上的昭和国职业者不计其数，谁 TM 知道谁是他孙子？而且就算知道，段晨也一样会毫不留手。老东西，真以为吃定我了？段晨牙关紧咬，手中的八旗怒灵盾猛地抬起，躲肯定是躲不开了，想要通过其他手段拦截那一道雷霆，段晨刚才也试过了。现在他能做的也只是拼尽全力去硬扛这一击。反正有神器红莲项链，手里握着一个复活技能呢，怕个毛，大不了死一次能咋地？在抬起巨盾的同时，段晨也已经开启了伤害转移，这是神器遗落铠甲的自带技能。伤害转移主动技能，佩戴者在遭受攻击之时，可将接下来5秒之内遭受的攻击伤害进行储存，并在5秒之后反伤给指定目标，技能冷却30分钟。老子有昭和克星徽章，有一堆神级专属技能，还有红莲重生托底，就算扛不住，你这一击也 TM 要把你这个老东西给干废。段晨心中发狠，下一瞬间，那雷霆已经狠狠地轰击在了八旗怒灵盾之上，轰隆隆，恐怖的力量席卷而来，无数雷霆在盾牌上炸裂。在那冲击之下，段晨的膝盖猛地弯曲，脚下的地面轰然炸裂，他那粗壮的双腿竟然生生地陷进了地面之中。与此同时，他的双臂也发出骨头崩裂的声响，一双手臂血雾暴起。荒神玄帝！段晨怒喝一声，瞬间发动技能鬼焰吞噬。这是神器鬼焰烈剑的自带技能，段晨还是第一次施展出来。鬼焰吞噬，佩戴者在遭受重伤的情况下，可通过消耗魔宠的血量来强行恢复伤势，消耗魔宠的血量越多，恢复的越快。暴喝声中，一股诡异的力量从段晨身上蔓延出去，连接在了玄帝和荒神的身上。只见两大魔宠的血条迅速掉落，一股股浑厚的血气以一种不合理的方式涌入段晨的体内，开始疯狂地修复他的身体。1秒，2秒，就在玄帝、荒神的血条掉到不足10%的时候，天空中的乌云消散了，那一道道恐怖的雷霆也消失不见。呼！段晨整个人无力地站在地上，胸口剧烈起伏，如同脱力一般。神器八旗怒灵盾之上已经出现了一道道裂痕，这可是30级的神器啊！在硬抗了千岛流的一击之后，耐久竟然掉得如此夸张，连裂痕都出现了。段晨咽了口唾沫，艰难地抬起头看向空中。老东西，我扛下来了，没想到吧？段晨咧嘴一笑，刚才一击九死一生，如果不是玄帝和荒神在一旁，段晨恐怕真的要触发红莲重生了。还好最后扛下来了，以荒神和玄帝超过90%的血量扛下了千岛流的攻击。段晨自己也受了很重的伤势，内腹翻滚移位，浑身骨头不知断了几块。当然，段晨之所以能抗住千岛流的攻击，可不单单是因为鬼焰吞噬消耗了魔宠的血量来治愈他的身体，更重要的还是他的一堆神级技能以及专属装备昭和克星徽章。半空中，千岛流表情有些僵硬，他身后的翅膀缓缓扇动，拖着他的身躯停在那里。和刚才气势汹汹不同，现在的千岛流眼中写满了惊恐、后怕。就在刚才那一瞬间，他竟然险些被反死。咕噜，千岛流的喉咙微动，强行将一口鲜血咽入腹中，随后低头看向自己手中的团扇。他的团扇也是一件神器，而且还是69级的神器，已经跟随他10数年。可现在这把神器之上已经千疮百孔，就好像被无形的力量撕碎一般。叮！提示：你的千秋扇耐久趋近于0，继续使用的话，武器会崩溃且无法修复。一声提示出现在千岛流的耳畔，让他更加震撼。该死！段晨到底做了什么？不但抗住了我的攻击，竟然还将我反伤成重伤，就连千秋扇的耐久也崩溃了。昭和老狗，没想到吧？段晨艰难地说道：老子打昭和狗可以无视昭和狗的防御，昭和狗打我，反伤翻倍。说话的功夫，段晨手中的鬼焰烈剑已经抬了起来，剑尖遥遥地指向半空中的千岛流。一瞬间，一股诡异的力量直接锁定在了千岛流的身上，让千岛流不寒而栗。不好！千岛流心中警觉，在那剑锋锁定之下，他竟然有一种十死无生的错觉，就好像死神拿着镰刀缓缓走来，准备收割他的性命一般。千岛流顾不得压制反伤造成的内伤，他喷出一口鲜血，双翅猛烈扇动，一道道飓风形成，直奔着段晨笼罩过去。与此同时，段晨剑锋之上爆出一道雷霆，那雷霆和千岛流刚才施展的雷霆技能如出一辙。这一刻，段晨把刚刚遭受的所有伤害全部集中，锁定在了千岛流身上。轰！雷霆从剑锋之上迸射而出，刚刚飞出便消失不见。还未等千岛流反应过来，
那雷霆就已经到了他的近前。这个攻击是强制锁定千岛流的，无论他做出怎样的躲避，又或者企图用什么东西抵挡，都是徒劳的。也就是说，这诡异的雷霆注定会轰击在千岛流的身上。该死！千岛流大惊失色，魔宠献祭，阴阳生辉。在最后一刻，千岛流手中团扇一挥，一只体型庞大的魔宠出现在他的身前。这是他培养了40多年的魔宠，是一只寒甲猎魂兽，等级已经高达81级。不过，千岛流召唤出这只寒甲猎魂兽，并不是想用它来挡住雷霆，千岛流也知道根本挡不住。他要做的是献祭这只寒甲猎魂兽的性命，阴阳倒转，生死互换，用自己的魔宠替自己死。第107章光幕直播全国审判。叮！提示：你的千秋扇耐久清零彻底崩溃，无法继续使用，且无法修复，请注意。一声提示出现在千岛流的耳畔，可他根本没心思去理会这个。阴阳生辉这个技能是千秋扇的自带技能，只有通过千秋扇才能施展出来。千岛流想要保命，就只能放弃这把神器。哦！寒甲猎魂兽哀嚎一声，庞大的身躯化作星星点点的光芒涌入千岛流的体内。下一瞬间，雷霆轰击在他的身上，竟然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抵挡了下来。叮！提示：你的魔宠寒甲猎魂兽已死亡，请注意。千岛流长出一口气，他的命算是保住了。妖怪，吃俺一座山！一个声音突然出现，下一秒钟，一座座数百米大小的小山从地面飞起，直奔着他砸了过来。段晨，老夫不杀你，誓不为人！千岛流怒喝连连，双翅一展，身形迅速游走。一件神器，一只魔宠，拜段晨所赐，全都毁了。这样的结果已经完全超出了千岛流的预料。在他的预想中，以他8级神将的实力，想要灭杀段晨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情，甚至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将段晨碾压成渣渣。可谁知道，仅仅一轮攻击，他竟然吃了大亏，甚至还险些把命给丢在这里。老夫刚才的攻击明明能将他灭杀，他到底是怎么挡下来的？而且还能触发如此恐怖的反伤。千岛流暗恨不已，身形急速游走，艰难地躲过一块块数百米大小的巨石。他口中虽然还叫嚣着要杀段晨，可实际上根本做不到。重伤之下，他甚至都没办法有效地施展出攻击技能。能够躲开段晨丢过来的时候，已经是极限了。至于段晨，实际上也是强弩之末。千岛流刚才的攻击实在太过恐怖，他能保住命已经不错了，现在施展巨人投掷也已经极为艰难，双臂甚至都抬不起来了。嗖嗖，远处一道道黑影出现，丰臣秀吉带着幕府云骑团终于赶了过来。千岛流，你怎会如此狼狈？丰臣秀吉看到千岛流的模样，大惊失色。那可是昭和国的8旗神将之一啊，身份地位不弱于龙国的镇国神将，妥妥的90级强者。他真的是在追一个35级的龙国职业者，不是在追一位龙国的镇国神将。还请天皇大人出手，将这个畜生灭杀。千岛流脸色苍白，留下他的全尸，老夫要将他的尸体剁碎喂狗。丰臣秀吉点了点头，也知道现在不是询问的时候。一个段晨竟然把千岛流逼得如此狼狈，着实让人想不通。你就是段晨？丰臣秀吉骑着飞行魔宠，居高临下的看着段晨。地面上，段晨艰难的站直身子，在他的两边是荒神和玄帝两只魔宠的血条已经快要见底了。92级，丰臣秀吉。段晨啐了一口，这趟昭和国之行倒是有些超乎我的想象了，仅仅屠灭了一座城市，就引来2位90级的职业者追杀。丰臣秀吉眼中杀意闪烁，圣兽之地小世界国战，我昭和国之所以落败，全是因为你。500多万昭和国职业者全部死在了圣兽之地，你可知给我昭和国带来了怎样的打击？就算将你挫骨扬灰，杀1万次，也难消我心头之恨。吼吼！幕府云骑团迅速散开，从各个方向拦住了段晨的去路。此时的段晨上天无门，入地无路，彻底沦为了瓮中之鳖，至少丰臣秀吉和千岛流等人是这么认为的。丰臣秀吉好像看一个死人一般，段晨，今天你必须死，而且我已经开启了战场直播，这边的画面会同步直播到昭和国各大城市的光幕之上，我要当着所有昭和国百姓的面，将你碎尸万段，将你审判。只要你死了，我昭和国跌落的士气必然会有所回升。哦，战场直播？段晨愣了一下，然后朝着那一个个幕府云骑团成员看去。果然，他们的飞行坐骑身上挂着一个个特殊装备，上面布置了特殊的阵法，应该是用来同步画面的。这种战场直播并不稀奇，龙国高3大考的考场上也有类似的光幕直播，可以随时观看大考实战考核的画面。此时此刻，昭和国所有城市
竖立在中央广场的光幕全部亮起，全国哗然。快看，是天皇大人！幕府云骑团，我看到八旗神将千岛流前辈了。光幕直播，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吗？我操，你不知道啊？听说龙国的那个段辰闯入咱们昭和国了，而且刚刚屠灭了早稻城。早稻城，我知道这座城市是一座偏远小城，竟然被段辰给屠城了。不止如此，连其他城市组成的支援部队也被段辰杀了个七七八八。现在死在段辰手里的人至少有15万人了。什么？15万人？快看光幕，我看到段辰了，他怎么比在圣兽之地战场的时候更大了？各个城市无数人冲到中央广场，昂头死死地盯着光幕，他们不停地怒吼着，眼中写满了怨恨和愤怒。天皇大人，杀了段辰，将他碎尸万段！天皇万岁！昭和国万岁！一声声震耳欲聋的咆哮从各大城市响起。另一边，丰臣秀吉居高临下看着段辰。段辰，你可以去死了！丰臣秀吉的声音冰冷至极。千岛流低声道：天皇大人，他的反伤技能非常诡异，而且具有超乎想象的减伤能力，还能以诡异的手段消耗攻击者手中的武器耐久。丰臣秀吉眉头一皱，转头看了千岛流一眼。千岛流如此狼狈，是因为这个？千岛流继续道：不过段辰已经重伤，已是强弩之末，就算反伤和防御手段再如何诡异，他也死定了。丰臣秀吉哈哈大笑：正是如此，幕府云骑团听令，给我杀了他。第108章，人头成山，下次屠你们10成。随着丰臣秀吉一声令下，幕府云骑团所有成员同时抬起了手中的武器。幕府云骑团的人数并不多，这一次丰臣秀吉也只调动了1000人。这1000人当中，职业配备非常齐全，近战的肉盾职业、强攻职业、远程的控制职业、辅助职业，还有魔法师等等，他们的等级也非常高，清一色全都是70级以上的职业者。这样的人物如果下放到一些小型城市的话，已经是城主级别的人物了。就比如从早稻城那位被段辰轰杀的早稻城主，也才是64级而已。分裂剑、流星火雨、火轮连击、穿刺剑、寒流。随着一声声怒喝，幕府云骑团所有远程职业同时出手了，密密麻麻的技能从空中落下，直奔着段辰那山峦般的身躯轰了过去。每一个技能的威力都远远比不过千岛流先前施展的雷霆，可这么多人同时出手，所有技能汇聚在一处所爆发的威势，却也不比千岛流的技能差多少。丰臣秀吉眼中寒光闪烁，死死地盯着段辰。他要亲眼见证段辰的身体被撕碎，他要亲眼看到段辰的内脏被蒸发，彻底泯灭在昭和国的大地之上。此时此刻，昭和国各大城市的光幕直播还在继续，无数人聚集在光幕前，昂着头看着光幕中的画面。这些人面目扭曲，不停地嘶吼呐喊着：哈哈，杀了他，将段辰碎尸万段。圣兽之地一场失败根本算不得什么，今天我们便拿段辰祭旗，我们昭和国还有翻身的机会，下一次国战一定能扳回一局。也许是知道段辰即将死亡，原本死气沉沉的昭和国百姓变得激动兴奋起来。正如丰臣秀吉所想的一样，一旦在昭和国所有百姓的面前审判段辰，将段辰灭杀，必然会让昭和国士气大涨，这些日子的阴霾也会一扫而空。光幕中，段辰的表情前所未有的凝重，刚才硬抗千岛流的攻击让他已经身受重伤，荒神和玄帝的血条也不足10%了，如果继续强行使用鬼焰吞噬，消耗荒神和玄帝的血量来治愈他的身体，荒神和玄帝必死无疑。魔宠死亡，除非拥有特殊的复活技能或是某些特殊物品，否则将会彻底死亡。段辰现在可没有复活魔宠的能力，又岂能舍弃荒神和玄帝的性命？至于靠着神级被动硬扛，段辰知道自己现在的身体状况肯定是扛不住的。如果先前没和千岛流交手，而是单独对上幕府云骑团的话，段辰不但有把握抗住他们的攻击，甚至有把握将他们反杀，就算没办法全部杀死，也能灭掉大半。可千岛流这个90级的阴阳师，昭和国8旗神将之一，实在太过恐怖，段辰能在他手里侥幸活下来，而且还占了一些便宜，已经是拼尽所有了。毫不夸张地说，现在的段辰已经是强弩之末。难道真的要触发红莲项链的红莲重生吗？段辰心中不甘。这里的画面正在被昭和国全国直播，他又岂能在无数昭和狗的注视下被生生打死？就算最后能通过红莲重生复活，那也一样是死了一次。只要死过一次，昭和国的士气就会有所提升，这绝不是段辰要看到的。想提升士气？今天老子就让你们偷鸡不成蚀把米！段辰眼中红光闪烁，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将一块块巨石丢了出去，然后随手一挥，
将荒神和玄帝收回到魔宠空间。一块块数百米大小的巨石，犹如一面屏障一般，挡在段晨的头顶上方，拦住那一个个强大魔法的运行轨迹。随后，一块赤红色的石头出现在段晨的手中。想审判我，想杀我祭旗！段晨狂笑一声，圣兽之地战场，我斩杀无数昭和国职业者，甚至还耗费了一些时间割掉了他们的脑袋。你们不是在看光幕直播吗？那你们就好好找一找，看看这些人头里可有你们的挚爱亲朋。一声咆哮响彻天地，下一瞬间，一颗颗头颅出现在段晨的脚下，堆积成一个壮观的金冠。轰隆隆，虚空中巨石炸裂，密密麻麻的技能将段晨投掷的巨石轰碎，来势不减，继续朝着段晨轰击下来。也就在这个时候，一道光芒从段晨的脚下升起。叮！提示：你使用慈木晶核强行开启慈木童子秘境，进入之后你会被随机传送至慈木秘境的某个坐标。提示：慈木童子秘境进入人数上限2人。提示：你在慈木童子秘境攻击慈木童子本体时，会额外获得100%的攻击力加成。光芒升起，化作一个巨大的传送法阵。昭和国的畜生们，等爷爷下次再来。今日屠你们1城，下次屠你们10城。想审判我，想杀我，你们也配！狂笑之声响彻天地，通过光幕散播到了昭和国所有城市。下一秒钟，段晨的身形消失不见。轰！一个个技能轰击在段晨刚刚站立的地方，将地面轰得4分5裂，留下一个个巨大的深坑。那个用昭和国职业者的头颅堆积的金冠，也被技能的余波掀起，一颗颗狰狞的头颅飞得到处都是。逃了！所有人瞪大双眼，不可置信地看着光幕。刚刚的画面通过光幕看得一清二楚，从幕府云骑团出手，再到段晨用巨石拖延时间，并丢出从圣兽之地带出来的一颗颗头颅，再到强行开启传送，这一切都在电光火石间发生。看着那一颗颗在爆炸中飞起的头颅，所有人都傻了。我好像看到我儿子了，那颗头颅是我们学校上一届的天之骄子。天哪，段晨怎敢？他竟然留了这么多头颅，还特意带到咱们昭和国，杀人诛心啊！他是故意的，他根本就是一个恶魔。一时间，整个昭和国哀嚎声一片，无数人跪倒在地，撕心裂肺地嘶吼着，怒骂着。第109章慈木秘境，这次越级挑战迈的步子有点大啊！战场上，丰臣秀吉的脸色阴沉至极。段晨竟然在他和千岛流这2个90级以上的职业者，以及一众幕府云骑团的面前跑了。他原本是想通过光幕直播来审判段晨，以此来提升昭和国的士气，谁成想竟会是这样的结果。不但没能提升士气，反倒给了昭和国上下又一次巨大的打击，让原本就低迷的士气变得雪上加霜。全国上下哀声遍野，地上散落的一颗颗头颅瞪着眼睛，咧着嘴巴，好像在嘲讽他一般。这让丰臣秀吉愤怒的无以复加。刚才那一块块数百米大小的巨石遮挡了他的视线，让他没能第一时间发现段晨的动作，否则以他的实力，也许还有机会阻止段晨逃走。此时此刻，丰臣秀吉后悔万分。他使用的是什么传送？为何没有引导时间？丰臣秀吉咬牙切齿。一旁，千岛流脸色苍白，双目通红。他的视线在那一颗颗散落的头颅上扫过，想要确定有没有他孙子千岛川的脑袋。可当初在圣兽之地战场，千岛川是被段晨拍苍蝇一样拍死的，整个身躯已经被拍成肉泥了，又哪会留下脑袋？就在这时，千岛流突然注意到段晨召唤的那个传送阵竟然没有消失。来不及多想，千岛流双翅一展，身形俯冲而下，直接冲向传送阵。嗖！在千岛流冲进传送阵的同时，一道光芒闪过，他的身形便已经消失不见。通往慈木秘境的传送阵也崩溃开来，消散在天地之间。千岛！丰臣秀吉愣了一下，连忙纵身跃下。可那传送阵早已消失，那块区域也已经空空如也。惊异之下，丰臣秀吉连忙打开好友栏，给千岛流发了一条消息。叮！提示：你的好友身在特殊秘境，无法取得联系。特殊秘境？丰臣秀吉眉头锁紧，刚才段晨开启的那个传送阵是通往一个特殊秘境的传送阵，在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域之内，只能开启该国家的秘境。段晨到底得到了什么特殊物品，竟然能开启我们昭和国的一个秘境？丰臣秀吉实在想不明白。能爆出开启秘境的特殊物品，必然是实力极为强大的 BOSS 才对。难道是在圣兽之地战场包的？想到这里，丰臣秀吉心中暗骂一声。现在他只能寄望千岛流能够将段晨灭杀。从刚才的情况来看，段晨已经是强弩之末，千岛流虽然也受了伤，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只要能追上段晨，将他灭杀，应该并不是问题。唯一可惜的是，没有办法在全国百姓的面前审判段晨了。丰臣秀吉重重叹息一声，也不知我昭和国的士气何时才能恢复过来。一片阴森昏暗的世界，奇石林立，一棵棵赤色的参天大树耸立在大地之上，到处都充斥着血腥腐烂的气息。一只只体态狰狞的怪物在各处游走，偶尔发出一声震耳的嘶鸣，骇人无比。一片丛林中，一群怪物刚刚狂奔而过，突然一道光芒出现，段晨庞大的身影狼狈不堪地落在了地面上。我操！段晨一个踉跄，站稳身子，好险，若是在晚上半秒钟，恐怕就要强行触发红莲重生了。被一群昭和狗打到重生，好丢人的感觉。虽然通过秘境逃走也有些丢人，但总好过被打重生要好些。段晨扭动一下身子，眼中光芒闪烁，给老子等着！等我恢复过来，一定给你们杀一个回马枪，说灭你10座城市，就一定灭你10座城市，少一座，老子都不离开昭和国。叮！提示：千岛流通过秘境传送阵进入慈木秘境，该职业者与你是非组队状态，无法传送至同一坐标，请注意。提示：作为慈木晶核的使用者，你可以通过小地图查看其他人的坐标位置。段晨微微一怔，千岛流也跟着进来了，连忙打开小地图。段晨定眼一看，果然看到了一个红点。追我竟然追到慈木秘境了！段晨舔了舔嘴角，他能通过小地图随时查看千岛流的位置，对方想追杀他，根本是痴人说梦。只要他有心躲藏的话，把千岛流泪尿血也别想找到他。不过段晨可没打算一直躲下去，千岛流也已经身受重伤，未必比我好到哪里去。好好谋划一番的话，说不准能把那个老狗阴死。等离开慈木秘境，再次降临昭和国的时候，老子直接把这个老狗的尸体插在昭和国的膏药旗上。此时，先前从这里过去的那群怪物已经调转方向，朝着段晨冲了过来。名称：慈木尸鬼，等级75级，血量200万，力量10万，敏捷5000，精神5000，防御5万，技能撕咬。撕咬被动技能，被慈木尸鬼击中之后，伤口会出现持续流血状态，治疗效果减少 50%， 该负面状态无法叠加。我操，这怪物等级好高啊！段晨一个顶级探查术丢过去，被这些怪物的等级吓了一跳，竟然是75级的小怪。不过一想也是，慈木童子是昭和国的4圣兽之一，这慈木秘境的怪物肯定不会弱，而慈木童子本体等级很可能达到90级，甚至更高，有点不好搞啊。以我的实力，即便攻击慈木童子本体的时候有 100% 伤害加成，又有昭和克星徽章相助，想要灭掉慈木童子恐怕也不容易。搞不好的话，我自己都可能交代在这里。段晨舔了舔嘴角，看样子得想一个万全之策才行。眼见一群怪物冲过来，段晨没有急着出手，而是掉头就跑。他现在身上还有伤，一身实力根本无法发挥出来，得先找个地方好好恢复一下才行。一路狂奔，段晨终于成功将一群怪物甩开，随后便连续拿出一堆治疗药剂吞了下去，还不忘将荒神和玄帝召唤出来，给他们也喝下一些治疗药剂。第110章，老逼灯想抢我 boss， 那就玩把大的。一处山谷之中，段晨的身子靠在断壁上，小心翼翼地查看着周围的情况。他的体型太过庞大，只能借助这种悬崖峭壁和参天大树才能勉强隐藏身形。小地图上代表千岛流的那个红点正在快速移动，不过距离段晨现在的位置还有很远的距离。段晨可以通过小地图查看千岛流的位置，可千岛流却不行。现在的千岛流就和一个无头苍蝇一般，根本不知道该去哪里才能找到段晨。现在正一点点的在慈木秘境搜索。小地图上除了显示了千岛流的位置之外，也标注了慈木童子所在的坐标就在慈木秘境的最深处。而从千岛流移动的方向来看，他在寻找段晨的同时，也同样在一点点的朝着慈木童子的坐标靠近。那可是昭和国4圣兽之一，这么多年，昭和国职业者见过的都只是慈木童子的分身，还从未有人成功开启慈木秘境，见到慈木童子的本体。千岛流阴差阳错闯入慈木秘境，又岂会放过这个机会？追杀段晨固然重要，但猎杀慈木童子也同样重要。若是能将慈木童子搞死的话，最差也得爆一件神器吧。运气好的话，甚至可能爆出专属装备，或者是上古神器，搞不好还能得到慈木童子的魔宠蛋呢。段晨盯着小地图看了几眼，忍不住啐了一口：这老东西不讲武德呀，你倒是来追杀我呀，接近 BOSS 干什么？还想和我抢 BOSS 啊？这让段晨有些不淡定了。他原本还想和千岛流好好周旋一下，
然后找机会把这个老东西搞死。可现在人家奔着慈木童子去了，万一被对方捷足先登，先一步搞死了慈木童子，他找谁说理去？千岛流会飞呀，机动性要比我高很多。我想找到慈木童子的话，就得一路横穿过去，沿途不知要遇到多少怪物，麻烦啊！段晨的脸色有些阴沉。此时治疗药剂的效果已经生效，他的伤势已经开始渐渐恢复。荒神、玄帝的血条也上涨了许多。转头看了自己的2只魔宠一眼，段晨无奈的叹息一声，好想要一只属于我的飞行魔宠啊！听到这话，荒神和玄帝都有些委屈，他们也想飞啊，可飞不起来啊！妈的！段晨站起身来，拍了拍身上的尘土，恼怒道：看样子得铤而走险了，敢在老子嘴里抢食，是可忍孰不可忍！小的们，走了，主人带你们玩一把大的。荒神和玄帝露出疑惑之色，显然没明白自己主人的意思。玩把大的？有多大？苍穹之上，千岛流脊背上金色的羽翼缓缓扇动，他的视线不断地扫视着下方的地面，想要找到段晨的位置。在他看来，段晨的体型特征太过显眼，想要找到应该并不难。30多米的身高，往地上一站就如同一座山，就算相隔10几里，甚至10几公里，也能看得一清二楚。而且地形崎岖，气势凌厉，丛林密布，遮挡视线的障碍实在太多了。再加上慈木秘境范围广阔，一时间竟也无法找到段晨的踪迹。吼吼！一声声咆哮传来，前方云层之间，一群长着恶魔羽翼的怪物俯冲而下，直奔着千岛流扑杀过来。这是一群82级的小怪，其中还有一只85级的精英怪物。没想到老夫有一天还能进入慈木秘境。段晨，你这是为老夫做了嫁衣啊！千岛流眼中寒光闪烁，为了感谢你，老夫在将你碎尸万段之前，一定会好好的折磨你一番，挖掉你的眼睛，割掉你的舌头，耳朵斩断你的4肢。哈哈！尖锐的笑声从他口中发出，随后一把青色团扇出现在他的手中，浑厚的精神力迸发，无数金色的羽毛从他身后射出，朝着前方的怪物轰过去。原先那把神器千秋扇耐久已经清零，而且是永久破损，无法修复。现在千岛流用的这把团扇是他一直放在物品空间备用的，是一把80级的史诗团扇，属性远没有那把千秋扇强大，自带的技能更是弱了几个档次。片刻之后，一群飞行怪物被千岛流灭杀。他微微喘息几声，擦了擦脑门上的汗珠，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治愈一下身上的伤势，否则再遇到几波怪物群，就算老夫也吃不消了。千岛流朝着下方看了几眼，然后纵身朝着一棵参天大树落了下去。他的伤势也很重，若是不进行疗伤的话，伤势还可能会恶化。他现在这种情况，只能勉强清理一些小怪，若是遇到慈木童子本体的话，恐怕就得交代在慈木童子的手里了。段晨，先让你多活一会。不过话说回来，这慈木秘境的怪物还真是多啊，而且非常密集，等级也都在70级以上。千岛流冷笑一声，盘膝坐在树干上，然后取出几瓶治疗药剂。另一边，段晨一直在注意着千岛流的坐标位置。停下了。段晨眉头微微一皱，看样子和我一样是在疗伤。如此也好。段晨嘴角微微一翘，露出一丝邪意。他的视线朝着前方看去，数百米开外正有一群怪物在游荡，数量很多，竟然有近1000只。喂，那边的怪物朋友，看这里，我正在向你们招手。段晨拿出一块小石子丢了出去，没有使用巨人投掷，就是普通的丢石头。砰！一声闷响，石头砸在一只怪物的身上，这枚石子就好像投入湖泊一般，瞬间让平静的湖面荡起涟漪。好！一声声咆哮，所有怪物全部转头朝着段晨看了过来。喂，快来追我呀！追上我，我就让你们嘿嘿嘿！段晨招了招手，眼见1000余只怪物追过来，二话不说，骑着玄帝掉头就跑。叮！提示：魔宠玄帝的石灵防御技能触发，所有防御增幅已经同步反馈到主人身上。第111章，一个技能累计100万防御值。数以千计的怪物在段晨的身后紧追不舍，他们嘶吼咆哮，疯狂地追击着段晨。偶尔有几只怪物脱离了队伍，段晨还不忘回头来一击巨人投掷，又成功将仇恨拉了回来。不杀怪，主打一个6怪。时间一点点过去，段晨身后的怪物越来越多，这些怪物清一色都是70级以上，密密麻麻，已经有数万只之多。而且随着段晨不断的引怪，跟在他后面的怪物数量也越来越多。荒神，注意距离，放风筝，懂不懂？玄帝，你的腿倒腾得快点，别被追上了，有点费劲啊。如果我有嘲讽类的技能就好了。段晨嘴里不停地嘀咕着，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尽可能的吸引更多的怪物，
然后将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直接带着怪物群一路杀向慈木童子所在的坐标。慈木秘境广阔无比，按照段晨的猜测，这个秘境里的普通怪物至少有数千万只，甚至更多。今天高低也得搞出一个史诗级的兽潮，1000万级别的那种。段晨咧嘴一笑，千岛流，等再次见面的时候，你就说惊不惊喜就完了。他之所以要这么做，完全是因为玄帝的石灵防御技能。石灵防御被动技能，玄武周围范围每增加一个敌人，则自身的防御力提升 0.1%， 石灵防御所带来的增幅将会同步反馈到主人身上，使主人获得同样的防御增幅效果。段晨打算利用这个技能给自己叠加一波防御，至于最终能叠加多高，段晨也不清楚，走一步算一步吧。反正手里现在还捏着一个红莲重生，就算把自己浪死了也没关系，大不了复活重来。另一边，千岛流在治疗药剂的帮助下，伤势已经恢复了许多。他缓缓站起身，打开小地图查看了一下，在他的小地图上同样能看到慈木童子所在的坐标。既然暂时找不到段晨，就先去把慈木童子解决吧。以我的实力，若是小心一点，应该能将慈木童子磨死才对。千岛流摸了摸下巴，实际上心里也有些没底。他曾经参与过和八岐大蛇的战斗，那一次10大八岐神将全部出动，却也只是和八岐大蛇打了个不分上下。那一战打了7天，最后因为秘境副本的倒计时结束，所有人被强行驱逐了秘境副本，才算是结束了战斗。而最终的结果，八岐大蛇血条掉了 40%， 而他们10大八岐神将全部受了重伤。不过八岐大蛇虽然和慈木童子一样位列4圣兽，可实力却有着天差地别。这一点在圣兽之地战场的时候就已经能看出来了，八岐大蛇分身的各项属性就比慈木童子分身高出一大截，单单血量这一条属性就差了1倍不止，说是2个层次的 BOSS 也不为过。也正是因为这个关系，千岛流才敢独自一人去猎杀慈木童子，即便没有办法正面硬刚，靠着空中优势与之周旋，然后去磨掉慈木童子的血条，应该也是可以的。千岛流已经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嗡！身后的金色羽翼张开，一身阴阳师的长袍随风而动。下一秒钟，千岛流已经纵身而起，飞入空中，直奔着慈木童子所在的坐标靠近过去。与此同时，另一个方向的段晨也注意到了小地图上的红点变化。千岛流终于动弹了。段晨咧嘴一笑，先让你和慈木童子打一会，等老子多准备一下，然后给你一个大惊喜。说着，段晨又朝着另一个怪物群靠近过去。在慈木秘境的最深处，有着一个巨大的王座，慈木童子那犹如山峦一般的身躯坐在上面。和圣兽之地的慈木童子分身不同，眼前这个慈木童子的体型更加庞大，竟然足有100米高。在王座的附近还聚集着100余只精英小 BOSS 以及数万只小怪。高坐在王座的慈木童子突然睁开眼睛，猩红的瞳孔遥遥地望向虚空，竟然有人类职业者闯入神的秘境。慈木童子的神色充满了不屑，甚至还妄想靠近神灵。去，杀了他！虚空中，千岛流的身形停留在云层之下。此时，他距离慈木童子还有10数里的距离，却已经能感受到慈木童子身上散发的强大压迫。竟然有这么多小怪和精英怪物守护！千岛流眉头一皱，不过很快又舒展开来。还好大部分都是陆地怪物，以我的空中优势，应该有机会。吼吼！地面上，一群拥有翅膀的怪物腾空而起，密密麻麻地朝着千岛流扑了过来，足有5000余只。哼！千岛流冷哼一声，也不知道段晨那个畜生在哪里。如果他知道老夫正在猎杀慈木童子，不知会作何感想。开启一个秘境用来逃命，却给老夫做了嫁衣！哈哈！大战瞬间爆发。事实上，像慈木童子这样的大 BOSS， 智慧已经丝毫不弱于人类职业者，而且作为慈木秘境的主宰，他几乎可以调动整个慈木秘境的怪物。一旦他的血量降到一定程度，便会驱使秘境各处的怪物前来支援。可惜段晨并不知道这一点，直到现在还骑着玄帝在到处引怪呢。一片平原之上，段晨骑着玄帝一路狂奔，荒神迈着4只紧随其后。这一刻，玄帝和荒神的体型占了很大的优势，大长腿迈开，轻而易举就能和身后的兽巢拉开距离，让自己一直处于一个非常安全的距离范围。后面一旦有怪物掉队，段晨二话不说，回头就丢出一块石头，又重新把仇恨拉回来。怪物数量就好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吼吼！大地震动，愤怒的咆哮声此起彼伏。在段晨的身后，跟着密密麻麻数之不尽的怪物。兽巢！这种规模的怪物大军，已经形成了足以毁灭一座城市的恐怖兽巢。叮！提示：
魔宠玄帝的石灵防御累计同步1037851点防御值到你的身上，请注意。第112章，两个狗东西玩得很嗨啊！听到耳畔的提示，段晨忍不住大笑起来。单单一个石灵防御就给我累计提供了100多万点的防御，如果再算上段晨自己的神级防御，100万点直接翻倍，200万应该差不多了吧？段晨舔了舔嘴角，转头朝着秘境最深处的方向看去。他一直通过小地图关注着千岛流的位置坐标，现在千岛流所在的坐标已经和慈木童子极为接近，偶尔还会出现重合的情况，这说明千岛流已经和慈木童子干起来了。现在过去还太早，不如让受潮再壮观一些。段晨心中想着，眼见前方一片密林中有怪物的身影出现，于是二话不说，随手一块大石头砸了过去。那边的怪物朋友，快来，上车了！吼吼！密林中的怪物感觉自己受到了挑衅，一群群的冲出密林，很快就融入到了兽潮之中。荒神，小心一点，别被兽潮包围了，我们是放风筝，不能被包饺子。玄帝，往左，快往左跑，前面都是怪物。荒原之上，段晨一路怪叫，偶尔丢出几块石头，将一群群的怪物吸引过来。兽潮也越来越庞大，有好几次段晨都险些被兽潮淹没，还好他跑得快，不然这兽潮还未等引到慈木童子那边，就已经把他的路全都堵死了。看着身后的兽潮，段晨忍不住舔了舔嘴角。这么多怪物啊，而且都是70级以上的怪物，如果能全部弄死的话，我的等级肯定会提升一大波。我现在是35级，搞不好一下子都能提升到50级，甚至60级了，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搞死。段晨心中想着。慈木秘境最深处，大战还在继续。千岛流的想法很好，认为自己靠着空中优势能够一点点的磨死慈木童子。他的想法也确实没错，可慈木童子的技能范围实在太远了，他这边刚被一群飞行怪物拖住，那边慈木童子就一个超远距离技能轰了过来，一时间将千岛流打得狼狈不堪。不过千岛流毕竟是90级的顶尖强者，昭和国8期神将之一，虽然被慈木童子逼迫得狼狈不堪，但也一点点的在消耗着慈木童子的血条。千岛流倒也不着急，他的时间非常充足，只要计算好慈木童子每一个技能的冷却时间，按照千岛流的估计，最多3天时间他就能把慈木童子灭掉。幽冥火焰，千岛流手中团扇迅速扇动，刹那间一片幽蓝色的火焰出现，直奔着慈木童子笼罩过去。亡命之妖，千岛流的第2个技能也跟着施展出来，不过这个技能不是直接奔着慈木童子去的，而是锁定了慈木童子身边的几个精英小 boss。诡异的光束从团扇上涌出，瞬间落在了那几个精英小 boss 的身上。叮！提示：你施展亡命之妖，成功操控慈木幽鬼，操控时间10分钟。提示：你施展亡命之妖，成功操控隐秘恶魅，操控时间10分钟。好，在亡命之妖的作用下，那几只精英小 boss 眼中光芒一闪，竟然同时调转方向，朝着慈木童子扑了过去。嘘！哔！千岛流轻喝一声，2道符文落在自己的身上，一个是增加速度，一个是增加防御。不得不说，阴阳师这个隐藏职业确实强悍，不但拥有法师系的强攻手段，还拥有辅助系的辅助技能。如果换成其他职业者，即便等级和他差不多，也未必有本事和慈木童子对抗。慈木童子，你死定了！千岛流的声音传来。人类蝼蚁竟然妄想屠神，简直不自量力。慈木童子的声音阴冷无比，下一瞬间，他猛地张开血盆大口，凄厉的嘶鸣响彻天地。技能灵魂嘶鸣，这个技能和慈木童子分身的灵魂嘶鸣一样，或者说慈木童子分身所拥有的技能，慈木童子本体同样拥有，而且更加强大。时间不知不觉的过去，慈木童子的血量一点点的掉落，千岛流也几经波折，先后3次退出战场进行治疗。又经历了数个小时的厮杀之后，千岛流已经看到了希望，慈木童子的血量也已经掉到了 32%。等他的血量掉到 30% 以下，会进行一次鬼炎吞噬，血量会恢复一部分。千岛流眼中寒光闪烁，不过他的这个技能在1个月之内只能使用3次，我也只是需要多打掉一部分血条而已。鬼焰吞噬被动技能，慈木童子的血条掉落到 30% 以下时，可以发动一次鬼焰吞噬，通过吞噬慈木秘境的怪物来恢复自身血量，随机获得 10% 至 30% 的血量值。此技能在连续触发3次之后，将进入1个月的冷却期。很快，慈木童子的血量掉到了 29%。好！一声嘶吼，慈木童子猛地张开血盆大口，一股诡异的吸力从他的口中爆发。在那吸力之下，距离他最近的几只怪物不由得飞了起来，被慈木童子生生吞入腹中。这股吸力不单周围的怪物受到了影响，就连空中的千岛流也险些一个跟头栽下去。
还好他第一时间向上拔高100米，才躲过了犀利的覆盖范围。短短片刻，慈木童子的血量迅速恢复。等到鬼炎吞噬的效果结束之后，他的血量已经重新回到了 48%。这一幕早在千岛流的意料之中，所以在看到慈木童子血量恢复之后，他的表情并没有太多变化。继续，今天老夫必杀你！杀了你之后，再去把段晨找出来，碎尸万段。那个小畜生说不准正躲在哪个角落瑟瑟发抖呢。千岛流狂笑一声，一个个技能再次砸落下去。轰隆隆！突然，大地微微震动起来，一阵阵暴虐的气息从远方急速而来。大地震动，整片天地突然咆哮之声大作。人类，看你还如何猖狂！慈木童子狂吼一声，散布在秘境各处的怪物已经聚集而来，前来救驾。今天你必死无疑。放心，我会一口一口的将你吞食，用你的肋骨剔牙。第113章，接近200米的大长腿，见过吗？轰轰！伴随着轰轰巨响，整个世界都好像在晃动一般。那恐怖骇人、嗜血残暴的气息从远方而来，让千岛流感觉到不寒而栗。兽潮！千岛流猛然转头，朝着远方看去，视线所及之处，密密麻麻的怪物正一路狂奔而来，怪物数量之多，简直前所未见。粗略估计，恐怕要超过1000万之数。千岛流乃是昭和国的8旗神将之一，一生经历过无数次战斗，也同样参与过多次抵抗兽潮的大战。兽潮在这个全民转职的世界并不少见，许多城市都曾遭遇过兽潮的袭击，少则几千上万只，多则几十万上百万只。超过1000万只的怪物大军，在全民转职降临至今的500多年，可谓是屈指可数。而现在，远处无数怪物狂奔的画面，显然已经达到了1000万的级别。在那怪物大军之中，除了陆地狂奔的怪物之外，还有许多拥有飞行能力的怪物。千岛流的眉头紧皱，脸色变得有些难看。按照先前的战斗状况来看，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他绝对有把握将慈木童子灭掉。可现在兽潮降临，这让他猎杀慈木童子的难度无疑提升了数个档次，甚至可能彻底失去杀掉慈木童子的机会。该死，为什么会出现兽潮？千岛流暗骂一声，突然他的瞳孔一缩，然后有些不可置信地揉了揉眼睛。那是段晨。只见兽潮的最前方，一个巨大的身影骑着一只玄武，正一路狂奔。在那个身影的旁边，还跟着一只体型庞大的荒原狼王。段晨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千岛流郁闷的心情消散，嘴角泛起一丝森冷的笑意。下一秒钟，他竟然果断地放弃和慈木童子纠缠，双翅一震，身形已经从空中俯冲而下，直奔着兽潮的方向迎了过去。段晨，老夫找你找得好苦啊！你被这么多怪物追杀，竟然还能活到现在，看样子是老天都在帮我，特意让兽潮将你驱赶到老夫的面前，然后由老夫亲手将你碎尸万段。千岛流的狂笑声响彻天地，显然他以为段晨是在被兽潮追杀，慌不择路才跑到了这个地方。此时段晨也同样看到了千岛流。老瘪犊子，你找我找得好苦，老子为了对付你，引怪引的才叫苦呢。老东西，想不想要你孙子的尸体？想要的话，就给老子拦住后面的兽潮，你孙子的脑袋还在我的物品空间呢。段晨到现在都不知道千岛流的孙子到底是谁，可这并不妨碍他用这件事去激怒千岛流。果然，在听到段晨的话之后，千岛流瞬间恨意滔天。不过他毕竟是昭和国的8旗神将，一生征战无数，并没有被仇恨彻底冲昏头脑。段晨，老夫已经看破了你的手段，你应该拥有一种极为强大的反伤技能吧？千岛流咬牙切齿，想激怒老夫，让老夫直接对你发动攻击，然后靠着反伤和老夫来一个2败俱伤。段晨，你太天真，太年轻了。千岛流是想要段晨的命，甚至恨不得将段晨碎尸万段。可这里是慈木秘境，他杀了段晨之后，还得继续去和慈木童子战斗。一旦因为反伤的关系让他身受重伤，很可能会让慈木童子坐收渔翁之利，搞不好的话，可能会把命交代在这里。千岛流冷笑一声，老夫只需要拦住你的去路，然后让后面的兽潮将你淹没，便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的灭杀你。到时候，你的尸体将会被无数怪物践踏，血肉被无数怪物啃食。我操！这次轮到段晨愣了，这老逼灯很阴险啊，自己不出手攻击我，竟然想借着兽潮的力量来杀我。但不得不说，千岛流的这个办法是最好的，也是最稳妥的，至少可以保证他不会被段晨反伤。显然，他已经被段晨的反伤给搞怕了。灰色蔓藤，千岛流身前出现一个个玄奥的铭文，铭文光芒闪烁，一股浑厚的魔力奔腾而出。下一秒钟，段晨前方地面微微一颤，一条条灰色的蔓藤从地面钻了出来，
蔓藤的覆盖面积极为广阔，竟然笼罩近千米范围，每一根蔓藤都犹如狰狞的触手一般，上面长满了锋利的倒刺，倒刺闪烁着墨绿色的光芒，看起来好像含有一种莫名的毒素。控制系技能灰色蔓藤，灰色蔓藤大范围技能，目标被蔓藤缠绕之后，有 30% 的几率被困在原地5秒钟，有 30% 的几率使目标受到毒素影响，速度降低 50%， 持续10秒钟，有 40% 的几率仅对目标造成巨额伤害，3种效果无法同时触发。不得不说，这个技能非常的诡异，而且难缠，而且以千岛流的实力施展出来，每一根蔓藤的长度竟然都有5米左右，这样长度的蔓藤，即便段晨身高有35米，一旦陷入其中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一旦被拖住，必然会被后面的兽潮追上。若是被困在兽潮之中，再想对付千岛流的话，恐怕就不容易了。切！段晨撇撇嘴，老东西真是个大聪明。对了，接近200米的大长腿，你见过吗？段晨突然的一句话让千岛流微微一怔。200米的大长腿，人呢？还是怪物啊？还未等千岛流反应过来，一股狂暴的力量突然从段晨的身上爆发开来。轰隆隆，一阵阵骨骼崩裂的声音响起。段晨的双腿猛地拔高，原本就粗壮的双腿竟然在顷刻间暴涨到了200米的高度。200米的大长腿啊，就犹如擎天柱一般，直接将段晨的身躯抬到了高空之上。技能局部背化。在此之前，段晨每次施展局部背化几乎都用在双臂上，可这一次他为了自己能到达千岛流的高度，让千岛流的空中优势彻底消失，竟然直接把局部背化用在了双腿上。第114章被大长腿支配的恐惧。这就是200多米的大长腿。看着此时的段晨，千岛流满脸惊愕，整个人都愣住了。该死，这个段晨的技能怎么如此变态？在此之前，曾见他将双臂暴涨到160余米，随手丢出一块石头能攻击到10数公里开外。虽然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技能，但肯定是背化师的专属技能。原以为这个技能仅限于双臂的变化，可现在看来其他部位也可以变大。双腿背化看起来要远远比双臂背化更加震撼。作为慈木秘境终极 BOSS 的慈木童子，身高也才100余米左右，现在竟然连段晨的膝盖都不到。兽潮的嘶吼声猛地一滞，一个个怪物瞪大双眼，不可置信地看着前方的怪物。我们追的真的是一个人类职业者吗？怎么感觉这个家伙比我们更像是怪物？老逼灯，咱俩近距离亲近一下。段晨哈哈大笑，双腿猛地弯曲，下一瞬间，一股难以想象的力量从他的双腿爆发开来。轰！地面崩裂，整片大地猛烈地震动起来，他那庞大的身躯已经轰然而起。段晨的速度实在太快，实在难以想象那样庞大的体型在双腿全力爆发的情况下，竟然能达到如此恐怖的速度。这一刻，段晨身形掠过的空间都好像扭曲了起来，仅仅一瞬间，他就已经冲到了千岛流的近前，手中的神器鬼焰烈剑朝着千岛流当头斩下。好快！千岛流瞳孔猛缩，刹那间，一个个符文出现在他的身前，形成一面金色的盾牌。B！ 轰！段晨的长剑狠狠轰击在盾牌之上。虽说双臂没有使用局部背化，鬼焰烈剑也只是原本的大小，可是别忘了，即便只是原本的大小，也有接近40米长。伴随着轰隆隆的巨响，千岛流的身形直接被轰飞出去。不过，让人意外的是，他身前那一层金色的护盾竟然没有破碎。气煞我也！千岛流咆哮连连。他可是昭和国的8旗神将，昭和国顶尖强者之一，竟然被一个35级的小辈当苍蝇一样拍。这一幕让他不由得想起自己死去的孙子。当初在圣兽之地，他的孙子千岛川就是被段晨当苍蝇拍死的，就那样2只手啪的一声，直接就把他的孙子拍成肉泥了。更气的还在后面呢。段晨咧嘴一笑，一层黑雾从他的身上四散开来，黑雾扩散，只是一转眼的功夫便已经笼罩数里。技能黑夜之灵，专属装备骸骨之灵徽章的自带技能。轰！段晨的身形重新落在地上，然后又一次高高跃起。此时千岛流的心中生出不好的预感，四面八方弥漫的黑暗让他瞬间失去了方向，视线里的一切全都消失不见。黑！无尽的黑，伸手不见五指，就连释放技能所散发的光芒也好像被黑暗淹没一般，所有的光线在这一刻好像都被黑暗吸收一般，让整个世界彻底没了颜色。嗖！呼啸的狂风卷起，一股恐怖的威压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从下方而来。千岛流心中一惊，身后的金色翅膀猛烈扇动，身形连忙朝着旁边让去。该死，这个段晨怎么如此难缠？一个个诡异的技能层出不穷，他真的只是一个35级的职业者吗？老子可是90级的8旗神将，
竟然被这个小畜生逼迫得如此狼狈。老东西，还不敢施展攻击技能吗？段晨不屑的声音传来，堂堂90级职业者竟然不敢出手，你们昭和国的巅峰强者都这么废物吗？轰！数十米长的巨剑出现千岛流的头顶，狠狠地砸在千岛流身周的金色盾牌上。伴随着一声巨响，千岛流的身形犹如流星般坠落下去，直接摔在了兽巢之中。吼吼！凄厉的嘶吼声此起彼伏，四面八方密密麻麻的怪物终于找到了宣泄的方向，发疯似的朝着千岛流扑了过去。全都给老夫滚开！千岛流怒喝一声，他不敢轻易对段晨施展攻击技能，那是因为他惧怕段晨的反伤能力。可是面对四面八方扑来的怪物，千岛流却丝毫没有顾忌，无数锋刃从团扇上喷涌而出，化作一道道飓风朝着周围四散开来，将一群小怪卷飞出去。可他现在是身处在兽巢之中，周围的怪物数量实在太多了，而且不只是地面上，天空中也是密密麻麻的怪物，几乎将他天上地下所有的方向全都封死了。该死！千岛流的脸色铁青，从第一眼看到段晨，千岛流都没有想过自己竟然会如此狼狈。这还没完呢，真正让他吃惊的还在后面。半空中，段晨那犹如山峦般的身躯从天而降，200米大长腿狠狠地踩踏在了兽巢之中。老东西，你我2人都身陷兽巢，这回看你还不死！段晨哈哈大笑。周围的怪物被段晨遛狗似的遛了那么久，现在发现目标就在身边，于是连忙发疯似的扑向段晨。可是段晨对于周围扑来的怪物却毫不理会。咔嚓咔嚓，尖锐的獠牙狠狠地撕咬在他的小腿、脚踝上，一些怪物顺势而上，想要够到段晨的膝盖，可他的双腿就高达200米，膝盖已经有100米高，哪是那么容易够到的？还有许多拥有远程技能的怪物，口中喷出一个个锋刃、火球，朝着段晨轰来。段晨，你是想拉着老夫同归于尽？千岛流怒吼道，简直痴心妄想！你现在同样身陷兽巢，要死也是你先死！段晨没再说话，他的双脚迈开，一路在兽巢大军中横趟过去，那些扑到他身上的怪物，轰击在他身上的技能就好像刮痧一样，别说伤到他，连在皮肤上留下一道白印都做不到。200米高的大腿，上面的腿毛都比一些小怪要高。不过腿毛长不是重点，重点是段晨通过石灵防御获得的防御加成实在太恐怖了，单单这一个石灵防御，再配合神级被动给他提供的防御，就已经超过了200万点。如此恐怖的防御，这些怪物又岂能伤到段晨？别说被兽巢包围，就算在兽巢里面洗澡都没事。第115章，我可是8级神将，怎么会死？黑夜之灵的效果依旧存在，整个战场被黑暗笼罩，千岛流只能拼命地竖起耳朵，通过周围的声音以及杀气来辨别怪物的位置。至于周围的怪物大军，他们被气味吸引，很容易就能辨别到敌人的大致位置，然后发起攻击。轰隆隆，大地震动，一阵阵轰鸣声由远及近。千岛流的脸色变得铁青，他知道肯定是段晨靠近过来了。该死，全都给老夫滚开！千岛流手中的团扇不断的挥动，浑厚的精神力奔腾而出。技能亡命之妖，下一秒钟，诡异的力量已经将周围数十只怪物暂时控制，这让周围怪物的攻击出现了短暂的呆滞，也给了千岛流一些喘息的机会。他来不及多想，身后金色的羽翼猛地扇动，身形已经从兽巢中飞起，显然他是想重新飞回到空中，占据自己的空中优势。可段晨好不容易才把他从空中砸下来，又岂能让千岛流再轻易逃脱？给老子下去吧！段晨狂笑一声，庞大的身躯犹如泰山压顶，直接出现在了千岛流的上方。轰！巨大的盾牌狠狠地轰击下来，直接砸在了千岛流的身上，再一次将千岛流从半空中轰击下去，砸在了兽巢之中。老逼灯，今天必须死一个！段晨的身形随之落下，巨大的脚掌直奔着千岛流踩了下去。技能巨人践踏！轰！虽然在最后关头，千岛流的身形成功躲开了段晨的脚掌，可是巨人践踏所形成的冲击却依旧狠狠地撞击在了千岛流的身上。在正常形态下，段晨的巨人践踏技能范围已经能笼罩近1000米，现在他的双腿暴涨到200米，巨人践踏这技能范围也随之暴涨。轰！轰隆隆，大地震动，恐怖的冲击以段晨的双脚为中心，疯狂地朝着四面八方冲撞过去。肉眼可见的冲击波形成，伴随着嘶吼和咆哮，密密麻麻的怪物被掀飞出去，同时也触发了巨人践踏自带的眩晕效果。近万米的战场都被巨人践踏笼罩，千岛流也同样没能幸免。老东西，你身周的乌龟壳很硬啊！趁着千岛流被眩晕，段晨手中的鬼焰烈剑再次斩落。段晨拥有
昭和克星徽章，其中自带的昭和职业克星这个技能可以无视昭和国职业者的防御。可千岛流凝聚出的防御技能明显并不是单纯的增加防御力，而是具有极强的减伤效果，这才能连续挡住段晨的攻击。轰！一剑砸落，恐怖的力量将千岛流直接砸进了大地之中，硬生生将千岛流的身体嵌在了深坑里。段晨，老夫和你拼了！千岛流彻底疯了，他已经顾不得段晨的反伤，现在他只想爆发出全部的手段，将段晨彻底灭杀。至于灭杀段晨之后，他是否会被反伤成重伤，千岛流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因疾风轮盘，千岛流咆哮一声，恐怖的风元素从深坑中爆发。通过声音，千岛流直接锁定了段晨所在的方向。刹那间，风元素凝聚成一个犹如实质的轮盘，直奔着段晨切割过去。轮盘巨大，直径有数十米，这已经是千岛流所掌控的最强单体技能了。即便是直接轰击在慈木童子的身上，也能一击带走慈木童子一大截血条。唯一的缺陷就是冷却时间太久，足有4个小时的冷却时间。眼见着千岛流发起攻击，段晨大喜过望，老逼灯终于舍得出手了。眼见着那巨大的风元素轮盘横扫而来，段晨直接放弃了防御，竟然将自己的身体迎面朝着风元素轮盘撞了过去。噗噗，风元素轮盘急速划过，前方一只指怪物躲避不及，直接被轮盘划过身躯，内脏狂飙，鲜血喷洒。那一只指70级以上的怪物直接被风元素轮盘斩断了身躯，竟然被一一秒杀当场。这威力，如果没有石灵防御给我提供的防御加成，恐怕一个照面就把我的身体切成2半了。段晨双眼放光，现在，嘿嘿，老子喜欢。好，为了让自己的属性发挥到极致，段晨直接开启了骸骨将军变身，3%的属性加成让他的全身属性又涨了1小节。轰！下一瞬间，那巨大的风元素轮盘已经轰击在了段晨的胸口，伴随着轰轰巨响，在那恐怖的冲击之下，段晨的身躯不由得向后连退数步，犹如擎天柱一般的大长腿，连退数步已经有1000米距离。待到风元素消散，段晨的身形稳住，他的胸口已经血肉模糊。嗨嗨！强烈的疼痛让段晨剧烈的咳嗽起来，不过胸口的伤势看似严重，实际上却只是皮肉伤，并没有伤到筋骨。也就是说，他靠着自己的肉身防御，生生扛住了一个90级职业者的全力一击。另一边，千岛流的脸色苍白无比，他的眼中写满了惊恐，胸口剧烈起伏，突然一口夹杂着内脏的鲜血喷了出来。不，这不可能！那可是我的全力一击，怎么可能秒不掉一个35级的职业者？千岛流想不明白，他刚才在出手的时候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而最坏的打算便是段晨被秒杀，他本人被段晨的反伤轰击成重伤。重伤的程度甚至可能让他失去战斗力，最终放弃慈木童子，狼狈逃离慈木秘境。这已经是千岛流能想到的最坏结果了。可现在一切好像和他想的完全不一样。段晨非但没死，甚至都没受到多重的伤害，可他本人所承受的反伤却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此时此刻，千岛流感觉自己的内脏已经崩碎，全身毛孔疯狂的向外渗出血液，然后是鼻腔、眼眶、耳朵，鲜血不断的涌出。第116章特殊回城石，圣界石碑碎片。千岛流艰难地抬起双手，不可置信地看向自己的手掌，他的一双手掌已经崩碎，那把史诗级的团扇耐久直接清零，被强行收回了物品空间。不可能是这样的结果，应该是我杀了段晨，为我死去的孙子报了仇才对。我可是昭和国8旗神将之一，90级的隐藏职业阴阳师，我千岛流征战无数，不可能死在一个35级职业者的手里。千岛流的眼中写满了不甘，他怨恨无比地瞪视着段晨所在的方向，好像要将那个身影记在灵魂深处。可惜黑夜之灵遮挡了他的视线，只能通过声音大致判断出段晨所在的方向，却根本看不到段晨的身影。轰！身后金色的翅膀崩裂，他的身躯从半空中摔落下去，仅存的最后一丝气息也犹如潮水般退去。可就在他的身体即将坠落到兽巢之中的时候，却被一双大手直接抓住。哎呀呀，你这身子骨被怪物撕碎太可惜了。段晨捏着千岛流的脑袋，将他提到面前。我曾说过要把你的尸体串成串，然后挂在幕府的膏药旗上，放心，我会找一个结实的竹签，把你串得漂漂亮亮的。黑夜之灵的效果消失，笼罩在整个战场的黑暗迅速退去。在生命尽头的最后一刻，千岛流终于看到了段晨。段晨，对了，你孙子到底是谁啊？千岛流拼尽最后的气息，大天，哦，是那个大天狗啊。
他死得老惨了，被我一巴掌拍成了肉泥，连骨头都拍成渣子了。段晨恍然，喂，这就死了呀？要不多聊一会？我和你讲讲拍死你孙子时的感受，发表一下200字的心得感言。一具身体在我的2手之间，啪的一声，喂，你有没有听我说话啊？轰！一堆物品从千岛流的身上散落下去。死透了，爆装备了。人死了，装备也爆出来了，一身属性暴跌。段晨手上的力度一个不小心，啪的一声，竟然直接把千岛流的脑袋给扭了下来。我操！段晨吓了一跳，连忙拿出一根黑铁品阶的法杖，好像穿羊肉串似的，直接把千岛流的脑袋和身子穿在了一起。这尸体可得保留好，将来还得挂在昭和国的膏药旗上。说好用竹签的，却用了一根黑铁法杖，浪费啊！吼吼！四面八方无尽的兽潮还在不停地撕咬着段晨的脚踝和小腿，后方的怪物疯狂地向前踩踏，踩着同伴的身体扑向段晨。怪物围过来的数量越来越多，一个叠着一个，竟然已经达到100余米的高度，已经超过段晨的膝盖了。咬，还 TM 咬，搞得好像你们能咬掉我一根毛似的。段晨手中的巨盾和长剑不断的挥动，将四面八方的怪物轰开，然后随手一挥，把千岛流爆出的装备物品全都收了起来。在和千岛流生死之战前，段晨还真施展了真实之眼，提前查看了千岛流爆出的物品。只能说不愧是昭和国的8旗神将，不愧是90级的强者，爆出的东西就是牛逼。不过可惜，阴阳师属于法师系的职业，一身装备也都是主攻精神力的，竟然没有适合段晨的东西。尤其是其中一件68级的法袍，竟然是一件神器。除此之外，爆出的其他装备也都是传说、史诗级的，而且等级都不低。等回国之后，看看能不能换到适合我的装备。突然，段晨瞳孔突然一颤，死死盯着从千岛流那里爆出来的一块回城石。他原本只以为这是一块普通的回城石，可仔细一看，却发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地方。这块回城石上刻着一些奇异的符文，散发着微弱的魔力波动，和他至今所见过的回城石有着明显的区别。这是一块绑定昭和国幕府的回城石。幕府是一座城市，是昭和国的首都。之所以说这块回城石特别，因为这块回城石并不是绑定幕府广场那个公共回城法阵的，而是绑定幕府最深处天皇宫内部的回城法阵。段晨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绑定特殊回城法阵的回城石。有意思了，也就是说，我使用这块回城石的话，能够直接出现在天皇宫内部。段晨笑了，昭和国的那个天皇是叫丰臣秀吉吧？这可不怪我啊，是你们家的8旗神将把这块回城石送到我手上的。将回城石收好，段晨又连续几脚把周围的怪物踹开。除了这块回城石之外，千岛流还报了一个卷轴，名称圣界石碑碎片3号。介绍组成圣界石碑的4块碎片之一，当集齐4块碎片之后，可合成完整的圣界石碑。提示：圣界石碑可在小世界国战使用，使用之后，可在全民转职世界随机选定一个非参战国，向该非参战国提出增援请求，并以献祭的方式强行对该非参战国开启小世界国战壁垒。支援人数上限为参战国人数的 25%， 等级限制相同。献祭条件：强行献祭本国同等数量的职业者性命，等级不限，职业不限。这种东西，段晨的眉头皱了起来，不由得想起5年前赤龙之地小世界国战。据说那次昭和国就是在大战的最后关头找来了另一个国家支援，直到现在龙国上下都还不清楚昭和国当初到底用了什么手段。现在终于知道了，没记错的话，当年昭和国请的外援是自由国吧？请其他国家支援，竟然要献祭本国的职业者性命，昭和国还真是灭绝人性啊！段晨眼中闪过一道寒光，自由国，哼哼，好。就在这时，远方传来慈木童子的嘶吼声：愚蠢的人类职业者，你是在无视神灵吗？第117章，慈木童子来互相伤害。王座之上，慈木童子眼中充斥着怒火和残暴。先前那个人类阴阳师给了他不小的压力，甚至让他有了一种死亡的危机。可谁又能想到，那个人类阴阳师会以这种方式陨落，最后没有死在兽潮的手里，也没有死在他的手里，而是死在了另外一个人类职业者的手中。慈木童子不清楚这2个人类职业者为何自相残杀，也不想知道。他现在只想将剩下的这个人类职业者灭杀。该死的人类职业者竟然长得这么大，那大长腿竟然让他的身躯超过了200米，而我这个秘境之主4圣兽之一身形却只有100米左右，这是对神灵的挑衅，必须死。还有，这个人类职业者竟然能变身，如果不是亲眼看到
他变成骸骨将军，恐怕真会误以为这 TM 就是一个怪物。兽巢中，段晨已经转过身，朝着慈木童子看了过来。此时，他的身上挂着一只小怪，那些小怪张开血盆大口，努力地撕咬着段晨的身体，可无论他们如何努力，都没办法在段晨身上留下一道牙印。不过，段晨也没急着对这些小怪大下杀手，感觉厌烦的时候，也只是挥手将他们甩开。石灵防御的效果是，周围的敌人越多，锁定在段晨身上的仇恨越多，段晨获得的防御增幅就越高。也就是说，死掉一个小怪，段晨的防御力就会减少一些。要杀这些小怪，也得等先灭掉慈木童子再杀才对。段晨眼眶中灵魂之火跳动，抱歉，让你感觉被冷落了。话说回来，你认得我不？慈木童子愣了一下，卑微的人类职业者也配让神灵认的？段晨，擦，感情是老子自作多情了，还以为你会拥有自己分身的记忆呢。在圣兽之地战场，段晨亲手灭杀了慈木童子分身，原以为慈木童子的本体会一眼认出他，可现在看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慈木童子不想再浪费时间，张开血盆大口咆哮道：“给我全力攻击，将这个人类职业者撕成碎片！”吼吼！随着慈木童子一声令下，兽潮也冲击得更加猛烈了。密密麻麻的怪物朝着段晨的身上扑去，一个挤着一个，整个战场已经变得拥挤不堪，让段晨的双腿犹如陷入泥沼一般。虽然怪物的攻击依旧没办法伤害到段晨，但却让他举步难行，渐渐的甚至感觉挪动双脚都变得费力了。别咬了，把你们都反伤死的话，我会心疼的。要死也等我把你们老大搞死之后，你们再死啊！段晨被搞得有些厌烦，尤其是在一只怪物张开血盆大口咬在他裤裆之后，段晨彻底怒了。虽说他现在是骸骨将军变身，全身上下都是骨头，那也不行啊！全他妈给老子滚开！轰！段晨咆哮一声，手中的巨盾向前推出，随后一脚踩踏出去，技能巨人践踏。轰隆隆！剧烈的震荡此起彼伏，狂暴的冲击四散开来，将扑在他身上的怪物全部撞飞出去，然后去势不减，只是一转眼，冲击便覆盖了整个战场。一大片的怪物进入强制眩晕，段晨也趁机弯下双膝，200米长的大腿猛地用力，庞大的身躯已经高高跃起，直奔着慈木童子的方向扑去。此时，慈木童子距离段晨有数千米的距离，就是这么远的距离，段晨全力跃起之下，竟然转眼就到了慈木童子的头顶上方。其他职业者也许跳不了这么远，可段晨的2条腿有200米啊！而且那叫一个粗，那叫一个硬。顶级探查术，名称：慈木童子，慈木秘境终极 BOSS， 等级90级，血量 1.2 亿，力量50万，敏捷2万，精神9万，防御80万。技能：地狱之手，鬼焰吞噬，灵魂嘶鸣，精神免疫，仇恨之灵，怒焰之触。地狱之手大范围技能，从地狱召唤恶魔之手，对范围内目标造成恐怖伤害，并有 20% 的几率使目标防御降低 50%， 技能冷却3分钟。鬼焰吞噬被动技能，慈木童子的血条掉落到 30% 以下时，可以发动一次鬼焰吞噬，通过吞噬慈木秘境的怪物来恢复自身血量，随机获得 10%至 30% 的血量值。此技能在连续触发3次之后，将进入1个月的冷却期。灵魂嘶鸣大范围技能，对范围内目标造成巨大伤害，并使目标陷入混乱状态持续3秒，技能冷却10分钟。精神免疫被动技能，对蛊惑、魅惑、混乱等精神操控类技能完全免疫。仇恨之灵被动技能，当慈木童子死亡之后，慈木秘境将会开启24小时的传送禁制，传送禁制时间内，身在慈木秘境的所有人类职业者无法离开。慈木秘境所有怪物进入狂暴状态，对秘境内的人类职业者进行追杀。怒焰之触大范围技能，慈木童子凝聚烈焰触手，对目标造成恐怖伤害，并强制触发3倍暴击，冷却时间3分钟。段晨瞄了一眼慈木童子的属性，然后随手又是一个真实之眼丢了过去。当看到慈木童子死亡掉落的物品之后，段晨只觉得自己的心跳都慢了半拍。这是要出大祸了！牛逼！段晨狂笑一声，庞大的身躯从半空中扑向慈木童子。找死！慈木童子大怒，血盆大口张开，尖锐的嘶鸣从口中爆发。技能：灵魂嘶鸣。这个技能，段晨手中的鬼焰烈剑也有。鬼焰烈剑是猎杀慈木童子分身的时候爆出来的。与此同时，一只飞行怪物从四面八方扑向段晨。轰！在灵魂嘶鸣的冲击之下，段晨眼眶中的灵魂之火疯狂的跳动，只觉得一阵撕裂般的疼痛出现，但并未造成多大的创伤。来，互相伤害！
段晨手中的鬼焰烈剑也同时展出，技能灵魂嘶鸣，同样的技能从段晨的手里施展出来。第118章国战炉石圣界石碑。在灵魂嘶鸣的作用下，整片天地都响起尖锐的嘶鸣。吼吼！四面八方扑过来的飞行怪物被恐怖的冲击撞飞出去。慈木童子的血条也同样在这个技能攻击下掉了一截，再加上他刚才攻击段晨所触发的反伤，直接让他全身鲜血狂飙。紧接着，段晨的身形已经扑到了慈木童子的近前，一脚就把慈木童子踹飞了出去。杀！段晨大步向前，仅仅迈出一步，便再次来到了慈木童子的跟前。人类狂妄！慈木童子被彻底激怒，锋利的爪子直奔着段晨的大腿抓了过去。噗！一击之下，段晨的大腿骨发出吱嘎的响声，森白的腿骨出现一道道印记。矮矬子，就你还自称神灵吗？只能够到我的大腿，就你这身高，给老子吹都够不着。段晨的语气充满了不屑，手中鬼焰烈剑疯狂地朝着慈木童子斩落下去。轰隆隆，一人一 boss 疯狂地厮杀在一处，四面八方密密麻麻的小怪和精英怪物扑上来，想方设法地攻击段晨。可他们的攻击连段晨的防御都破不开，所造成的唯一效果也只是把他们自己的血条一节一节的反伤掉。吼吼！在恐怖的反伤作用下，以段晨的双脚为中心，四面八方越来越多的小怪被反死，慈木童子的血条也跟着疯狂的下降。终于，他的血条又一次掉落到 30% 以下，也第二次触发了鬼炎吞噬。这个技能段成熟啊，不就是吞噬周围的小怪来恢复自身的血量吗？对此，段晨毫不在意，随便你吸回多少，一会再给你打掉就是了。今天老子就和你硬刚，你回多少血，老子都干死你。慈木童子，人类，我已经看穿了你的手段，休想再让我攻击你。这一刻，慈木童子已经感受到了无尽的羞辱。他可是这个秘境的主人，最为强大的终极 BOSS， 竟然被吓得不敢对一个人类职业者出手。原因只是对方的反伤太过恐怖，打人家一下，结果人家没啥事，他自己却被反伤的滋哇乱叫。段晨，你不打我，那我就继续揍你。说着，段晨抡起鬼焰烈剑，发疯似的朝着慈木童子砸去。哎呀，还敢躲？就你自称神灵啊？就你是终极 BOSS 啊？我打！昭和国幕府。在段晨逃入慈木秘境，千岛流追进去当天，丰臣秀吉就已经带着幕府云骑团返回了幕府。此时，丰臣秀吉正坐在一间会议室，在查看着一位高层送来的特殊物品——圣界石碑碎片2号。看着手中的石碑碎片，丰臣秀吉眼中光芒闪烁，满是欣喜。好，好！丰臣秀吉哈哈大笑，算上这一块，我们已经得到3块碎片了。1号、2号、3号，只需要再得到4号碎片，便可以合成完整的圣界石碑。如此一来，等到下次小世界国战，我们就可以再一次请求自由国出手相助圣兽之地国战，龙国屠灭我们500余万人。下一次国战，我们也要将龙国的参战者屠杀殆尽。听到这话，在场其他高层也是满脸兴奋。只不过，小世界国战5年才开启一次，5年的时间未免太久了。他们昭和国现在的国运衰败，等待的时间越长，对昭和国越是不利。除了每5年一次的小世界国战之外，还有100年一次的大世界国战。不过距离龙国和昭和国下一次大世界国战还有10年的时间呢。想等大世界国战来翻盘，昭和国更等不起了。这时，一位高层沉声道：“根据咱们昭和国的典籍中记载，300年前曾出现过一块名为国战炉石的物品，一旦使用，便可以强行触发一次小世界国战。”国战炉石？丰臣秀吉双眼微微一眯，可惜从全民转职降临到现在，国战炉石只在咱们昭和国出现过一次。如果能得到一块国战炉石的话，我们就可以强行对龙国发动小世界国战，一雪前耻，把丢失的国运夺回来。传令下去，全国收集国战炉石，任何职业者只要能献上国战炉石，又或者是提供任何关于国战炉石的线索，都有奖励，最高甚至能奖励一件神器。听到这话，一众高层都点了点头。如果真能得到国战炉石的话，别说奖励一件神器，就算奖励3件甚至10件都值得。许久之后，丰臣秀吉突然开口道：“千岛军去追杀段晨，到现在还没回来，圣界石碑的3号碎片还在他的手里，可千万不要出什么意外才好。”意外？一位高层笑道：“天皇大人，您多虑了，千岛前辈可是8旗神将之一，90级的顶尖强者，不可能有意外的。”另一人跟着道：“没错，我们只需等他的好消息就行了。等千岛前辈回来的时候，一定是带着段晨的脑袋回来的。”丰臣秀吉点了点头，
按道理来说，确实该如此。可一想起先前追杀段晨时，千岛流被反伤的狼狈画面，丰臣秀吉不知为何又感觉心里没底了。他担心千岛流，更担心那块圣界石碑的3号碎片。想到这里，丰臣秀吉打开好友栏，又一次给千岛流发了一条消息：千岛君，一切顺利吗？在此之前，丰臣秀吉已经给千岛流发了很多次消息，可每一次得到的回信都只有一个提示：你的好友身在特殊秘境，无法取得联系。丰臣秀吉以为这一次也会一样。叮！提示：你的好友已经死亡，请问是否将该好友从好友栏删除？丰臣秀吉果然还是没回。我操！第119章40集。眼见丰臣秀吉的表情不对，一众高层也是心中一紧，整个会议室陷入诡异的安静，所有人都看向丰臣秀吉。几秒钟之后，一位高层小心翼翼地问道：天皇大人，发生什么事了？砰！一声巨响，丰臣秀吉一把将会议桌掀翻出去。断臣呀！断臣？难道是千岛流出事了？不可能吧！千岛流可是8期神将之一，9世纪的顶尖强者呀！即便他在段晨的手上吃过亏，可吃一堑长一智，有心防备之下，想要灭杀段晨应该不难才对。丰臣秀吉深吸一口气，脑门上鼓起一条条青筋。千岛流死了！我操！千岛流真的出事了！一些人心中还有一些怀疑，下意识打开自己的好友栏，然后给千岛流发了一条消息：叮！提示：你的好友已经死亡，请问是否将该好友从好友栏删除？该死，怎么会这样？千岛前辈是段晨杀了千岛前辈？不可能吧！众人面面相觑。事实上，他们直到现在都不知道段晨开启的传送阵到底是通往哪里，只知道是一处特殊秘境。也许不是段晨杀的千岛流，而是那一处特殊秘境的终极 BOSS。可是以千岛流的实力，普通的 BOSS 也绝不可能威胁到他才对。丰臣秀吉咬牙道：他死了，圣界石碑的3号碎片也下落不明，混蛋！一众高层，慈木秘境。慈木童子已经第3次使用鬼焰吞噬，这也是他最后一次通过吞噬周围的怪物来恢复血量。这一次过后，鬼焰吞噬将会进入1个月的技能冷却时间。战场上，段晨越打越是兴奋，慈木童子被他踩在脚下，手中的鬼焰烈剑疯狂挥动。吼吼！人类，我和你拼了啊！慈木童子也彻底疯狂了，他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这么憋屈，竟然被一个人类职业者踩在脚底下揍，而且还不敢轻易还手。还手一下，反伤给他带来的创伤简直难以想象。可现在，慈木童子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去死，人类！我就算死，也要拉着你一起死！慈木童子咆哮嘶吼，一个个技能开始疯狂地朝着段晨的身上轰去。技能灵魂嘶鸣，技能怒焰之触，技能地狱之手。四面八方，怪物依旧犹如潮水般扑向段晨，将他的一身骨头咬得吱嘎嘎作响。时间一点点过去，战场上被反伤死掉的怪物越来越多。叮！提示：你的等级提升1级。提示：你的骸骨将军变身持续时间结束。段晨身上闪过一道光芒，随后血肉开始迅速覆盖他的身躯，骸骨将军变身解除，他再一次恢复了人类之躯的模样。而此时，慈木童子的血条已经掉到不足 5%， 还不死？妈的，你挺能抗啊！我让你反抗，我让你装逼，还 TM 自称神灵！砰砰！又过了许久，终于在一阵哀嚎声中，慈木童子的血条清零了，一大堆装备和特殊物品也跟着散落出来。叮！提示：你的等级提升1级。牛逼！段晨狂笑一声，随手一挥，把所有爆出的东西全都收到了物品空间。叮！提示：慈木秘境终极 BOSS 慈木童子陨落，仇恨之灵触发。提示：慈木秘境在接下来的24小时之内，所有传送物品进入封禁状态，无法使用。提示：慈木秘境所有怪物进入狂暴状态，全属性提高 30%， 对秘境内的人类职业者进行疯狂追杀。又是3声提示出现。不过段晨脸上的表情并没有什么变化，早在弄死慈木童子之前，他就已经注意到慈木童子的仇恨之灵技能了。进入狂暴之后，这些怪物的属性只是涨了 30% 而已，对段晨依旧没有威胁。好！凄厉的嘶吼响彻天地，所有怪物的双眼都变得猩红无比，一个个就好像失去了理智一般，更加疯狂地冲向段晨。不但是慈木秘境中心区域这片战场，就连那些游离在慈木秘境其他地方的怪物，竟然也朝着这边狂奔过来。段晨之前引发兽潮，
带着无尽的兽潮跑到慈木秘境的最深处。可实际上，他引来的怪物也只是慈木秘境的一部分罢了，甚至连50%的数量都不到。现在，更多的怪物发疯似的冲过来，段晨非但没有紧张，反倒更加兴奋了。来吧，怪物越多越好，越多，老子的石灵防御也越高。段晨哈哈大笑，这个时候倒也没急着去查看慈木童子爆出的东西，而是开始疯狂地收割起周围怪物的性命。看老子的剧毒药剂！看石头，看见屎！玄帝、荒神，给老子出来，开工了！吼吼！大地震动，这些怪物的等级都在70级以上。虽说他们没办法伤到段晨，甚至在攻击段晨的时候还会被反伤，但段晨想要一剑秒杀他们，却也做不到。杀起来，实际上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切瓜砍菜。可即便如此，战场上陨落的怪物也越来越多，鲜血染红大地，整个战场在短短片刻就化作一片炼狱。叮！提示：你的等级提升1级。提示：你的等级提升1级。爽！等级提升的提示音每一次响起，都让段晨感觉一阵酥爽。局部背化持续效果结束，200米的大长腿消失，段晨的身躯重新回到35米大小。可这对他杀怪的速度并没有太大的影响。时间一点点过去，7个小时，10个小时。叮！提示：你的等级提升1级，等级40级。叮！提示：你成功达到40级，技能野蛮生长触发，你可以自行选择跨越式生长的时间，是否现在开始生长？段晨随手一剑，又一次把周围的怪物轰飞出去。现在开始！段晨的双眼在一瞬间变得血红，庞大的身躯猛地佝偻起来，一股前所未有的气势瞬间爆发。第120章神级再生，慈木血清。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咆哮，段晨的身形猛地拔高，36米、38米，短短几个呼吸的功夫，他的身躯已经达到了40米的高度，一身肌肉扎实无比，每一条都呈现出拉丝状。腹部8块钢铁一般的腹肌让人啧舌不已，身体每一个地方都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终于40级了，段晨打量了一下自己现在的身体，刚才身体变大时全身撕裂般的疼痛反而显得那般美妙。如果可以的话，段晨恨不得自己每天都疼上一次，疼，但却极度的快乐。不过话说回来，他现在更大了，离女人的距离也更远了。常态下有2米长，战斗状态下翻倍，普通人双手环抱都抱不住，还能咋地？天地之大，段晨的兄弟已经无容身之地啊！心疼，突然又感觉不快乐了。唉，段晨微微叹息一声。自从转职成背化师之后，他现在感觉一些母的怪物都眉清目秀了。我操，我现在的想法很危险啊！段晨用力晃了晃脑袋，将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甩开。不行，这种念头必须打消，万一在自己心里生根发芽的话，以后碰到一只体型和他差不多的母怪物，搞不好真就提枪直刺了。尤其是在对方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的情况下，很容易让人犯错误。五妹子，以后请继续关照吧。下次我给我兄弟来一个局部背化，让你俩也见识一下战斗形态40米的，嗨嗨！段晨的双手相互拍了拍，好像姐妹俩互相安慰一般。现在距离慈木秘境传送物品封禁解除还有10余个小时。此时段晨已经把8旗怒灵盾收了起来，手中只留下了鬼焰烈剑。以石灵防御给他提供的防御增幅，就算不佩戴8旗怒灵盾，这些怪物也一样破不开他的防御。一剑挥出，又将一群残血的怪物轰杀。紧接着段晨另一只手张开，一整只烤熟的全牛出现在他的手里。咔嚓，一口咬下去，直接咬掉了半边牛肚子，让自己的肚子充实了一些。直到这时，段晨才抽出一些时间来仔细查看慈木童子爆出的装备物品。虽然因为真实之眼的关系，段晨早就知道了慈木童子爆出的装备物品，可当真正查看这些东西的属性时，段晨还是忍不住心中惊喜。一本名为《神级再生》得专属技能书，技能名称神级再生。技能介绍：背化师专属被动技能，开启永久恢复光环。你在遭受创伤之后，恢复光环会自动恢复你的伤势，光环范围内敌人的鲜血越多，恢复速度越快。神级防御、神级反伤、神级硬化、神级再生，肉身强度直接拉满的节奏。也不知道这个技能能否做到断肢重生，白骨生肉，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试一下。现在段晨身上没有半点伤，就连先前千岛留在他胸口留下的伤口也已经施展鬼炎吞噬，通过玄帝和荒神恢复如初。否则高低也要试一下。名称：慈木血清。介绍：特殊镶嵌物，可对任意装备进行使用，使用之后该装备将会获得慈木变身技能。提示：
使用慈木变身可随机变化成一只慈木秘境的怪物，并额外获得 10% 的全属性加成。此技能无冷却时间，这也绝对是个好东西。没有冷却时间的变身技能，比段晨现在的骸骨将军变身更加强大，妥妥的想怎么变就怎么变，而且还能提供 10% 的全属性加成。就这一个慈木血清就已经抵得上一件神器了。除了神级再生和慈木血清之外，还有一件45级的神器，是一把长柄的战锤恶魔之触。无论是从外形还是从属性来看，这把战锤完全契合段晨，唯一可惜的是段晨现在的等级还不够，没办法佩戴。还有一件55级的史诗级装备，其他传说以下的等级需求也很高，尽快升到45级啊！恶魔之触装备上，暂时还没有收到强制驱逐出慈木秘境的提示，也不知道我还能在慈木秘境停留多久，尽最大努力杀吧。这么密集的兽潮可不多见啊！说着，段晨已经打开了自己的装备栏，略一思索之后，段晨便选择了昭和克星徽章，然后直接把慈木血清镶嵌在了昭和克星徽章之上。叮！提示：你对昭和克星徽章使用了慈木血清，该专属装备获得新技能慈木变身。听到耳畔的提示，段晨咧嘴一笑，来，先变一个看看，反正没有冷却时间，随便用。一层黑色的雾气笼罩段晨的全身，下一秒钟，雾气猛然散去，段晨的模样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叮！提示：你使用慈木变身，本次变身慈木尸鬼，全属性加成 10%。此时，段晨的模样变得狰狞无比，浑身上下血肉干瘪，一身猩红色的肌肤裸露在外。慈木尸鬼属于慈木秘境最为普通的小怪之一，不过变成什么都无所谓。慈木变身没有冷却时间，若是对现在的变身不满意的话，完全可以重新施展，直到刷出一个自己满意的变身为止。比如变化成慈木童子。当然，无论是变身成慈木尸鬼，又或者是变身成慈木童子，段晨所获得的全属性加成都是一样的 10%。又连续刷了几次变身技能，终于，段晨在一阵光芒过后变成了慈木童子的模样。周围的怪物大军在看到段晨变成慈木童子之后，明显愣了一下，不过很快他们便惊醒过来，再次对段晨发起最为猛烈的冲击。来，继续！段晨狂笑一声，长剑横扫，直接将周围的怪物全都掀飞出去。局部倍化，双臂倍化，轰！第121章，长崎山岳，昭和国，我回来了。接下来10几个小时，段晨彻底杀疯了。因为仇恨之灵的关系，整个慈木秘境所有怪物全都变得疯狂无比，他们从秘境的各个方向冲来，犹如潮水一般涌向段晨。叮！提示：你的等级提升1级。提示：你的等级提升1级。就在段晨即将升到45级的时候，一声不一样的提示出现了。叮！提示：仇恨之灵持续时间结束，慈木秘境所有怪物解除狂暴状态。提示：慈木秘境传送封禁解除，30秒钟倒计时结束之后，秘境内所有人类职业者将被强制传送离开。段晨眉头一皱，脸色稍微有些难看。44级，经验 92%， 还差一点就能升到45级了，妈的，竟然在这个时候把我强行驱逐出慈木秘境。段晨无奈地朝着周围的怪物看了几眼，在解除了狂暴状态之后，这些怪物的攻击频率明显慢了许多，最外围的一些小怪甚至已经开始退去，不再向段晨这边靠近。可惜了，这么多怪物啊，如果能全部搞死的话，别说是45级了，就算50级都可能达到。只是段晨万万没想到，仇恨之灵才结束，他就要被强制驱逐出慈木秘境。后悔啊，早知如此，就先不杀慈木童子了，等把小怪清理的差不多，再杀慈木童子也不迟。不过话说回来，他之所以能如此轻易的灭杀慈木童子，不就是因为有兽潮存在吗？让他的石灵防御直接爆表。如果先杀小怪，导致兽潮的怪物数量巨降，段晨还真未必能搞得死慈木童子。慈木秘境真是一个好地方啊，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来。倒计时过程中，段晨手中的巨剑也没有停下，依旧在疯狂地轰杀着周围的怪物，直到最后1秒倒计时结束，一道光芒出现在他的脚下，段晨才停了下来。叮！提示：30秒倒计时结束。空间扭曲，下一瞬间，段晨的身形已经消失不见。等他视线中的画面再次恢复，已经身处在昭和国的一片山脉之中。昭和国，我回来了。段晨小心翼翼地朝着周围看了几眼，然后打开小地图，确认一下自己现在的位置。慈木秘境是昭和国的特殊秘境，在离开慈木秘境之后，正常情况下还是会回到昭和国。事实也确实如此。长崎山岳，这是什么鸟地方？
段晨眉头微皱，小地图上除了附近一些区域能看清之外，再往外围都是灰蒙蒙一片。段晨对昭和国的地形本就不了解，一时间也有些懵了。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抓几只怪物来烤一烤，填填肚子，然后再循着一个方向找找，确认一下长崎山岳到底是什么地方。当初他同时面对丰臣秀吉、千岛流和一众幕府云骑团的强者，最终被逼迫逃进了慈木秘境。在临离开之前，段晨曾亲口说过，下次再回来至少要灭掉昭和国10座城市。段晨自认为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既然说要灭掉昭和国10座城市，那就一定要灭掉昭和国10座城市。所以他现在需要尽快确认自己在哪里，看看长崎山岳附近有没有城市。如果有地话，就先灭掉一个，打个样。这不是快过年了吗？就当给昭和国的新年礼物了。好，密林中几只50级的赤眼灵豹出现，瞬间被段晨的视线锁定。这几只豹子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段晨双眼放光，舔了舔嘴角，随后便直奔着那几只赤眼灵豹扑了过去。长崎山岳乃是昭和国最为著名的险地之一，位于昭和国的西部，这里面积极为广阔，即便只是最外围区域，小怪的等级也达到45级到55级之间。据说长崎山岳的最深处有着一只85级的大 BOSS 坐镇，有数之不尽的80级左右的小怪和精英怪物游荡。而段晨所出现的区域正是长崎山岳的外围区域。密林中，一个20人的小队正在昏暗的丛林中小心翼翼地前行。这个队伍职业配备非常齐全，行走之间默契无比，明显是一个长期合作的探索小队。为首的队长是一位中年女子，手握长弓，一身装备颇为华丽。这位中年女子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波多野娃。波多野娃，现在幕府全国征集圣界石碑的碎片，还有破戒石，以及一种名为国战炉石的特殊物品，我这几天一直在翻看典籍。据说在100多年前，长崎山岳的中部区域曾有人报道一块圣界石碑碎片，只不过那块圣界石碑碎片对他没用，所以低价卖给了拜美城的职业者交易所。后来那块圣界石碑碎片多经辗转，被幕府的一位高层得到，并成功合成了完整的圣界石碑。一众队员全都竖起耳朵，在说话的时候，队伍前进的速度并未减缓，还在向前缓步推进着。队长，圣界石碑到底有什么用？是啊，这一次幕府那边神秘兮兮的，但从悬赏奖励是一件神器来看，圣界石碑肯定珍贵无比。听到这话，波多野娃微微一笑，是小世界国战时使用的，可以使用圣界石碑向其他国家寻求支援。又有人问道，那国战炉石是什么？波多野娃摇摇头，不是很清楚。不过既然有国战2字，那肯定也是和国战有关。上一次圣兽之地小世界国战，咱们昭和国一败涂地，全国上下士气全无。现在国家全力悬赏这3样东西，显然是想在下一次小世界国战来一次翻盘。圣兽之地小世界国战，听到这几个字，众人的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一个犹如山峦般的身影。当初通过光幕观看圣兽之地的大战，他们曾亲眼看到那个怪物对他们昭和国的职业者进行屠杀，现在想想依旧让人胆寒。突然，走在最前面的波多野娃停下脚步，快看，那是什么怪物？他好像在吃烤肉，烤的还是50级的赤眼灵豹。第122章全行会围剿大 BOSS。密林中，波多野娃瞪大双眼，震撼地看着前方。他的身后，所有队员全都停下脚步，一个个屏住呼吸。这里不是长崎山岳的外围区域吗？怎么会有身躯如此庞大的怪物？还有怪物会架起火堆，会给自己做烤肉？难道是一只智慧不弱于人类的大 BOSS？ 咦，这个怪物看起来有些眼熟啊。波多野娃突然小声说道。听到这话，其他人也都反应过来，确实有些眼熟。前不久刚刚进行了圣兽之地小世界国战，昭和国4大圣兽的身影还历历在目。是慈木童子？不可能吧，慈木童子不是应该在特殊秘境吗？怎么会出现在长崎山岳？波多野娃连忙一个顶级探查术丢了过去，可是探查过后却只能看到慈木童子这4个字，至于等级、血量和各项属性技能全都显示无法查看。波多野娃咽了口唾沫，擦了擦脑门的汗珠，应该是慈木童子没错，而且和圣兽之地的慈木童子分身不同，这应该是慈木童子的本体。什么？真的是慈木童子？在场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随后一个个大喜过望。队长，咱们发财了，这可是咱们昭和国的4圣兽之一慈木童子啊！如果能将他灭杀的话，至少也会爆一件高级别的神器，甚至可能出专属装备，上古神器都有可能。你说慈木童子会不会爆圣界石碑碎片或者国战炉石？可凭着咱们20个人想要杀他，根本是痴人说梦。一旦被他发现，恐怕一个照面就得被秒掉。听到一众队员所说，波多野娃也不由得点了点头。
他们一伙人等级都在40级以上，其中等级最高的也才50级出头，就凭他们根本没资格和慈木童子交锋。上报给会长大人吧。波多野娃沉声道，恐怕只有调动整个行会的力量，才有机会灭掉慈木童子。从每一个队员胸前挂着的行会徽章来看，他们是来自于一个名为神十字行会。神十字行会在整个昭和国来说并不出名，但却是拜美城的第一行会。原本这个行会有4000多人，可是因为其中15级到35级的职业者参加圣兽之地小世界国战，这个等级段的直接被段辰给杀到了断层，也让神十字行会的人数大减。现在整个神十字行会已经不到2000人。波多野娃打开好友栏，给会长发了一条信息：顶级探查术没办法查看出慈木童子的等级和属性，没办法确认实力到底如何，运气好的话，神十字行会也许能将它解决掉。如果运气不好，波多野娃咽了口唾沫，运气不好，很可能会全军覆没在这里吧。拜美城神十字行会大殿中，身为会长的加藤神鹰眉头紧锁，慈木童子。他站起身来，在大殿中来回走了几步，随后便打开了行会公共聊天频道。神十字行会所有成员即刻返回拜美城总部集合，无论是身在副本又或者在野外历练的人，即刻放下手里所有事情。一瞬间，整个行会一片哗然，公共频道也开始议论起来。会长大人是有什么秘密行动吗？在野外发现大 boss 了，还是发现了神秘副本的入口？咱们神十字行会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大的动静了。对于众人的询问，加藤神鹰并没有直接回答，只是回了一句：正式行动之前，所有信息保密，等到了地方之后自然就知道了。说完，他又给波多野娃发了个信息，也让波多野娃小队先不要把慈木童子的消息散播出去，一旦散播出去，必然会惹来众多势力的争抢，甚至会惊动国家的力量，到那时神十字行会恐怕连汤都喝不上了。长崎山岳，段辰蹲在丛林中，烤熟的赤铜灵豹在他手里显得那般渺小，连吃了4只才感觉肚子稍微鼓起一些。难啊！段辰舔了舔嘴角，然后站起身来。轰！身后一棵参天大树被他不小心撞了一下，直接就被撞得4分5裂。段辰缓缓转头，朝着远处的一块巨石看了过去。卑微的昭和国杂碎，以为长得小我就看不到你们。段辰咧嘴一笑，身形一跃而起，直接跨过了100余米，轰的一声落在了那块巨石的旁边。而此时波多野娃等一众神十字成员正躲在那块巨石后面。啊！波多野娃吓了一跳，忍不住惊呼一声，脸色也瞬间变得苍白。其他人也好不到哪去，有一些人甚至直接吓得一屁股摔倒在地。该死，这个大 boss 竟然发现我们了！这恐怖的威势也太吓人了吧！40余米的庞大身躯，我们在他面前才刚刚过脚面，我们该怎么办？逃！波多野娃大喝一声，身形化作一道残影向后退去。其他人也都四散开来，发疯似的朝着不同的方向逃窜出去。还想走？段辰眼中光芒闪烁，猛地抬脚踩了下去。技能巨人践踏！轰隆隆，地面崩裂，旁边的那块巨石直接被震得4分5裂，化作无数碎石迸射开来。而包括波多野娃在内的20人小队无一幸免，全部被巨人践踏的冲击笼罩。砰！一些实力弱小的职业者身体直接破碎开来，竟然生生被震成了血雾，内脏和鲜血散落的到处都是。还有一些人则被冲击撞得鲜血狂喷，身子犹如破布袋一般摔在地上，随后又因为触发眩晕的关系被眩晕无法动弹。段辰再次抬脚，一脚一个，只是短短几秒钟的功夫，除了重伤瘫在地上的波多野娃在内，其他所有人全部被段辰踩成了肉泥，连一具全尸都没能留下。波多野娃脸色惨白，整个人瘫在地上无法动弹。裤裆下一股骚臭传出，堂堂54级的弓箭手竟然被吓尿了。第123章，不愧是昭和狗，有想法。段辰伸出食指和大拇指捏住波多野娃的一只脚，然后用力甩了甩。必尿，否则现在就捏死你！段辰的声音邪恶至极。波多野娃吓得浑身颤抖，竟然真的尿意一收，直接把尿给吓停住了。段辰捏着他提到眼前，在他的面前，波多野娃显得渺小无比，身形还没有段辰的一根手指长。别杀我！波多野娃脸色苍白，慈木童子大人，求求您别杀我！慈木童子，段辰低头看了自己的身子一眼，这才反应过来，这个昭和国女人把他当成慈木童子了。告诉我，长崎山岳是什么地方？位于昭和国哪里？附近都有什么城市？啊！听到问话，波多野娃愣住了。你一个大 boss 问这个干啥？难道要发动兽潮攻打城市？波多野娃不敢怠慢，连忙将长崎山岳的大概情况说了一下。按照他所说，
距离长崎山岳最近的一座城市名为拜美城。从城市规模来看，拜美城要比当初段辰灭掉的早稻城更大，职业者数量也更多。再然后还有3座城市要相对略远一些。段辰又问了一下这几座城市的状况，大概有多少职业者，是否有强大的人物坐镇。拜美城等级最高的是拜美城主73级狂战士，再然后就是他们神识字公会的会长加藤神鹰，等级69级。这样吗？段辰笑了，把你手里的回城石全都交出来，给你个痛快。你既然来自于拜美城，应该有拜美城的回城石吧？波多野娃有些想不明白，一个 BOSS 级怪物要人类职业者的回城石干什么？就算你拿了回城石，你也用不了呀。波多野娃咽了口唾沫，小心翼翼地拿出回城石放在段辰的手心上。慈木童子大人，这是回城石。你表现还不错，让你留个全尸吧。等一下，慈木童子大人饶命啊！波多野娃大惊失色，求求您，只要您放过我，我可以为您做任何事情。您肯定还没尝试过人类女人吧？只要您愿意，我可以的。哦，这一下段辰兴致直接提起来了。常态接近3米，战斗状态尺寸翻倍。你确定吗？啥？常态3米，战斗状态翻倍？波多野娃两眼一翻，差点昏过去。可是为了活命，他可以丢掉所有底线。我可以的，我可以抱住，然后做蹲起。蹭，咔嚓！段辰的手指微微用力，只听咔嚓一声，波多野娃的一条腿已经被撕了下来。我操！一个激动，不小心把他腿弄掉了。段辰眨了眨眼，还别说，刚才波多野娃的举动还真让他有些心动了。可谁叫手指头不听话呢？稍微一点激动就把人家一条腿扯掉了。抱歉，抱歉。段辰无奈的叹息一声，腿断了一条，你这也没办法蹲起了，还是死了算球。说着，段辰直接把惨叫的波多野娃丢在地上，一脚踩成了肉泥。不愧是昭和狗啊，为了活命，啥事都干得出来。段辰看着手中的回城石，这枚回城石在他的手中已经变大了很多，正是绑定拜美城的回城石。是直接传送到拜美城呢，还是先在长崎山岳升到45级？段辰心中有些犹豫不决。片刻之后，他自语道：当前升级经验已经达到 92%， 距离45级也只剩下 8% 的经验。按照那个波多野娃所说，长崎山岳的深处怪物密集，据说还有一只85级的大 BOSS。 随后段辰便打定主意，准备先在长崎山岳停留一段时间，向着长崎山岳的深处探索一下，等将级别提升到45级之后，再前往拜美城也不迟。一旦开始屠城，便会遭受无数昭和国强者的围攻，甚至可能会遭遇丰臣秀吉以及其他8期神将。等级提升到45级，可以让段辰的实力提升一波。从慈木童子那里报道的45级神器恶魔之处，也可以换上，在面对昭和国强者的时候，也有更多的资本。反正有拜美城的回城石，随时都可以过去，不着急。段辰打开小地图，查看了一下当前所在的坐标，然后按照波多野娃所提供的大致方向，抬脚朝着密林深处而去。轰轰，犹如山峦一般的庞大身躯向前移动，每迈出一步，地面都会猛烈地震动一下，所过之处，一棵棵大树被震得东倒西歪。另一边，神识字行会2000多人的队伍已经从拜美城出发，一路朝着长崎山岳而来。加藤神鹰打开好友栏，想要向波多野娃询问那边的状况，结果却收到你的好友已经死亡，请问是否将该好友从好友栏删除？这样的提示让加藤神鹰直接就懵了。死了？难道是被慈木童子发现了？死在了慈木童子的手上？加藤神鹰连忙又给波多野娃小队的其他成员发了信息，得到的提示都一样，全军覆没了。该死！加藤神鹰的脸色变得难看无比，所有人听令，加快速度。波多野娃等人一死，让加藤神鹰没有办法持续得到慈木童子所在的坐标。他现在得到的坐标还是波多野娃最初提供的坐标，一旦慈木童子离开这个坐标范围，再想找就难了。时间紧迫，这让他不得不加快前进的速度。段辰并不清楚神识字行会的人正在来围剿他的路上，此时他正抓紧时间朝着长崎山岳深处靠近。吼吼！一只只怪物的身形在密林中穿梭，一些怪物在发现段辰之后直接调转方向扑了过来，还有一些怪物好像被段辰吓到了，不但没有攻击段辰，反倒转头朝着远方逃窜出去。擦，怪物怕我，不敢来攻击我。段辰有些恼火，如果能有一个嘲讽类的技能就好了，一个嘲讽丢出去，瞬间强行吸引仇恨。他没有嘲讽类的技能，但物品空间里却有一个嘲讽类的特殊物品，还是当初在骸骨地穴副本猎杀骸骨将军爆出来的，名为骸骨替身，一直压箱底都快被段辰遗忘了。名称：骸骨替身。介绍：
一次性特殊物品，使用之后可召唤一具拥有嘲讽效果的骸骨替身，在骸骨替身持续的时间内，替身将会对范围内的敌人强制嘲讽，为使用者吸引火力。提示：骸骨替身无视任何伤害，持续时间为3秒钟。在遭遇众多强者围攻的时候，只要运用得当，这个骸骨替身绝对是一件保命神器，关键时刻说不准能救段辰一命。第124章杀慈木童子爆神器。为了更快的灭杀怪物，段辰直接开启了局部倍化，只是一转眼，他的双臂已经暴涨到了180余米。技能巨人投掷，段辰嘿嘿一笑，随手将身边的一棵参天大树连根拔起。参天大树被当作投掷物之后，树干的长度也受到了倍化效果的影响，直接暴涨10倍，转眼就有接近400米。丢你雷姆！一声暴喝，犹如擎天柱一般的树干砸了出去。轰隆隆，巨树所过之处，一棵棵大树被砸得4分5裂，随后便狠狠地轰击在一群怪物之中，将那群怪物轰得东倒西歪，血条迅速掉落。继续！段辰一步跨出，直接提着长剑冲到了近前，手起剑落，将这些怪物剩下的血量全部清空。他现在所处的区域已经是长崎山岳的中部地带，这里已经能看到65级甚至是70级的怪物。不过从怪物死亡提供的经验来看，比慈木秘境同等级的怪物提供的经验少了许多。毕竟这里只是郊外区域，怪物的强度只相当于普通级的副本，而慈木秘境属于特殊秘境，相当于一个特殊副本。从副本级别来看，比最难的轮回级副本有过之而无不及。再往前就是长崎山岳的最深处了，也不知道那个85级的 BOSS 在什么地方。段辰又杀了几波怪物，然后双脚猛地弯曲，下一秒钟，一股狂暴的力量从他的双腿爆发，整个身子一跃而起。他的身形迅速拔高，直接跳起数百米，趁着人在高空的时候，居高临下，朝着密林深处望去。草，树木太密集了，看不到什么东西。段辰落在地上，有些恼火。去你大爷的！老子的目的是升到45级，若是实在找不到那只85级的 BOSS， 就当他命大吧。说完，段辰提着鬼焰烈剑，继续一步步朝着前方探索出去。另一个方向，神识自行会的人已经出现在了长崎山岳的外围。加藤神鹰骑着一只狂狮魔宠，手中握着一把斧头，全员听令，继续加快速度。2000余人的队伍在丛林中穿行，偶尔有一些怪物出现，却也转眼就被一个个远程技能覆盖轰杀。不得不说，神识自行会的推进速度确实很快，没过多久就已经找到了波多野娃最初提供的那个坐标。波多野娃等人被踩爆的尸体还散落在那里，不过已经被怪物啃食的不成样子，血肉已经被吃的差不多了。20人小队无一幸免，全部陨落。到底是什么怪物？会长大人，都到这个时候了，是不是该和我们透露一下了？快看这个脚印，好大的脚印！从脚印来大致判断，那个怪物的体型很可能有30-40米的样子，而且是类人怪物，是双脚着地走路的。很快，一行人就已经发现了段辰离开的方向。加藤神鹰沉声道：“之所以一直隐瞒消息，是担心有人把消息扩散出去，引来其他势力的争抢。不过你们说的对，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也是时候该告诉你们了。我们接下来要面对的是4圣兽之一的慈木童子。”轰！听到慈木童子4个字，所有人全身一震，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慈木童子，4圣兽之一。据说4圣兽有着各自的特殊秘境，只有进入对应的特殊秘境，才有机会见到他们，又怎么可能出现在郊外？出现在这片长崎山岳？所有人都想不明白，但也没有去怀疑会长加藤神鹰的话。会长大人，加快速度吧，慈木童子应该是朝着那个方向逃了。他的体型太过庞大，我们想要找到他应该不难。加藤神鹰点了点头，然后向前挥手。大军再次加快速度，沿着段辰在密林中留下的痕迹向前追去。4圣兽之一啊，如果能将他灭杀，必然会爆出好东西，能不能抢得到暂且不说，单单老子杀过4圣兽这个名头就足够让人兴奋了。越向前探索，加藤神鹰的心中越是震撼。看着丛林中一个个巨大的深坑，还有那些被轰得血肉模糊的怪物尸体，加藤神鹰的心里渐渐有些没底了。成群的65级、70级怪物尸体，这些难道是慈木童子杀的？你一个大 boss 杀这些小怪干啥？怪物杀怪物，难道也能得到杀怪经验不成？之所以能确定是慈木童子所杀，因为这些怪物尸体和波多野娃等人的尸体太像了，都是被轰成了肉泥。加藤神鹰，大家小心些，再往前就是长崎山岳的最深处了。我们的人虽多，可一旦遇到高等级的怪物群，也一定会死伤惨重。肉盾在外围，刺客开启隐身，射手远程感知类技能，时刻警惕周围的情况。法师将技能准备好，随时准备支援外围的肉盾。牧师治疗效果准备拉起来。一声声令下，所有人都全神戒备，表情也更加的谨慎了。
加藤神鹰带着队伍一路沿着段晨留下的脚印前进，看到的怪物尸体也越来越多。65级、70级、80级的小怪，战场上每一具尸体都被轰得惨不忍睹，和前面那些怪物的死法一样，明显都是被慈木童子搞死的。吼！突然，前方千米开外传来一阵阵高亢的嘶吼声。轰！那个方向，一棵棵参天大树猛烈地晃动着，偶尔爆发出两股强悍无比的气势，气势之间不断的发生碰撞，好像有两个强大的怪物正相互厮杀。加藤神鹰双眼一凝，找到了，就在那边。第125章，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想法很好，加藤神鹰，所有人准备战斗。说着，2000余人再次向前，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靠近过去。很快，队伍又停下了脚步。加藤神鹰瞪大双眼，震撼地看着远方的两个正在厮杀的怪物，其中一个正是段晨变成的慈木童子，另一个则是长崎山岳伸出的终极 BOSS 85级长崎银背猿王。这怎么可能？天呐，慈木童子竟然和长崎银背猿王打起来了！两个大 BOSS 打架，我他妈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慈木童子是来抢地盘的吧？咦，不对劲啊！我为什么看不到慈木童子的血条？我也看不到，可能是慈木童子实力太强，等级和属性都被隐藏了。还有，这个慈木童子的手臂为何如此庞大？感觉看起来和圣兽之地出现的慈木童子分身有些不一样啊，看起来有点像是龙国段晨的手臂，段晨的手臂好像就能变大。慈木童子怎么可能是段晨？段晨虽然使用过变身技能，但他变的是骸骨将军。战场上，段晨抓住长崎银背猿王的胳膊，用力的抡起来，然后将这个大 BOSS 的身体狠狠砸在地上。从体型来看，长崎银背猿王的身躯已经很庞大了，也有40米左右，和段晨实际上差不多。只不过段晨对自己的双臂施展了局部背化，两条180多米的手臂正握着拳头对着猿王一顿锤。若这只85级的大 BOSS 实在太弱了，实力和属性也就与慈木秘境的80级精英小 BOSS 差不多。段晨心中嘀咕着，若非如此，他也不会这么猛，在第一眼看到长崎银背猿王就直接冲过来厮杀起来。现在战场上除了猿王之外，就只有几十只小怪和几只75级和80级的精英小 BOSS， 石灵防御给段晨的防御增幅微乎其微。现在的段晨防御属性远没有在慈木秘境时那般恐怖，可就算如此，灭掉这些怪物也足够了，毕竟眼前这些怪物只是野外的普通怪物和 BOSS， 属性实在没办法和慈木秘境里同级别的怪物相提并论。而且别忘了，段晨是有神级再生的，一些小伤刚出现在身上，结果根本不用什么治疗药剂，转眼就触发再生恢复如初了。轰！鬼焰烈剑再一次砸了下来，又带走长崎银背猿王一截血条。随后段晨又是一脚踹出，把周围扑过来的几只小怪踹死当场。加藤神鹰死死地盯着战场方向，目光在段晨和长崎银背猿王身上来回游走，他的神情也越来越兴奋。两个大 BOSS 自相残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啊！长崎银背猿王的血量已经不足 50%， 虽然看不到慈木童子的血条，但也一定掉了不少。等到长崎银背猿王的血条降到 10% 以下，所有人便听我号令同时出手，对慈木童子和猿王发起最猛烈的攻击。惊喜啊！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哈哈，爽！此时加藤神鹰心中兴奋至极，这种情况100年难得一见啊，结果竟然被他们碰到了。在此之前，加藤神鹰还有些担心解决不了慈木童子，可现在他有了很大的把握，而且还是买一送一，白得了一个长崎银背猿王。战场上双方的碰撞越发猛烈了，鲜血横飞，一块块皮毛被撕碎，长崎银背猿王越来越狼狈，血条也终于掉到了 10%。 会长，咱们快点出手吧，怪物杀怪物是不爆东西的，我们得抢到最后一击才行。是啊，万一长崎银背猿王死在了慈木童子的手里，咱们就亏大了。加藤神鹰摆摆手，再等等，长崎银背猿王的血条再掉一些， 8%、5%。 就在长崎银背猿王的血条掉到 5% 的时候，加藤神鹰双眼猛地一亮，大喝道：所有人攻击！杀呀！抢 BOSS， 灭慈木童子！火球术，分裂剑，快，远程攻击！刺客靠近过去，准备给予长崎银背猿王最后一击。控制技能往慈木童子身上丢，暂时拖住他，我们先把长崎银背猿王抢过来再说。这一刻，喊杀声响彻整个长崎山岳，2000余人同时出手，发疯一般朝着段晨和长崎银背猿王轰杀过去。战场上，段晨有些懵了，他刚才注意力全都在长崎银背猿王的身上，而且为了测试自己的实力，
他在和长崎银背元王战斗的时候，连荒神和玄帝都没召唤出来。可他妈眼见长崎银背元王的血条就要清零了，竟然冒出来一大群招和国职业者想抢他的 boss， 是可忍孰不可忍！妈的，敢抢老子的 boss！ 段晨怒了，你们既然想死，老子就成全你们！怒吼声中，段晨抬起手臂，将神十字行会成员攻向长崎银背元王的技能给拦了下来。那些一个个技能直接在段晨的手臂上，没能对段晨造成多大的伤害，但却触发了极为恐怖的反伤。啊！是反伤！快，牧师救命！反伤遭殃的都是那些远程职业者，他们最先出手，攻击也最先落在了段晨和长崎银背元王身上。在那恐怖的反伤之下，成片的远程职业者身受重伤，还有一些职业者竟然直接被反伤的当场死亡。结果这才一转眼的功夫而已，2000人的行会队伍便损失了接近300人，直接把加藤神鹰干傻眼了。第126章，哈哈，我们抢到了最后一击。在局部背化的作用下，段晨的手臂长达180余米，2条手臂横在身前，犹如2座高耸的城墙，轻而易举便能将所有攻击全都挡下了。另一边，神十字行会已经哀嚎一片，那些没来得及出手的人，一个个瞪大双眼，惊恐地看着身边倒下的同伴。仅仅一瞬间，便死了接近300人。这个慈木童子到底触发了什么技能？该死，是反杀！我们没办法查看慈木童子的技能列表到底是什么反伤技能，竟然如此恐怖。如果是主动技能倒还好，主动技能大多都是有冷却时间的，可如果是被动技能的话，就麻烦了。惊恐之下，神十字行会的人一时间竟不敢再对段晨出手。他们想要继续去攻击长崎银背元王，可段晨的手臂却如同城墙一般拦在他们和长崎银背元王之间，让他们的远程攻击根本到不了元王的近前。加藤神鹰的脸色铁青，咬牙道：刺客小队已经隐身绕过去了，只要他们能靠近那只元王，便可以给予他最后一击。那只长崎银背元王，我们神十字行会拿定了。此时，另外几个方向已经有200余位刺客绕过段晨，朝着长崎银背元王靠近过去。在段晨替元王挡下一轮攻击之后，那只85级的大 boss 很人性化的露出疑惑之色，然后竟然朝着段晨感激的点了点头，这反倒把段晨给搞得不好意思了。兄弟，我是担心别人抢了你最后一击，所以才替你拦下了攻击，你感激个毛啊！我比他们更想杀你啊！于是段晨毫不犹豫地抬起脚，狠狠朝着地面踩踏下去。段晨没有察觉这些刺客的存在，不过这并不妨碍他接下来的攻击。技能巨人践踏，轰！大地震动，一道道巨大的裂痕以段晨的双脚为中心，朝着四面八方扩散出去。肉眼可见的冲击形成，方圆1000米范围的大树全部被冲击得4分5裂。长崎银背元王首当其冲，仅剩的血量瞬间清空，一大堆装备和物品爆了出来。同一时间，段晨的身上闪过一道光芒，叮！提示：你的等级提升1级。提示：你成功达到45级。技能野蛮生长触发，你可以自行选择跨越式生长的时间，是否现在开始生长。另一边，那些隐身靠近元王的刺客也没能幸免，他们还没搞清楚状况呢，便感觉一股恐怖的冲击扑面而来，瞬间将他们的身躯掀飞出去，一直维持的隐身状态也被生生打破。其中一部分刺客直接被秒杀当场，剩下一些人身子也如同破布袋一般摔在地上，重伤不起。另一个方向，神十字行会也同样损失惨重。靠近战场的行会成员一片片的倒下，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人一个个脸色苍白，惊恐万分，吓得连忙后退，逃出巨人践踏的震荡范围。会长大人，爆了！元王爆了，咱们的人得手了，抢到了最后一击，快想办法靠近过去，把爆的装备捡起来。加藤神鹰也兴奋无比，虽然没看清是哪个人得手的，但既然爆了东西，就肯定不是慈木童子拿的最后一击。这一场争夺，神十字行会死伤惨重，目前看来，单单死去的行会成员就接近600人，他们总共也才2000人左右啊，这等于一下子折损了30%。好在他们抢到了长崎银背元王的最后一击，只要再想办法将这个慈木童子灭杀，那一切也就值得了。别说是死了600人，就算再死600，再加藤神鹰看来也是划算的。行会成员死了，再想办法招就是了，只要他这个会长不死，那就没问题了。另一边，段晨扫了一眼刚刚爆出的东西，撇撇嘴，草了，野外的 BOSS 就是垃圾，一个85级的 BOSS 啊，就爆了这么点东西，连一件神器都没有。好在尸体够大，40米的巨猿烤着吃的话应该很香吧。段晨舔了舔嘴角，没有急着去捡东西，
而是转头看向加藤神鹰等一众神十字行会的人。咦？段晨轻疑一声：“蝼蚁们，你们胸口佩戴的徽章和我先前踩死的那些人一样，是神十字行会的人。”他所说的踩死的那些人，指的正是波多野娃。加藤神鹰微微一怔，一个怪物竟然知道他们神十字行会。会长大人，这个慈木童子应该是在拖延时间，我们虽然看不到他的血条，但他和那只猿王战斗也必然受了伤，很多技能也都进入了冷却时间。事不宜迟，不要和他啰嗦，快下令动手吧。先来一波普通的远程攻击，试一下他的反伤是否还在。我刚才注意到慈木童子的身上闪过一道光芒，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迟则生变，快动手吧。几个高层开口说道。加藤神鹰点了点头，他也正有此意。所有人听令，围杀慈木童子。远程普通攻击，嗖嗖！一声令下，已经有箭矢朝着段晨击射而去。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试一下段晨的反伤是否还在。如果反伤效果还在，说明慈木童子拥有一个强大的反伤被动；如果反伤没了，那说明慈木童子的反伤技能是主动技能，是有冷却时间的，那他们的压力会小数倍。至于刚才慈木童子身上闪过的那道光芒，加藤神鹰等人也没太放在心上，只当是慈木童子某个技能产生的效果。眼见着几根箭矢射来，段晨只是冷笑一声，并没有理会那些箭矢。从他第一眼看到这些昭和国职业者的时候，他们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今天这些人绝对没有人能活着离开长崎山岳。既然已经触发了野蛮生长，那就开始吧。说着，段晨的身子已经微微佝偻起来，而那几根试探的箭矢也射中了他的身躯。反伤再次触发，不过因为使用的是普通箭矢，反伤触发之后并没有把那几个射手反死，只是反成了重伤，这让加藤神鹰的心也沉了下来。是被动反伤技能，麻烦了。第127章神识自灭45级恶魔之处。事实上，段晨的反伤技能到底是被动还是主动，对他们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影响，反正都是要死的。反伤是被动还是主动，又有什么区别？轰隆隆！长崎银背猿王的尸体旁边，段晨那犹如山峦般的身躯佝偻着，一股蓬勃的生命气息从他的身上爆发开来，地面震动，山林摇晃，肉眼可见的蒸汽从他的全身毛孔喷出，恐怖的气势也随之不断攀升。什么情况？慈木童子怎么了？看起来好像很痛苦的样子。我猜的果然没错，他果然在和长崎银背猿王战斗的时候受伤了。会长大人，不要被他的反伤吓到，我们现在只能以伤换命，只需要控制好攻击频率和技能威力，最多也只是被他反伤成重伤，死不了人的。趁他病要他命啊！听到这些话，加藤神鹰一咬牙，猛然抬手攻击。命令下达的同时，他也已经齐着魔宠冲了出去。加藤神鹰的魔宠是一头狂狮，速度很快，只是几个起落就已经从另一个方向绕过去，靠近了长崎银背猿王的尸体。他下令让行会成员去攻击段晨，可他自己却是先奔着长崎银背猿王爆出的装备物品去的。不管怎么样，先把大 boss 爆出的东西捡起来再说。可还未等他伸手去捡地上的东西，一件超出所有人想象的事情发生了。吼！只见慈木童子的口中发出一声低吼，原本就庞大的身躯竟然暴涨开来，41米、43米，仅仅一转眼的功夫，身躯竟然已经长到了45米高。这一幕让加藤神鹰直接傻眼了，伸出的手也下意识地停了一下。怎么回事？慈木童子怎么变大了？难道慈木童子拥有狂暴类的技能？而且刚好触发了那个技能。很多 BOSS 级的怪物都有狂暴类的技能，这种技能一旦触发，往往会让怪物的全身属性暴涨，变得更加残暴，更加疯狂。同时，在这类技能触发之后，一些怪物的体型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变得更加狰狞，更加庞大。所以在看到段晨的身形变大之后，加藤神鹰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妈的，慈木童子触发了狂暴类的技能。小虫子，你在发什么呆？一个森冷的声音突然出现。段晨已经结束了野蛮生长，正低着头看向犹如蝼蚁一般大小的加藤神鹰。在体型长到45米之后，这些昭和国职业者在段晨的眼里更加的渺小了，站在他的脚边，甚至连他的脚面都够不到。若是不仔细看的话，段晨都担心自己看不到这些人。小，太他妈的小了！还未等加藤神鹰反应过来，段晨已经一伸手捏住了他的脑袋，将他和他的魔宠狂狮一起提了起来。神十字行会的会长69级，就这？段晨盯着加藤神鹰看了几眼，然后食指和大拇指用力一捻，砰！脑壳崩碎，加藤神鹰的脑浆和鲜血瞬间溅射出来，喷洒在了段晨的手上。主人陨落，
魔虫也在一声哀嚎过后化作飞灰消失不见。另一边，一众神十字行会的成员正准备对段晨发起猛烈的攻击，可谁知还没动手呢，他们老大竟然被捏死了。就那样2根手指一捻，直接给碾死了，就好像碾死一只苍蝇一般。会长大人死了！天哪，这怎么可能？会长大人可是69级的强者，竟然被慈木童子直接给捏死了！怎么办？我们还打不打？打？怎么打？加藤神音陨落，让神十字行会士气全无，绝大部分人已经生出了撤退的想法。不过很可惜，他们现在才想撤退，已经晚了。段晨缓缓转头看向他们，咧嘴露出恶魔般的笑容，手中的鬼焰烈剑也爆发出一道道炙热的火光，技能地狱之手，一道道裂痕出现在大地之上。下一秒钟，一条条烈焰凝聚的触手从地缝中钻了出来。地狱之手大范围技能，从地狱召唤恶魔之手，对范围内目标造成恐怖伤害，并有 10% 的几率使目标防御降低 30%， 技能冷却3分钟。这个技能范围笼罩了整个战场，将神十字行会所有人都囊括在了其中。刹那间，哀嚎声遍野。啊！救命啊！快逃！快逃！使用回城时，我草！片刻之后，战场平息，入目所及之处已经没有了活着的昭和国职业者神十字行会，全员陨落。这帮人跑来到底是干啥的？专门来送3温暖的。段晨嘀咕一句，双手连续抓出，将散落在战场的战利品全部收集起来，其中也包括长期银背元王爆出的东西。正如段晨先前所说的那样，这个85级的大 boss 太水了，爆出的东西虽多，可对段晨来说，真正有价值的唯有一件史诗级的护手，等级刚好是45级，现在就可以换上。名称：伪泰坦列万，品阶：史诗，等级45，防御21000，力量6000，技能：元王咆哮，银甲之盾，技能增幅。元王咆哮大范围技能，对范围内目标造成恐怖伤害，并使目标的移动速度降低 30%， 减速持续30秒，技能冷却3分钟。银甲之盾主动技能，在身周凝聚一层银甲，使自身防御力提升 50%， 技能持续40分钟，冷却60分钟。技能增幅被动技能，佩戴者所有攻击技能威力提升 20%。这件装备的属性确实不错，不过更让段晨期待的还是那件45级的武器恶魔之触，也就是在慈木秘境从慈木童子身上爆出来的那件神器。第128章恶魔降临，屠城开始。恶魔之触是一把长柄的战锤，在被段晨握在手中的那一刻，整把武器便迅速变大。此时段晨的局部背化已经解除，双臂已经恢复正常。呼！转眼之间，恶魔之触便已经达到了70米的长度。段晨现在的身高是45米，这把战锤的长度足足比段晨还高了25米。若是再对双臂施展局部背化的话，恶魔之触也会跟着暴涨，长度翻10倍，直接变成长700米的恐怖战锤。700米啊！战锤高举，直入苍穹，犹如擎天柱一般。这他妈要是一锤子砸下去，谁能扛得住？恶魔之触得技能和鬼焰烈剑有重叠啊，是因为2件装备都和慈木童子有关吗？段晨嘀咕道。鬼焰烈剑是杀慈木童子分身的时候爆的，恶魔之触是杀慈木童子本体爆的。2把武器的技能有一些相似之处，倒也说得过去。名称：恶魔之触，品阶：神器，等级45级，力量45000，精神15000，攻击速度加15，技能：恶魔之触，技能增幅，攻击强化，恶魔吞噬，恶魂震荡，抗拒火环。恶魔之触被动技能，佩戴者任意攻击都会触发小范围的恶魔之手，从地狱召唤出恶魔之手，对小范围目标造成恐怖伤害，并有 10% 的几率使目标防御降低 30%， 效果无法叠加。技能增幅被动技能，佩戴者所有攻击技能威力提升 30%。攻击强化被动技能，佩戴者的攻击属性额外获得 30% 的强化。恶魔吞噬佩戴者在遭受重伤的情况下，可通过消耗魔宠的血量来强行恢复伤势，消耗魔宠的血量越多，恢复的越快。恶魂震荡大范围技能，对范围内目标造成恐怖伤害，并使目标陷入恐慌状态持续5秒钟，技能冷却10分钟。抗拒火环被动技能，当佩戴者遭受致命攻击时，会强制触发抗拒火环，将身周的敌人强行震退，技能冷却10分钟。段晨又抚摸了一下鬼焰烈剑，这把30级的神器同样强大，可终究等级太低了，全方位都被恶魔之触碾压。等回国之后，把这个鬼焰烈剑卖掉吧，或者换一些对我有用的装备物品也可以。段晨心中想着。宁远州的职业是剑魂，
最适合使用长剑，这把鬼焰烈剑刚好适合他。他可是寒龙殿的少殿主，总不好意思白要吧？段晨嘴角微微一翘。至于先前那件史诗级护腕伪泰坦烈腕，段晨也已经换上，被换下的是一件35级的传说级护腕。休息一下，掏出我5米长的好兄弟放水，再填饱肚子，等所有技能冷却结束之后，再前往败美城。昭和国的狗杂碎，准备好迎接爷爷的怒火了吗？败美城，据说这座城市的名字还和自由国有关。早在全民转职降临之前，这座城市就被命名为败美城，然后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了现在。城主府，此时包括败美城主在内，一众高层全都聚集到了这里。败美城主高坐在宝座上，沉声道：“神十字形会突然这么大的动作，你们可知道原因？”一众高层面面相觑。城主大人，咱们在神十字行会有眼线，可有消息透露出来？是啊，如果我猜的没错，加藤神鹰那个老东西肯定是发现了什么大 boss。众人议论起来。败美城主哈哈大笑，当然有消息透露出来。根据眼线传回的消息，慈木童子出现在了长崎山岳。什么？慈木童子？这怎么可能？在场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败美城主缓缓站起身。总之，我们需要立刻赶去长崎山岳，绝不能让神十字行会独享慈木童子。传令下去，召集城主府骑士团所有成员，另外调动2座城防炮。是，城主大人。城主府下达的命令很快就开始执行。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回城传送返回败美城，然后朝着城主府这边聚集过来。城中的百姓看到这一幕，都感觉疑惑不解。先是神十字行会，然后又是城主府，到底发生什么事了？竟然让败美城有了这么大的动静。中央广场方向，回城法阵耸立在广场的中央区域，一道道光芒闪过，在外历练的城主府骑士团成员纷纷返回，一个个身影走出传送阵。也不知城主大人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吩咐。咦？突然，回城法阵光芒大盛，竟然爆发出一阵不同寻常的光芒。每一个职业者在使用回城时返回的时候，回城法阵都会闪过一道微弱的光芒，可这一次出现的光芒却耀眼无比，甚至有些刺眼，让人不敢直视。怎么回事？回城法阵有些不对劲啊！吱嘎嘎！突然，回城法阵微微晃动起来，组成法阵的铭文和阵法的能量变得有些不稳定，甚至给人一种随时可能崩溃的感觉。这种情况可从未发生过。广场上所有人都转过头，朝着回城法阵看来。轰！突然，一个犹如山峦般的巨大阴影出现在法阵之上。那阴影刚一出现，下方的回城法阵就好像承受不住重量一般，轰的一声崩碎开来，碎石纷飞，回城法阵瞬间崩溃。那是……我操！怪物！是慈木童子！该死！慈木童子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他刚刚是通过回城法阵传送过来的，这不可能！一个怪物怎么能够使用回城石？警报！警报！全城警报！一瞬间，广场上已经乱成一团，整个败美城在这一刻也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破碎的回城法阵之上，段晨扭动一下脖子，视线朝着周围扫了一眼，看到那一个个慌不择路、满脸惊恐的昭和国职业者，段晨心中不由得兴奋起来。嘿嘿，卑微的蝼蚁，准备迎接恶魔的战锤了吗？说话的功夫，段晨握着恶魔之处的手已经高高举起，技能局部倍化。第129章。搞死慈木童子，好处大家一起分。从段晨使用回城时进入败美城的那一刻，他就没打算留守。屠城，用最血腥、最残暴的手段屠灭这座城市，便是他要做的。所以一出手便是全力。此时的段晨还维持着慈木童子的形态，在局部倍化的作用下，他的双臂暴涨开来，转眼就化作200米长度。而他手中的战锤恶魔之处也已经达到了700余米。下一秒钟，段晨已经抡起战锤向前横扫而出。败美城的中央广场面积很大，但半径也绝对没有700米这么夸张。段晨这么随手一击，便已经笼罩了整个中央广场，就连外围的一些建筑也被波及。不好，快逃啊！妈呀，慈木童子的手臂怎么这么长？700米的武器，怎么可能？救命啊！广场之上，一团团血雾崩裂，一个个昭和国职业者直接被战锤轰杀当场，身体爆成一团团血雾，一排排的建筑也跟着被轰碎，碎石崩飞，建筑坍塌，短短几个呼吸的功夫，整个中央广场范围就已经一片废墟，残尸散落，废墟之中一具具被轰得不成样子的尸体，惨不忍睹。这一幕将远处的昭和国职业者全都吓傻了。另一边，在全城警报响起的那一刻，城主府那边就已经有了反应。嗖嗖，一个个身影冲出城主府，败美城主更是直接召唤出飞行魔宠，一个纵身便出现在半空中。举目望去，
拜美城主看到中央广场方向那狰狞的身影，还有已经破败的废墟，整个人都懵了。什么情况？怎么会有一个怪物出现在中央广场？不对，那个怪物是慈木童子。此时，已经聚集的城主府骑士团，还有城防部队也全都动作起来。拜美城主低喝道：“所有人听令，立刻前往中央广场方向围杀慈木童子。”是，城主大人。转眼的功夫，1万多人的队伍已经朝着中央广场开拔。而拜美城其他方向，各大势力的职业者也都动作起来，纷纷聚集，并朝着慈木童子拦截过去。那可是4圣兽之一的慈木童子啊！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拜美城，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去围杀。只要能成功将他灭杀，好装备、技能书、顶级的炼金材料应有尽有。至于这个慈木童子为什么看起来如此怪异，双臂和武器为何如此长度，他们现在也搞不明白。总之，先过去再说。中央广场方向，段晨那庞大的身躯向前迈出一步，仅仅一步便跨出100米。段晨手中的战锤也再次砸落，朝着一群逃避不及的昭和国职业者轰了下去。轰！一声巨响，一群职业者直接被战锤砸了个正着，脑浆崩裂，惨死当场。这还没完呢，在恶魔之处轰击在地面上的同时，武器的被动技能同时触发，地面震动，一条条狰狞的触手从地面伸出，这些触手覆盖了数百米范围，刚一出现便朝着周围的昭和国职业者疯狂地搅动过去。昭和国的狗杂碎，爽不爽？哈哈！段晨狂笑连连，一个个技能不要钱似的丢出去。快，组织防御，控制技能，锁定，全都丢出去。妈的，都愣着干什么？肉盾顶上去啊！你他妈一个肉盾职业，比老子这个魔法师跑得都快。对于段晨来说，他此时面对的状况和屠杀早稻城的时候如出一辙。刚一出场就先毁了人家的回城法阵，直接切断了整个城市的外援。至少别人想通过回城法阵来支援，已经做不到了。唯一的区别是拜美城更大一些，职业者更多一些，职业者的实力更强一些，杀起来可能费力一些，仅此而已。快，城防炮锁定他，给我轰！拜美城主的声音从天边传来，几个方向的城墙上的城防炮调转，全都锁定在了段晨的身上。相比于当初的早稻城，这拜美城的城防炮无疑更加强大，不但攻击距离更远，威力也更加惊人。可即便如此，段晨也完全没放在心上。73级的狂战士，段晨的视线锁定半空中的拜美城主。按照波多野娃的说法，拜美城有2大强者，最强的就是这位拜美城主，等级第2位的则是已经死在段晨手里的神十字行会会长加藤神鹰。轰隆隆，四面八方8座城防炮同时发起攻击，刺眼的光芒爆发，一道道刺眼的光柱携带着毁天灭地般的能量，直奔着段晨轰了过来。半空中，拜美城主眼中光芒闪烁，尽是兴奋和贪婪。看样子是神十字行会那边出了变故，导致慈木童子莫名其妙地出现在了拜美城。他早就知道神十字行会是去长崎山岳围杀慈木童子，结果现在慈木童子竟然跑到拜美城了，而且还直接出现在了中央广场。所有人听着，先不要对外寻求支援，集合整个拜美城的力量，共同围杀慈木童子。拜美城主的声音传递开来，得到的利益，所有参战实力按照贡献分配。其他几个家族势力的人听到之后，也都点了点头。显然，他们也不想轻易的向外寻求支援。来的支援越多，在斩杀慈木童子之后，大家得到的好处就越少。不过，接下来的一幕却让他们全都懵逼了。在城防炮的光柱击中段晨的前一刻，段晨已经拿出了神器八旗怒灵盾。在背化作用下，盾牌的高度已经达到了500米，宽度也达到了恐怖的100米。那哪里是什么盾牌，根本就是一面高耸入云的城墙啊！轰！轰隆隆，巨盾的出现，轻而易举就将城防炮的所有攻击拦截。有些不对劲啊！拜美城主瞪大双眼，你们有没有感觉到这个慈木童子的攻防方式和段晨有点像？第130章，这他妈的是段晨吧？事实上，在段晨变身成慈木童子之后，他不单单是自己的身形发生了变化，连带着他所使用的武器和盾牌也发生了变化。恶魔之处上燃烧着幽蓝的火光，在巨锤的末端多了一个狰狞的怪物头颅。而神器八旗怒灵盾整体也发生巨大变化，上面的雕纹乃至盾牌的形状也已经完全不同。也就是说，想要单纯通过武器装备，根本没办法认出段晨的身份。别说是武器装备了，就连段晨召唤出的魔宠也不再是本来的模样。关键是段晨的攻击手段。不久前，早稻城被屠城，天皇丰臣秀吉开启光幕直播，想要在所有昭和国百姓的关注下审判段晨。毫不夸张地说，段晨的一些攻击手段和特征在昭和国已经家喻户晓了，犹如城墙一般的双臂。
动辄几百米长的武器，几百米高的盾牌，大范围的眩晕技能，恐怖到无法理解的反伤能力。随手一挥，几百米大小的山峦砸落下来，再一挥，又是几百米长的箭矢飞射而来。这些加在一起，简直和眼前的慈木童子如出一辙。段晨，不可能吧？城主大人，段晨确实有变身的能力，但他变身的是骸骨将军啊，而且他的身躯也没有这么庞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的身体应该有35米吧？35米？你们忘了他在圣兽之地战场的时候是多高吗？最初进入圣兽之地战场的时候，他好像才20多米，然后一路升级，他的身体也在不断变大。就算段晨真的长高到45米，我也一点都不奇怪。经过拜美城主这么一提醒，一些人也开始怀疑眼前的慈木童子就是段晨。拜美城主咬牙道：“无论他是段晨还是慈木童子，今天都必死无疑。所有人听令，围过去！”下达一声命令之后，拜美城主便打开了好友栏。关乎到段晨，事情已经上升到整个国家，拜美城主也不敢再压下去，于是便将消息上报。很快，幕府便传来一条命令，命令的内容很简短：拖住，不惜一切代价拖住。而且幕府那边还给出了承诺，如果对方真的是段晨，并且拜美城成功将段晨拖住，幕府便会奖励拜美城主一件40级的神器。如果对方不是段晨，而是真正的慈木童子那爆出的东西，拜美城主有优先选择权。得到这个回复，拜美城主大喜过望，牵制慈木童子，注意自己的攻击技能，他的反伤很恐怖，以控制技能为主，使用沼泽术、迟缓术、眩晕、混乱，尽可能的牵制他。妈的，城防炮还在等什么？继续攻击啊！战场上，段晨已经将荒神和玄帝全部召唤出来，他根本不在乎自己的身份是否会暴露，就算被认出是段晨又能怎样？要知道，段晨变身成慈木童子原本也不是为了隐藏身份，而是为了变身之后的10%权属性增幅。因为慈木童子变身的关系，荒神和玄帝这2只魔宠的名字也发生了变化。荒神慈木荒狼王，玄帝地鬼龙龟。至于他们的模样就更不用说了，也都趋近于慈木秘境里的怪物。吼吼！刚一出现，玄帝便狂吼一声，直接将蛇龟乱舞施展了出来。蛇龟乱舞大范围技能，调动土元素之力，幻化出10只玄武虚影，并对前方大范围目标造成恐怖撞击。玄武虚影持续10秒钟，技能冷却5分钟。轰隆隆，10只虚影出现，朝着前方狂奔而出。大地震动，虚影所过之处，一切建筑全都被冲撞成了废墟。一些躲闪不及的昭和国职业者也被踩成了肉泥。现在的玄帝等级已经达到了39级。按照圣兽顿悟的技能描述，玄帝每提升20级，便会自动领悟一项天赋技能。而玄帝在20级的时候所领悟的技能名为玄武领域。玄武领域形成一个小范围的特殊领域，在领域持续时间内，领域内的同伴将会无视任何攻击，领域持续时间10秒，冷却24小时。单从技能效果来说，玄武领域得技能效果简直爆表，这等于是开启了10秒钟的无敌啊！唯一可惜的是，这个技能的冷却时间太长，竟然要24个小时。另一边，荒神也已经施展出飓风之刃。荒神的等级已经达到43级，等级比玄帝高，但各项属性却被玄帝碾压，技能就更不用说了。荒神只有4个技能，分别是反哺、飓风之刃、剧毒之爪、极速。无论是技能数量还是技能效果，都远远无法和玄帝相比。但他毕竟是段晨的第1只魔宠，除非将来能得到属性天赋远超过他的魔宠，否则段晨是不打算将他换掉的。战场一片混乱，拜美城的各方势力目标很明确，就是想要先将段晨拖住。可他们的想法虽好，现实却非常残酷。他们的技能攻击范围实在太小了，不对，应该说相比于段晨的攻击范围，他们的技能范围实在太小了。还没等他们靠近段晨，就直接被段晨一锤子砸了个尸骨无存。即便有人侥幸躲过了段晨的视线，朝着段晨丢了一个控制技能，发挥出的效果微乎其微。沼泽术凝聚的沼泽连段晨的脚面都盖不住，根本起不到减速效果。眩晕、混乱，这些技能轰在段晨的身上，犹如清风扑面，根本一点感觉都没有。偶尔有远程职业者忍耐不住，射出一根箭矢，那箭矢射在段晨的身上，和蚊子咬的也没有什么区别。轰隆隆，一片片的建筑被轰碎，成群的昭和国职业者被轰杀。段晨又一次挥动恶魔之触，将企图靠近过来的一群人砸成肉泥。随后，他的视线再次锁定了半空中的拜美城主。那边的蝼蚁，你应该是这座城市的城主吧？你已经在半空中停留半天了，是没胆子靠近过来吗？自己没胆子上前，却让别人一个个冲上来送死。
段晨的声音传递过来，让拜美城主的脸色微微一僵。从他抵达战场之后，就一直停留在千米开外的距离，不敢靠近段晨。只是偶尔下达一条条攻击命令，让各大势力和城主府的人去动手，可他本人却一直不敢上前。他可是城主，是要坐镇后方的，怎么能轻易以身涉险？只不过这话不能说出来啊。这不，周围各方势力的人在听到段晨的话之后，再次看向拜美城主的脸色都变了。第131章目标神户城。拜美城主脸色铁青，咬牙道：“你不是慈木童子，你是那个龙国的畜生段晨。”段晨双眼微微眯起，我是段晨，但却不是畜生。本来还想让你多活一会，让你亲眼看着我屠灭整个拜美城，亲眼看着我将这里化为炼狱，可你偏偏自己找死。既然如此，你就比其他人先走一步吧。不好！听到这话，拜美城主神色巨变，没有任何迟疑，他便已经驱使座下的飞行魔宠疯狂地朝着后方退去。他的飞行魔宠是一只双头火蝠王，是从一个地狱级副本爆出的魔宠蛋，贴身培育10几年，等级也已经达到了72级。可以说，这已经是一只非常强大的魔宠了。只见双头火蝠王的速度爆发到极致，庞大的身躯直接化作一道残影，转眼就已经带着拜美城主退出100余米。段晨乐了：“跑？老子让你先跑100米，甚至1000米，又能如何？”技能巨人投掷，一块块铁矿石出现在段晨的手中。被化之下，这些铁矿石转眼便化作300-400米大小，直接被段晨甩了出去。轰隆隆，数百米的山峦划破苍穹，带起刺耳的飓风，犹如9天砸落的神石，转眼就到了拜美城主的头顶。这不要啊！拜美城主惊恐万分，连忙双手握紧战斧，技能狂暴。一瞬间，他的头发变得赤红，整个人的肌肤青筋暴起，身形竟然拔高了几分。而他手中的战斧也携带着狂暴的力量斩向砸来的山峦，那画面就如同螳臂当车。只听轰的一声，他手中的战斧就已经崩碎开来，连同他和座下的双头火蝠王一起从半空中坠落。轰！连续几声巨响，几块数百米的山峦接二连三地砸在了拜美城主的身上。待到轰鸣声散去，拜美城主早已没了生机。城主大人死了，他可是73级的强者，就这么死了？妈的！刚才的对话你们都听到了吗？这真的不是慈木童子，而是段晨。操，他是来报仇的。还记得光幕直播时的画面吗？当时段晨通过传送从天皇大人和千岛流大人手中逃走，临走之前他说过什么？你们还记得吗？我记得他说：“今日屠你们1城，下次屠你们10城。”当初他屠光了早稻城，让早稻城变成了死城，我们拜美城会不会也步早稻城的后尘？在拜美城主陨落的那一刻，战场上所有昭和国职业者的脸上便写满了惊恐。即便各大势力的高层努力地维持着战局，一些人也已经开始撤离战场。他们或是使用传送物品，在短暂的引导时间过后，便一个个传送离开了拜美城。还有许多人则是直接冲向城门口，想要通过城门逃出拜美城。该死，不要逃啊！我们的支援马上就到了，快停下，给老子拖住段晨！谁敢逃就杀谁！一声声暴喝响起，可起到的效果却微乎其微。乱了，彻底乱了！段晨冷笑一声，一群没胆的狗东西，荒神玄帝，给老子放开了杀！吼吼！此时此刻，从幕府和各大城市赶过来的支援已经在路上了。幕府这边依旧是丰臣秀吉亲自出手。虚空中，丰臣秀吉骑着飞行魔宠，眼中充斥着怒火。已经确定是段晨无疑，这简直是对我们昭和帝国的挑衅！一个龙国人竟然敢3番2次的攻打我们昭和国的城市，他若是不死，我们昭和国还如何在这世间立足？我昭和国的职业者还如何抬起头？丰臣秀吉愤怒地咆哮着。圣兽之地战场，早稻城，8岐神将之一的千岛流，这些全都是毁在了段晨的手里。现在那个王八蛋竟然再一次出现，难道还想像屠灭早稻城一样，把拜美城也给屠了？一瞬间，丰臣秀吉想起了上一次段晨逃走时留下的话：今日屠你们1城，下次屠你们10城。狂妄，简直狂妄！丰臣秀吉咆哮道：圣界石碑的碎片，还有国战炉石和破戒石还没有消息吗？后方一个幕府高层连忙回道：天皇大人，暂时还没有消息，不过我们从一些典籍中找到了一些资料，只要时间足够，一定能找到的。时间足够？这他妈不是废话吗？丰臣秀吉回头狠狠瞪了一眼。当然，他现在更看重的是圣界石碑的碎片，还有国战炉石。至于破戒石，丰臣秀吉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
他当初之所以想要破戒石，只是想派人潜入龙国，然后去刺杀段辰。妈的！现在段辰就在他们昭和国，正在那屠城呢。如果这都搞不死段辰，就算得到破戒石，就算派了杀手潜入龙国，难道就能搞定段辰了？就在这时，一声惊呼从后方传来：“报告天皇大人，拜美城已经彻底毁了。”什么？丰臣秀吉脸色瞬间一白。那声音继续说道：“刚刚传来消息，拜美城城内的建筑已经全部破坏，城墙全部坍塌，城内已经没有活着的昭和国百姓了。唯一庆幸的是，一些人眼见情况不妙，提前逃出了拜美城。妈的，这是该庆幸的事情吗？这是无能，这是贪生怕死。那些在危难关头逃命离开的人都他妈是昭和国的耻辱。”丰臣秀吉愤怒地咆哮一声：“现在呢？段辰是否还在拜美城？”天皇大人，段辰已经冲出了拜美城，现在正以极快的速度朝着神户城方向而去。听到这话，在场众人的脸色变得难看无比。段辰是疯了吗？前脚刚刚毁掉了拜美城，现在又要去攻打神户城，朝着神户城方向去的。丰臣秀吉可不认为段辰是跑过去看风景的。丰臣秀吉一声令下，调转方向前往神户城。一位高层连忙道：“天皇大人，是否先通知神户城的百姓撤离？”丰臣秀吉骂道：“开启结界，全力防御！段辰即便靠近神户城，也是从城外开始攻击，每一座城市都有防御结界，还有城防炮，应该足以拖住他一段时间。不撤离吗？”其他人面面相觑，却也不敢反驳什么。第132章，随手一挥，万人陨落。说是调转方向赶去神户城，可实际上并不是飞过去。神户城和拜美城可不一样，现在的神户城还没有遭受攻击，城市内部的回城法阵还是可以使用的。于是，在丰臣秀吉一声令下，一群人纷纷拿出了回城石。他们手里的回城石没有绑定在神户城，但这并不妨碍什么，只需要使用回城石先返回幕府，然后再通过城内的传送阵，就可以中转到神户城了。此时，其他几个方向的支援队伍也都得到了消息，也纷纷调转方向。实际上，在拜美城遭受攻击的时候，神户城也派出了支援。现在，神户城的支援队伍已经在赶往拜美城的途中。支援队伍前方，一众昭和国职业者瞪大双眼，不可置信地看向远方。快看那个方向，是慈木童子！还他妈慈木童子呢？那是段辰！刚刚得到消息，拜美城已经毁了，段辰是奔着咱们神户城来的。妈的，冲过去拦住他！要拦你去拦，老子要回城了！支援队伍停止前进，几乎所有人都第一时间拿出了回城石。一道道光芒出现在他们的脚下，回城进入引导时间。1秒、2秒、3秒。就在众人以为自己能够顺利回城，然后在城内借助防御结界来抵抗段辰的时候，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哎，那边竟然有一群昭和狗，这么小，不仔细看都看不到。段辰双眼一亮，随手拿出几根箭矢，技能巨人投掷，全力投掷之下，一根根箭矢飞射而出，携带着尖锐的破空声划开苍穹，转眼就到了神户城支援队伍的上空。段辰的双臂在局部背化之后，全力投掷所覆盖的面积极为恐怖。要知道，背化之后，他的手臂就已经接近200米。全力投掷之后，箭矢能够到达的最远距离甚至有10几公里。只不过，昭和国职业者的身体相比于段辰实在太过渺小了，距离一旦太远，段辰还真看不到他们。还好神户城支援大军的人数比较多，看起来至少有上万人，浩浩荡荡之下，这才让段辰注意到了他们。轰隆隆，苍穹之上，一根根巨大到难以想象的箭矢出现，直接将太阳遮挡住，随后就如同一根根坠落的擎天柱一般，朝着支援大军砸落下来。不好，该死，我们被发现了！天哪，段辰的攻击距离怎么可能如此远？我们距离他至少有10几公里吧？妈的，我的回城引导时间怎么还没完？来不及了，救命啊！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响彻天地。普通的回城时引导时间是10秒钟，只有一些特殊的回城时，引导时间才可能缩短到8秒，甚至5秒。可是这类的回城时实在太过珍贵，成千上万个人当中也未必有一个人拥有。此时，面对从天而降的恐怖箭矢，所有人都发现他们的引导时间来不及了。想要在箭矢落下的最后一刻完成引导，传送离开这里已经是痴人说梦。防御，停止引导，来不及了，快防御！魔法师，防御魔法！盾战士，把手中的战盾全都举起来！找掩体！轰隆隆，箭矢轰击下来，刹那间整片天地都猛烈震动起来。那一根根几百米长的箭矢带着恐怖无比的力量，直接将大地撕碎。剧烈的轰鸣声中，一道道巨大的裂痕出现。战场上，
一片狼藉，鲜血崩碎，碎肉洒落在那一根根箭矢的轰击之下，近万人的支援大军瞬间被轰得崩溃。箭矢恐怖的冲击几乎笼罩了整个战场，即便一些人侥幸存活了下来，也被强大的冲击掀飞出去，一个个变得灰头土脸，哭喊声、哀嚎声此起彼伏。一些人瘫在地上，手脚崩碎，残破的身体发出虚弱的哀鸣：“救命啊！”恶魔，他根本就是一个恶魔，死了，全都死了。神户城的防御结界真的能挡住这样的怪物吗？支援大军中可是有数为60级以上的强者，竟然是这样的结果。轰！连续几声巨响，虚空中又出现了一块块数百米大小的山峦，然后在所有人绝望的目光中，山峦砸落，将仅存的一些人淹没。片刻之后，段晨的身影出现在战场上，他冷漠地看着那一具具残破不堪的尸体，好像看的根本就不是人的尸体，而是一个个畜生的尸体。战利品倒是留下了不少，果然杀人的爆率要比杀怪高太多了，只是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好东西。段晨弯下身子，双手不断地挥动，将战场上爆出的装备全部收拢起来。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杀人的爆率实在太可观了。每一个职业者在陨落之后，身上穿戴的装备都会爆出来，物品空间里的东西也会随即爆出了一些。当然，物品空间里的东西爆率很低，大部分情况下根本爆不下来。战场上近万人的尸体，爆出的装备零零总总加在一起，就已经有10几万件。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堆在一起，段晨一时间也没办法分辨，不知道有没有适合他的东西，只能等将眼前的事情都处理完毕，然后再沉下心来挑选一下。至于剩下那些用不上的，等回国之后就直接找宁远舟，让他通过寒龙殿的势力贩卖掉。这些应该都是从神户城来的吧？段晨转头朝着神户城的方向看去，从这个距离已经能够看到神户城的城墙轮廓。我这么大的目标朝着神户城靠近，想必神户城那边也已经做出反应了吧？各方支援应该也已经提前抵达神户城。段晨摸了摸下巴，也不知道幕府那边有什么反应，那个丰臣秀吉是否也会出现在神户城？第133章，他疯了吗？竟然在那个地方攻城！神户城虽然段晨还没有开始攻城，但城内却已经哀嚎一片。城主府神户城主的脸色铁青，双拳紧握，指尖发白。八嘎牙路！派往拜美城支援的部队竟然全军覆没了！该死，他们为什么如此废物？没有在收到拜美城被灭的第一时间使用回城时。片刻之后，神户城主压下心中的愤怒，他猛然起身去迎接天皇大人。另外，防御结界持续开启，不要管临时消耗，所有城防炮时刻准备。城内所有职业者全部征调，无论是哪方势力，又或者是散修，全部要参与到守城大战。传令，远程职业者全部登上城墙。一条条命令下达出去。神户城主也已经带着一众高层迅速来到了中央广场。回城法阵光芒闪烁，丰臣秀吉以及所有幕府云骑团的成员已经传送过来，拜见天皇大人。神户城主以及在场所有神户城的职业者全部跪倒在地。丰臣秀吉点了点头，游戏全都起来吧，情况怎么样？神户城主连忙道，天皇大人已经能够看到段晨的身影，他现在距离咱们神户城有15公里左右。15公里？丰臣秀吉眉心一跳，感觉自己好像忘记了什么，一时间却又有些想不起来。神户城主，天皇大人，咱们过去看看吧。段晨所在的方向就在南门方向。丰臣秀吉微微颔首，便在神户城主的带领下，朝着南门的城墙靠近过去。不只是他们，还有从其他城市过来支援的人，也纷纷朝着那个方向靠近过去。此时此刻，神户城内已经聚集了20余万职业者，而且数量还在不断的增加。只要中央广场的回城法阵还存在，其他城市的职业者就可以随时通过传送阵传送过来。毫不夸张地说，只要回城法阵没被毁掉，段晨将要面对的便很可能是整个昭和国的职业者。城外，距离神户城15公里左右的地方，段晨正静静站在那里。神户城肯定聚集了不少强者，就这么傻乎乎的靠近过去，未免太危险了。段晨心中想着。昭和国有10大8旗神将，当然，在千岛流死后，现在还剩下9个。可既然同为8旗神将，剩下这9个人的实力应该不会比千岛流差吧？还有那个92级的丰臣秀吉，感觉实力要比千岛流强上很多。现在神户城严阵以待，里面不知道有多少强者坐镇呢。傻子才他妈的去靠近城墙，然后一锤子一锤子去砸墙，去砸结界，这个距离刚刚好。段晨咧嘴一笑，局部背化之下，他的巨人投掷足以在这个地方攻击到神户城的城墙。不过段晨并没急着出手，而是转头看向不远处的一座小山。那座小山有100余米高，本着站得高尿得远这个原则，
段晨决定先爬上那座小山，然后再出手也不迟。100米高的小山对于段晨来说也只是一个跳跃而已。山峦之上，段晨笑嘻嘻地拿出一根箭矢，然后还对着箭矢的箭尖吹了一口哈气，又装模作样地瞄准了一下。走你！下一秒钟，他已经抡起膀子，将箭矢狠狠地甩了出去。技能巨人投掷。此时，神户城正对着段晨这边的城墙之上，丰臣秀吉、神户城主等人正站在城墙上，举目望着段晨所在的位置。除了丰臣秀吉之外，还有3个等级达到90级的强者出现，和段晨所想的一样，还真有8旗神将出现在了神户城，而且一下子就来了3个。远方，段晨那庞大的身躯实在太过显眼，即便相隔10几公里也能看得一清二楚。段晨怎么停下了？还爬上了一座小山？不好！丰臣秀吉脸色一变，当看到从10几公里外轰击过来的箭矢之后，这位昭和国天皇直接懵了。段晨竟然打算在那个地方攻城！不只是丰臣秀吉懵了，站在他身后的3位8旗神将也愣住了。作为昭和国顶尖的强者，他们也都拥有各自的超远距离技能，可即便是他们全力出手时，技能覆盖的面积也只能到10几里的距离。当初千岛流追杀段晨的时候，就曾相隔10几里对段晨施展过技能，可段晨现在和神户城的距离是10几公里啊，不是10几里。什么样的技能能够覆盖这么远的距离？嗖嗖，尖锐的破空声由远及近，那数百米长的箭矢划破虚空，带着毁天灭地的气势坠落下来。该死！神户城主怒喝道。田庄灵石全力催动防御结界。嗡！此时的神户城已经被一层厚重的能量结界笼罩。这种结界是用来抵御受潮的，是由无数阵法师历经数年才布置完成，覆盖面积能够笼罩整座城市。不过，这样的防御结界消耗极为恐怖，每一场大战所消耗的灵石几乎是一座城市几10年的库存了。在所有人惊愕的目光中，一声巨响，巨大的箭矢已经轰击在了结界之上。第134章结界碎，3大8旗神将，轰！在箭矢轰击在结界的那一刻，神户城上下所有人的心都为之一颤。10几公里的距离，段晨真的做到了，而且从那箭矢在空中飞行的弧度来看，明显还能飞得更远。轰隆隆，笼罩在城市上空的结界猛烈晃动，那根箭矢和结界碰撞的地方荡起一阵阵剧烈的波纹，那波纹的震荡程度让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好恐怖的攻击！刚才那一剑竟然让结界有了一丝崩溃的征兆。神户城主大惊失色，快继续加装灵石！嗖嗖，虚空中更多的箭矢出现，一根接着一根，只是一转眼便有数10根箭矢出现在了城市上空。轰轰隆隆，一下、2下、3下，每一次撞击都发出震天动地的声响，结界上震荡的波纹也越来越猛烈。神户城内部虽然有着一层结界相隔，可在箭矢每一次轰击结界的时候，城市内也发生着猛烈的晃动，一些民居建筑在震动中倒塌，大街上密密麻麻的人群被震得东倒西歪。天哪，这个段晨真的是人类职业者吗？一个人赶来攻城也就算了，竟然还爆发出如此恐怖的威势。一人成军啊！一人成军，应该说是他一个人就是受潮才对，简直比大世界国战的时候2国的城市攻防还要夸张。妈的，你们看城墙上那些远程职业者全都他妈的吓傻了。城内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按照现在的状况，让段晨继续攻击下去的话，结界破碎是早晚的事，这可是用来防御受潮的结界啊，在段晨的面前竟然显得如此薄弱不堪。不过当他们看到城墙上站立的丰臣秀吉还有3位8旗神将之后，提起的心又稍微放下了一些。这4个人可都是昭和国最为顶尖的强者，有他们坐镇神户城，让段晨先猖狂一会又能如何？城外，段晨还在不断地挥动着手臂，同时也在关注着结界的情况。这结界可以啊，竟然能挡住我这么多次攻击。段晨的眉头微微一皱，那就继续，老子倒要看看这结界还能坚持多久。说着，又是一根根箭矢甩了出去。相比于铁矿石，箭矢攻击的穿透力更强，更适合对付城防结界。同时，段晨还在思索一个问题：我已经看到丰臣秀吉了，这个昭和天皇果然来神户城了。只是不知道除了丰臣秀吉之外，神户城还聚集了哪些强者。最好把昭和国的顶尖强者全都吸引过来，才能更方便我下一步操作。实际上，在来神户城之前，段晨就已经有了一系列的打算。攻打神户城只是一波烟雾弹，如果神户城空虚，支援神户城的人来的又不及时，那段晨就会毫不客气地将神户城毁掉，就好像对付早稻城和败美城一样，将整个神户城夷为平地。不过他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他从拜美城一路狂奔而来，给了昭和国太多的准备时间。等他抵达神户城的时候，里面肯定已经有众多强者严阵以待。而他现在要做的就是想方设法将更多的昭和国强者吸引到神户城，最好是把镇守幕府的强者全都吸引过来，调虎离山。只有这样，段辰才能毫无顾忌地杀向幕府。只要操作得当，段辰完全有机会直捣黄龙，将幕府夷为平地。想到这里，段辰的攻击也更加猛烈了。轰！一声声巨响震天动地，厚重的防御结界猛烈晃动。突然，一道裂痕出现在了结界之上。城墙上，丰臣秀吉的脸色铁青，结界快要崩溃了，准备好出城围杀段辰。神户城主是天皇大人。3位八旗神将也是点了点头。他们太被动了，在段辰刚刚出现的时候，他们还想过要和段辰来一波攻防战，再不济也能靠着城墙上的超远距离城防炮给段辰来一波轰炸。可谁知道那个龙国职业者根本不按常理出牌，竟然在距离神户城还有10几公里的地方就发起了攻击。那个位置已经远远超出了城防炮的覆盖范围，即便是丰臣秀吉3位八旗神将，他们的技能也没办法碰触到那里。现在神户城完完全全是在被动挨打，而他们却拿段辰完全没有办法。轰！又是一轮箭矢飞射而来。丰臣秀吉准备结界破碎之后，挡住后续的箭矢，不要让箭矢落入城内。咔嚓！下一秒钟，结界轰然破碎。而在结界破碎的同时，后面几根箭矢来势不减，直接朝着城内轰去。神户城主怒喝：“城防炮，锁定最前方的箭矢！”嗡！城墙之上，6座城防炮的炮口爆发出刺眼的光芒。下一瞬间，6道光柱同时破空而出，直接轰在了最前方一根箭矢之上。伴随着剧烈的爆炸声，箭矢轰然破碎。可箭矢破碎后散落下来的碎片，却依旧携带着极强的威力，将下方一些躲闪不及的昭和国职业者砸得鬼哭狼嚎。与此同时，那3位八旗神将也出手了。这3人，其中一位等级90级，职业是唯一性隐藏职业迦楼罗。早在他转职成迦楼罗之后，便将自己的名字也改成了迦楼罗。这么多年过去，他原本的名字早已被人遗忘，大家能记住的也只是八旗神将迦楼罗。哼！迦楼罗冷哼一声，身后一双黑色的恶魔之翼猛地一扇，身形已经出现在一根坠落的箭矢跟前。这一双恶魔之翼是迦楼罗的专属技能之一，万翼风暴。迦楼罗低喝一声，一双恶魔之翼随风而长，无数羽毛犹如利刃一般席卷而出。刹那间，天地变色，那根几百米长的箭矢直接被无数羽毛撕扯得4分5裂。第135章围杀。另一边，另外2位八旗神将也同样挡下了2根箭矢。这2位八旗神将的等级要比迦楼罗更高，都是91级。一人名叫朽木无月，是一位史诗级职业者，雷霆战士；另一人名叫村上龙牙，是一位隐藏职业者，职业为怒龙剑士。破碎的箭矢散落，天地间归于平静。城内一个个昭和国职业者瞪大双眼，随后便是一阵阵的欢呼声响起。八旗神将万岁！牛逼！有天皇大人和八旗神将坐镇神户城，看那段辰还如何猖狂。区区几根几百米的箭矢，也想在八旗神将的眼皮子底下轰入城内，简直痴心妄想。半空中，迦楼罗脊背上的双翅微微扇动，他居高临下看了一眼下方的百姓，眼中尽是傲然之色。诸位无需担心，待我现在就去将段辰的脑袋斩落下来。说罢，迦楼罗的身形已经化作一道残影，朝着城外飞去。丰臣秀吉一挥手，将自己的飞行魔宠召唤出来，然后一跃而起，骑在了魔宠脊背上。朽木无月、村上龙牙2人对视一眼，也都召唤出了自己的飞行魔宠。神户城主狂笑一声：“段辰，你死定了！”不过，他虽然这么说，却没打算和丰臣秀吉等人一起冲出神户城去攻击段辰。他的等级只有75级，等级虽然比已经陨落的拜美城主高了2级，可实力却未必比拜美城主强多少。连拜美城主都被段辰给搞死了，他哪敢轻易去靠近段辰？还不如继续坐镇城墙之上，给天皇大人和3大八旗神将鼓掌拍马屁呢。另一边，段辰早已注意到了飞出神户城的4个身影。他见过丰臣秀吉，所以一眼就认出了丰臣秀吉。而3大八旗神将实际上在他们出手拦截箭矢的时候，段辰就已经注意到他们了。好强大的气势，比千岛流有过之无不及啊！段辰的瞳孔微微收缩，难道和千岛流一样也是八旗神将？以我现在的实力，还不能和他们硬拼？当初在慈木秘境，段辰之所以能灭掉千岛流，完全是借了石灵防御得光。在受朝大军的帮助下，他的石灵防御给他提供了超过100万点的防御属性，再配合神级防御这个被动，防御属性再次翻倍。
段晨身边的敌人数量越多，锁定他的仇恨越多，石灵防御给他提供的防御属性就越高。可现在他身边空无一人，石灵防御的效果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要知道，当初在慈木秘境断晨引发的兽潮至少超过1000万只怪物啊！冲进神户城，神户城本土的职业者，再算上那些前来支援的人，总数应该超过50万吧。可就算50万人，石灵防御给我提供的属性加成也只有5万点而已，还是太少了，不足以让我应付这么多强者。段晨冷笑一声，却也没太过在意。只要不和丰臣秀吉等人硬碰硬，那他就有太多办法了。远方天空之上，伽罗罗的速度最快，已经冲出数公里。丰臣秀吉、朽木无月、村上龙牙三人的速度稍慢一些，毕竟他们用的不是飞行技能，而是骑的飞行魔宠。段晨，今天必将你碎尸万段。伽罗罗阴冷的声音传来，你这样的人，若是不死，我昭和国颜面何存？你引以为傲的反伤能力，我们早已看透，今天即便我们以伤换命，也要彻底灭了你。以伤换命，显然他们已经想好了灭掉段晨的办法，拼着自己被反伤成重伤，也要将段晨灭掉。一个人被反伤成重伤，另一个人便继续出手。他们3大8旗神将在这里，还有昭和国天皇4个顶尖强者，难道还搞不死一个段晨？杀我！先顾好你们自己吧，你们4个全都跑出了神户城，就没想过谁来保护城内的百姓？段晨露出邪恶的笑容。下一秒钟，一个个剧毒药剂的瓶子已经出现在手中。技能巨人投掷，一招鲜，吃遍天。段晨发现这个巨人投掷技能是真的牛逼，尤其是丢出去的东西也会倍化这个效果，简直掉炸天！轰隆隆，一个个巨大的瓶子在空中划过弧度，直奔着神户城砸了过去。这还没完呢，段晨的双臂疯狂甩动，剑石、铁矿石、石头，一些破烂的黑铁及装备都被段晨一股脑的狂甩出去。这种狂甩的痛快感，竟然让他有了一种鲤鱼甩子连续中出的错觉。只不过连续中出之后，人会感觉空虚，会有一种索然无味。可这砸东西却越砸越爽，越砸越兴奋。密密麻麻的东西从空中划过，犹如流星一般笼罩了半边天空，从伽罗罗等人的头顶飞过。不好！丰臣秀吉大惊，神户城那边没人能挡住段晨的投掷技能。伽罗罗、朽木无月、村上龙牙3人也是大惊失色。他们几个顶尖强者冲出神户城，虽说神户城内还有几十万职业者，甚至还有几位80级的强者，可这些人能挡得住段晨的攻击吗？天皇大人，怎么办？我们在这个位置没办法将段晨的攻击全部拦截，是否折返回神户城救人？说话的功夫，丰臣秀吉等人也已经出手，一个个强大的技能从他们的手中施展出去，朝着段晨丢出的东西轰了过去。可那一根根箭矢，一块块铁矿石和巨石，实在太过巨大。他们4人的实力虽然强悍，但也只能拦截3成，其余的东西直接从他们头顶越过，朝着神户城坠落下去。丰臣秀吉脸色难看无比，一咬牙，继续围杀段晨，只要他死了，一切死伤都是值得的。另外，传令神户城主驱散城内的百姓，城内等级低于70级的职业者立即传送离开，无论是通过传送阵还是特殊传送物品，立刻离开神户城。通知其他8旗神将立刻前来神户城，以防万一。第136章8旗神将齐聚，昭和国最强战力。听到丰臣秀吉的话之后，伽罗罗3人微微一怔，继续围杀段晨，不回城救人，这倒没什么。事实上，在伽罗罗等人看来，即便死几万人，只要能杀了段晨也是值得的。可他们万万没想到，丰臣秀吉竟然要把所有8旗神将全都调过来。昭和国10大8旗神将，每一位都是90级以上的顶尖强者，这些人大多都镇守一方，就如同龙国的13镇国神将，圣兽剑豪屠苏无敌，常年镇守麒麟城，防御黑烟之域的怪物，冲击龙国南部城市。昭和国的一众8旗神将也是如此，伽罗罗、朽木无月还有村上龙牙，他们3人便有着自己镇守的城市。现在竟然让另外几个8旗神将也暂时离开自己镇守的城市，来围剿段晨，这会不会太小题大做了？轰隆隆，后方神户城内发生震天动地的轰鸣声，那一块块数百米大小的铁矿石和巨石，犹如山峦一般砸在城市之中。刹那间，成片的建筑坍塌，一个个巨大的深坑出现在城市的各处，那些躲避不及的昭和国职业者直接就被轰成了肉泥，尸骨无存。那一根根箭矢带着难以想象的贯穿力，其中一根箭矢轰击在厚重的城墙之上，直接将耸立数百年的城墙轰得4分5裂。更可怕的是，那一个个在城市中崩裂的剧毒药剂，毒雾扩散，毒液四溅，仅仅一转眼的功夫，整个城市就已经被腐蚀笼罩，无数人被剧毒侵袭，
瘫在地上哀嚎惨叫：“救命啊！该死，该死！这一场战斗我们根本插不上手，又为什么让我们来支援神户城？对付段辰那样的怪物，唯有最为顶尖的强者出手围剿才行，实力不足的人，就算来的再多也是送死。王八蛋！我们城中的百姓早就想撤离了，是天皇那个狗杂碎让我们死守，让我们靠着防御结界抵挡段辰，结果现在却让我们成了瓮中之鳖。我不想死啊！”惨叫声、哭喊声响彻整个神户城。更为恐怖的是，段辰的巨人投掷还在继续。为了实现当初的承诺，为了这一次能够屠灭昭和国10座城市，段辰在慈木秘境的时候就已经挖下了很多巨石。至于铁矿石、剧毒药剂这些东西，则是从龙国国内带过来的。还有剑矢，这玩意段辰最不缺。先前屠灭拜美城的时候，他搜刮战场都不知道捡了多少剑矢。这些还不算段辰的物品空间，还存放了成堆的树干，每一根树干都有70-80米，甚至超过100米。这些树干都是在长崎山岳的时候掰断的，一旦在背化之下使用巨人投掷将这些树干丢出去，那就是一根根长达1000米的擎天柱啊！爽！段辰狂笑一声，眼见丰臣秀吉4人只是短暂的停滞，便再次朝他扑来，于是二话不说，又是一大堆东西砸了过去。这一次，段辰不单单在攻击神户城，同样也在攻击丰臣秀吉4人。当然，他并不认为自己的巨人投掷能够威胁到丰臣秀吉4人，但却肯定能恶心到他们，将他们挡在10公里开外肯定是没问题的。那一座座数百米的山峦砸下来，偶尔还有几根1000米长的巨木当头落下，段辰有绝对的把握让丰臣秀吉4人近不了身。管你是什么家喽啰，管你是什么雷霆战士，是什么怒龙剑士，只要让你们近不了身，你们就休想伤到我。果然，在不间断的巨人投掷之下，丰臣秀吉4人被逼迫的咆哮连连。尤其是那一块块数百米的铁矿石，即便以他们的实力也没办法轻易轰碎，只能纵身逃窜。毕竟铁矿石不同于石头和木头，那玩意是真的硬啊！无限推波，波动拳啊，杜根，龟派气功，彪彪！段辰口中不停的怪叫，双手都挥出残影了。同时，他的脚步还在不停的挪动，竟然从另一个方向一点点的在向着神户城靠近。靠近神户城，段辰并不是要杀进神户城，而是确保自己的巨人投掷可以覆盖神户城内更大的范围。轰！丰臣秀吉再次轰碎一块石头，刚要驱使飞行魔宠靠近段辰，结果迎头又砸下一根数百米长的剑矢。丰臣秀吉彻底疯了，段辰，有种别丢东西，咱们正面交锋。加喽啰，有种让我们过去。朽木无月，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村上龙牙，这龙国人不讲武德，不讲武德，一群昭和狗，老子讲你妈！丰臣秀吉4人咆哮连连，一时间却拿段辰一点办法没有，只能眼睁睁看着段辰将一块块巨石砸进神户城。此时，神户城内到处都是剧毒药剂建设的毒液，这些毒液的存在，让城内接近90%的职业者没办法使用回城时，前脚刚进入回城引导，后脚就因为中毒而被强行打断引导。中央广场方向，回城法阵依旧耸立在那里，连续几道光芒闪过，几个气势强悍的职业者从回城法阵中走了出来。几乎在同一时间，丰臣秀吉的声音也传了过来：“快，给我杀了段辰！”一共有先后6个人出现在回城法阵，正是从其他地方调过来的6位8旗神将。再算上城外的迦楼罗、朽木无月、村上龙牙3人，昭和国剩下的9位8旗神将已经全部到齐了。8位顶尖强者，再加上丰臣秀吉这个天皇，只为了围杀一个45级的龙国职业者。嗖嗖，连续的破空声响起，其中4人召唤出飞行魔宠，转眼就飞入虚空，朝着段辰这边急速扑来。另外4人的魔宠不具备飞行能力，但在地面的移动速度却奇快无比，四肢疯狂甩动，短短几个呼吸就已经冲出神户城。城外，段辰看到来人之后，双眼微微一亮，好恐怖的气势，都是90级以上的强者，不会也是8旗神将吧？我丢，也不知道这里面是否有原本坐镇幕府的人。段辰咧嘴一笑，6位8旗神将加入战场，他所施展的巨人投掷已经彻底失去了效果，根本无法突破这帮昭和国强者的防御，没有办法再砸进神户城。不但如此，丰臣秀吉和9位8旗神将身形交错，距离段辰也越来越近了。继续这样下去，用不了片刻功夫，段辰就会被这一帮人团团围住。到那时，哪怕他的被动技能再如何恐怖，面对如此多的顶尖强者，恐怕也难以幸免。当然了，现在的神户城已经是一片废墟，除了中央广场的回城法阵之外，几乎没有完好的建筑了。城内尸横遍野，职业者和未转职的人死伤无数，绝对超过10万之数，
甚至可能死了20万都不止。是时候离开了。段晨又是一堆东西砸出去，同时一块特殊回城石也出现在他的手中。第137章，段晨，我尼玛，你骗人！段晨手中的这块回城石，正是直接通往幕府内部的传送石。实际上，除了这块通往幕府内部的传送石之外，段晨的物品空间里还存放着一些绑定了昭和国其他城市的回城石。段晨先后屠灭了早稻城、拜美城，在长崎山岳的时候还屠杀了神十字行会2000多人，几场大战下来，收集的战利品无数，爆出一些回城石也并不奇怪。不过，段晨已经决定先来一波直捣黄龙，直接搅碎整个幕府，将昭和国的尊严彻底践踏。至于其他城市，等先到幕府浪完之后再去也不迟。诸位，我就先回龙国了，下次再见。段晨的声音传来，脚下同时出现回城石的光芒，回城进入引导。回龙国！听到这3个字，丰臣秀吉等人大惊失色。快拦住他！他要使用破戒石逃走，不能让他得逞。这一刻，丰臣秀吉和9大8旗神将彻底疯了。他们在挡住段晨一轮巨人头制止之后，便一个个将速度爆发到极致，疯狂地朝着段晨这边扑了过来。人还未等靠近，就已经施展远程技能轰向段晨。轰隆隆！昭和国10位顶尖的强者同时出手，刹那间天地变色，整片天地都猛烈地摇晃起来。神户城内，一些侥幸存活下来的职业者一个个瞪大双眼朝着城外看来，那一个个技能所爆发的威力让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只觉得天好像都要塌了一般。不过可惜，他们出手还是晚了。等他们冲到自己的技能攻击范围，并朝着段晨轰出远程技能的那一瞬间，段晨身周空间扭曲，身形已经消失不见。轰！一个个毁天灭地般的技能轰击在段晨先前站立的位置，将地面轰出一个个巨大的坑洼，留下一道道深不见底的裂痕。可那又如何？段晨早已从他们的视线中消失不见，他们那一个个恐怖的技能也只能听个响罢了。该死！该死啊！丰臣秀吉仰天咆哮，双手用力撕扯着自己的头发。上一次段晨在他和千岛流的眼皮子底下逃走，这一次段晨竟然又在他和9位8旗神将的围剿下猖狂离去。上一次是全国光幕直播，这一次是在神户城内一个个存活下来的职业者注视之下，众目睽睽，这让他颜面何存？让他这个天皇还有什么威信？突然丰臣秀吉又感觉有些不对劲，刚才段晨好像没有使用破戒石吧？加喽啰，使用破戒石会开启空间壁垒，段晨刚才使用的好像是回城石。什么？回城石？一瞬间，丰臣秀吉心中生出不好的预感，他不会传送到咱们昭和国其他城市了吧？就在这时，丰臣秀吉等人的好友栏同时跳动起来。丰臣秀吉连忙打开好友栏，下一秒钟，他的脸色已经变得苍白无比。段晨，他竟然传送到了幕府，而且直接出现在了幕府内部。什么？加喽啰等人听到这话，全都大惊失色。幕府是昭和国的首都，是昭和国最大最辉煌的城市，同样，它也代表着整个昭和国的国威。那可是一国之都啊！段晨竟然当着他们的面传送到了幕府。妈的，他不是说回龙国吗？怎么跑幕府去了？快返回幕府！丰臣秀吉双眼通红，连忙拿出回城石。他所使用的回城石绑定的也是幕府内部的回城法阵，而且还是一块高品阶的回城石，回城引导时间只需要5秒钟。加喽啰等一众8旗神将拿出的回城石也同样是绑定幕府内部回城法阵的。幕府有2座回城法阵，其中一座是在城市的中央广场，是所有职业者公用的回城法阵；另一座便是幕府最深处的这个回城法阵，是幕府高层官员专用的法阵。叮！提示：你所使用的回城石已经失效，所绑定的回城法阵遭受破坏，请注意。回城引导刚刚开始，丰臣秀吉就听到了这声提示。该死，段晨破坏了那个回城法阵！快使用幕府中央广场的回城法阵！丰臣秀吉怒喝一声，又拿出第2块回城石，这块回城石绑定的就是中央广场的回城法阵。然而很可惜，在这块回城石进入引导时间之后，丰臣秀吉等人也听到了和刚才一样的提示。叮！提示：你所使用的回城石已经失效，所绑定的回城法阵遭受破坏，请注意。段晨，我尼玛！段晨，你不得好死！快返回神户城，通过神户城的回城法阵周转到距离幕府最近的城市，然后飞回去。一行人已经快疯了，连忙调转方向，朝着神户城急速而去。他们不知道段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这才刚刚入侵进幕府，便直接将幕府的2座回城法阵全都毁了。现在他们再想回幕府，就只能先传送到距离幕府最近的城市，然后再跑回去。第138章，晋州牧师鞍马无敌。另一边，幕府，一个犹如山峦一般的身躯站在幕府最深处，一只手正捏着一个昭和国中年女子的脑袋。这个女子是一位71级的牧师，实力一般，等级一般，但是长得却非常美艳，身材哇塞。段辰，你好大的胆子！我可是天皇丰臣秀吉的夫人，你若是敢杀我，就算你逃到天涯海角，就算你逃回龙国，也必死无疑。女子眼中尽是怨恨，明明已经被段辰捏在手里，却还敢对段辰叫嚣，显然是平日里仗着天皇夫人这个身份骄纵惯了。也是这个娘们倒霉。段辰踏出传送阵，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这个娘们，于是一把就给抓了过来。段辰没有急着搭理他，而是小心翼翼的又朝着周围看了几眼。在降临幕府的那一刻，段辰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脚下的这个回城法阵毁掉。至于中央广场方向的回城法阵，段辰只是随手丢出几十根箭矢，又丢了几十块石头，然后就轰的一声破碎开来。事实上，中央广场距离段辰现在的位置还有很远的距离，可段辰的身高在那里摆着呢。当他出现在幕府的那一刻，就借助高度的优势，将这座城市的情况看了个大概，轻而易举就找到了中央广场的那个回城法阵。以他巨人投掷的攻击距离，想要毁掉那个回城法阵简直太容易了。和当初屠灭早稻城、败美城一样，先毁回城法阵可以最大限度地阻挠外部的支援。此时整个幕府已经乱成一团，尤其是中央广场方向简直惨不忍睹。整个中央广场已经被巨石和箭矢砸成了废墟，那些身在其中的昭和国职业者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直接被砸成了肉泥，连一具完整的尸体都没能留下。可这里毕竟是昭和国的首都，在短暂的混乱之后，城防军和留守的幕府云骑团最先反应过来，开始从四面八方向着这边聚集而来。不止如此，段辰还感受到10几个庞大的气息，其中一个的气息并不比他所见到过的8旗神将弱，很可能也是一位90级以上的强者。果然，幕府还是有强者坐镇的。段辰双眼微微眯起，不过惊喜的是，幕府这座城市的昭和国百姓是真的多呀。虽然远远比不过慈木秘境的受潮，但石林防御带来的增幅也一样可观。说着，他已经挥手将荒神和玄帝再次召唤出来。叮！提示：魔宠玄帝的石林防御技能触发，所有防御增幅已经同步反馈到主人身上，防御增幅18万点。再配合神级防御这个被动技能，防御增幅翻倍，而且这个增幅还在不断的增加。段辰，快放开天皇夫人！简直狂妄，竟然敢传送到幕府撒野！放开天皇夫人，留你一具全尸！这个龙国的畜生不是在神户城吗？怎么？四面八方聚集着密密麻麻的昭和国职业者，一些实力稍弱的人不敢靠得太近，只敢聚集在远处不断的叫嚣。不过也有不怕死的，比如段辰先前感受到的那10几股庞大的气息。伴随着一道道破空声，10余个身影出现在段辰的视线中，从不同的方向将段辰围在当中。为首之人是一位手握权杖的老者，看装扮，段辰猜测应该是一位辅助系职业，91级的辅助职业。段辰眉毛一挑，顶级探查术只能查看到姓名和等级，具体职业无法查看，职业品阶至少是史诗级吧。哼！那老者冷哼一声，老夫乃是晋州牧师鞍马无敌。俺妈？无敌？我操，这两笔有病吧？段辰，你妈是不是无敌？和老子有什么关系？事实上，一个辅助职业者无论职业品阶如何，等级能达到90级以上已经是难如登天了，其困难程度要数倍于其他职业者。晋州牧师应该是隐藏职业吧？段辰的目光扫视一圈，除了鞍马无敌之外，还有10余位80多级的人，各种职业都有。所有人都怨恨无比地瞪着他，如果不是天皇夫人被他控制，恐怕早就扑上来和段辰拼命了。没想到啊，我还抓了个护身符。段辰咧嘴一笑，小娘们，既然你这么有用，就让你多活一会吧。至于其他人，嘿嘿。段辰没有再多说半句废话，直接抬起一只脚，狠狠地朝着前方踩踏下去。技能巨人践踏，轰隆隆，大地震动，恐怖的冲击以段辰的脚掌为中心，朝着四面八方扩散出去。刹那间，无数裂痕出现在大地之上，方圆数千米的建筑在震动中接二连三的倒塌。范围内的所有昭和国职业者全都受到冲击，一些距离较近的人直接被冲撞的身躯崩裂，爆成了一团团血雾。就连那些80多级的强者也是神色巨变，连忙将自己最强的防御手段施展出来。不好！鞍马无敌怒喝道：后退，后退！
同时他手中的法杖也抬了起来。禁咒，梵天守护！金光肆虐，一个个高达数十米的金色光柱从天而降。那些光柱落在幕府各处，光柱和光柱之间被一道道金色的铭文连接在一起，化作一个巨大的领域。梵天守护，大范围领域技能，可使范围内所有友方目标防御力提升 30%， 并获得 25% 的减伤效果，以及 10% 的致命躲避效果，技能持续10分钟，冷却30分钟。不得不说，这个梵天守护的效果确实强大，恐怖的覆盖范围甚至超过了段辰的巨人践踏范围，硬生生将一些必死的人拉了回来，为他们挣得了一线生机。不过这还没完呢，700多米长的战锤恶魔之处已经出现在段辰的手中。只见他纵身向前一跃，瞬间拉近了自己和鞍马无敌之间的距离。禁咒牧师，你能救得了别人的性命，不知道能不能救得了你自己的性命？段辰森冷的声音传来。群战先杀辅助，万古不变的道理，段辰当然清楚。更何况对方还是一位91级的顶尖辅助，必须死。第139章，一锤子秒杀91级最强辅助。眼见着段辰扑过来，鞍马无敌并没有半点慌张，有的只是无尽的愤怒。可是禁咒牧师！鞍马无敌怒喝一声，刹那间，无数金色的羽毛从天而降，神圣的光芒笼罩天地之间。技能神圣徽章。金色的羽毛笼罩之下，范围内所有的昭和国职业者同时听到了一声提示。叮！提示：你受到神圣徽章的祝福，全属性提升 50%， 持续时间10分钟。几乎在同一时间，那10数位80多级的职业者全都出现在了鞍马无敌的身周。段辰，你太猖狂了，竟然敢对鞍马大人无礼！你可知道10大8旗神将之中有4位是他老人家教出来的？鞍马大人可是我们昭和帝国的首相。啥玩意？首相？段辰眼中杀意更甚。天皇、首相，这可是昭和国权力巅峰的2个人物，无论是身份还是地位，都要高过10大8旗神将。没想到眼前这个老东西竟然是昭和国的首相，地位和身为天皇的丰臣秀吉不相上下。那10数位80多级的职业者在获得神圣徽章祝福之后，全身属性暴涨，气势也攀升到了前所未有的状态。而且笼罩在战场之上的梵天守护效果还未消失，他们身上还有着强大的防御加成、减伤加成。当然，防御加成在段辰的面前形同虚设，段辰可是有昭和克星徽章的，可以无视所有昭和国职业者的防御属性。轰隆隆，遮天蔽日一般的战锤砸落下来，鞍马无敌单手背在身后，没有做出任何躲避动作，就那样静静地注视着越来越近的战锤。惊雷剑，连珠火球，战争怒吼，盾击，一声声暴喝，10余位80多级的职业者同时出手，一个个强悍至极的技能直接轰向段辰的战锤。轰！伴随着轰轰巨响，震天动地的爆炸声响起，10几人联手之下，竟然将段辰那700多米长的战锤生生挡了下来。强大的反震之力，甚至还将战锤向上荡起了数十米。爆炸掀起的冲击，让方圆数百米烟尘滚滚，碎石飞溅。段辰眉毛一挑，再来，老子倒要看看你们能抗住几下。技能是有冷却时间的，老子倒要看看你们有多少个技能，能挡住老子多少锤。老子施展的可是普通攻击。说着，段辰的战锤犹如风车般抡起，然后再次砸落。他依旧没有施展技能，依旧只是一次普通攻击。轰！那10余位强者脸色微白，咬着牙再次挡在了鞍马无敌的身前。一下，两下，在轰轰巨响之中，10几人的防御硬生生被段辰轰得支离破碎。在第4锤砸落下来之后，已经有4个人被掀飞出去。就这，鞍马无敌，你不会指望这一群废物来护住你吧？段辰狂笑连连。经过刚才一番交手，段辰对自己的实力也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90级以下的职业者基本已经不是他的对手。就比如刚刚10余位80几级的强者，其中有一半未达到85级，但也有数人达到了87级，甚至88级。可就是这样，10几个人依旧被他轰击得人仰马翻。鞍马无敌脸色铁青，眼见段辰的攻击再次轰落下来，他连忙抬起手中的法杖，圣灵神之盾。刺眼的金光从法杖上爆发，转眼间一层金色的光芒出现在他的身周。叮！提示：你受到圣灵神之盾加成，全身防御属性无限大，持续10秒钟。这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无敌状态，但发挥出的效果却和无敌没有太大区别。防御属性无限大，比段辰的10灵防御和神级防御还要恐怖。金光笼罩之下，鞍马无敌冷笑一声：段辰，你伤不到老夫的，而且用不了多久，天皇和一众8旗神将就会返回幕府，
到那时你将在劫难逃。此时此刻，鞍马无敌已经不再奢望自己能够灭掉段尘，就算有那10几位80级以上的职业者相助，就算远处还有一架城防炮锁定，鞍马无敌也没想过凭着他们就灭掉段尘。别忘了，段尘的手里还抓着一位天皇夫人呢。一轮城防炮覆盖攻击，先不说能不能搞死段尘，天皇夫人肯定是要死翘翘了。到时候怎么向天皇交代？段尘没有说话，他的所有力量全部汇聚在战锤恶魔之处上。见到鞍马无敌身周的金光，再加上对方表现得如此淡定，段尘心中有些没底了。妈的，这个老逼灯施展的肯定是无敌类的技能，能够在短时间无视所有伤害，否则怎么会如此淡定，连躲都不躲一下？算了，反正这一锤子已经轰下去了，如果搞不死这个鞍马无敌，老子也就不和他们纠缠了。老子来幕府是要屠城的，没必要揪着一个禁咒牧师不放。此时战锤已经碰触到了鞍马无敌身周的金光，远处那些昭和国职业者冷笑连连。我见过这个技能，这是首相大人的圣灵神之盾，在这一层金光之下，任何攻击都休想伤到首相大人。他可是禁咒牧师，是我们昭和国最强的辅助职业者，也是现存唯一一位90级以上的辅助职业。一直被段尘捏在手心里的首相夫人也大声怒骂：段尘，你快放了我，否则等天皇回来，必将你碎尸万段。轰！下一瞬间，鞍马无敌身周的金光突然猛烈震动，然后在所有人不可置信的目光中，金光支离破碎。那巨大犹如山峦的战锤也狠狠地轰击在了鞍马无敌的身上。咔嚓！一阵骨骼崩裂的声音响起，鞍马无敌的身子直接被砸入地面。伴随着剧烈的轰鸣声，战锤将地面砸出近100米的深坑，鞍马无敌那残破的身躯也深深地嵌在了深坑之中。第140章，我可是首相！这一幕把所有人都吓傻了。怎么回事？刚才发生了什么？首相大人的圣灵神之盾竟然没发挥出效果。深坑之中，鞍马无敌也懵了。毕竟是91级的顶尖辅助职业者，他并没有被段尘这一锤子直接秒杀，但此时他的身体却也惨不忍睹，全身骨骼不知道碎了多少，整个人嵌在深坑之中，已经无法动弹。无视防御，鞍马无敌心中后悔不已。他已经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秒掉了，段尘竟然有无视防御的技能。不对，不是技能，段尘的普通攻击就带着无视防御的效果。一想到这一点，鞍马无敌有些不敢相信。他艰难地抓紧法杖，一层微弱的金光从法杖的末端闪过。禁咒神圣复苏，鞍马无敌的口中喃喃自语。刹那间，天空中云层涌动，一道道金色的光芒穿破云层，朝着深坑中的鞍马无敌照射过去。神圣复苏，这是禁咒牧师的最强治愈技能，可以无视一切创伤，在顷刻间修复身躯所有的伤势，并驱除所有负面状态。毫不夸张地说，只要人还没死，哪怕只剩下半截身体，也能瞬间复苏，恢复完整身躯，恢复巅峰状态。事实上，鞍马无敌还有一个保命的复活技能，而且还是一个被动技能。一旦鞍马无敌陨落，那在接下来的20秒时间内，鞍马无敌可以选择任意时间进行复活，效果类似于段尘的红莲重生，但这个技能一辈子只能使用一次。当然，现在也不是使用复活技能的时候。此时，段尘正站在深坑的边缘，居高临下的看着深坑中的鞍马无敌，眼见着神圣复苏已经发挥效果，正在迅速的修复着鞍马无敌的身躯。于是段尘二话不说，又是一锤子砸了下去。而且这一次，段尘还施展了技能恶魂震荡。嗷！凄厉的嘶鸣声从恶魔之处的末端爆发，那嘶鸣声尖锐无比，直射灵魂深处。恶魂震荡，大范围技能，对范围内目标造成恐怖伤害，并使目标陷入恐慌状态，持续5秒钟，技能冷却10分钟。轰！战锤再一次轰击在鞍马无敌的身上，硬生生打断了他的神圣复苏，让他刚刚修复到一半的身躯再一次接近崩溃。救我！鞍马无敌艰难的嘶吼，快攻击段尘，救我！攻击段尘！战场上那些80多级的强者有些犹豫，他们敢挡在鞍马无敌的身前，替鞍马无敌拦截住段尘的攻击，可如果直接对段尘出手，他们却有些犹豫了。天皇夫人还在段尘的手里啊，一个不小心，搞不好就把天皇夫人给嘎了。就算最后我们杀了段尘，天皇回来也一样会治罪我们，说不准脑袋都得掉。也就是他们犹豫的一瞬间，段尘的第二锤已经轰击在了鞍马无敌的身上。这一次，他的身躯终于扛不住了，咔嚓，肉身崩碎，整个身体直接炸成了血雾，硬生生被段尘砸了个尸骨无存。段尘眉头猛地一皱，没爆东西，没死。他刚刚已经对鞍马无敌使用了真实之眼，已经提前查看了鞍马无敌死后爆出的物品。
原本以为这一锤子下去就能解决掉鞍马无敌，可谁知竟然没爆出东西。不用想，那个老东西肯定没死。复活类技能吗？段晨冷笑一声，双眼依旧注视着鞍马无敌陨落的地方。他的红莲项链拥有红莲重生这个复活技能，对复活技能的效果还算了解。不出意外的话，鞍马无敌很快就会再次复活，而且复活之后出现的位置就在死亡地点的附近。我可没有厚此薄彼啊！哎，再送给你们几块石头玩玩。段晨的声音传开，头都没抬，随手就朝着周围甩出了几块巨石。飓风呼啸，数百米大小的巨石在空中划过一条弧度，直接砸在千米开外的人群中。妈的，继续后退！快退！段晨的攻击范围太远，我们在这里也不安全。操，老子就说不过来嘛，过来有什么用？像这样层次的战斗，已经不是人多就能解决的了，人越多，死得越快。昭和国职业者一阵人仰马翻，那一座座数百米大小的山峦轰击在地上，在砸死一大片的昭和国职业者之后，继续向前翻滚，又不知压死了多少人。然后，在所有人惊恐的目光中，那数百米大小的山峦竟然迅速缩小，变成了只有30-40米大小的巨石。当然，30-40米依旧和小山差不多，可相比于数百米，已经小了太多了。深坑之中，安静的有些诡异。段晨没有着急，巨大的眼眸依旧注视着里面的情况，即便一块小石头滚落，也无法逃过他的眼睛。嗡！一道金光突然从地面升起，无数光晕汇聚，仅仅一转眼的功夫，那些金光就已经凝聚成了一个身影。正是鞍马无敌复活了。段晨嘿嘿一笑，我还以为你能一直忍着不复活呢。不出所料，如果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复活，你就再也无法复活了，对吧？鞍马无敌站在深坑中，脸色苍白，他后悔了，早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打死他也不会来抵挡段晨。现在好了，终极治愈技能已经进入冷却，复活技能也被打没了，他还能拿什么和段晨对抗？该死，如果身边有一位8级神将就好了，配合老夫的增幅技能，只需一位8级神将就能将段晨灭杀。鞍马无敌脸色铁青，随后再次咆哮道：你们都在干什么？快攻击段晨，不要理会天皇夫人，她只是一个没用的女人，就算死了，天皇也不会心疼。老夫是昭和国首相，与天皇平起平坐，老夫的命令，你们也敢不听吗？深坑之外，所有人都脸色难看，一些人终于还是扛不住鞍马无敌的压力，终于施展出攻击技能，朝着段晨轰了过去。第141章屠杀，在这一刻开始。眼见着四面八方有技能轰击过来，段晨轻蔑一笑：敢打我，你们怕是活够了。密密麻麻的攻击，此时对段晨出手的恐怕不下万人。这还是因为其他人的技能距离不够，无法攻击到段晨，否则绝不可能只有万人。不止如此，就连城防炮也爆发出刺眼的光芒，一道道光柱朝着段晨轰击过来。段晨一只手捏着天皇夫人，邪笑道：天皇夫人，人家拿你当废物啊，要不你还是别跟着天皇了，以后跟在我身边替我通管道吧。说话的同时，段晨的恶魔之处又继续轰向鞍马无敌。至于那些轰向他的技能，段晨根本没去理会，别说躲避了，他甚至都没去使用8旗怒灵盾防御的打算。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此起彼伏，密密麻麻的技能轰击在段晨的身上，箭矢、火球、冰锥、土刺、雷霆，各种各样的远程技能同时爆发，引动一层层恐怖的能量震荡。哈哈，我击中段晨了啊！反伤？是反伤！我操，快给我治愈术！治疗药剂，我的手臂断了，我的武器耐久耗光了，怎么回事？战场上一声声哀嚎响起，所有对段晨发动攻击的昭和国职业者在同一时间全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反伤。一些人的身体当场崩溃，在喷出一口口鲜血之后，身体直接软绵绵地倒在了地上，再也没了声息。还有一些人则被震得身受重伤，瘫在地上失去了战斗力。即便那些反伤比较轻的人，也是脸色苍白，嘴角流血。还有他们手中的武器，要么直接耐久清零，被强行收入物品空间，无法佩戴，要么也是耐久见底，进入崩溃边缘。所有人都懵了。更惨的还是那10几个80多级的强者，他们距离段晨最近，施展的攻击技能威力也最为恐怖，而且每一击都是直奔着段晨的要害去的。他们遭受的反伤也远远超过其他人。鞍马无敌，你害我，老子做鬼也不会放过你啊！都是你的错，如果不是你让我们攻击段晨。伴随着几声惨叫，10几个人竟然转眼被反死了一半，剩下的人也都瘫在地上，全身骨头不知道破碎了多少，再也无法动弹分毫。深坑中，因为视线角度的关系，鞍马无敌根本看不到外面的情况，只能听到一声声哀嚎惨叫。他对段晨的反伤能力还是有些了解的，但也没想到会如此恐怖。傻眼了吧？
段晨哈哈大笑，连续几锤子下去，已经再一次将鞍马无敌轰的战力全无，处于濒死状态。没有浪费时间，又是一锤子砸了下去。轰！鞍马无敌最后一丝生机，随着这一锤子的砸落，完全消失。这一次，他是真的死了。一大堆装备和物品也跟着爆了出来。段晨双眼一亮，连忙伸手将所有东西全都收了起来，就连鞍马无敌的尸体也被他抓了出来。这个人的身份比千岛流还要高，既然决定将千岛流的尸体用昭和国膏药旗穿成串，然后挂在幕府的城头，段晨不介意多串一个人。首相死了，那可是我们昭和国的第一辅助啊，就这么死了。首相大人，天皇大人呢？我们的八旗神将呢？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刚才对段晨发动了几轮攻击，虽说全都轰在了段晨的身上，但却并未波及到那位天皇夫人。此时天皇夫人虽然看起来狼狈无比，身体却依旧完好无损的被段晨握在手中。天皇夫人瞪大双眼，已经吓得说不出话来。她先前还叫嚣着让段晨赶紧放了他，可是在鞍马无敌陨落之后，她却连话都不敢说了。段晨扭动一下身子，抬起脚将几个奄奄一息的80多级强者踩死，并将战利品收起来。玄帝，荒神该开攻了，挡路的人已经嘎了，接下来肆无忌惮的屠杀吧。段晨冰冷的声音响彻天地。他已经在鞍马无敌的身上浪费了不少时间，留给他屠城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段晨现在还不清楚丰臣秀吉和八旗神将还有多久抵达，他必须抓紧时间，用最短的时间对幕府造成最大的破坏。杀！吼吼！荒神、玄帝两只庞大的魔宠已经扑了出去。段晨也抡起700多米的战锤，整个身体犹如旋风一转转动起来。不好，段晨攻过来了！拼了！老子誓死也要保卫幕府！誓死保卫！我誓死你妈！老子只知道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快逃啊！退出幕府城！老子不想死！整个战场在一瞬间乱成一片。好！段晨杀意沸腾，血盆大口张开，一声震天动地的咆哮从他口中发出。技能元王咆哮，这是45级史诗护腕伪泰坦列万自带的一个技能。元王咆哮，大范围技能，对范围内目标造成恐怖伤害，并使目标的移动速度降低 30%， 减速持续30秒，技能冷却3分钟。技能效果非常哇塞，属于攻击和控制一体的技能。当然，在段晨施展这个技能轰击在一个个昭和国职业者身上的时候，能够触发减速效果的人并不多，因为大多数昭和国职业者都直接被元王咆哮的伤害效果秒杀了，根本没机会触发减速状态。屠杀在这一刻彻底展开，幕府城内爆炸声此起彼伏。段晨的攻击范围太过恐怖，即便只是普通攻击也能覆盖近1000米范围，一旦施展大范围技能，笼罩的范围甚至能蔓延几公里。巨人投掷这个技能就更不用说了，10几公里根本不在话下。只是短短片刻功夫，幕府就已经血流成河。那些企图逃走的人突然发现自己就算把腿抡冒烟，也快不过段晨的范围技能，除非能硬扛住段晨2轮技能伤害，否则只要身处在段晨身周10公里范围，那等待他们的就只有一个结局：死。第142章，这不仅仅只是屠杀，而是我的杰作。幕府作为昭和国的首都，城防力量是最为强大的。城墙之上密密麻麻的城防炮，放眼望去，数量至少有上千架。要知道，段晨当初屠灭的早稻城整座城市也才4座城防炮，而且不只是城墙上，幕府的城内的4个方向也建造了100米高的巨塔，巨塔之上由全国顶尖的阵法师绘制的攻击法阵，虽然攻击距离远远比不过城防炮，可威力却丝毫不差。城市之中，一排排的建筑倒塌，一块块犹如山峦般的巨石从天空落下，一根根犹如擎天柱般的箭矢贯穿大地，偶尔还有几个巨大的剧毒药剂瓶子砸落下来，方圆数百米乃至1000米瞬间变成剧毒之地，被毒雾和毒液笼罩。逃啊！他是恶魔，是灭世的恶魔。完了，全完了，我的家被毁了，老婆孩子全都死了。凄厉的惨叫声此起彼伏，无数昭和国职业者惊恐逃窜，发疯似的朝着城外涌去。身上有绑定其他城市回城时的，连忙寻找掩体，然后开启回城，进入引导时间。有强制传送物品或者传送技能的，也不管到底会传送到什么地方，毫不犹豫地将传送物品拿了出来。现在他们只想用最快速度逃离幕府，保家卫国。别闹了！先不说他们能不能靠近段晨，就算侥幸靠近了，就算释放的技能侥幸轰击在了段晨的身上，也无法伤到段晨分毫，反而从段晨身上爆发的恐怖反伤还会将他们反伤致死，就算命大没被反死，也可能重伤倒地，然后被天上坠落的巨石砸成肉泥。打不了，根本就打不了。
城墙之上，城防军统领不断的咆哮：田庄临时，快田庄，给我轰！城内防御塔锁定，快锁定断城，给逃离的人争取时间。一个个城防士兵站在城防炮旁边，不断的填装着灵石。城防炮消耗灵石的数量非常恐怖，就这么对断城连续几轮轰击，就已经消耗了幕府1年的灵石库存。关键是还他妈伤不到断城，那一道道光柱，要么直接被断城手中的巨盾挡住，要么直接轰击在断城的身上。可无论是否打中，断城都好像没事人一样。该死，他真的是人类职业者吗？龙国怎么会有这么恐怖的存在？听说龙国有13镇国神将，我看这个断城比镇国神将还要恐怖。这不是废话吗？镇国神将在龙国的地位相当于咱们昭和国的8旗神将，8旗神将有断城这么恐怖吗？断城应该不是8旗神将的对手吧？总之，幕府已经完了。刚刚收到消息，天皇大人、诸位8旗神将以及其他城市的支援很可能在半个小时之后才到。半个小时，恐怕整个幕府都已经被夷为平地了。战场上，断城的视线转动，看向城墙上那一排排城防炮。还好我学会了神级再生，不然被1000多架城防炮连续轰击，还真有点吃不消。断城随手捡起脚边的一杆破败的膏药旗，直接将旗杆当作投掷物，施展出了巨人投掷。嗖！狂风呼啸，被化之后的旗杆长达数百米，瞬间就将一面城墙轰得4分5裂，连带着上面的城防炮也被废墟淹没。又过了片刻，城防炮的轰鸣声已经消失不见，幕府的城墙全部坍塌，所有架设在城墙上的城防炮也全都毁于一旦。至于那些耸立在城市之中的巨塔，也同样被断城摧毁。应该差不多了吧？断城居高临下，俯视着这座残破的首都，视线范围内已经看不到活着的昭和国职业者。这位天皇夫人没被我夹死吧？断城抬起手看了一眼指缝，那位天皇夫人披头散发，眼泪噼里啪啦的往下掉，嘴角还不断的淌出鲜血。看样子是断城没把握好力度，应该是把他的骨头夹骨折了。求求你放了我吧，求求你！天皇夫人眼中尽是恐惧。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我知道昭和国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可以告诉你，只要你肯放过我。哦，断城眉毛一挑，这他倒是有兴趣了。先别急，等我再处理一件事。说着，断城将千岛流和鞍马无敌的尸体取了出来。当看到千岛流的尸体时，天皇夫人瞳孔一缩。早在数日之前，他们就已经知道千岛流死了，是追杀断城的时候死在了一个特殊秘境里。千岛流的实力在那里摆着呢，所以包括丰臣秀吉在内，也只认为是断城用了什么阴谋诡计，或是借助特殊秘境的终极 BOSS 才把千岛流搞死的。可此时看到千岛流尸体上的伤势，好像并不是怪物所为。千岛流是死在了你的手里？天皇夫人惊呼道：你的实力已经能灭杀8旗神将，断城有什么问题吗？说着，他从残破的战场上捡起一杆昭和国的国旗，然后直接将千岛流和鞍马无敌的尸体串在了旗杆上。旗杆就那样从嘴里贯穿，然后从屁股后面扎出来，串的那叫一个专业，就好像串了2个等着烧烤的小鸡崽子似的。搞定！断城咧嘴一笑，然后直接将旗杆插在了天皇府邸的废墟上。来，再让我写几个字：龙国，断城到此一游。龙国万岁！丰臣秀吉，你老婆我拿去玩了。早稻城、拜美城、神户城、幕府还没完呢，游戏继续。然后断城又从物品空间拿出一杆赤红色的龙旗，直接插在了幕府的中央广场之上。看着那随风飘扬的龙旗，天皇夫人忍不住咽了口唾沫。完了，今日之后，昭和国上下在龙国面前怕是再也抬不起头了。一人屠灭4城，其中一座城市还是我们昭和国的国都，我昭和国的尊严彻底完了。第143章还是远远不够啊！此时此刻，丰臣秀吉9位8旗神将正在赶往幕府的途中。他们当中速度最快的是迦楼罗，已经提前脱离队伍，先一步朝着幕府这边飞来。然而很可惜，他还是慢了。虚空中，迦楼罗的身影在云层中不断的划过，终于看到了幕府。可是此时的幕府早已化作一片废墟，一些侥幸从城内逃出来的昭和国职业者，一个个瑟瑟发抖的躲在城外10几公里的地方，双目无神的看着破碎的城市。废墟中硝烟滚滚，到处都燃烧着大火。2杆旗帜插在废墟之中，其中一杆旗帜是已经破败不堪的昭和国太阳旗，上面串着2具血淋淋的尸体，正是千岛流和鞍马无敌的尸体。另一杆旗帜是龙国的国旗，鲜艳的红色，一条栩栩如生的神龙在旗帜上飞舞。那画面是如此的讽刺，就好像在嘲弄着每一个昭和国职业者一般，嘲讽他们的无能，嘲讽这个国家的卑贱。该死！迦楼罗脸色铁青，
视线迅速扫视，却根本没看到段晨的身影。他见过段晨，那几十米高的身躯，只要站在城内，一眼就能看得到。可是破败的幕府城市中，却根本没有段晨。段晨呢？迦楼罗愣了一下。也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好友栏跳动，丰臣秀吉给他发来了一条信息：丰臣秀吉，我的夫人被段晨抓走了。就在半分钟之前，段晨使用了空座艇的回城时，直接传送到了空座艇。现在空座艇的回城法阵已经被毁坏。什么？段晨又逃走了，而且又去了另一座城市？迦楼罗彻底抓狂了。丰臣秀吉，是我们疏忽了，段晨杀了我们那么多人，不知爆出了多少回城石在他手里。我已经下达命令，昭和国所有城市的回城法阵全部封禁，即刻起禁止使用，避免段晨再前往下一座城市。听到这话，迦楼罗愤怒地咆哮一声：妈的，这么多人竟然把这件事给忘了！明明已经猜到段晨的手里会有很多回城石，我们竟然没有提前将各大城市的回城法阵封禁。如果早一步封禁回城法阵，段晨说不准已经死在神户城了，根本没机会进入幕府。不过后悔要是没得吃的，现在只能想尽办法去补救。至于空座艇，迦楼罗深吸一口气，无奈地惨笑一声。空座艇整座城市的规模和神户城差不多，现在空座艇的回城法阵已经被毁，这显然是段晨的一贯伎俩，传送入侵到城市内部，然后毁掉回城法阵，直接让外部的支援无法通过回城时赶往空座艇。如此一来，支援队伍就会在途中耽搁很多时间，以段晨的破坏力，在这个时间内足够他将整个空座艇夷为平地了。迦楼罗想的没错，此时的空座艇已经哀嚎遍野，整座城市已经燃烧起滔天火焰。相比于幕府，空座艇的城防简直惨不忍睹。无论是耸立在城墙之上的城防炮，还是坐镇空座艇的顶尖强者，在段晨的眼中都形同虚设。硝烟之中，段晨随手一挥，将身周的浓烟拍散。他的脚下散落着一堆残缺不全的尸体，其中一人便是这空座艇的城主，一位78级的职业者。天皇夫人胸口起伏，在段晨的指缝中艰难地扭动一下身子，他已经彻底麻木了。看着那残破不堪的城市，还有那一具具残破的尸体，这位天皇夫人心若死灰。我该怎么办？他悄无声息地打开好友栏，给天皇丰臣秀吉发了一条信息：快来救我！我们已经在赶往空座艇的路上，现在整个昭和国所有城市的回城法阵都已经封禁，我们已经彻底掐死了段晨的退路。丰臣秀吉回道：除非段晨使用破戒石逃出昭和国，否则他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天皇夫人不想听这些，她只想知道丰臣秀吉什么时候来救她。天皇夫人，我随时都可能被捏死，你们快点！丰臣秀吉，你想办法拖住他，我们已经用最快速度赶过去了。拖住他？天皇夫人心里有些没底，她担心自己会触怒段晨，除非段晨问他，否则他根本不敢多说一句话。又过了片刻，段晨朝着远处正在撕咬尸体的荒神和玄帝招招手：昭和狗的尸体连屎都不如，你们也吃？段晨撇嘴道：天皇夫人，我说的对吧？天皇夫人表情一僵：对，您说的都对。段晨冷笑一声，迅速打扫战场。相比于幕府，屠灭空座艇所获得的战利品要少了很多。幕府一场大战，段晨爆出的传说级和史诗级装备一大堆，甚至连神器都有2件。其中一件是鞍马无敌爆出来的，是一件76级的神器法袍，属性并不适合段晨，而且等级也完全穿不上。当初千岛流被灭杀，也爆出了一件神器法袍，等级需求为68级。明明有强大的神器，却不适合自己，这就很蛋疼了。段晨打算回到龙国之后，看看能不能换到适合他自己的装备。另一件应该是一位80多级的强者爆的，是一件48级的神器铠甲，属性要远比他现在的遗落铠甲强。要知道，段晨的遗落铠甲只是10级神器，而且还是当初使用赤鬼黑破从史诗级品阶提升上来的。等他的级别升到48级，便可以换上。这么算起来，段晨来昭和国单单杀人就爆了3件神器，看起来爆的好像很多，可别忘了，段晨前前后后可是杀了至少20万人啊！又搞定一座城市。对了，这座城市叫什么来着？段晨问道。天皇夫人连忙：大人，叫空座艇。段晨眉头一皱，这名字真难听，一听就是狗住的地方。说着，段晨翻了一下物品空间，又拿了一块回城石出来。叮！提示：该回城石所绑定的回城法阵处于封闭状态，暂时无法使用。段晨双眼微微眯起，回城法阵关闭了。切，扫兴！虽然心中有些郁闷，可事实上这也在段晨的意料之中。除非昭和国高层全都是傻子，否则在他连续屠灭数个城市之后，又怎么可能让各大城市的回城法阵继续运转？早稻城、拜美城、
神户城、幕府，再加上这个空座艇，还是远远不够啊！段晨的食指和大拇指捏住天皇夫人的脑袋，将她提到自己的眼前，邪笑道：“你是想活命，还是想死？”第144章，如实隐藏副本。幕府废墟中，段晨留下的大字清晰可见，那是用战锤恶魔之处在地上划出一道道沟壑，沟壑和沟壑之间相连，形成的一个个大字。沟壑的深度有数十米，除非是土元素魔法师，否则想要将这些字全部填平，恐怕也要费很大力气。龙国，段晨到此一游。龙国万岁！丰臣秀吉，你老婆我拿去玩了。看着这一个个大字，丰臣秀吉的脸色铁青。在得知段晨前往空挺座之后，丰臣秀吉并没有再亲自前去追杀，而是让9位8旗神将继续前往，而他本人则返回幕府收拾残局。段晨，你不得好死，不得好死！竟然敢把我的老婆拿去玩！丰臣秀吉脑海中浮现出段晨那数十米高的身躯，最终丰臣秀吉微微叹息一声，内心深处已经将自己的老婆放弃了。落在段晨的手里，哪还有活命的道理？就算他和9位8旗神将亲至，只要段晨一心想杀人，他们也绝对没办法救下天皇夫人的性命。更何况段晨还拿去玩了。丰臣秀吉双拳紧握，突然他双目一颤，想起一件事，于是连忙打开好友栏，给那个天皇夫人发了一条信息：你之前说找到了关于国战炉石的信息，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信息？天皇夫人，哼，你把我当傻子吗？我现在告诉你，你肯定不会再来救，放心，只要我能在段晨手里活下来，就告诉你，是关于炉石隐藏副本的消息。炉石隐藏副本？丰臣秀吉心中一紧，这些天他这位夫人一直在收集关于国战炉石的资料信息，想要知道在什么地方或者通过什么方式才能得到国战炉石。就在段晨想灵败美成的时候，他这位夫人找到了一些信息，只不过他当时急着前往败美城灭杀段晨，便暂时没去询问。这时天皇夫人又发来信息：300多年前咱们昭和国曾出现过一块国战炉石，可你绝对不知道那块国战炉石并不是通过杀 BOSS 爆出来的，而是在炉石隐藏副本使用炼金材料锻造出来的。丰臣秀吉连忙问道：材料清单还有隐藏副本的坐标你知道吗？天皇夫人当然知道，所以来救我回去吧。说完便结束了和丰臣秀吉的对话。无论丰臣秀吉在发送什么消息，天皇夫人都没有任何回复。草会母你妈！丰臣秀吉有些抓狂了，仔细思索之后，连忙给伽罗罗等人群发了信息：无论如何救回苍井优女。苍井优女便是天皇夫人的名字。随后丰臣秀吉又补充了一句：他知道国战炉石的关键信息。空挺座，段晨眼中闪烁着寒光，静静地注视着苍井优女，一定要考虑清楚再回答，你是想活命还是想死？想活就拿出你的价值，你认为拿出什么能换你一条命？天皇的妻子，昭和国的一国之母，命应该很值钱吧？苍井优女脸色苍白，神器，我的身上有神器。神器？段晨冷笑一声，一个真实之眼丢在了苍井优女的身上。目标：苍井优女。死亡掉落：粉色跳弹、口球、扩通器、扶桑木之杖。神器：风狮法袍。史诗：食人祭祀腰带。史诗：木摇短靴。传说：雷音王头盔。史诗：浪涛护腕。史诗：千插手镯。史诗：蝎王之戒。史诗：血毒戒指。史诗：巨魔神链。史诗。不愧是天皇丰臣秀吉的女人，不愧是昭和国的国母，一身装备几乎都是史诗级以上，还有一件神器。除了这些之外，也许还有专属装备在身上，只不过专属装备死亡不掉落，所以并未显示出来。段晨嘴角一咧，指尖轻轻地在苍井优女的身上划过。你身上的玩意挺多呀，挺会玩啊。苍井优女浑身颤抖，不知道段晨在说什么。段晨，还有，你刚才说的神器不会是扶桑木之杖吧？糊涂啊，我杀了你，这把神器也一样是我的。不可能！苍井优女心中大惊，段晨怎么会知道她佩戴的武器名字？苍井优女颤声道：大人，只要您肯放过我，让我做什么都行。段晨摇了摇头。突然他另一只手捏住苍井优女的一条胳膊，然后猛地一扯，咔嚓，鲜血横飞，苍井优女的一条手臂直接被段晨扯了下来。被扯掉的手臂随手丢出，被荒神一口接住，也不见他咀嚼，就直接咽入了腹中。啊呀！撕心裂肺的疼痛让苍井优女浑身战栗，惨叫连连：大人，饶命，饶命啊！段晨，现在能拿出有价值的东西了吗？苍井优女，有国战炉石，
我有国战炉石的情报。说完这句话，苍井优女就后悔了。就在片刻之前，她还在拿国战炉石的情报来威胁丰臣秀吉，让丰臣秀吉快些来救她。现在她的性命危在旦夕，心中慌神，下意识便将国战炉石当作筹码说了出来。国战炉石是什么东西？段晨沉声问道。苍井优女认为这个东西能换她性命，也就是说，在苍井优女的心中，国战炉石要比她的神器扶桑木之杖更加珍贵。而且这个东西的名字当中有国战二字，必然和国战有关，就比如同样和国战有关的圣界石碑。只是不知道这国战炉石是和小世界国战有关，还是大世界国战有关。第145章，想抓老子，在老子屁股后面吃土吧。此时段晨的局部背化已经解除，技能进入冷却，他的双臂也已经恢复了原本的模样。可就算如此，他的手掌长度也有4米多，捏着苍井优女的身子依旧像捏一只小鸡仔一般。苍井优女面无血色，颤声道：还请大人让我施展一个治疗技能，或者让我喝下一瓶治疗药剂也好，不然我恐怕还没说完关于国战炉石的情报就已经死了。段晨冷笑一声：那你就快点说，说慢了真会死的。还想给自己一个治愈术？想屁呢！我知道丰臣秀吉还有8岐神将正在赶过来，或者还有昭和国的其他强者，你最好别想着拖延时间。段晨说着，又捏住了苍井优女的一条腿。天哪！苍井优女吓得胆颤心惊。她是昭和国的国母，被誉为昭和国第一美人，无论是身材还是样貌，在整个昭和国都是最顶尖的，否则也不可能被天皇丰臣秀吉看中，还成了天皇的女人。就这样一个尤物摆在你的面前，你不干别的，竟然上来就断手断脚！别这样，不敢拖延，我这就说。炉石隐藏副本的入口就在富士山的火山口之中，在峭壁的一个洞穴里。在副本之中有一个炼金炉，根据炼金材料清单可以锻造国战炉石。使用国战炉石可以强行开启一次小世界国战。丰臣秀吉一直想得到一块国战炉石，然后再次对龙国发起小世界国战，一雪前耻。竟然有这种作用！段晨心中震惊。如果真的被丰臣秀吉得到国战炉石，在龙国毫无准备之下强行开启小世界国战，龙国肯定是要吃亏的，必然会被打一个措手不及。若是再配合圣界石碑，昭和国再找到其他国家来支援的话，可能会一举战胜龙国，就如同5年前的赤龙山小世界国战一样。段晨，还有呢？就这么一点信息？材料清单都有什么？苍井优女连忙从物品空间取出一张清单，小心翼翼地放在段晨的手心里。清单上罗列着整整100种炼金材料，其中有2/3都是比较常见的材料，可剩下1/3就麻烦了，每一样都非常珍贵，尤其是前10样炼金材料，其珍贵程度绝不亚于一件低级别的神器。这段时间，段晨杀怪杀人倒是爆出了不少炼金材料，只不过一直没有好好整理，他自己也不清楚能配上多少种，看样子得好好配一下。段晨再次看向苍井优女，毫不掩饰自己眼中的杀机。苍井优女感受到这股杀意，双眼大睁，惊呼道：大人，您说过饶我一命的。段晨，啊，我反悔了。苍井优女，大人，我什么都能干，您这身形应该没尝过女人的滋味吧？我给你，就凭你，身子还没有我兄弟大，你凭什么？凭你一张嘴吗？上嘴唇下嘴唇一碰，张口就来啊！段晨冷笑一声，把你物品空间里所有的东西都交出来，我一定饶你性命。听到这话，苍井优女彻底放弃了。交出物品空间里所有的东西，交完必死，这不是所有人都明白的道理吗？果然，这个段晨从一开始就没想过放我一命。苍井优女打开好友栏，想要在临死之前将国战炉石的所有信息都告诉丰臣秀吉，可还未等他将消息发出去，便感觉脑袋一紧，咔嚓！下一瞬间，他的脑袋已经被段晨捏碎。哎，就知道你不肯把物品空间里的东西全交出来。段晨随手将他残破的尸体插在一个旗杆上，然后把爆出的东西全都收了起来。跳弹、口球、扩通器这玩意就不要了，其实留着也行，施展巨人投掷的时候可以当做投掷物丢出去。段晨甩了甩脑袋，将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甩开，然后打开小地图确认了一下方向，便朝着空座艇的城外冲去。留给他的时间并不多，必须要在昭和国的强者抵达之前离开这里。当然，他心里也清楚，就他这体型，无论跑到哪里都会被昭和国的人发现。事实也是如此，数十公里开外，不知有多少昭和国职业者一直注视着段晨。快看，段晨离开空座艇了！全国上下所有回城法阵全部关闭，段晨没有办法通过回城时来入侵其他城市，
暂时不用担心其他城市被入侵了。你们快看那边，有人朝着段城的方向飞去了，是八岐神将大人。哈哈，八岐神将终于到了，我见过最前面的那位八岐神将是迦楼罗。嗖嗖，云层破开，迦楼罗身后恶魔羽翼疯狂扇动，身形化作一道黑色的流光，朝着段城的方向扑去。在他身后，其他八岐神将或是骑着飞行魔宠，或是施展飞行技能，又或者干脆骑着地面魔宠一路狂奔。散开，从其他方向拦住段城，封锁他所有的退路。今天段城必须死！迦楼罗森冷的声音响彻天地。另一边，段城也同样察觉到了危险。哎，啥时候我也能搞到一只属于自己的飞行魔宠啊？段城嘀咕一句，不过他并未显得慌张。九大八岐神将的速度虽快，可他的速度也不慢。他的身躯高达45米，玄帝的身躯比他还高大，就连荒神的身体也有接近30米高。无论是他自己甩开双腿狂奔，又或者是骑着玄帝，速度一旦爆发出来，随随便便一步都能迈出100余米，轻轻一跃都是数百米。他若是有心逃跑，那帮身体都没有他手指大的小蚂蚁又怎么可能追得上他？就算施展飞行技能，就算骑着飞行魔宠也不行。想抓段城，在段城屁股后面吃土还差不多。第146章第6座城市。一群蝼蚁还想拦住我的去路。此时迦楼罗已经飞到了空座艇的上空，就在他迅速扇动翅膀继续朝着段城追去的时候，突然他注意到那具插在旗杆上的尸体。天皇夫人，苍井幽女。看到尸体的模样，迦楼罗神色巨变。该死，段城真的把天皇夫人给杀了。那国战炉石的信息。惊怒之下，迦楼罗连忙给丰臣秀吉发了一条信息。迦楼罗，夫人已死，他在临死之前是否将国战炉石的情报告诉你？丰臣秀吉，什么？死了？八嘎，那个臭娘们，王八蛋，贱种！得，见丰臣秀吉如此说，迦楼罗就已经明白了。八嘎呀路！迦楼罗双眼通红，死死地盯着段城的背影。国战炉石是他们昭和国重新振作起来的关键。现在昭和国的国运已经是500多年来最为低迷的时候，不单单是国运，整个国家的士气也已经一蹶不振，尤其在经历段城之乱后，国家的士气更是跌入谷底。唯有重新开启小世界国战，唯有在国战中胜过龙国一场，才有机会让国运重回巅峰，让这个国家的士气恢复过来。可现在苍井幽女竟然死了，带着国战炉石的情报死了。段城他会不会知道一些信息？如果我是段城的话，在杀掉苍井幽女之前，肯定会逼问一些消息，又或者逼迫他交出物品空间里的东西。想到这里，迦楼罗的速度再次加快了一些，同时也给其他八岐神将传递了信息。段城很可能逼问出了国战炉石的情报。什么？该死！八嘎呀路！加快速度，追上去！一众八岐神将已经将速度提升到了极致，可他们渐渐发现，即便是他们当中速度最快的迦楼罗，也没办法和段城拉近距离，甚至还被段城甩得越来越远。什么情况？段城的速度未免太快了吧？45级的职业者骑着一只39级的圣兽魔宠，怎么能爆发出这样的速度？轰！轰隆隆！段城骑着玄帝一路狂奔，老子不会飞又能怎样？老子跑得快！既然知道了国战炉石的情报，也知道了炉石隐藏副本的信息，那就没道理放着不管。段城已经打定主意，无论如何也要去一趟炉石隐藏副本，就算他没办法获得国战炉石，也要想办法把副本里的炼金炉给毁掉。妈的，那几个苍蝇一直在后面追，老子都没时间仔细看一下材料清单。行，那老子就和你们耗上了。段城大手一挥，玄帝，那边有一座城市，靠近过去。好！玄帝低吼一声，庞大的身躯迅速调转方向，几个起落就已经冲出1000米。那是一座名为奈良城的城市，城市规模与神户城相当。此时城防军已经注意到了段城的身影，快开启城防结界！八嘎，段城那个畜生奔着咱们奈良城来了。八岐神将都是干什么吃的？9个人追段城一个，却被人家遛狗似的到处乱跑，现在还他妈把人给逼到咱们奈良城了。算上早稻城，段城已经毁掉了咱们昭和国5座城市，其中还包括国都幕府。难道我们奈良城要成为第6座被毁的城市？如果只是毁掉城市的建筑，倒还好，他会屠城的。现在连幕府都成为一座死城了。城墙上，奈良城主的脸色铁青，眼中满是焦急和担忧。大家稳住！段城身后有9位八岐神将穷追不舍，他不敢在咱们奈良城外停留太久，很可能只是路过。城防炮准备。按照奈良城主的想法，一旦段城对奈良城发起进攻，他们只需要稳住城防结界，拖延片刻，
段晨就会离开，毕竟后面还有9大8旗神将追杀呢。不过事情往往会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就在这时，一条命令通过好友栏下达而来，是迦楼罗直接下达的命令：奈良城所有城防军出城拦截，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一定要拖住段晨。不需要太久，只要能拖住半分钟，我们就能追上他，到时候他必死无疑。看到这条命令，奈良城主直接就懵了。拖住段晨，这他妈是让我们去送死啊！别说是半分钟，就算我们奈良城几万职业者全都冲出去，恐怕也没办法拖延段晨半步。人家随手几块大石头，几根箭矢，再来一波大范围技能覆盖，我们这帮人妥妥就歇菜了。面对段晨这样的强者，唯有顶尖战力才能拖住他，其他任何人和送死无异啊！迦楼罗，还不快开城门拦截？难道你敢抗命吗？若是让段晨跑了，定要将你军法处置！我尼玛！奈良城主愤怒不已，却也不敢忤逆迦楼罗的命令。不就是拦截段晨吗？行，老子是城主，老子只需要派人出去就行，又不一定要自己去。听我命令，所有城防军、各大家族势力的职业者立即出城拦截段晨。奈良城主高声道：“8旗神将有令，无论付出任何代价，都要将段晨拦住。”随着一声令下，城门大开，城防结界靠近城门的位置也出现了一道光门。很快，密密麻麻的人群便从城门冲了出来。此时，段晨的身影已经出现在10数公里开外。不过因为局部倍化技能还在冷却，段晨的双臂还是本来模样，以至于巨人投掷这攻击距离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否则在这个距离他就已经出手了。哎，啥情况？看到那密密麻麻的人群冲出城门，段晨不由得愣了一下。眼看着老子靠近城池，他们不躲在城防结界后面瑟瑟发抖，竟然还敢大开城门，还敢冲出来。不过转念一想，段晨也就明白了，这帮人肯定是得到了命令，想要拖住我的步伐，给后面追过来的8旗神将争取时间。9个废物自己追不上我，就想用人命来挡住我的去路，想得美！段晨咧嘴一笑，眼中杀意暴涨。第147章直接杀个对穿。此时的段晨还维持着慈木变身，依旧是慈木童子的模样。慈木变身可随机变化成一只慈木秘境的怪物，并额外获得10%的全属性加成，此技能无冷却时间。而事实上，慈木秘境之中也有很多拥有飞行能力的怪物。按照这个技能描述，段晨应该也有机会变化成一只飞行怪物才对。可当初段晨在尝试这个技能的时候，连续刷了好半天，也没能让自己变成慈木秘境的飞行怪物。不过段晨也不心急，9大8旗神将的实力虽然恐怖，可只要他全力逃跑的话，8旗神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追上他。如此是在地上跑，还是在天上飞，也就不那么重要了。旋地的脚步不停，庞大的身躯一路狂奔，大地震荡，远远望去就如同一座快速移动的山峦一般，距离奈良城的职业者大军越来越近。奈良城主依旧坐镇在城墙之上，躲在城防结界的后面。顶上去，你们的家人就在城里，不能让段晨靠近奈良城。我奈良城主与你们同进退。奈良城主大声呼喝。同进退？我同你妈，你他妈同进退就站在城墙上。一些人冲出城门之后，原本也只是想做做样子，一旦情况不对，他们会第一时间退回城防结界，然后直接传送离开奈良城。现在他们是在赌段晨不敢在这里耽搁时间，毕竟后面还有9位8旗神将在追杀他，一旦耽搁久了，他必然会被8旗神将围住，到那时他将插翅难逃。不过可惜他们这次赌错了，段晨根本不按常理出牌，就好像根本不在乎身后8旗神将的追杀一般。在看到他们几万人的大军冲出奈良城之后，竟然直勾勾地冲了过来。他冲过来了，他不害怕吗？万一被我们拖住脚步，他不是死定了？八嘎，快退！他死不死我不知道，反正他要是靠近过来，我们肯定是死翘翘了。眼见段晨靠近过来，刚刚气势汹汹冲出城门的人脸色变得苍白起来。队伍后方已经有人调转方向，朝着城门冲去，想要逃回城内。可谁知就在这时，奈良城主竟然一声令下，直接关闭了城门，把所有出城的昭和国职业者全都关在了城门之外，关在了城防结界之外。八嘎牙路，城主大人，快开城门！你疯了吗？妈的，快使用回城石！该死，回城法阵封禁了，回城石用不了！一声声怒骂此起彼伏，可奈良城主却充耳不闻。8旗神将有令，所有人顶上去拖住段晨。奈良城主，本城主与你们同在，同进退。我尼玛，又来，又尼玛同进退，那你倒是出城啊！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一声震天动地的咆哮，吼吼！刹那间，一个个巨大的玄武虚影出现，一个个横冲直撞，转眼就冲到了奈良城职业者大军的近前。
这正是玄帝的蛇龟乱舞。这还没完呢，在得到了段辰的命令之后，玄帝直接把自己的几个大范围技能全都一股脑施展了出来。技能山石损羽，技能是身之蛇。此时段辰的身影距离奈良城大军已经只有几百米距离。在玄帝施展技能的同时，段辰已经从玄帝的脊背上一跃而下，接近30米的大长腿猛地弯曲，下一秒钟他那庞大的身躯已经弹射而起，竟然直奔着奈良城大军之中落了下去。几万人就想拖延我的脚步，简直可笑！今天老子就要在9大8旗神将的眼皮子底下将这奈良城杀一个对穿！轰！伴随着震天动地的轰鸣声，段辰那庞大的身躯已经狠狠地砸在了奈良城职业者大军之中。在双脚落地的同时，他已经将巨人剑塔施展了出来。轰隆隆，地面崩裂，一道道巨大的裂痕以段辰的双脚为中心，朝着四面八方扩散出去。啊！我不想死！恐怖的冲击直接将周围的昭和国职业者掀飞出去，那些实力稍弱的人身体直接炸成血雾，身死当场。实力稍强的人也被巨人剑塔的眩晕效果震得头昏目眩，直接进入眩晕状态。还未等眩晕状态结束，就被从天而降的巨石砸了个血肉崩离。玄帝和荒神的技能也接连轰击在大军之中，虽然造成的杀伤远远比不过段辰，却也骇人至极。段辰没有停留，一只手握紧战锤恶魔之处，另一只手拿出了神器盾牌八旗怒灵盾，脚下速度丝毫不减，直接在大军中一路向前冲去。快退！挡不住，根本挡不住！八嘎呀路，奈良城主，我尼玛！快开城门，我要回家！短短几个呼吸的功夫，城外战场就已经乱成一团。几万人的大军硬生生的被段辰带着2只魔宠杀的人仰马翻，别说阻拦了，甚至连让他们的速度慢下来都做不到。只是短短片刻，城外的大军就被段辰杀了个对穿，人也到了奈良城的城门前。段辰的身形45米，即便只是静静的站在城外，人也比城墙高出一大截，那模样就犹如一位降临人间的远古巨人一般，让所有人都感受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压迫。到底为什么？他明明只有45级，背画师到底是什么职业？为何如此恐怖？快看，他开始轰击城防结界了！城墙上，奈良城主脸色苍白，城防炮给我轰，往死里轰！若是被他冲破城防结界，我们所有人都得死！轰隆隆，一道道光柱从城防炮的炮口轰出，穿过城防结界，直接轰向段辰。城防结界的防御效果是单向的，能够阻拦来自城外的攻击，但从城内向外攻击却不会受到影响。嘿嘿，段辰邪笑一声，任由着那一道道城防炮火轰击在他的身上。技能伤害转移，神器遗落铠甲的自带技能。伤害转移，主动技能，佩戴者在遭受攻击之时，可将接下来5秒之内遭受的攻击伤害进行储存，并在5秒之后反伤给指定目标，技能冷却30分钟。所有轰击在段辰身上的伤害全部被吸收，并在这一瞬间全部灌注到了他手中的战锤恶魔之处之中。第148章，你们能拿我怎么样？另一边，迦楼罗眼看着段辰和奈良城的职业者大军碰撞在一处，心中大喜过望。奈良城死多少人，他根本不在乎，几千、几万，又或是10几万，只要能将段辰拦住，让他们这一众8旗神将追上段辰，那死再多的人也都是值得的。可他万万没想到，数万人的大军竟然没能阻挡段辰分毫，连让段辰放慢速度都做不到，轻而易举就被段辰杀了个对穿。不过还好，段辰在杀穿了奈良城的数万人大军之后，并没有选择离开，竟然继续朝着奈良城的城防结界冲撞过去。狂妄至极，竟然在我们9人的追杀之下，还敢去攻打奈良城！迦楼罗眼中杀机闪烁，他们可是昭和国的8旗神将，何时被人如此无视，如此小瞧？这可是你自己找死！奈良城数万人大军没办法拖延你分毫，可奈良城的城防结界却足以将你拦在城外。只要能耽搁你半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可以追上去。一旦你落入我们的技能范围，你便无路可逃。到那时，等待你的将是碎尸万段。迦楼罗心中想着，脊背后的恶魔之翼疯狂煽动。可下一秒钟，他却傻眼了。城门外，段辰手中的恶魔之处高高举起，恐怖的能量在战锤之上汇聚，那能量竟然形成一层层肉眼可见的漩涡，好似要将周围的空间撕碎一般。紧接着一阵鬼哭狼嚎之声跟着响起。技能伤害转移，技能恶魔震荡。2个技能在这一刻不分先后，由神器恶魔之处施展出去，朝着笼罩在城门之外的城防结界轰了下去。城墙上，奈良城主脑门上冷汗直流，他潜意识里并不认为段辰能一击轰碎奈良城的城防结界。
要知道，不久前段辰曾攻打神户城，并且从城外丢了一块块数百米的巨石，还有数百米长的箭矢，据说连续轰击了20几次才将城防结界轰碎。20几次已经足够让人震撼了。要知道，城防结界可是用来抵御受潮的。现在段辰出现在奈良城外，至少也要10几20下才能轰开结界吧？奈良城主心中想着。轰！战锤呼啸砸落，在所有人的目光中，携带着毁天灭地的力量，瞬间轰击在了结界之上。轰隆隆！伴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爆炸，一道道巨大的裂痕瞬间出现在结界之上，裂痕迅速朝着四面八方蔓延出去，厚重的结界发出吱嘎嘎的响声，然后轰然破碎。碎了！奈良城主瞪大双眼，整个人都懵了。什么情况？城防结界竟然被段辰一下子就给轰碎了？这怎么可能？就算是八岐神将全力一击，也没有这样恐怖的威力吧？而且这还没完呢！在城防结界破碎的同时，一股肉眼可见的冲击朝着四面八方扩散开来，技能恶魔震荡的效果在这一刻全面爆发。轰隆隆！在那恐怖的冲击之下，城门轰然炸裂，两侧的城墙瞬间分崩离析。城墙上一个个城防士兵的身体被撕碎，几架城防炮也轰得炸裂开来。就连那位一直躲在城内不肯出去的奈良城主，也同样被恶魔震荡的冲击淹没，身躯直接被轰成了血雾。临死之前，奈良城主甚至连一声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结界破碎，笼罩在整个奈良城上空的光芒消散，这座城市瞬间就变成了一个脱掉衣服的女人，就那样静静地躺在段辰的面前。爽！段辰狂笑一声，八岐神将，今天我便在你们9位八岐神将的面前，将这座城市打个对穿，我倒要看看你们能将我如何？哈哈！伽罗罗的声音从远方传来，段辰，有种和我一战！段辰，我战你妹！你一个90多级的顶尖职业者，老子只是一个45级的职业者，战我就不战，你能把我怎么样？45级的职业者，这话你是怎么说出口的？一个45级的职业者能先后屠灭我昭和国5座城市，现在又入侵奈良城，这已经是第6座城市了。一个45级的职业者能先杀了八岐神将之一的千岛流，然后又在众目睽睽之下灭杀了我昭和国首相鞍马无敌。此时段辰已经冲进了奈良城，玄帝、荒神2大魔宠紧随其后。小的们，横穿过去！段辰狂笑一声，庞大的身躯一路向前狂奔，手中的恶魔之触疯狂地朝着周围砸去。他已经将八岐怒灵盾暂时收了起来，腾出一只手，可以让他不断地使用巨人投掷，最大程度地对奈良城造成破坏。奈良城内已经乱成一片，城内的百姓完全没有想到段辰会这么轻松地冲破结界，冲进城内。又或者说，他们都没想过段辰竟然会攻击奈良城的城防结界。你当后面正在追杀的9位八岐神将是摆设啊？可段辰偏偏就这么做了。快逃啊！八嘎呀路，别挡我的路！实际上，奈良城内的职业者并不少，即便先前有数万人出城拦截段辰，城内也依旧还有近万名职业者。可这些人却没有任何一个敢挡在段辰的面前，他们彻底怕了。别说是挡在段辰的面前，就连朝着段辰看一眼，他们都会感觉瑟瑟发抖，那是来自灵魂深处的战栗。破败的街道上，一个个昭和国的百姓疯狂逃窜，一块巨石从天而降，将几个躲避不及的人砸成肉泥。因为没有施展局部背化的关系，段辰丢出的巨石并没有达到几百米大小，但也有数十米，依旧庞大无比，破坏力惊人。不过段辰并没有为了毁掉这座城市而放慢脚步，后面还有人在追杀，他能强行从奈良城横穿过去已经是极限了。现在段辰能做的也只是速度不减的情况，最大可能的去杀戮，去破坏。巨石砸落，战锤横扫，一排排的建筑倒塌，一片片的昭和国职业者被轰杀当场。段辰所过之处，就如同一台生命的收割机一般，血流成河，残尸散落。仅仅片刻功夫，段辰就已经从奈良城的外围一路冲杀到了中央广场，然后继续向着另一侧横推出去。第149章300米的大长腿，你们就说怎么追？段辰手中的战锤横扫，将本就被封禁的回城传送阵轰了个4分5裂，然后还抽空回头看了一眼，越来越近了，看来的稍微加快一下速度了。后方伽罗罗等人的距离明显近了一些。段辰虽然尽可能的控制自己的速度，可在屠杀和破坏的时候，移动速度还是难免会降一些。不过段辰双眼微微一亮，冷却时间结束了，那就有意思了。此时局部背化技能的冷却时间已经结束，只不过段辰并没有第一时间施展，
也没打算再把局部背画用在自己的手臂上。他想玩一把不一样的。你们不是想追我吗？老子这回看你们怎么追！段晨咧嘴一笑，然后竟然在所有人的注视下，一把摘掉自己的护腰，竟然就那样蹲在了奈良城的中央广场。噗！剧烈的声音响起，一股臭气熏天。段晨竟然在奈良城的中央广场来了一抛降。远处天边，伽罗罗的瞳孔猛缩，段晨竟然敢如此羞辱我们！他把我们昭和国当成什么了？把我们八岐神将当成什么了？他竟然当着我们的面拉降！快，加快速度，他会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代价的。嗖嗖，尖锐的破空声不断响起，伽罗罗等人距离奈良城越来越近，他们眼中的光芒也越来越盛。段晨实在太嚣张了，他如果继续向城外冲去，他们这帮人想要追上还要费很大力气。可现在他竟然敢蹲在奈良城的中央广场拉降。奈良城内那些侥幸躲过段晨攻击的昭和国职业者先是愤怒，然后脸上又渐渐露出惊喜。哈哈，八岐神将大人入城了，追上来了。这回看段晨怎么死。应该快要进入伽罗罗大人的技能范围了吧？快看，伽罗罗大人准备出手了。此时伽罗罗已经飞进了奈良城，他一直在计算着自己的技能范围，就在技能范围刚刚满足条件之时，伽罗罗就已经忍不住出手了。段晨，拿命来！伽罗罗知道段晨拥有非常恐怖的反伤，可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出手了，而且一出手就是全力。按照他的想法，他这一击只要能命中段晨，即便杀不了段晨，也能让段晨重伤。至于他自己，最多只会被反伤成重伤，绝不可能直接被反死。到那时，后面追上来的其他八岐神将便可以将段晨彻底灭杀。无数黑色羽翼在他身后盘旋，刹那间，天空乌云密布。那凝聚而出的乌云，竟然是由无数恶魔黑羽组成，每一片羽翼都犹如利刃一般，闪烁着摄人心魄的黑芒。中央广场，段晨已经提上裤子。你追的倒是快，追这么快干什么？赶着吃老子的热乎翔啊！段晨哈哈大笑，刚好热腾腾的，胃还没散呢。说话的功夫，一股庞大的气势也从段晨的身上爆发开来。下一瞬间，他的双腿猛地暴涨，原本30米左右的大长腿，转眼的功夫就已经长到了300米左右。老子先走一步了，降在这里，你们9个别抢啊！量大，够你们分了，哈哈！段晨狂笑一声，一步迈出，庞大的身躯已经在1000米开外，也就是这简单的一步，便轻而易举地躲开了伽罗罗的技能范围。苍穹之上，无数黑羽化作飓风之刃轰落下来，直接将整个中央广场覆盖在了其中。尤其是段晨先前站立的地方，更是被无数黑羽撕扯，大地崩碎，一道道巨大的沟壑被撕扯出来。八嘎呀洛！伽罗罗彻底抓狂了，这他妈什么情况？300米的大长腿，这到底是什么技能？轰！轰隆隆！远处，段晨连续跑出10公里左右，人已经到了奈良城的边缘。他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我尼玛，老子好心给你们留了一坨，你竟然不识好歹，用技能把老子的翔给轰碎了！段晨怪叫道。后面跟上来的那8个废物，你们要怪就怪他，是他把翔轰碎的，才让你们吃不到的。我丢！说着，段晨还拿出几根箭矢，一个接着一个巨人投掷甩了出去。来追我啊！看我这300米的大长腿，想不想摸一下？我丢！我再丢！来啊！挑衅的朝着伽罗罗勾了勾手指，然后石头、铁矿石、箭矢、剧毒药剂，段晨一个个从物品空间里取出来，就那样当着伽罗罗等人的面，朝着奈良城各处砸去。这一次，段晨将局部背画用在双腿上，让双腿长到300米左右，为的就是将自己的移动速度爆发到极致，让伽罗罗等人连他的毛都摸不到。现在他随便一步迈出去都是数百米，如果稍微再用点力气的话，轻轻一跃1000余米，简直不要太轻松。若是全力爆发，一个跳跃出去几千米都能做得到。伽罗罗他们拿什么追？又怎么可能追得上？远处，伽罗罗等人气得咬牙切齿。段晨的这一手直接把他们打了个措手不及。300米的大长腿，这他妈怎么追？第150章，无可奈何，昭和国彻底疯了。段晨的举动让伽罗罗等人愤怒不已。我和你拼了！伽罗罗嘶吼一声，再一次朝着段晨飞去。其他八岐神将紧随其后，而奈良城的其他昭和国职业者根本没人敢去靠近段晨，更别说去攻击段晨了。他们早已经被段晨吓怕了，躲都躲不及，又怎么敢去招惹？毫不夸张地说，即便现在段晨在一个昭和国男人的面前玩他的老婆，捏死他的孩子，那人恐怕都得跪着给段晨磕头。眼见伽罗罗他们靠近过来，段晨二话不说，又是向后连续退了几步，一下子便将距离又拉开了数千米。
追不上，气死你们几个废物！段晨从物品空间里取出一杆残破的昭和国高耀旗，然后直接插在了旁边的地上，随后撩起裤子，4米多长的兄弟亮了出来，一泡尿就将高耀旗淋了个千疮百孔。没错，就是千疮百孔。水的压力太强，再加上段晨的腰部持续用力，就算是刺在人的身上都能把人刺的血肉崩离。事实上，段晨很想给自己的兄弟来一个局部背化，直接变成40多米，那要是一泡尿子出去，绝对比乘防炮还要恐怖。破败的奈良城内，一个个昭和国职业者瘫在地上，他们双目无神，嘴里发出阵阵哭泣，浑身还在剧烈的颤抖着。段晨将整个昭和国的尊严按在地上，反复践踏，已经让这些昭和国的职业者彻底麻木了，甚至有一些人渐渐地认为段晨践踏他们昭和国是理所应当。街道上，一个昭和国少女怔怔地望着远方的段晨，突然她的双腿猛地一颤，整个身子软倒在地，口中还发出莫名的娇喘。她竟然被刺激的有了反应，而且是这么多年最嗨的一次。他是神，如果不是神，又怎会如此强大？整个昭和国在他的手中就犹如羔羊一般。我们不是要和他为敌，而是要膜拜他，祈求他的怜悯，祈求他的宽恕。少女颤颤巍巍地站起身，然后虔诚地朝着段晨的方向跪倒。旁边的几个昭和国职业者见状，竟然也跟着跪了下来，不断地朝着段晨磕头。这一幕刚好被从空中飞过的一位八旗神将看到。这位八旗神将正是朽木无月91级史诗级职业者雷霆战士，也是当初在神户城时围杀段晨的3位八旗神将之一。你们动摇民族士气，简直该死！朽木无月居高临下，手中的长剑猛地抬起，一道雷光在剑锋之上汇聚。刹那间，雷光化作雷霆从天而降，将那昭和国少女所在的100米范围全部笼罩在内。轰！轰隆隆！雷光涌动，剧烈的爆炸过后，方圆100米范围内的一切都化为虚无。那个昭和国少女早已被轰得飞灰烟灭。这一幕被远处的段晨看在眼里。士气！哈哈！段晨的声音充满了嘲讽。你们昭和国还有什么士气可言？从今天开始，你们昭和国每一个人在听到段晨2个字，听到龙国2个字，都要匍匐在地上瑟瑟发抖。轰！话音落下，段晨又是一个巨人践踏施展出来。300米的大长腿施展巨人践踏，所爆发的效果远超过正常形态下施展的巨人践踏，威力差距绝不只是10倍那么简单。轰隆隆！这一击笼罩方圆数公里，刹那间地面崩裂，整片大地被掀起，那恐怖的冲击蔓延，范围内所有的一切全都化为虚无。小半边的奈良城生生从这个世界抹除。待到轰鸣声散去，那里已经出现了一个数公里大小、深达100米的深坑。老子走了，你们有种就继续来追。还有，你们听清楚了，不屠灭10座城市，老子绝对不可能离开昭和国。下一座城市就是那里。段晨遥遥指向远方，在这里已经能看到那边一座城市的轮廓，那是距离奈良市最近的一座城市，名为千代市。我现在就会过去，看看你们谁能拦住我。段晨的语气森冷无比。还有，如果真把老子追烦了，别说10座城市，就算20座，老子也照图不误。说罢，段晨猛地转身，300米大长腿弹射而起，这一跃直接飞出数公里。你简直欺人太甚！伽罗罗脸色涨红，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追？按照段晨现在的状况，他们肯定是追不上的，就算敏捷属性再翻1倍，然后再配合增加移动速度的装备，也只能跟在段晨后面吃土。而且只要段晨愿意的话，轻而易举就能将他们彻底甩开。现在他们9位八旗神将就好像被段晨拴上了狗链，狗链深深地勒紧他们的脖子，段晨想怎么溜就怎么溜。怎么会这样？我们可是八旗神将啊，是这片大地这个国度最为顶尖的强者，为什么会这样？伽罗罗实在想不明白。他们终其一生疯狂的修炼，疯狂的提升自己的实力，好不容易走上了人生的巅峰，坐在了巅峰的宝座之上，可结果呢？竟然被一个45级的龙国职业者按在地上摩擦。根据情报所说，这个段晨好像才转职不到1年吧？1年啊！这个世界为什么如此的不公平？不远处，朽木无月打开地图，已经上报给天皇大人。就在刚刚，天皇大人已经下令让千代城的人全部撤离。不只是千代城，段晨沿途可能路过的城市都已经下了撤离命令。就算段晨要屠城，他所见到的也只是一座座空城。听到这话，伽罗罗回过神来，这只是下策，难道让一座座城市的人一直撤离下去？这只是饮鸩止渴呀，
只会让昭和国本就低迷的士气彻底溃散。可不这么做的话，又能怎样？迦楼罗满脸不甘，难道我们就眼睁睁看着段晨一路破坏下去？朽木无月，他杀够了，自然就会离开，而且他的那个技能是有冷却时间的，段晨也不敢太过肆无忌惮。一旦他的身躯恢复正常，我们还是有很大机会追上他的。他所说的技能，指的就是段晨的局部背化，杀够了自然会离开。这样的话，从一个八岐神将的口中说出来，还真是悲哀啊！迦楼罗惨笑一声，还有关于国战炉石的情报，段晨很可能知道。我担心他从苍井幽女那里得到国战炉石的材料清单，还有炉石隐藏副本的坐标。如果被他炼制出国战炉石，并被龙国官方得到，我们昭和国会变得更加被动。朽木无月摇摇头，你太高看段晨了，他毕竟只有一个人，在昭和国孤立无援，材料清单上的东西他绝不可能凑齐。就算他能找到炉石隐藏副本，也绝对不可能将国战炉石锻造出来。像这种国战级别的特殊物品，而且还是需要炼金材料来制作的，往往需要一个国家的力量才能完成。段晨的实力确实恐怖，而且非常诡异，可他毕竟只有一个人。就如同朽木无月所说的那样，就算段晨找到炉石隐藏副本，就算手里握着材料清单，也绝对没机会制作出国战炉石。第151章鸦天狗森林。段晨在离开奈良城之后，一路没有停留，直奔着千代城杀了过去。只可惜，等他抵达千代城的时候，整个千代城已经成了一座空城，里面别说人了，就连城防所用的城防结界都没有开启。切，扫兴啊！段晨撇撇嘴，说话的功夫，段晨已经毫无顾忌地冲进了城内。一座空城让他失去了很多的乐趣，可这并不妨碍他对这座城市进行破坏。300米的大长腿一路狂踹狂踩，一排排的建筑被轰得四分五裂。远处9位八岐神将远远地掉在后面，他们没有再拼力去追赶，但却并没有放弃，就那样远远地吊着。段晨冷笑一声，是在等着我的局部背化冷却吗？放心，老子绝对不会给你们机会追上来的。此时千代城已经被他破坏得不成样子。段晨打开大地图，确认了一下富士山的方向。千代城算是第7座城市了，可这样的城市回起来实在没什么意思。我是要屠城，而不是单纯的来一波拆迁。千代城的人全部撤离，想必附近几座城市的人应该也已经撤离了。段晨摸了摸下巴，打算暂时不在这件事上浪费时间。欠的总是要还的，今天不屠，那就暂时停一下，等昭和国放松下来之后，再重新来一遍也不迟。想到这里，段晨不再耽搁，直接迈开大长腿，朝着远方一路狂奔出去。一步1000米，只是短短片刻就已经狂奔出数十里。后方，迦楼罗惊呼道：“段晨下一个目标是大府城。”片刻之后，段晨直接横穿了过去，没在大府城耽搁时间，只是将挡路的一些建筑毁掉了。果然，段晨对单纯的破坏建筑已经失去了兴趣。太好了，段晨已经离开了大府城，下一座城市是。接下来，段晨连续经过数座城市，却都没有停留太久，也没有再像之前那样大肆破坏，这让迦楼罗等人长长松了口气。可转念一想，他们心里又有些没底了。段晨既然没再去大肆破坏城市，那他还留在昭和国干什么？炉石隐藏副本？迦楼罗心中一颤，他迟迟不愿意离开咱们昭和国，肯定是想寻找炉石隐藏副本，追上他，快追！国战炉石对昭和国至关重要。苍井幽女已死，现在很可能只有段晨知道国战炉石的情报，知道炉石隐藏副本的入口坐标。可单靠他们9个人追的话，肯定是追不上了。段晨那300米的大长腿实在太恐怖了，就算让他们一条腿，他们也追不上。无奈，迦楼罗等人只能让调动其他力量，从远处时刻监视段晨的一举一动。无需靠近，段晨的身材摆在那里呢，即便是相隔10几公里都能看得一清二楚。迦楼罗还特意交代，让所有人都注意段晨的变身技能。目前段晨已知的变身能力有2个，一个是骸骨将军，另一个就是慈木童子。这2个无论哪一个都是段晨，千万不要被骗了。时间一点点过去，段晨选择的路线并不是直接前往富士山的。国战炉石事关重大，这关系的可不是他一个人，而是整个龙国。段晨可不想自己前脚刚进了炉石隐藏副本，后脚就有一大堆昭和国强者跟了进去，所以他打算先把昭和国所有的监视全部甩开。如果能让昭和国的人误以为他已经返回龙国，那就更好了。20公里开外，一座山峰之上，10数位昭和国职业者躲在峰顶，目光死死地注视着远方那个庞大的身影。这些人便是沿途监视段晨的。像这样的人，昭和国派出了不下10000人，为的就是时刻监控段晨的位置。一旦发现
段晨想要靠近哪一座城市，便会第一时间让那座城市的人撤离。该死，段晨到底要干什么？如果他肯离开昭和国的话，就算让我一辈子不碰女人，我也愿意。妈的，让老子切小鸡，老子也愿意。咦，你们快看，段晨的腿变短了。远处，段晨那300米的大长腿迅速变短，转眼他的身躯已经恢复了原本的大小。技能进入冷却了，快上报上去。很快，这些人就将刚刚的情报报告上去。这段时间，昭和国的高层一直在分析和研究段晨的技能，能够让双臂抱长到200多米，能让双腿长到300米，这应该属于同一个技能，可以让某一处的躯体变大。他投掷出来的巨石和箭矢等等，也会受到这个技能的影响。至于恐怖的反伤、防御，还有强行消耗、武器耐久这些技能，就都不用说了。在丰臣秀吉等人的眼中，最难对付的还是变大。只有这个技能进入冷却，他们才有机会困住段晨。段晨冲进鸦天狗森林，不好，我们失去了他的身影。鸦天狗森林的参天大树太过密集，而且树干太高了，完全遮挡了我们的视线。山峰之上的几个人面面相觑，想要追过去，却又没这个胆量。而且就算有胆量，他们也追不上。鸦天狗森林是昭和国的险地之一，因为这里怪物的等级太高，再加上地图范围内的飞行怪物太多，让很多昭和国职业者都望而却步。事实上，任何一个职业者在猎杀怪物、提升自己实力的时候，都会刻意的避开一些飞行怪物，尽可能的去猎杀那些地面怪物。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如果没有飞行魔宠或者飞行技能的话，想要猎杀飞行怪物实在太过困难，事倍功半。段晨来到一棵大树旁，盘膝坐下。这片森林的树木非常高大，一些参天大树甚至能达到100米，若是换成寻常的树林，还真遮挡不住段晨的身躯。呼，段晨长出一口气，长时间和八岐神将周旋，再加上攻打奈良城、破坏千代城等等，说不累那是假的。疲惫、乏累，当段晨一屁股坐在地上之后，这些感觉便瞬间涌上来。应该暂时将昭和国的眼线甩开了吧。段晨打开大地图，仔细的查看一下自己所在的坐标，还有鸦天狗森林的情况。片刻之后，他嘴角微微翘起，露出一丝邪笑。第152章，他绝不可能进入这个副本。按照小地图显示，在距离段晨不到1000米的地方有一处公共副本入口，只是还不知道副本的进入条件是什么。先过去看看，如果可以的话，倒是能利用副本彻底甩开昭和国的监视，让他们误以为我已经返回龙国。想到这里，段晨也来不及继续休息，连忙起身朝着那个方向赶了过去。吼吼！一阵阵嘶吼声，上方粗壮的树干上出现一个背生双翼的怪物，名称鸦天狗，等级75级，血量200万，力量10万，敏捷5000，精神5000，防御5万，技能撕咬，急速穿行。撕咬，被动技能，被鸦天狗的利爪击中之后，伤口会出现持续流血状态，治疗效果减少 50%， 该负面状态无法叠加。急速穿行，被动技能，鸦天狗在密林之中可以额外获得 20% 的移动速度，浓密的树林并不能成为它的阻碍。鸦天狗森林的怪物等级很高，这才只是森林外围就已经有75级的小怪了，而且还是比较难缠的飞行怪物。眼见那只鸦天狗朝着他扑过来，段晨猛然抬头，巨大的手掌瞬间抓了出去，竟然直接抓住了鸦天狗的脖子。小崽子，还想咬我呀？还别说，长得还挺大，一只手抓着还有点费力。鸦天狗的身体并不小，单单身躯就有5米多长，双翅张开之后延伸10余米。可是在段晨的面前，依旧和小崽子没啥区别。要知道常态下，段晨手掌的长度就已经有4米多了，捏住鸦天狗的脖子简直不要太轻松。好，鸦天狗嘶吼连连，锋利的爪子朝着段晨的胳膊抓去，竟然真的被他抓出了几道血痕。不过下一秒钟，段晨的神级再生已经生效，血痕也跟着消失不见。段晨咧嘴一笑，随后恐怖的力量从掌心爆发，直接将鸦天狗的身体狠狠灌在地上。一下2下，当这只鸦天狗的身体第3次撞击地面之后，血条已经清空。这里的怪物等级很高，寻常的职业者可不敢进入这里，更何况这里还是以飞行怪物为主。段晨心中想着，而且因为我的关系，整个昭和国乱成一片，那些等级高的职业者应该也没心思跑这么远来历练升级。外围的怪物已经有75级，那个副本的进入等级限制也应该不低吧。将鸦天狗的尸体收好，段晨再次朝着丛林深处走去。尸体留着烤了吃，他还没吃过鸦天狗，感觉应该很香的样子。和段晨所想的一样，
他很快就看到了那个副本入口法阵，在这入口法阵附近，也确实没看到昭和国纸业者的身影。3两步的功夫，段晨已经来到了副本入口法阵的跟前。副本天狗渊，副本难度普通、困难、噩梦、地狱、轮回，等级要求70级、85级，组队人数限制1人5人，进入等级限制70级到85级。段晨双眼微微一亮，这个等级刚刚好。现在整个昭和国上下都知道他是45级，绝不会有人想到他会进入这样一个副本。45级的职业者能进入等级限制70级、85级的副本吗？那肯定是不能的。段晨嘴角微微翘起，然后扫了一眼昭和克星徽章的属性技能，其中一个技能名为昭和副本克星。昭和副本克星在昭和国境内可无视任何副本的等级限制，强行进入该副本冷却24小时。现在段晨只需要进入这个副本，然后在里面停留个10天半个月，等到昭和国上下时再找不到他，以为他已经返回龙国之后再出来，然后再想办法前往富士山的炉石隐藏副本。想到这里，段晨便打算投入灵石，开启入口法阵。给这群招和狗留点念想吧。段晨手掌一翻，一根剑矢出现在手中，随后以剑代笔，在地上迅速写下一行行字。做完这一切之后，段晨满意的拍了拍手，欣赏了一下自己的作品，这才转身走上副本入口法阵。叮！提示：您已经进入天狗渊副本，当前难度为轮回，怪物经验 2.5 倍，爆率 2.5 倍。提示：你受到当前副本环境影响，魔宠无法参战，同时你的攻击力降低 5%， 移动速度降低 5%。许久之后，一行人进入鸦天狗森林，很快他们就搜寻到了段晨留下的痕迹，然后一路向前探索，直到找到天狗渊副本的入口法阵。这一行人正是迦楼罗等9位8期神将，痕迹一直到这里，然后就消失了。迦楼罗的眼中寒光闪烁，天狗渊副本的进入条件是70级到85级，以段晨的等级，绝对不可能进入这个副本。那就只剩下2种情况，要么他使用破戒石离开了咱们昭和国，要么他身上还有其他传送类的特殊物品，他传送到了咱们昭和国的其他地方。听到这话，朽木无月等人点了点头。朽木无月沉声道：先不要大意，继续全国性的搜索，如果段晨真的出现在了其他地方，第一时间预警。另外，所有城市的回城法阵继续封禁，等段晨的危机彻底解除之后，回城法阵再重新开启。迦楼罗，我们再在这附近搜索一下吧，看看是否有什么遗漏。就在这时，远处的村上龙牙突然怒骂一声：八嘎呀路，段晨，你这个混蛋，不得好死！怎么了？其他人连忙靠近过去，只见一块巨石之上雕刻了一行行的字：迦楼罗，八嘎呀路。第153章。啥？段晨竟然去了昭和国？一身转战2000里，一锤曾当百万师，幕府城中扬龙旗，首相八旗挂残城，没有什么押韵，就是赤裸裸的嘲讽，对昭和国尊严赤裸裸的践踏。轰！一声巨响，迦楼罗已经忍不住出手，直接将眼前一块巨石轰得4分5裂。段晨，将来若有机会，必将你碎尸万段！迦楼罗怒吼道：我迦楼罗发誓，必将你碎尸万段！啊呀！一片阴森的世界，天空中2轮红日高挂，赤色的阳光将整个世界染成了血红色，让这个世界处处都透着压抑。这里正是轮回级的天狗渊副本。此时段晨正靠在一块巨石旁，在他的身前架着火堆，火堆上是一只已经烤出香味的鸦天狗，再不远处还有几具怪物尸体，都是天狗渊副本里的怪物。段晨没有急着去猎杀副本怪物，甚至都还没去查看副本终极 BOSS 的坐标，他现在正忙着整理物品空间，将从战场上收获的炼金材料进行归类，同时也将各种装备整理一下，看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装备。国战炉石需要100种炼金材料，屠灭昭和国几座城市倒是爆出了一大半，之前在圣兽之地小世界国战的时候也积累了一些。段晨眉头微皱，可即便如此，也还差了13种材料。清单列表上的前10大炼金材料，我就少了7个，不好搞啊！难道要就此放弃？段晨微微叹息一声。他虽然连续屠灭了昭和国数座城市，将昭和国上下折腾的鸡犬不宁，可他毕竟只有一个人，想要在异国他乡把所有炼金材料全部凑齐，根本是痴人说梦。不去合成国战炉石，等我离开天狗渊副本之后，直接前往富士山的炉石隐藏副本，然后把副本里的炼金炉毁掉。段晨摇了摇头，让他就此放弃国战炉石，心中还有些不甘。国战炉石对一个国家来说实在太过重要，只要有了这个东西，
就可以彻底掌控一次小世界国战的主动权。突然，他心中一动，然后打开了好友栏。在使用破戒时进入昭和国之后，段晨就一直没有查看好友栏的信息，并将好友栏设置成了免打扰。现在一打开，里面所有好友的信息栏都开始闪烁起来。宁远舟，段晨老大，人呢？回个消息呗。宁远舟，我前2天去京都了，还想去京都大学探望你，结果听说你还没去学校报道。宁远舟，要不要这么离谱？都多长时间了，你还在外面浪呢？宁远舟，回个话呗，是不是设置免打扰了？如果不是消息能顺利发出去，我都担心你嘎了。看着宁远舟发来的一条条消息，段晨满头黑线。段晨回了一句，人很安全，不用挂念。结果消息刚发出去，宁远舟就秒回，我擦，大哥，你终于回消息了，你人呢？跑哪去了？段晨在昭和国浪呢，等回国之后和你细说，先不聊了，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宁远舟，我草会牛逼。结束和宁远舟的对话，段晨又分别给莫里儿、陈若曦等人回了消息，还有寒天城主，甚至宁远舟他老爹韩龙店主也都分别回了信息。最后，段晨才打开了屠苏晴雪的好友栏。段晨，晴雪，帮个忙，我给你发一个材料清单，里面有13种炼金材料我没有，麻烦你找你老爹帮个忙。这是国战炉石的炼金材料。说着，段晨又把国战炉石的作用说了一遍。龙国极南之地，麒麟城外，数之不尽的怪物正从黑烟之域的方向涌来。吼吼！伴随着震天动地的咆哮声，大地震颤，天空变色。麒麟城的城墙之上，一架架成防炮不断的填装着灵石，然后爆发出一道道刺眼的能量光柱，轰击到怪物大军之中。圣兽剑豪屠苏无敌此时正静静站在城头。这种程度的兽潮冲击，麒麟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一次，只不过最近一段时间好像变得更频繁了一些，这让屠苏无敌心中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片刻之后，屠苏无敌活动一下胳膊，老夫去活动一下筋骨吧。不久前，他刚刚提升到91级，虽然身上的装备没换，但实力却提升了一截。城墙上，一众麒麟城的职业者双眼一亮。屠苏无敌的半生圣兽末麒麟，可以当作魔宠召唤出来协助战斗，也可以融入体内，化身铠甲、武器，给屠苏无敌带来恐怖的属性加成。毫不夸张地说，因为末麒麟的存在，屠苏无敌的身上先天就比其他人多了一件神器，又因为是唯一性隐藏职业的关系，他的实力绝对要碾压同级别的其他职业者。这样的人每次出手都是震天动地，惹人注目。可就在屠苏无敌准备出手的时候，突然一个身影快步冲到了他的面前。父亲，我有非常紧急的事情和你说。段晨发来消息，他竟然跑去了昭和国。第154章，真的？你说的是真的吗？麒麟城城墙上，屠苏无敌微微一怔，猛地转头看向来人。晴雪，你说段晨在昭和国？来人正是屠苏晴雪。圣兽之地小世界国战之后，他便返回了麒麟城。而在结束了一场小世界国战之后，他护国者的使命也算告一段落，屠苏无敌也准许他继续升级。不过按照屠苏无敌的要求，他的等级最多不能够超过50级，一旦达到50级便停止，然后继续当他的护国者。屠苏晴雪快步来到屠苏无敌身边，刚刚段晨给我发了消息，是关于国战炉石的消息。国战炉石？那是什么东西？屠苏无敌眉头一皱，他也算博览群书，只要一有闲暇时间就会翻看各类典籍，却从未听过国战炉石这种东西。事实上，在全民转职降临到现在500余年，龙国的境内还真没出现过国战炉石。当然，也可能是炉石隐藏副本太过隐蔽，暂时还没有哪个龙国职业者发现入口法阵的位置。不等屠苏无敌询问，屠苏晴雪便再次开口：使用国战炉石可以强行开启小世界国战。段晨在昭和国发现了炉石隐藏副本的入口坐标，只要进入那个副本，便可以使用副本内的炼金炉来炼制国战炉石。段晨现在已经拿到了炼金材料清单，目前还差13种材料。听到这些，屠苏无敌瞬间不淡定了。强行开启小世界国战，这可是影响一个国家国运的东西啊！没有任何犹豫，屠苏无敌直接打开好友栏，然后对段晨发了一个好友申请。事实上，屠苏无敌很早之前曾向段晨申请过添加好友，就是在圣兽之地小世界国战之后。可那个时候，段晨的名头响彻整个龙国，无数人想要添加他为好友，段晨实在不堪其扰，便将好友申请直接屏蔽了。叮！提示：你的好友申请已经通过，可通过好友栏直接与对方进行对话。一声提示过后，
屠苏无敌连忙给段晨发了一条信息：屠苏无敌，段晨，你能顺利进入炉石隐藏副本吗？段晨，拜见镇国神将，我已经知道副本入口的坐标，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应该能够进入副本。屠苏无敌，炼金炉是否有冷却时间？如果没有的话，能否一次炼制多个国战炉石？段晨，按照苍井幽女所说，炼金炉的冷却时间为100年，昭和国在300年前曾有人炼制出国战炉石。屠苏无敌，苍井幽女。段晨连忙道：就是天皇丰臣秀吉的老婆已经被我搞死了。对了，我还搞死了一个8期神将，叫千岛流，还有一个叫鞍马无敌的91级禁咒牧师也被我搞死了。轰！屠苏无敌双手一颤，身子一个踉跄，险些栽倒在地。疯了吧？段晨竟然说他搞死了千岛流，还有首相鞍马无敌。这两个人，屠苏无敌实在太熟悉了，曾经在一次小世界国战中还与他们交过手。屠苏无敌的表情变得严肃无比。段晨，这个玩笑可开不得。段晨，晚辈可不敢和镇国神将大人开玩笑，我还屠灭了昭和国几座城市，包括首都幕府也已经被我夷为平地。可惜没有光幕直播，不然真想将战斗的画面直播回龙国。屠苏无敌已经妈了。他虽然也清楚段晨不会骗他，可段晨所说的话实在太过夸张，别说是他这位镇国神将，就算被龙国任何一个人听，倒也不会相信吧。段晨，对了，我杀千岛流和鞍马无敌的时候，报了一件68级的神器法袍和一件76级的神器法袍，杀苍井幽女又报了一把50级的神器法杖。镇国神将大人，您认识的人多，能不能帮晚辈留意一下，看看谁有适合我的神器，我拿这些东西和他们换。得，越来越离谱了。屠苏无敌深吸一口气，恨不得自己能亲自进入昭和国，然后当面向段晨问个究竟。虽然心中对段晨的话有所怀疑，可屠苏无敌并没有表现出来，任何事情都是眼见为实，他没有真正去确认，所以就算心存怀疑，也不能去开口质疑。屠苏无敌思索一下，段晨，老夫会亲自收集那13种炼金材料，然后派人直接送去昭和国，你在那边务必小心，一旦有危险，便立即返回龙国。你应该也是使用破戒石进入的昭和国吧？段晨点点头，没错，晚辈确实用了破戒石，是在圣兽之地杀9尾妖狐分申报的50级以下可以使用，使用人数上限80人，次数2次。屠苏无敌叹息一声，他很想说一句，段晨，你这个破戒石用的太浪费了，你如果把破戒石给我的话，我高低也给你配备成80人的团队，然后去昭和国狠狠的厮杀一场。不过这话屠苏无敌终究还是没说出口。屠苏无敌，老夫会用最快速度将材料收集完毕的。老夫的手里也有一块破戒石，是当初从昭和国使团的手里抢来的，还能最后用一次。等收集完毕，你再将你所在的坐标告诉老夫，便于派过去的人和你相遇。段晨，多谢镇国神将大人。屠苏无敌摆摆手，行了，你比我女儿的年龄也小不了太多，以后你便叫老夫伯父吧。段晨，是。屠苏伯父。麒麟城外，兽潮大军还在不断的冲击着城防结界，让厚重的结界不断震动。又过了片刻，屠苏无敌结束了和段晨的对话。只见他再次打开好友栏，然后将国战炉石这消息传给了另外12位镇国神将，还有龙国几位最高层。这可是在调动整个龙国来寻找啊！举一国之力来凑齐国战炉石得炼金材料，又有何难？第155章，慈木恶夫王。做完这一切之后，屠苏无敌关掉好友栏。按照他的想法，国战炉石的100种炼金材料都会配置一遍，并不只是段晨所提到的13种，以备不时之需。他的视线再次看向城外，眼中闪烁着激动的光芒。用最快速度解决这一次兽潮，老夫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话音落下，一股庞大的气势瞬间从他的身上爆发出来。好！震天动地的嘶吼声响起，一层层黑色的火焰在他的上空凝聚而出。刹那间，整片天地都被一层黑岩笼罩，黑岩散发着强大的气势，让整个麒麟城的温度都上升了许多。紧接着，在所有人的注视下，一头体型庞大的墨麒麟从黑岩中飞出。哈哈！屠苏无敌狂笑一声，纵身一跃，便已经骑在了墨麒麟的脊背上。黑岩滔天，一层层火海之中，墨麒麟已经带着屠苏无敌冲入兽潮之中。天狗渊副本。段晨关掉好友栏，长长松了口气。集整个龙国的力量来收集炼金材料，应该不用等太久吧？只是不知炼金材料收集完毕之后，圣兽剑豪会安排谁来昭和国？他手里的那块破戒石使用条件应该和我手里的一样，只有50级以下的职业者才能使用，人数上限也是80人。我是不是该提醒他一下，别派太多人过来？如果能只派1个人就更好了。以段晨的实力，
身边如果有太多人跟随，反倒是累赘。他一个人在昭和国，就算不能为所欲为，也能凭一己之力将昭和国搅动得混乱不堪。可若是身边跟了太多人，反倒会让他束手束脚，弄不好还得给人家当保姆，这绝不是段晨愿意做的。也正因为这个关系，段晨从转职到现在几乎没和其他职业者组过队伍。段晨的鼻子耸动一下，火堆上压天狗的肉已经烤熟，这种体积的怪物，一只也就能让段晨吃个半饱。不过这天狗约的怪物看起来也很好吃的样子，段晨倒是不担心自己会饿到。不但如此，以后一段时间的口粮也得在这里好好准备一下。味道还不错。段晨张开血盆大口撕下一块肉，然后继续整理物品空间。战利品实在太多了，各种品阶的装备数不胜数，也确实有一些适合段晨的。许久之后，段晨身上的装备已经焕然一新，除了原本的几件神器和专属装备之外，其他大部分装备都换了个遍。装备栏：恶魔之触45级神器，八旗怒灵盾30级神器，一落铠甲10级神器，红莲项链10级神器，血脉戒指32级史诗，乱风指环45级传说，巨猿护腕42级传说，伪泰坦猎腕45级史诗，鹿山神盔31级史诗，死鬼护腰25级史诗，鬼物护腿40级传说，石傀儡短靴41级传说，骸骨之灵徽章专属，昭和克星徽章专属，血脉戒指、乱风指环、巨猿护腕，还有鬼物护腿、石傀儡短靴都是刚刚换上的。物品空间里的战利品实在太多了，段晨在挑选的时候直接筛掉了传说级以下的装备，那些铂金级、钻石级，段晨看都懒得看。要知道，对于很多职业者来说，也许一件钻石级装备就是他们全身上下最好的装备了。可是到了段晨这里，根本入不了他的眼。填饱肚子，段晨斜靠在巨石旁，好好的睡了一觉。因为副本规则限制，荒神和玄帝无法被召唤出来，段晨的攻击力和移动速度也都降低了 5%。不过这都不是事。养精蓄锐，等到局部背化等所有技能的冷却时间结束之后，段晨便起身，提着神器恶魔之触，直奔着天狗渊副本终极 BOSS 的坐标区域靠近过去。轮回级副本的杀怪经验是普通级副本的 2.5 倍，爆率也同样是 2.5 倍，再加上天狗渊副本里怪物的等级都在70级以上，提供的经验非常可观。段晨的物品空间里还躺着一件48级的神器铠甲，他也不清楚在返回龙国之前能不能换上。远处峭壁之上，一只倒挂的天狗恶魂张开眼睛，猩红的瞳孔望向段晨。随后一声声嘶吼响起，密密麻麻的天狗恶魂扑杀下来，朝着段晨撕咬过去。这些怪物的等级已经是78级，因为是轮回级副本的关系，怪物的属性也远远超过同等级的普通怪物，可是对段晨依旧造成不了太大的威胁，尤其是在他施展局部背化的情况下，700多米长的战锤狠狠砸落，还未等那些怪物靠近过来，就已经被犹如山峦般的锤子砸飞出去。一个个怪物的身体狠狠地撞击在峭壁之上，血条转眼就掉了一大截。来，让老子陪你们好好玩玩。段晨咧嘴一笑，看你们飞得都挺爽的，我无论如何也得刷一个能飞的慈木怪物才行啊。在进入天狗渊副本的时候，段晨就已经打定主意，无论如何也要通过慈木变身刷一个能飞的变身才行。变身成慈木童子虽然看起来很牛逼很霸气，可事实上只要使用慈木变身，无论变成什么，段晨都可以获得 10% 的全属性加成。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变身成一只最普通的飞行怪物，给段晨带来的优势也远远超过变身成慈木童子这个大 boss， 至少可以让段晨占据空中优势。叮！提示：你使用慈木变身，本次变身慈木尸鬼，全属性加成 10%。提示：你使用慈木变身，本次变身慈木狼魔，全属性加成 10%。提示：你使用。时间一点点过去，天狗渊的地图都被段晨推进了超过 30%， 时间也过去接近10个小时了，可慈木变身依旧没能刷出飞行怪物变身，这让段晨无比蛋疼。而沿途中那些怪物也都被段晨搞麻了。啥情况？这个家伙倒地是不是人类职业者？怎么身形在一个个怪物之间变来变去的？叮！提示：你使用慈木变身，本次变身慈木恶蝠王。终于就在段晨快要抓狂的时候，惊喜来了。第156章终极 BOSS 天狗大祭司。随着一声提示，段晨的身躯猛地扭曲起来，下一秒钟，一双巨大的黑色肉翅从他的脊背上弹射而出，而他的身躯也已经变化成了狰狞的慈木恶蝠王。慈木恶蝠王是慈木秘境的精英小 BOSS， 拥有一身赤红色的皮肤，皮肤之上坑坑洼洼，
而在他的脸上更是长了9只眼睛，骇人至极。妈的，终于成功了！段晨擦了擦脑门的冷汗，然后仔细地打量一下自己的身躯，这身体真他娘的难看。还有我的大兄弟呢？我操，我兄弟呢？段晨懵了，有些不敢相信地揉了揉眼睛，然后又不信邪地用手摸了几下。兄弟没了，也就是说我在变身成慈木恶蝠王之后要改成蹲着尿了。段晨啐了一口，不过相比于变身飞行怪物所拥有的空中优势，蹲着尿又能咋地？就算倒立尿，段晨也认了。呼，一阵狂风涌动，段晨身后的蝠王之翼猛地张开，45米高的身躯，双翅张开之后，翅展竟然超过150米。双翅张开有150米，那如果我把局部倍化用在翅膀上，岂不是能瞬间暴涨到1500米？这要是随便扇动几下，所带起的狂风，那不就是天灾吗？找个机会尝试一下。段晨没再耽搁，直接扇动翅膀飞入空中，转眼就已经来到了1000米高空。吼吼！密密麻麻的飞行怪物从4面8方直扑而来，还未等靠近，就被段晨一个猿王咆哮给轰得倒飞出去。杀！段晨嘿嘿一笑，一只手举着八旗怒灵盾，另一只手握着恶魔之触，直接扑了上去。龙国官方全员调动，段晨所提供的炼金材料清单已经准备完毕，而且所有材料直接准备了3套。按照龙国官方的计划，这一次会派出3个人前往昭和国，每个人的身上都会携带一套炼金材料，即便有人身份暴露，战死在昭和国，也可以有其他人前往炉石隐藏副本。现在只需要确认有哪3个人前往昭和国。此时，龙国一众高层正通过群聊在确认这件事。屠苏无敌，以段晨的实力，我们按道理不需要派出主战职业，派出辅助职业更加合适。可辅助职业进入昭和国，在和段晨会合之前会更加凶险。其他人也是这么认为，有一个强大的辅助在身边，能让段晨的实力再次暴涨。可如果是一个主战职业，则是平白给段晨身边送一个累赘。许久之后，屠苏无敌2个刺客，一个辅助组队情况下使用破戒石，会随机传送到同一个坐标区域，3个人不会走散。等抵达昭和国之后，3人分开，其中1位刺客直接前往炉石隐藏副本的入口，另外2人从不同的路线赶往段晨给出的集合地点汇合之后，段晨带着他们2人一同前往炉石隐藏副本的入口。对于这个决定，一众高层并无异议，而且这也是最稳妥的办法，无论到时候哪条线出了问题，另一条线也有机会完成任务。随后，屠苏无敌又给段晨发了个信息，征求了一下段晨的意见。可段晨给出的意见却有些奇怪。段晨，最近这几天昭和国上下全民皆兵，这个时候来昭和国实在太危险，不如3天后再来，那时昭和国会松懈很多。不需要来辅助职业，只来3个有隐身技能的刺客就行。我打架的时候，同伴只要能隐身保命就可以了，不需要辅助我，能够隐身将自己隐藏起来，也就算不上累赘了。屠苏无敌，即使到了现在，屠苏无敌还对段晨灭杀千岛流和鞍马无敌心存怀疑，也无法理解段晨如何一人屠灭数城。所以在听到昭和国全民皆兵的时候，老头子有些想不明白。不过屠苏无敌有一点非常好，那就是听人劝，那就按照你说的来。屠苏无敌3天后进入昭和国天狗渊最深处，段晨维持着恶蝠王变身，正扇动翅膀立于虚空之上。在远处的乌云之下，是密密麻麻数以万计的怪物大军。在怪物大军的最后方，一个体型远比其他怪物庞大，并且手握着一把赤色权杖的怪物，便是这天狗渊的终极 BOSS 天狗大祭司。名称：天狗大祭司，天狗渊终极 BOSS。等级85级，血量8000万，力量8万，敏捷16000，精神38万，防御65万。技能：天狗食日，狂暴之血，召唤大天狗，阴风潮汐，祭祀血咒，坐标置换。天狗食日，副本地狱类技能，可使整个天狗渊陷入无尽黑暗，黑暗侵袭之下，副本内所有人类职业者移动速度降低 20%， 防御属性降低 10%， 天狗食日持续24小时，技能冷却48小时。狂暴之血，天狗大祭司可引动天狗渊所有怪物进入狂暴状态，狂暴状态下全属性提升 30%， 技能持续4小时，冷却6小时。解除狂暴状态后，所有怪物进入短暂虚弱状态，全属性降低 10%， 虚弱状态持续1小时。召唤大天狗，天狗大祭司可以召唤大天狗之灵协助战斗，召唤数量上限200只，技能冷却48小时。阴风潮汐，大范围技能，对范围内目标造成恐怖伤害，并强制触发击退效果，使目标远离天狗大祭司，技能冷却5分钟。祭祀血咒，被动技能，
当天狗大祭司死亡之后，可凭借诅咒之血，通过某一只怪物的身躯进行重生。重生后，天狗大祭司全属性降低 15%， 技能冷却时间6个月。坐标置换，天狗大祭司可以强行将自己和目标的位置进行交换，使目标出现在他刚刚站立的位置，而他则出现在目标先前站立的位置，技能冷却10分钟。第157章，玩够了便结束了。不愧是轮回级的副本 BOSS， 属性着实有些凶猛。从属性和技能来看，天狗大祭司绝对是段辰至今见过的第2强的 BOSS 了。最强的当然是慈木秘境的慈木童子。紧接着，段辰又朝着天狗大祭司丢了一个真实之眼。段辰心中一颤，专属。哈哈，天狗大祭司，我爱死你了！段辰双眼放光，那模样好像恨不得将天狗大祭司吞掉一般。远处，天狗大祭司也同样在打量着段辰。人类，你伪装自己偷偷潜入我天狗渊是来送死的吗？天狗大祭司的声音冰冷至极。还有，我不喜欢你的眼神。好！随着天狗大祭司这句话，所有怪物也跟着咆哮起来。此时此刻，还有更多的怪物朝着这边汇聚过来，密密麻麻，成千上万。若是再算上已经聚集在这里的怪物，总数绝对不会少于4万只。从怪物数量来看，天狗院的怪物数量远远比不过慈木秘境。可即便如此，若是将这些怪物和天狗大祭司全部灭杀，应该也能让段辰升1级了，甚至能升到47级也说不定。伪装自己，潜入天狗渊。段辰笑了，你们这些狗东西还挺自以为是，老子是正大光明杀进来的。来，赶紧排队过来送死，没有浪费时间。话音落下的同时，段辰就已经出手了，当头就是一大堆石头砸了出去。技能巨人投掷，轰隆隆，苍穹之上，一块块数百米大小的山峦轰击而来，几乎将半边天空都遮挡起来。看到这一幕，天狗大祭司吓了一跳，这是什么技能？天狗大祭司怒喝道：“给我挡住，杀了他！”技能天狗食日。下一秒钟，天狗大祭司仰天长啸，手中权杖爆发出一道黑芒，那黑芒冲天起，直入云霄。刹那间，阴风阵阵，整个世界也跟着暗淡下来，变得漆黑一片。叮！提示：你受到天狗食日影响，移动速度降低 20%， 防御属性降低 10%。一声提示出现在段辰的耳畔，不过他根本没放在心上。这类技能他熟啊，专属装备骸骨之灵徽章自带的黑夜之灵也有着类似的效果。黑夜之灵使战场陷入极度黑暗，范围内所有敌人全属性降低 10%， 黑夜之灵持续时间10分钟，冷却1小时。只不过黑夜之灵的技能范围没有天狗食日这么夸张，毕竟天狗食日是属于副本地狱类的技能，一旦施展可是能覆盖整个副本的。此时天地间已经漆黑一片，视线中唯一能看到的就只有天狗大祭司手中权杖所散发的微弱光芒，这就足够了。段辰咧嘴一笑，施展了天狗食日，自己却在黑暗中当着明灯，你不死谁死？双翅猛烈扇动，段辰那庞大的身躯已经冲入怪物大军之中。此时他的局部倍化技能还在生效中，200余米的双臂，700多米的战锤，每一次横扫都会将成片的怪物砸飞出去。怪物的数量虽然多，却根本没办法挡住段辰的冲撞。人类，你太猖狂了！天狗大祭司双目通红，手中权杖猛烈挥动，一个个巨大的召唤法阵出现在他的身周，阵阵凄厉的嘶吼声从法阵中爆发。紧接着，200只体型庞大的大天狗之灵被召唤了出来。被召唤出来的大天狗之灵同样有着85级，但属性却只相当于精英怪物。它们的体型达到了18米左右，刚一出现便嘶吼着扑向段辰。这还没完呢！段辰那狂暴的攻击好像刺激到了天狗大祭司，他在成功召唤出大天狗之灵后，竟然又施展了一个技能。技能狂暴之血，猩红的能量从权杖扩散出去，转眼便笼罩整个战场。叮！提示：天狗大祭司施展狂暴之血，天狗渊副本内所有怪物全属性提升 30%。不得不说，这个天狗大祭司确实有些难缠。他眼中红芒闪烁，突然双翅一展，身形已经来到了怪物大军最为密集的地方。只见他手中的权杖朝着段辰遥遥一指，下一秒钟，他和段辰脚下的空间猛地扭曲了一下。技能坐标置换，段辰只觉得眼前的画面一闪，还未等他反应过来，他的身形已经和天狗大祭司兑换了位置，直接出现在怪物大军的最深处。而天狗大祭司的身影竟然已经出现在怪物大军的最外围，有点意思啊！段辰哈哈大笑，要说这技能的诡异程度，连慈木童子都比不过你。不过也仅此而已了。段辰已经玩够了，
他刚才所施展的攻击都是奔着怪物大军去的，并没有锁定天狗大祭司。可现在，段晨手中的八旗怒灵盾高高举起，一股狂暴的力量在盾牌上爆发，狠狠向前砸去。轰隆隆，一道道光柱从盾牌上爆发，将四面八方的怪物冲撞得分崩离析。正是神器八旗怒灵盾的自带技能神愤之炎。在将周围的怪物逼退之后，段晨直接将八旗怒灵盾收回了物品空间，然后一根剑矢出现在手中，接近500米长的剑矢寒光闪烁，遥遥地指向天狗大祭司。玩够了，该结束了。段晨嘴角微微翘起，下一瞬间，手中剑矢已经轰然射出，一根、2根、3根，连续3根剑矢几乎不分先后地从段晨的手中甩了出去，直接朝着天狗大祭司的方向轰去。第158章，小乖乖，快开门好不好？在段晨准备全力出手的那一刻，也就预示着战斗该结束了。剑矢携带着恐怖无比的力量，直接从怪物大军穿过，转眼就到了天狗大祭司的近前。狂风呼啸，这一刻整片天地都好像被撕裂一般。轰！一声巨响，天狗大祭司的身躯直接被撞飞出去，一面翅膀被生生撕碎，身躯不由自主地朝着地面坠落下去。他的血条也掉了一截。这还没完呢！只见段晨的双手连续挥动，一根根剑矢，一块块巨石不要钱似的被甩了出去。轰隆隆！天狗大祭司惊恐万分，快挡住，挡住！砰！又是一声巨响，第2根剑矢也跟着轰击在了他的身上。等到他的身体砸落在地面时，紧随而来的巨石也坠落而下，直接将他的身躯淹没。这个狗东西还有一个祭祀血咒技能可以重生一次。段晨啐了一口，还真有点难缠啊。不过还好，重生之后全属性降低 15%， 倒也耽搁不了多久。祭祀血咒被动技能，当天狗大祭司死亡之后，可凭借诅咒之血通过某一只怪物的身躯进行重生。重生后，天狗大祭司全属性降低 15%， 技能冷却时间6个月。地面上被巨石淹没的天狗大祭司已经没了声息，血条早已清空。现在应该已经触发了祭祀血咒，只是还不清楚他会借助哪一只怪物的身躯进行重生。段晨的目光闪烁，并未就此等待，而是握紧战锤，恶魔之触，疯狂地朝着周围的怪物轰击过去。这可都是经验值啊！不把眼前这些小怪全部清理掉，简直对不起轮回级副本的经验加成。一声声巨响，成片的怪物被战锤轰飞出去。段晨扇动翅膀，庞大的身躯在怪物大军中横冲直撞。不得不说，在变身成慈木恶蝠王之后，对付飞行怪物的时候明显轻松多了。而且段晨的身体太过庞大，以至于展开的双翅也巨大无比，即便没有施展任何技能，仅仅是扇动甩在怪物的身上，都能带走怪物一截血条。片刻之后，段晨的小地图上出现一个红点，是提示副本终极 BOSS 坐标的红点。这说明天狗大祭司已经借助祭祀血咒重生了。嘿嘿，既然重生了，躲那么远干什么？你不会是想要逃跑吧？段晨猛地转头，朝着10数公里外看去，只见天狗大祭司的身影不知何时竟出现在了那里。虽说是借助身体重生，可重生之后的模样却依旧是天狗大祭司原本的模样。天狗大祭司瞳孔一缩，在和段晨四目相对的那一刻，他的心突然慌了一下。该死，这个人类职业者的实力为何如此恐怖？给我杀，杀了他！天狗大祭司咆哮一声，不断地催促着怪物大军攻击段晨，而他自己竟然调转方向，猛烈地扇动翅膀，朝着远方逃窜出去。段晨眉头一皱，让自己的小弟冲上来送死，自己却跑得比谁都快。这个 BOSS 可以啊！段晨没有着急去追，而是继续不慌不忙地轰杀着周围的怪物。天狗渊虽然广阔，可既然地图上一直提示着终极 BOSS 的坐标，那天狗大祭司又能逃到哪去？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等将这些小怪全部灭杀之后，再去把天狗大祭司揪出来也不迟。叮！提示：你杀死天狗恶魂，获得升级经验。提示：你的等级提升1级。一道光芒从段晨的身上闪过，升级46级。不错，不错。段晨哈哈大笑，然后又朝着周围看了一眼。已经厮杀了6、7个小时，数万只怪物已经被灭了七七八八，剩下这些怪物还有天狗大祭司，应该还能让我升1级才对。抓紧时间吧。段晨舔了舔嘴角，再一次扑了出去。此时此刻，天狗渊依旧笼罩在黑暗之中，天狗10日的黑暗效果依旧存在，可这并不影响段晨杀怪，他的攻击范围实在太大了，根本不用管周围的怪物到底在什么地方，只需要抡动手中的巨锤，就必然能够攻击到目标。在天狗大祭司的命令下，这些小怪可不会逃走，他们在面对段晨的时候，一个个前仆后继，只是不断地朝着段晨扑杀过来。
而段晨只管用身体抗住攻击，然后一锤子一锤子砸下去就对了，简直不要太爽。又过了许久，周围怪物的嘶吼声已经渐渐消失。段晨再次查看了一下小地图，随后扇动翅膀朝着远方追去。天狗大祭司，快出来哟，不要躲了哟！段晨的声音响彻天地。远方一处深不见底的悬崖之下，天狗大祭司的身体隐藏在一个巨大的洞穴之中。此时洞穴的入口已经被巨石填满，显然天狗大祭司进入洞穴之后亲自出手将入口轰塌。天狗大祭司的身体蜷缩在洞穴的最深处，猩红的双眼死死地盯着洞穴入口处。这个洞穴只有不足10米高，如果是正常的人类职业者完全能够进入，可段晨他的身躯有45米高，如果是他想要进入这个洞穴的话，蹲着都不行，得爬进来才行。咕噜，天狗大祭司咽了口唾沫，那个怪物应该找不到这里吧？就算能找到这里，他应该也没办法进入这个洞穴吧？天哪，到底他是怪物还是我是怪物？轰隆隆！就在这时，洞穴外传来一阵阵轰鸣声，紧接着坍塌的洞口猛烈地晃动起来，就好像有一双巨大的手掌在外面正一点点将坍塌的石头挖开。他来了！天狗大祭司倒吸一口凉气，他怎么这么快就找到这里了？我的怪物大军呢？全都死了！一个恶魔般的声音从外面传来：“小乖乖，别躲了哟，来，把洞口打开，让我进去好不好啊？”第159章天狗冤徽章。轰轰！洞穴外不断地发出轰轰巨响，天狗大祭司浑身一颤，身体下意识地往墙角缩了缩。也就在这个时候，一双大手突然将堵在洞口的最后一块石头搬开，一个硕大的头颅缓缓贴近洞口，瞪着猩红的大眼睛朝着里面看来。哟，小乖乖，你果然躲在这里，你可是天狗院的终极大 boss， 躲在这里太委屈了，出来陪叔叔聊聊天。段晨咧开嘴角，口中发出恶魔般的笑声。天狗大祭司惊呼道：“你不要过来啊！我没多少经验，也爆不出什么东西，你都把天狗院的怪物杀得差不多了，求求你，走吧。”哎，这回轮到段晨愣了。他杀了很多强大的 boss， 见过 boss 怕死逃跑的，可是却从未见过 boss 开口祈求饶命的，爆不出好东西。段晨嘿嘿一笑，一个真实之眼丢了过去，又确认了一下。事实上，他先前第一眼看到天狗大祭司的时候，就已经使用过真实之眼了。刚刚再次使用，只是想重新确认一下。妈的，专属那么大的2个字，当老子没看到啊！段晨骂了一句：“你赶紧出来，让我锤死！”天狗大祭司，休想！我操，还挺有个性，我就喜欢有个性的怪物。段晨没再废话，200多米的手臂直接朝着洞穴里抓去。哎，段晨眉头一皱，手臂太粗了，小臂刚刚伸进去一截就被挤住了，无奈只好又将手臂拔了出来。至于700多米长的战锤，长度是够长了，可锤子头部太大，也塞不进去。段晨，行，非得逼着我用远程技能轰你是吧？天狗大祭司，你轰吧，把这里轰塌了，我死了爆的东西都得被掩埋。我擦，还挺懂啊！掩埋，老子再挖出来！段晨怒了，他也没有施展大范围攻击技能，而是直接拿出了一根根剑矢。双臂背化之后，战锤恶魔之处长达700多米，锤头太大，可剑矢就不一样了。虽然剑矢的长度也达到了500米，可直径却能够穿过洞穴。我丢！轰！第一根剑矢毫无悬念地轰击在了天狗大祭司的身上，而在击中目标并打掉了一大截血条之后，那根剑矢便跌落在地上，恢复成了正常职业者使用的大小。我让你浪费老子时间，我让你那么多废话，我让你逃，我让你躲！轰隆隆，洞穴之中哀嚎不断响起。天狗大祭司重生之后，属性暴跌，此时遭受段晨的攻击，血条快速掉落。可不知为何，段晨的心中却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我操，把这个技能给忘了！突然，段晨瞳孔一缩，身形猛然暴退。几乎在同一时间，一股诡异的力量作用在了他的身上。天狗大祭司，哈哈，狂妄的人类职业者，你太轻敌，太大意了。这回看你还如何猖狂！这个洞穴将是你的埋骨之地。技能坐标置换。段晨暗骂一声，真他妈的大意了！刚才杀怪杀得太爽，太顺利了，以为找到天狗大祭司之后就能吃定他了，结果却忘记了防备天狗大祭司的坐标置换。难怪他一直躲在这个狭窄的洞穴里。他刚才遭受攻击的时候一直哀嚎，也是在麻痹我。擦，这怪物也太狡猾，太聪明了吧！段晨心中恼火，在被坐标置换锁定的同时，他手中的恶魔之处已经拼尽全力朝着峭壁之上砸了下去。轰隆隆，碎石坍塌，
整个峭壁直接被轰得支离破碎，空间扭曲，段晨的身形消失不见，而他刚刚所站立的地方已经换成了天狗大祭司。天狗大祭司眼中闪烁着猩红的光芒，阴森地看着破碎的峭壁和那已经坍塌的洞穴，忍不住发出阴冷的笑声。卑微的人类，竟然还想杀我！正如你所说的一样，我可是天狗渊的终极 BOSS。我还未等天狗大祭司说完，已经坍塌的峭壁猛烈地晃动起来。此时，天狗大祭司先前所在的洞穴已经被掩埋，因为坐标置换的关系，段晨的身体被硬生生地置换到了洞穴深处。不得不说，这个技能确实太诡异了，已经算是段晨至今为止见过的最诡异的技能之一。不过，这样的掩埋就想灭掉段晨，简直痴心妄想！轰！巨石翻飞，700多米长的恶魔之触直接从废墟中伸出，与之一起伸出来的还有一双200多米长的巨臂。呸！吃了一嘴土！段晨骂骂咧咧的声音出现，随后在天狗大祭司惊愕的目光中，从废墟中钻了出来。一块块巨石被掀飞出去，段晨扇动翅膀，将身上的灰尘抖掉，然后又狠狠吐了几口唾沫。远处，天狗大祭司傻眼了。你……段晨二话不说，举着恶魔之触就砸了过来。让你坑我，老子让你坑！砰砰，战锤疯狂的轰出，转眼就将天狗大祭司从半空中砸落下去。段晨还不解气，一只脚直接踩在了天狗大祭司的脊背上，又是狠狠输出了几下，这才把血条全部清空。伴随着一声哀嚎，天狗大祭司彻底没了声息，同时也爆出了一大堆东西。段晨双眼一亮，一伸手便将其中一件装备捡了起来。专属，老子盯你很久了。名称：天狗渊徽章，品阶：专属，等级0，全属性正30%，技能：坐标置换，天狗之灵。坐标置换可以强行将自己和目标的位置进行交换，使目标出现在你刚刚站立的位置，而你则出现在目标先前站立的位置。技能冷却10分钟。天狗之灵施展之后，可以召唤大天狗之灵协助战斗，召唤数量上限20只，技能冷却4小时。天狗之灵等级为85级，无法升级。介绍：段晨斩杀轮回级天狗渊终极 BOSS 天狗大祭司所得，该装备为段晨的专属装备，其他职业者无法使用，且死亡不掉落。第160章血海深仇啊！这属性，段晨倒吸一口凉气。30%的全属性加成和我的昭和克星徽章一样。昭和克星徽章可是小世界国战的特殊奖励，全属性加成同样是30%。天狗渊徽章自带的技能也同样让段晨惊喜，他刚刚就吃了坐标置换的亏，没想到天狗渊徽章竟然也自带这个技能。在特定的环境下，如果出其不意施展这个技能的话，足以将一位实力远超过我的强者阴死。段晨舔了舔嘴角，脑海中浮现出那一个个8旗神将，还有丰臣秀吉的身影，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在他们身上尝试一下。还有这个天狗之灵，这技能应该是天狗大祭司的召唤大天狗的弱化版。召唤大天狗可以直接召唤出200只天狗之灵，等级85级，属性相当于同等级的精英怪物。段晨先前战斗的时候就曾灭杀过很多，可惜天狗之灵这个技能弱化了，只能召唤出20只天狗之灵。段晨突然想到，天狗大祭司召唤出来的天狗之灵并不强大，可我召唤出来的不一样啊，属性相同，但体型肯定大上一拳，而且他们全都是飞行怪物，就算不用他们参与战斗，当飞行魔宠骑应该也可以吧。段晨也没想到自己竟然会以这种方式获得飞行魔宠，而且一下子就是20只，而且还不占用魔宠的数量上限。唯一可惜的是，这玩意没办法升级，以后不管他实力达到怎样的程度，这些天狗之灵都只有85级，属性也不会发生变化，但体型肯定会根据他的体型而发生改变。不错不错，段晨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又查看起其他的战利品，还有一件45级的史诗级头盔适合他，名称：天狗废血头盔，品阶：史诗，等级45，防御21000，力量6000，技能：狂暴之血，阴风潮汐，技能增幅，攻击强化。狂暴之血，主动技能，可强行使自己进入狂暴状态，狂暴状态下全属性提升30%，技能持续4小时，冷却6小时。狂暴状态解除之后，佩戴者将会进入短暂的虚弱状态，全属性降低10%，技能冷却结束后虚弱状态消失。阴风潮汐，大范围技能，对范围内目标造成恐怖伤害，并强制触发击退效果，技能冷却5分钟。技能增幅，被动技能，佩戴者所有攻击技能威力提升20%。攻击强化，被动技能，佩戴者的攻击属性额外获得10%的强化。牛逼！段晨嘿嘿一笑，
连忙将自己的鹿山神盔换了下来。鹿山神盔是31级的史诗级头盔，段晨已经佩戴很久了。相比于他现在的等级，这件装备的佩戴等级着实有些低了，可惜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装备替换。这天狗废血头盔来得刚刚好。看了一下时间，段晨并没有急着离开天狗渊副本，距离和屠苏无敌约定的3天时间还有一段距离。段晨决定在副本里好好休息一下，等养精蓄锐之后再出去也不迟。这一次降临昭和国，运气好的话，也许能顺顺利利的抵达富士山，进入如实隐藏副本。运气不好的话，很可能还会和昭和国的职业者爆发一场恶战。段晨必须养足精神才行。这几天时间，昭和国上下阴云密布，几乎是全民皆兵，各处郊外的野怪区域时常能看到昭和国职业者穿行。他们不是在杀怪历练，而是在寻找段晨的踪迹。可惜什么都没找到，这让无数昭和国职业者都认为段晨已经使用了破戒石离开了昭和国。当然，一些人为了给自己的脸上贴金，为了那么一点点的民族尊严，只肯承认段晨是从昭和国逃走的，是被9位8旗神将逼迫的无路可走，最后才夹着尾巴使用了破戒石落荒而逃。这个说法谁都爱听。昭和国的高层为了全国上下的士气，也有意的在引导这个说法。鸦天狗森林，因为这里的怪物等级太高，寻常的职业者根本不会来这里历练，能出现在这里的等级基本都在70级左右，甚至更高。此时，在鸦天狗森林中部地带，也就是天狗渊副本入口法阵附近，正有一群昭和国职业者在休整，一共20余人，等级都在70级左右。这样一群人放在一些小型城市已经是顶尖强者了，在各大行会和家族势力中也都是地位靠前的高层。为首之人擦拭着手中的长剑，沉声道：这一次悬赏的赏赐太过丰厚，希望咱们能够在天狗渊副本有所收获吧。昭和国高层还在悬赏破戒石、圣戒石碑碎片以及国战炉石的情报，其中悬赏奖励最高的就是国战炉石的情报，如果能直接上交一块国战炉石的话，甚至可以当做下一任的昭和国首相来培养。昭和国首相，但从身份来说可是和天皇平起平坐的，当然没人真的会奢望自己被当作下一任首相来培养，可就算不当首相，被当作8旗神将的接班人来培养也是可以的。8旗神将之一的千岛流陨落，10大8旗神将空缺了一位，将来肯定是要有人补充上去的。另一人开口道：听说国战炉石是没办法爆出成品的，需要找到一个名为炉石隐藏副本的地方，使用里面的炼金炉来锻造。其他人也是点了点头。不过他们这一次来天狗渊为的也不是国战炉石，而是圣戒石碑碎片。有一件事你们肯定不知道，这里就是段晨使用破戒石逃走的地方。哼，段晨，如果让我见到他，必将他碎尸万段。我儿子就死在了幕府，血海深仇啊！一行人双眼泛红，一提起段晨的时候，他们的眼中明明闪烁着恐惧，可说出的话却一个比一个硬气。就在这时，一直安静的天狗渊副本入口法阵闪过一道光芒，这群人下意识转头朝着副本入口法阵看去。是有人刚刷完副本，从里面传送出来了？应该是吧，可这光芒也太亮了一些，和法阵平时闪烁的光芒不一样啊。第161章3人刺客小队。一行人盯着副本入口法阵，眉头渐渐皱了起来。奇怪，法阵上闪烁的光芒不但比平时更亮，而且笼罩的范围为何如此高？突然一阵狂风卷起，笼罩在法阵之上的光芒猛地散去，一只体型高达45米，长着一双狰狞恶魔肉翅的怪物出现在了法阵之上。刚一出现，那怪物就猛地张开翅膀，那巨大的翅膀展开之后，竟然笼罩超过150米，恐怖的气势蔓延开来，整片森林在这一刻都变得阴森了很多，就连耳畔中偶尔听到的鸦天狗嘶鸣，在这一刻竟然也突然消失了。怪物，怪物！什么情况？怎么会有怪物从天狗渊副本里跑出来？戒备，快顶级探查术，查看一下怪物的属性。慈木恶蝠王，这是什么鬼东西啊？一行20余人全都傻眼了。不过他们的反应倒也迅速，在惊醒过后便一个个纵身而起，举出武器戒备起来。他们根本没想过眼前这个怪物会是段晨。在他们的认知中，段晨虽然拥有变身能力，但变身的只是骸骨将军以及慈木童子。段晨站在法阵之上，转头朝着那一群昭和国职业者看去。人类好吃，嘿嘿。段晨口中发出阴森的笑声，随后猛地向前踏出一步，技能巨人践踏。20人的小队对段晨来说根本就是送菜，即便这些人的等级都在70级左右，也没能耽搁段晨多长时间。伴随着一阵阵的轰鸣声，鲜血和碎肉溅射的到处都是，
20余位昭和国职业者也全部被段晨灭杀，连一具完整的尸体都没能留下。搞定！段晨拍拍手，将爆出的战利品全都收了起来。没啥能用的，回国之后换钱。事实上，对于这么一点战利品，段晨已经不怎么在意了。之前屠城的时候，他获得的战利品已经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好友蓝跳动，是屠苏无敌发来的消息，段晨人已经进入昭和国，3人是组队进入的，现在是在一处名为毒蛟银谷的险地，里面的怪物等级很高。他们现在正在离开毒蛟银谷，很快就会穿过外围区域。毒蛟银谷，段晨眉头一皱，连忙打开大地图仔细查看起来。距离我这里有点远啊。段晨，屠苏伯父，我直接和他们进行对话吧。屠苏无敌，一切小心，命比什么都重要。段晨，知道了。早在1天前，段晨就已经添加了这3个人为好友，也和他们有过交流，但只闻其名，未见其人，而且还建立了一个群聊频道。按照他们3人所说，他们都是军方的职业者，全部隶属于麒麟城归圣兽剑豪屠苏无敌统领，2男1女，2个男的分别叫做穆飞、陈潇，等级50级，刺客；女的叫人千雪，等级48级，稀有职业游侠。游侠也是属于刺客系的职业者，同样也修炼了隐身技能。段晨打开群聊频道，按照屠苏伯父所说，你们当中会有2个人和我会合，另外1个人直接前往富士山，对吧？穆飞，我前往富士山。任千雪，我和陈潇会与你会合。段晨点了点头。穆飞，一切小心。千雪、陈潇，我会亲自赶往毒蛟银谷附近和你们会合。毒蛟银谷距离我这边有些远，恐怕要2个多小时才能抵达，好在那里距离富士山不算太远，倒也不算绕路。任千雪，收到。陈潇，收到。毒蛟银谷和段晨所在的鸦天狗森林分别在富士山的2个方向。段晨深吸一口气，双翅猛地张开，狂风涌动，周围的树木被狂风吹得东倒西歪。下一秒钟，段晨庞大的身躯已经冲天而起，转眼便没入云层之中。此时，穆飞已经和任千雪、陈潇分开，独自一人从另一个方向赶去富士山。任千雪2人则继续前往毒蛟银谷的外围，准备和段晨会合。这样一来，无论哪条线出了问题，另一条线依旧有机会抵达富士山，有机会进入炉石隐藏副本。任千雪的身材不算高挑，但却非常饱满，看起来30岁左右，有着一身小麦色的肌肤，看起来颇具力量感。陈潇有着一抹胡须，身形要比任千雪还要矮小一些，也是30岁左右，眼中偶尔闪过一道血光，明显是究竟杀戮的主。密林中，2人的身影急速传行。突然，任千雪眉心一跳，身形猛地停了下来。前面有人！任千雪摆了个手势。陈潇点了点头，一个纵身便跃到一棵树干之上，隐身技能开启，脊背贴近树干，整个身体竟然和树干融为一体。是昭和国的历练小队，30余人。陈潇，绕过去。任千雪点了点头。他们不是来杀人的，现在任何事情在他们面前都没有国战炉石重要。时间一点点过去，2人已经连续绕开了3波招和国历练小队。毒蛟银谷的怪物等级很高，基本都是50级到60级左右的怪物，来这里历练的职业者等级自然也不会太低。一旦任千雪和陈潇的行踪暴露，并被认出是龙国职业者，只怕会凶多吉少。第162章，任千雪能从整个龙国挑选出来的3个人，绝对是这个等级阶段的佼佼者。按照屠苏无敌所说，这3人一直负责黑烟之域的情报收集，几乎每天都在70级甚至80级的怪物活动区域游走。虽说职业品阶最高的也才是稀有职业，也就是任千雪这位游侠，可他们的经验却未必是同等级史诗职业能比的。而且在来昭和国之前，还专门为他们配备了装备，便于应付各种危机。他们这一次不是为了战斗，不是为了杀人，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活着将炼金材料送到段晨手里，完成国战炉石的锻造。只要能完成这个任务，即便之后他们把命丢在昭和国，也值得了。任千雪、陈潇2人的身形在密林中穿梭，遇到昭和国职业者就绕路，遇到怪物数量多的话，一样是绕开。如果只有零星1-2只，便强行冲过去，然后以速度优势将其甩开。突然，天空之上一片阴影从密林上空掠过，任千雪瞳孔一缩，猛地停下脚步，将身形死死地贴在地面上。一旁，陈潇的身子蜷缩在一起，将自己隐没在草丛之中。同时，2人也第一时间开启了隐身。任千雪，奇怪，怎么会有这么多人骑着飞行魔宠出现？陈潇，别着急，等他们离开之后，我们再走。2人屏住呼吸，甚至连视线都不敢抬起，
不敢去直视天空中那些人。一些实力强大的弓箭手执业者，感知力极为恐怖，一旦被人注视，很容易便会有所感应。天空之上，一行数十人骑着飞行魔宠，若是段晨在这里的话，肯定一眼就会认出这些人的身份。只是从他们胸前的徽章就能判断出，他们都是幕府云骑团的人。为首之人正是幕府云骑团的团长，89级史诗级职业者，爆裂射手井上龙彦。无论是从等级、实力还是资历来看，他都是八岐神将空缺位置的最有力继承者之一。已经连续找了4天了，至今还没有任何断晨的踪迹。井上龙彦的坐骑是一条长达8米的飞羽蛇，这只魔宠是他35级的时候得到的，一直培养到现在，魔宠的等级已经达到了85级。等搜索完毒蛟银骨，我们便回去吧。段晨应该确实逃回龙国了。听到这话，其他人都是点了点头。段晨是逃回龙国的，这已经是昭和国上下一致的说辞。虽然井上龙彦等人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可是在言语中也一样会这么说。段晨就是逃走的，是被9大八岐神将逼迫的无路可逃，不得不使用破戒石狼狈逃离。这几天幕府云骑团奋兵实录，四处搜索，尤其是这些等级高的野怪地图，几乎每一个都没有放过。因为有着空中优势的关系，他们能更快地完成地图搜寻，并且能够躲过高等级怪物的攻击。狂风呼啸，一群人骑着飞行魔宠从任千雪和陈潇的头顶飞过。突然，井上龙彦眼中闪过一道冷芒，坐下的飞羽蛇口中爆发一阵尖锐的嘶鸣，庞大的身躯猛地调转方向，竟然直接朝着下方的密林俯冲而去。轰！茂密的树干被撞开，飞羽蛇那庞大的身躯带着狂风从天而降。不好！任千雪大惊失色，陈潇，我们暴露了。他可能只是察觉到这里有人，但未必察觉出有2个人。你不要动，我引开他。这些话都是通过好友栏发出去的。还未等陈潇阻止，任千雪已经解除隐身，身形化作一道残影，朝着远处狂奔而去。姓名任千雪，职业游侠。半空中，井上龙彦已经通过顶级探查术直接查明了任千雪的信息。龙国人。井上龙彦的脸色瞬间变了，怎么会有龙国人出现在这里？难道是当初和段晨一起来到我们昭和国的？可段晨既然已经使用破戒石返回了龙国，那眼前这个龙国女人为什么没跟着一起离开？一个个念头闪过，井上龙彦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那个段晨难道没有逃回龙国，而是还在昭和国？想走？井上龙彦怒喝一声，猛地拉开长弓，能量凝聚的箭矢爆发出刺眼的红光。下一瞬间，箭矢已经飞出，直接射在了任千雪前方的地面上。轰隆隆，箭矢崩碎，引起恐怖的爆炸，直接将前冲的任千雪先飞了出去。爆裂射手是和莫里尔同样的职业，即便只是普通攻击，也会触发爆炸分裂伤害。任千雪喷出一口鲜血，娇弱的身躯狠狠砸在粗壮的树干上，然后摔倒在地。啐！任千雪冷漠地看了井上龙彦一眼，突然泛起一丝轻蔑的笑容，然后竟然再次起身，踉跄着向远处逃去。嗖嗖！一道道呼啸声响起，幕府云骑团的其他人已经围了过来，从不同的方向拦住了任千雪所有的退路。这群狗东西真他妈的倒霉！任千雪擦了擦嘴角的鲜血，忍不住啐了一口。常年在麒麟城军队里生活，明明长着一张美艳的面孔，看起来颇为文静，可举手投足乃至说话却都透着军人的粗犷。井上龙彦骑着飞羽蛇，居高临下的看着任千雪，没想到竟然会在毒蛟银谷碰到龙国人，还真是意外的惊喜啊！井上龙彦的声音冰冷至极，说：“你们还有多少人在昭和国？段晨又在哪里？”任千雪没有说话，而是通过好友栏在群聊频道留了一条信息：“麒麟城，任千雪怕是回不去了。我有一个同归于尽技能，可以消耗自己的生命，临死之前爆发一次50倍暴击，运气好的话，没准能带走一个昭和狗。陈潇、穆飞，你们如果能活着回去，记得去我老爸的坟前烧炷香，就说他的崽是战死在昭和国的，没丢龙国人的脸，留下遗言。”任千雪直接关掉了好友栏，然后朝着井上龙彦勾了勾手指：“狗东西，废话真多，过来，让你姑奶奶给你疏通一下筋骨。”第163章，我的宝宝那么委屈，你舍得扎他？任千雪那轻蔑的表情让井上龙彦感觉自己被轻视了。他可是89级的爆裂射手，将来是可能成为8岐神将的人，竟然被一个48级的游侠瞧不起。龙国的娘们都这么刚吗？井上龙彦舔了舔嘴角，看起来应该很润。既然你这么不配合，那不如让我们这帮兄弟教教你怎么样？哈哈！一众幕府云骑团的成员忍不住哈哈大笑，一个个眼中闪烁着邪光。他们当中
有不少都是参加过小世界国战的人。当初在战场上，他们也曾碰到过很多龙国的女性职业者，早就想找个机会抓一个好好玩玩了。只可惜龙国的娘们一个个都很刚，那些娘们眼见自己无路可逃，竟然直接把一身装备收回了物品空间，然后长刀在自己的身上疯狂划过，将自己砍得血肉模糊，然后一抹脖子当场自杀。那一幅幅画面，一些幕府云骑团的人到现在还历历在目。团长，可别让他自杀了。三川君，准备好治愈技能，随时治疗他。哈哈，今天说什么也要尝尝龙国娘们的身体。一阵阵戏谑和调笑声不断响起。井上龙彦眉毛一挑，你叫任千雪吧？怎么样？再给你一次机会回答我刚才的问题。你们还有多少人在昭和国？段晨又在哪里？听到这话，任千雪的表情并没有太多变化，那一张张丑陋邪恶的嘴脸，还有污言秽语，在他看来都只是野狗的咆哮罢了。一群小八嘎。任千雪冷笑一声，来，谁想先尝尝龙国娘们？有胆子大可以过来。一众幕府云骑团当中，有很多人都拥有远程攻击技能，尤其是井上龙彦，他可是爆裂射手，只要他愿意的话，随手一箭都可能将任千雪射杀。双方的实力差距实在太大了。可是昭和国那可怜的自尊心在作祟，让他们并没有选择使用远程技能去射杀或者重创任千雪。臭娘们！一个彪形大汉扭动一下脖子，直接催动飞行坐骑落在了地上。这人是一位盾战士，一身肌肉扎实无比。坐骑刚一落地，他便从坐骑脊背上一跃而下，大踏步朝着任千雪走了过去。肉盾职业。任千雪双眼一眯，暗暗啐了一口。他已经做好了以命换命的准备，想要用自己的性命来催动同归于尽这个技能。一旦技能发动，便能让他在临死前爆发一次50倍的暴击伤害。如果面对的是法师、射手这样防御力较弱的职业者，就算等级差距很大，也未必没机会换他们一命。可现在来的竟然是一个肉盾战士，这就麻烦了。另一边，陈潇的身形一直紧紧地蜷缩在树丛之中，他的身体不敢有半点挪动，呼吸频率已经降到最低，甚至连眼睛也死死地闭紧，担心自己的视线会让那个89级的爆裂射手警觉。陈潇没有出手去救任千雪，如果没有国战炉石这个任务，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冲出去，哪怕和同伴一起战死，他也会义无反顾。可现在国家的任务高于一切，如果换成是他暴露在一群昭和国职业者的面前，任千雪也一定会做出同样的选择。陈潇心中想着，我要活着将炼金材料送到段晨手里，任务完成之后，我会留在昭和国杀一个够本，杀2个赚了，直到我的命运落于此。场中，那位肉盾战士缓步向前，口中发出淫邪的笑声，小娘皮，你应该是有什么杀招吧？想要临死之前做出反扑？我劝你还是别白费力气了，老实交代，说不准还能饶你一命。放心，龙国娘们的命在昭和国很值钱的挑断手筋和脚筋，带回去当个玩具也好。任千雪眼中闪过决绝之色。就在那肉盾战士距离他还有3米距离的时候，任千雪猛地向前踏出一步。可几乎在同一时间，一阵天旋地转的感觉突然袭来，任千雪身周的空间突然扭曲一下。等他惊醒过来时，发现自己竟然已经置身到了1000米虚空之上。任千雪瞪大双眼，还未等反应过来，便感觉脚下一空，身子直接从高空中坠落下去。好！也就在这个时候，一声低吼传来，一只体型接近30米的巨大怪物出现，直接用利爪抓住了他的身躯，然后猛地一甩，竟然将他甩到了自己的脊背上。这只怪物正是段晨所召唤的大天狗之灵。这是……任千雪猛然惊醒，下意识便抬起手中匕首，朝着下方的大天狗之灵刺去。喂，别扎我的宝宝哦，你看他的表情多无辜。好友栏一条信息弹了出来，因为这一次昭和国行动事关重大，所以任千雪3人将段晨的消息设定成了自动提示。段晨，宝宝，任千雪懵了。而此时，那群幕府云骑团的人也同样懵了。场中，一只40多米高的怪物凭空出现，而那个龙国的娘们竟然诡异的消失了。这突然的变化给人一种错觉，就好像眼前这个怪物就是那个龙国女人变成的一般。这个怪物正是段晨。他在靠近毒蛟银谷之后，就用最快速度锁定了坐标，还好赶得及时，在技能范围满足之后，就第一时间施展了坐标置换，直接将任千雪当作目标，强行和任千雪交换了坐标位置。段晨也没想过自己得到天狗冤徽章之后，第一次施展坐标置换竟然是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好吃！段晨露出狰狞的獠牙，利爪猛地探出，一把便抓住了那个昭和国肉盾战士的脖子。第164章，要不怎么说我喜欢杀人呢？
慈木恶福王！一众幕府云骑团的人大惊失色。该死，哪里蹦出来的怪物？那位肉盾战士只感觉浑身被禁锢一般，身子被利爪死死抓住，根本无法动弹分毫。不过这并不影响他施展一些技能。好，他张开嘴巴，一声狂暴的咆哮从口中发出。技能战争咆哮，强行逼退深州的敌人，并对己方以组队成员提供10%的全属性加成，全属性加成持续时间30秒，技能冷却3分钟。正常情况下，这个技能确实可以强行将周围的怪物震退，但很可惜，他眼前的怪物实在太大了。这一声咆哮，非但没能让他从段晨的利爪中挣脱出来，反倒还被段晨猛地用力将他的身躯狠狠灌在了地上。好，随后段晨也张开血盆大口，同样发出一声震天动地的咆哮。这一声咆哮所爆发的气势恐怖无比，刹那间一阵阵飓风卷动，四面八方的参天大树直接被震得东倒西歪。技能元王咆哮，45级史诗装备韦泰塔列万的自带技能。刹那间，方圆1000米范围全被这一声咆哮所笼罩，天地震动，一排排的树木被连根拔起，地面的土层竟然也被咆哮声生生掀起了一层。小心！退！快退！一声声惊呼响起。半空中，那些骑着飞行摩擦的幕府云骑士只感觉坐下的飞行魔宠好像不受控制一般，转眼间飞行魔宠的血条已经掉了大半，身子也不由自主地从半空中坠落下去。包括89级的井上龙彦也同样从半空中坠落下来。这还没完呢，段晨一出手便毫无保留，他根本没打算给这些昭和国职业者还手的机会，从选择出手的那一刻，他就想要以最快的速度解决战斗。在这全民转职的世界里，传递消息是最为方便的，只要打开好友栏，便可以通过好友对话直接将消息传递出去。段晨之所以要速战速决，就是想阻止幕府云骑团将这边发生的事情传递出去。一旦消息传出去，只怕锻造国战炉石就更加曲折了。技能巨人践踏，段晨粗壮的脚掌猛地抬起，瞬间踩在那个肉盾战士的身上。轰隆隆，恐怖的冲击朝着四面八方扩散出去，一众幕府云骑团的成员人还在半空中，还未等坠落到地上，就已经被恐怖的冲击轰得鲜血狂喷，紧接着又强行触发了巨人践踏的眩晕效果。幕府云骑团早就想把你们搞死了，可惜这里只有30几个人，杀得着实有些不痛快。段晨的声音传来，巨大的战锤恶魔之处已经出现在他的手中，另一只手也握紧了神器盾牌八旗怒灵盾。在昭和克星徽章的作用下，段晨可以完全无视昭和国职业者的防御属性。刚刚的2个技能就已经让一大半的幕府云骑团成员身受重伤，连飞行坐骑的血条都被清空干净，而接下来的攻击便能够彻底结束战斗。没有半点停留，战锤狠狠地轰击在那位已经重伤的肉盾战士身上，八旗怒灵盾也跟着迸射出一道道炙热的火光。技能恶魂震荡，技能神愤之炎。轰！大地被轰出无数裂痕，一个巨大的深坑被生生砸了出来。神愤之炎的光柱从井上龙彦的身上卷过，直接将他的半边身体蒸发，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便已经陨落当场。其他人也好不到哪去，尤其是被段晨最先照顾的那个肉盾战士，此时身躯已经被轰得千疮百孔，死得不能再死了。这技能怎么和段晨的技能如此相似？他是段晨。有人在临死的前一瞬间惊醒过来，想要通过好友栏将消息传递出去，可惜一切都迟了，还未等开启好友栏，便已经没了声息。轰鸣声散去，密林重新归于平静。搞定，打扫战场。段晨舔了舔嘴角，双翅张开，身形在战场上转了一圈，将所有爆出的装备物品全都收了起来。要不怎么说我喜欢杀人呢？这不好装备不就来了？段晨看着刚刚捡到的一个史诗级护腰，哈哈大笑。这个护腰正是那位倒霉的肉盾战士爆出来的，佩戴等级要求45级，属性要比段晨现在的雌鬼护腰高出一大截。雌鬼护腰还是当初在圣兽之地爆的25级史诗腰带，名称怒兽王护腰，品阶史诗，等级45，防御2万，力量7000。技能战争咆哮，技能增幅攻击强化。战争咆哮强行逼退深州的敌人，同时对敌人造成强大伤害，并对己方以组队成员提供10%的全属性加成，全属性加成持续时间30秒。技能冷却3分钟。技能增幅，被动技能，佩戴者所有攻击技能威力提升20%。攻击强化，被动技能，佩戴者的攻击属性额外获得10%的强化。战争咆哮，
是刚才那个废物施展的技能吧？段晨满意的点点头，然后将装备换上。虚空中，那只大天狗之灵已经带着任千雪从空中落下，直到双脚踏在地面上，任千雪还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我是谁？我在哪？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喂，醒醒！段晨庞大的身躯站在任千雪的面前，利爪在他的眼前晃了晃。我，段晨啊，不吃小孩。任千雪，段晨，他惊醒过来，只感觉整个人好似失去力气一般，一个踉跄，险些摔倒在地。这时，陈潇也闪身跑了过来，他连忙将任千雪扶住。你没事吧？任千雪深吸一口气，劫后余生。段晨，没想到你来得这么快，你这模样着实有些吓人啊。事实上，在见面之前，段晨就已经说过自己现在变身成了怪物，只是没有说这怪物会如此吓人罢了。既然成功会合，这一份炼金材料就交给你了。任千雪没有耽搁时间，连忙将早已准备好的炼金材料一股脑全都交给了段晨。至于陈潇手里那一份，并未交出来。任千雪沉声道：“为了以防万一，我和陈潇继续一路从另一个方向赶往富士山。你带着这一份炼金材料，直接以最快速度飞过去。现在穆飞也在赶往富士山的途中，这样一来，我们就等于是3路并进。无论哪一路出问题，另外2路也都还有机会。”任千雪所说的办法，无疑是最稳妥的办法。而且分开还有一点好处，那就是他们不会拖段晨的后腿，这也是任千雪等人早就想好的。第165章天照大御神。如果是放在从前，段晨肯定会同意任千雪的提议，因为对段晨来说，将他们带在身边确实是累赘。可现在不一样了，他有了天狗鸢徽章，挥手就能召唤20只大天狗之灵，这些大天狗之灵完全可以当做飞行坐骑来使用，就如同任千雪刚才那样。段晨思索一下，然后随手一挥，吼吼！刹那间，阴风阵阵，一只体型庞大的大天狗之灵被召唤出来，算上先前那一只，整整20只。这……任千雪倒吸一口凉气，段晨，你到底是背画师，还是召唤师，又或者是御兽师？段晨耸耸肩，侥幸得到一件专属装备，这些大天狗之灵是专属装备的一个技能。陈潇竖起大拇指，牛逼！任千雪点了点头，还没等段晨开口，他就已经明白了段晨的意思。你想带着我们一起行动，让我们2人骑着大天狗之灵，和你一起飞去富士山？没错。段晨点头。任千雪眉头微皱，目标太大了，很容易被昭和国的职业者盯上，然后围住，到时候恐怕不好脱身。再加上我们2个在你身边，你在交战的时候很可能放不开手脚。段晨摆摆手，不用再说了，既然来了这里，就听我的。走。任千雪和陈潇对视一眼，这种行动变更，按道理是要先上报给屠苏无敌，然后由屠苏无敌来指示。不过任千雪并未这么做，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如果什么都要请示，怕是黄瓜菜都凉了。行，听你的。任千雪当机立断，一个纵身便落在一只大天狗之灵的脊背上。陈潇有样学样，也骑在了其中一只身上。新幕府。在幕府被段晨毁掉，彻底变成废墟之后，昭和国高层很快就做出了决定，迁都。国不可以一日无都，说国都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也毫不夸张，所以迁都是必然之举。新幕府是昭和国的一个大型城市，原本是叫做东京城，是2天前刚刚改的名字，名字依旧叫做幕府，只不过一些人在称呼的时候习惯用新幕府将其和旧幕府分开。此时天皇府邸卧房中，丰臣秀吉口中发出阵阵莫名的低吼，好似在发泄着自己心中的机遇。这些日子他太憋屈了，心里一直窝着火，无从发泄，最终只能将这股火宣泄在身边女人身上。天皇大人，不好了，云骑团长井上龙彦死了。一个急促的声音从门外传来，刚刚已经确认前往独礁银谷搜寻的30余位幕府云骑士全部陨落。什么？丰臣秀吉大惊失色，只觉得身子一阵空虚，整个人已经瘫在了床上。天皇大人，您还好吗？女子的声音从床上传出。八嘎呀洛！丰臣秀吉怒喝一声，连忙将衣衫穿好，冲出了屋子。门外也是一位幕府云骑团的成员，此时正跪在地上瑟瑟发抖。丰臣秀吉一把将他提了起来，怒喝道：“是遇到大 boss 了！”那人声音颤抖，不知道已经派人前往独礁银谷查看情况。就在刚刚，有消息说那边出现一群体型庞大的飞行怪物，朝着富士山方向去了，也不知道和井上龙彦大人的死是否有关。一群体型庞大的飞行怪物朝着富士山方向去了。丰臣秀吉眉头紧皱，自从断臣之乱，丰臣秀吉就对体型庞大的怪物非常敏感。没办法，断臣的骸骨将军变身，
还有慈木童子变身，实在给他带来了太多的打击。可一听是飞行怪物，他又稍微松了口气。段晨是绝对没有变身飞行怪物的能力的。如果他能变身成飞行怪物，当初攻打城市的时候为何不变？要知道，只要变身成飞行怪物，他便可以占据空中优势，可以让他更加肆无忌惮的攻击。查，给我查，仔细的搜索毒蛟银骨。是，天皇大人。那人连忙应承，转身离去。丰臣秀吉在门外来回踱步，心里还是稍微有些不放心，于是又给伽罗罗发了一条信息：伽罗罗，你去富士山那边看看有没有异常，那里距离你守护的大阪城不算远。很快，伽罗罗就回了信息：遵命，天皇大人。丰臣秀吉，顺便你再确认一下天照大御神是否有苏醒的征兆。伽罗罗，知道了。富士山，一个身影在山脊上不断的奔行，从一只野外怪物之间穿插过去。这人正是先一步赶过来的穆飞。相比于任千雪和陈潇那边，穆飞就要顺利多了，在一路赶过来的途中并未遇到什么危险。穆飞打开群聊：我很快就抵达富士山的火山口了，前方的怪物等级已经达到了80级，我的前进速度会放慢一些。段晨，那片区域可有昭和国的职业者？穆飞，在富士山的外围有昭和国职业者出没，不过并未发现我。段晨，一切小心，我们会尽快赶到。又过了许久，穆飞再次发来消息：我已经抵达火山口了，火山口内部的岩壁非常陡峭，你给出的坐标就在下方600米左右，我会用攀岩绳一路顺下去。不对劲！突然，穆飞好像发现了什么。段晨，火山内部有一只大 boss， 天照大御神。我操，95级的大 boss！ 第166章国运大 boss。 不得不说，穆飞的隐秘能力确实强大，如此顺利的抵达富士山，让段晨颇为赞叹。当然，并不是说任千雪他们被发现，就是因为他们弱，实在是太倒霉了，竟然碰到了幕府云集团，而且带队的还是89级的爆裂射手，幕府云集团的团长井上龙彦。此时，穆飞已经拿出了锁链，身子贴在火山口的石壁旁，正准备向下攀爬。他已经找到了段晨给出的坐标，从这个方向甚至已经依稀看到了火山口峭壁上的那个洞穴。炉石隐藏副本的入口应该就在那个洞穴之中，只不过段晨、千雪、陈潇情况有变。穆飞咽了口唾沫，天照大御神虽然还在沉睡状态，可他的被动技能却持续开启着，一旦进入火山口，很可能会将他唤醒，而且我承受不住他的炙热之息。95级，天照大御神。此时，段晨三人正在赶来的途中。听到穆飞的话，段晨眉头一皱：你是说现在这个 boss 在沉睡？穆飞，没错，我把探查术的信息共享过去，你们先看一下。名称：沉睡中的天照大御神，等级95级，血量，防御力，技能无限防御，神之领地，炙热之息，无限复活，无限防御。被动技能：沉睡中的天照大御神防御力无限大。神之领地，被动技能：沉睡中的天照大御神依旧有着很强的领地意识，当有生命靠近时，会有一定几率将沉睡中的天照大御神唤醒，若沉睡期间受到攻击，则100%苏醒。炙热之息，被动技能：沉睡中的天照大御神呼吸会喷出恐怖的炙热能量，对范围内目标造成恐怖的持续灼烧伤害。无限复活，被动技能：天照大御神若死亡，则会在100年之后重新复活，复活之后等级降低5级，因死亡而降低的国运得到一定恢复。提示：天照大御神为昭和国的国运神灵，他不会主动攻击对他没有敌意的昭和国职业者，并常年以沉睡姿态为昭和国镇压富士火山，防止火山爆发。提示：若天照大御神死亡，则昭和国国运遭受随机惩罚。天照大御神的属性界面非常奇怪，没有显示血条等属性，只能查看到防御一栏，但给出的属性数值却是，也就是无限大。不过，更让段晨吃惊的是，这个天照大御神竟然是昭和国的国运 BOSS， 关乎着整个昭和国的国运。而且，段晨还是第一次见到不会主动攻击人的 BOSS。不对，倒也并非不主动攻击人，而是不会主动攻击对他没有敌意的昭和国职业者。若是有敌意，一样能激怒他。而且像炙热之息这样的被动技能，一旦有昭和国职业者靠近，应该也一样会受到持续灼烧。这么重要的 BOSS， 怎么会没有昭和国的军队镇守？就只靠着富士山外围的一些巡逻士兵。段晨眉头微皱，前行的速度也不由得加快了一些，这已经是他的极限速度了。事实上，并非无人镇守，每天富士山区域都会有幕府云骑团的人前来巡视，偶尔还会有8旗神将出没，来确认天照大御神的状况。当然，昭和国上下也不认为有谁会来攻击天照大御神，这可是关乎整个昭和国国运的 BOSS， 哪个昭和国职业者有病才会跑到这里攻击他。
而且就算赶来，也得有那个实力啊！这可是95级的国运 BOSS， 一旦苏醒，真实的属性比轮回级副本里同等级的大 BOSS 还要高出一大截。又有哪个人、哪个势力能在不惊动昭和国官方的情况下，将这个大 BOSS 解决掉？无数个念头从段晨脑海中闪过。突然，他双眼一亮，镇压富士火山，防止火山爆发。那如果将天照大御神唤醒，并从火山口中引出来，那火山是否会爆发？听到这话，骑着大天狗之灵跟在后面的任千雪连忙说道：“炉石隐藏副本就在火山口，如果火山爆发的话，我们恐怕也进不去了。”段晨点了点头，有点麻烦啊。此时，段晨三人已经到了富士山的最外围区域，下方正在历练的昭和国职业者，还有负责镇守富士山外围的昭和国军人，全都抬起头。哪里来的飞行怪物？慈木恶福王？大天狗之灵？我记得富士山区域没有这种怪物吧？所有人都露出愕然之色。大天狗之灵的脊背上，任千雪和陈潇已经开启了隐身，身子紧紧地伏在大天狗之灵的脊背上。下方的昭和国职业者虽然看到了大天狗之灵，却并未发现他们二人的身影。就在这时，远方天边突然有一个黑点出现，那黑点的速度极快，由远及近，转眼就已经靠近数里。段晨双眼一眯，迦楼罗，任千雪，迦楼罗，10大八岐神将之一。段晨点了点头，现在是9大八岐神将，阴阳师千岛流已经嘎了。什么？千岛流嘎了？难道先前段晨对圣兽剑豪大人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千岛流真的死在了段晨的手上？任千雪和陈潇满脸惊愕。现在可不是想这些的时候，迦楼罗明显是奔着他们来的。无论是段晨的慈木恶福王变身，还是这一只大天狗之灵，目标都太过巨大，在暴露的那一刻，再想要躲过迦楼罗的视线已经不可能了。不过这一切已经在段晨的预料之中。当他们明目张胆地从空中一路飞来，段晨就已经做好了被昭和国强者拦截的准备。只是他没想到来的竟然是迦楼罗。冤家路窄啊！段晨冷哼一声，天照大御神离开火山口之后，火山应该不会立即爆发，那个时候就是进入洞穴传送进炉石隐藏副本的最好机会。我决定强行唤醒天照大御神。任千雪，你确定？段晨，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迦楼罗的实力很强，我一旦和他交手，施展技能的时候便会暴露身份，到那时会有更多的八岐神将朝着这边来，时间紧迫，没有其他选择。穆飞，拼了！陈潇，听你的。任千雪，如果能活着回去，咱们可有的吹了，咱也是和八岐神将昭和国国运 BOSS 交过手的人，哈哈。第167章，100米高的女巨人。我承认，我激动了。虽然是冤家路窄，但段晨并没打算现在就和迦楼罗对上。他缓缓扇动翅膀，直奔着富士山的火山口掠过去。20只大天狗之灵紧随其后，那模样像极了只是从这里路过的怪物群。地面上，那些昭和国职业者一个个昂着头，怔怔地看着一群飞行怪物越来越远。应该只是路过吧？怪物迁徒，以前倒也见过，只是不知道这些怪物是从何而来，要迁徒去哪里。这些怪物长得真大，尤其是为首的那只慈木恶福王，双翅张开，恐怕有150米了。我的顶级探查术没办法查看到慈木恶福王完整的属性信息，应该是一只特殊怪物。如果奈把它搞死就好了，肯定能爆好东西。搞死？能够得到算你厉害。看到他身后那一群大天狗之灵了吗？全都是85级的怪物，而且从大天狗之灵的属性来看，竟然比我曾经见过的同等级精英怪物还要高很多。看他们以那个慈木恶福王马首是瞻，慈木恶福王肯定更强。你们快看，有人来了，好像是迦楼罗大人。八岐神将，每一位在昭和国都已经家喻户晓，样貌根本不是什么秘密，所以在迦楼罗出现的那一刻，就已经被这些昭和国职业者认出了身份。另一边，迦楼罗也早就注意到了段晨和他召唤出的那些大天狗之灵。天空中，迦楼罗脊背上的恶魔羽翼缓缓扇动，他的眼中寒光闪烁，视线不断的在段晨和那群大天狗之灵的身上来回游走。无论是段晨还是大天狗之灵，飞得都非常平稳，好像根本没将他们这些昭和国的职业者放在眼里，也没有主动攻击的趋势。迦楼罗眉头微皱，又盯着看了几眼，便没急着去理会。显然他也认为这只是一群迁徒的飞行怪物。迦楼罗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他准备先巡视一下富士山区域，然后再去确认一下天照大御神的情况。至于刚刚飞过去的那些怪物，如果时间来得及的话，迦楼罗不介意出手将他们灭掉。运气好的话，说不准还能爆出一些好东西。另一边，段晨眼见迦楼罗没有直接过来拦截，心中长长松了口气。千雪、陈潇、穆飞，准备好。段晨通过群聊发出信号。
此时他已经带着一群大天狗之灵出现在了富士火山口的正上方。穆飞依旧开启着隐身，身子死死地贴在一块岩石旁，他抬头看向天空，眼中透着坚毅。半空中，段晨向下俯视，视线透过火山口，一眼便看到了沉睡在其中的天照大御神。我干！这是怪物，是昭和国的国运 BOSS， 怎么是一副人类的模样？当看到天照大御神的那一刻，段晨懵了。只见岩浆之中，一位高达100米的女人正躺在那里。女人衣着一身金色的铠甲，腰间还挂着一把华丽至极的巨剑，双目微闭，面容绝美，就那样沐浴在岩浆之中，看起来睡得很香很甜。我操！我干！我尼玛！段晨心中发出连续的惊叹。这一刻，段晨突然有些激动了。他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竟然能看到一个比他还大的女人，而且昭和国的国运大 BOSS。可惜啊，天照大御神虽然长了一副人类女人的模样，可终究是个怪物。怪物只能打死。感觉他家应该有点大，我兄弟住进去可能有些空旷。段晨嘀咕一句。任千雪，段晨，快要飞过火山口了。段晨猛然惊醒，准备下去。下一秒钟，一直跟在他身后的20只大天狗之灵突然调转方向，竟然直接从空中朝着下方俯冲而去。大天狗之灵的速度极快，只是一转眼，其中一只大天狗之灵就已经到了穆飞的面前。穆飞心领神会，一个纵身便落在了大天狗之灵的脊背上。另一边，伽罗罗瞳孔一缩，猛地转头朝着这边看来。当他看到一群大天狗之灵冲入火山口的时候，整个人都呆住了。该死！伽罗罗大惊失色，连忙扇动翅膀，疯狂地朝着那边飞去，同时也不忘给丰臣秀吉和其他8旗神将发出消息。他不明白，那群怪物不是从这里路过吗？为什么会突然调转方向冲入火山口？他们到底想干什么？直到这一刻，伽罗罗也还没有将这些怪物和段晨联想在一起。火山口方向，20只大天狗之灵已经全部冲进了火山口，而且速度奇快无比。队伍的最前方有几只大天狗之灵在试探着天照大御神的炙热之息的技能范围。突然，前方探路的那几只大天狗之灵浑身一颤，褶皱的皮肤之上冒出淡淡的黑烟，血条也跟着掉了一小截。显然，他们已经进入到了炙热之息的覆盖范围。任千雪大喝道：“段晨，段晨，知道了！”天空中，伽罗罗已经靠近过来，无数犹如利刃一般的羽毛在他的身后汇聚，然后呼啸盘旋着轰向段晨。段晨突然转头，朝着伽罗罗咧嘴一笑：“人类，你是想亵渎神灵吗？”“亵渎神灵？什么意思啊？”还未等伽罗罗反应过来，段晨身周的空间猛地扭曲了一下，技能坐标置换。段晨的这个技能是直接锁定在沉睡的天照大御神身上，在任千雪3人即将进入炙热之息的前一刻，技能发动。也就在坐标置换发动的一瞬间，沐浴在岩浆之中的天照大御神猛地睁开双眼，空间扭曲，他那100米高的巨大身躯直接被强行转移，出现在了半空之中，而段晨则出现在了天照大御神先前所在的地方。我操，好烫！段晨的双脚落在岩浆中，吓得他疯狂扇动翅膀，连忙飞了起来。还好防御够强，只是被灼伤了一下。走！段晨没有半句废话，当先一步飞向峭壁的那个洞穴。外界半空中，天照大御神双眼睁开，还未等他看清周围的情况，无穷无尽的黑色羽毛就已经狠狠地轰击在了他的身上。叮！提示：昭和国职业者伽罗罗正在攻击昭和国国运 BOSS 天照大御神。坐标：提示：昭和国职业者伽罗罗正在攻击昭和国国运 BOSS 天照大御神。坐标。一声提示出现在所有昭和国职业者的耳中，响彻整个昭和国。第168章，你这是和我玩塔防游戏呢？轰隆隆，一阵阵剧烈的爆炸声响起。不愧是8旗神将之一，伽罗罗的技能威力非常强悍。可就是如此恐怖的攻击，竟然仅仅打掉了天照大御神一丝血条。爆炸平息，天照大御神面目阴冷地立于虚空之上，一双金色的眼眸已经锁定了伽罗罗。另一边，伽罗罗已经懵了。什么情况？刚才那只慈木恶福王呢？我明明攻击的是慈木恶福王，结果慈木恶福王突然消失了。老子的攻击轰在了天照大御神的身上。我不是故意的，天照大御神殿下，误会啊！伽罗罗惊呼道：“我是昭和国的职业者，8旗神将之一，对您没有敌意，千万别误会，都是刚才那个怪物的错。”此时，伽罗罗已经有些惊慌失措，这可是国运 BOSS 啊！现在昭和国的国运早已衰败，若是这天照大御神再有什么闪失，昭和国的国运恐怕直接就见底了。现在他被天照大御神盯上，万一天照大御神对他出手，咋办？还手！
那就彻底没有回转余地了。天照大御神的声音响彻天地，竟然敢冒犯神灵！你该死！操！完了！迦楼罗二话不说，也不等天照大御神的技能锁定他，连忙煽动恶魔羽翼，掉头就跑。另一边，丰臣秀吉和其他八岐神将在听到提示，并得到迦楼罗传回的消息之后，一个个大惊失色。堂堂八岐神将，竟然被一只怪物给摆了一道。那个怪物会不会是断尘？朽木无月在群聊中说了一句：“村上龙牙，不能吧？如果断尘能变身成飞行怪物，早在入侵城市的时候就该施展出来了，而且那不只是一只，有21只呢。”丰臣秀吉，现在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立即前往富士山救下迦楼罗，同时探查情况。早知道会这样，当初就不该让迦楼罗一个人过去，至少再多派2个人就好了。此时此刻，整个昭和国上下，无数人在议论着刚才的提示。一位是昭和国顶尖的强者，一位是国运大 boss 天照大御神。到底啥情况？迦楼罗大人攻击了天照大御神，那可是我们昭和国的国运 boss， 难道迦楼罗大人叛国了？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肯定有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发生。我二大爷正在富士山的外围历练，我问一下怎么回事？还问个屁呀！直接通过传送法阵去大阪城，那座城市距离富士山很近。富士山附近有5座城市，分别坐落在不同的方向，无论传送到哪一座城市，都能很快抵达富士山。震惊之下，越来越多的人赶往各自城市的传送阵，然后通过传送阵直接前往大阪城等距离富士山较近的城市。另一边，天照大御神正在对迦楼罗展开疯狂的追杀。在苏醒之后，天照大御神的怪物属性界面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过，这些对段辰等人来说都不重要了。火山口之中，岩浆翻滚。在天照大御神苏醒并离开火山口的那一刻，这里面的岩浆就好像要挣脱束缚一般。咕噜噜，无数气泡鼓动，一道道火柱从岩浆中窜出，一层一层的浓烟喷涌，顺着火山口直冲出去。这已经是火山爆发的征兆。另一边，段辰等人早已经冲进了洞穴之中，那20只大天狗之灵也已经被他收了起来。洞穴的通道狭长，明明外面因为岩浆的关系而灼热无比，可是这洞穴之中却莫名的阴凉潮湿。吼吼！一声声嘶鸣从洞穴深处传出，紧接着一条数米长的赤色巨蛇从里面扑了出来，直奔着段辰的脖子撕咬过来。这是一条78级的赤炼啮蛇，从属性来看应该属于精英级别的怪物。这里面竟然还有怪物！段辰有些诧异，随手一挥便将扑过来的赤炼啮蛇轰飞出去。洞穴内部的空间很大，即便段辰这样的身躯行走在其中也显得颇为宽敞。洞穴很深，但并未耽搁段辰3人太长时间。显然，天照大御神就已经是进入炉石隐藏副本的最大阻碍了。快看！任千雪轻呼一声，是副本入口法阵。段辰也是双眼一亮，连忙举步靠近过去。隐藏副本，炉石副本，副本难度无，等级要求无，进入人数上限5人。提示：入口法阵触发之后，副本将会持续开启1小时，在1小时倒计时结束之后，副本强行封印，并进入100年冷却时间。提示：100年冷却时间结束，副本入口法阵重新显现。提示：副本内部无法使用任何传送物品，请在副本封印之前离开副本，否则将会困在其中，无法脱身。持续开启1小时。段辰眉头微皱，也就是说，从第一个人通过法阵进入副本开始，倒计时1小时之后，副本强行封印。任千雪，应该是这样，也就是说，我们只有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炼制国战炉石。段辰，你的那个炼金材料清单没问题吧？听任千雪这么问，事实上段辰心里也有些没底，毕竟这是在天皇夫人临死之前逼问出来的，谁知道那个臭娘们会不会摆他一刀？不过在段辰看来，大概率会是真的。那个时候天皇夫人想要活命，就只能迎合段辰，应该不敢骗他。走！段辰深吸一口气，当先踏上了入口法阵。一道光芒闪过，段辰4人已经先后消失。叮！提示：你已经进入炉石隐藏副本，受到当前副本环境影响，你的移动速度降低 20%， 副本内无法使用任何空间传送物品。提示：你的出现已经引起了护阵凶兽的注意，从现在起，每隔5分钟将会有一波护阵凶兽出现。提示：护阵凶兽不会攻击人类职业者，但却会为了阻止人类职业者使用炼金炉而向炼金炉发起攻击。炼金炉每次遭受攻击之后，会有 10% 的几率使本次炼金失败，并损失所投入的所有炼金材料。提示：倒计时开始，若想使用炼金炉，那就请保护好炼金炉。段辰双脚刚刚站稳，就听到连续几声提示，提示的内容直接让段辰懵逼了。这是啥情况？
护阵凶兽不攻击闯进来的人类职业者，反倒会去攻击炼金炉，这是什么鬼逻辑？你这是和我们玩塔防游戏呢？我任千雪、陈潇和穆飞就是塔，保护炼金炉啊。第169章，该害怕的不该是我们，该是那些护阵凶兽吧。在段晨听到提示的同时，任千雪三人也同样听到了提示。这样的副本还是第一次遇到。任千雪眉头微皱，应该不会有什么意外吧。段晨微微一笑，都走到这一步了，就别胡思乱想了，先把炼金材料投入进去。副本的内部空间非常巨大，是一个类似于决斗场的空间。在决斗场的正中央有一处高台，那巨大的炼金炉就耸立在高台之上。当然，说是巨大，实际上那炼金炉也只有20米大小，连段晨的腰都够不到。而在决斗场的外围，则是一个个闪烁着淡淡光芒的法阵。一旦5分钟倒计时结束，护阵凶兽就会从这些法阵中走出来，然后疯狂地冲击炼金炉。名称：国战炉石炼金炉。介绍：国战炉石专属炼金炉，根据炼金炉所提供的材料清单，将所有材料投入到炼金炉之中，便有机会成功炼制国战炉石，任何职业者均可操作，无需炼金师。提示：炼制时间为30分钟。提示：在获得材料清单之后，请尽快将所有材料收集完毕。提示：炼制成功之后，炼金炉将会进入100年冷却时间。毫无疑问，想要成功炼制国战炉石并不容易，甚至可以说难如登天。段晨是提前知道了炼金材料清单，是准备好了材料直接过来的。如果换成其他人无意中闯到这里，又哪有能力在如此短的时间将材料凑齐？炉石隐藏副本入口只开启1个小时，炼金炉的炼制时间是30分钟，这还没算护阵凶兽出来捣乱。也就是说，从看到炼金材料清单到将清单上所有材料都准备齐全，满打满算也只有30分钟的时间。也不知道300年前那个昭和国职业者是怎么把国战炉石炼制出来的。而事实上，无论是天皇夫人苍井优女，还是天皇丰臣秀吉等人，都只是说300年前昭和国曾出现过一块国战炉石，可这些都是史料中记载的而已，又有谁真正的见过那块国战炉石？也许只是那个昭和国职业者阴差阳错闯进了这个副本，然后将炼金材料清单抄录之后就逃出了副本，并未真正的将国战炉石炼制出来也说不定。此时段晨等人已经冲到了炼金炉的跟前，没有贸然将所有炼金材料投入进去，而是先仔细的查看了一下炼金炉所给出的材料明细，又和天皇夫人所给的清单一一核对。任千雪大喜过望，段晨，你的材料清单完全正确。段晨也长长松了口气，如果材料清单出现偏差，他们这一趟很可能就要无功而返了。我来投入炼金材料。段晨双手张开，将一堆堆早已准备好的炼金材料一股脑全都丢了进去。叮！提示：国战炉石材料无误，炼制开始，倒计时30分钟之后结束。提示：当炼金炉遭受护阵凶兽攻击时，会重新开始计时，且有10%的几率炼制失败。还会重新计时？段晨忍不住啐了一口。小的们，准备开工了，不准让任何一只凶兽靠近炼金炉。说话的同时，一个个巨大的召唤法阵出现在段晨的跟前。吼吼吼！伴随着一声声咆哮，20只大天狗之灵再次被召唤出来。这还没完呢，紧接着又有2个更大的召唤法阵出现，玄帝、荒神2大魔宠也被召唤了出来。看着这一只只庞然大物，任千雪三人忍不住咽了口唾沫，惊叹的话已经说不出来了，只能在心中大吼一声：段晨牛逼！此时炼金炉被一层金色的光芒笼罩，另一边那一个个法阵也渐渐浮现出微弱的光芒。段晨冷笑一声，随手一挥，看住那些法阵，只要有护阵凶兽从里面走出来，直接给老子拍死。随着这一声令下，玄帝、荒神还有所有大天狗之灵全都散开。凶兽法阵也才20个而已，20只大天狗之灵，每个守着一个法阵。玄帝和荒神则来回游走。段晨咧嘴一笑，为了安全起见，毫不犹豫地施展了局部背化。下一秒钟，他的双臂暴涨，战锤、恶魔之触和神器盾牌八岐怒灵盾也出现在了手中。我操！陈潇、穆飞二人忍不住惊呼一声。陈潇、段晨，你这也太长太粗了吧！穆飞，我看到了擎天柱，这他妈的该害怕的不该是我们，应该是那些护阵凶兽吧？任千雪，你们说的最好是胳膊。第170章，火山喷发，尸横遍野。此时此刻，炉石隐藏副本之外已经乱成一片，整个昭和国上下惊动。富士火山上空，一片片的乌云笼罩，乌云之中火光翻滚。乌云之下，天照大御神漂浮在半空中，他身上的金色铠甲散发着神圣的光芒，
手中一把巨剑高高举过头顶。卑微的人类竟然敢攻击神灵！随着天照大御神这句话，他手中的长剑光芒大盛。刹那间，原本的乌云之中涌现出一道道红光，炙热的气息笼罩天地，无数火球从云层中喷出，犹如流星一般朝着富士山的各处轰落下去。下方山脊之上，一个个昭和国职业者满目惊恐。其中一些人在听到迦楼罗攻击天照大御神的提示之后，就感觉情况不对，于是连忙使用了回城石，暂时离开了富士山区域。但同样的，也有许许多多的人慢了半拍，又或者根本就没想过天照大御神会对富士山上进行无差别攻击。此时面对那铺天盖地的火球，他们再想使用回城石离开已经来不及了。轰轰隆隆，流星坠落，那一颗颗炙热的火球携带着毁天灭地的力量，狠狠地轰击在人群之中。这可是95级国运 BOSS 的技能，爆发出的威力超乎想象。在那剧烈的爆炸声中，几乎没有人能扛得住火球的轰击。即便侥幸没有被火球正面击中，也被随之而来的灼烧气浪将身躯的血液蒸发干净，转眼就变成了一具具干尸。此时迦楼罗将自己的速度爆发到极致，想要摆脱天照大御神是锁定，将他彻底甩开。他的速度确实快，可是和天照大御神相比却还差了一些。迦楼罗、八嘎，你们怎么还没到？快来救我，若是再慢一点，就等着给我收尸吧。朽木无月已经在来的路上，再坚持片刻。丰臣秀吉，不要将天照大御神带离富士山，更不要带着他靠近城市，也不要再去攻击他。迦楼罗、八嘎牙路。富士山的面积虽然广阔，可是在迦楼罗和天照大御神的速度之下，想要绕上一圈也只是短短片刻的功夫。这么大一点范围，让他和天照大御神如何周旋？稍有不慎，恐怕就得被追上。迦楼罗心里骂娘，却也没有办法。也就在这个时候，本就变得躁动的火山口突然喷出一道道岩浆。不好！迦楼罗大惊失色，富士火山要爆发了。虚空中，天照大御神的声音再次响起：“接受神灵的怒火吧，迦楼罗！等一下！”轰隆隆，下一秒钟，滚滚黑烟从火山口喷出，整个世界变得压抑无比。炙热的岩浆滚滚而出，直入云霄，然后化作无数岩浆雨，朝着四面八方洒落出去。富士山火山爆发了！啊呀！救命啊！逃！快逃！我不想死！八嘎牙路，迦楼罗，你这个王八蛋，都是你的错！岩浆犹如潮水一般，顺着富士山的山脊滚滚而下，只是短短片刻的功夫，就已经蔓延到了山脚下，然后继续朝着远方覆盖过去。那些躲避不及的昭和国职业者，直接被炙热的岩浆吞没。脆皮职业像弓箭手、魔法师这类的职业者倒还好，绝大部分人在被岩浆吞没之后，直接就被秒杀，身死当场，并没有感受到太多的痛苦。可那些肉盾职业就惨了，他们的防御力让他们不会那么快就死亡。他们在岩浆里翻滚、哀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痛苦之后，才渐渐失去生命气息。而火山爆发所带来的灾难还远不止于此，距离富士山较近的几座城市也全都受到了影响。密密麻麻的岩浆雨从天而降，狠狠地轰击在城墙之上，轰击在一栋栋建筑、一条条街道之上。哀嚎声此起彼伏，只是短短片刻，就有成千上万的人惨死其中。好在这些城市都有着自己的城防结界，城主府的人反应也算迅速。快，开启城防结界！八嘎，把灵石给我往里面填，快！直到那厚重的城防结界升起，城市中的人才长出一口气。而那些特意从其他城市传送过来，想要对富士山这边发生的事情一探究竟的人，此时全都后悔了。妈的，老子好端端的跑到这里干什么？差点把命交代在这里。尤其是大阪城，这里是迦楼罗守护的城市，在城市中央广场甚至还建造了一座迦楼罗的人身雕像。一些人抬头看向雕像，然后厌恶无比的朝着雕像吐了几口浓痰。八嘎呀路，都怪这个废物！八岐神将，简直是笑话！外面风云激荡，腥风血雨，如实隐藏结界之中，也同样是哀嚎声不断。不过截然相反的是，副本结界中的哀嚎声都是那些护阵凶兽发出的。炼金炉光芒闪烁，还在炼制中，而护阵凶兽却已经先后出现了3波，每5分钟出现一波。就在刚刚，第3波的护阵凶兽已经被断尘清理一空，而炼制时间也已经过去了15分钟。炼金炉旁边，任千雪、陈潇、穆飞3人坐在台阶上，每个人手中都拿着一瓶水。任千雪，第4波护阵凶兽数量应该还会翻倍吧？第1波只有5只，第2波是10只，第3波20只，下一波搞不好就是40只。穆飞，断尘应该没问题吧？陈潇，反正我们是完全插不上手，如果硬冲过去的话，反倒会给断尘添麻烦。干杯！任千雪，严肃一点。穆飞，也不知道外面怎么样了，不出意外的话，富士火山应该爆发了吧？3人对视一眼，
回想起来昭和国之前屠苏无敌对他们说的话，10大8旗神将死了一个，昭和国首相鞍马无敌也嘎了，天皇夫人苍井优女也嘎了，还有6座城市被段臣夷为平地，7、8座城市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屠苏无敌对这些都心存怀疑，所以特意叮嘱他们3个人，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一定要确认一下这些是否真实。昭和国可是敌对国，屠苏无敌不得不万般谨慎才行。任千雪，我感觉段臣说的有些保守了，他给昭和国带来的灾难肯定不止这些，就这一次火山爆发都够昭和国喝一壶了。穆飞，我在来富士山的途中遭遇了一个昭和国的历练小队，无意中听到他们的对话，段臣告诉圣寿剑豪大人的信息应该都是真的，连昭和国的国都幕府都被夷为平地了，现在昭和国高层不得不迁都，搞了一个新幕府出来。任千雪咽了口唾沫，简直不敢想象，如果他的身体和正常人一般大小就好了。陈潇嘿嘿一笑，春心动了。任千雪，无论哪个女孩面对这样的人物，心中都难免会有些幻想吧，可惜太大了。任千雪心中想着，突然她的脑海中回想起天照大御神的身影，好像只有那么大的才能容得下这么大的吧。第171章暗翳凶灵，嘲讽之躯。短短片刻过后，法阵再一次光芒暴涨。段臣知道第4波护阵凶兽要出现了。到现在为止，所有出现的护阵凶兽属性界面都非常单一，怪物等级都在70级到75级之间，但是却没有携带任何攻击技能，也就是说，他们若想攻击炼金炉，就只能想方设法的冲到炼金炉的跟前，然后通过最为纯粹的物理攻击去轰炼金炉。段臣刚才还尝试过，如果大天狗之灵不去主动攻击这些护阵凶兽的话，护阵凶兽根本不会理会他们，只会想方设法的去靠近炼金炉。可一旦大天狗之灵出手，便会直接将仇恨吸引过去。好，伴随着一阵阵咆哮，第4轮护阵凶兽出现。一只体型庞大的护阵凶兽直接从法阵中冲了出来。和任千雪他们猜测的一样，这一次的护阵凶兽数量果然翻倍了整整40只，而且其中竟然还有一只 BOSS 级护阵凶兽，名称暗翳凶灵，炉石隐藏副本 BOSS， 等级75级，血量2000万，力量19万，敏捷8万，精神12000，防御12万，技能视觉混乱，隐遁。视觉混乱，被动技能，当暗翳凶灵被敌人注视时，敌人的视线会产生错乱，无法清晰捕捉到暗翳凶灵的身影。隐遁，被动技能，暗翳凶灵可以在影子中穿梭，隐遁状态下，暗翳凶灵所受到的伤害减免 50%， 在该状态下，暗翳凶灵无法做出攻击。看到这个怪物的2个被动技能，段臣的神色凝重起来。一直在后面吃瓜的任千雪3人此时也不淡定了，连忙站起身，紧张的戒备起来。视觉混乱，让人无法通过视线清晰的捕捉到他的身影。隐遁，可以在影子中穿梭。陈潇惊呼道：“这2个技能有毒吧？稍有不慎就会被他靠近炼金炉。”任千雪、陈潇、穆飞3人都是刺客系的职业，对这样的技能可谓是非常向往。如果能得到这样的技能，绝对能让他们的实力提升一大截。可当这个技能出现在敌人的身上时，却又让他们浑身发冷。不过段臣却淡定很多，急什么？面对这样的怪物，直接就大范围攻击进行覆盖，用最狂暴的攻击让他无所遁形。此时暗翳凶灵已经融入到一只大天狗之灵的影子中，然后一个闪身，竟然化作一道黑芒，直接钻到了段臣的手臂下方，身躯又融入到了段臣手臂的影子里。快，他的速度实在太快了，而且隐匿和躲避的手段诡异至极。可那又如何？段臣咧嘴一笑，口中突然爆发出震天动地的咆哮声，技能元王咆哮。吼吼！整个副本空间猛烈晃动起来，刚刚融入到阴影之中的暗翳凶灵直接被震了出来，身躯狠狠地摔在远处一根石柱之上。这还没完呢，还未等他起身，段臣的第2声咆哮就已经爆发。技能战争咆哮。吼！又是一声怒吼，恐怖的声量从段臣的口中爆发，化作一道道肉眼可见的冲击，狠狠地撞在了暗翳凶灵的身上。真实之眼，段臣眼中闪过一道光芒。目标暗翳凶灵，死亡掉落，嘲讽之躯，技能视觉混乱，技能。段臣不淡定了，我擦，这个暗翳凶灵牛逼啊！任千雪啊，咋了？段臣哈哈大笑，抡起战锤朝着暗翳凶灵狠狠来了几下，血条清空，暗翳凶灵哀嚎一声便没了生机，同时也爆出了2本技能书。这还是段臣至今为止唯一一次在同一个怪物身上同时爆出了2本技能书，这回真是赚大了。段臣连忙将2本技能书捡了起来，那本嘲讽之躯正是他的专属技能。不过
另一本视觉混乱他却修炼不了，这让段晨不禁有些可惜。技能名称：嘲讽之躯。技能介绍：被画师专属技能，技能无冷却时间。施展之后，可以形成大范围的嘲讽光环，光环范围内所有敌方目标会被强行吸引仇恨。若敌方目标在光环范围内施展攻击技能，则该技能会强制锁定在你的身上。技能名称：视觉混乱。技能介绍：刺客系职业者可修炼，在开启视觉混乱之后，敌人在直视你时，敌人的视线会产生错乱，无法清晰捕捉到你的身影。技能持续10秒钟，冷却2分钟。这个嘲讽技能厉害了，看谁不爽，直接一个嘲讽过去，然后再配合神级反伤、神级硬化，直接让对方怀疑人生。段晨摸了摸下巴，不过话说回来，如果真看人家不爽的话，我他妈为什么不一锤子轰过去？为什么要嘲讽他？让他来主动攻击我，直接几锤子砸死，不是更直接？段晨晃了晃脑袋，将这乱七八糟的想法甩开。总之，嘲讽之躯这个技能放在他的身上绝对是神技，尤其是在群战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第172章，这是逼着人去死啊！将嘲讽之躯修炼完毕，段晨又看向手中的视觉混乱，然后转头看向任千雪三人。这本技能虽然不具备攻击性，但在关键战斗中却足以瞬间改变战局，正好适合任千雪他们。可技能书只有1本，任千雪他们却是3个人，当然段晨也可以选择不给他们，而是回国之后拿去卖钱，或者换一些适合自己的东西。但段晨却没有半点犹豫，还是决定将这本技能书送出去。这是一本刺客系的技能书，你们3人自行分配。没分到的人，我这里还有一些适合刺客的装备，自己挑选几件。不用和我客气。说着，段晨直接将视觉混乱技能放到了3人面前，同时将技能书的属性信息共享了出来。任千雪看清技能书的属性之后，双眼微微一亮，可随后3人竟全都摇了摇头。任千雪，我就不用了。穆飞，我退出。陈潇，我退出。3人几乎是同时开口拒绝。说完这句话，3人对视一眼，都哈哈笑了起来。穆飞，女士优先，千雪，你拿去修炼吧。任千雪眉头一皱，什么叫女士优先？瞧不起女人？陈潇，我操，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吼吼！就在这时，第5轮的护阵凶兽已经出现。这一次没有出现 BOSS 级的怪物，但是护阵凶兽的属性却提升了1阶，数量也直接变成了80只。这样的数量，玄帝他们已经没办法全部拦截。不过对于段晨来说，这都不是事。段晨随手拍出，将几只靠近过来的护阵凶兽直接拍飞出去，头也不回地说道：这已经是第5轮护阵凶兽了，等第6轮护阵凶兽出现之后，炼金炉也差不多完成国战炉石的炼制了。一本技能书而已，你们3人就别谦让来谦让去的千雪修炼吧。我还有一些适合刺客的装备。一些能有多少？穆飞和陈潇眨了眨眼。下一秒钟，所谓的一些装备直接出现在了他们面前。轰隆隆，伴随着几声巨响，堆成小山的装备直接落在了2人的面前。这是一些？陈潇倒吸一口凉气，这至少有几千件，甚至上万件吧。我勒个去，史诗级、传说级！穆飞，你这得杀多少怪？不对，你这都是杀人爆的。突然，他们想到段晨之前说过的那些话，这可是屠灭了几座昭和国城市的杀神啊！杀怪爆装备，可能一辈子都爆不出这么多。可是杀人就不一样了，只要是身上穿戴的装备，除了特定的专属装备之外，其他装备在人死亡之后都会爆出。穆飞摸了摸下巴，我感觉如果再客气的话，就有点不尊重义父了。陈潇，我操，你抢我的话，段晨，义父，我陈潇义不容辞啊！段晨，护阵凶兽是从他们进入副本那一刻开始计时，每5分钟出现一波。而段晨等人将炼金材料投入炼金炉，开始正式炼制国战炉石，实际上已经过了2-3分钟。所以，当第6波护阵凶兽出现的时候，炼制进度才刚刚达到27分钟。好，法阵的光芒再次亮起，第6波护阵凶兽终于出现了。只要将这一波凶兽搞定，国战炉石也就到手了。这一次，怪物的数量再次翻倍，直接达到了160只。可这一次出现的怪物，其中有一只却让段晨等人心中一惊。天照大御神！段晨的神情瞬间紧张起来。在一群怪物从魔法阵中冲出来时，一只与其他怪物完全不一样的身影出现在了段晨等人的视线中，竟然是一个缩小版的天照大御神。只不过这个天照大御神队的身躯只有5米大小，
而且目光呆滞，乍一看就好像一个仿照天照大御神而制作的玩偶一般。名称：天照大御神玩偶。等级10，血量30万，力量6000，敏捷300，精神300，防御4500。技能：谁动了我的玩偶？谁动了我的玩偶？被动技能：任何人类职业者在攻击天照大御神玩偶之后，都会强制触发天照大御神的仇恨，并在接下来的48小时之内持续遭受天照大御神的追杀。48小时倒计时结束之后，可通过脱离天照大御神的视线来解除仇恨。任千雪双眼大睁，惊呼道：“这是让人死啊！”陈潇焦急道：“段晨，你不要攻击他，我来。”穆飞，交给我。说话的同时，穆飞和陈潇几乎同时冲了出去，任千雪也紧随其后。国战炉石必须炼制成功，即便让他们把命搭在这里，也在所不惜。除此之外，在来昭和国之前，屠苏无敌还对他们有另一个交代：段晨的命比国战炉石更重要。所以，面对天照大御神玩偶这样的诡异怪物，他们绝对不能让段晨去冒险。天照大御神实在太可怕了，那可是95级的国运 BOSS 啊！一身属性绝对是现在已知的 BOSS 之中最为恐怖、最为强大的。若是被他追杀，即便段晨的实力再如何强大，也绝不可能坚持48小时。死亡一定是他唯一的结局。好在这个天照大御神玩偶很低，想要斩杀他，对任千雪三人来说并不是难事，甚至可以说非常容易。陈潇怒喝道：“谁都别和我抢，否则别怪老子翻脸！”技能：隐刃毒刺。一把飞刀从陈潇的指尖飞出，飞刀闪烁着墨绿色的光芒，直奔着天照大御神玩偶飞射而去。任千雪神色巨变：“陈潇，你个王八蛋，草泥马的！”穆飞也是双眼通红，可是因为技能的差异，他们二人虽然也有远程技能，但却没有陈潇的这个技能范围大，只能眼睁睁看着飞刀轰向天照大御神玩偶。你们这是当我不存在啊？段晨的声音有些无奈，可别和我玩什么战友情深，我只是觉得在面对天照大御神的时候，我应该有机会能活下去，可你们却必死无疑。轰！一声巨响，段晨的锤子已经轰在了天照大御神玩偶的脑袋上，仅仅一击便将天照大御神玩偶轰得血肉崩裂，秒杀当场。第173章，被国运 BOSS 追杀的成就达成了，一击秒杀了天照大御神玩偶。段晨忍不住啐了一口，冒了被天照大御神追杀48小时的风险，竟然毛都没爆一根。不过说实话，在一击轰杀天照大御神玩偶的时候，段晨的心没来由的一抽，有点心疼啊。这个玩偶怪物虽然看起来呆呆的，可毕竟长得是天照大御神的模样，更关键的是他有5米大小啊。自从转职成背画师之后，段晨知道自己这辈子可能都碰不了女人了，每天心里空落落的，看一头母怪物都感觉贼好看。现在一个5米大小的女人出现在他面前，虽然相比于他现在45米的身高还差了许多，算起来也只比他4米多高的兄弟高了一丢丢，可至少能和他4米多高的兄弟亲个嘴了。可惜啊！段晨微微叹息一声，然后目光又看向其他护阵凶兽，毫不犹豫将自己心中的郁闷发泄在了他们身上。全都毁灭吧，老子没女人，你们就得没命。另一边，任千雪三人面若死灰，怔怔地愣在原地。随后，任千雪慌忙打开好友栏，将刚才发生的事情立即上报给了屠苏无敌。屠苏无敌，炉石副本地图内可以直接使用破戒石吗？如果可以的话，炼制完国战炉石之后，就直接使用破戒石返回龙国。任千雪摇摇头，炉石隐藏副本封禁一切传送物品，刚进入副本的时候就给出提示了。屠苏无敌，按照你们先前的汇报，天照大御神正在追杀8旗神将迦楼罗，现在很可能不在富士山范围。如果是这样的话，离开炉石副本之后再使用破戒石应该也来得及。不过我猜测有更大的可能是天照大御神现在已经被仇恨吸引，很可能正在赶回富士火山的途中，等你们出去的时候，没准他已经副本法阵的洞穴外等着了。任千雪，现在火山应该还在持续爆发，不过洞穴是斜向上的通道，而且内部非常崎岖，应该不会有岩浆灌进来。等我们离开副本之后见机行事吧，现在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大人放心，如果我们3人能用命换来段晨安全离开，吾等愿意赴死。关掉好友栏，任千雪3人对视一眼，都露出坚定之色。叮！提示：炼制倒计时30分钟结束，国战炉石炼制完毕。提示：炼金炉进入冷却时间，冷却期间无法使用，冷却时间为100年。提示：护阵凶兽法阵消失。提示：炉石隐藏副本倒计时60秒之后关闭，所有人强制离开。结束了。炼金炉散发出一道光芒，一颗黑色的水晶飞了出来。段晨一伸手，
便将国战炉石收入掌中。物品名称：国战炉石。物品介绍：可以强行向敌对国开启小世界国战，并可以在使用时强制设定进入小世界国战的等级限制，等级跨度不能小于25级。段晨查看了一下国战炉石的信息，然后又将信息共享给了任千雪三人。穆飞倒吸一口凉气，可以强制设定进入小世界的等级限制，竟然还有这个作用。震惊过后，在场几人全都大喜过望。单可以强行向敌对国开启小世界国战这一条，就已经能让国家占据极大的主动。现在竟然还能设定等级限制。陈潇咽了口唾沫，颤声道：不久前，我们刚和昭和国进行了圣兽之地小世界国战，昭和国所有参战的职业者被屠戮一空。圣兽之地小世界国战的进入等级限制是10级到35级。听到这话，段晨也明白陈潇的意思。事实上，段晨也想到了这一点。那一场圣兽之地小世界国战，几乎将昭和国10级到35级的职业者给杀断层了。虽然距离那次大战已经过去了很多天，可昭和国也绝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补充上太多人。即便补充上来一些，也可能只是一些10几级、20级左右的职业者。如果龙国使用这块国战炉石向昭和国发起国战，并将进入等级限制设定为10级到35级，这是要把昭和国彻底按死啊！段晨忍不住嘿嘿笑了起来。任千雪，快别笑了，先想想后面怎么搞吧。60秒倒计时过得很快，眼看着一秒一秒过去，即便是段晨也忍不住咽了口唾沫，心中有些紧张。不出意外的话，他们在被强制离开副本之后，大概率会出现在他们进入副本的那个洞穴。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不但要应对正在爆发的岩浆，还要面对可能出现的天照大御神。段晨，不管怎样，我们在洞穴使用破戒石成功逃走的机会最高，你们3个准备好，离开副本之后，我会直接使用破戒石。3人连忙点头，显然他们也是这么认为的。此时富士山外围，天照大御神正立于虚空之上，远处风尘秀吉还有朽木无月等8位8旗神将正紧张无比地站在那里。至于迦楼罗，竟早已成了一具残破的尸体。他的一身装备正散落在天照大御神的脚边，其中一件装备闪烁着华丽至极的光泽，大概率是一件神器。天空中烟尘滚滚，炙热的岩浆沿着山脊不断地滚落下来，眼见就要将迦楼罗爆出的装备全部淹没。可是无论风尘秀吉还是朽木无月等人都不敢靠近去取这些装备。风尘秀吉咽了口唾沫，小心翼翼地说道：天照大御神殿下，藐视神灵的恶徒已死，还请您息怒。哪知天照大御神根本没理会风尘秀吉，只见他猛然转头朝着火山口方向看去，下一瞬间他的身形已经一跃而起，只是1、2个呼吸的功夫便已经冲入了火山之中。第174章，什么情况？国运 BOSS 被拐跑了。眼看着天照大御神突然离去，风尘秀吉等人先是一愣，然后都长长松了口气。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竟然把天照大御神给吸引走了，但至少眼前的危机算是解除了。只是可惜了，迦楼罗最终还是没能逃过天照大御神的追杀。在风尘秀吉等人赶到这里的时候，迦楼罗就已经被天照大御神打成了重伤。如果风尘秀吉等人全力对天照大御神出手的话，一定能够将迦楼罗救回来。可他们不敢啊，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自己出手，必然会吸引天照大御神的仇恨，也会和迦楼罗一样遭受天照大御神追杀。不死不休！杀死天照大御神，昭和国所剩无几的国运会再次衰败，他们就会成为昭和国的罪人。被天照大御神杀死，那就更不可能了。他们有尝试去和天照大御神沟通，然而很可惜，天照大御神根本不理会他们。最终无奈，风尘秀吉和一众8旗神将就只能将迦楼罗放弃了。快看，天照大御神冲进火山口了！朽木无月惊喜道：他是去镇压火山爆发吗？不愧是我们昭和国的国运 BOSS。一场火山大爆发，让距离富士山最近的5座城市遭受了难以挽回的损失，死亡绝对超过10万人以上，其中更是有2座城市已经直接被岩浆吞没。不但如此，还赶了一个8旗神将。现在朽木无月等人眼见天照大御神迅速冲进火山口，还以为他要去镇压喷发的火山，又怎能不惊喜？火山口峭壁洞穴之中，虽然没有岩浆灌入洞穴，但此时洞穴里却也被炙热的黑烟充斥。4道光芒出现在炉石隐藏副本法阵之上，正是刚刚离开炉石隐藏副本的段晨、任千雪4人。不过段晨的手里还多了一样东西，他竟然把国战炉石炼金炉从副本里带出来了。事实上，在完成国战炉石锻造之后，任千雪3人就尝试想要将炼金炉收入到物品空间，但是很可惜，这玩意根本收不进去，没有办法融入物品空间之中。段晨也尝试了一下，这玩意确实没办法收入到物品空间。
原本众人已经放弃将炼金炉带出去了，就在倒计时结束，他们即将被强制驱逐出副本的那一刻，段晨好奇心驱使，一把将炼金炉扛了起来，结果竟然就这样将炼金炉带了出来。此时，任千雪三人看到段晨举着的炼金炉，全都大喜过望。这东西可是能炼制国战炉石的，虽然已经进入冷却时间，而且冷却长达100年，但只要能带回龙国，便可以让龙国每100年获得一块国战炉石，掌握一次小世界国战的主动权。而且，这世上是有强制结束冷却的特殊物品啊！不过，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任千雪大声道：“段晨，快使用破戒石！”段晨点了点头，下一秒钟，手里的破戒石已经绽放出柔和的光芒。四人前方的空间微微扭曲，一条缝隙正渐渐的形成。可就在这个时候，一股恐怖无比的气息突然出现，天照大御神那恐怖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了洞穴之外。该死的人类竟然敢毁掉神灵的玩具！该死！该死！天照大御神目光冰冷至极，话音落下的同时，手中的金色巨剑已经朝着段晨遥遥斩落下来。完了！任千雪、穆飞和陈潇三人大惊失色，他们能感受到天照大御神这个技能的恐怖。以他们4人的实力，别说被正面击中了，就算被这个技能的余波剐蹭一下，恐怕都得被秒杀当场。玄帝玄武领域，段晨也是神色巨变。好在他早就预料可能会面对这种情况，于是，在天照大御神的长剑斩落而来的同时，玄帝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了段晨的身边。好！玄帝咆哮一声，一个巨大的玄武虚影从他的身上升起。下一瞬间，那虚影化作一层厚重的结界，将段晨4人的身体笼罩在了其中。玄武领域形成一个小范围的特殊领域，在领域持续时间内，领域内的同伴将会无视任何攻击，领域持续时间10秒，冷却24小时。这是玄帝的等级达到20级时，通过圣兽顿悟所领悟的一个技能。轰！一声巨响，那金色的巨剑狠狠轰击在了结界之上，伴随着一阵恐怖的爆炸，一块块巨石从洞穴周围的岩壁上掉落下来。我操！吓我一跳！陈潇惊呼一声。穆飞，我们没死。段晨，你们就那么想死？放心，玄武领域可以让领域内的人免疫一切伤害，虽然只能维持10秒钟，但也足够咱们离开昭和国了。听到这话，任千雪3人大喜过望。段晨牛逼！另一边，天照大御神微微一怔，然后不信邪的继续发起攻击。他手中的金色巨剑疯狂斩来，漫天剑光好似要将一切都撕碎一般，不断的轰击而来，却都没办法破开玄帝的玄武领域。1秒钟，2秒钟，破戒时所开启的空间裂缝越来越大，在开启到正常人大小的时候，任千雪3人还没有先离开的意思。段晨干脆一咬牙，一根手指轻轻扒拉一下，直接将任千雪他们先给推进了空间裂缝。你们3个长得跟小鸡仔似的，非得等着和我一起进入空间裂缝吗？段晨，我身高45米啊，还举着一个20多米的炼金炉，到时候4个人一起往空间裂缝里挤，万一我一个不小心把你们踩死怎么办？任千雪3人惊呼一声，然后消失在空间裂缝中。空间裂缝还在变大，玄武领域得倒计时也即将结束。段晨脑门上冒出冷汗。终于在倒计时最后1秒钟的时候，空间裂缝才勉强开启到能让他通过的尺寸。临离开之前，段晨还有些依依不舍的朝着天照大御神看了一眼。唉，可惜了白瞎这么好的枪套子了。等将来我的等级再提升一些，等我的身躯也长到100米大小，说不准我兄弟就能和天照大御神灵物插卯合进去，然后再来一场畅快淋漓的无敌风火轮。可惜了。哎，我操，天照大御神，你他妈怎么也钻进来了？在段晨钻进空间裂缝的那一刻，天照大御神的身躯狂冲而来，竟然在空间裂缝合拢的前一瞬间也径直钻了进去。叮！提示：国运 BOSS 天照大御神离开昭和国，昭和国失去国运 BOSS 庇护，国运遭受损失。提示：昭和国转职成功率降低，稀有以上职业出现几率降低，国境内所有怪物属性提高 20%， 爆率降低 20%， 杀怪经验降低 20%， 生活职业技能成功率降低 20%。连续2声提示传入所有昭和国人们的耳中。这一刻，昭和国举国上下所有人都懵了。第175章13镇国神将齐出，天地震动。此时，丰臣秀吉和朽木无月等一众8旗神将还没离开富士山，他们原本还在望着火山口，还在等待着他们的国运大 BOSS 去镇压火山。这连续2声提示让他们全都愣在了原地。怎么回事？丰臣秀吉的嘴唇有些颤抖，颤声道：我是不是听错了？朽木无月，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天照大御神可是我们昭和国的国运 BOSS， 怎么可能离开昭和国？村上龙牙，国运 BOSS 可能会死，
但绝不可能离开这个国家。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众人对视一眼，然后疯狂地朝着火山口冲去。火山还在喷发，滚热的岩浆奔腾而出，浓郁的黑烟翻滚，将整片天空笼罩。丰臣秀吉等人根本管不了这么多，他们双臂挥动，一个个强大的技能轰出去，将迎面喷来的岩浆轰散。不愧是昭和国顶尖的强者，竟然被他们硬生生地冲进了火山之中，还找到了那个洞穴。这里有战斗的痕迹。丰臣秀吉等人冲进洞穴，那一道道剑痕清晰可见。随后，他们也看到了洞穴之中已经失去光泽的副本法阵。隐藏副本：炉石副本，永久封闭。提示：副本内的国战炉石炼金炉丢失，此副本由冷却100年变为永久封闭。看着眼前的副本法阵，丰臣秀吉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随后，噗的一声喷出一大口鲜血，身子一个踉跄，险些摔倒在地。是段辰，肯定是段辰啊！丰臣秀吉双目通红，我要将你碎尸万段，碎尸万段！朽木无月脸色苍白，国战炉石很可能已经被段辰炼制出来，完了，我们昭和国完了！龙国，一座荒岛，一道巨大的空间裂缝出现在半空中，3个身影从裂缝中摔了出来，他们的身形在半空中微微调整，然后稳稳地落在地上。正是任千雪、陈潇和穆飞3人。段辰呢？任千雪连忙道。随后，3人抬头朝着半空中的空间裂缝看去，应该不会有事吧？毕竟有玄武领域保护，3人心中想着。结果下一秒，一个背生双翅、举着一个巨鼎的怪物从空间裂缝里飞了出来。任千雪大喜过望，连忙叫道：“段辰！”可谁知段辰连看都没看他们一眼，竟然疯狂地扇动翅膀，直奔着远方苍穹飞去。陈潇眨了眨眼，啥情况？义父，我们在这里啊！穆飞，难道是我们的身体太过渺小，义父没看到？不对！突然，3人感受到一股恐怖无比的气息出现，这股气息他们实在太熟悉了。天照大御神，这怎么可能？任千雪瞪大双眼，看着刚刚从空间裂缝飞出来的天照大御神，整个人都懵了。天照大御神冲出空间裂缝之后，好像仇恨全部被段辰吸引一般，根本没去理会任千雪3人，直接朝着段辰的方向疯狂追去。难怪段辰第一时间朝着远方飞走，原来是担心波及到他们，是在以这种方式将天照大御神给引走。可是天照大御神不是昭和国的国战 BOSS 吗？怎么会跑来龙国？此时半空中的空间裂缝已经消失，任千雪惊醒过来，连忙打开地图，先查看了一下他们所在的坐标，然后又打开好友栏，将刚刚发生的事情上报给了圣兽剑豪屠苏无敌。麒麟城城主府的书房中，屠苏无敌还在焦急地等待消息。书房中除了他之外，屠苏晴雪也在。屠苏无敌的神色凝重，希望段辰他们能够平安回来。好友栏微微跳动，当他看到任千雪发来的信息之后，大喜过望。是通过破界石回来了吗？屠苏无敌连忙打开对话，结果下一秒他整个人都懵了。他猛地站起身，你说什么？天照大御神也穿过了破界石？任千雪，没错，现在他正在追杀段辰，我们所在的坐标是 X89Y884，段辰现在已经将天照大御神引走，还请大人尽快前来支援。屠苏无敌二话不说，连忙打开一个群聊，然后在群聊里发了一条消息：屠苏无敌，不说废话，13镇国神将全员集合，以最快速度赶往瀚海城，然后前往坐标 X89Y884范围。群里一下子就热闹了。麒麟，啥情况？是出什么大事了吗？兄弟们，走了！能让麒麟老弟如此着急，恐怕是前所未有的大事啊！还好我这边这几天风平浪静，没有什么兽潮出现，这就过去。麒麟老弟，我在厕所已经擦完屁股了，能先说一下是啥事不？屠苏无敌又看了一眼群聊，直截了当的回了一句：昭和国的国运 BOSS 入侵龙国，正在追杀段辰。我操，这就飞过去。从任千雪所提供的坐标来看，瀚海城是距离那个位置最近的一座沿海城市。先通过传送阵前往瀚海城，从那里去支援段辰，无疑是最近的。屠苏无敌离开书房，随手一挥，前方顿时黑烟滔天，浑身燃烧着黑色火焰的莫麒麟出现。屠苏无敌一个纵身便骑在了莫麒麟的脊背上。第176章嘲讽，我要和这个百米巨人来一场肉搏。莫麒麟脚踏火云，直冲云霄，只是一转眼便已经带着屠苏无敌来到了麒麟城的传送法阵。拜见圣兽剑豪，拜见城主大人。附近的人看到屠苏无敌，纷纷躬身行礼。在麒麟城所有人的眼中，屠苏无敌就是这座城市的守护神，是龙国在极南之地的最强屏障。对于这样的人物，他们是打内心深处崇敬的。屠苏无敌落在法阵之中，朝着周围的人点了点头。几秒钟之后，
一道光芒闪过，屠苏无敌已经消失不见。麒麟城中央广场，不少人已经开始议论起来，好像发生了什么大事啊！我很少见到圣兽剑豪如此焦急。是啊，即便咱们麒麟城遭遇兽潮冲击的时候，麒麟剑豪大人也能沉稳应对。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快看，是大小剑！半空中，屠苏晴雪骑着青鸾真雀急速而来，转眼也落在了传送法阵之上，然后传送离开。这一下，所有人更加确定了，肯定是有什么意想不到的大事发生了。一望无际的大海之上，段晨依旧维持着慈木恶蝠王变身，他的翅膀疯狂的扇动，庞大的身躯在海面上急速而行，激荡的气浪将海面荡出一道深深的沟壑。操，真是没完没了啊！段晨回头看了一眼，脸色有些难看。30公里开外，高达100米的天照大御神紧紧地追在后面。他虽然没有翅膀，但却拥有飞行技能。别看30公里好像很远，可只要段晨稍微慢上几秒钟，这30公里就会被瞬间拉近。还好，段晨的速度也不是盖的，他的双翅伸展开来超过150米，全力爆发的速度并不比天照大御神差多少。当然，这还是在段晨将炼金炉丢进大海之后的速度。如果没有当机立断将炼金炉丢掉，恐怕他早就被追上了。可即便如此，如果一直这么追下去的话，也早晚会被追上。丢下炼金炉的位置坐标，段晨已经记在心里。如果能成功解决掉眼前的危机，他再回来拿走也不迟。当然，若是他真的死在了天照大御神的手里，临死之前也会将坐标告诉任千雪他们。该死的人类，以为你变身成怪物模样就能欺骗得了神明吗？天照大御神的声音从后面传来，你毁了我的玩偶，罪该万死。段晨，我曹你一个玩偶而已，大不了我还你100个。实在不行，我给我兄弟来一个局部背化40多米长的兄弟，应该能平息你的怒火了吧？突然，前方一座孤岛引起段晨的注意，在那孤岛之上，竟然还有一个副本入口法阵。段晨双眼一亮，连忙俯冲而下，想要逃入法阵之中。只要能进入副本，然后在副本里躲上48小时，应该就能躲过天照大御神的追杀了吧？结果段晨的身影刚刚碰触到那个入口法阵，他的脸色就变了。叮！提示：你处于特殊状态，无法使用副本法阵。我尼玛！段晨大惊失色，也就是这一耽搁，便又让天照大御神追上了许多。段晨吓得疯狂扇动翅膀，继续朝着前方飞去。咋整？就这么被他追杀48小时？恐怕不出2-3个小时，我就得被追上。而且这还是我能一直维持现在速度的情况下，若是再出现什么异常，比如在逃跑的途中遭遇一些其他怪物的拦截，恐怕分分钟就得被追上。好友栏还在不断的跳动着，段晨也终于忍不住查看了一眼。屠苏无敌，坐标，我们已经到了任千雪他们所在的孤岛，13位镇国神将齐出，应该足以镇压天照大御神了。13镇国神将全都来了，圣兽剑豪牛逼！段晨连忙，我现在的坐标是在，不过我和天照大御神的速度很快，等你们赶到的时候，我们早就不在这片区域了。与其你们过来找我，还不如我将他引回去。见段晨如此说，屠苏无敌有些担心，有把握吗？段晨，应该有机会，你们也可以向着我现在的坐标靠近，运气好的话，我们能在途中会合。屠苏无敌，好，时刻回报坐标。段晨，知道了。关闭好友栏，段晨稍微松了口气。13镇国神将，那可都是龙国最顶尖的强者，13人齐出，就算天照大御神也得跪。人类，站住！我要杀了你！天照大御神的声音从后面传来。几乎在同一时间，下方的海面突然钻出一只怪物，竟然张开血盆大口，朝着半空中的段晨扑了过来。段晨眉头一皱，连忙扭动身子，将那几只怪物躲开。还好没被拖住，段晨稍微松了口气。可下一秒，他却傻眼了。只见前方原本平静的海面突然波涛汹涌，一层层的海浪叠起，密密麻麻的阴影在海面下方若隐若现。放眼望去，那些阴影好像数之不尽一般。虚空之中乌云笼罩，不对，那根本不是什么乌云，而是数之不尽的飞行怪物。一股强大的压迫也随之而来。兽潮！段晨的脸色微微一变，兽潮的方向正好在他的正前方。天上、海中数之不尽，乌压压一片，怪物的数量根本看不到尽头。这一幕让段晨大惊失色。而后方，天照大御神还在紧追不舍，一旦段晨被兽潮拦住，哪怕只有2-3秒的时间，也不会被天照大御神追上。绕开兽潮，也一样会被天照大御神追上。吼吼！铺天盖地的嘶吼声传来，虚空中的兽潮好像发现了段晨，无数怪物俯冲而下，嘶吼之声震天动地。海面下方，那乌压压的黑影也向上浮出。
如此庞大的兽潮，突然让段晨想起了当初在慈木秘境时他所引发的那一场兽潮。后方，天照大御神眼中金光闪烁，人类，这次看你还往哪跑！跑！段晨一咬牙，双翅猛烈扇动，竟然直接奔着兽潮狂冲而去。行，你这么想追上我是吧？老子让你追！段晨眼中寒光闪烁，技能嘲讽之躯，一股诡异的能量突然从他的身上爆发，向着四面八方扩散出去。那些原本没有扑向他的怪物，在嘲讽之躯的强制吸引下，也一个个调转方向，疯狂地朝着他扑了过来。既然逃不了了，那老子就不逃了。玄帝，出来给我喊加油的，老子还就不信了，一个臭娘们还能把我逼死不成？老子也不用13镇国神将来救命了，今天老子就和这个百米女巨人来一场激烈的肉搏。第177章，从天上站到大海中，别逼我亮出40米的大锯。密密麻麻的怪物迎面来，段晨没有丝毫避让，直接朝着兽潮撞了进去。与此同时，他也将玄帝召唤了出来。圣兽玄武虽然不会飞，但却能在陆地和海洋畅行无阻，而且在海洋中全力爆发的速度还远超过在陆地上。轰！一声巨响，玄帝庞大的身躯直接砸进了大海之中。叮！提示：魔宠玄帝的石灵防御技能触发，所有防御增幅已经同步反馈到主人身上。吼吼！随着这一声提示，段晨和玄帝的身影也被兽潮淹没。而在被兽潮淹没的前一瞬间，段晨又回头通过顶级探查术重新确认了一下天照大御神的属性信息。名称：天照大御神，昭和国国运 BOSS， 等级95级，血量10亿，力量150万，敏捷5万，精神120万，防御200万。技能：御空、天照之剑、天照之光、天之筏、日之轮、大御神咏唱，昭和国运失效。御空被动技能，天照大御神拥有飞行的能力。天照之剑被动技能，天照大御神的任何普通攻击都会触发小范围建设效果，且有10%的几率触发3倍暴击。天照之光被动技能，在天照大御神遭受攻击之后，会触发恢复光环，对天照大御神的身躯进行持续恢复，提高血量恢复速度。天之筏大范围技能，可无视目标50%的防御属性，对大范围目标造成强烈打击，技能冷却3分钟。日之轮大范围技能，对范围内目标造成恐怖伤害，并触发5秒钟眩晕效果，技能冷却3分钟。大御神咏唱大范围技能，对范围内目标造成精神冲击，并触发迷乱效果，技能冷却3分钟。昭和国运被动技能，当天照大御神死亡之后，昭和国的国运将会受到一定的惩罚，因天照大御神脱离昭和国境，当前该技能失效。不愧是95级的国运 BOSS， 这属性着实牛逼。不过在天照大御神苏醒之后，他的防御属性就已经不是大了，而是变成了200万点。奇怪，他的昭和国运怎么会失效？段晨心中愣了一下，那我就算侥幸杀了他，也没办法再影响到昭和国的国运了。后方，天照大御神也已经靠近了过来，眼见前方的兽潮将他和段晨之间隔断，他双眼微微眯起，庞大的身躯直接冲撞进去，将前方的怪物撞得轰然四散，然后紧追着段晨冲了进去。日之轮，因为兽潮的阻拦，段晨也终于落到了天照大御神的技能范围内。天照大御神冷笑一声，一层层的金光从他的身上爆发，一瞬间，那金光就已经蔓延到了段晨的身上。轰！轰隆隆！段晨只觉得一股狂暴的力量轰来，下一瞬间，他的身躯已经被从半空中狠狠地砸落下去，轰的一声撞入大海之中。而原本就在海水里的玄帝也同样被波及，被日之轮打掉了一小节血条。没错，只有一小节血条而已。石灵防御已经完全触发，兽潮给段晨和玄武提供的防御已经高达200万点。而段晨在遭受这一次恐怖的攻击之后，除了触发了眩晕效果之外，身体也没受到多少伤害，只是肌肤被灼烧出一块块水泡而已。而且在神级再生的效果下，这点小伤转眼又恢复如初。另一边，天照大御神的表情一僵，天之轮在击中段晨的同时，也触发了反伤效果，不过同样的反伤也只是让天照大御神掉了一小节血条而已，并且在天照之光这个技能触发之后，天照大御神的身周已经出现了恢复光环，刚刚掉落的血条已经开始迅速恢复。这个人类的防御怎会如此强大？天照大御神有些不敢相信，不过他还是第一时间俯冲而下，庞大的身躯也冲进了大海之中。趁着段晨还在眩晕中，他的长剑又一次斩在了段晨的身上，一剑、2剑、3剑，短短5秒钟的眩晕时间，天照大御神手中的巨剑已经砸出了残影，
段晨的身上也被斩出了一道道剑痕，一抹抹鲜血跟着飙出。我操，好疼！突然，段晨从眩晕中清醒过来，口中也发出一声咆哮。技能战争咆哮，吼吼！这一声咆哮化作肉眼可见的声浪，直接将四面八方的海水冲开，就连逼到近前的天照大御神也被冲撞的向后退去。段晨扭动一下脖子，突然解除了慈木恶蝠王的变身，一手握着恶魔之触，另一只手举着八岐怒灵盾，直奔着天照大御神扑了过去。慈木恶蝠王变身之后，因为翅膀的关系，让段晨在海水之中移动颇为费力，远没有他的人类之躯来的迅速。与此同时，密密麻麻的海洋怪物也从四面八方朝着段晨扑来，天空中还有无数飞行怪物在这片战场上盘旋不肯离去，一旦段晨从海面露头，他们就会疯狂地扑杀下来。一个猿王咆哮，段晨将刚刚靠近过来的海洋怪物冲散。老子让你追！下一瞬间，段晨靠近过来，战锤就已经轰在了天照大御神的胸口上。轰！一声巨响，天照大御神被轰得再次向后退去。你真的是人类职业者？天照大御神看清段晨的真身，一时间竟然瞪大双眼，忍不住惊呼一声：废话，老子当然是人类职业者，唯一性隐藏职业背画师，听说过没？段晨骂道：妈的，老子都跑回龙国了，你还紧追不舍？老子怀疑你根本不是来追杀我的，而是奔着我这40米的大兄弟来的，信不信老子直接给我兄弟来一个局部背画，对死你！第178章，人类，你可愿与神灵繁衍后代？战场之上早已乱成一片，因为嘲讽之躯的关系，兽潮之中所有怪物的仇恨都被段晨吸引。海水之中，无数怪物张开血盆大口朝着段晨冲来，海水变得浑浊，段晨的视线中除了天照大御神和无数怪物之外，已经看不到任何东西，就连玄帝的身影也早已消失在他眼中，不知道被兽潮挤到了哪里。不过段晨并不担心玄帝的安危，他虽然看不到玄帝的身影，却能随时查看玄帝的血条。如果玄帝遭遇危险，段晨完全可以第一时间将他收回召唤空间。唯一担心的是，若是真的将玄帝收回的话，石灵防御的效果也会消失。当然，以玄帝现在的防御，应该也不至于有性命之忧。天照大御神虽然被段晨这45米的人类之躯震惊到了，但也很快就回过神来，再一次和段晨厮杀在了一处。人类，你今天死定了！天照大御神单手竖在胸前，口中发出一阵阵悠长的音调。技能大御神咏唱，狂暴的精神冲击犹如潮水一般轰击段晨的脑海，将段晨轰得连连后退。不过大御神咏唱的迷乱效果却并未触发。段晨身上的一落铠甲拥有精神免疫效果，所有精神控制技能全都无法触发。精神免疫被动技能对蛊惑、魅惑、混乱、迷乱等精神操控类技能完全免疫。就你会范围技能啊！段晨怒喝一声，手中盾牌朝着前方狠狠砸去。技能神愤之炎，海水之中剧烈的爆炸此起彼伏，方圆100里范围，整个海面已经沸腾，一只只怪物的尸体漂浮上来，鲜血将大海染红。轰轰隆隆，又是一次激烈的碰撞，天照大御神和段晨二人的身影在爆炸中又一次分开，将周围的怪物撞得四散而飞。天照大御神面色潮红，盯着段晨看了一眼，下一秒钟，庞大的身躯朝着海面冲去。操，原来你也要呼吸啊！还以为你在水里不用呼吸呢。段晨也跟着向上升起，两人刚刚冲到海面，便再一次纠缠在了一处。好友栏不断的跳动，段晨知道肯定是屠苏无敌他们在询问他所在的坐标，可现在这个时候，段晨根本没机会分心去做其他的事情。又是一轮技能碰撞，四面八方的怪物再一次被波及，死伤无数。一道光芒从段晨的身上闪过，他竟然在这个时候升级了48级。不只是他，就连远处的玄帝也升级了40级。叮！提示：你的等级提升1级。叮！提示：你的魔宠玄帝升到40级，技能圣兽顿悟触发，成功领悟新技能玄龟之阵。玄龟之阵小范围控制技能，施展之后可凝聚龟壳化作囚笼，将目标囚禁在一定范围内，囚禁效果持续10秒钟，技能冷却5分钟。听到这几声提示，段晨大喜过望。玄帝，给我困住他！段晨狂吼一声。远处玄帝的身影被兽潮围得水泄不通，可在听到段晨的声音之后，他依然拼尽全力从怪物大军中冲撞出来。下一秒钟，一个个巨大的龟壳虚影凝聚而出，从四面八方直接将天照大御神那庞大的身躯牢牢困住。人类！天照大御神怒喝连连，手中巨剑狠狠地轰击在周围的龟壳上，虽然将龟壳轰得剧烈震荡，甚至出现一道道裂痕，可终究还是被暂时困住了。
段晨长长松了口气，二话不说，连忙打开物品空间，将那件压箱底的48级神器铠甲换到了身上。铠甲名为黑暗斗铠，是段晨在昭和国屠灭幕府城的时候斩杀一位80多级的昭和国强者报的。那一场大战，段晨斩杀昭和首相鞍马无敌，还报了一件76级的神器法袍，现在也压箱底呢。当然，压箱底的还有其他神器，比如杀千岛流报的68级神器法袍，沙天皇夫人苍井优女报的50级神器扶桑木之杖，还有段晨之前换掉的神器鬼焰烈剑。名称：黑暗斗铠，品阶：神器，等级48，防御6万，力量18000，技能：技能增幅，防御强化，精神免疫，暴击抵抗，黑暗斗者，强制冷却。技能增幅，被动技能，佩戴者所有攻击技能威力提升 30%， 防御强化，被动技能，佩戴者的防御属性额外获得 35% 的强化。精神免疫，被动技能，对蛊惑、魅惑、混乱等精神操控类技能完全免疫。暴击抵抗，被动技能，当佩戴者遭受敌人的攻击，并且敌人的攻击触发暴击时，有 50% 的几率触发极致抵抗，免疫暴击伤害，仅承受普通创伤。黑暗斗者，被动技能，佩戴者在黑暗环境下全属性提升 30%。强制冷却，主动技能，在使用强制冷却之后，佩戴者的所有技能会进行重置，强行结束冷却，该技能冷却时间30分钟。一共6个技能，前面3个技能就不用说了，后面的暴击抵抗、黑暗斗者和强制冷却在段晨看来都是极为变态的技能。其中黑暗斗者这个技能如果放在其他职业者身上，可能只会在夜晚战斗的时候才能触发，但别忘了段晨的专属骸骨之灵徽章自带了一个名为黑夜之灵的技能。黑夜之灵使战场陷入极度黑暗，范围内所有敌人全属性降低 10%， 黑夜之灵持续时间10分钟，冷却1小时。这2个技能配合在一起，效果直接爆炸。快速换好装备，段晨没心思去查看自己的属性变化，趁着天照大御神还没有从囚牢中挣脱，连忙打开好友栏，给屠苏无敌发了一条信息，将他现在的坐标告诉给了屠苏无敌。轰！也就在段晨关闭好友栏的同时，又是一声巨响爆发，玄帝的玄龟之阵仅仅持续了7秒钟，就被天照大御神强行轰开。在技能介绍上，玄龟之阵的持续时间可是10秒钟啊！啐！段晨啐了一口，然后朝着天照大御神挑了挑眉毛，继续肉搏，今天你就看咱哥们够不够硬就得了。可谁知这一次天照大御神竟然没有再主动攻击过来，他的胸口起伏，好像在强压着心中的仇恨，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段晨，好像在重新审视着眼前这个敌人一般。天照大御神不出手，段晨当然也不着急，时间拖得越久对他越有利。等13位镇国神将抵达之后，看他怎么死。一想到真实之眼看到的死亡爆出的装备物品，段晨忍不住舔了舔嘴角。然而下一秒钟，天照大御神的一句话直接把他给干懵了。人类，你可愿意与神灵繁衍后代？天照大御神的语气不容拒绝。你若是愿意做我的面首，成为我生育的工具，我便饶你一命。我已经看穿了你的手段，你的防御和兽巢有关吧？若是你不同意，我便先将兽巢驱散，然后便将你彻底灭杀。啥？段晨瞪大双眼，张大嘴巴，整个人都愣住了。第179章，天照大御神，我是你永远得不到的男人。段晨确实懵了。天照大御神说啥？让我和他繁衍后代？他对我的仇恨呢？我可是搞死了他的玩偶啊！而且我现在不是开启着嘲讽之躯吗？你不冲过来干我，竟然想和我繁衍后代？哎，这也算变相的攻击我，为你的玩偶报仇吗？我操，为什么？为什么我在听到这句话之后，感觉一下子就来了？兄弟，先别激动，你主人我都没同意呢，你就直接进入战斗状态了。段晨有些恨铁不成钢的低头看了一眼，造孽啊！这时天照大御神再次开口了，虽然你的身形还不足我的一半，即便是抬着脚，脑袋也只能到达我的腰部，长得确实是小了些，但也勉强能用。段晨的嘴角一抽，我尼玛，越说越离谱了啊！我身高45米，你是100米，我抬着脚刚好够到你的腰部，你为什么要强调这个？不是说要繁衍后代吗？你这明明是觊觎我的舌头啊！段晨晃了晃脑袋，将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甩开。他承认，刚才那一瞬间他确实心动了。至少到现在为止，天照大御神是唯一能容得下他兄弟的女人，而且能从现在一直用到他的身躯长到100米，只是不知道他等级到多少级的时候，身高会达到100米。直到现在为止，他每升5级，身躯就会暴涨5米，可这个规律到底会持续到什么时候，段晨也不清楚。也许等到50级之后，每升5级，
身躯就暴涨10米，甚至50米也说不定。不过段晨一想起真实之眼看到的死亡爆出物品，心里这点冲动又被强行压了下去。这个天照大御神必须死，耶稣都救不了他。我段晨说的，想让老子和你繁衍后代，成为你的面首，你口中的繁衍工具，你当我兄弟是什么人？段晨咧嘴一笑，天照大御神，要不你先把身上的装备脱掉，咱们以这大海为床，苍天为被，先验一验彼此的身体素质。听到这话，天照大御神竟然露出思索之色。我操，他异动了，他竟然在思索，这是真想让我成为他的面首啊！段晨打开好友栏，给屠苏无敌发了一条信息：屠苏伯父，你们到哪里了？再快一点，若是晚了，我就要提枪上马了。屠苏无敌，快了，1分钟之后就能抵达，我们已经看到兽巢了。你刚才说的提枪上马是什么意思？段晨，装备自带的攻击技能，字面上的意思。突然，天照大御神好像感知到了什么，他的表情一瞬间变得扭曲，眼中的仇恨再一次爆发。该死的人类，你竟然敢戏耍神灵，我要将你碎尸万段！这一刻，天照大御神彻底疯狂了，他的双目金光闪烁，手中的巨剑猛地举过头顶。刹那间，整片大海和虚空都被金光笼罩。技能日之轮，这一次他的技能并不是只锁定段晨和玄帝，而是进行了大范围无差别攻击。正如他先前所说的那样，他早已看穿了段晨的一些手段，比如石灵防御。天照大御神知道兽巢的怪物虽然在不断的攻击段晨，但段晨却拥有某种手段，通过兽巢来提升他自身的防御。若非如此，眼前这个人类在遇到兽巢之前为何一直逃跑，而不是和他硬刚一波？偏偏等到兽巢出现之后才和他正面交手。轰隆隆，刺眼的金光肆虐而出，四面八方密密麻麻的怪物被金光贯穿了身躯，只是短短几个呼吸的功夫，方圆1000余米范围就已经被屠戮一空，整个战场化作一片绞肉场。再往外围，也许是距离太远的关系，并没有承受所有的伤害，但那些怪物的血条也掉落了一大截，并且触发了日之轮的眩晕效果。看到这一幕，段晨的双眼眯了起来。他刚才交手的时候一直在控制着自己的攻击，以免杀死太多的怪物，影响到石灵防御的技能效果。毕竟这个技能提供的防御是和战场上的怪物数量有关的，怪物越少，他获得的防御加成也就越少。现在好了，他不舍得杀，竟然被天照大御神一下子搞死这么多，这可都是经验啊！不过，段晨冷笑一声：“诸位前辈，你们可算来了。”虚空中一道道身影出现，每一个身影都爆发出恐怖无比的气势。一共13人，那无边的气势直冲天际，然后汇聚在一处，直奔着天照大御神压迫而来。这一刻，天地震动，就连肆虐的兽巢都感受到危险，变得更加暴躁。屠苏无敌骑着墨麒麟停在苍穹之上，居高临下的看着露出海面的天照大御神。这就是昭和国的国运大 boss。 屠苏无敌突然露出莫名的笑意：“段晨小子，老夫好像明白你那一句提枪上马是什么意思了，要不老夫给你开一场光幕直播。”第180章围攻，这就有点欺负怪了。13镇国神将的气势恐怖无边，兽巢之中的怪物大军出现了短暂的停滞。不过又因为段晨的嘲讽之躯，虽然有很多怪物露出惊惧之色，却依旧再一次嘶吼着朝着这边扑了过去。段晨嘴角一扯，干笑道：“屠苏伯父先前在昭和国丰臣秀吉那个狗东西开启整个昭和的光幕直播，想要在所有昭和国职业者的注视下审判我。您这个光幕直播比那个狗东西还狠啊，这是对我公开处刑啊！”听到这话，屠苏无敌满头黑线：“臭小子，竟然拿我和丰臣秀吉那个狗东西比！”段晨连忙道：“没，您可千万别误会。”其他镇国神将听到段晨刚刚的话，一个个露出震惊之色。段晨在昭和国竟然还有这样的经历。在此之前，他们已经从屠苏无敌口中得知了一些段晨在昭和国发生的事情，比如灭杀了8岐神将之一的千岛流，再比如杀死了昭和首相鞍马无敌，屠灭昭和数座城市等等。要知道8岐神将和昭和首相那可都是奈何他们掰手腕的人啊，既然被段晨给搞死了，那岂不是说现在的段晨已经有了比肩13镇国神将的实力？当然，灭杀千岛流可能有运气的成分，能轻而易举灭杀鞍马无敌，那是因为鞍马无敌是辅助职业。可就算如此，段晨的实力也足以让他们所有人都重视了。要知道，现在的段晨还没到50级呢，而他们的等级可都是在90级往上。如此恐怖的越级挑战能力，全民转职至今500多年也从未出现过呀。不过现在可不是想这些的时候。吼吼！眼见着密密麻麻的兽巢大军再次扑过来，
天照大御神也再一次举起了手中的金色巨剑。屠苏、无敌等13位镇国神将同时出手了。段晨也同样没有保留，一身恐怖的气势不断的攀升，最终与13镇国神将的气势融合在了一处。此时此刻，段晨爆发的气势竟然并不比在场的镇国神将差多少，这让屠苏、无敌等人震撼无比。另一边，天照大御神感受到死亡的危机，已经彻底发狂了。人类全都去死！怒吼声中，他再一次施展天之法，天地震荡，整片虚空好似要塌下来一般，恐怖的能量直接朝着段晨和屠苏、无敌等人撞了过去。屠苏、无敌冷笑一声：“段晨，最后一击留给你，今天这个女人爆出的所有东西都是你的。”其他人也是哈哈大笑：“兄弟们，搞起！”哈哈，我还从未想过会有朝河国的国运 BOSS 闯入咱们龙国国境，段晨，你可让老夫长见识了。一会战斗结束之后，去老夫的珠峰禁地喝一杯。珠峰禁地，那里冷飕飕的，狗都不去。段晨，去我的长白死域，那里才是男人该去的地方。说话之间，一道道金色的光芒从天而降，仅仅一瞬间，所有人的身上就已经笼罩了一层金色的结界。这还没完呢，无数金色的羽毛从天而降，一个巨大的领域光环也跟着笼罩整个战场。这些技能都是由一个人施展的，出手的是一位身穿湛蓝色法袍的老者，老者手中法杖高举，浑厚的魔力喷涌而出。这老者正是13镇国神将之中唯一的辅助职业91级隐藏职业圣灵牧师云超凡。技能圣灵之戒。叮！提示：你受到圣灵之戒的庇护，免疫一切伤害。圣灵之戒持续时间8秒钟。轰！伴随着剧烈的爆炸，天照大御神的天之罚轰击在段晨等人的身上，却被圣灵之戒完全抵挡了下来。不过云超凡的辅助手段可不止这一点。提示：你受到圣灵祝福，全属性提升 40%， 圣灵祝福持续时间3分钟。提示：你获得逆转之伤，减伤效果提升 50%， 持续30秒。提示：你获得圣灵复苏，伤势持续恢复中，效果持续60秒。提示：你成功开启圣羽状态，移动速度提升 80%， 效果持续60秒。提示：龙国职业者云超凡施展邪恶制裁，范围内所有怪物全属性降低 20%， 效果持续60秒。我操，这辅助效果！段晨倒吸一口凉气，难怪每一个历练小队都想要一个强大的辅助职业。这一个个辅助技能丢下来，虽然每一个技能都无法直接对敌人造成伤害，却能让战场上的局势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麒麟怒焰剑，屠苏无敌的声音响彻天地。他坐下的墨麒麟不知何时已经消失，竟然化作一层黑岩，笼罩在了他手中扩建的剑锋之上。屠苏无敌的佩剑原本就是一把神器，现在半生圣兽的力量融入到佩剑之中，一瞬间便让这一击威力暴涨。好，无边的黑色火焰斩落而来，好似要将天地间的一切全部蒸发一般。四面八方靠近过来的兽潮被烧成飞灰，下一瞬间，那无边的黑岩已经到了天照大御神的跟前。与此同时，一个灰色的身影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了天照大御神的身后。那人戴着一张苍白的面具，面具将整张面孔全部遮挡，看不清他的模样，只能看到一双森冷的眼睛。90级史诗职业者暗夜刺客卢天成，他手中的短剑已经刺在了天照大御神的腰间。技能弑神之刺，据说这个技能施展之后可以无视目标所有防御，并且强制触发一次50倍的暴击伤害。如果目标是怪物的话，在首次攻击时还会触发强制切割效果。所谓的强制切割，就是强行打掉目标一定比例的血量。弑神之刺的切割效果能达到恐怖的 20%， 也就是说，卢天成这一剑刺下去，天照大御神的血量会瞬间掉落 20%。 不过每一个怪物最多只能触发一次强制切割，但也足以让人震撼了。其他镇国神将的攻击也同样强悍。轰轰隆隆，只是短短片刻的功夫，天照大御神的血条就已经掉了一大截，原本美艳的面孔也被轰击得披头散发，身上的金色铠甲也出现了一道道裂痕。第181章魔宠天照，兄弟终于有着落了。除了段晨之外，13镇国神将之中的任何一个人，单从体型来看，在天照大御神的面前都犹如蝼蚁一般。即便他们的实力再强，可他们的身体却也只是普通人大小。可就是这样一群人，却仅仅用了一轮攻击，就将天照大御神打得哀嚎不已。不愧是龙国最顶尖的一批强者，段晨忍不住咽了口唾沫。当然，他的攻击也同样不弱，巨大的战锤直接砸在了天照大御神的肩膀上，将他砸得一个踉跄，庞大的身躯直接坠入大海。此时，段晨的局部背化冷却已经结束，于是毫不犹豫将双臂进行了背化。刹那间，他的手臂暴涨，
200多米长的手臂，700多米长的战锤带起一阵飓风，猛然抡起，轰！又是一声巨响，他这一击竟然将已经坠入海中的天照大御神再次轰出了海面，硬生生地砸到了半空中。屠苏无敌，速战速决，以免出现变故。知道了，正有此意。可惜了，这么大个女人的身体，段晨小子，你不会心疼吧？哈哈！一阵阵大笑响起。明明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95级的国运大 boss， 可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没有太过紧张的表情，而且在不断轰击天照大御神的同时，他们还能分心去观察段晨。越是观察，他们对段晨的实力越是震惊。厉害，难怪他能和天照大御神周旋这么久，屠灭昭和国那么多城市，斩杀数十万人，我信了。单打独斗，他现在还不是我们的对手，可如果单论对城市的破坏力和战场上的杀伤力，我们绝对不如他。可惜他长得太大了，否则我非得将我孙女婿配给他。哈哈，你现在也可以把你孙女婿配给他那画面。哎呀，我去，滚你娘的！时间一点点过去，受潮的怪物数量越来越稀薄，鲜血染红整片海域，无数怪物的尸体漂浮在海面之上，让整个战场变成一片炼狱。而天照大御神的血条也掉落到了不足10%。此时，天照大御神眼中的疯狂已经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恐惧。他想要脱离战场，然后逃走，可无论是屠苏无敌等一众镇国神将，还是段晨，都不可能让他离开。哈哈！你们这群蝼蚁，混蛋，八嘎呀路！哎，这个大 boss 竟然会说八嘎语，因为是昭和国的国运 boss 的关系，所有人都愣了一下。屠苏无敌道：“段晨小子，这个臭娘们马上就要死了，你确定不需要我开启光幕直播？100米的女巨人啊，你这辈子都可能碰不到第二个了。”听到这话，段晨的嘴角一抽，没想到您是这样的屠苏伯父。屠苏无敌哈哈大笑：“那你以为我是什么样的人？真不用，段晨，真不用，真的，我发誓。”晕死！你可是圣兽剑豪，13镇国神将之一，正经典型不？你这么不正经，毁形象啊！再说了，谁说以后我就碰不到第二个100米巨人了？段晨咧嘴一笑，盯着天照大御神舔了舔嘴角，那模样要多猥琐就有多猥琐。又过了片刻，天照大御神的血量也终于见底了。屠苏无敌，段晨，最后一击拿经验。在战斗开始的时候，屠苏无敌就已经对段晨开启了组队状态。不过在刚刚屠苏无敌说话的时候，他又将组队直接关闭，把段晨踢出了队伍。显然他们就是想把天照大御神的所有经验全都留给段晨一个人，这让段晨感激无比。斩杀受潮大军所获得的经验已经让他的经验条达到了48级61%，只要再拿到天照大御神的经验升到49级是妥妥的了，不但能升到49级，经验条也至少会超过50%。段晨没有客气，他的胸口微微鼓起，口中瞬间爆发一声震天动地的咆哮，技能战争咆哮，轰隆隆，肉眼可见的声浪扩散开来，直接冲撞到了天照大御神的身上。随后段晨那庞大的身躯在海面上猛地窜出，手中的恶魔之触带着无尽的力量，直接轰击在了天照大御神的脑袋上。轰！鲜血喷洒，脑浆崩裂，天照大御神那硕大的头颅直接被砸得4分5裂，尸体软绵绵的从半空中跌落下来，掉进了大海之中。不过这具尸体仅仅在海水中2-3秒钟便化作星星点点的光芒消失不见。天照大御神是有无限复活能力的，当初段晨在富士火山第一眼见到沉睡的天照大御神时就看到了，只不过在他苏醒之后，这个技能就隐藏了起来，但并不等于消失。无限复活被动技能，天照大御神若死亡，则会在100年之后重新复活，复活之后等级降低5级，昭和国运得到一定恢复。对于天照大御神的尸体，没有人去理会，所有人的目光全都看向了天照大御神爆出的装备物品。此时段晨的双脚踩踏在玄帝的脊背上，他没有急着去捡刚刚爆出的东西，而是先看了屠苏无敌等人一眼。屠苏无敌没好气的说道：“看我们干什么？都说了天照大御神爆出的东西都是你的，你还担心我们抢不成？没想到啊，你小子的运气这么炸天，一个国运 boss 竟然能爆魔宠弹。”其他人也忍不住点了点头。没错，就是魔宠弹。很难想象一个人形的大 boss 竟然还会爆弹。段晨咧嘴一笑，那晚辈就不客气了。早在和天照大御神战斗的时候，他就已经通过真实之眼提前知道了天照大御神会爆出什么。若非早就知道会爆出魔宠弹，段晨说不准这就忍不住对天照大御神提马上枪，搓动一下兄弟那褶皱的皮肤了。嘿嘿，段晨咽了口唾沫，
连忙将一枚金色的魔宠蛋握在手里，然后还有一枚神器戒指，4件史诗级装备，10几件传说装备，钻石级以下的也有100余件，这都只是天照大御神爆的。而刚才屠灭兽潮爆出的东西也同样不少。魔宠蛋啊，哈哈！段晨抚摸着魔宠蛋，爱不释手。这一刻，他感觉自己的兄弟终于有着落了。第182章，新的奇宠到位，咋骑是个问题。看着眼前的魔宠蛋，段晨的口水都已经流了出来。神器固然珍贵，可是在他的眼中却远远比不过手中的这枚魔宠蛋。不过有一点，段晨却非常的疑惑，天照到底属于什么类型的魔宠？是不是也可以当做飞行魔宠来骑？骑着它飞的话，应该骑在它的脊背上，还是骑在它的肚子上，又或者是屁股上，还是胯骨上？万一飞的时候上下颠簸几次，车震不对，应该是空震成就，直接达成。名称：天照大御神魔宠蛋。介绍：此魔宠蛋为昭和国战 BOSS 天照大御神爆出，孵化之后无法交易，且不占用魔宠蓝的数量限制。魔宠蛋的介绍非常简单，不占用魔宠蓝的数量限制。段晨双眼大张，大喜过望。当初孵化玄帝的时候就没有占用魔宠蓝的数量，如果天照大御神占用魔宠蓝的话，段晨恐怕就要舍弃荒神了。荒神已经跟了他很久，虽然心里舍不得，可如果真的到了必须选择的时候，段晨还是会咬牙将他暂时替换下来。当然，毕竟和荒神已经有了感情，替换之后，段晨也只会将荒神还原成魔宠蛋，然后封存在物品空间。若是将来能得到增加魔宠蓝的特殊物品，他还会将荒神重新孵化出来。另一边，13位镇国神将已经开始打扫战场。兽潮爆出的物品对他们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但也可以带回去给家中的晚辈或者弑君中的下属。片刻之后，屠苏无敌开口道：“段晨，你还愣在那里干什么？口水都滴在魔宠蛋上了，要孵化就赶紧孵化，磨磨唧唧的。老夫知道了，你是想等我们离开之后再孵化，然后和他做什么不可描述的事情吗？”听到这话，一众镇国神将都哈哈大笑起来。一场大战下来，这群老家伙对段晨这个晚辈极为欣赏。如此恐怖的天赋，恐怖的成长速度，将来说不准也能成为镇国神将之一，接替他们当中某个人的位置呢。屠苏老哥说的对啊，要不咱们现在就走吧。这小子等会孵化出魔宠蛋之后，说不准要干什么呢。要不咱们临走之前，在这里把光幕直播法阵布上，给他来一场光幕直播。哈哈，要低要低。还是屠苏老哥有想法。理解，理解，大家都是男人，憋了这么久也不容易啊。一群人当即就是一顿调侃，搞得段晨尴尬无比。孵化魔宠不着急，诸位前辈，不如先去将国战炉石炼金炉打捞出来吧。段晨开口道：“先前被天照大御神追杀的时候，我将炼金炉丢在了大海里，不过坐标我已经记住。”炼金炉？屠苏无敌先是一愣，随后大喜过望。任千雪已经将炼金炉的事情报告给他，可当再次从段晨口中听到这件事时，屠苏无敌还是忍不住心中惊喜。有了这个炼金炉，龙国就等于掌控了炼制国战炉石的办法。虽说炼金炉的冷却时间长达100年，但对龙国来说也一样是旷世之宝。而且别忘了，这个世上有一些能够加速冷却的特殊物品，若是能得到这样的特殊物品，大可以将炼金炉100年的冷却时间缩短，更快的获得国战炉石。好，好！屠苏无敌哈哈大笑，姿势体大，咱们兄弟几个先去找国战炉石。段晨，你后面跟上就行了。这茫茫大海的，可不适合做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听到这话，段晨满头黑线，满脸幽怨地看了屠苏无敌一眼，然后手掌一翻，将之前炼制的国战炉石取了出来，递到了屠苏无敌的面前。看着手中的国战炉石，屠苏无敌的神色变得凝重起来。几秒钟之后，他郑重道：“段晨小子，这一次昭和国之行，你辛苦了。”说完，他朝着其他镇国神将招了招手，便骑着莫麒麟向段晨给出的坐标方向飞去。呼！段晨坐在玄帝的脊背上，长长松了口气，终于告一段落了。在昭和国的这段时间，他虽然把昭和国上下折腾得不成样子，他自己的精神也一直紧绷着。现在和天照大御神的一场大战结束，段晨便感觉疲惫席卷全身。他先是打开好友栏，给任千雪3人发了个消息，报了一下平安，然后便拍了拍玄帝的脑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北面应该有一座无人的荒岛，带你家主人去那里休息一下。”段晨手里有寒天城的回城石，但他并没打算回城，而是准备先去那一座荒岛休息，并将天照大御神孵化出来。在将天照大御神灭杀之后，段晨的等级和他所想的一样，达到了49级，经验条停留在 51%， 距离50级更近了一步。许久之后，玄帝带着段晨来到一座荒岛之上，陆地上
一些水陆两栖的怪物朝着段晨不断的咆哮，吵死了！段晨一挥手将荒神召唤出来，玄帝、荒神让他们安静一下。吼吼！玄帝和荒神咆哮一声，便朝着那群怪物扑了过去，而段晨则随便找了一块石头坐了下来，开始仔细查看天照大御神爆出的物品。神器戒指，我尼玛，不愧是95级国战 BOSS 爆出来的，佩戴等级竟然要90级！段晨嘴角一抽，满脸无奈。装备绝对是好装备，而且属性也适合他，可是这佩戴等级着实让人望而兴叹。咦，不对劲！段晨突然瞪大双眼，这是可进化的神器，名称日轮神戒，进化能量 0%， 当前品阶神器，等级90级，力量35万，精神20万，技能增幅，攻击强化，天照之翼，天照之光，日之轮，吞噬净化。技能增幅，被动技能，佩戴者所有攻击技能威力提升 30%， 攻击强化，被动技能，佩戴者的攻击属性额外获得 30% 的强化。天照之翼，被动技能，凝聚天照之翼，获得飞行的能力。天照之光，被动技能，在佩戴者遭受攻击之后，会触发恢复光环，对身躯进行持续恢复，提高血量恢复速度。日之轮，大范围技能，对范围内目标造成恐怖伤害，并触发5秒钟眩晕效果，技能冷却3分钟。吞噬净化，主动技能，可通过吞噬同品阶的装备来获得进化能量，当进化能量达到 100% 之后，日轮神戒将会进化为上古神器，施展此技能只需将日轮神戒握在手中，无需佩戴至装备栏。提示：上古神器佩戴等级为0级。第183章进化型神器日轮神戒。不久前被段晨淘汰的10级神器遗落铠甲，实际上就是进化得来的。原本遗落铠甲只是一件史诗级装备，是在使用了赤鬼黑破之后才进阶成神器的。名称：赤鬼黑破。介绍：特殊镶嵌物，仅可对10级以下的史诗级装备进行使用，使用之后该装备品阶提升1阶，进阶为神器。在这个世界，类似于赤鬼黑破这样的特殊物品有很多，它们可以使不同等级范围的装备进阶，可是据段晨所知，这类的特殊物品只能对史诗或史诗以下的装备使用，还没听说有什么特殊物品能将神器直接进化到上古神器。不过能够自主进化的神器，段晨在学校的时候倒是在典籍里看到过。我一直心心念念想要爆出一件上古神器，结果成品的上古神器到现在都没见过，却给我爆了一件可进化的神器。段晨舔了舔嘴角，眼中兴奋的光芒不断闪烁。而且一旦进阶成上古神器，装备佩戴等级就会变成0级，段晨直接就可以进行佩戴。需要吞噬同阶的装备？段晨眉头微皱，也就是说日轮神戒只能通过吞噬神器来获得进化能量。操，以为神器是大白菜啊！对于无数职业者来说，一辈子都可能见不到神器的影子。即便是那些顶尖强者，身上往往也只有1件或者2件神器。就比如死在段晨手里的8旗神将千岛流，还有昭和首相鞍马无敌，以及天皇夫人苍井优女，这些人在昭和国的身份可都是金字塔上方的。可结果呢？段晨将他们斩杀之后，每个人也只是爆出了1件神器而已。当然他们的身上也许还有专属装备，只不过因为专属装备无法爆出的关系，段晨的真实之眼也没有办法查看到。还好物品空间里有一些压箱底的神器，原本还想找宁远舟卖掉，又或者去换一些适合我的装备。段晨说着，已经打开物品空间，将一件件神器取了出来。有他自己淘汰掉的神器遗落铠甲、鬼焰烈剑，也有从千岛流等昭和国强者身上爆的50级的扶桑木之杖，还有2件神器法袍，分别是一件68级，一件76级，一共5件。5件啊，也不知道需要吞噬几件才能达到 100%。说着，段晨直接将日轮神戒握在了手中。技能介绍写得很清楚，施展吞噬净化这个技能无需将日轮神戒佩戴至装备栏，只需要握在手中即可。随后他又将遗落铠甲拿了起来，先用这件10级的神器试试水。叮！提示：你激发日轮神戒吞噬净化，成功吞噬10级神器遗落铠甲。提示：日轮神戒获得 2% 的进化能量。伴随着这2声提示，遗落铠甲也化作星星点点的光芒飞起，然后融入到了日轮神戒之中。段晨眨了眨眼，有些懵了，只有 2%， 我尼玛，吃人啊！还他妈真把神器当大白菜了。犹豫一下，段晨又把鬼焰烈剑拿了起来。叮！提示：你激发日轮神戒吞噬净化，成功吞噬30级神器鬼焰烈剑。提示：日轮神戒获得 6% 的进化能量，当前进化能量 8%。这一下段晨明白了，
吞噬的神器等级每提升5级，进化能量就额外获得 1%，10级的神器是 2%，30级的神器就是 6%。不出意外的话，吞噬50级的扶桑木之杖应该能提供 10% 的进阶能量。妈的，反正这些神器对我也没用，不如全都吞了。若是无法让进阶能量达到 100%， 将来再获得神器就继续吞噬，老子非得把日轮神戒进化到上古神器。继续。叮！提示：日轮神戒获得 10% 的进化能量，当前进化能量 18%。提示：日轮神戒获得 13% 的进化能量，当前进化能量 31%。提示：日轮神戒获得 15% 的进化能量，当前进化能量 46%。段晨微微叹息一声，5件神器全都吞噬，进化能量才达到 46%， 如此恐怖的消耗，换成其他人的话，恐怕这辈子都没希望将它进化成功了。段晨的装备栏还佩戴着4件神器，分别是恶魔之触45级神器、八岐怒灵盾30级神器、黑暗斗铠48级神器、红莲项链10级神器。就算把我身上的这4件也都吞噬，也没办法达到 100%， 等将来有机会再说吧。随后段晨便将日轮神戒暂时收回到物品空间，等将来再有用不上的神器再进行吞噬。此时玄帝和荒神已经将周围的怪物全部清理干净，嘶吼和咆哮的声音也渐渐消失。段晨搓了搓手，有些紧张地将天照大御神魔宠蛋拿了出来。我的魔物娘新娘终于要出来了，五姑娘，今天之后你们应该就解脱了。段晨划开指尖，挤出一滴鲜血，然后紧张地滴在了魔宠蛋上。下一秒钟，魔宠蛋绽放出一道道金光，咔嚓，蛋壳破碎的声音响起。一位身披金色铠甲、怀抱着黄金圣剑的妙龄女孩出现在了段晨的面前。第184章黑幕中恐怖的 BOSS。 金光之中，少女蜷缩着身子，双目微闭，脸上挂着一丝淡淡的笑容，乍一看是那样的神圣不可侵犯。一阵微风吹来，少女缓缓睁开眼睛，睡眼朦胧地朝着周围看了一眼。当她看到段晨的那一刻，整个人犹如触电一般站起身，然后扑通一声跪在了段晨的面前。主人！看着跪在脚边的少女，段晨哈哈大笑起来，然后下意识地摸了摸她的头发。可谁知少女竟然很自然地扬起了下巴，然后将嘴巴微微张开。哎，段晨愣了一下，你干啥？少女脸颊羞红，属下也不知道要干啥，只是下意识想要张开嘴。好吧，段晨点了点头，起来，让你家主人好好看看先。少女连忙站起身，直到这一刻，段晨才算彻底看清了少女的身高，竟然有接近40米高。段晨咽了口唾沫，感谢苍天的恩赐。魔宠天照大御神，可重命名，等级0，血量120万，力量24000，敏捷1200，精神2万，防御3万。技能御空天照之剑、天照之光、天之筏、日之轮、大御神咏唱、神魂顿悟。从初始属性来看，魔宠天照大御神的属性已经炸了。要知道玄帝0级的时候，初始血量才30万点，初始力量也才6000点，也就是说天照大御神的初始属性几乎是玄帝的4倍。技能方面，继承了除昭和国运之外的所有技能，而且还额外多了一个名为神魂顿悟的技能。这个技能的效果有些类似于玄帝的圣兽顿悟。神魂顿悟被动技能，该魔宠每提升20级将会自动领悟一项天赋技能。改个什么名字呢？天照大御神叫起来太过拗口，不如就直接叫天照吧。段晨的手指轻轻挑起天照的下巴，天照啊，如果主人想做些其他事情，你应该会不会拒绝吧？天照抿着嘴唇，属下的一切都是主人的。哈哈，好，那我就不客气了。段晨哈哈一笑，随手一挥，一片片的黑幕以他的身躯为中心，朝着四面八方扩散出去，很快便将整座孤岛笼罩在了其中。天照啊，你这一身装备能摘掉吗？黑幕中传出段晨的声音。天照，当然可以。叮！提示：你的魔宠天照正在摘除自身装备，魔宠的装备为专属装备，可摘除，但无法进行替换。摘除之后自动收回主人的物品空间。随着天照将一件件装备褪去，段晨的耳畔也听到一声声提示，也就是说，天照的这些装备只有天照自己可以使用，并且只能用这些装备。如果段晨拿出一件神器想要给天照佩戴的话，是无法添加到装备栏的。很快，黑幕之中就传出一阵阵剧烈的撞击声，孤岛的地面猛烈晃动，黑幕之中距离段晨和天照较近的一些巨石一块块破碎，地面裂开，一道道巨大的裂痕随之出现。远方一些怪物不明所以，只感觉地面猛烈晃动，一个个有些站立不稳。轰轰隆隆，
还请主人怜惜属下的血条正在下降。你不是有天照之光吗？开启恢复光环，干就完了。无尽大海之上，屠苏晴雪骑着自己的飞行魔宠青鸾真雀，正停留在段辰和13镇国神将围杀天照大御神的战场上。虽然战斗早已结束，可这片海域的海水依旧鲜红，到处都充斥着血腥味。看着海面上漂浮的一具具残缺不全的尸体，屠苏晴雪倒吸一口凉气。段辰已经成长到这种程度了吗？屠苏晴雪心中震撼。片刻之后，他拿出回城时，便打算直接返回麒麟城。他跑到这里，原本是想亲眼目睹这一场旷世之战，可惜他的速度太慢了，来晚了一步。就在屠苏晴雪准备激活回城时的时候，突然他好像发现了什么，举目朝着远方望去。那里是什么？屠苏晴雪眉头一皱，难道是天地异象？犹豫一下，屠苏晴雪拍了拍青鸾真雀的脊背。下一秒钟，青鸾真雀扇动翅膀，朝着段辰所在的孤岛飞去。那里被黑幕笼罩，从远方看来着实像是天地异象。这种情况往往代表这里有着特殊怪物存在。随着青鸾真雀的靠近，一阵阵轰鸣声传入屠苏晴雪的耳畔，轰鸣声中偶尔还夹杂着一些奇怪的声响。这里的怪物叫声有些特别啊！屠苏晴雪听得有些面红耳赤。此时他已经停在了黑幕之外，对于危险的防备让他不敢轻易闯入黑幕。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一道水柱从黑幕中直射而出，还未等屠苏晴雪反应过来，那水柱就已经喷洒在了他的身上。水元素魔法，里面的怪物发现我了！屠苏晴雪大惊失色，连忙驱使青鸾真雀后退。可退出100米之后，他却发现刚才的水元素魔法好像没有什么攻击力，并未让他受伤，只是喷在脸上的时候，让他感觉脸皮有些火辣辣的疼痛。好奇怪的水元素魔法！屠苏晴雪伸手在脸上抹了一下，这个魔法轰出的水柱非常粘稠，就好像是面粉和温水搅拌在一起的感觉。一阵微风吹过，也许是在大海上的关系，他还闻到了一丝海水的腥味。屠苏晴雪心中疑惑，食指和拇指轻轻搓了一下，指尖上传来微弱的颗粒感，应该不是寻常的水元素魔法。好！就在这时，黑幕之中爆发出一声震天动地的嘶吼，又是一道更加恐怖的水柱冲天而起。这吼声，这气势！屠苏晴雪吓了一跳，连忙拿出回城时，还是回麒麟城吧。以我的实力，一旦被里面的怪物发现，说不准就要交代在这里了。轻轻咽了口唾沫，粘在嘴角的水元素魔法落入口中，被他不小心咽了下去。看样子里面的怪物有着很强的智慧，而且并不想和人类职业者发生冲突。刚才的水元素魔法应该只是警告，若是他不知进退，还想闯入黑幕的话，后果不堪设想。第185章，晴雪啊，不好意思啊。几个小时之后，黑幕散去，段辰斜靠在一块巨石旁，双目迷离。他和天照已经将装备重新穿戴整齐，此时天照正躺在他的大腿上，已经睡去。周围的环境已经一片狼藉，地面上一个个巨大的深坑，一些坑洼之中还有着水迹，水迹散发着奇怪的气味。旁边几棵大树已经支离破碎，一些巨石也布满了裂痕。这一场战斗的余波笼罩千米，一些不小心闯入这里的怪物受到波及，被砸得尸骨无存。舒服！段辰长出一口气，只觉得这么多天的机遇全都释放了出去。即便以他这样恐怖的体质，此时此刻也感觉身体一阵空虚，就好像布偶肚子里的棉花被抽离出去一般。刚才有那么一瞬间，段辰心中生出一丝冲动，就是将局部倍化用在自己的兄弟身上，可最终他还是放弃了。天照的身高接近40米，而他兄弟在战斗状态下体型超过4米，一旦使用局部倍化，瞬间就会暴涨到40多米。这要是一下子扎进去，恐怕直接就把天照穿糖葫芦了。这时好友栏跳动几下，竟然是屠苏晴雪发来的消息。屠苏晴雪，段辰，我父亲已经将国战炉石带回了麒麟城，你这2天若是方便的话，我父亲想要邀请你来麒麟城做客，顺便听一下你对使用国战炉石的建议。段辰回道，如何使用国战炉石，以国家的意志为准，不过若一定让我提建议的话，那就和圣兽之地小世界国战一样，设定进入等级10级至35级，然后直接对昭和国宣战。屠苏晴雪，果然大家都是这个想法，我会向我父亲转达你的意思。那来麒麟城做客的事情，段辰尴尬道，我这体型恐怕不方便吧。屠苏晴雪笑道，麒麟城演武场，别说你现在有45米高，就算是145米高都没问题。再给你透露一下，国家对你这一次昭和国之行有奖励，只不过具体奖励什么我并不清楚。有奖励？段辰双眼一亮，国家给的奖励再怎么也不会差吧？如果能给个几十件神器就好了，我就一股脑全都给日轮神界吞掉，
竟早将日轮神界提升到上古神器级别。段晨，那就2天后去麒麟城拜访屠苏伯父，去之前我会提前告诉你，免得我突然出现吓到回城法阵附近的人。屠苏晴雪一言为定。对了，你在大海上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一座被黑幕笼罩的孤岛？段晨眨了眨眼，黑幕笼罩的孤岛，说的不会是这座孤岛吧？段晨没注意到，那座孤岛有什么问题吗？屠苏晴雪，我只是想提醒你一句，不要靠近那座孤岛，那里非常诡异。我刚靠近就被一个诡异的水元素魔法喷了满脸，黏黏糊糊的，恶心死了。啥玩意？段晨张大嘴巴，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我操，不是吧？我兄弟来了一波连续中出，结果出到了屠苏晴雪的脸上。我就说嘛，先前好像感受到有人靠近黑幕，当时我的心思都在天照的身上，还以为自己感觉错了，原来是屠苏晴雪。段晨干笑一声，好的，多谢提醒。接下来2天时间，段晨一直留在这座孤岛上。2天时间，天照被他折腾的七上八下，吞吞吐吐，呕心沥血。第3天，段晨终于拿出了回城石。他没有绑定麒麟城的回城石，手里的回城石还是绑定寒天城的。就在刚刚，他已经先和寒天城主打了个招呼。现在，寒天城中央广场的回城法阵附近已经被清空，不准任何人靠近。不为别的，就担心段晨出现之后不小心把别人踩到。段晨的体型实在太大了，普通人站在他的面前也就勉强碰到他的脚面而已。段晨要是一个不留神，搞不好真就把别人给踩死了。寒天城中央广场附近围满了人，到底是谁要来啊？这么大的阵仗！我听一位城主府的人说，好像是段晨。段晨，听到这个名字，所有人都兴奋莫名。一场圣兽之地小世界国战，让段晨的名字响彻整个龙国。段晨还是寒天城的人，这寒天城的百姓又怎么可能不知道他？就在这时，一个少年挤了过来。前面的让一下，别挤我，我爹是寒龙店主，别挤。这少年正是宁远州。好不容易挤到前面，宁远州长出了一口气。在他身后还跟着一位老者，正是他的贴身护卫任飞。看到宁远州，周围的寒天城百姓不以为意。寒龙店主之子，寒天城谁不知道？听说段晨被京都大学录取之后，到现在都没去报道，也不知道他跑去哪里了。应该是躲到那一处险地，或者副本历练吧。嗨嗨！宁远州用力咳嗽几声，发现周围的人不搭理他，于是再次咳嗽几声。任飞，你也咳嗽？宁远州踩了任飞一脚，任飞无奈，只好跟着咳嗽了几声。这一下终于把其他人的视线吸引了过来。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宁远州双手叉腰，哈哈大笑。段晨可是我亲大哥，他这些日子一直在昭和国，他一个人把昭和国上下打得人仰马翻，亲手屠灭6座城市，然后又引动富士火山淹没了富士山周围至少5座城池。不止如此，他还灭杀了一位8旗神将，就连昭和首相还有天皇夫人都死在了他们手里。幕府城，你们都听说过吧？那可是昭和国的国都，现在已经被段晨老大夷为平地了。啥？扯淡吧！周围的人面面相觑，有人已经忍不住朝着宁远州竖起中指，说段晨去了昭和国，他们相信。可什么屠灭众多城市，搞死昭和首相、天皇夫人，还有一位8旗神将，那可就太扯淡了吧！一阵马蹄声传来，人群连忙朝着两旁让开，是寒天城主和寒龙店主，这2位寒天城的最高掌权者亲至。靠近之后，寒天城主和寒龙店主同时从坐骑上落下，然后整理一下装备，表情严肃地望着回城法阵。这一幕直接把在场所有人都搞懵了。段晨回寒天城而已，不至于让寒天城主、寒龙店主2位大佬亲自来迎接吧？第186章，昭和国将会被彻底抹除。也许是因为寒天城主和寒龙店主的关系，中央广场的议论声变得越来越小。不过在场的人也不由得思索起来，难道段晨真的干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所以才让寒天城的2位大佬亲自来迎接，而且还表现得如此庄重严肃，竟然连坐骑都收了起来？莫非寒龙殿的那个纨绔少店主说的是真的？就在这时，回城法阵闪过一道光芒，这光芒比起回城法阵平日里运转时的光芒亮了数十倍，直视甚至让人感觉有些刺眼。光芒散去，一个高达45米的恐怖身躯出现在所有人的视线中。回城法阵发出吱嘎嘎的响声，为法阵提供能量的灵石迅速变暗，就好似随时会能量耗尽一般。是段晨！所有人都瞪大双眼，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天呐，段晨已经长这么大了！圣兽之地小世界国战之后，他的体型才35米吧？这才多久没见，竟然长到了45米！所有人都想不明白。
段晨老大，宁远舟已经冲了过去，低头，低头，看这里，我是宁远舟啊，小心点，你别踩到我。他不停地跳起，挥动着手臂，想要引起段晨的注意。段晨低下头，看向脚边的宁远舟。这一刻，段晨突然生出一个错觉，他如果把宁远舟夹在脚趾缝里，没准稍一用力都能把宁远舟给夹死。宁兄，别来无恙啊！段晨微微一笑，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压迫感，他在说话的时候还特意弯下了身子。可即便如此，也依旧犹如山峦一般。这时，寒天城主、寒龙店主等人也已经靠近了过来。一起过来的还有玉红高中的院长莫惊鸿，以及罗刹高中的院长杜飞。就连陈家家主，也就是陈若曦的父亲陈元峰也来了。寒天城主哈哈大笑：“你小子还真是做了件了不得的事情啊！全民转职降临500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莫惊鸿，咱们玉红高中可是借了你的光了，今年的招生都要报了，你说是吧？”杜院长一旁，杜院长满头黑线，狠狠地瞪了莫惊鸿一眼。因为段晨的关系，玉红高中已经是家喻户晓了，别说是寒天城了，就连其他城市的孩子也都挤破脑袋想要进玉红高中学习。这下子就苦了同在寒天城的罗刹高中。玉红高中的校门口车水马龙，他们罗刹高中的校门口却门可罗雀。杜院长一咬牙，要不你们干脆把罗刹高中合并算了，让我当个副院长，搞不过就加入。莫惊鸿愣了一下，然后朝着杜飞竖起大拇指。段晨和寒天城主等人又寒暄了几句，并未在寒天城停留太长时间，便再次通过传送阵离开。等再次出现的时候，人已经到了麒麟城。麒麟城为了不引起恐慌，屠苏无敌早在前一天就进行了全城公告，并对中央广场到军营演武场之间的道路进行了临时疏散，这是段晨前往演武场的必经之路。如果路上的行人太多的话，担心会被段晨踩死。在一阵阵惊呼声和赞叹声中，段晨在屠苏晴雪的引领下一路来到了演武场。屠苏晴雪还是骑着他的青鸾真雀飞在段晨的身边。演武场，麒麟城的护城军队正整齐划一地聚集在这里。在看到段晨之后，所有人都双眼放光，满目崇拜。人群前方，任千雪、陈潇、穆飞三人也在那里。陈潇都看到了吧？我说的可一点都不夸张，45米。你们想象一下，这样的身形施展一个大范围技能会是多么恐怖的事情。我们的一个技能如果能笼罩100米，那段晨至少是2-3千米。听段晨亲口说过，他的一个投掷技能可以轰出接近20公里。哦吼！听到陈潇的描述，周围的人都频频咽下唾沫。接近20公里，一座城市才多大啊？就拿麒麟城来说，段晨全力施展巨人投掷的话，一块石头直接就能横穿整个城市。如果施展巨人践踏这样的大范围技能，恐怕也用不了10几20下就能把整座城市夷为平地了。演武场正中央是一块清理好的巨大平地，上面架着几个火堆，几头体型庞大的怪物架在火堆上，肉已经烤得金黄，浓郁的肉香散发出来。这些怪物都是在黑烟之域外围猎杀的，体型都有5-6米长。屠苏无敌担心段晨的饭量，于是特意准备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个巨大的水缸，里面装满了酒水，这是给段晨准备的酒杯。段晨盘膝坐在地上，朝着屠苏无敌拱拱手，多谢屠苏伯父。除了屠苏无敌之外，还有另外2位镇国神将，圣灵牧师云超凡、暗夜刺客卢天成。屠苏无敌摆摆手，段晨，你也认为应该将国战炉石的进入等级设定为10级到35级？段晨点了点头。一旁云超凡开口道，段晨，以你的实力，如果将等级设定为35级至50级的话，我们也一样能赢下这次小世界国战。而且你进入小世界国战地图还能拿下国战 BOSS， 若是把等级设定成10级到35级，你就拿不到这些了。国战 BOSS 有极大的几率能爆出神器，甚至专属装备，段晨又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个？段晨摇摇头，就设定10级到35级吧，这样咱们龙国可以付出最小的代价赢下这场小世界国战。而且咱们龙国天骄无数，这些人总是要绽放光芒的，不是吗？听到这话，屠苏无敌几人对视一眼，都哈哈大笑起来。既然如此，3天后开启小世界国战，进入等级限制设定为10级到35级。屠苏无敌喝下一碗烈酒，这一次国战失败，惩罚降临到昭和国，便可以将昭和国彻底碾压，让他们接下来100年都抬不起头。等到大世界国战开启，我们便可以一鼓作气，将昭和国这个国家彻底抹除。第187章，整体背化要炸天了。对于接下来小世界国战开启的事情，段晨并不担心，昭和国绝对没有翻盘的机会。等待昭和国的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国战惩罚再一次降临。段晨，晴雪呢？还会参加吗？
屠苏晴雪点了点头，我的等级已经提升到了35级，正好还在这个范围。段晨微微一笑，他知道只要是为了龙国而战，屠苏晴雪绝对会一往无前。此时2头烤肉已经进了段晨的肚子，屠苏无敌也终于提到了国家这一次给予段晨的奖励。段晨，你在昭和国的所作所为，最高会议已经决定给予你一定的奖励。屠苏无敌稍微活动了一下脖子，他一直昂着头和段晨说话，感觉脖子都有些僵了，于是干脆把莫麒麟召唤了出来，骑着莫麒麟飞到半空，这样他说话的时候至少可以直视段晨的眼睛。2件45级的神器护腕，屠苏无敌手掌一翻，2件护腕出现在了段晨的面前。神器？还是2件？国家这次真是大手笔啊！段晨双眼放光，忍不住咽了口唾沫。多谢国家，多谢屠苏伯父，多谢云前辈、卢前辈。云超凡和卢天成对视一眼，也是笑了起来。云超凡，先别急着谢，还有呢。段晨，还有。只见屠苏无敌又拿出一本技能书，这是一本背画师的专属技能，原本是准备当做圣兽之地小世界国战的奖励给你的，这次算是不给你。这本技能书是1个月前几位龙骑团的兄弟探索特殊副本的时候爆出来的。龙骑团是龙国最负盛名的军队之一，平日里一直驻守京都，很少会出现在百姓的面前，神秘无比，同时也是直接听命于龙国最高会议的一支军队。唯一性隐藏职业的专属技能书爆率低的吓人，段晨拥有一个隐藏属性，他在杀怪的时候背画术专属技能的爆率增幅1000倍。可即便如此，段晨到现在爆出来得专属技能也屈指可数。由此可以想象，屠苏无敌手中这本技能书是多么珍贵。将2件神器护腕、1本专属技能书接过，那2件护腕在落入段晨手中的一瞬间，就迅速变大，变成适合段晨佩戴的大小。名称：圣甲龙护手，品阶：神器，等级45，防御5万，力量15000，技能：技能增幅，防御强化，圣甲之盾，怒杀冲击，圣甲雷光。技能增幅，被动技能，佩戴者所有攻击技能威力提升 30%， 防御强化，被动技能，佩戴者的防御属性额外获得 35% 的强化。圣甲之盾，主动技能，在身周凝聚一层圣甲，使自身防御力提升 100%， 技能持续60分钟，冷却2小时。怒杀冲击，主动技能，自身进入霸体状态，无视一切控制技能和攻击性技能的动能，向指定方向进行冲撞，移动速度提升 50%， 对沿途所有目标造成10倍暴击伤害，冲撞持续时间10秒钟，技能冷却10分钟。圣甲雷光，大范围攻击技能，对范围内目标造成恐怖的雷元素伤害，并触发5秒钟麻痹效果，技能冷却5分钟。不愧是神器，防御和力量2项属性强大无比。圣甲之盾、怒杀冲击和圣甲雷光这3个技能也给了段晨极大的惊喜。至于第2个护腕，属性和圣甲龙护手差不多，技能也各有千秋。名称：山神护腕，品阶：神器，等级45，防御48000，力量16000，技能：技能增幅，防御强化，无视防御，山神之体，山神咆哮。技能增幅，被动技能，佩戴者所有攻击技能威力提升 30%， 防御强化，被动技能，佩戴者的防御属性额外获得 30% 的强化。无视防御，被动技能，在攻击目标时有 30% 几率无视目标所有防御。山神之体，被动技能，佩戴者在静止状态下额外获得 40% 的减伤效果，并获得持续恢复光环，佩戴者移动脚步或施展任何攻击时，山神之体将强行终止，并进入3分钟冷却。山神咆哮，大范围攻击技能，对范围内目标造成恐怖冲击，并触发强制击退效果，可无视任何实力差距，强行将范围内的目标击退，技能冷却3分钟。段晨嘿嘿一笑，连忙将这2件护腕换上。他现在佩戴的2件护腕分别是怒兽王护腕和伪泰坦烈腕，都是45级史诗品阶的护腕，各方面完全被这2件神器碾压。装备换上，属性又暴涨了1截。至此，段晨身上单单神器就已经有6件之多。恶魔之触45级神器，八岐怒灵盾30级神器，黑暗斗铠48级神器，红莲项链10级神器，圣甲龙护手45级神器，山神护腕45级神器。关掉装备栏，段晨才仔细地查看手中的那本专属技能。下一秒钟，段晨瞪大双眼，猛地站直了身子。他的反应将屠苏晴雪吓了一跳，屠苏无敌则是捋着胡须哈哈大笑起来，显然早就料到段晨会有这样的反应。这个要炸天啊！段晨咽了口唾沫。技能名称：整体背画。技能介绍：
倍化师专属技能，可对自己的身躯进行整体倍化，变大倍数可自行调整，最大为5倍，技能持续4小时，冷却8小时。提示：在施展整体倍化之后，可同时使用局部倍化。屠苏无敌笑道：“吓到了吧？”段晨点了点头，伯父见笑了，晚辈确实被吓到了。在此之前，段晨就曾猜测过，倍化师既然有局部倍化这个技能，那很可能就有整体倍化。只可惜他一直没爆出来，结果国家却直接奖励了他一本。一旦施展这个技能，他的身躯会瞬间暴涨5倍，这可不是身体的某一个部位，而是整个身体都会变大。现在他是45米，暴涨5倍，那就是225米啊！如果再同时把局部倍化施展出来，他的一双手臂就可能达到1000米长。我操！我操！我会！我母！第188章，段晨耍酒疯了，要派兄弟出来吓人。这一次国家给出的3样奖励，着实给了段晨太多的惊喜，尤其是整体倍化，堪称逆天。对于段晨来说，整体倍化这个技能可不单单只是让身体变大，一旦他将局部倍化一同施展，然后再配上一个巨人投掷，所爆发出的威力绝对是毁天灭地。就算不使用巨人投掷，当段晨的双臂达到1000米之后，他手中的战锤又会变成什么样？怕是会接近4000米啊！4000米长的战锤一个横扫出去，谁能扛得住？许久之后，段晨的激动渐渐平息，多谢屠苏伯父。屠苏无敌摆摆手，行了，都已经谢过一遍了。段晨啊，你打算什么时候去京都大学报道？听说那位马院长给你准备了一处很好的住处，你这体型住在里面绰绰有余呢。哦，段晨心中一喜，自从他转职成倍化师之后，已经告别房子，告别床和被褥了。困了就以天为被，以地为床，饿了就猎杀一只体型数米的怪物，然后简单的烤熟充饥。说实话，段晨现在真的向往能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屋子，一张软绵绵的床和被褥。屠苏无敌口中的马院长便是京都大学的院长，据说是一位89级的元素魔法师，尤为精通土元素魔法。早在他被京都大学录取的那一天，马长空院长就和他添加了好友。不过这么长时间以来，这位马院长从来没联系过段晨，只是在最初的时候给过一个承诺，段晨什么时候报到，什么时候上课，全凭段晨自己安排，一切学费，一切伙食供应，特殊副本的进入名额全部无条件给予段晨，而且还会在他正式去学校报到的当天额外给予一份入学奖励。那可是京都大学啊，整个龙国最为顶尖的学府，这位马院长亲口承诺的奖励应该不会太差吧？段晨开口道：“屠苏伯父，我稍后就给马院长发送消息，明天便去报道吧。”屠苏无敌点点头，既然如此，今天咱们就喝个痛快。段晨伯父，您确定让我喝个痛快？段晨端着一个大水缸，里面装满了酒水，巨大的水缸在他的手里就和一个茶杯差不多。屠苏无敌，我麒麟城的酒就怕你喝不完。深夜，演武场上笼罩着浓郁的酒气，段晨躺在演武场上，巨大的鼾声震耳欲聋，传遍整个麒麟城，让无数人无法入眠。他是真的喝醉了，也确实是喝痛快了。毫不夸张地说，段晨自己一个人几乎把麒麟城整整1年的酒水库存都给干光了。如果不是睡着之前意识全无，他说不准就把天照给召唤出来，然后来一波酒后乱性了。轰！轰隆隆！黑烟之域的地面微微震动，乌泱泱看不到尽头的怪物大军正朝着麒麟城靠近过来。不只是地面上，天空中也是如此。月光下，密密麻麻的黑点出现在苍穹之上，那是一只体态狰狞的飞行怪物，它们的速度很快，已经渐渐将陆地上奔腾的怪物甩开，用不了多久就会抵达麒麟城。全城戒备，兽潮来犯！全城戒备，兽潮来犯！麒麟城作为龙国极南之地最重要的屏障，整座城市可以说是全民皆兵，城防堪称龙国之最。在兽潮距离麒麟城还有100里左右的时候，城内就已经响起了警报，城内的钟声不断敲响，一队队士兵冲上城墙，那一座座城防炮也第一时间填装了灵石，雕刻在炮身上的法阵光芒闪烁，随时准备将能量全部爆发出去。很快，屠苏无敌也来到了城墙上。至于白天还和段晨喝酒的另外2位镇国神将卢天成、云超凡，早已经离开了麒麟城，返回了他们自己的城市。城墙上，屠苏无敌的目光冰冷至极，脸上并没有半点酒意。父亲，黑烟之域的兽潮越来越频繁了。屠苏晴雪眼中满是担忧，黑烟之域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数日之前，刚刚发生了一次兽潮攻城，到现在才过了5天而已，竟然又爆发了一次。算起来，在这1个月之中，已经接连发生了4次兽潮攻城。屠苏无敌沉声道：“等这次小世界国战结束，
我会亲自带领小队深入黑烟之域，一探究竟。黑烟之域危险重重，乃是龙国最为凶险的险地之一。据说在黑烟之域最深处，连小怪的等级都能达到90级这样的险地，即便是屠苏无敌这样的强者也举步维艰，稍有不慎都可能把命交代在里面。吼吼！城外地面震动越来越猛烈，兽巢距离也越来越近，尤其是那些飞行怪物，犹如黑云一般笼罩而来，距离麒麟城已经不足30里。屠苏无敌突然回头，朝着演武场的方向看了一眼，憨！即便站在这里，也能清晰地听到段晨的呼噜声。晴雪，你去把段晨叫醒，有他出手的话，能更快结束这一场兽巢工程。知道了，父亲。说着，屠苏晴雪便纵身骑上青鸾真雀，朝着演武场飞去。演武场，段晨45米的身躯平躺在地上，屠苏晴雪飞到他的跟前，大声道：“段晨，醒醒，兽巢攻城了！”叫了几声之后，段晨却没有半点反应。屠苏晴雪无奈，只好骑着青鸾真雀又靠近了一些，人已经快贴在段晨的耳朵上了。好大啊！屠苏晴雪盯着段晨的耳朵，感觉自己的身体好像还没有人家的耳朵大。段晨，醒醒！屠苏晴雪大喊道。下一秒钟，一张大手朝着他扇了过来，吓得屠苏晴雪连忙躲避，这才没被段晨的大手拍到。蚊子！段晨模糊不清的嘟囔一句：“我不是蚊子。”屠苏晴雪气的嘴唇都抖了，刚才他如果躲得慢一些，恐怕就被段晨一巴掌拍死了。我就是来叫他醒醒，咋还差点把命丢在这里了？屠苏晴雪感觉有些离谱。醒醒，段晨！又过了片刻，段晨终于在屠苏晴雪的呼唤中睁开了双眼。天照，你还想要？哈哈！段晨睡眼朦胧，眼中还透着酒意。他朝着周围看了几眼，根本没看到天照。晴雪，你怎么跑我梦里来了？不行，你太小，我这一棍子抡下去，恐怕会把你拍死。啥？他到底在说啥？屠苏晴雪，段晨，清醒一下，兽巢攻城啊！兽巢！段晨猛地坐起身来，哈哈，今天我就让兽巢见识一下整体倍化和局部倍化之后的兄弟。现实里，我不敢把这些技能用到我兄弟身上，怕把别人吓死。梦里，我怕个屁！450米左右的兄弟，今天我要让这世间所有鸟黯然失色。我要这天遮不住我兄弟的眼儿，我要这地撑不起我兄弟的身。轰！段晨话音落下的同时，随手一挥就把天照给召唤了出来。七娘女武神出击！段晨一跃而起，骑到了天照的脊背上。下一秒钟，天照已经飞入空中，直奔着城外的战场冲了过去。演武场上，屠苏晴雪整个人都懵了，好像有点不对劲啊。第189章，主人，咱们收一下吧，真的好丢人啊。夜色下，天照驮着段晨从麒麟城的上空掠过。相比于段晨，天照的体型略小一些，但也有40米高。段晨骑在他的脊背上，远远望去，两个人就犹如一团巨大的流星，转眼就到了城外。狂风刮起，一阵阵刺鼻的酒气从段晨的身上散发出来。城墙上，屠苏无敌瞪大双眼，一时间有些没反应过来。还未等他开口说话，段晨就已经从天照的身上一跃而起，那庞大的身躯直接从半空中坠落下去，犹如大山一般狠狠地踩踏在了大地之上。轰！一声巨响，厚重的大地被踩得裂痕满布，两个巨大的深坑出现在段晨的脚掌之下。此时，段晨距离城墙已经有7、8里的距离，可就是这么远。段晨落地时引起的震动，也让麒麟城的城墙晃动不已。城墙上响起一阵阵惊叹：“快看，是段晨！终于有机会近距离观看段晨战斗了。听说他一个人就把昭和国搅动得天翻地覆，国家奖励了2件神器和1本专属技能，让他的实力暴涨。真想看看他的极限在哪里。”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到了城墙上。很快，段晨独自一人出城的消息就传开了。屠苏晴雪骑着青鸾真雀，焦急万分地落在城墙上。父亲，段晨好像在耍酒疯。啥玩意？耍酒疯？一句话就把屠苏无敌干懵了。城外，兽巢大军越来越近，而此时，段晨正抬着头看着虚空中的飞行怪物大军。天照站在他的身后，金色的巨剑光芒闪烁，便要先出手。在一旁给你主人我喊666！段晨大手一挥，狂声道：“天照，当初在孤岛之上，若是主人我亮出此等凶器，你该如何应对？”天照愣了一下，一时间没明白主人的意思，不过很快他就知道了。吼吼！虚空中密密麻麻的飞行怪物俯冲而下，他们已经发现了段晨。不单单是因为段晨目标太大，还是因为段晨在冲出城池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启了嘲讽之躯。他的双脚站在大地上，
庞大的身躯有些摇晃。此时的段晨还在醉酒状态，嘿嘿，实不相瞒，我还是一位高端的水元素魔法师，我不装了，我摊牌了。另一边，麒麟城的职业者们听到这句话都震惊了。什么？段晨竟然还是一位精通水系魔法的元素法师？难道他是一位双职业者？他藏得好深啊，圣兽之地小世界国战的时候可没见到他施展什么水系魔法呀。屠苏无敌也是心中震惊，我亲自询问过玉红高中的莫金红院长，没听说段晨拥有第二个职业啊。在这个世上确实存在双职业者，可这样的人物却稀少无比，稀少程度超过绝大多数隐藏职业。段晨单单一个背画师的身份就已经前途无量了，天赋和成长速度已经堪称当世之最，若是他再拥有第二个职业的话。想到这里，屠苏无敌的呼吸也有些急促了，可接下来的一幕却让他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妖怪，看你爷爷的半生神器！屠苏伯父有半生墨麒麟，我也有半生毒龙。段晨怪叫一声，直接把整体背画施展了出来，这也是他获得这个技能之后第一次施展出来。轰隆隆！这一刻，大地震动，烟尘滚滚。段晨本就庞大的身躯迅速膨胀，100米、200米，只是短短片刻就已经达到了220米。他的身躯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就如同一位远古神灵一般，让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迫。就连屠苏无敌心跳也慢了半拍。这还没完呢，只见段晨猛地撩起自己的护腰，红润的面孔露出一丝猥琐，局部背画哇咔咔。在体型达到200多米之后，段晨也迅速进入战斗状态。段晨深吸一口气，让自己迅速变得亢奋起来。给我背画！轰隆隆！狂风涌动，空间扭曲，爆！450米！这一刻，整片天空都暗淡了下来。苍穹之下，一道漆黑的星河横在当空。星河之中，吼吼！下一秒钟，狂暴的魔法攻击直奔着兽潮大军扫了过去。这一幕让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表情一个比一个精彩。这特么的就是他口中的水元素魔法！天哪，这到底是啥？我们到底看了个啥？完了，我瞎了，我不干净了。我们到底在期待什么？这特么的就是他的半生毒龙！屠苏晴雪眨了眨眼睛，脸色通红，连忙转过身，不敢再看。段晨的水元素冲击狂暴无比，攻击距离竟然笼罩数千米。虚空中一声声哀嚎此起彼伏，一些等级低的怪物竟然被段晨一泡尿直接秒杀，尸体直挺挺的从空中坠落下来。天照站在段晨的身后，他回头朝着麒麟城看了一眼，然后拍了拍段晨的小腿：“主人，清醒一下，您可快收起来吧！我是您的魔宠，一切行动都以您的意志为准，您做什么我都该支持。可是真的好丢人啊！”第190章，天哪，谁来救救我？麒麟城上空，厚重的城防结界早已升起，结界内一双双眼睛愕然地望着战场。那200余米顶天立地的巨人，那400余米粗壮满布青筋的巨龙，那犹如神龙吐水直冲天际的水柱，每一个画面都好像一把镰刀划在他们的神经上。妈的，受不了了，我感觉自己根本不是个男人。今日过后，恐怕这幅画面一辈子也没办法从脑海中抹除了。谁能和圣兽剑豪大人说上话？请大人将这个画面进行光幕直播吧，凭什么只有我们受伤害？要整个龙国所有人都看到。明明是一场兽潮攻城，明明所有人都该紧张至极，神经紧绷，可是因为段晨的关系，整个画面都变了。战场之上，段晨的身形转动，400余米的巨兽在身边疯狂甩动，远远看来，他整个人已经化作了一台绞肉机，成片的怪物被拍得四散开来，碎肉、脑浆、鲜血，只是短短片刻功夫，战场就已经变成了一片炼狱。此时，段晨也将战锤恶魔之触拿了出来，他的一只手握着恶魔之触，另一只手握着半生毒龙，浑身散发着酒气。我砸，我甩，我抡，段晨狂笑连连，已经在战场上杀疯了。天照小心翼翼地飞在空中，偶尔丢出一个大范围技能，将一些残血的怪物收割。因为嘲讽之躯体的关系，几乎整个兽潮的怪物都被段晨吸引了过去。虽然偶尔也会有几只零散的怪物绕过段晨，冲向了麒麟城，但已经对麒麟城没有半点威胁，甚至都无需动用城防炮，只靠城墙上远程职业者的技能就将他们轻易轰杀。屠苏无敌满头黑线，终于还是忍不住了，简直不堪入目。屠苏无敌纵身而起，骑着墨麒麟便冲出了城防结界，朝着战场方向靠近了过去。在他眼中，段晨是龙国年轻一代的领军人物，是无数年轻职业者的偶像。再进一步，段晨甚至可以说是龙国的英雄。无论是圣兽之地小世界国战，又或者他在昭和国所做的一切，
还有为龙国带回国战炉石等等，每一样单拿出来都足以称之为英雄。更何况这些事都是出自段晨之手，这样的人不能有污点。就像现在这幅月下遛鸟的画面，对段晨的名声会有很不好的影响，必须终止。而且事后还要勒令麒麟城所有人不得私下议论，更不得将这件事扩大散播。战场之上，兽潮已经被段晨冲得七零八落。就在刚刚，兽潮后方的一个85级大 BOSS 也被段晨连续几个技能轰杀当场，还爆了2件不错的史诗级装备。不过段晨还在醉酒状态，只想着让这群怪物见识一下他半生毒龙的厉害。虽然战场上已经爆出了不少战利品，他却一件都没去捡。哈哈，哇咔咔，先知颠傲世间，有我段晨便有天。神魔皆惧，鬼怪屁异，我的毒龙无人能挡。吴兄弟，可破万军，吴之威，可撼9天。世间一切，唯掉独尊。休我大鸟，杀上9天，撒我子孙，一往无前。哈哈哈哈哈！段晨的狂笑声响彻天地。原本应该是一句句让人热血沸腾的话，可从段晨的嘴里说出来，却让人脑子里一片迷糊。闭嘴！一声暴喝传来，臭小子，还不给老夫清醒！这一声怒喝摄人心魄，好似直入灵魂一般，让段晨浑身一颤，竟然真的清醒了过来。段晨的表情一阵青一阵白，他那庞大的身躯呆立在兽潮之中。当他看到自己那400多米直挺挺的毒龙之后，整个人都懵了。我操！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什么？无数破碎的画面在他的脑海中浮现。段晨嘴角一抽，完了，老子一世英名，咋就耍酒疯了呢？不怪我，都怪屠苏伯父，谁让他准备了那么多酒？我也是第一次喝醉啊！谁来救救我？半空中，屠苏无敌注意到段晨的表情变化，知道段晨已经醒了。臭小子，你技能黑夜之灵！还未等屠苏无敌说完，段晨的脚下突然升起一片黑幕，黑幕蔓延，转眼间就将整个战场笼罩，伸手不见五指，就连屠苏无敌也被笼罩在了其中。屠苏伯父，您可快别喊了，我都没脸见人了。段晨小声道：“我赶紧把剩下的怪物灭掉，今天我就不回麒麟城了，没脸回去了。还有，今天这件事，您老人家千万帮我搂着点。”屠苏无敌骑着墨麒麟停在半空中，看着四面八方的黑暗，心中有些好奇，这是什么技能？放心，老夫会想办法的。你那玩意能收起来吗？虽然因为黑幕的关系，老夫看不到，但却能感觉到那玩意离老夫应该很近吧？啊，没，绝对没有。段晨连忙解除局部背化，450米、300米、100米，最后被段晨硬生生缩到了不足30米，然后连忙重新带上护腰，又好好整理了一下装备。四面八方还有怪物冲过来，这一刻，段晨将心中的郁闷全都发泄到了怪物身上，全都给老子去死，全都毁灭吧！老子好不了，你们也好不了。城墙上，屠苏晴雪瞪大双眼，不可置信地看着那笼罩在战场上的黑幕，那黑幕让他觉得非常眼熟。我在无尽大海上曾见过这一幅画面，被黑幕笼罩的孤岛，黑幕之中偶尔有震天动地的咆哮传出，不是吧？不是吧？屠苏晴雪突然打了个激灵，脸色瞬间变得涨红。难道当时在孤岛上的是段晨？那从黑幕中喷出，直接糊在我脸上的是我 you。 屠苏晴雪只觉得一阵恶心，弯下腰干呕起来。此时战场之上还有怪物的嘶吼和哀嚎传出，只不过因为黑幕遮挡的关系，麒麟城内的人已经完全看不到战斗画面。战斗的声响越来越小，又过了许久，终于平息了下来。黑幕渐渐散去，战场上的画面终于再次显露出来。只不过此时的战场上早已没了段晨的身影，只剩下无数残破的怪物尸体，碎肉残尸散落大地，整个战场犹如一片炼狱。第191章报道，独属于我的建筑，欢迎回家。屠苏无敌骑着墨麒麟依旧停在半空中，他的表情不断变换，心里还琢磨着该怎么把今天这件事压下去。想办法转移民众的话题吧，把3天后开启小世界国战的消息先散播出去，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转移到即将到来的小世界国战上。如此一来，应该就不会有人在议论今天的事情了吧？屠苏无敌想到这里，也觉得这么做十分靠谱。臭小子，老夫为了你已经是绞尽脑汁了呀！片刻之后，屠苏无敌回到城墙上，开启城门，打扫战场。是，大人。很快，城门便开启，一队队城防军冲出去，迅速收集战利品，并将一些怪物的尸体带回城内。那些带不回来的，则就地焚烧，以免腐烂造成瘟疫。城墙上，屠苏无敌担心地看向自己的女儿晴雪，你怎么了？脸色这么白，身体不舒服？
you。屠苏晴雪又吐了几口，直到晚饭全都吐干净才停了下来。父亲，我没事，休息一下就好了。屠苏晴雪咬牙切齿，父亲，段晨那个王八蛋呢？屠苏无敌责怪道：晴雪，你怎么能如此说段晨？虽说他刚才因为醉酒，行为有些欠妥，可他是个好孩子。好孩子？特么的好孩子，喷我一脸。我知道，肯定是他。现在的屠苏晴雪算是想明白了，当时在那座孤岛上，段晨肯定在和他的魔宠天照在做什么不可描述的事情，所以才用黑幕遮挡起来。也只有他才能将水元素魔法喷得那么高，那么远。哼！屠苏晴雪一跺脚，我和他不共戴天，谁都不好使，你就看我揍不揍他就完了。屠苏无敌，他那么大，你可悠着点。大爹，你最好说的是他的身高。屠苏晴雪朝着他老爹的小腿踢了一脚，然后气恼地骑上了青鸾真雀，头也不回地向城内飞去。黑烟之域外围一处副本之中，这个副本法阵的坐标是屠苏无敌告诉段晨的，副本名为黑曜吸龙副本，进入等级要求为45级至75级。段晨一路穿过了几处怪物刷新区才找到这个地方，然后就直接选择了轮回级，毫不犹豫地冲进了副本之中。直到这个时候，段晨才长长松了口气，这次秀大了。段晨拍了拍脑袋，此时的他早已酒意全无，不行，以后酒得少喝，喝多了容易出事啊。还好我是在城外请出的兄弟，如果是在麒麟城内，也不知会有多少建筑被我兄弟扫成废墟。说着，段晨转头看向天照，天照，你咋没叫醒我？天照，主人叫了呀，真心叫不醒。段晨，那肯定是你没好好叫。天照下划线。此时的段晨身体还维持着整体背化，身躯高达200多米。天照的身高依旧是40米，他的身体并没有因为段晨的整体背化而改变，站在段晨身边，脑袋也只是到段晨的膝盖位置。段晨居高临下，盯着天照看了几眼，突然他嘴角一咧，天照张嘴。天照灵，干啥？哎呀！京都大学作为整个龙国最为顶尖的学府，毫不夸张地说，龙国年轻一代最顶尖的天才大多都聚集在这里。学校原本的1号训练场已经被改建，现在变成了一座巍峨无比的巨大建筑，其巍峨程度甚至超过了龙国权力巅峰的最高会议大殿。据说为了尽快建好这座建筑，京都大学的马院长亲自出手，并且请来了众多土元素魔法师、阵法师相助，再配合众多生活职业，才终于在1周前将它建成。按照传出的消息，这座建筑的外围墙壁是特殊加固的，其坚固程度堪比京都的城墙。而在建筑之中还建造了一座独立的回城法阵，只要将回城石绑定，就可以使用这个回城法阵直接传送到这座宫殿之中。此时此刻，宫殿内的回城法阵旁正聚集着京都大学的一众高层，为首的正是京都大学的院长马长空，89级元素魔法师，土元素专精。院长大人，段晨还要多久能到？是啊，不要急，很快就到了。马长空缓缓道，我已经让教导主任去了麒麟城，给他送去了回城时，段晨在麒麟城那边出了一些特殊情况，没办法通过麒麟城的法阵进行传送。听到这话，其他人都是露出好奇之色。院长，发生什么事了？展开了说。马长空只是摇了摇头，不说这个事了，段晨快到了。说完这句话，也不知道马长空想到了什么，突然捂着肚子哈哈大笑起来。其他人看了莫名其妙，完全不知道马长空想到了什么好笑的事情。又过了片刻，一道光芒从法阵上出现，紧接着一位身材高挑丰满的中年女子缓缓走了出来。这女子正是京都大学新生教导主任云晓，69级史诗级职业者，怒焰剑士。同时她还是镇国神江云超凡的堂妹。看到云晓出现，马长空点了点头，紧接着又是一道光芒闪过，段晨那庞大的身影也终于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虽然早就得到了一些信息，知道段晨现在的身躯已经达到了45米，可当亲眼看到之后，包括马长空在内的所有人都是倒吸一口凉气。段晨轻手轻脚的从法阵走了出来，恭敬道：拜见院长，各位老师。马长空哈哈大笑，好，段晨，这座建筑里的一切都是阵法加固的，你不用如此小心，以后这里就是你的住处，独属于你一个人。这座回城法阵将会是你的专属回城法阵，稍后我们会将已经绑定这座法阵的所有回城石全部解绑，只留下你手里的那一个。另外，欢迎回家。第192章，给个毛啊！许久之后，马长空等人先后离开，整个大殿中也只剩下了段晨一个人。同时，马长空也给段晨留下了2样东西，其中一个是定点传送石，
绑定的坐标是京都郊区的一个高等级副本法阵附近。之所以给段晨这个定点传送时，并不是让段晨去刷副本，只是单纯的方便段晨进出京都而已。如果没有这块定点传送时，段晨想要去京都的郊区，又或者是京都外的副本历练，那就只能先走出京都大学，然后再通过大街走出城门。这一路上，地面会被踩踏，街道周围的建筑会被波及，走在大街上还得小心不能踩死人。到了城门口还得跳出去，因为城门还没有段晨高。现在有了这个定点传送时，让段晨无疑方便了许多。另外一样便是京都大学给予段晨的入学奖励，名称黑岩石破。介绍：特殊镶嵌物，仅可对50级以下的史诗级装备进行使用，使用之后该装备品阶提升一阶，进阶为神器。按照马长空院长所说，学院原本是想给段晨一件神器，可又不知道应该给哪一个部位的神器，于是便想方设法搞到了黑岩石破，让段晨自行去决定给哪一个位置的装备升级。从某种程度来说，这确实比直接给段晨一件神器要好。现在段晨的等级是49级，升级经验也达到了 94%， 很快就可以提升到50级。段晨决定直接挑选一件50级的史诗装备，将其提升至神器品阶，等他达到50级的时候刚好换上。一会好好翻翻物品空间吧，里面有很多史诗级装备，应该能找到合适的。段晨再次打量起这座宫殿，宫殿只有一层，在角落有一张面积巨大的石床，床上是用兽皮拼接的被褥，被褥很大，别说段晨现在的体型是45米，就算将来他长到70-80米，也一样能使用。马院长真是有心了，段晨心中感激，难怪马院长会说出欢迎回家这句话。段晨此时确实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坐在床上，段晨便开始翻找起物品空间。许久之后，段晨双眼一亮，然后拿出一件护腰，50级史诗护腰，应该也是在昭和国杀人报的吧。随后他又将黑岩石破取了出来。叮！提示：你对荒咬护腰使用黑岩石破，成功将荒咬护腰装备品阶提升一阶，当前品阶为神器，属性提升，并觉醒新技能。名称：荒咬护腰黑岩石破，品阶神器，等级50级，防御8万，力量15000，技能：技能增幅，防御强化，致命抵抗，荒咬之毒，苍蓝火海，灼热领域。技能增幅，被动技能，佩戴者所有攻击技能威力提升 30%， 防御强化，被动技能，佩戴者的防御属性额外获得 30% 的强化。致命抵抗，被动技能，当佩戴者遭受敌人的致命攻击时，有 30% 的几率触发致命抵抗，强制免疫本次致命伤害。荒咬之毒，被动技能，佩戴者的普通攻击会携带火毒溅射效果，对目标造成灼烧及剧毒伤害。苍蓝火海，大范围技能，对范围内目标造成恐怖伤害，并触发持续灼烧效果。苍蓝火海持续5分钟，冷却10分钟。灼热领域，主动技能，佩戴者可使周围形成一个大范围的灼烧领域，对范围内的目标造成持续灼烧伤害，技能持续10秒钟，冷却3分钟。原本这件装备只有4个技能，在提升到神器之后，技能数量增加到了6个，属性也大幅度提升。先留着升50级，应该也就是这几天的事情了。段晨又翻了一下物品空间，在麒麟城和屠苏、无敌他们喝酒的时候，送了一大堆装备给麒麟城，刚刚又给了马长空院长一些，算是捐助学校了，礼尚往来嘛。除此之外，在寒天城的时候又交给了宁远州一部分，让他帮忙卖掉。可即便如此，段晨的物品空间里依旧还有一大堆没处理的装备物品。这时好友栏跳动了几下，打开一看，竟然是莫里尔发来的消息。莫里尔，段晨，你来京都大学报到了。段晨，刚刚报到，我听你们罗刹高中的杜院长说你也在京都大学。莫里尔，没错，开一下你的后门，带几个老朋友来拜访你一下。老朋友？段晨心中疑惑，然后转头看向宫殿的小门。这座大殿有一个专门为段晨预留的巨大铁门，还有一个小门是让普通人进出的，如果有客人来便可以使用这个门。段晨的指尖轻轻点在墙壁的一处法阵上，光芒一闪，远处角落的小门缓缓开启，4个婀娜的身影先后走了进来。除了莫里尔之外，另外3人分别是李洛水，隐藏职业傀儡师，以及秦隐月、秦云星这对双胞胎姐妹，职业雷霆使徒。莫里尔就不用说了，李洛水、秦隐月和秦云星当初在圣兽之地小世界国战，都和段晨一同并肩作战过，都是好女孩啊。莫里尔萝莉的身材和脸蛋，却有着爆炸般的丰满。李洛水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双马尾，别有一番风味。秦家双胞胎就更不用说了，
两姐妹往那里一站，绝对是全场焦点，让人浮想联翩。可惜了，容不下我兄弟，我也没办法追他们。段晨心中有些无奈，不过还好，我现在已经有了天照。莫里尔四人昂着头，一个个瞪大双眼。秦云星轻呼道：“段晨大哥，你又大了。”秦隐月：“好大，好吓人。”李落水：“你们两个能好好说话吗？”段晨大哥，我们来拜访你，没打扰到你吧？段晨轻笑道：“肯定不打扰，不过明天就要再次开启小世界国战了，你们不需要养精蓄锐吗？竟然还有时间来找我。”听到这话，莫里尔等人转过头，视线都落在了李落水的身上。李落水咬了咬嘴唇，有些不好意思：“段晨大哥，我想请你帮个忙。”段晨：“什么忙？我的等级超出这次小世界国战的等级要求，没办法和你们并肩作战了。”李落水：“不是这个，我是想要你一根毛，嗨嗨，一根头发。”第193章，小世界国战再次开启，我也开一个上帝视角。一根头发？段晨有些疑惑，别说一根，就算多要几根，他也不会拒绝。这玩意梳头的时候随便掉几个都是正常的，别说是头发了，和天照嗨皮的时候掉几根毛都不奇怪。只不过段晨好奇李落水要他的头发干什么。注意到段晨的表情，李落水连忙道：“段晨大哥，你也知道我的职业，我有一个名为神炼傀儡的技能。小世界国战在即，虽说我们龙国必然会胜利，昭和国根本没有半点翻盘的可能，可我还是想做好充足的准备。”说完，李落水直接把神炼傀儡的技能效果共享在了段晨的面前。既然跑来找段晨帮忙，他自然没有隐瞒的道理。神炼傀儡使用其他职业者的血肉、骨骼或者毛发等炼制的特殊傀儡，对方的等级不超过你20级，傀儡成功炼制之后，傀儡可随机获得该职业者的2项职业技能，并继承该职业者20%的全属性。傀儡被召唤加入战斗之后，开始倒计时，30天之后崩溃自毁。随后，李落水又随手一挥，下一秒钟，一个2米多高的傀儡出现在他的面前。名称：空白的神炼傀儡。介绍：融合其他职业者的血肉、骨骼或者毛发之后，自动激活。段晨露出吃惊之色，这个技能有点厉害啊，有数量限制吗？李落水连忙道：“最多能同时召唤出3个。”段晨大哥，你放心，我知道规矩，我花钱买你的毛。段晨忍俊不禁，他现在什么都不缺，就缺给日轮神界吞噬升级的神器。不过李落水的样子，怎么看也不像是拥有神器的人，而且段晨也不可能因为几根毛就让李落水拿神器换。随手扯下几根头发，直接放在了李落水的跟前。几根头发就可以吗？如果需要血肉的话。李落水连忙摆手：“不用，效果都一样。”段晨：“没事，脚皮而已，我扣几块给你。”脚皮？李落水嘴角一抽。段晨哈哈大笑：“和你们开个玩笑，这次小世界国战我没办法进去，这几根头发就当我出一份力了。”李落水用力点了点头：“多谢段晨大哥。”说着便小心翼翼地将段晨的头发整理好。好粗，好硬的头发，就好像钢条一样，而且一根根贼长。等把所有头发都缠好，李落水已经累得脑门淌汗。他又召唤出2个空白的神炼傀儡，然后将已经缠好的头发放在了3个空白神炼傀儡脑后的法阵中。叮！提示：1号神炼傀儡成功觉醒，随机获取技能中成功获取巨人践踏、嘲讽之躯。提示：2号神炼傀儡成功觉醒，随机获取技能中成功获取局部倍化、顶级探查术。提示：3号神炼傀儡成功觉醒，随机获取技能中成功获取巨人投掷、神级硬化。连续3声提示出现，李落水大喜过望。局部倍化，段晨大哥，你双臂变长的那个技能就是局部倍化吧？李落水：段晨大哥放心，每一个技能的效果我都会保密，绝不会告诉任何人，我发誓。还有这一次小世界国战，我会争取拿下国战 BOSS 的一血，如果报到神器的话，我一定带回来给你。段晨点了点头，并没有拒绝。又过了片刻，4个女孩子一同离开，宫殿中再次陷入安静。段晨深吸一口气，没想到啊，我竟然会以这样的形式加入这一次小世界国战。接下来1天的时间，段晨哪都没去，整个人一直窝在宫殿之中，偶尔无聊了就把天照给召唤出来，奏个乐啥的。不愧是昭和国的国运大 BOSS， 奏乐的水平还是不错的。这几天龙国上下的气氛也变得紧张起来。小世界国战的消息已经传遍全国，所有等级符合条件的人全都严阵以待。叮！提示：龙国 vs 昭和国，小世界国战将在5分钟之后开启。提示：5分钟倒计时开始。提示：本次小世界国战进入等级限制为10级到35级，国战正式开始之后，
所有符合等级要求的职业者将会收到国战地图传送石。提示：在10分钟内使用该传送石，可以直接传送到小世界国战地图，若超出10分钟还未使用，则是做放弃参加，传送石将会消失。一声声提示传入所有人的耳中。昭和国，此时此刻，整个国家已经乱成一团。新幕府会议厅内，丰臣秀吉疯狂地拍打着桌子，该死，该死！果然和我所想的一样，段琛真的把国战炉石炼制成功，并带回了龙国。一旁，朽木无月担忧道：“怎么办？这一下彻底完了。怎么办？谁他妈知道怎么办？现在小世界国战的倒计时已经开始，等到国战传送石发放之后，所有等级符合的职业者就要进入战场。10级到35级啊，昭和国几乎是断层状态。唉，丰臣秀吉整个人瘫在椅子上，面若死灰。这一次彻底完了。除非能得到圣界石碑，可到现在，我们才只弄到了圣界石碑的1号碎片和2号碎片。听到这话，所有人都瘫在了地上。他们知道，这一次昭和国绝对完蛋了。一旦这一次小世界国战失败，那接连而来的国战惩罚将会成为压死他们昭和国的最后一根稻草。叮！提示：5分钟倒计时结束，国战地图传送时发放完毕。第194章黑烟会兽。随着一声声提示，龙国的苍穹之上也浮现出一个巨大的光幕，随后一道道光芒从各处闪现，接近600万人几乎在同一时间涌入小世界战场。这一次的小世界战场名为龙与岛小世界，这是一座面积巨大的岛屿。和圣兽之地小世界国战不同，这一次的龙与岛小世界国战的规则更加简单粗暴。在龙与岛的最深处有着一处龙鱼潭，两国的职业者只需赶往龙鱼潭，并将潭水中的终极 BOSS 赤甲龙鱼灭杀，爆出一件名为龙鱼神珠的国战物品，并成功守护7天，便可以获得本次小世界国战的胜利。龙与岛小世界开启时长为60天，再减掉守护龙鱼神珠的7天时间，也就是说最慢也要在第53天的时候将终极 BOSS 赤甲龙鱼灭杀才行。此时段琛正站在宫殿中，透着窗户看向苍穹上的光幕。想当初圣兽之地小世界国战开启的时候，还分了2场。第一场是持续24小时的两国混战，第二场是猎杀敌国的国战 BOSS 分身，斩敌国的国战旗帜。现在龙与岛小世界国战竟然只有1场。10分钟倒计时结束，国战传送截止，两国参战的人数也通过光幕显示了出来。龙国587-1451人，接近600万；昭和国114774人，刚刚超过10万人。段琛眉毛一挑，竟然还敢参战，这些昭和狗的胆子倒是不小啊！是想浑水摸鱼？这群昭和狗还是不死心啊！这10余万人，大部分应该都在10几级，甚至不足20级，就凭这些人也想浑水摸鱼？段琛冷笑一声，便不再去看光幕的直播。这一场战斗已经没有任何悬念，最终的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龙国胜利。尽快提升到50级吧。等到了50级之后，我会再一次触发野蛮生长，这次我的身体应该能长到50米了吧？段琛舔了舔嘴角，到那时若是再配上整体倍化，身体便可以暴涨到250米。这要是放在穿越前的世界，得有90多层楼那么高了。什么哥斯拉，什么金刚，全都是弟弟。去哪里练级呢？段琛心中思索起来。京都大学的郊外有一些高等级的副本，但副本等级也只是50级左右，想要猎杀更高等级的怪物，还得去更远的地方才行。既然如此，还不如去黑烟之域。对于绝大多数职业者来说，黑烟之域是禁地，一旦误闯进去，很可能会落个尸骨无存的结局。可对段琛来说，那里绝对是杀怪练级的天堂。他不怕怪物等级高，更不怕怪物数量多，应该说他恨不得怪物的数量越多越好呢。如果能出现几千万只的兽潮，那才叫爽呢。到时候石灵防御一开，几百万的防御属性加成，再配合他的神级防御、神级再生等一大堆技能一开，直接战撸。麒麟城，几天前一场兽潮大战，段琛在战场上挥洒毒龙的画面还历历在目。不过随着龙与岛小世界国战开启，麒麟城里也就听不到有什么人在议论段琛了。哈哈，竟然还有10余万只昭和狗参战，我还以为他们吓得连小世界都不敢进呢。可能是昭和国的高层不甘心吧，对小世界国战还抱有一丝希望，想要靠着这10余万人浑水摸鱼吧。龙与岛是龙国的，快看，是大小姐和她的坐骑青鸾真雀，这才刚进入战场，600万龙国大军就要发起总攻，这是要以最粗暴的方式一路横推下去啊！就在这时，麒麟城中央广场方向的传送法阵闪过一道光芒，紧接着45米高的段琛出现。他小心翼翼地看了几眼脚边，
确认自己不会踩到别人，然后就直接把天照也召唤了出来。还未等周围的人反应过来，他已经骑在了天照的脊背上，飞入虚空。天照是人形魔宠，将人形魔宠当成飞行做起，那画面怎么看都让人奇怪。此时，段晨端坐在天照的屁股上，已经飞入云霄，直奔着城外而去。哎，是段晨，吓我一跳！快看，段晨出城了，他朝着黑烟之域去了。他要去黑烟之域历练吗？很快，段晨出现在麒麟城，并前往黑烟之域的消息就传到了屠苏无敌的耳中。屠苏无敌微微一冷，便急忙给段晨发了一条消息：小子，你去黑烟之域历练。段晨，伯父，没错。屠苏无敌，小世界国战刚刚开启，我准备等终极 BOSS 赤甲龙鱼被斩杀之后，也抽身去黑烟之域，不如你等我几天，咱们一同进入黑烟之域。段晨思索一下，我先在黑烟之域历练，等小世界国战尘埃落定之后，伯父再与我会合也不迟。屠苏无敌，既然如此，你万事小心，黑烟之域里有一种名为黑烟会兽的怪物，若是遇到，绝不能出手攻击它，第一时间逃。另一边，段晨已经到了黑烟之域的外围，他没有再骑着天照赶路，而是开始连续施展慈木变身，打算将自己变成一只慈木秘境的飞行怪物。看到屠苏无敌发来的消息，段晨心中有些疑惑，黑烟会兽，那是什么怪物？竟然让堂堂镇国神将如此忧心。段晨疑惑道：伯父，这黑烟会兽是十分强大的 BOSS 吗？等级多少？在他看来，能让屠苏无敌如此谨慎的怪物，必然是一种恐怖的大 BOSS， 而且还得是90级以上的大 BOSS 才行。可接下来屠苏无敌的一句话却让他懵了：黑烟会兽等级极低，而且属性也很低，你若是出手的话，轻而易举就能将一只黑烟会兽碾死。可是黑烟会兽却有一个诡异的技能，名为会兽。会兽？段晨眉头一皱，这个技能单从字面的意思理解，就是污秽寿命的意思。果然，屠苏无敌继续道：会兽是一个被动技能，任何人类职业者攻击它的时候，攻击者的生命力都会迅速流失，升级经验也会流失。第195章黑曜吸龙副本。听到屠苏无敌的话，段晨的神情变得凝重起来。攻击黑烟会兽会让攻击者的生命力流失，这和反伤可不一样。如果是反伤的话，遭受的是肉身的伤害，或者是灵魂的创伤。会兽这个技能是直接剥夺生命力，或者说是剥夺寿命。不止如此，一旦攻击黑烟会兽，当前的升级经验也会随之减少，搞不好的话，还可能会让人等级掉落。屠苏无敌继续道：黑烟会兽一般不会出现在黑烟之域的外围，等进入中部地带之后，越往深处，黑烟会兽的数量也会越多。而且黑烟会兽有很多种形态，不单单是陆地的，甚至还可能遭遇拥有飞行能力的黑烟会兽。段晨惊异道：伯父，这么多会兽，如果形成兽潮攻打麒麟城的话？屠苏无敌，从我镇守麒麟城到现在，攻城的兽潮中还没有见过黑烟会兽的踪影。按照我的猜测，黑烟会兽可能受到了某种限制，并不会轻易离开黑烟之域。不过最近一段时间兽潮攻城越来越频繁，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打算在本次小世界国战尘埃落定之后，亲自前往黑烟之域一探究竟。这样啊？段晨点了点头，伯父放心，如果遇到黑烟会兽的话，晚辈会万分小心的。屠苏无敌，稍后我会把黑烟之域已经探索过的地图范围共享给你，一些副本入口的坐标，我会进行特殊标注，也许对你能有所帮助。段晨感激道：多谢伯父。结束对话，关闭好友栏，段晨便继续施展慈木变身。片刻之后，屠苏无敌将地图共享了过来。黑烟之域的面积广阔无边，屠苏无敌给出的地图也只显露出了黑烟之域一小部分。可就是这一小部分地图，已经是龙国目前对黑烟之域探索的所有区域了。天照，咱们是来这里杀怪升级的，如果看到黑烟会兽的话，有多远就躲多远。好不容易把等级提升上来，如果因为不小心踩死几只黑烟会兽，就让经验流失，等级掉落就太可惜了。叮！提示：你施展慈木变身成功，变身为慈木恶蝠王，全属性提升10%。一声提示出现，段晨的身躯猛然扭曲，一双狰狞的恶魔肉翅从脊背上弹射而出，双翅张开，竟然延伸200余米。终于成功了，天照，走了。段晨双翅张开，从天照的屁股上一跃而起。天照感觉屁股微微一凉，心里莫名的空旷了许多。吼吼！地面上一阵阵怪物嘶吼出现，天空中偶尔几只飞行怪物不知死活的冲撞过来，被段晨随手一锤子直接砸了个4分5裂。段晨打开小地图，查看了一下屠苏无敌标注的几处副本入口法阵的坐标，标注的非常详细，
不单单有坐标位置，还标明了副本进入条件：进入等级限制60级至80级，等级不符合要求进不去。等级限制50级至75级，我他妈现在49级，进入等级45级至75级，先到这个黑曜西龙副本玩玩，把等级提升到50级再说。事实上，段晨已经去过一次黑曜西龙副本，上一次麒麟城遭遇兽潮冲击，他孤身一人冲入兽潮大军，然后就跑到了这个副本里躲了一天。到现在，段晨回想起自己握着450米的毒龙在战场上狂甩狂抡的画面，还感觉有些面红耳赤，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很快，段晨就再次来到了这个副本入口附近。副本法阵附近没有职业者的身影。叮！提示：您已经进入黑曜西龙副本，当前难度为轮回，怪物经验 1.8 倍，爆率 1.8 倍。提示：你受到当前副本环境影响，攻击力降低 10%， 移动速度降低 10%。光芒闪过，段晨已经出现在了一个潮湿阴森的密林之中，周围一棵棵参天大树拔地而起，参天大树上长着一根根满是倒刺的枝条，一旦不小心被枝条划破皮肤，便会遭受到毒素伤害。不过这种诡异的大树对段晨来说完全没用，那一根根锋利的倒刺根本不可能伤到他。吼吼！一阵阵咆哮声传来，数十只体型庞大的怪物从密林中冲出，直奔着段晨和天照扑了过来。玄帝，荒神出来吃经验了！段晨随手一挥，两个巨大的召唤法阵随之出现。下一秒钟，玄帝和荒神两个老伙计已经被召唤了出来。杀！段晨狂笑一声，抬起战锤，恶魔之触，直接朝着靠近过来的一群怪物砸了过去。名称：龙脉甲息，等级60级，血量200万，力量8万，敏捷4000，精神12000，防御5万。技能：毒火喷炎。毒火喷炎，小范围攻击技能，可对前方扇形区域内的目标造成较重的伤害，并触发持续灼烧效果，同时使目标防御属性降低 10%， 灼烧和属性降低，持续15秒，技能冷却3分钟。吼吼！那一只指龙脉甲息双目猩红，刚一靠近，便一个个张开血盆大口。刹那间，一团团墨绿色的毒火狂喷而出，朝着段晨这边笼罩过来。一群小卡拉比！段晨已经将八旗怒灵盾拿了出来，比他身躯还要庞大的巨盾猛然挥出，刹那间狂风涌动，竟然生生将笼罩过来的毒火轰散开来。随后又是几锤子砸了下去，将这一群不知死活的小蜥蜴全部灭杀当场。第196章，我双翅一展8公里。提示：你杀死龙脉甲息，获得经验。提示：你杀死龙脉甲息。这是第2次进入黑曜西龙副本，已经算是轻车熟路。段晨打开小地图，认准了终极 BOSS 黑曜西龙的坐标，然后便带着3个魔宠朝着前方一路横推出去。为了更快的打穿副本，最大程度的清理副本内的怪物，段晨直接把整体背化施展了出来。45米的身躯暴涨，转眼就化作220米的通天巨人。轰隆隆！此时的段晨还维持着慈木鳄蝠王变身，在他的身躯达到220米之后，一双翅膀伸展开来，已经达到了夸张的800多米，单只翅膀接近400米。副本中，一只指怪物昂起头，朝着段晨所在的方向看去。那庞大无比的体型立于苍穹之下，虽说这个副本的面积非常巨大，可段晨的身躯实在太过庞大，即便距离很远，也能轻易看到段晨的身影。吼吼！一些怪物在愣神之后，眼神中露出惊恐之色，然后他们竟然不约而同地调转方向，全都朝着副本最深处终极 BOSS 的位置靠近过去。这还没真正开打呢，副本里的怪物就已经被段晨给吓到了。段晨的翅膀扇动，俯视着大地。在看到那一只只逃窜的怪物之后，段晨忍不住大笑起来。是想要聚集到终极 BOSS 那里，然后寻求终极 BOSS 的庇护吗？小怪就是小怪，着实没什么脑子，不过聚集到一起也好，杀起来也更方便一些。段晨转头朝着自己的双翅看了几眼，心中突然生出一个想法，今天玩个不一样的。段晨咧嘴一笑，下一秒钟他竟然将局部背化这个技能直接用在了自己的双翅上。其实段晨一直都有将翅膀背化的想法，只不过想要获得翅膀的话，首先要变身成慈木鳄蝠王，之前有背化翅膀的想法，却没有太多机会。呼！狂风涌动，风云变色，在局部背化生效的那一刻，段晨几倍的双翅疯狂延伸出去，随着翅膀变大，悬挂于苍穹之外的太阳被遮挡，整个副本在这一刻都昏暗了下来。很快，段晨的双翅就已经长到了极限。
单只翅膀已经接近了恐怖的4000米，两只翅膀的一展足有8000米。8000米啊！呼呼！段晨的双翅扇动，明明没有施展技能，却轻而易举就带起了一阵阵贯穿天地的飓风。飓风卷动，刹那间，整个世界便飞沙走石，无数棵参天大树被连根拔起，然后被飓风撕碎。这一刻，整个副本都变得压抑起来，一股恐怖至极的气势从段晨的身上爆发，笼罩在每一只怪物的身上。段晨身后，天照眼中光芒闪烁，痴痴地望着段晨的背影。天照咽了口唾沫：“主人，我想。”段晨，你不想？现在我是慈木恶福王的身体，玩不了。哎呀，主人，属下不是那个意思。天照连忙道：“我只是想说一句，您和我玩耍的时候，还请主人联系，不要在属下的体内将那个东西背化。”段晨咧嘴一笑：“什么东西？我听不懂。”天照满脸通红：“就是那个东西啊，属下会死的。”段晨，放心，收放自如。此时，整个黑曜吸龙副本已经乱成一团。副本最深处，身为终极 BOSS 的黑曜吸龙盘踞在一座山峰之上，它的体型非常庞大，竟然达到了恐怖的50米。它的浑身覆盖着黑色鳞片，那一块块鳞片犹如晶石一般，在它的脊背上还长着一对巨大的肉翅，翅膀的末端生有一根根狰狞的倒钩。身为75级轮回副本的终极 BOSS， 这只黑曜吸龙的属性非常强大，可此时却已经吓得瑟瑟发抖。人类职业者，这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段晨的声音传来，在黑曜吸龙的头顶上方，原本有一群飞行怪物盘旋，可就在刚刚，怪物群中空间猛地扭曲了一下，一只飞行怪物突然消失不见，而段晨的身影则出现了那只怪物所在的位置。技能坐标置换，你不要过来啊！黑曜吸龙眼中充满了恐惧，整个身子匍匐在地上，根本不敢动弹。段晨冷笑一声，双手缓缓张开，刹那间，漫天的雷霆肆虐开来。技能圣甲雷光是神器圣甲龙护手的自带技能之一。圣甲雷光大范围攻击技能，对范围内目标造成恐怖的雷元素伤害，并触发5秒钟麻痹效果，技能冷却5分钟。刹那间，无数雷霆从天而降，密密麻麻，将那一只指怪物淹没在了其中，哀嚎惨叫响彻天地。这还没完呢，眼见有飞行怪物朝着远方逃窜出去，段晨没有再亲自出手，甚至都没让天照、荒神和玄帝出手，而是将许久没有使用的天狗之灵技能施展了出来。这是专属徽章天狗渊徽章自带的技能，随着一个个巨大的召唤法阵，20只体型庞大的天狗之灵已经出现在了虚空之上。每一只天狗之灵的体型都接近40米，只比天照矮了一点。刚一出现，这些天狗之灵就四散开来，朝着那些逃窜的怪物追杀过去。段晨居高临下，看着瑟瑟发抖的黑曜吸龙。上一次刷副本的时候，这个黑曜吸龙还挺牛逼的，结果这一次直接被吓得不敢动弹了。四面八方的雷霆肆虐奔腾，不断的朝着黑曜吸龙侵袭过去。片刻之后，黑曜吸龙终于忍耐不住那恐怖的雷元素伤害，口中发出凄厉的哀嚎：“啊，人类，我和你拼了！”嘶吼之中，黑曜吸龙猛地震动双翅，密密麻麻的锋刃凝聚出来，直奔着段晨轰了过去。锋刃吗？段晨双翅猛烈扇动，刹那间天地震荡，翅膀带起的狂风席卷而出，直接将黑曜吸龙的锋刃吹散。天狗之灵已经将小怪清理的差不多了，你也该死了。段晨说着，手中的巨盾八岐怒灵盾已经高高举起。下一秒钟，技能神愤之炎就施展了出来。神愤之炎大范围攻击技能，可通过盾牌触发八岐之息，对大范围目标造成恐怖伤害，技能冷却10分钟。血肉崩碎，黑曜龙息那庞大的身体直接崩裂开来，血肉转眼就被灼热的雷霆蒸发。段晨的耳畔也跟着出现一声提示：叮！提示：你的等级提升1级，当前等级50级。第197章，野蛮生长效果升级了。段晨的身上闪过一道光芒，等级也终于提升到了50级。叮！提示：你成功达到50级，技能野蛮生长触发，你可以自行选择跨越式生长的时间，是否现在开始生长。此时，整个世界已经归于平静，入目所及之处，所有怪物都已经被清理得一干二净。地面上燃烧的火海也已经消散，只剩下一些被烧得残破不堪的尸体，还有疮痍坑洼的大地。段晨没有迟疑，现在就开始生长。野蛮生长触发之后，身体暴涨所带来的剧痛是无法避免的，现在身边又没有什么怪物捣乱，当然要现在生长。咔嚓！下一秒钟，段晨的身上便爆发出一阵阵骨骼崩裂的声响。本就达到220米的身躯迅速膨胀开来，
那撕心裂肺般的剧疼蔓延到全身每一个细胞，让段晨的身子不由得佝偻起来。片刻之后，当野蛮生长结束之后，段晨已经汗流浃背，脚下的地面也已经被汗水浸湿，而他的身躯也达到了恐怖的250米。如果解除整体倍化，他的身躯将会缩小5倍，刚好是50米。就在段晨以为这一次的野蛮生长已经结束的时候，竟然又有一声提示出现了。叮！提示：你的等级已经达到50级，专属技能野蛮生长的技能效果提升。什么意思啊？我的这个野蛮生长升级了？段晨大喜过望，连忙打开技能栏仔细查看起来。我操！下一秒钟，段晨便忍不住狂笑起来。牛逼！野蛮生长 LV2 被动技能，你的等级每提升5级，你的身体便会完成一次跨越式生长，直接提升10米。你的等级越高，你的身体将会越发庞大。这么算下来，我50级之后，平均每提升1级，身体就可以长2米。段晨咽了口唾沫。技能效果没升级之前，段晨每提升1级，身体算起来是长1米。现在段晨50级，刚好50米。也就是说，等我的等级提升到55级之后，我的身躯会在原本50米的基础上再暴涨10米，直接达到恐怖的60米大小。身体的成长速度翻倍了呀！因为段晨的身体生长的关系，天照、荒神、玄帝这3位魔宠的体型也跟着发生变化。天照的身躯长了不足5米，身高已经接近45米了。荒神四肢着地的时候也已经达到40米，玄帝就大了，他的身躯已经达到60多米。一众天狗之灵也是一样。段晨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打开物品空间，将那件用黑岩石破提升上来的50级神器荒咬护腰带在了身上。至此，段晨的身上已经佩戴了7件神器：恶魔之触45级神器，八岐怒灵盾30级神器，黑暗斗铠48级神器，红莲项链10级神器，圣甲龙护手45级神器，山神护腕45级神器，荒咬护腰50级神器。唉，神器的数量还是太少了，太难报了。段晨嘀咕道，这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成功将日轮神戒提升到上古神器啊。前几天在麒麟城的时候，他曾向圣兽剑豪询问过关于上古神器的事情。按照屠苏无敌所说，整个龙国至今只有3件上古神器，而且这3件上古神器还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并不是最近这些年杀怪爆的。其中2件是400年前爆出来的，第3件是200年前爆的，一直传承至今。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段晨着实被震惊到了。整个国家竟然才有3件上古神器，这未免也太过珍贵了吧。段晨的脑海中仔细的回忆了一下，当初在昭和国的时候，他曾对丰臣秀吉和所有见过的8岐神将使用过真实之眼，查看过这帮人死后会爆出什么。只不过当时被这帮人追得太急，虽然使用了真实之眼，却没办法太过仔细的查看，只是依稀看到其中一个8岐神将身上好像佩戴了一件上古神器，那件上古神器的名字段晨都没记住。走了，换下一个副本。段晨招呼一声就要离开这里。他的整体倍化和局部倍化效果还在，段晨打算在这2个技能效果结束之前，尽可能的多杀一些怪物。天照，主人，您不需要休息片刻吗？属下可以给您揉揉肩，搓一搓。搓一搓。段晨双眼微微一亮，还是算了吧，我现在是怪物之身，不习惯。天照抿了抿嘴唇，红着脸道，如果主人想的话，属下是不会介意的。段晨还是摇了摇头，他现在还是整体倍化状态呢，身躯已经达到了恐怖的250米，兄弟常态下也有接近30米，若是进入战斗状态，恐怕会暴涨到60米还多。天照的身体也才不足45米。最终段晨还是放弃了，虽说他的脑海中已经浮现出了很多个画面，其中甚至有一个画面是天照抱着小老弟，靠着整个身子和双臂才勉强完成任务。忍，老子忍着，等再杀几波，等整体倍化进入冷却，你家主人再好好陪陪你。段晨摸了摸天照的脑袋，一道光芒也出现在了他的脚下。天照嘀咕道，属下只是单纯的想让您休息一下，属下才不是自己想。光芒散去，段晨已经带着3个魔宠离开了黑曜龙息副本。外界苍穹之上，关于龙与岛小世界国战的光幕直播还在继续。第198章，这是人道主义？是特么人道毁灭吧。这一次小世界国战开启到现在还不足1天的时间，可就是这么短的时间，接近600万的龙国职业者就已经将龙与岛超过30%的地图全部占领。如果不是有怪物阻碍了脚步，让龙国大军不得不一点点向前清理怪物，恐怕现在整个龙与岛小世界都已经被龙国掌控。
至于昭和国那边，10余万的昭和国职业者举步维艰，虽说还没有和龙国职业者大军遭遇，但也已经有超过1成的人员死在了怪物的手里。一片沼泽之中，成群的昭和国职业者正急速前行。八嘎呀，路不要和这里的怪物纠缠，我们的目的地是龙鱼岛的最深处，只有第一时间将龙鱼岛的终极 BOSS 灭杀，然后拿到龙鱼神珠，我们才有机会拿下这场胜利。一旦拿到龙鱼神珠，我们就找个偏僻的地方躲起来。我们是整个昭和国的希望。10余万人，现在已经死了1万多人，剩下的9万余人，而且等级大多都在10几级，这样一群人竟然成了一个国家的希望，这是何等可笑的一件事！我们要成为昭和国的英雄！吼吼！一阵慷慨激昂的嘶吼，在场的昭和国职业者竟然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所有人都开启着小地图，小心翼翼地穿过一个个野怪刷新区，朝着终极 BOSS 赤甲龙鱼的坐标靠近过去。近了，近了！突然，苍穹之上出现一只巨鸟，那是一只青鸾真雀，它的脊背上还有一个身影，那身影穿着华丽的铠甲，手握一把长剑，英姿飒爽。哦吼！终于找到你们了！虚空中，屠苏晴雪双眼一亮，然后直接打开了国战群聊频道，坐标 X877Y541，我发现了昭和狗军队。一瞬间，龙国的国战群聊频道直接就炸锅了。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他们了。再往前就是赤甲龙鱼的领地了，是先杀 BOSS， 还是先搞死昭和狗？这不是废话吗？绕过赤甲龙鱼的领地，先围杀昭和狗。有昭和狗在这个地图，总让我感觉嘴边挂着一坨粑粑。兄弟们，走起！此时，段晨已经离开了黑曜西龙副本，他站在副本入口法阵上空，朝着正在直播的光幕看去。光幕中，密密麻麻的龙国职业者从不同的方向朝着9万多昭和狗靠近过去，接近600万人，全都动了。杀怪，杀 BOSS， 杀个毛啊！先把昭和狗搞死再说。光幕中，那群昭和国职业者已经发现了屠苏晴雪和他坐下的青鸾真雀，其中一些人已经认出了屠苏晴雪的身份。上一次圣兽之地小世界国战，屠苏晴雪在万军之中立龙旗，巾帼不让须眉，明明只是一个普通的剑士，所爆发出的实力却让那些属性强过他、职业品皆强过他的人啧舌不已。妈的，是那个臭娘们，我认得他！我们暴露了，快，远程技能轰杀他！这一刻，一个个昭和国远程职业者冲了出来，他们或是抬起手中的法杖，或是拉开手中的长弓，一个个技能直接朝着屠苏晴雪锁定过去。切！屠苏晴雪撇撇嘴，然后拍了拍青鸾真雀的脖子。下一秒钟，青鸾真雀双翅震动，向着上方又猛地拔高了数百米，直接脱离了所有技能锁定。这样的距离早已超出了这些昭和国职业者的技能范围。更可悲的是，9万多位昭和国职业者当中，竟然没有人拥有飞行魔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屠苏晴雪在空中盘旋，却拿屠苏晴雪没有任何办法。完了，这个娘们肯定已经将消息传出去了，用不了多久，龙国的职业者大军就会围杀过来。我们这么点人，连给龙国塞牙缝都不够，怎么办？我想回家，我想回家找妈妈。此时此刻，很多人已经后悔了。什么家国大业，什么昭和国的希望，什么国家英雄，全他妈是屁话，什么都没有，活着重要。可现在就算后悔也没用了，一旦进入小世界地图，所有传送物品全部被禁锢，除非坚持到小世界国战结束，否则任何人都无法离开这个龙鱼岛。吼吼！就在这时，四面八方突然传来一阵阵怪物的哀嚎之声，与之一同出现的还有一声声大笑。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岁月可流逝，历史不可忘，硝烟远去，国耻难忘，金斩敌寇，不负先辈。轰隆隆，四面八方荒草被踩踏，一棵棵矮树被推倒，密密麻麻无穷无尽的龙国职业者出现。放眼望去，漫山遍野，数之不尽。他们每一个人的眼中都透着森冷的杀意，没有嗜血的光芒，只有斩杀敌人的坚决。完了，彻底完了！9万多人的昭和国大军已经被吓得瑟瑟发抖，一些人甚至吓得瘫在了地上，连手里的武器装备都掉在了脚边。你们不要过来啊！错了，我们错了，别杀我们，求求你们别杀我们！我是昭和狗，我该死，我再也不敢了！一声声哀嚎此起彼伏，这些哀嚎声就好像信号一般，不断的互相传染。越来越多的昭和国职业者瘫在地上，然后朝着四面八方围困过来的龙国职业者不断磕头。太多了，龙国职业者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接近600万人，就算每人一口唾沫都足以将他们淹死。轰！很快，这些昭和国职业者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半空中，屠苏晴雪居高临下的看着
这些昭和狗，眼中没有半点波动，就好像在看一些畜生，而不是人。兄弟们，这些昭和狗不想死，想让我们饶他们一命。屠苏晴雪的声音传开，现在不都是讲什么人道主义吗？还说什么优待俘虏？那你们说说，咱们该如何处置这些人？地面上，宁远舟从人群里挤出来，优待，必须优待，晴雪，听我的，必须优待。优待！一些龙国职业者面面相觑，还没弄明白屠苏晴雪、宁远舟他们的意思。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当然是全都杀光啊！什么人道主义？什么优待俘虏？和一群畜生有必要讲这些？傀儡师李落水的声音响起：诸位，我也觉得应该优待，咱们龙国最人道了。晴雪，我建议将他们驱赶到终极 BOSS 赤甲龙鱼的领地，死得更有意义，死得更有价值。昭和国的朋友们，你们就是英雄，你们就是昭和国的骄傲，加油！驱赶到赤甲龙鱼的领地。擦，这就是你们所说的人道主义？这他妈的哪是人道主义？是人道毁灭吧？第199章，扩散出来的黑烟会兽。此时此刻，龙国和昭和国有无数人在观看着光幕直播。在听到屠苏晴雪说出人道主义、优待俘虏这样的话之后，不少龙国人已经忍不住破口大骂，而昭和国那边则一个个大喜过望，还以为那些参战的昭和国职业者还有活命的机会。可结果呢？根本没有什么人道主义，有的只是人道毁灭。黑烟之域，段晨又盯着光幕看了几眼，哈哈大笑起来。刚给了人家希望，结果反手又是一个大逼斗，玩得挺野啊！段晨双翅微微扇动，庞大的身躯已经调转方向，朝着另一个副本法阵的坐标飞了过去。此时龙鱼岛小世界战场，600万龙国职业者大军好像赶羊一样，把那9万多昭和国职业者一路驱赶，朝着赤甲龙鱼的方向一点点靠近过去。屠苏晴雪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用这些昭和国职业者去消耗一下赤甲龙鱼的血条，剪成炮灰。对此，段晨只能说干得漂亮。再往前就是黑烟之域的中部区域了，很可能会遇到黑烟会兽。段晨的眼中光芒闪烁，他要去的副本名为中庭之域，进入等级要求为50级至75级。按照段晨的想法，接下来一段时间他会一直留在中庭之域，直到龙鱼岛小世界国战结束，然后屠苏无敌前来和他会合。到时候他会与屠苏无敌一同进入黑烟之域的深处，好好探索一番。吼吼！虚空中，一群怪物在发现段晨之后，一个个惊恐的四散逃窜，根本不敢朝这边靠近，这让段晨有些无语。这可都是经验包啊，跑了怎么行？下一秒钟，段晨便将嘲讽之躯施展了出来，他的双翅延伸8000米，遮云蔽日一般。地面上数万只甚至10数万只怪物笼罩在翅膀的阴影之下，原本这些怪物正在四散奔逃，或是寻找地方躲避，只有少数一些怪物朝着段晨发起进攻。然而在嘲讽之躯开启之后，所有怪物全都第一时间转向段晨，然后疯狂地嘶吼起来。这才对嘛！段晨嘿嘿一笑，技能苍蓝火海，呼！火光肆虐，无尽的火焰从段晨的身上蔓延出去，只是一转眼便绵延数千米，哀嚎之声此起彼伏。叮！提示：你杀死绿衣苍蛇，获得经验。提示：你杀死古翼尾龙，获得经验。一声声提示接连不断的出现。此时段晨已经看到了中庭之域的副本法阵入口，就在他准备将这群怪物全部灭杀，然后再进入中庭之域副本的时候，突然一声不一样的提示将他吓了一跳。叮！提示：你对黑烟会兽造成伤害，你的当前升级经验降低 0.05%， 你的生命力加速流失。提示：你杀死黑烟会兽，你的当前升级经验降低 0.5%。提示：你杀死黑烟会兽，你的当前升级经验降低 0.5%。啥？刚才发生了啥？段晨愣了一下，连忙终止技能。刹那间，原本燃烧的苍蓝火海犹如潮水般消散。在进入黑烟之域的那一刻，段晨就一直注意着黑烟会兽，生怕自己一不小心招惹到这种怪物。并不是因为黑烟会兽有多强，而是这玩意实在太恶心了。结果千防万防，竟然还是不小心搞死了2只。我这才刚升到50级没多久，好险啊！如果再多杀一些的话，搞不好就掉回到49级了。段晨眉头紧锁，奇怪，按照屠苏伯父所说，黑烟会兽应该只会出现在黑烟之域的中部区域和最深处，这里应该还属于黑烟之域的外围吧。段晨的视线扫视整个战场，很快就找到了那2具黑烟会兽的尸体。可是因为火焰灼烧的关系，2具尸体已经被烧得不成样子，早已看不出原本的模样。先给屠苏伯父提个醒吧。段晨打开好友栏，给屠苏无敌发了一条消息：屠苏伯父，
我在中庭之域副本附近遭遇了2只黑烟会兽。屠苏无敌，什么？那里怎么会出现黑烟会兽？该死！这很可能和最近频繁发生的兽潮攻城有关。段晨，你先不要继续深入，小世界国战很快就要结束了，老夫应该很快就能和你会合。段晨点了点头，又和屠苏无敌说了几句，便关掉了好友栏。龙鱼岛小世界国战，在600万龙国职业者的驱赶下，那不足10万人的昭和国大军已经被驱赶到了赤甲龙鱼的区域。作为这一次小世界国战的终极 BOSS， 而且还是唯一的一个终极 BOSS， 赤甲龙鱼的属性极为强悍，甚至已经超过了上一次圣兽之地小世界国战2国的圣兽分身。不过这对屠苏晴雪等600万龙国职业者来说完全不是问题。好，龙鱼岛中心区域，赤甲龙鱼那庞大的身躯从湖面探出，当它的身影显露出来的那一刻，大家才发现这竟然是一只半身龙。虽然长着一颗狰狞的龙头，可躯干竟然是鲤鱼的躯干，乍一看就好像一个鱼跃龙门失败的产物。好，赤甲龙鱼嘶吼一声，刹那间密密麻麻的怪物从湖泊中爬出。屠苏晴雪的目光冰冷至极，还愣着干什么？昭和国的杂碎，这是你们唯一活命的机会，冲上去将这只赤甲龙鱼斩杀。只要你们能够成功，便饶你们一命，否则杀无赦。9万多招和国职业者瑟瑟发抖，想要拒绝，却根本没这个胆量。你说的是真的？不会骗我们吧？没错，万一我们真的将赤甲龙鱼杀了，你们却出尔反尔怎么办？昭和国的职业者满目惊恐。听到这话，屠苏晴雪冷笑一声，那你们也可以拒绝出手，我们现在就将你们全部灭杀在此。